女人怎么也没想到，那个跪地求她鞭打的兽父，其内心竟然想杀了她，只因女人十分邋遢，几年不洗澡，不但不履行雌性职责为雄性们稳定灵力，甚至还把自己雄性拼命猎回来的食物拿出去送给外面的野男人。稍不顺心，更是对5个兽夫侮辱打骂，以至于兽夫们在他的淫威下个个羸弱，灵力低微，只能在族群最底层苟活着。这也导致了几个兽夫对他的怨恨越来越深。而就在刚刚，原主遭了报应，在吃野兔的时候狼吞虎咽，导致被兔子骨头噎死，当场嗝屁。而一旁的兽夫看着他被骨头卡住，直到没了气息也不曾施救。他愣愣地看着自己的手，黑泥粘在皮肤上，刺鼻的腥臭味让他忍不住干呕。就在此时，他的目光与跪在地上的清秀男子对上，他单膝跪地，手中还握着一根满是金刺的树枝。此主，我没有捕到大型猎物，请你鞭打。软软愣住了，这是什么鬼设定？眼前的男人看起来清秀俊雅，可他的举动却透着一股令人窒息的压迫。他试图扶起男子，但脚步却一顿，耳边突然响起一个阴沉的声音：恶词，要不是因为那个该死的印记，我一定会杀了你，杀了你。软软僵住了，他转头看向男子，发现他的嘴唇未动，但声音却清晰地传入他耳中，这是他的心声。惊愕之际，脑海中突然响起一个软萌的声音：这是灵泉系统附带的读心术哦，这样就算有人在心里骂你也知道了呢。还没等软软回过神，突然一阵狂风席卷而来，一只巨大的白毛狐狸叼着半米长的大鱼跃入山洞。又开始了，冷冷的声音响起，狐狸瞬间化为人形，银发垂至腰间，狭长的虎眼透着不屑，瓷器般的肌肤无瑕如画，软软几乎要被这张绝美的脸迷住，喉咙不由自主地滚动。别用那种眼神看我。白衣语气透着明显的不悦，随手捡起地上的鱼，狠狠地扔向软软，鱼尾活蹦乱跳地甩在他脸上，打得他脸都红了。白衣见状得逞似的眯眼一笑，软软完全没有注意到白衣那狡黠的目光，他抱着这条大鱼，脑袋里闪过的全是菜谱。这么大一条鱼，红烧清蒸还是烧烤？饥饿感让他恨不得立刻开吃，但他作为现代人，实在无法接受生啃鱼肉。想到这，软软低下头，自顾自地思索起来。白衣是火属性兽人，拥有狐火，可这么大风雪，去哪找柴火呢？对了，他自己就是木系属性来着。软软抬起手，试探着在手心凝聚灵力，很快就造出来了一根拇指粗的树枝。可看到这一幕的燕和白衣不淡定了，直接疼的一下站了起来，异口同声道：你竟然会异能？这怎么可能？我本来就会好吧，就是一直没用罢了。软软随便找了个理由搪塞过去，手上的动作却没停，很快就造出来了一捆树枝，锋利的指甲划下几块鱼肉，用树枝串成一串。现在万事俱备，只欠一把火了。软软抬眼瞥向白衣，顺势伸出脏兮兮的小手朝他勾了勾，那个，你能不能借我一株小火苗用用啊？白衣收起了震惊的表情，冷眼看着他动都不动。软软撇了撇嘴，小气鬼，转而用异能画出一根带着尖头的树枝，开始努力尝试钻木取火。然而一阵折腾下来，他手掌都磨破皮了，连一点火星子都没冒出，他气得直跺脚。人家穿越的钻木取火抬手就来，怎么到我这儿就不行了？他一屁股跌坐在地上，满脸挫败。这时一股热气擦过他的脸，飘向火堆。他愣了愣，转头看向火堆，只见一株淡紫色的狐火正熊熊燃烧，温暖的火光驱散了洞穴中的寒意。他抬头看向白衣，咧嘴一笑，露出尖尖的小猫牙，谢谢你哈，白衣。白衣被他的笑弄得起了一身鸡皮疙瘩，冷哼一声，别过头去，要不是怕你用踏印，我才不会管你。什么踏印？软软疑惑地翻找记忆，原来在兽氏雌性都拥有复印能力，只要雄性愿意，就可以将控制印记拓在雄性身上。被踏印的雄性受制于雌性，雌性死亡，雄性也会慢慢死亡，伤害雌性还会被反噬。这也正是原主无恶不作却无人敢反抗的原因。软软低头看着火堆，心中逐渐有了一个计划。火光映照在鱼肉上，炙烤出一阵阵诱人的香气。软软小心翻动着鱼肉，嘴角扬起一抹意味深长的笑容。这烤鱼或许就是他改变局面的第一步。他转头看向燕和白衣，发现两人直勾勾地盯着鱼肉，喉结上下滚动，显然被鱼肉的香气吸引。他眨了眨眼，主动捡起2大串鱼肉递到两人面前，来啊，吃点补补。燕愣了一下，指了指自己，脸上充满了怀疑。我们，对啊，捕猎太辛苦了，吃点鱼肉补补。软软认真的点了点头，嘴角扬起真诚的笑意。白衣和燕对视一眼，同时皱起眉头，目光在软软身上上下游移。他今天怎么了？换做以前，他就算是吃不完扔掉也不会给他们吃一口的，今天竟然主动提出要给他们。软软撇了撇嘴，心中暗暗吐槽原主的浪费行为，浪费粮食可耻好吧。见两人依旧无动于衷，软软索性撕下一块鱼肉，直接塞进燕嘴里。燕的眼神一愣，本能的想吐出去，却被鱼肉滑嫩鲜甜的味道折服了。咋样，好吃吧？软软得意的问道，随后又转头看向白衣，白衣，你也尝尝吧。说着，他将另一块鱼肉递到白衣眼前，我不吃，谁要吃你的东西？白衣傲娇的扭过头，一副生人勿近的样子。软软撇了撇嘴，索性不再理会白衣，转身一屁股坐到火堆旁，余光却瞥到白衣那因为咽口水不停滚动的喉结，心中暗暗偷笑，死装糊。洞穴中鱼肉的香气渐渐弥漫开来，软软低头翻动着剩余的鱼肉，脑海中开始盘算，他的兽夫们都很强，而自己却太过弱小，无法独自生存，与其让他们每天想着如何弄死自己，不如先稳住他们，直到他变强为止。想到这里，软软的眼珠子一转，又拿了一串鱼肉递给燕，示意他转交给白衣，而他则故意背对着白衣，装作若无其事。燕接过鱼肉，犹豫了一下，最终用胳膊轻轻碰了碰白衣。白衣斜眼瞥了软软一眼，见他背对着自己，似乎毫无关注的样子，便悄悄接过燕递来的鱼肉，隐秘地塞进嘴里细细咀嚼起来。鱼肉鲜嫩的滋味让他眼中闪过一丝满足，好吃。对于白衣来说，这一天的捕猎极为艰难，他耗费整整1天才从冰河中抓到这条大鱼，每次捕不到像样的猎物，软软就会用踏印和金条折磨鞭打他们。如今难得吃上一口热乎的鱼肉，让他久违地感到一丝温暖。但很快，洞穴的短暂宁静被一阵尖锐刺耳的声音打破。野狐狸，你们竟敢私藏食物，赶紧把吃的给我交出来！声音刺入耳膜，软软忍不住皱眉回头，只见一个肥胖的如推土机般的女人冲进山洞，身后还跟
跟着2个气势汹汹的雄性兽人。治他的又来了，白衣紫红色的瞳孔微微散着光，眼神若有若无的看向软软。治他的，软软打量着那女人，默默将手里的烤鱼往身后一藏，很快对应上了名字。眼前女人叫做如花，是一只胖橘猫，而那2个男兽人是如花的雄性，分别叫阿冷和阿忍，是一对双胞胎狸猫。野狐狸，我就说你一天都守在冰河上，怎么可能没抓到？竟然敢自己偷偷带回来不给我送去，说鱼藏哪了？如花瞪着白衣一通乱骂，鼻子却敏锐地捕捉到了香味来源，一抻脖子，目光锁在了软软背后的鱼肉上，随即指着软软的鼻子就骂：好啊，你个贱猫，现在都敢躲在洞里吃独食了，赶紧把鱼给我交出来！燕默不作声的冷眼看着，似乎早就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这饿死一会儿就该跪下给这肥猫舔脚了吧，然后老老实实的把鱼奉上去，再被那肥猫抽几个巴掌，舔脚挨巴掌。我靠，他以前这么下贱的吗？重新搜索记忆，软软简直想掐死自己。如花是灵猫部落中的3阶雌性，因2年内生下雄性幼崽，被部落视为宝贝，至此很多雄性猫兽都对它无条件追捧，而原主欺软怕硬，更是对如花的话唯命是从。有时不但不帮着自己的雄性，甚至将雄性们辛苦打来的猎物献给如花，简直就是这如花的究极舔狗。喂，贱猫，你耳朵聋了吗？贱猫，你叫我。软软不爽的挑了挑眉，不叫你叫谁？赶紧把鱼给我交出来！再用踏印狠狠教训这只野狐狸。面对这女人唾沫纷飞的刁钻模样，软软冷笑一声：你的鱼，这鱼上面刻你名字了吗？还是你撒尿标记了？一口一个野狐狸，一口一个贱猫，嘴巴这么丑，还想欺负我家雄性，我凭什么要听你的？软软说着，直接横在了白衣身前，像一只护犊子的鸡崽子，把白衣挡得严严实实。这突如其来的反击让白衣眼中闪过一丝诧异，一旁的燕也像见了鬼一样，目瞪口呆地看着软软，他竟然直接顶撞如花。平时就算如花瞪一下眼珠子，他都会跪着舔他的，今天怎么？如花显然被气得不轻，他指着软软的鼻子怒吼：你疯了吧？竟敢这么跟我说话？怎么着？进来就对我吆五喝六的？你跟谁俩呢？长得丑想得美，赶紧从我家滚出去！软软毫不客气的回击，如花被气得张牙舞爪，抢圆了胳膊就抽了过来。软软见势不好，侧身一闪，让如花扑了个空，肥硕的身躯重重摔在地上，肥肉颤抖得像一块果冻，还想动手？摔死你活该！略略略！软软贱兮兮的对着吃瘪的如花做了个鬼脸。啊！贱猫！如花恼了，还没等爬起来，就猛地伸手攥住了软软的脚踝，直接将他拖倒在地。放开他！白衣心里一紧，就要冲上前去。你们2个给我拦住那野狐狸和那只鸟，我就不信治不了这个小贱猫！听到自家雌性发话，阿冷直接朝着白衣冲了上来，一猫一狐顺势扭打在了一起。燕玉上前也被阿热缠住，软软被如花那大身板子压住，丝毫不给楠楠喘息的机会，狠狠掐住了软软的脖子。贱猫，我掐死你！软软眼看就要窒息，他本能的变成了一只雪白的小猫，尖锐的猫爪狠狠抓向如花的脸。如花惨叫着捂住脸，连翻滚带挣扎。软软趁机变回人形，跳到他背上，对着他的脑袋邦邦就是几拳，让你嚣张，让你欺负我，老娘今天让你知道厉害啊！不要打了！如花抱着脑袋疼得涕泪直流，无奈身子笨拙，起不来也够不到软软，只能嚎叫。另一边，白衣也释放出了9条尾巴，5条死死缠住阿冷，4条抽的阿冷惨叫连连。如花、阿热见到自家雌性吃瘪，急忙推开燕冲向软软。软软敏锐的听到背后冲来的风声，一个转身变回猫形跳了出去。阿热没刹住车，咚的一下砸在了如花身上，直接被他的一身肥肉弹飞了。2个废兽！如花瞪着阿冷，阿热恨铁不成钢的在地上蠕动了下，趁着软软不注意，一把扯住他的猫尾巴，将他泄愤似的往墙壁上扔了过去。完蛋，被他阴了！软软下意识闭上了眼睛，以为自己会变成猫饼拍在墙上，却被一个温暖的怀抱稳稳接住。软软将捂着眼睛的猫爪拿开，映入眼帘的是白衣那魅惑众生的脸。谢谢。软软眨巴眨巴卡姿兰大眼睛，猫爪顺势抱住了白衣的手臂，猫耳贴着头皮，一副关顺的模样。白衣一怔，低头看着软软，心中莫名升起一种复杂的情绪。他还是第一次看到软软的原形，原来这么小一只。软软被白衣那眼神看得有些涩涩，不由自主地把尾巴夹在了2个后腿中间，如此近距离地看着这傲娇狐狸又纯又欲的帅脸，他真有种想一个翻身把他压在身下狠狠蹂躏的冲动。喂，你们2个当我不存在是吧？信不信我告诉组长让你……如花的门字还没说出口，便被白衣一尾巴扇飞出去，直接摔在地上不省人事，吵死了！白衣薄唇微张，同时毫不留情的松手，将软软丢在了地上。落地的一瞬，软软一个翻身变回了人形，像只黑皮蛤蟆一样蹲在了地上。白衣和燕的嘴角同时向下一扯，总觉得他的猫形态比现在脏兮兮样子顺眼得多。如花快醒醒！阿冷阿热抱着如花一阵晃荡，却始终不见他醒来。忽然他开始口吐白沫，赶紧拖走吧，都到墨子了，别死我洞里！晦气！软软幸灾乐祸的在旁边用手扇了扇鼻子，你敢伤害如花，你们都给我等着！阿冷瞪了几人一眼，和阿热一人扯一个胳膊把如花拖了出去。看着那3人的狼狈模样，软软只觉得大快人心，别高兴得太早，如花可是3阶的雌性，你就好好祈祷，组长不会来找麻烦。软软把呲着的牙收了回去，叉腰转头道：是他们先动手的，我们是正当防卫好不好？他们才不会管谁先动的手。燕甩出一句话，恹恹的坐在了地上，心里却有种说不出来的畅快。以前软软都是帮着外人欺负他们，没有自己的雌性护着，再生气再憋屈他们都不能反抗，只能打碎了牙往肚子里咽。这一次软软忽然站在了他们这边，着实让燕意外至极。哼，跟着你怎么样都会倒霉。白衣嘴上不饶人的斜了软软一眼，转身走出山洞。突然一阵急促的咳嗽声从身旁传来，只见燕靠在洞壁上，脸色有些发青，整个人无力至极，而他的左肩上赫然有一个皮肉外翻的伤口，正是刚才被阿热咬的，此时还在不停的渗血。燕，你受伤了！软软连忙蹲在了燕跟前，燕抬眸看了他一眼，随即一阵心声传了出来，他接下来又要骂我是废兽了吧？呵呵，也是，5个雄性中只有我一个
个是4阶，而且灵力也即将枯竭了，连阿热都打不过，除了被他当抽打发泄的工具，我也没什么用处了。软软暗自啧舌，鸟人看上去坚毅，没想到内心里这么敏感自卑。灵宝，我的灵泉可以用来给别人疗伤吗？可以的，但是会消耗你的灵力和精神力，消耗过多可能会昏迷。软软咬了咬牙，最终还是放弃使用灵泉。他现在太弱了，不能轻易浪费自己的灵力。他心中暗暗疑惑，以燕的风属性异能和4阶实力，按理说不至于被阿热轻易压制。灵宝适时解释道，雄性需要定时和雌性交配才能维持灵力稳定，否则会逐渐溃散，甚至瘫痪。交配。软软听到这2个字，脸瞬间红到了脖子根，那岂不是就是他想的那个意思？你有5个老公哦。灵宝恰到好处的一句话直接敲昏了软软的头，他的脸上越来越热，直接想入非非。忽然一股淡淡的香味裹挟着软软身上的汗臭味，在2人中间弥漫开来。燕的眼神一变，这是这恶雌每次发情才会散发的味道。燕脸色铁青的往后缩，你想交配找别人去。软软听到燕的话后，脸刷的红了，急忙摆手解释，不，我没那个意思，你等着，我这就出去找巫医给你看看。说完他捂着脸飞快的跑出了山洞。燕没有回话，只是拉过一张破旧的兽皮，背过身躺下。他心里清楚，巫医哪是说找就能找到的，而且软软怎么可能这么好心。软软出了洞穴，被冷风一吹立刻冷静下来。现在是冬天，食物短缺，请巫医看病得拿食物换，可他家里连张兽皮都没有。想到这里，他咬了咬牙，决定离开部落去狩猎。走了许久，软软忽然听到咕咕的声音，视线一转，发现远处灌木丛里露出了半截鹿角。他眼睛一亮，心里激动的不行，这么肥的一头鹿，要是能拿下它够吃半个月了都。想到烤鹿肉的香味，他舔了舔鼻尖，开始悄悄接近。他变成小猫趴在地上，悄悄潜伏到鹿身边。那只大鹿正悠闲地啃着树皮，完全没注意到头顶的危险。软软看准时机，跳到树枝上，然后猛地扑到鹿背上，一口咬住它的脖子，瞬间血腥味在他嘴里散开。但突如其来的袭击吓得那野鹿撒腿就跑，疯狂甩头想把它甩下去。软软见一击没成功，立刻恢复人形，抽出腰间骨刀狠狠刺进鹿的胸腹。鹿挣扎了几下，直接倒在雪地里没了动静。软软有些脱力的瘫坐在地上，抬手拍了拍那野鹿肥硕的身子，可算把你搞定了。然而他还没来得及高兴，身后突然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软软转身一看，几头流着口水的狼兽从灌木丛中窜了出来，好香的味道。其中一头狼兽盯着软软，贪婪地说道，还有只雌性，今天真是赚大了。软软心里一凉，但想跑却已经来不及了。眼看狼爪快要抓到他，软软绝望地闭上了眼睛。突然他腰上一紧，被一条粗壮的青色蛇尾卷住，猛地拉了过去。他吓得尖叫一声，感觉后脖子被冰凉的大手抓住，像只小鸡仔一样被提在半空。他疯狂挣扎着，眼睛一瞥，发现刚才扑过来的狼兽已经躺在地上，口鼻流血，浑身抽搐。忽然脖子上的力道一松，软软趔趄几下，小手乱摸，慌忙抱住了什么。抬头一看，是一排结实的腹肌。他愣了几秒，顺着腹肌往上看，那是一个人身蛇尾的男人。男人长得俊美冷峻，睫毛上挂着冰霜，碧绿的蛇眸冷冷盯着他，气息危险又迷人。你还要抱多久？他正是被赶出山洞的蛇兽夫石鱼。软软连忙松手，尴尬地踢了踢地上的雪，不好意思啊。石鱼没理他，转身用蛇尾缠住旁边一头狼兽的脖子。只听咔嚓一声，狼兽的身体瞬间软了下来，彻底没了气息。软软看到这一幕，忍不住打了个寒战，脑海里已经浮现出自己被石鱼勒死的画面。是5阶蛇兽，快跑！剩下的几头狼兽吓得腿发软，连滚带爬的逃走了。狼兽跑远后，石鱼脸色一白，身形微微摇晃。蛇类冬季本就虚弱，石鱼被赶出山洞后冻得不轻，但刚刚感知到软软有危险，他还是强撑着赶了过来。软软见他状态不好，下意识扶了一下，却被他冷冷地甩开。少装了，你不是很喜欢看我这样吗？专挑大风雪天把我赶出去，还在这装模作样。软软被对的脸上一阵尴尬，低头后退了几步。石鱼扫了眼地上的鹿尸，语气冷淡地问，你杀的？软软点了点头，小心地打量着石鱼，紧张地扣手。石鱼心里暗自讶异，这个只会躺在石床上等吃的雌性竟然会捕猎，还抓到这么大一头肥鹿。软软听到他的心声，撇了撇嘴，果然他这几个兽夫没有一个对他印象好的。石鱼心里虽然惊讶，但没表现出来。他用蛇尾缠住野鹿的一条腿，拖着往部落的方向走。见软软还愣在原地，石鱼回头瞥了他一眼，不耐烦的道，还愣着干嘛？想留下来喂狼吗？反应过来的软软赶紧小跑几步追上，不敢再拖他，他是真怕那狼会再追过来。石鱼滑动着蛇尾游得飞快，腰腹有节奏的左右摆动着，软软跟在后面，目光却一直盯着石鱼的蛇尾，竟觉得这大蛇的动作有点妖娆。石鱼察觉到他的目光，心里满是无语，他不会又想把我的鳞片吧？于是他故意加快了速度，想甩掉这个恶雌。软软发现石鱼在加速，连忙小跑追赶，但心里却冒出了一个疑问，灵宝，石鱼他可是5阶兽，怎么还没化出人腿？灵宝不怀好意的笑了笑，蛇类兽人只有羞后才能化作人腿。软软顿时了然，心里暗暗偷笑，原来这大蛇还是个处男啊，真能忍。以前原主看不起兽夫，觉得他们粗鄙，只把他们当免费的饭票。不过既然原主看不上，那他就不客气了。哎呦！软软做事嘤咛一声，直接一屁股坐在了地上。石鱼动作一停，转过身来不耐烦地问道，怎么了又？我好像扭到脚了，你能不能来扶我一下？软软眨巴着无辜大眼看着石鱼，看着软软矫揉的样子，石鱼一言不发，甚至满脸恶寒，好恶心。听到这话，软软有点自我怀疑，是他打开的方式不太对吗？于是灵宝很贴心的在他脑子里放出了他的全身照。软软一看顿时尴尬，他现在这样子狗见到都嫌弃，似乎确实不适合撒娇。于是他一转身变作灵猫，装作一瘸一拐的趴在了那死鹿身上。
石鱼浅浅翻了个白眼，继续拖着鹿和坐在上面的软软往前走。快到部落时，石鱼突然停下，把野鹿甩到地上，转身就朝林子里走去。你不回去吗？软软下意识问了一句。石鱼没有回头，自顾自地进了林子里，心里却在恼火。他把我赶出来捕猎，现在还问我回不回去。刚才感知到他有危险，我连抓的兔子都没来得及拿，真是个不让人省心的恶词。软软看石鱼不理他，撇了撇嘴，费劲地把野鹿往前拖。他看着部落远处走动的人影，心里有些警觉，这么肥的一头鹿，直接带回去肯定会招来麻烦，得想个办法偷偷带回去藏好。宿主，灵泉空间可以储存一切哦。软软眼睛一亮，立刻把鹿塞进空间，回了洞穴。只见地上的火堆已经燃尽了，洞里又恢复了往日的寒冷。此刻燕躺在地上，身上盖着一张破烂的兽皮，肩膀的伤口还在流血，整个人瑟瑟发抖。软软看着这一幕，心里一紧。他从灵泉空间里把野鹿取出来放在地上，然后爬上尸床，翻出一张干净的兽皮，轻轻盖在燕的身上，压低声音轻轻拍了拍他的背。你等着，我这就去找巫医来。燕的身子僵了一下，偷偷睁开一条眼缝，却没有出声。与此同时，洞口的白衣正隐匿在暗处，把软软的一举一动都看在眼里，眸色逐渐深沉。他心里疑惑，软软这是从哪弄来的异者之路？还有他之前用的异能，怎么感觉像是木屑？见软软起身，白衣迅速躲了起来，继续暗中观察。软软刚出了洞穴，就看到一个老头迎面走来，他提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兽皮袋，手里还拎着半条冻硬的鹿腿。他眼前一亮，连忙冲上前拦住他。巫医您好。老巫医抬起眼，看到面前的黑漆漆雌性，下意识后退一步，心里直犯嘀咕，妈呀，这是什么玩意儿？黑灵猫皮肤也没这么黑吧？软软干咳了一声，试图掩饰尴尬，我家雄性受伤了，能不能请您去看看？老巫医一听有生意，立马摆出一副高人模样，把手往后一背，这个嘛，我可不是白给兽看病的。说着他上下打量了软软一番，鄙夷的撇了撇嘴，这雌性这么瘦弱，肯定生育力低下，没有雄性供养吧？软软强压住怒火，竖起一根手指，我给您一整条新鲜鹿腿。老巫医一听，眼睛瞬间瞪大，当真？兽是冬季食物，只能埋在雪地里保存，吃的时候再挖出来，由于不懂得怎么解冻，就只能生啃，新鲜食物那是可遇不可求。老巫医顿时觉得自己手里硬邦邦的僵尸肉不香了。可，我也不是那种见死不救的巫医，看在你这么有心意的份上，我就跟你走一趟。软软太阳穴抽了抽，牙齿咬得咯吱响，好一个变如脸。他领着巫医进了洞，却发现燕已经坐了起来。当燕看到巫医时，脸上满是错愕，他的目光落在软软身上，心里复杂不已。他竟然猎杀了一头成年野鹿，还真的为我请来了巫医。软软嘴角一勾，露出一抹邪魅的笑，感动死了吧，我的鸟人老公。老巫医看着地上还热乎的野鹿尸体，两只绿豆眼都在放光，赶紧蹲到燕的旁边，开始检查她的伤口。瞧了瞧后，随口说道，伤口是有点深，但没什么大事，敷点草药就行了。说完，他从兽皮袋子里掏出几株皱巴巴的草药，捣碎后直接糊在燕的伤口上，拍拍手道，行了。软软微微张嘴，表情充满怀疑，这就行了？对啊，这可是顶级的止血草药。老巫医背着手，一脸信誓旦旦的样子，心里却暗自偷笑，就算草药没用，兽人自己也能靠灵力恢复。宿主放心，这草药虽然一般，但确实有止血作用。软软听了也懒得跟老巫医计较，手起刀落便切下一条鹿腿递给他。老巫医抱着鹿腿乐颠颠的跑了，笑得嘴都快咧到耳朵根。软软在后面翻了个白眼，怎么总感觉像被奸商坑了一样。燕看着软软忙前忙后的样子，心里一阵发紧，想说点什么却又不知道该怎么开口。软软转头正好撞上燕的目光，燕立刻低下头，手却不自觉地抓紧了身上的兽皮被子。软软注意到他的动作，歪了歪头，你伤得不轻，好好休息吧，别再出去捕猎了，我去找点树枝回来生火，咱们烤鹿肉吃，这头鹿够咱们吃好一阵了。燕咬着嘴唇点了点头，长长的睫毛垂下来，整个人看起来乖得不行。软软低头看了一眼自己，身上沾满了干掉的鹿血，又腥又臭，他忍不住皱眉，还是得先去洗个澡。他刚要起身，燕终于忍不住开口，词主，谢谢你。软软唇角微微一扬，别叫我词主了，叫我软软就行，你是我的雄性，这都是我该做的。燕听到这句话，瞳孔猛地一颤，眼底泛起一层微红，他的雄性吗？他以前从来没有这样说过。软软将燕的表情心声尽收眼底，却故意装作没看到，转身走出了洞穴，留了个潇洒的背影让他慢慢回味。刚走没几步，一道清冷却好听的声音从身后传来，站住！软软被吓得一哆嗦，猛地转过头，就看到白衣靠在树干上，双臂环胸，他雪白的胡耳微微竖起，脸上没有一丝表情，但却好看到让人挪不开眼。白衣也不绕弯，直接问道，那野鹿是你杀的？软软微微一怔，随即警惕地看向他，是我杀的，怎么了？白衣盯着他，目光逐渐变得凝重起来，他不对劲，10分有12分的不对劲。两人对视了片刻，白衣忽然问道，你是谁？软软心里咯噔一下，但面上不动声色。白衣步步逼近，语气更冷，你不是软软，他不可能会出去捕猎，也不会分享猎物，更不可能为了我们和如花冲突，而且我亲眼看到你凭空把那野鹿拿出来。他一边说着，一边朝软软逼近，软软的小心脏跳得跟肋骨似的，忍不住往后退，却被白衣一把抓住手腕，力道愈发收紧，眼神中满是迫切，说你到底是谁？软软知道瞒不住了，他深吸了一口气，迎上了白衣的目光，我是软软，但不是你印象里的那个词主，他太饿了，已经被老天收走了。我知道我以前很过分，但我以后绝不会再像以前那样了。白衣闻言整个人僵住了，脑海里一片混乱，所以他是上天重新降临给他们的吗？这话让软软心里有点不是滋味，但他没说什么。白衣松开了他的手腕，修长的指尖勾住他的下巴往上一抬，声音充满蛊惑，那么你会喜欢我吗？白衣说着，面庞朝着软软有意靠近了些，动作带着浓浓的试探，一股淡淡的香味扑面而来，软软差点腿软了，但还是按耐住心里的荡漾，眨巴着粉紫色的眸子反问，你希望我喜欢你吗？他这一问让白衣愣住了，
胡尔不自觉地垂了下去，贴在头皮上，看起来又乖又可爱，看得软软想撸一把他的耳朵。他笑了笑，淡淡说道：“只要你想，我可以喜欢你。”趁着白衣愣神的空档，软软抬手飞快揉了揉他的耳朵，然后转身就跑。这狐狸不知道又在打什么鬼主意，我还是先溜为妙。白衣站在原地，耳朵微微发红，手停在半空中没动，身后的狐狸尾巴却兴奋地甩来甩去，嘴角勾起一丝意味深长的笑，有意思，真是越来越期待了。我倒是要看看他是真的变了还是装的。软软一路跑到了后山的温泉池，环顾四周，确定没人后，迅速脱了兽皮，坐进水里开始洗搓。清澈的温泉水瞬间变黑，软软嘴角抽了抽，他这身上是积累了多少陈年老垢啊！洗着洗着，他突然发现温泉边长了一些翠绿的植物，软软眼睛一亮，伸手摘了几片。灵宝立刻在脑海里提醒，这是肥皂草，叶子揉碎后能产生泡沫，可以用来清洁。软软心里乐开了花，缺啥来啥，真是老天眷顾。他刚想扯些肥皂草叶，却在下面发现了一种更眼熟的植物，这不是老巫医给燕用的止血草药吗？没错，这就是仙鹤草，它有止血消肿的作用。兽氏气候特殊，所有草药的药效都很强，宿主可以把它连根挖出来移栽到灵泉空间，也可以直接保存。软软听完顿时兴奋的不行，2株仙鹤草换1条鹿腿，这里有10几株，那这不是发财了吗？他赶紧把一部分仙鹤草和肥皂草收进灵泉空间，剩下的留着备用。他用肥皂草叶仔仔细细搓洗了身子，谁能想到这一层黑泥下面竟然藏着银白如雪的肤色。软软满意的哼着小曲，突然听到一阵水声炸响，吓得他连忙沉进水里，只露出一个脑袋朝声音来源看去，只见对面水里一个黑影慢慢站了起来。什么人？对方低沉的声音传来，接着朝他快速靠近。软软一激灵，心里顿时慌了，不会是色狼吧？他急忙跳上岸，结果脚下一滑，整个人向前扑倒，膝盖磕得生疼，双手乱抓，却意外抓住了一件兽皮。软软愣了一秒，抬头时整个人都傻了，他竟然跪在一个男人面前，而对方用来遮羞的兽皮此刻正被他抱在怀里。迷之角度下，他的视线与某些东西对上，男人满脸黑线，拳头捏得咯咯作响，赤金色的眼眸里闪着寒光。可当他看清眼前的人时，眉梢却微微一沉，竟然是他。雷森，你洗好了没？再不回去，那厄慈又要……一个红发少年懒洋洋地从远处走来，胳膊架在脑袋后面。可等他看到眼前场景的时候，下巴差点掉地上。哪里来的不要脸的女人，竟敢冒犯我们有雌性的雄性！红发少年瞬间怒火中烧，瞬间化作一头雄壮的赤虎朝着软软扑去。软软被吓得一哆嗦，赶紧扔掉怀里的兽皮，抱头鼠窜。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雷森伸手拦住了赤虎，住手！灵楚，那是雌主。灵楚愣住，化回人形瘫坐在地，目光难以置信地落在软软身上。他看着面前白嫩曼妙的雌性，怎么也无法把他和那个黑丑的恶雌联系到一起。直到这时，软软才认出来，这两人正是他尚未归家的兽夫。红发少年名叫灵楚，来自炎虎一族，刚成年不久，拥有强大的火系异能。至于眼前这位露枪的金氏帅哥，则是他在这个异世的第一位兽夫雷森，天生拥有极致的金属性异能。雷森收起目光，弯腰捡起地上的兽皮，重新围在腰间，还特意将固定的草绳紧了紧，又顺手抓起软软的兽皮披在他身上，顺势起身别过头沉声道：“把你的兽衣穿好。”软软赶忙爬起来，用兽皮裹住自己，手却有些局促地扭着衣角。雷森的余光不经意间扫过他，喉结上下滚动，几百天都没见他洗澡，差点忘了他是一只白猫。灵楚却仍盯着软软发呆，少年脸上染上红晕，虎耳朵不停抖动，似乎不敢相信眼前的雌性就是他们的雌主。雷森无奈地拍了一下他的脑门，低声道：“走吧。”两人转身向不远处的雪地走去。软软犹豫片刻，也跟了上去。随后他看到雷森和灵楚从雪地里拖出一头硕大的浩牛，脖颈处血肉模糊，显然是狮虎惯用的杀法。灵楚那血盆大口的画面一闪而过，软软不由打了个寒战，但他也意识到这两人是他在兽世的依靠，他得好好拍拍这俩人马屁才行。可殷勤的话还没出口，面前的灵楚突然转过身来，一把掐住他的后脖子，恶狠狠道：“恶雌，你要是再敢把这浩牛送给那肥猫，我一定让你好看。这浩牛是他们费尽心力才从浩牛群里抓到的老牛，献给雌主是兽夫的责任，要是再被送人，他们真的是会发疯的。”软软疼得倒吸一口冷气，连连摆手解释：“怎么可能送给肥猫呢？今天他来抢吃的，还被我和白衣教训了一顿呢。”他语气中带着几分讨好，试图平息灵楚暴躁的情绪。灵楚却冷笑一声，松开手将他推了个趔趄：“你捶他，你当我傻的吧？他捶你还差不多。”他双手环胸，语气满是不屑：“平时舔如花那肥猫舔得跟啥一样，现在装什么大尾巴猫？”软软揉着被掐疼的后脖子，心里暗暗吐槽：这老虎脾气真够臭的，手也没轻没重。雷森皱了皱眉，低声说道：“行了，灵楚，别再惹雌主了。”可他的目光却在软软身上停留了一瞬，心中暗自疑惑，为什么这次他没用踏印教训灵楚？灵楚朝软软狠狠翻了个白眼，转身走到浩牛旁，与雷森一起拖着猎物朝洞穴走去。软软咬着唇，赶紧跟上两人。洞穴内，燕倚着墙角，他肩膀上伤口已经结痂，此时正在和石鱼复述今天发生的事情，尤其是软软找巫医的事情。石鱼盘着蛇尾，碧绿色的眼眸盯着地上的野鹿，眼神里透着几分冷漠。他冷笑道：“原来他是为了给你请巫医才去捕猎的，呵呵，真让人意外，说不定是装的呢。”白衣没有参与讨论，只是微微勾着嘴角，笑得意味深长。燕有些着急，挪到白衣身旁问道：“白衣，你主意最多，你倒是说句话，有没有什么发现？”白衣半闭着眼睛，懒懒地说道：“或许他只是突然变了性子呢。”但他心里却十分笃定，软软已经不是从前的恶雌了。捕猎可以歪打正着，但用火烧肉，凭空掏出野鹿这些可装不了。雷森和灵楚拖着浩牛进洞时，燕直了直腰，刚想要夸两人厉害，却被跟着进来的软软惊得愣在原地。石鱼紧绷蛇尾，目光在软软身上停留良久，他越看越熟悉，却怎么也想不起他的身份。雷森、灵楚，你们再不满那恶雌，也不应当直接带了陌生雌性回来吧？什么陌生雌性？洗干净了你们就不认识了？白衣不知何时已来到软软身边，狐眸微眯，鼻尖凑近他的脖子轻轻嗅了一下，洗干净了果然不一样。白衣温热的鼻息在
在颈间一扫而过，十分刻意。软软顿时红了脸，这狐狸简直了。燕被这一幕刺激的猛然起身，扯得肩膀上的伤口痛得咧了咧嘴。而石鱼虽然表面冷静，心里却早已翻江倒海。他竟然长这样，被好几双眼睛盯了半晌。软软浑身不自在地摸了摸鼻头，便是将手背在身后，从灵泉空间取出来了几株仙鹤草。燕，我给你换点药吧。他催动灵力，很快将仙鹤草揉成糊状贴在燕的伤口上。燕感受到他轻柔的动作，心跳不受控制地狂跳起来。四目相对的瞬间，燕慌忙别开头，但喉结的滚动还是出卖了他。白毅站在一旁，阴恻恻地盯着两人，心里酸得不行。他怎么这么关心燕？难不成真对他动了心？软软余光瞥向白毅，心里暗笑，这狐狸怎么感觉有点酸溜溜的？石鱼的蛇尾有意地在地上不停摆动，他已经开始怀疑软软的真实身份。仅仅1天时间没见，这雌性突然会了木系异能，能够捕猎还认识草药，对人的态度也大不同从前了。这说出去谁信？兽夫们有些心照不宣地将软软围了起来。短短1天时间变化如此之大，但凡有点脑子的都知道他们的雌主不对劲。感受到几人的动作，软软知道瞒是瞒不住了，而且他也不打算瞒。于是他站在几个兽夫中间，沉吟片刻开口道：接下来我要说一件事，无论你们相信也好，不相信也罢，我已经不是你们原来的雌主了。你们都不是傻子，想必已经有所发现了，我也就没必要继续瞒着你们。这话一出口，洞里的气氛瞬间凝固，除了白毅之外，其他人都擦紧了拳头，满脸震惊。灵楚冷笑着开口：你的意思是，你不是那个恶雌了？他上下打量着软软，语气满是质疑，看着除了干净点也没啥不一样吗？他摸着下巴，像审犯人似的围着软软走了一圈。软软背着手，摆出一副老气横秋的样子，解释道：是也不是，简单点说，就是灵魂换了个新的。他话音刚落，洞里突然安静的让人发毛。软软咽了口唾沫，偷偷瞄了几眼众人的表情，心里直打鼓。正当他满心忐忑时，一声冷笑打破了沉寂。灵楚倚着石壁，满脸讥讽地说道：你这恶雌以为编个故事就能骗到我吗？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肯定是又在打什么坏主意来折磨我们。大家别信他。软软满脸无语，这倒霉孩子脑子是缺根筋吧？他转头看看其他人，发现雷森默默转身收拾号牛，仿佛根本没听到他说的话。而石鱼则盘腿坐在地上，脸上的表情恢复了冷淡，像个事不关己的旁观者。眼看没人相信自己，软软无奈地摊开双手，转身离开了洞穴。白毅并没有像其他人那样冷漠，而是慢悠悠地跟在软软身后。他们不信他正好，我可以率先接触新雌主的机会，只要能先占据到新雌主的内心，未来想必就能得到雌主的灵气滋养。他的眼神忽然闪过一丝复杂，暗自握紧拳头，我的灵力快枯竭了，必须要抓住这机会和雌主交配，否则无法强大起来，更别提报仇了。山洞里，灵楚继续愤愤不平地嚷着：白毅这狐狸就是蠢，那恶雌说什么他信什么，瞧瞧还跟着去了。雷森、石鱼，你们可千万不能信他，可别忘了他以前装着对我们好，结果转头就狠狠折磨我们。我永远忘不了他唯一一次对我笑，却直接打断我腿骨的那天。他的声音里带着隐隐的颤抖，眼眶微微泛红，腿上的旧伤像是被唤醒了一般，开始隐隐作痛。石鱼缓缓站起身，轻声道：如果他真的换灵魂了呢？他的声音平静的让人听不出情绪，但灵楚一下子沉默了，眼神闪过一丝无措。片刻后，他又恢复了怨恨的表情，咬牙道：就算不是那恶雌了，也不一定会对我们好，谁知道他又会变成什么样子？此时的软软已经走远，没听到洞里的议论。他背着手来到冰河边，挽起袖子开始挑选石板。兽室里没有烹饪工具，那么最原始最好用的也就是石板了，所以准备挑一块回去煎肉。他在冰河边挖了半天，终于是找到了一块表面光滑薄厚适中的石板。然而当他试图用手掰下来时，却发现石板已经冻得牢牢地嵌在地上，无论怎么使劲都抠不动。你在做什么？忽然一道清朗的声音从身后传来，软软回头一看，只见白衣背着手站在那里，歪着脑袋看着他，耳朵还一动一动的，看起来倒是有些可爱。我想要这个。软软指了指石板，眼神里带着些许求助。白衣微微一愣，随后抬手唤出虎爪，扳住石板两侧的同时释放虎火，严丝合缝的冰雪瞬间融化。你要这些石头干什么？白衣好奇地问道。我想做个石板灶台，一来可以做饭，二来可以暖暖洞穴。他抱起几块石头，脸上洋溢着满足的笑容。石板灶台做饭，白衣虽然不解，但也没有多问，伸出虎尾顺势将软软怀里的石块尽数卷起。软软愣了一下，谢谢。本来他觉得这狐狸傲娇不好相处，却没想到第一个愿意帮他忙的会是白衣。白衣嘴角微微上扬，谢什么？只要你以后对我好点，我会好好侍奉你的。说话间，他伸出一条尾巴贴在软软背上，那柔软温暖的触感瞬间让他脸红到了脖子根。白衣看着他窘迫的模样，眼尾一垂，唇角不自觉地弯了弯。他没有躲开，他愿意接受我。软软听着白衣的心声，暗自窃喜，忍不住转过身一把抱住了他的尾巴。白衣，你的尾巴好软啊，我好喜欢。白衣身子猛地一震，怀里的石块差点掉了个干净。雌主，现在天还没黑呢。他的声音像是卡在嗓子眼里一样，带着点说不出的羞涩。软软整个人都愣住了，脑袋里突然响起系统的提示：宿主。摸狐狸尾巴对狐兽来说可是求偶信号。软软瞬间手忙脚乱地缩回了手，尴尬的连耳朵都红了，一边快步往洞穴里走，一边碎碎念：那个，咱们先吃饭吧，吃饭重要。虽然这狐狸好看到让人心颤，但这才第一天，他还真接受不了这发展。白衣瞧着软软落荒而逃的背影，眉梢垂了下来，尾巴在身后失落地扭了几下。此主还是不愿意吗？软软刚走进山洞，就看到雷森已经把耗牛和野鹿的皮完整的剥了下来，而灵楚则用骨刀一块块的分解牛肉。在看到软软进来的一瞬间，灵楚冷哼一声，扭头不再看他，完全是一副我不屑搭理你的样子。石鱼本来还在收拾石床上杂乱的兽皮，见到软软进来后，条件反射般的缩了缩尾巴，像是防备他做什么坏事一样。燕呢？软软
软环顾了一圈，却没有看到燕的身影。还没等其他人回答，门口就传来动静。只见燕抱着一大捆树枝走了进来，气喘吁吁地说道：“词主，我去收集了些树枝，你不是喜欢吃火烧过的肉吗？”他瞧着软软的表情，眼神里带着点期待。我帮了他忙，词主会夸我吗？软软听到燕的心思，顺势竖起了大拇指。燕，你太棒了，我还正想去弄呢，没想到你还记得。燕听到这话，眼睛都亮了，手上的动作顿了一下，心里一阵小小的激动。他真的夸我了，不过你伤还没好呢，还是别乱动了。等会儿我烤点鹿肉，你多吃点，好好补补身体。软软说着，抬手轻轻摸了一下燕的手臂，这看似不经意的动作，却让在场的几人同时愣了。他们还是第一次见自家雌性这么温柔，一时间全都停下了手上的动作，盯着软软看。突然石块掉落的声音炸响，吓了众人一跳。转头一看，只见白衣耷拉着尾巴坐在角落里，怀里的石块全掉到了地上，一扭头坐在了角落里，那脸黑得像锅底。白衣，你不舒服吗？软软见状试探着问，却没想到白衣鼻子里轻轻哼了一声，头一扭，彻底不理他了。他心里一阵无语，这狐狸咋回事？根据本灵宝的经验，这狐狸醋坛子翻了。软软肩膀一垮，无奈的叹了口气，看来男人多也不是件好事啊。他蹲到白衣面前，堆起笑脸，白衣，一会儿用你的狐火帮我烤这些树枝吧，没有你帮忙可不行呢。白衣依旧闷头不吭声，长长的睫毛盖住了眼眸，模样委屈又带着点傲娇。软软继续温声软语的哄着，乖吗？说着，他伸手揽过白衣的尾巴，轻轻揉了揉，这蓬松顺滑的触感让他心头一阵满足。狐狸尾巴真是让人爱不释手。好，白衣应了一声，抬眼蹙眉的看了燕一眼，那表情查得不行，燕气的后槽牙都快咬碎了，直接翻了白衣一个大大的白眼。这狐狸总是这么贱，这副样子到底是做给谁看啊？随后燕一个跨步走到软软身后，一把将她拉了起来。词主，这树枝够吗？不够我再去找点。他故意贴近软软，趁她还没反应过来，微微低头让她撞到自己坚实的胸肌上。软软整个人一愣，满脸懵逼。燕趁机朝白衣挑了挑眉，看看谁才是词主的首选吧，我要成为第一个和词主亲近的雄性。白衣深吸一口气，那眼神恨不得啃燕一口似的。见两人剑拔弩张，软软赶紧逃开，用异能造出几根手臂粗的树枝放在地中央。够了够了，这些树枝被血浸湿了，得烤一烤才能用，我来帮你生火。白衣直接绕过燕，抢着站到软软身边，眼神里透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强势。我来帮你烧树枝。燕也不甘示弱，紧随其后站到软软另一侧，两人你一言我一语，围着软软争风吃醋的样子，让雷森和石鱼嘴角不自觉地抽了抽。这么轻易的就相信这恶词，等到他原形毕露，第一个折磨的就是你。林楚冷哼一声，弯腰捡起地上的野兔皮，以后有你们受的。软软专心把树枝堆在火堆前烤干，又用带回来的石块围了一个灶台样的结构，接着将石板放上去，一个简易灶台便成型了。不一会儿，软软已经将鹿肉切成薄片，放在滚烫的石板上煎烤，肉片在高温下滋滋作响，香气扑鼻，连一向对软软冷嘲热讽的林楚都不由自主地咽了咽口水。白衣和燕一左一右地坐在软软身边，两人看似安静，实则在暗中较劲。鹿肉的香味慢慢飘散开来，雷森忍不住皱眉问道：“你以前不都是直接啃生肉的吗？怎么现在还搞得这么麻烦？”软软一本正经地说道：“可能以前我口味重吧，其实啊，熟肉才是正道，吃生肉多了容易拉肚子。”他说的特别认真，眼神还透着点真诚。雷森盯着他，忽然想起之前洗澡时，软软不小心直接扯掉了他的兽皮，搞得他当场羞得脸通红。现在再看他一本正经胡扯的样子，竟然觉得有点可爱，心跳还莫名加快了一下。一旁的林楚冷哼了声：“以前那些鹿肉还滴着血呢，你不也啃得连骨头渣都不剩？现在装什么样子？”软软瞟了他一眼，心里直叹气，这只老虎真是最难搞定的一个。算了，不理他就好了。他深吸了口气，把注意力转回到面前的烤鹿肉上。鹿肉被煎得焦黄喷香，他用骨刀割下一块，吹了吹后直接塞进嘴里，肉质紧实多汁，口感好到让他忍不住眯起了眼睛。这肉不错，你们也来尝尝。软软笑着招呼身边几人，话刚说完，他随手举起一块鹿肉准备递出去，却忽然感觉周围的气氛有点怪，抬头一看，发现白衣、燕和雷森全都盯着他手里的肉，眼神别提多复杂了。白衣晃着他那蓬松的大尾巴，小心翼翼地往他身边挪，像一只讨好人的狐狸；燕则抿着嘴，身体微微前倾，眼神清澈的让人有点拒绝不了。雷森表面不动声色，但眼里藏着一丝期待，也让人无法忽视。软软在心里翻了个白眼，这场面真是太难了。随后他果断举起骨刀，手起刀落，把那块肉分成3份，每人分了一块，然后又拿起一块递给旁边冷着脸的石鱼，毕竟这个冷面蛇男救过他的命，得表示一下。石鱼接过鹿肉，坐在火堆旁慢悠悠地吃了起来，还是那副不紧不慢的样子。而林楚看着几个人吃得满嘴流油，吃了一声，直接从一旁扒了皮的浩牛身上切下一块生肉塞进嘴里。可奇怪的是，这次生肉吃起来居然没以前那么香，甚至有点腻的反味。软软完全没注意到林楚的小情绪，他正吃得开心呢，可能是因为坐得离火堆太近，脚也冻得有点红，他不自觉地把脚伸过去烤火，还用手揉搓了一下。白衣一眼就看到了他的小动作，尾巴一甩，直接把他的小脚卷住，那种又软又暖的触感让软软愣住。而燕则默默地把刚切好的鹿肉递到他嘴边。不远处的林楚看到这一幕，索性闭上了眼睛，不管这恶词怎么花言巧语，他是不会亲近他的，打死都不会。软软却乐得自在，一边吃着鹿肉，一边感受着脚下的温热触感，被人伺候的感觉也太爽了吧。他抬眼扫了一圈，忽然看到一旁几只扒了皮的兔子，似乎想到了什么似的，出声道：“你们平时抓兔子是怎么抓的？在洞口守着呗。”可兔子总是从别的洞跑掉。白衣有点无奈的回答，雷森也点了点头，石鱼则淡淡的说道：“偷袭，我一般会变回原形，直接埋伏在他们吃草的地方。”软软听完摸着下巴想了想，狡兔3窟确实不好抓，不过我有个办法。什么办法？几人齐刷刷的看向他。做陷阱，守株待兔。软软笑得神秘兮兮，哼哼，谁让我从小在农村长大的，这点小事难不倒我。明天我们就试试，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他信誓旦旦的说道。
道。几人见他这么有底气，也都点头同意。毕竟天气马上就要变冷，储备食物是头等大事。吃饱喝足后，天已经完全黑了下来。软软走到部落外围，扒下几块厚厚的树皮，用骨刀把它们切成椭圆形，想着明天用兽皮缝双鞋。回到洞里，他又往火堆里添了几根柴火，坐在石床边，目光扫过窝在地上干草堆里的几个兽夫，再看看自己垫着厚厚兽皮的宽大石床，心里莫名有点过意不去。要不你们今晚也上床睡吧，这床够大，挤一挤还能睡得下。真的吗？白翼和燕一下子抬起头来，闪烁着星星眼。软软点了点头，当然了，快上来吧。话音刚落，白翼和燕就兴奋地爬上了石床，石鱼也不声不响地滑过来，盘在一角闭上了眼睛。雷森则靠着石鱼坐下，只有灵楚变成虎形后冷冷地趴在草窝里，明显不想靠近。软软懒得管他了，然后自己找了个舒适的位置躺下，很快进入灵泉空间开始修炼。洞穴里很快便泛起了阵阵均匀的呼吸声，但就在这时，燕却睁开了眼睛，悄悄看向身旁的软软，目光里满是纠结。她这么温柔，可我又弱又普通，又比不上白衣那么好看，她会喜欢我吗？另一边，白衣也没睡着，她抱着自己的尾巴，努力克制着某种冲动，好想抱住她，可她总拒绝跟我们交配，万一靠太近惹她讨厌怎么办？忽然一张兽皮被轻轻盖在了软软身上，此时软软意识沉在灵泉空间，没察觉到，但白衣看到了。他一抬眼就见燕正小心翼翼地把兽皮铺好，动作轻柔的像是怕惊动她。白衣脸色顿时黑了，没想到燕平时不声不响的，如今在软软面前也会抢着示好了。于是他用尾巴一下子护住了软软的腰，目光冷冷地盯着燕，仿佛在警告她别太过分了。燕却毫不在意，反而嘴角微微扬起，身子又往软软那边靠了靠。他不说话，但那动作分明是一种挑衅。白衣气得低声骂道：燕，你这是找死！话还没说完，他的声音突然停住了，整个人愣在原地。只见软软的身上忽然泛起一层柔和的乳白色光芒，像一层温暖的月光笼罩着他。光芒中，一股浓郁的灵气缓缓扩散开来，整个洞穴都被这股奇异的力量笼罩。白翼和燕对视了一眼，脸上满是震惊。雷森和石鱼也被这动静吸引了过来，纷纷围到石床边。石鱼深吸一口气，喉咙有些发干。雄性没有雌性的宠性，就像慢性中毒般一点点虚弱，而雌性身上的灵气就仿佛解药一般让他们垂涎。雷森也忍不住低声呢喃：好浓的灵气，这是3阶雌性才会有的灵气，他竟然进阶了。几人面面相觑，心里掀起了滔天巨浪。短短1天时间，软软竟然从2阶的低等雌性跃升成了3阶的稀有雌性，阶级的跃升也让软软的五官一下子变得精致起来。雷森愣愣地看着他，脑海里浮现出他初到部落的模样，过去的那个普通女孩，如今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他低声感叹，看来他说的没错，他再也不是以前的软软了。可不知道现在的他会是怎样的一个人。石鱼心事重重地舒了口气，心中更多的是高兴，这意味着他们至少不用像以前那样担惊受怕了。第2天一早，软软迷迷糊糊地醒了过来，他觉得身上有点重，动了动却挣脱不开，睁开眼一看，顿时傻在了原地。燕抱着他的左胳膊，白翼搂着他的右胳膊，雷森的脑袋枕在他的大腿上，而石鱼的尾巴还紧紧缠着他的腰。4个大男人把他围得严严实实，像一座肉山压在他身上。啊！你们快起来！软软瞬间炸毛，尖叫出声。他这一嗓子直接把几个男人吓得一激灵，纷纷抬起头，一脸懵圈地看着他，那睡眼惺忪的样子仿佛在说：我是谁？我在哪？发生了什么？软软气得直跺脚，你们几个快从我身上下去！几个人这才反应过来，慌忙从石床上爬下来，挤成一排跪在地上，头都不敢抬，连声道歉：对不起，此主。实在是软软身上散发的灵气和香味太诱人，他们根本顶不住，睡梦中就不自觉地靠近了他。见到白衣他们跪成一排，软软顿时有种被上坟的感觉，连忙躲到了一边。倒也不用这么抱歉，你们赶紧起来吧。几人慢慢起身，老老实实地坐在了软软身边。洞里气氛有些说不出的尴尬。大清早的咋地了？烦死了！被吵醒的灵楚抻了抻懒腰，翻过肚皮就见另外那4个家伙正围着软软乖乖坐着，一瞬间觉得自己好像梦游了。为了不让气氛这么尴尬，软软跳下石床，拍了拍衣服，提议道：外面天气挺好，不如去抓些野兔子回来。说着他随手拿起地上的牛骨头壳，假装自己很忙。几个人听到这话，简直像得了特赦，赶紧点头，四散开来各自忙活。就在这时，软软低头时发现自己手臂上的印记不一样，他愣了一下，仔细一看，发现雪白的皮肤上多了一道赤红色的环形纹路。我进阶了，他喃喃自语，眼里满是惊喜。这一刻他能明显感觉到身体里的灵力充满了，每一寸肌肤都像重新活过来了一样，整个人精神焕发。此时他还沉浸在这种喜悦里，脑海里却突然响起灵宝的声音：恭喜宿主进阶3阶，灵泉种植空间扩大到100平米，作物成熟时间减少1半，灵泉治愈能力提升，可持续治疗皮肉伤害。话音刚落，灵泉中的种植土地瞬间扩大，那本来还是枝丫的红薯茎叶已经开始满地爬了，预估最多1周时间就能收获红薯了。牛比克拉斯还没等软软高兴几下，一阵吵闹声就从洞穴外面由远及近而来。族长，您一定要替我做主，那个软软实在太过分了。尖锐刺耳的声音从洞口传来，不一会儿，一群人气势汹汹地闯了进来。走在最前面的是一个皮肤黝黑的女兽人，她的眼睛金灿灿的，透着一股凌厉的气势，身后跟着一群来势汹汹的兽人。这个女人正是灵猫族的最高雌主，族长米拉。米拉是纯正的黑种灵猫，阶级4阶，是整个灵猫族部落灵力等级最高的雌性，生育能力卓越，无数雄性为她倾倒不已。而米拉作为族长，她的雄性从来不需要出去捕猎，只要接受底下兽人的供养，她也根本不管底下人的死活。如花最是能拍米拉的马屁，每次从软软这里抢到猎物，就将大半献给米拉求得庇护，所以米拉对如花在族里的嚣张跋扈，一直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米拉一进门，4阶雌性的压迫感瞬间充满整个洞穴，空气都变得沉重起来。她高高在上的看着软软，语气里带着不屑：你就是软软？洞里的兽人们开始窃窃私语，议论纷纷。她的皮肤不是黑的吗？怎么一下变得这么白了？还挺好看的。如花仗着米拉撑腰，得意地挺着腰走到前面，指着软软大声说道：族长，她
他抢了我的猎物，还敢对我动手，您一定要替我做主。软软身后的白毅和燕对视了一眼，默默站到他身后，摆出一副护卫的姿态，随时准备保护他。面对米拉那种居高临下的态度，软软一点都不怂，抬起头冷冷说道：“你们这么大的阵仗闯进我的洞穴，究竟是想干什么？”米拉身边的一个难受人阿布立马跳出来，冲着软软嚷道：“放肆！谁给你的胆子敢这么跟米拉词主说话？还不跪下认错！”米拉抬手摸了摸阿布的脑袋，嘴角扬起一丝嘲讽的笑容。低等雌性果然就是低等雌性，连规矩都不懂。既然你冒犯了如花，这事儿不能这么算了。软软听了这话，冷笑一声，毫不客气的回击：“冒犯他？他抢了我的猎物，还想对我动手？我不过是做了一个正常人该做的事。”如花闻言，连忙往米拉旁边靠了靠：“族长，是这软软刁蛮无理。低等雌性向高阶雌性供养猎物本就是应该的，他不肯给我不说，还毁辱我，我就想小小的教训他一下，他却动手打我，还抓花了我的脸。还有他那只野狐狸雄性竟然用尾巴攻击我。”如花装着哭腔，看向软软的表情却挑盼意味十足。软软听着如花恶人先告状，心中1万只羊驼奔腾而过。这死橘猫做态的夹子音听得他真想打人。怎么着？按你说的，你抢我东西还打我，我就得忍着呗。你当我忍者神龟？低等雌性给高阶雌性奉献猎物是你应该做的事情，这是灵猫族的规矩，反抗就是你的错。米拉说着，抬手放在鼻尖，动作充满了上位者的蔑视。罢了，本雌主向来公正，也不会偏袒谁。你把这些还有这些全都送给如花赔罪，本雌主就饶恕你这次冒犯之罪，也不追究你那下贱野兽人雄性。听着米拉的离谱发言，软软直接气笑了。这米拉根本就是和如花蛇属一窝。既然如此，也别怪他说话不客气了。公平公正，无条件偏向高阶雌性就是公平公正吗？我们辛辛苦苦捕的猎物，你们上嘴唇碰下嘴唇就想拿走？按你说的，我们在场的雌性雄性都饿死算了。作为族群领袖，你的责任是带领我们活下去，享受我们供养的同时为我们提供庇护，而不是一味的抢夺我们的劳动成果。敢问你做了哪一样让我们幸福的事情？软软的话像是一记重锤，敲在了所有灵猫兽人的心上。族人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没敢吭声。脑海里却不由得回想起这些年，整个灵猫部落的生活在米拉的统治下都过得清苦无比，他们的猎物总是被高阶兽人抢走，自己只能捡点剩菜剩饭勉强活着。米拉看着族人们的眼神变了，心里一阵慌乱，但很快眯起眼睛：“你胆子不小啊，居然敢这样跟我说话！”软软毫不在意的反问：“怎么了，米拉族长？我说错了吗？”随后他抬起手臂，露出3颗阶级印记，语气轻飘飘却带着十足的气势：“还有一件事，您好像搞错了，我可不是你说的那个低等雌性。”洞穴里的气氛一下炸开了，什么？他居然是3阶雌性？一群兽人瞪大了眼睛，议论纷纷。如花更是脸都吓白了，脚下一个趔趄差点摔个狗吃屎。软软慢悠悠地放下手臂，目光直直盯着米拉。现在我和如花一样都是3阶雌性，按照规矩，低阶雌性必须供养高阶雌性的说法，应该不成立了吧？米拉听完心里一震，眼睛猛地眯了起来，死死盯着软软，脸色难看得像吞了苍蝇，但他竟一时找不到话来反驳。这时候如花扑通一声跪在米拉面前，哭的那叫一个惨。族长，就算他是3阶雌性，他也不能纵容他的雄性打我啊！而且他抓了那么多猎物，居然藏着不给族人分，根本没把我们当一家人。米拉听完挑了挑眉，嘴角勾起一抹冷笑，像是抓住了软软的把柄。如花说的没错，软软，你纵容雄性攻击雌性，这就是你的问题。就算你是3阶雌性，也得接受惩罚。说到这儿，米拉话锋一转，目光落到白衣身上，尤其是这只狐狸，居然敢伤雌性，绝不能姑息。来人，把他绑了，用金条抽5天再赶出部落。白衣听到这话，冷哼一声，大步流星就要上前，却被软软一把拦在身后。雌主，我不想连累您，我愿意承担责任。白衣的声音低沉，眼神复杂，他不愿让软软因为自己陷入麻烦。软软却毫不退让，白衣是我的雄性，自然是听我的话。如果你们说他打了如花，那就是我让他打的。换句话说，如花是我打的。你刚才不是说不追究吗？现在又是什么意思？米拉被软软这番烧脑的话说得愣住，反应过来后也是彻底没了耐心。别在这里胡搅蛮缠了，攻击雌性的雄性，本雌主是绝对容不下的。来人，把他带走。话音刚落，阿布带着2名雄性兽人冲了上来。你敢？软软见状直接横在白衣面前，我看谁敢动他。这一句话让周围顿时安静下来，洞穴里的雄兽们全都傻了眼，他们没想到软软竟然会为了自己的雄性公开顶撞族长，这种被雌性保护的感觉让他们心里一阵酸涩和羡慕。白衣看着他眼眶一下子红了，他没想到软软会这样护着自己，心里说不出的感动。随即他单膝跪下，轻轻握住软软的手，低头吻了吻。雌主，谢谢您维护我，但我不想让您难做，我愿意接受惩罚。软软却毫不犹豫的反手捏住他的下巴，迫使他抬头看向自己。站起来，我们没做错，凭什么受罚？说着他另一只手轻轻摸上白衣的脸，像是在哄小孩。这么好看这么乖的狐狸，要是被打坏了怎么办？软软这动作直接把白衣吊成翘嘴了，他轻声应了一句，看向软软的狐眸水光涔涔。软软转过身，目光直视米拉，我们不接受惩罚，如果你想硬来，那我奉陪到底。说完他被在身后的手悄悄动了一下，木犀异能已经在掌心凝结。灵楚见状人傻了，这不对吧？他以前不是最怕这族长还有如花的吗？害得我们一直憋屈的要死，这怎么不太一样了？把他们都给我拿下！米拉破防似的怒吼一声，他被人捧了一辈子，哪里受过这种气？见到对方要动粗，雷森和石宇猛然变作原形，直接拦在了软软跟前，一蛇一狮的巨大身影压迫感十足。燕虽然负伤，却完全没有后退的意思。灵楚也不再袖手旁观，一闪身变作凶猛赤虎，对着米拉等人嘶吼一声。此刻兽夫们终于可以放开手脚了，早就看那些灵猫不顺眼，
现在机会来了，眼里都是压抑已久的怒火。灵猫们看到这一幕，吓得全都向后退了几步，毕竟他们个子小，根本没法跟这些大块头的肉食猛兽比力气。如花更是直接钻到人群里藏起来，连头都不敢露。而米拉下意识往后退了一步，脸色有点发白。一群雄性乌泱泱的冲上来，将他围在了中间，可没有一人敢上前去对峙。软软，你想造反吗？米拉的声音颤抖着，方才的盛气凌人荡然无存，都是你逼的，装腔作势，不滚便死。软软沉声说道，小小的身影在雄性们的映衬下，却多了一丝危险的气息。就在双方剑拔弩张的时候，一道冷冷的女声从洞口传了进来，都给我住手！你们想干什么？话音刚落，一股强大的灵力波动从洞外席卷而来，那些低阶兽人根本扛不住，一个个直接跪倒在地，连软软都觉得腿软，全身动弹不得。这灵力强的吓人，感觉已经快要到5阶了。就在他快要倒下的时候，一只手突然揽住他的腰，把他护在怀里。软软抬头一看，是白翼，他的脸冷冷的，但眼神却很稳，让他心里安定了不少。很快灵力波动平息了，洞口的兽人们赶紧让开了一条路。只见一名手拿手杖、长相美艳的金发女兽人，正不紧不慢地走进洞来。米拉看到来人，脸色立刻变了，连忙跪在地上对着女子磕了个头。米拉拜见祭司大人。周围的兽人们听到这话，全都倒吸了一口凉气，也跟着跪下，连头都不敢抬。软软心里一惊，这个女人不是别人，正是灵猫族真正的掌权者灵猫祭司。我不在，你们就想拆了灵猫族吗？灵猫祭司的声音冷得像冰一样，目光扫过众人，很快落在米拉身上。米拉，你是怎么当族长的？竟然还跟自己的族人动手！米拉吓得连头都不敢抬。祭司大人，不是这样的，都是软软他扰乱族群，还对我不敬，我才……灵猫祭司没有理会他，而是转头看向软软，他的眼神扫过软软身边的几只5阶雄性，又瞥了一眼那只稀有的风属性鹏鸟，眼里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软软也在默默观察灵猫祭司，他知道米拉是祭司一手扶上族长位置的，祭司肯定会偏向米拉，接下来不知道又要整什么幺蛾子。你过来！灵猫祭司抬手轻轻招了招软软，语气不急不缓，却让人无法拒绝。软软心里咯噔了一下，但还是稳住情绪，慢慢走上前去。在距离祭司3米远的地方，他停下了脚步，抬头看向对方。米拉刚才说的是不是真的？灵猫祭司瞥了一眼还在地上发抖的米拉，询问的语气倒是没有方才那样咄咄逼人。我没有，是如花和米拉族长说，灵猫族的规矩是低等雌性供养高等雌性，他们还要来抢我的食物，我无奈才做出反抗。软软义正言辞的开口。灵猫祭司闻言脸色一沉，手杖猛地敲了一下地面。族群里的雌性同等珍贵，哪里来的低阶供养高阶？谁敢定这样的规矩？他的目光再次落在米拉身上，声音更冷。米拉，身为族长，你竟然放任族人这么做，无论低阶还是高阶雌性都是族群繁衍的希望，你怎么能随意对待？灵猫祭司一步步逼近，米拉被他的气势压得连连后退，脸色变得惨白。要知道灵猫祭司可以把他扶到族长位置，也可以直接把他废下来，但他心里也清楚，目前族里只有他一个4阶雌性，就算他犯了错，祭司也不会真的赶尽杀绝。想到这，米拉垂下眼，装出一副委屈的样子。祭司大人，冬季太苦了，灵猫捕猎能力本来就弱，族里人多难免有人吃不饱，低阶雌性生育能力低，远不如高阶雌性，只有先保住高阶雌性，才能保证族群延续啊。灵猫祭司语气一连也不好再说什么，虽然米拉的话听着冷血，但在资源匮乏的兽市，这就是事实罢了。灵猫祭司叹了口气，语气缓了下来，无论如何，保证所有雌性的存活才是最重要的。你先起来吧。谢谢祭司大人。米拉松了一口气，站起身来，但她的眼神在瞬间掠过软软，脸上却闪过一抹恶毒的笑意。低贱的雌性，你给我等着，等祭司一走，我一定让你在族里待不下去。软软敏锐地察觉到米拉的心声，毫不客气地用眼神回击过去。看来这女人表面装得服服帖帖，实际上心里根本没打算善罢甘休。一旁的如花见状，趁机跪到灵猫祭司面前，哭哭啼啼地说道：祭司大人，软软纵容他的雄性伤了我，这事不能就这么算了吧？雄性怎么能伤害雌性呢？如花扶着额头上的伤，嘴里说的委屈，可目光却挑衅地瞥向软软。就算今天我捞不到好处，你也别想保住你的那只野狐狸。软软下意识挡在了白衣跟前，目光紧紧盯着灵猫祭司的反应。在族群里，雄性伤害本族雌性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甚至可以说是大不敬。灵猫祭司扫了如花一眼，面上闪过一丝不耐烦。软软，虽然你已经贵为3阶雌性，但还没生育过，地位自然比不上如花。现在你纵容雄性伤了有过生育的雌性，是你管教不好的问题，你难逃罪责。不过念在是如花先抢了你的食物，这次就不追究了。但记住，再有下次，你的白狐雄性就会被赶出族群。如花的德性，灵猫祭司太清楚了，所以打心里并不愿意站在他这边。而且他也知道软软的几只雄性捕猎能力极强，比如他们抓回来的那只大号牛，全族出动都未必能抓到。如果他真的重罚软软，难免会让软软心生不满，那他自己后面的计划也不好实施。然而如花却不甘心，祭司大人，这不公平，那只野狐狸是什么下贱东西，居然敢对我出手？您不惩罚他，让我以后……够了！灵猫祭司打断了如花的喋喋不休，声音里满是烦躁。你闹来闹去，不就是想让软软一家赔你些猎物？软软，你给他一些就是了。如花被戳穿心思，脸色顿时难看了起来。但当他听到祭司命令软软赔猎物时，顿时就不吱哇乱叫了。不给！软软翻了个白眼，毫不犹豫地拒绝了。我扔了也不会给那死橘猫吃一口。你！如花气得脸都红了，差点一口气没上来。这时米拉走到灵猫祭司身旁，眼里闪过一丝算计，笑着提议：祭司大人，既然软软不愿意赔如花猎物，而如花又觉得委屈，要不就让双方的雄性打一场吧，谁赢了猎物就归谁。此话一出，白衣的嘴角露出一抹轻蔑的笑意，这蠢女人真是出了个好主意。阿冷阿热是什么东西，根本不配跟我比。软软也冷哼了一声，阿冷阿热不过是4阶雄性，而白衣他们是5阶，真打起来，阿冷阿热连提鞋都不配。这米拉是在给如花帮忙吧？如花听到这提议瞬间慌了，赶紧对着米拉挤眉弄眼，想让他收回这个主意。阿冷阿热的本事他再清楚不过，怎么
么可能是软软那些雄性的对手？可米拉压根不理他，脸上的算计几乎都写在了脸上。呵呵，等你答应了，我就以阶级相同为理由，让软软最弱的那只风鹏雄性上场。他灵力枯竭，早就跟普通4阶雄性没啥区别，这次必输无疑，到时候所有好东西都是我们的。软软把米拉的心声听得一清二楚，心里冷笑了一声，原来是在这等着我呢。燕灵力枯竭，而且还受了伤，打不过对方是肯定的。米拉真是好心机。灵猫祭司询问似的目光看向软软，怎么样，软软你答应吗？想摆他一道还嫩了点。软软心中有了主意，欣然点头，当然答应。不过祭司大人，既然雄性出错是雌性管教不好，那么我们雌性自然也有责任。不如这样，我和如花比试一场，他要是赢了，我把所有猎物都送给他。可如果他输了，就把他洞里的猎物全拿出来分给族人平分，如何？你疯了吧，软软？如花瞪大了眼睛，完全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怎么，你不敢吗？软软挑眉，语气里满是讥讽。谁说我不敢了？如花一听激将法，立刻腾地站了起来。上次在你这里吃亏是因为那野狐狸帮你，这次你自己送上门来，就等着把食物乖乖交出来吧。软软见目的达成，暗自冷笑，谁送上门还不一定呢。米拉眉头微微一皱，总觉得哪里有点不对劲，但看到双方的体型后，他又放心了。接着灵猫祭司选了一块洞外的空地，作为两人比试的场地，周围的灵猫们全都围了过来，一个个伸着脖子等着看热闹。灵猫祭司站在场地中间，挥了挥手说道：“你们两个都不能下死手，点到为止，谁认输就算谁输。”如花大步走到场地正中，眼神里充满了轻蔑和挑衅。软软，敢自己来挑战我，等着被我踩在脚下吧。话音刚落，如花直接侧身朝软软撞了过去。软软见状，脚下用力，方向一转，直接绕开了如花的撞击，顺势伸脚一勾，直接把如花绊了个狗啃泥。哎呦！如花一头栽进雪地里，狼狈的尖叫了一声，周围安静了半秒，紧接着响起一阵哄堂大笑。笑什么？谁敢再笑我，让他好看！如花胡乱抹了一把脸，气急败坏的吼道，随即连忙爬起来，抬手就朝软软的胳膊挥了过去。软软眉头一皱，反手抓住如花的手臂，借力一跃，抬脚狠狠踹在如花的肚子上。砰！如花被踹得倒退了好几步，肚子一阵翻江倒海，差点没吐出来。踢得漂亮！不远处的燕忍不住叫了一声，眼里满是兴奋。软软听到声音，转头给燕抛了个 wing。白衣见状，嫉妒的眼睛都快冒火了，狠狠瞪了燕一眼。如花揉了揉肚皮，恶狠狠地盯着软软。好啊，我还真是小看你了。软软脸色一沉，这如花虽然笨，但皮糙肉厚，普通的攻击对他来说根本没用，想让他求饶还真不容易。只见如花一个翻身变做了一只肥胖橘猫，后腿用力一蹬，猛地朝软软扑了过去，速度快得出乎意料。软软瞳孔一缩，连忙变成一只小白猫跳开闪避。可如花落地的瞬间就转了方向，继续朝他扑来。眼看两猫就要撞在一起，软软突然伸出爪子，利用雪地的阻力猛然一停，紧接着一个翻身直接勾住了如花的脖子，一跃跳到了他的背上。这一操作看得周围的灵猫们眼睛都直了，谁也不敢出声，生怕错过任何一个动作。还想在我背上偷袭，没门儿！如花怒吼一声，猛地跃起，在空中瞬间变回人形，粗壮的胳膊往后一抓，直接抓住了软软的尾巴。软软痛得倒吸一口凉气，尾巴被抓得生疼，像是要被硬生生扯下来一样。他原本勾住如花的爪子也因为疼痛松了开来。如花得意的扭曲着脸，去死吧！说完抡起软软的尾巴，狠狠地将它朝地面砸了下去。眼看就要撞上坚硬的地面，软软、白衣和燕同时惊叫一声，想冲上去帮忙。可就在这千钧一发的瞬间，软软腰部猛地一扭，不顾尾巴上的剧痛，借力翻身，直接抱住如花的胳膊，一口咬了上去。啊！如花惨叫一声，鲜血瞬间涌了出来。旁边的阿冷和阿热见状气得不行，刚想冲上去帮忙，却被灵猫祭司用手杖拦了下来。你们雌性刚才想下死手，现在被反制了，你们还想干什么？灵猫祭司的话让场上瞬间安静下来，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如花刚才是冲着软软的脊柱去的，而猫科动物的脊柱是命门，一旦断裂，轻则瘫痪，重则丧命。如花痛得尖叫不止，想用另一只手去抓软软，但软软趁机从他手上挣脱，顺着如花的手臂爬了上去，再次跳到了如花的背后，勾住了他的肩膀，一下子变回人形，紧接着环住他的脖子，形成一个标准的裸脚。你还想干什么？如花惊恐地喊了一声，软软的手臂却猛地收紧，力道之大让如花瞬间眼前发黑，脸色惨白，双手在空中胡乱抓了几下，最终身子一软瘫倒在地，场面瞬间静了下来，所有人都愣住了。刚才发生的一切太快了，众人根本没反应过来。阿冷和阿热再也顾不了什么，冲上前扶起如花。软软站在一旁背着手冷冷地说道，放心吧，没死。话音刚落，如花抽搐了几下，开始大口喘气，好不容易缓过劲儿来，但她眼球发红，喉咙里发不出声音，只能指着软软大喘气。怎么还想打？软软弯下腰盯着如花，嘴角勾起一抹冷笑。如花吓得连连摇头，手忙脚乱地扑进了阿冷和阿热的怀里。她刚才大脑一片空白，都见到太奶了。软软看着如花的怂样，满意的笑了笑，转身朝灵猫祭司抬手，祭司大人，应该宣布比试结果了吧？灵猫祭司这才回过神来，连忙举起拐杖郑重宣布，此次比试软软获胜。来人，把如花的猎物全拿出来给族人们平分。软软赢了，太好了，有猎物吃了。周围的兽人们欢呼起来，一个个兴奋的不行，他们已经饿了好几天，现在终于能沾软软的光，吃上一顿饱饭了。雌主你太棒了！白衣第一个冲了过来，直接把软软抱了起来，原地转了好几个圈。行了行了，雌主刚打完架累着呢，你别乱碰他。燕看不下去了，一把软软从白衣怀里抢了过来，抱在自己面前检查了一番。雌主，你没有哪里痛吧？尾巴有没有受伤？没事没事，别这么紧张。软软被燕拎着嘎吱窝，小脚不自在的在空中搓了搓，觉得有点尴尬。时于素来平静如水的眼眸，在看到软软和其他雄性亲密互动时，竟然泛起了些许涟漪。他这是怎么了？为什么看到软软和别人靠得这么紧，心里会这么不舒服？雷森站在原地对着软软温温笑着，他也没想到，那个曾经被骂得狗血淋头的恶雌，如今也能成为大家交口称赞的对象。而在一片热闹的欢呼声中，米拉恨铁不成钢的白了如花一眼，死死握着拳头，
指甲都似乎要嵌进肉里，没用的东西。好了，大家各自回洞里吧，稍后我会让人分发猎物。灵猫祭司挥了挥手，示意众人散去。没过多久，洞外传来了如花的哭闹声，给我留一点啊，这个不许拿。祭司大人只说平分，没说全拿。谁让你输了软软的？就是，这兔子还是你昨天抢我的，拿来吧你，让你平时抢我们东西，这下遭报应了吧？山洞里，白衣拎着从如花分来的鹿肉，在软软面前晃了晃，笑得满脸得意。那肥猫还真能藏，洞里洞外搜出来的猎物都够部落吃好几天呢。我们自己送的也不少吧？有什么可高兴的？灵楚靠在洞口，双臂交叉在胸前，语气里透着浓浓的不满。白衣听得火气直冒，转头怼了回去。行了，灵楚，事情都过去了，你还揪着不放，又不是词主送的，是以前那恶词。灵楚冷哼一声，瞥了白衣一眼，你还真信什么肉体灵魂的鬼话？迟早有你后悔的时候。说完，他转身走出洞，一副死不合群的模样。好了，别吵了。软软抬手拍了拍白衣的胳膊，灵楚对我有意见是他的事，你别理他就行了。白衣本来还气鼓鼓的，被软软这么一安抚，脸上的愤怒瞬间消散，反而笑嘻嘻的抓起软软的手，在自己脸上蹭了蹭。够了，燕实在看不下去了，上前把白衣往后一推，然后对软软说道：词主，你先休息一会儿，我们生火烤肉，你吃一些好不好？没事，我不累。软软摇了摇头，你们先生火，我出去找点东西。对了，石鱼和雷森呢？他们去滨河捕鱼了。燕随口答道。软软点点头，随即注意到燕胳膊上的伤，拉过他的手仔细看了看，发现伤口已经结痂了，看来用不了几天就能好。你的伤还痛吗？被软软热乎的小手一碰，燕的睫毛颤了颤，还痛，好想让词主安慰我。白衣刚才抱了他笑得那样开心，他一定更喜欢白衣一些吧。讨厌的白衣听到心声的软软忍不住笑了笑，这家伙心思这么细腻，看来是真有点缺爱啊。来，我给你吹吹。软软踮起脚尖，鼓起腮帮子，对着燕的伤口轻轻吹了几口气，丝丝凉风绕在伤口上。燕低头一看，就见软软粉嫩的嘴唇近在咫尺，连她身上那甜甜的杏烯素香味都清晰可闻。她心跳加快，眼神迷离，忍不住低下头想要靠近他一点。软软敏锐的猫耳觉察到了对方越来越快的心跳，好奇抬头的刹那，一只手突然横在了他的面前，挡住了他的视线。燕的嘴直接亲在了白衣的手背上。白衣，你有病吧？燕一下子跳到了一边，疯狂吐口水。白衣则是一脸嫌弃的拿出兽皮擦手，边擦边嘟囔：恶心死了，弄我一手口水。燕这死鸟真是的，要不是我刚才拦着，你还不得亲到词主呢？那个，你们慢慢忙吧，我先出去了。软软脸上一热，赶紧找了个借口跑出了洞。看着软软离开的背影，燕愣在原地，脸上逐渐爬上了一丝深深的自责。我刚才在干什么？居然没经过词主的同意就想亲近他，词主一定讨厌我了吧？软软平复了一下心绪，随后朝部落附近的冰河走去。一到河边，就看见了守在冰面上抓鱼的雷森和石鱼。雷森蹲在冰洞旁，眉头紧锁，一脸无奈的样子，而石鱼则是脸色苍白，整个人看起来虚的不行，甚至连眼睛都快睁不开了。那青绿色的蛇尾微微蜷缩着，止不住的颤抖。雷森，石鱼这是怎么了？软软快步上前，声音里透着焦急。雷森听见软软的声音，连忙站起来解释：词主，冰层越来越厚了，水面昨晚彻底冻住了，我们费了好大劲才凿开，但是水面离洞口太远了，根本够不到下面的鱼，除非跳进水里。软软走近一看，冰洞的厚度足有2米，若不是兽夫们每天都将结冰的洞打开，恐怕连水面都见不到了。算了，别捕鱼了，等我做好捕兔陷阱，咱们先去抓兔子。进河水里又冷又不安全，别冒险了。雷森点了点头，好吧，明天我和灵楚再出去一趟，看看能不能抓些大点的猎物。话音刚落，软软还没来得及接话，便见一旁默不作声的石鱼突然身子一晃，整个人直直的朝冰洞里倒了下去。妈呀，石鱼！软软吓得大叫一声，连忙冲上前去，在石鱼即将沉入水底的刹那，眼疾手快的用意能照出树藤缠住了他，拼命往上拉。雷森见状也赶紧上前帮忙，反手扯住软软手中的树藤，将浑身僵硬的石鱼拖了上来。刚被拉上来的石鱼脸色铁青，浑身冰冷的吓人，长发还在出水的瞬间结了冰，看起来已经快不行了。石鱼你怎么样了？快醒醒！软软靠在石鱼的胸口仔细听了听，又摸了摸他的脉搏，却什么都感觉不到，只觉得他身上冷得动手，呼吸也停了。软软顾不上多想，连忙双手交叉快速的给石鱼做心肺复苏。做了几组后，他深吸一口气，捏住石鱼的鼻子，直接把嘴贴上了他的嘴唇，开始做人工呼吸。一旁的雷森傻在了原地，他晕过去了，为什么要捂他？可软软没工夫管雷森怎么想，继续一边按压一边吹气，全身心的救人，却没注意到石鱼已经睁开了那双碧绿色的眸子，正悠悠的盯着他，眼神里带着一丝复杂。软软又深吸了一口气，准备再次低下头做人工呼吸时，一双冰冷却有力的手臂突然环住了他，将他紧紧的抱住。软软被吓了一跳，下意识想抬头，可却被按了回去。石鱼反客为主，直接吻住了他那绵软的唇瓣，一阵阵凌厉的涟漪在身上翻涌，肌肉的僵硬慢慢缓解，脸上也恢复了一丝血色。他的蛇尾不自觉地蜷成了一团，面色微微泛红。他心里激动的不行，果然我的猜测是对的，只要和词主亲密接触，就能从他身上获得灵力滋养我的身体。虽然效果不如更亲密的结合那么强，但已经足够缓解我的不适了。然而软软却快喘不过气了，他难受地挣扎着，双手用力推开石鱼的胸膛，甚至还捶了几下。石鱼看着他挣扎的样子，手上的力道慢慢松开，便见身上的小人一下子就滑走了。憋死我了！软软大口喘着气，捂着胸口瞪了石鱼一眼，石鱼却低头舔了舔唇，回味着刚才的触感，眼神里带着几分意犹未尽。雷森俊朗的脸上有些阴沉，盯着石鱼的眼神翻涌起极度的火焰。其实他本不在乎软软有几只雄性的，只是他跟了软软这样久都没有吻过，这条后来的臭蛇凭什么？想到这，雷森的目光不自觉地落在冰洞上。石鱼是掉进冰洞才被软软吻的，那要是我也掉进去，他是不是也会吻我呢？正在喘气的软软听到雷森的心声，整个人都僵住了。不会吧，不会吧，这家伙不会真想跳下去吧？然而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只见雷森没有犹豫，大步流星地走到了冰洞旁边，就那么水灵灵地跳了进去。不要啊！
第25章，他认真的样子好可爱，好离谱的雄劲。灵宝啧舌，没办法，软软只能再次捞出控干。你们两个这是？看着坐在火堆旁瑟瑟发抖的一条落汤蛇，一头落汤尸，燕一脸懵逼。软软无奈的耸了耸肩，挑了2件西西娘做好的兽皮衣服递给雷森和石鱼。你们两个赶紧把湿衣服换了吧，别着凉了。石鱼蠕动了一下蛇尾，直接将腰间的兽皮退了下去。软软下意识的想捂眼睛，却见石鱼腰间除了一片衔接得当的鳞片之外，并没有别的什么。由于是人身蛇尾的缘故，石鱼的某些东西被他很好的藏了起来。软软摸了摸下巴，如果他没记错的话，蛇是不是有2个来着 ？Yes。听到灵宝的肯定回答，软软情不自禁的夹紧了双腿，脑中一闪而过石鱼亲他时的画面。雷森攥着衣服，指尖暗暗收紧，那眼底的落寞都快溢出来了。此主没有吻我。可也就在瞬间，雷森脑中一震，似乎意识到了什么，眼中的杂乱情绪被一层浓浓的沉静覆盖。自己这是怎么了？他一向性格稳重，总是将自己的情绪掌握得很好，在几个兽夫中间，就算是和别人拌嘴都没有过。这次为了和石鱼争风吃醋，竟然做出跳冰洞的幼稚行为，自己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呼，雷森深吸一口气，起身就解开了腰间兽皮的麻绳，准备换衣服。那动作熟练的一批，显然是忘记了软软的存在。眼看着对方那不可言说的东西就要再次暴露眼前，软软紧急叫停。雷森可是实打实的人形态啊，他还近距离见过来着。等一下，这一嗓子软软不叫还好，一叫吓得雷森手一滑，那摇摇欲坠的兽皮就那么滑落了下去。再次看到对方傲然的某处，软软赶紧背身默念静心咒，万变不惊，无痴无嗔，无欲无求。可念的再多，软软也要震惊，不是这惊世的那个也太牛逼了吧！嘶哈嘶哈，宿主真是艳福不浅。灵宝偷笑，去，雷森的眉头直接拧成了川字，在兽事那方面优渥可是雄性取得雌性欢心的重要加分项，雌性通常也会直接观察来决定是否满意。可软软2次看到他的反应都好像不太理想，难不成自己被他嫌弃了？雷森换好衣服，坐在火堆旁，已经陷入了自我怀疑。软软用余光瞟了瞟，确定雷森已经换好了衣服，才再次转身，那小脸上还悠悠的挂着一抹红。白毅灿灿一笑，他还真是越来越羞涩了。软软挠嘴，当然羞涩了，她还是个黄花大闺女呢，一直都是有贼心没贼胆，连男人手都没摸过。这回好了，一下白捡了5个极品大帅哥。嘻，得意过后，软软俯身捡起带回来的树皮，开始准备做鞋。比对了一下自己脚的大小之后，软软沿着轮廓裁下鞋子的形状，先将2张树皮贴在了一起，争取牢固，再将处理好的兔子皮裹上去，用草线缝严实，做成鞋底。见软软在那里捣鼓，白毅慢悠悠地踱步过来，坐在了软软旁边。此主，你在弄什么？我想做个兽皮鞋子穿，这大冬天的，赤脚在地上走太冷了点。软软头也不抬地答着，手上卖力地扯着草线。鞋子？白毅不懂，但听到软软说脚冷，就连忙用尾巴裹住软软那双红红的小脚丫。雌性娇嫩，这样冷的冬天赤着脚确实很难熬。那我能帮你什么？白毅歪头看他，眼睛弯弯的，他认真的样子好可爱。你也帮不上啥，这样，你先把你脚的大小在这个树皮上裁下来，到时候给你做鞋子用。软软捡起来一大块树皮递到白毅手里，给我做。白毅微微一愣，眼中立时闪过受宠若惊般的涟漪。那你们也光着脚呢，反正兔子皮和草线都足够，本来就打算连你们的一起做的。雷森，你们也过来裁一下鞋底。软软十分热心尝试的将身侧的树皮递了出去。石鱼暂时没有脚，就用不着了。我们，白毅的笑容凝固在了脸上，原来不是赌给他一人的。谢谢此主，你先吃点肉再做吧。燕用树枝扒拉了一下石板下的炭火，将烤好的牛肉片吹了吹，用干净的树皮盛好端了过来。雷森听到软软叫他，也忙不迭的起身，却下意识的紧了紧腰间的兽皮。石鱼抬起蛇尾看了看，下一秒略带嫌弃似的垂在了地上。没办法，他还没有化形完全，连用他亲手做的东西都不能。只是雌性的味道真的好美妙，若是可以和他交配就好了。望着软软那可人的面容，石鱼眼底微红，唇上有些酥酥麻麻，那藏在蛇尾下面的躁动也不受控制起来。软软并没有注意到那边已经入春的蛇手上动作不停，将鞋子做成了包跟拖鞋的模样，这样既保暖又好穿。软软将新鞋套在脚上试了试，虽然丑是丑了点，但是结实耐用，也舒服，不错。这就是鞋子吗？真好看。燕看着软软的新鞋，一脸期待。呼啦，一阵风声从洞穴外面传来，林楚便做人形态慢悠悠地走了进来。林楚，你回来的刚好，我们要做鞋子，你来把你的脚比对一下。软软朝着林楚招了招手。鞋子？林楚好奇地眨了眨眼，将刚才从外面抓到的野鸡放在了火堆旁，就靠了过来。注意到林楚的动作，软软了然，原来他又出去捕猎了。林楚身为岩虎，单体作战能力很强，虽然年轻，但是捕猎能力卓越，就是脾气嘛，稍微差了点。兽夫们个个身高1米8多，雷森目测更是有1米9多，那脚的大小就自不必说了，一只鞋就要一整张野兔皮。白毅和燕在软软的指导下，一脸认真的在旁边裁剪着野兔皮，林楚也拿着树皮在脚上比划。软软将雷森已经裁剪好的树皮接过去，准备先做他的，工作量从1变成了6，软软累的脑袋都出了一层细汗，手心也被草线磨红了。雷森看得有些心疼，连忙半蹲在软软跟前，将软软的小手扯过来，在唇边吹了吹，
词主你歇一歇再弄吧。第26章，那样小一只，能行吗？没关系，就快好了。软软抬头一笑，那乖巧的模样，任谁看了都心生荡漾。雷森感动的鼻头发酸，词主不满意我的身体，还愿意亲手给我做东西，他真好。啊，他咋就不满意他的身体了？那白花花的腹肌，英俊的脸蛋，还有那看着就很强的生育能力，简直完美好吧？雷森深吸一口气，抬手接过了软软手中的鞋子。你教我，我来做。这个你做不来的。软软本来想拒绝，却见雷森已经上手了。只见他那根骨分明的手指捏住骨针，飞快在兽皮上穿梭，很快就缝好了一整面。软软长大了嘴巴，我去，雷森你好厉害，竟然缝得比我都整齐。雷森缝制的针脚排列有序，一丝不苟，简直像缝纫机压出来的一样。这天赋没谁了，天生缝衣服的料。听到软软的话，雷森有些不好意思，真的吗？当然了，比我弄得好多了，你真厉害。软软毫不吝啬地夸奖着。谢谢词主，那剩下的都让我来做吧，你吃点东西，不会的地方我问你。啊，雷森不由分说，直接将软软身侧的兽皮草线全部拢走，坐在火堆旁继续缝制。只要他做的多一些，软软就能做的少一些。火光下，雷森金黄色的发丝被照得有些发亮，侧颜仿佛被金雕细琢过的蜡像般棱角分明，真像中世纪古画中的贵族王子。软软痴痴地笑了笑，雷森不太善于言辞，是几个兽夫中最稳重的，果然做起事情来也不含糊呢。明天我们一起去抓野兔，大家都早点休息。一夜过去，明媚的阳光透过洞口照射进来，软软抻了个懒腰，将昨晚做鞋子剩下的草绳收集好，准备上山套兔子。白蚁他们已经穿戴整齐了，燕一大早就起来烤了些肉，用树皮包好装在兽皮袋子里。林楚坐在洞口，脑袋里不知道在想些什么。石鱼依旧盘在石床上睡着，呼吸均匀，一动不动，对周围的动静充耳不闻。他这是怎么了？软软伸出手试探似的戳了戳石鱼的尾巴，没反应。蛇兽在冬季是需要冬眠的，他应该是睡过去了。雷森解释道：这样，那就让石鱼好好休息吧，我们走。软软将鞋子穿上，率先走出了洞穴。林楚望着软软那小小的背影，终究没有忍住跟了上去。他还是得仔细观察一下他。突然穿上鞋子，几个兽夫还有些不习惯，但是真的又舒服又暖和。有了鞋子垫脚，软软一整个健步如飞，可出了部落之后，依旧一脚踩进了1尺厚的雪地里面。啊哟！软软差点倒了，幸好雷森眼疾手快的扶了他一把。看来昨晚又下雪了，不知道还有没有野兔出没。燕抬手替软软拍了拍腿上沾着的雪，心事重重的说着：只要他们还活着，就得出来找吃的，我们就有机会逮他们。你们平时都是在哪里抓野兔的？软软直起腰问道。野兔子的行动并不固定，一般来说都在那边的空旷地带。白毅指了指部落的东北方向。那我们先过去看看。软软点头。等一下，词主，你坐在我背上吧，雪太厚了，你走着不方便。雷森变回狮形态，匍匐在了地上。软软还是第一次这样近距离的看到雷森的原型。作为金狮，雷森脖颈上的鬃毛格外茂盛浓密，四肢粗壮有力，长鞭式的尾巴，那一颗犬齿就有软软巴掌长，脑袋足足有软软3-4个人大，好大！软软将雷森从上到下看了一圈，眼睛最终定格在了其胯下，鼻血差点飙出来。雷森身子一僵，原来词主喜欢这样形态下的我，但是词主的原型那样小一只，能行吗？嗨嗨！听到这句，软软一下子脸红到了脖子根，手忙脚乱地扶着雷森的后背跳了上去，一头埋在雷森的鬃毛中间。软软只觉得陷进了席梦思床上，真是又软又暖和。白毅眉梢一抬，也跟着跳到了雷森背上，坐在软软旁边。白毅，你没长脚吗？雷森回头对着白毅呲了一下牙，他的背可不是谁都能坐的。我只是想离词主近一点而已。怎么了，雷森？你不会这么小气吧？白毅有意朝着软软靠近了些，语气似乎还有些委屈，那表情查得不像话。你……雷森一时语塞，他倒是不会小气，但是他的背只能让词主一人坐。雷森表面上没说话，却趁白毅不注意，抬起尾巴将他直接扫了下去。司白毅被迫翻身从雷森背上跳下，狐狸耳朵委屈地贴在头皮上，看着软软的狐眸层层的，简直媚得不像话。词主他好小气。软软嘴角一抽，不愧是狐狸，果然会撒娇。刚要打个圆场，却被一片熟悉植物闯进眼眸。雷森，停一下，我们可以去那里看看吗？软软抬手拍了拍雷森的大脑袋。雷森侧头看了看，只见距离几人不远处有一大片竹林，竹子耐寒，在冬天仍然保持着婆娑的姿态，为寒冷的季节增添了一抹绿色。好，虽然不知道软软要做什么，但他会服从。软软灵巧地从雷森背上跳下，伸手摸了摸那翠竹，制作陷阱套子竹子是再好不过的工具，坚硬不说，弹性也大，而且竹子也可以用来做钓鱼竿，编织鱼篓，到时候就可以在冰河里面钓鱼了。打定主意，软软挑选了几根拇指粗的小竹子，用骨刀截断，准备用来做陷阱，又精挑细选了几根2指宽的竹子，预备做钓竿。只不过粗的竹子很难弄断，软软手上的骨刀太滑，显然不行。词主，你想要这东西吗？咔嚓，雷森顺手就将软软面前一根小臂粗的竹子掰断递了过去。软软一缩脖子，好大的力气。对的，那雷森辛苦你一下，帮我把这几根竹子弄断带回部落，到时候我想用来抓鱼抓野兔子，我和白毅他们去。软软嘱咐道。这东西能抓鱼？雷森有些怀疑，但还是应了下来。好，最近不少食肉兽族都会出来捕猎，你们保护好词主。第27章，你心跳的好快。
燕闻言，连忙向软软身侧跟了几步，刚要去拉软软的手。知道了，辞职我们走。白毅翻身变回原形，伸出雪白蓬松的大尾巴，直接将软软卷了起来，放在背上，丝毫不给燕接近的机会。白毅虽然体型没有雷森那么大，但是皮毛更加柔软好撸，一样暖暖的。软软深吸一口气，还能在白毅身上闻到一股独特的香味。燕的手臂抓了个空，登时面露不悦。这死狐狸无时无刻不在缠着雌主，真讨厌。对了，雌主，我听石鱼说，你先前在林子里抓野鹿的时候遇到了狼族。白毅抖了抖狐狸耳朵，微微侧头，瞥见燕那愤愤的表情，胡子得意一翘，还有意的加快了脚步。那些狼族应该是被野鹿的血腥味吸引过来的，而且他们还要拖我回去。幸好当时石鱼赶过来，不然软软现在想起来还有点后怕，所以现在都不敢自己出部落。闻言，跟在两人身侧的燕的垂下头去，俊逸的面上浓浓的都是自责。对不起，雌主，都是为了给我抓猎物，请巫医才让你有危险的，保护不好自己的雌性，还让雌性身陷险境。再没有比我更无用的雄性了吧？燕再次自怨自艾起来。软软眉头一紧，别这么说，燕，你是我的雄性，我不可能看着你受伤不闻不问的。燕悠悠地叹了口气，或许他就是这么失败，当初执意离开风鹏族，他依旧什么都不是。雌性珍贵，若是落单被其他部落雄性发现，都会抢走，且狼族是雄性狼王掌管部落，若是雌性被抓，恐怕不会好过。狼一向都是残忍的，不会放过任何活物。你以后不要私自离开部落太远。白毅的语气少见的认真，那银色长睫半盖住狐眸，唇齿有些颤抖，似乎想要掩盖什么呼之欲出的情绪一般。软软敏锐地观察到了白毅的不对劲，这狐狸身上肯定藏着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不多时，众人来到了一处开阔地带，远远望去，稀疏的植被中间覆满了皑皑白雪。白毅压低身子，匍匐在了一簇灌木丛后。雌主，你看，野兔。顺着白毅尾巴间所指的方向，软软远远地看到了一抹贴地白在雪中蠕动，可不就是一只野兔？那野兔肥成了球球，身上的毛发完美的和血色贴近，不仔细看根本发现不了。软软挪动了一下屁股，白毅连忙变作人形，将软软公主抱在怀中，轻轻放在地上。在周围看了一圈，软软在那灌木丛下发现了一个碗口大的雪洞，那洞口还有几颗冻硬了的兔子粪便。果然，兔子在冬季的食物无非就是草根树皮，选择在开阔地带做窝，是方便这些野兔子观察四周的危险。但是想吃东西，它们就得进林子，这是它们觅食的洞口，在这座陷阱最好不过。软软说着，将刚才弄来的竹子抽了出来，先将竹子一端牢牢插进雪地里，再将草线打成一个适当大小的活结，一端连接竹子，又随手掰了几根粗硬的树枝固定成圈，再用一根竹子掰弯横在绳圈上，做成一个触发机关，这样当兔子经过时，就会被这个套子套住脖子或者四肢。这东西能抓兔子？白毅歪了歪头，有点太简单了吧？燕也有些不相信，作为猛禽风鹏，他抓兔子一类算是能手，对软软几根树枝就想抓兔子的想法不免怀疑。看好了，软软抓过燕的一根手指，轻轻拨动了一下陷阱上面的竹片，唰的一声，地上的绳套直接弹起，紧紧缠住了燕的手腕，扯了起来。哦，突如其来的拉力惊的燕瞳孔一缩，这种力道抓兔子确实绰绰有余了。这绳套越挣扎越紧，无论是野兔还是野鸡，只要触发机关就没有逃走的可能。软软自信的一挑眉，便是将燕手腕上的套子解了下来，重新布置好。雌主，你好厉害，这种东西已经触碰到燕的知识盲区，他除了佩服就是佩服。白毅眼中噙满赞许之色，若有若无地朝着软软靠近了些，默默享受着他身上的味道。你们再去远点的地方找一下，肯定不止这一个洞，这种陷阱我们得多布置几个，但是不能离得太近，费了这么大劲过来抓他们，软软必须做到万无一失，空军可不行。好，燕起身贴着灌木丛认认真真的就找了出去。白毅，你……软软恍然转头，却没想到白毅会离得那么近。两人四目相对的刹那，白毅微红的唇就那么碰在了软软的鼻尖上，好香。白毅眼神迷离了一下，眼底瞬间爬上了一抹玉色来。软软的心跳都漏了半拍，连忙想往后退，却被白毅修长的手指捏住了下巴。想逃哪儿去？白毅反手扣住了软软的后腰，声音前所未有的低磁，唇上有意无意地触碰着软软的鼻尖，顺势而下，气息转瞬间就到了软软唇边。被迫与那双魅惑的狐眸对视，软软的眼睛根本挪不开去，呼吸急促到耳边失声，只能听到自己愈来愈烈的心跳。你心跳的好快。白毅的喉结不由滚动一下，鼻息之间萦绕着软软性激素的味道，更觉干渴。他从未有一刻觉得面前的人这样诱人，便是再也把持不住，转而侧手擒吻住了软软的唇，绵绵几下。可也就在这瞬间，白毅那淡紫色的眸子骤然被一层阴鸷覆盖，似乎发现了什么，却并没有止住动作，反手抓住软软的手腕，将他半推在了地上，任由两人的唇齿碰撞，难舍难分。不同于石玉吻的霸道，白毅的吻带着一丝掠夺的意味，又不失温柔。软软直接缩了半边身子，根本反抗不起来。良久，唇分，两人的呼吸都有些急促。白毅勾着指节，捏起软软的脸颊，眼眸寒芒骤现。谁碰的你？第28章，要打他吗？他身上有其他雄性的味道。燕、雷森还是石鱼？是谁？白毅的语气有些急促，更加杂着一丝沙哑的破碎。有人先他一步吻了他，他好难过。软软踉跄着后仰，脑后蓦然附上温热的掌纹。白毅朝着软软逼近，温热的唇瓣正巧擦过他鼻尖沁出的薄汗，适时的光影打下，将两人的氛围衬托得如痴如梦。见软软有些无措，白毅轻叹一声，喉咙中有些哽咽。
你曾问我，希望你喜欢我吗？我今天答，希望。你不恨我了吗？软软咬着被吻得有些发烫的嘴唇，喉间溢出的音节轻得像翻倒的墨水瓶。在软软看来，即使白衣已经知道她不是以前的软软了，可遭受的折磨想要释怀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就像林楚，他到现在也不愿意相信他的话，何尝不是受伤太深的缘故呢？白衣眼底一凉，似是隐忍许久般，一头扎进了软软怀里，那双柔软的虎耳紧紧贴着头皮，一双手臂箍住软软的腰肢紧了紧，闷声道：我恨，但恨的不是你啊，你是无辜的，不应该为那恶词做的事情负责。白衣的话如同鼓锤一般敲响了软软的心，他不敢想象一只兽人会这样的爱憎分明。经过灵宝检测，这狐狸没有说假话。灵宝小声提醒，我不知道你来自哪里，也不知道你如何来到这里，但是你现在和我在一起，我只希望你不要不管我，不要抛弃我。白衣继续说着，身子有些微微颤抖。从小到大，他失去父母，被兄弟姐妹抛弃，被族人抛弃，连他最至亲最挚爱人都不要他。他受尽了折磨，再一次感觉到温暖是软软不顾一切的维护他。在那小小的身影挡在他身前的那一刻，他就想再赌一次。感受到前襟有些湿湿的，软软这才意识到他那傲娇的狐狸竟然流泪了，顿时心里有些不是滋味。你不要难过，我不知道你到底经历了什么，但是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只要你真心待我，我也真心待你。软软低声说着，将手放在了白翼头上，轻轻揉了揉他的耳朵。白翼止住颤抖，将软软抱得更紧了。此主，我在那边发现。燕兴冲冲的一把拨开灌木，却被眼前的一幕击得僵直在原地。此时此刻，在燕的眼里，白翼抱着软软的腰，头埋在软软的绵软上撒娇，软软面色温柔地抚摸着白翼的耳朵，两人亲密无间的，仿佛刚刚相爱过后的兽侣般。听到动静，软软连忙推开白翼站起身，却见燕的嘴唇抖动着，眼底的浮冰皆已凝聚，凉意胜过寒风。燕，你……软软刚想说些什么，却见燕的眼神直接越过自己，打在了白翼脸上。是我回来的不巧了，白翼，你还真会找时候。我刚离开，你就贴到了此主身上的。燕嘴里说着，直挺挺地往前走了2步，一把将软软拉到了身后，那声音仿佛阴尸男鬼般瘆人。白翼眼底的红晕还没散去，可看着燕那妒火中烧的样子，只觉得莫名其妙。你回来的确实不巧，燕，不是你想的那样。没关系，白翼也是此主您的雄性，您想宠爱哪一只是您的自由。其实您下次不用故意支开我的，我会当看不见。燕豁然转过身来，根本没给软软说话的机会，语气满是努力克制的冷淡疏离。他刚才让我去找兔子洞，是为了把我支开，和白翼亲近。果然我是他最讨厌的雄性吗？软软懵了一下，不是他的脑回路是怎么清奇到觉得他是故意支开他的呢？燕的心思敏感自卑，稍不注意就会陷入自我怀疑，实在难搞。软软一时语塞，抬眼时却注意到燕的头上落了好些枯枝碎叶，看来是去找野兔子的时候钻灌木丛沾上的，也难为他那么认真的干活。想到这里，软软抬手想替他摘去脏东西，却见燕条件反射似的闭眼，嘴唇准备隐忍疼痛般的紧咬了起来。燕，软软心头一酸，手上轻轻摘下了他头上的枯叶。察觉到软软的动作，燕的眼底翻涌起来一股水光，一下子有些无措。对不起此主，我以为你要打他吗？软软一时之间有些错愕，这是经历过多少次毒打才会有的条件反射啊！果然，身体永远比意识记得更清楚。燕虽然和白翼一样相信了他的改变，可被原主打压侮辱多年，他精神上的创伤不是1天2天就能够治愈的，这也造就了他的敏感和自卑，不能完全怪他。软软悠悠叹了口气，将燕身上的脏东西摘干净。我不是故意支开你，也没必要那么做，这一切只是巧合而已。我说过不会再那样对你们，你不要怕。是，我不是有意那样说您的。燕心里有些惴惴的自责，以至于捏紧了兽皮衣服。他知道不该那样说软软的，兽氏的雌性为了保证繁衍是不可能只有一只雄性的，他也明白这个道理。可他看见软软和白翼那样抱在一起，他的心里好难受，好像是他真爱的东西丢失了一般的难受。好啦好啦，也没什么可对不起的。你刚才说你发现了什么？软软摆了摆手，试图转移燕的注意力。他也知道燕的心思并不坏，就是有点缺爱罢了。哦，我在那边发现了好几个兔子洞，都是新挖的。燕回过神来，小心翼翼的目光看向软软。好嘞，那我们一起去布置陷阱，弄完了我还要回去做钓竿抓鱼呢。雷森他们在家8成要等急了。软软一手扯着燕，一手拉着白翼，装作若无其事的开始忙活。而刚刚发生的一切被一直跟在远处的林楚看得一清二楚。他听到了软软和燕的对话，也看见了软软对白翼的态度转变，一时之间有些恍惚。难不成真的是他错了吗？那恶词真的已经不存在了吗？第29章，吃了会变成傻子。林楚略显轻松的叹了口气，转身朝着部落方向走去。如果他真的不是那恶词了，不知道愿不愿意放自己离开呢？软软带着白翼和燕将发现的兔子洞附近都设置好了陷阱，准备明天再来看。此主，那我们现在回部落吗？燕丽在软软身侧轻声问道。我看现在天色还早，想去周围逛一逛看看还有没有什么有用的东西。软软看着湛蓝的天空，抬手伸了个懒腰。兽世辽阔，作为一个现代人，他得充分利用自己掌握的知识，让自己活得更好。局限在灵猫族这1亩3分地可不行，正好有白翼和燕陪着，他也不怕遇到什么危险。好，注意到软软的动作，燕有意无意的低头扫了他一眼，竟不偏不倚的将软软胸前的春光一览无余。那白的软的一颤一颤，燕喉头发紧，脸颊泛起潮红。此主的，听到这句，软软茫然抬头，直直撞上了燕的目光，
这才发现自己因为抻懒腰的动作太大，导致峰峦半路，赶紧伸手去捂。晋升3阶之后，软软的身材有了质的飞跃，愈发火辣，以至于西西娘给她做的衣服都有些局促了。这一变化，白毅和燕也早就发现了。嗨嗨，之所以高阶雌性能够吸引雄性，可不单单是阶级高的原因。宿主你就品吧，一品一个不吱声，嘿嘿嘿。灵宝偷笑，离谱，就没见过你这么不正经的系统。白毅见状，一把将软软从燕跟前扯过，抬手将她的兽皮衣服往上提了提，语气透着醋味：这衣服不好，等抓到野兔扒了皮，让西西娘重新给你做一件去，省得没事让人盯着看。燕脸色铁青，拳头握得咯吱响。白毅你什么意思？雌主也是我的雌主，我看怎么了？他可以亲雌主抱雌主，我看都不能看一眼了。那咋了？就不让你看？白毅傲娇的一抬下巴，伸过尾巴就将软软拢了过去。能占据他目光的只有我一个人。你好了好了，你们两个动不动就拌嘴，吵得我脑仁疼。软软摆了摆手，从两人中间逃开，自顾自地往林子里走去。男人争风吃醋起来也是让人头疼啊。白毅和燕赶紧闭嘴，互相叨了一眼，紧紧跟在了软软身后。寒冬万物竞雕，软软别的没看见，倒是意外发现了一片桑树林，得益于兽势肥沃的土壤，这片桑树枝条茂密，高度更是达到了8、9米。灵宝百科时间，桑树浑身是宝哦，有上好的药用价值，桑叶可以治疗风热感冒，桑枝可以祛风湿，桑葚果能补血，桑树根皮晒干煮水还可以消炎，而且桑树皮下面的纤维梳理一下，可以用来缝合伤口哦。在兽市这些药用效果会更强滴。哇塞，真是宝贝，只可惜是冬季，没有桑叶也没有果子可吃。软软仰头叉腰，嘴里嘟囔着。闻言，燕不动声色地从随身的兽皮袋子里面取出几块烤好的鹿肉，递到了软软手里。此主，你吃点东西吧。果子是吃草兽人吃的，吃肉的兽吃了会变傻子的。啊，兽食的果子都有毒吗？软软懵逼了一下，倒不是有毒，吃草的兽人往往被捕杀，都不太聪明，所以燕咬了咬嘴唇，小心翼翼的样子倒是有些呆萌。噗，你这就不懂了，吃了果子可不会变傻，果子好吃着呢，等以后摘给你尝试一下你就知道了。软软将鹿肉塞进嘴里，手上开始折桑枝，不管现在能不能用得上，先每样收集回去一些再说。白毅上前给软软帮忙，见燕依旧一脸茫然，便是递给燕一个灿灿的笑。此主说的肯定没错的。虽然不知道软软要这树枝干嘛，但他的新词主可是什么都懂，拥有一般雌性没有的智慧，跟着他准没错的。昂，燕姬谢似的点了点头，也不想和白毅搭话。此主讨厌他们两个拌嘴，他不想惹软软讨厌。白毅站在软软身后，有条不紊的折着高出的桑枝，身子有意无意的贴着软软的后背。燕则撑着兽皮袋子在两人旁边荡收集器。软软不经意间看到了白毅的手，他简直想不通，一只男兽人的手怎么会精致成那样，白皙不说，就连指节都是粉红的，看得人心里涩涩的。咕噜，软软将口中的鹿肉咽下，咂巴咂巴嘴，这肉香是香，但是没有滋味，吃多了感觉还有点腻腻的，要是有调料就好了。只是兽市可没有什么味精咸盐13香。对了，白毅，你知道哪里有海吗？软软抬头问道。海水蒸发一下就可以得到海盐，过滤干净就可以食用，获取起来也容易。作为兽人，他们的身体更加强韧，即使过滤不了那么仔细，也吃不死的。6，好一个吃不死！海离森林极远，若是从地上过去，恐怕要好几个太阳日，而且要经过很多部落的领地。你要去海边吗？白毅手中的动作一停，认真答道。兽氏族群的领地意识都很强，不允许其他族群踏足，就连流浪兽人都是在无主领的游荡，一旦踏入别族领地，轻则被驱逐，重则可是要被追杀的。这样啊，我还想着去海边采集点东西。软软的眼神落寞一下。此主，我会飞，可以从空中带你去。燕赶忙上前一步拍拍胸脯，空中不是任何族群的领地，你想什么时候去我驮着你过去就是了。对呀，白毅，有燕在，从他们领地上飞过去就成了啊。软软的眼睛一下子亮了起来，兴奋地拉过燕的胳膊晃了晃。燕咧嘴一笑，瞬间高兴起来，他总觉得帮不上软软什么忙，这下终于有他能帮得上的了。哦，也是。白毅垂眸应了一声，哼，那恶雌还真是会挑雄性的，在新雌主这里也都有用处。软软对此观点表示赞同。那等哪天天气稍微暖和一点，我们就去海边一趟。好。呜，猛然一声长长的狼嚎惊起。第30章有仇，血仇。白毅和燕的表情同时一变，不约而同的对视一眼。燕恍然变作风鹏原形，展开巨大的翼展，利爪将软软和白毅抓了起来，飞到了树顶落下。三人悄咪咪的藏在了密密层层的枝杈里面。有狼来了吗？软软紧张的吞了口水。别怕，白毅低声安慰着，将软软紧紧抱在怀里，9条尾巴将他牢牢护住。燕凌厉的目光一动不动地紧盯着不远处的灌木，很快，一头硕大的黑狼便从里面钻了出来，接着是第2只、第3只，最后足足有10几头。软软紧张的小手抓住了白毅的手腕，幸好他们躲得快，而且这些桑树又高又浓密，即使没有叶子，不抬头仔细看也很难发现他们在高处。那为首的大黑狼在桑树底下转了几圈，又在地上仔细嗅了嗅，却并没有发现什么，便是甩了甩下垂的尾巴，继续向前走去。狼群也跟着他的步子有条不紊。刚才他明明听见这边有动静的，本以为有猎物来着。当看清那黑狼的真面目的一瞬，白毅的身子陡然一紧。
那惑人的狐眸间少得露出了一股肃杀之气。软软甚至能听到白毅愈来愈急促的压抑呼吸声。察觉到白毅的不对劲，软软顺着白毅的目光看去，有些不解的反手握住了白毅，低声道：“怎么了，白毅？那是狼王吗？”“不，他叫黑巴，是狼族负责捕猎的一只4阶雄兽。”白毅牙齿咬得发紧，眼底血色难减。“你和他有仇吗？”软软试探着问道。一旁的燕看着白毅这咬牙切齿的模样，也有些奇怪。白毅一直以来对狼族都特别讨厌，今天才知道他竟然还认识狼族的兽。有仇，血仇。白毅深吸一口气，指尖的虎爪浮现，已经嵌入了扶着的树干。软软怔住，血仇这2个字听起来不太妙啊。只是白毅没再说下去，他不说，软软也不敢问。白毅努力压制着想冲上去和那家伙拼命的念头。他现在灵力不足，对方人太多，没有胜算，而且软软在，他不能冒险。直到狼兽们彻底走远，白毅的身子才放松下来。燕扶住软软的腰，将他带离树冠，3人落地的一瞬，白毅转头一拳砸在了桑树上，那力道竟然将泥柱般粗细的桑树直接击裂。燕下的一把将软软给抱在了怀里，生怕白毅突然抽风打到软软似的。白毅，你没事吧？软软哆哆嗦嗦的侧头问着，脚下却往燕身上靠了靠。他还是第一次看白毅这样失态，怪吓人的。没事的，词主。听到软软的声音，白毅摇头吸了吸眸子，转而过来一把将软软拉过去，拢在了怀里。那霸道的样子根本没把燕放在眼里。燕怀里一空，眼看着自己还没爆热乎的小人被抢走，却强忍着没有发作。不能和那野狐狸一般见识，此主不喜欢我们吵闹，忍住燕，白毅早晚有不在的时候。呼，嗅闻到软软身上的气息，白毅仿佛得到了什么救赎似的，狠狠泄了一口气。意识到对方有所放松，软软注意到白毅刚才因为用力过猛被击得淤青的指节，便是轻轻推开白毅，抬头认真道：“你要是有什么不能解决的事，随时可以告诉我。”此主。白毅嗫嚅了一下，终究没有将心里憋着的事情说出来。那段记忆太痛了，他难以启齿出来。没关系，你现在不想说也没关系，只是别通过伤害自己的方式发现，我会心疼的。软软捡起白毅的手揉了揉，那动作治愈无比。这么好看的手，要是弄伤了也太可惜了。白毅瞬间只觉得心都酥了，他怎么可以这样好？便是埋头使劲蹭了蹭软软的脸蛋，亲昵着：“宿主你太会了，这狐狸又被你钓成翘嘴了。没办法，姐的魅力摆在这里，心疼她。”听着软软的话，燕酸的都要反酸水。下一秒直接虚弱的嘤咛一声啊！软软猫耳朵一竖，转头一看，只见燕虚弱的靠在树干上，眼眶红红的，可怜的不行，感觉下一秒就要晕倒了似的。燕你怎么了？软软赶忙松开白毅，冲到了燕跟前。我肩膀的伤口好痛，刚才用翅膀的时候好像又扯坏了。燕说着，脸色都白了白。啊，你快蹲下我看看。软软皱起眉头，满脸担心。燕应了一声，蹲下的时候顺势将头靠在了软软身上，还不忘对着白毅送去一个挑衅的目光，变脸速度堪比奥斯卡影帝。装可怜谁不会？白毅一双拳头握得咯吱作响，犬齿都露了出来。好啊，这死鸟也学会示弱抢此主关注了是吧？软软伸手摸了摸燕的伤口，好好的，都快脱痂了。又是这2个家伙在暗地里争风吃醋。看着2人剑拔弩张的表情，软软直接横在了中间，撅嘴道：“行了，你们2个不让人省心的，天色暗了，再收集点桑枝就回部落吧，天黑了林子里不安全。”是。好。软软抽出骨刀，将刚才白毅击裂的桑树皮给扒了下来，准备一并带回部落。几人再次经过竹林的时候，又顺便弄了几株更加粗壮的竹子拖着。软软准备用竹子桶烧点热水喝。回到部落，天色刚好擦黑，软软远远的就看见了雷森正在部落前来回踱步。雷森，你怎么在这不进洞呢？软软疑惑。此主你们可算回来了，天都快黑了，你们再不回来，我就要去林子巡了。白毅和燕也真是的。雷森一把扯过软软，像个老父亲似的上下检查了软软一番，不由分说领着他就往洞里进。白毅和燕没搭话，只抱着一堆收集回来的东西跟在2人身后。雷森是软软兽夫里年龄最大的，平日里对其他几只雄性都算是照顾，他们自然也尊重他许多。不关他们的事，我路上收集了些东西，耽误了点时间。哎，这是什么？第31章属性探测器。刚一进洞穴，软软就注意到了地面上窝着一团黑不拉几的什么，便是好奇的凑近一看。只见那东西一身灰白色的绒毛，浑身上下圆滚滚肥嘟嘟，头顶招风耳，双眼紧闭，四肢和身材严重不符的小爪子还在一下一下的抽动着，肚皮下面还抱着一条粗粗的肉尾巴。哪来的这么大的大耗子？软软吓得一缩脖子，跳出去老远，一张小脸都扭曲了起来。他最怕老鼠了。雷森连忙伸手扶住软软的肩膀，安慰似的搓了搓。对不起，此主，我不知道你害怕这东西，它是我弄竹子的时候发现的，冬季猎物稀少，这鼠吃了一身肉来过冬，是极好的食物。不过你若是害怕，我把它丢出去就是。什么大耗子？人家是一只雄性竹鼠，但是看上去还没有成年。竹鼠是纯素食主义动物，性格温顺，处理得当，完全可以用来食用的。灵宝解释道。吃素还能吃得这么胖，可见多吃蔬菜不能减肥。不，我可不想吃老鼠，打死都不吃。软软表示拒绝。雷森上前不由分说的就将那大耗子揪着尾巴拎了起来，做事就要出去扔。可也就在这时，那大耗子咂巴咂巴大板牙，周身忽然诡异的亮起来了阵阵光晕，一双绿豆似的眼珠子就那么睁开了。
当看清周围景象的刹那，那大耗子直接尖叫一声，开始拼命挣扎。啊！你们是谁？放开我！放开我！救命啊！会说话！在场的人都懵逼了一下，连还在迷迷糊糊沉睡的石鱼都睁开了眼睛。那竹鼠一拳肚子，张开2颗板牙就要咬雷森，雷森手上顺势一松，那竹鼠便啪叽一声掉在了地上，抱着肥硕的肚子滚了几滚，竟然直接变成了一个胖乎乎的少年。雷森，你怎么连2阶兽都差点抓回来吃了？白毅指着那少年胳膊上的2颗阶级印记，满脸鄙夷。兽氏中2阶兽已经可以化为人形，受到兽氏法则保护，虽然可杀，但却不可以沦为食物被吃掉。使用2阶及以上的兽会被兽氏法则惩罚，直接殒命的。这不可能！我把他带回来的时候，他明明只是一只1阶的普通鼠类而已。雷森一脸无辜，2阶兽身上有明显的灵气傍身，他再怎么粗心大意也不会错认的。软软深觉奇怪，便是收了表情，朝着那竹鼠少年试探似的靠近了一些。不要过来，不要吃我！呜呜！见软软靠近，那竹鼠少年吓得面如土色，连滚带爬的缩到了石床边上，却见一颗黄黄的东西从他鼓鼓囊囊的兽皮衣服里面掉落出来，立刻引起了软软的注意。这是……软软将那东西捡起仔细端详，却见此物像是某种菌类，硬硬的，有股独特的香味。哦，宿主，这是桑黄，一种非常少见的药材，多长在桑树上，有很强的止血功效呢。软软在现代也听说过桑黄，据说这东西的药用价值可是堪比灵芝的。顾不得自己抱装备，竹鼠少年捂着脸，眼泪一把鼻涕一把，太可怕了！一醒来就进了食肉兽人窝里，一只猫不算，还有狮子、狐狸和鸟，那边还有一条大蛇。哈哈，美丽的世界，我要离开你了！呜呜呜！听着那竹鼠少年的心声，软软嘴角一抽，这小子有些奇怪，但是他身上有桑黄这种好东西，得好好挖一挖他的底细才行。想到这里，软软眉头一沉，径直朝着那竹鼠少年靠了过去，语气凶恶道：“说，你什么来头？怎么突然从1阶变成2阶的？还有这东西从哪来的？不说实话的话，就立刻吃了你！啊！我们竹鼠一族需要通过压低阶级，节省灵力过冬的，清醒就会恢复本来的阶级。我只是在睡觉，一醒来就到这里了。你手里的是我的食物，我这还有，你想要的话都给你，只是求求你了，不要吃我！呜呜！”软软了然，怪不得雷森没有发现，原来是这样。那小竹鼠没有成年，还不懂受世险恶，稍微吓唬一下就把自己抱了个干净，直接将藏在兽皮里面的东西全都给倒了出来。反正这些东西又苦又涩不好吃，希望他拿了不要再吃我了。竹鼠少年默默祈祷。软软蹲在地上翻了翻，除了10几块桑黄之外，竟然还有一些新鲜的草药。竹鼠的嗅觉十分灵敏，打洞比你跑路还快，可以发现10几公里外的食物。不过冬季的兽氏也没什么可吃的，他们只能把这些幸存下来的草药当饭吃了。我靠，检测范围比他还大，那简直就是属性探测器啊！要是能和他的植物共享异能联合利用一下，让他去给自己收集草药。打住，宿主你太缺德了，人家还只是个孩子啊！那咋了？我自有办法。你叫什么名字？软软蹲下身子，尽量让自己看起来慈祥一些。多宝，这名字还挺可爱的。你阿爹阿娘呢？冻死了，我也快冻死了，反正都要死，你们要杀我就杀我吧。多宝抬起小胖手，倔强的抹了一把眼泪。软软眉梢一垂，这多宝看起来也就8、9岁的孩童大小，竟然就成锅了。2阶兽在冬季本就难熬，更何况他还是一只没有父母的幼年兽。此主，这2阶的兽吃不得，还哭哭啼啼的吵死个人，把他扔出去算了。白毅不耐烦的抖了抖耳朵。闻言，那竹鼠少年立时闭嘴，眨巴着一双大眼睛，水灵灵的看着软软。好了，没人吃你，刚才就是吓唬你而已。你的这些东西我想要，但是不白拿你的，这些给你。软软随手从石床上扯过一个兽皮袋子，将手伸进去，假装拿东西，便是顺势从灵泉空间里取出来了几个大红薯来。红薯已经基本长成，这样香甜的根茎植物，没有吃素动物能拒绝的了。多宝抬着鼻子闻了闻软软手中的红薯，立刻眼睛泛光，好香啊！第32章，你要点脸型吗？尝尝看。软软将红薯塞进多宝手里，多宝的肚子登时咕噜噜的叫了起来，一个没忍住，张嘴就啃了一口。清脆香甜的红薯汁液在口中爆开，多宝的眼睛都瞪圆了。哇，好好吃啊！入冬以来，他只能吃点树根树皮度日，有时候天气太冷，他都不敢出动，饿得受不了，就吃一口桑黄啥的果腹。长这么大，他简直就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好吃好吃，多宝一口接一口，很快就将巴掌大的红薯吃了个干净，咂咂嘴巴，似乎还有些意犹未尽似的。还想吃？软软看破他的心思，大有意味的勾起嘴角。想吃。多宝实诚的点了点头。那这样，你替我去找这几种东西，只要找到了，就拿到我这里来换吃的，怎么样？软软指着地上的草药和桑黄诱惑道。在兽氏，草药堪比黄金，软软想要多多收集，反正他自己找也费时间精力，有这孩子帮忙正好，这可是一笔面向未来的大投资。好，雌性姐姐你等着，我这就去找。多宝仿佛被打了鸡血，全然没有了刚才的害怕，一下子站起身就冲了出去，丝毫没带犹豫的。得，早年雇佣童工现场，宿主你真有手段，也不可怜一下人家小朋友。软软耸了耸肩，有什么可怜的？兽氏生存就是这样，你不利用别人，别人迟早也会利用你。圣母心泛滥可不是好事，更何况我又不是不给他好处，都是为了活着罢了。
灵宝沉寂了片刻，忽然颤着电音笑了宿主：“你和别人还真是不一样，我喜欢。我知道你喜欢，但你先别喜欢。此主，你给那鼠兽吃的是什么？他怎么一下子那么听话？”燕歪着头，满脸疑惑：“嘻嘻，这是红薯，一会烧几个，你们也尝尝，可好吃了。”软软做事又背着手伸进兽皮袋子里，取出了几颗大红薯，摆在地上。虽然软软极力掩饰，但是兽夫们还是早就发现了不对劲，凭空拿出来东西，和他那时候拿出野鹿的方法一样，但却都心照不宣的没有做声，因为这已经不重要了。雄性们都知道，他们的雌主不仅仅是性格变了，能力更是变了。想要继续跟在软软身边，他们就要接受他的一切变化，更何况雌性强大，他们也会跟着强大。洞穴外面黑了下来，一阵又一阵的冷风从洞口卷了进来。燕赶紧将石板灶搭好，填上柴火，开始生火。雷森在一旁切肉，石鱼昏昏欲睡，灵楚又不知道跑哪去了。白毅则一直跟在软软身侧看能帮什么忙。先前白毅捕回来的鱼已经被吃得干干净净，软软在剩下的鱼骨头里面挑挑拣拣，将那大鱼头骨上的 U 型骨头捡了起来。这块骨头的形状特殊，稍微加工打磨就可以用来做原始鱼钩。软软将那 U 型鱼骨自中间截断，便开始在地上反复打磨。白毅见状，捡起另一块骨头，也学着软软的样子帮忙。简单几下，鱼骨的弧段就被磨得尖锐。软软找出骨针，在鱼骨头部扎了一个孔洞，用来穿鱼线，2个鱼钩便制作完成了。成了，明天拴上竹竿去冰河上试一下。软软拍拍手，开始用骨刀削竹片，准备再编织一个鱼篓来用。却见石鱼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醒了，正滑动舌尾慢悠悠地朝着这边靠了过来。你们在做什么？石鱼的声音有些沙哑，眼眸上还带着一股刚睡醒的朦胧感，看上去有种病弱美人的感觉。我想做个鱼篓抓鱼用，你醒了？软软手上动作没停，自下而上打量了石鱼一遍。鱼篓，你总是说些奇怪的东西。石鱼嘟囔了一声，用蛇尾卷起一根竹子捏了捏。他总觉得看起来再无用破烂的东西，在软软眼中都会变成宝贝。死！光顾着看石鱼，软软的手指却被锋利的竹片划了一下，嫣红的血顿时渗了出来。怎么了，此主？白毅一把扔下手中的竹子就要起身，却见面前的石鱼眉头一紧，抓起软软的手就将那出血的手指含在了嘴里。这突如其来的动作让软软猝不及防地愣在原地，指尖微妙的触感已经盖过了伤口的疼痛，他甚至能体会到石鱼的唇齿在微微颤抖。腥甜的血液充斥口腔，被软软那双透着惊讶的清明瞳孔看着，石鱼的喉结下意识滚动了一下，脑海中一闪而过软软那柔软的唇。石鱼，你……软软张了张嘴，被含住的手指动了动，意识到自己失态，石鱼赶忙松开了软软，背过身去。蛇的唾液可以加快伤口愈合，你小心些就是了。石鱼冷冰冰地说着，尾尖却无意识地紧张扭动起来，那抑制不住狂跳的心脏也让他有些无措。他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他现在甚至脑子里冒出来了一个念头，就是转身把软软用尾巴紧紧缠在怀里，抱他，吻他。我怎么会有这种想法？我大概是病了，是疯了。石鱼摇着头，快速滑动蛇尾，回到了石床上卧下，仿佛刚才什么也没发生似的。什么想法？咋就病了疯了？软软一脸懵逼，却见手指上的伤口竟然真的瞬间就不流血了。刚想用灵拳彻底恢复伤口，又被白毅抓起来了手。我看看伤哪了？已经没事了，一个小口子而已。软软咬了咬嘴唇。白毅侧头叨了石鱼一眼，转而在指尖拧起灵力，将软软手上的伤口直接抹去。哎，你别用灵力了，本来就不多。兽人若是直接用灵力恢复伤痛，那种消耗可是使用异能消耗的数倍，若不是情况紧急，实在划不来的。见软软出声阻止，白毅原本蹙起来的眉头立时舒展开，那双魅惑的狐眸勾起阵阵微波来。是啊，不多，那此主愿不愿意为我恢复一些呢？白毅，你要点脸行吗？第33章现场抓奸。听到白毅那句话，燕将手中的烤肉往石板上一扔，简直忍不了一点。石鱼冷眼斜了斜白毅，眼中悠悠的。雷森切肉的手一停，眼神有些飘忽，不知道此主会先和谁交配呢？白毅并未理会燕的话，而是又朝着软软这边靠了靠，语调勾人道：“此主会为我恢复的，对不对？”这个嘛，哈！软软小脸一红，干干笑了2声，瞬间觉得这手里的竹子可真竹子啊！没有得到准确答复，白毅的眼尾垂了垂，落寞之余却并不沮丧，转而继续帮软软收拾竹子。他不急，新雌主总有一个适应的过程，而且他没有拒绝自己的吻，还主动拉过他的手，这就是愿意亲近他的证明。只要他好好侍奉雌主，率先在他心里占据下位置，雌主的第一次定是他的。软软将粗竹筒分割好，准备出去装点血回来烧水喝。兽氏的河水里不一定干净，但是血水一定比河水好得多。吭哧吭哧，刚迈出洞口，软软便撞见一只撅着屁股在雪地里拱来拱去的大老虎，可不就是灵楚吗？灵楚大口大口地吞吃着地上的血，长鞭式的虎尾都被冻得绷直了，那2颗大灵蛋就那么暴露在了软软眼前。嚯，好 Q 弹的样子，真想 rua 一把。宿主你变态吧你！灵宝看不下去了，嘿嘿，灵楚快别吃了，我一会儿烧点热水你喝，直接吃血太冷了。软软整了整神色，连忙出声阻止。听到声音，灵楚茫然抬头，毛茸茸的脸上沾满了雪花，老虎胡子还一抽一抽的，那模样说不出的呆萌。热水？什么热水？灵楚抖了抖身上的雪花，3步并作2步的跳到了软软身侧蹲坐下去，歪头看他，真像一只乖乖等路的大猫咪。毕竟老虎也是猫科动物，
一样好撸吧。想到这里，再看着林楚那颗圈圈的大脑袋，软软没忍住朝他伸出手去，直接在他的脑门上揉了揉，一会儿你就知道了。哇，好软！林楚鬼使神差的没有躲开，眼睛也一瞬间瞪得老大，似乎是没想到软软的动作一般，浑身僵了一下。在他的印象中，软软伸过来的手永远带着疼痛，甚至说是生不如死，可这一次却是这样的温柔。被林楚直勾勾的盯着，软软有些浑身不自在，便是连忙将手缩了回来，若无其事的在地上装了血回去。可就在转身的刹那，林楚的心声飘了过来，他的手好小，但是好热。软软立时弯起嘴角，转头道：“快回来，外面冷。”哦，林楚失智般的应了一声，跟在了软软身后进洞去。刚才的一幕被跟出来的燕一点不落的看在眼里，燕的拳头瞬间收紧。好一个林楚啊！表面上对着词主恶言相向，背地里在他们看不到的地方主动献媚，真是比狐狸还狡猾。撞上燕英恻恻的目光，软软情不自禁的缩了缩脖子。燕，你站在这里干什么？软软觉得每次和别的兽夫互动的时候都会被燕撞见，也不知道是巧合还是什么，搞得他总有一种被现场抓奸的错觉。哦，没什么，就是看看。燕淡淡的答着，目光扫过林楚有些呆滞的虎脸，抬手接过软软手中的竹筒，在石板前坐下烧水。竹筒的特殊结构，在装水之后虽然会被火烧黑，却并不会被烧着漏水，是最好的天然热水壶。乳白色的热气腾腾而起，软软将热水分了分，人手一杯，吹亮一会轻抿入口，热水甘甜，还带着竹子的清香，一股股暖流在肚子里横冲直撞，寒气顿时消散了不少。啊，真舒服！软软捧着竹筒探了探，一口接一口的喝着。一旁的白翼和燕学着软软的样子，喝的头顶都起了一层细汗。林楚傻乎乎的猛猛的灌了一大口，烫的老虎舌头都吐了出来。哇，好痛好痛！噗，你吹一吹再喝呀！软软哭笑不得。反观雷森就优雅许多，修长的手指托着竹筒底端，一手撑着膝盖靠在石床边上，硬是把水喝成了红酒的感觉。石宇手中端着竹筒，好奇的上下打量，看着里面的水，试探着伸出分叉的舌头，快速在那热水里面舔了一口，甜甜的，热乎乎的。下一秒直接吸溜吸溜，软软将埋在火炭下面的红薯扒拉了出来。红薯的外皮烧得微焦裂开，轻轻一戳，便是露出了黄莹莹的肉，一股香甜的味道在空气中立时溢散开来。什么味道这么香？林楚少见的凑到了人堆里，直接把旁边的燕一屁股给撅了出去。喂，林楚，你干嘛？燕无语至极，没办法只能绕到软软另一侧，却又被白翼挤到了一边。你们，哇塞，太香了！呼呼呼，烫烫烫！软软顾不得其他了，两眼放光，左手倒右手的将红薯掰开，热气混着香气炸开，红薯烤得流油，诱人至极。燕，你先尝。软软率先将红薯递给了燕，燕忙活了半天，又是生火又是烧水的，先吃一口是应该的。谢谢词主。燕的表情顿时多云转晴，接过红薯，丝毫没有犹豫的就咬了一口，全然将之前吃肉的不能吃果子的事情忘在了脑后。好好吃啊！燕的眼睛都亮了，还没等再咬一口，眼前便是窜过来一个红影。林楚毫不留情的将燕手里的红薯连皮带肉给吞了下去。哇，确实好吃哎！哈哈，死林楚，你还我红皮果子，那是词主给我的，我都已经吃下去了，难不成给你吐出来？略略略，你给我站住！软软看着两个在洞里你追我赶的彪形大汉，无奈扶额。好了好了，别闹了，这还有呢。词主给雷森贴心的将红薯外面弄脏的外皮剥干净，递到了软软嘴边。软软连忙咬了一大口，幸福感直接爆表。没有什么比冬天吃一口热乎乎的烤红薯更妙的事情了。快来人啊！救命啊！忽而一阵惊天地泣鬼神的哭叫声将洞里的温馨气氛直接打破。第34章，他愿意赌一把。谁在叫救命？软软和兽夫们人手一个红薯，边吃边走到了洞口张望，仿佛野人吃瓜大队一般。只见部落门口正围着一小簇人，哭叫声一阵盖过一阵的从人群中传了出来。好多血啊，好吓人啊！西西太惨了吧！西西，西西啊，快醒醒啊，我的儿啊！快来人救救他啊！是西西娘的声音。软软脸色登时一变，转头将红薯塞进了燕手中，就朝着人群跑了过去。词主，白翼转手也将红薯塞给燕，朝着软软跟了过去。其他人也不客气，一股脑的将没吃完的红薯扔到了燕怀里往前走。不是你们！燕手忙脚乱的将红薯放在石板上热着，托起来还在石床上睡眼朦胧的石鱼冲出了洞。出事了还睡？石鱼像一根大海带似的被燕拖得飞起。不是，这关他屁事啊！让一让，让一让！软软费力的拨开人群，登时被眼前的一幕吓了一跳。只见地面上躺着一奄奄一息的瘦弱男兽人，那兽人双眼紧闭，浑身是血，肚皮上赫然有一个裸露的碗口大的伤口。恐怖的是，甚至能看到肚肠，惨不忍睹，正有一口气没一口气的喘着。这不是别人，正是西西娘唯一的儿子西西。西西啊！呜！西西娘在一旁抱着西西，哭得肝肠寸断，几乎要被过气去了。软软刚要上前，发生什么事了？一阵熟悉的女声传来，软软止住动作，有意隐匿在了人群中，暂时没有轻举妄动。人群自动散开一道路，米拉被两只雄性扶着慢悠悠的踱步过来。这边闹出的动静太大，他刚睡着就被吵醒了，此时此刻脸上还有一丝被打搅的不耐烦。见到米拉过来，西西娘一个趔趄连滚带爬的冲到了米拉跟前，族长，求您救救西西啊！
族长大人，西西在狩猎野猪的时候，不小心被野猪的獠牙捅到了肚子，流了好多血。和西西搭伙出去捕野猪的几只雄性灵猫上前来说明了情况。因为长久的饥饿，几家雌性的雄性们冒险结伴去捕捉野猪。虽然野猪已经捕回来了，但是冲在前面的西西却成了这样。若不是逼不得已，谁又会拿命去冒险呢？米拉上前几步，垂头看了西西一眼，立刻被其身上浓重的血腥味激得抬手掩住口鼻。伤成这样，已经活不成了。你先把它带回洞里，等到彻底咽气了，就找个地方埋了吧。闻言，西西娘的瞳孔骤然一缩，吓得眼前一黑，往后倒去，差点晕了过去。软软赶忙一个箭步上前扶住了西西娘。西西娘喘了一口气，下意识伸手攥住了软软的手，强撑着身子，用力摇了摇头，面上老泪纵横。不会这样的，族长大人，求求您帮西西请个巫医吧，我把所有吃食都献出来，求求您。够了，巫医不是那么容易请的，而且都这么晚了，到哪里去请巫医？西西只是一只3阶雄性，非要去捕猎什么野猪，也太高看自己了，把自己弄成这样是自找的，不要在这里吵乱，若是扰了祭司大人休息，你们担当不起。米拉冷冷说着，语气毫无怜悯之意，做事就要回去。周围人泄气似的对西西娘投去一个无比同情的目光，可也都毫无办法。对于米拉的话更是无法反驳，毕竟对于低阶雌性他们的族长都看不起，更别提低阶的雄性了。西西这样的3阶雄性死了就死了，无人在意。不对，还有祭司大人，我去找祭司大人，祭司大人一定会有办法的。西西娘哆嗦着嘴唇起身，看向西西的眼中都是对唯一儿子的心疼和不甘。他的雄性们都已经死了，只剩下了这唯一的儿子和他相依为命，若是西西也死了，他也活不成了。站住！祭司大人是你想见就能见的吗？且祭司大人正在洞中修炼，吩咐了谁也不许打扰。你有几条命敢违抗大祭司的命令？米拉呵斥一声，因为软软的事情已经让大祭司不满了，若是因为这点子事打扰大祭司，大祭司恐怕又会觉得他对着族人管教不好，况且一只3阶雄性死了就死了。求求您了，族长，求求您！西西娘一把抱住米拉的腿，卑微的祈求着。这一幕看得软软心头发酸。放开此主！米拉的雄性毫不留情的上前一把将西西娘推开，西西娘瘫倒在地上，眼泪顺着眼角流到了耳廓里，面上都是独属于母亲的绝望。可啊！一声可怖的呻吟传来，西西的整个身子都抽搐了一下，猛然睁开眼睛，一股子血从她的口中涌出。西西！西西娘颤颤巍巍的爬回了西西身边，伸手无助的去堵西西口中喷涌而出的血，却怎么也堵不住。来不及了，灵宝，我想救他，你能帮我吗？经过灵宝检测，这雄性肚子上的伤口需要缝合止血，宿主现存只需要桑黄、仙鹤草，缝合工具桑根线、骨针，但是兽氏没有消毒和麻醉的药物，但是可以用火消毒，宿主可以放手一搏，灵宝提供指导。软软深吸一口气，俯身一把拉过西西娘。西西娘，你听我说，我有办法救西西，但是没有绝对的把握，你愿意让我试试吗？软软虽然相信西西娘的为人，但是救人这种事还是要征求一下当事人同意，否则没救活就成了罪过了。此话一出，西西娘愣了一下，下一秒仿佛抓住了救命稻草般，反手扣住了软软的手臂，一双眼睛通红。好，软软，求求你，你有办法你救救，治死了我不怪你。在场没有一个人能管西西，软软是唯一的希望了。西西娘愿意赌一把，总比看着西西一点一点死了强。好，先帮我把西西抬进我洞里。软软率先朝着山洞跑去，先将需要用的东西从灵泉空间尽数取出来。现在时间就是生命。第35章，你把嘴闭上。白毅垂眸扫了西西一眼，神色凝重。在他看来，西西只是3阶雄性，自身恢复能力本来就一般，再加上被顶穿腹部，肠子都出来了，想在这苦寒冬季活命，简直就是做梦。此主他能行吗？燕不由得担心起来。不知道，跟上去看看再说，万一不成，别让此主吃亏就行了。雷森摇了摇头。米拉望着一窝蜂跟在软软身后的人群，吃了一声。他是不觉得这刚刚晋升3阶的雌性会有什么能力救西西的，不过是白费功夫罢了。回去，本雌主这几天都没休息好，看住祭司大人洞口，别让他们打扰就行了，剩下的容他们闹腾去。米拉闭了闭眼，抬脚踩在一只匍匐在地的雄性背上。是。来帮忙的灵猫兽人们七手八脚的将西西抬进了软软洞里放下，便看到软软在旁边忙活，先将桑树皮热水浸湿，抽取桑根线，再准备桑黄煮水。软软在灵宝的指挥下，有条不紊的将带回来的桑树皮用热水浸湿，指甲勾住上面柔软的纤维，一根一根抽出码放整齐，准备一会儿缝合伤口用，再将仙鹤草碾碎成糊糊备用。自从上次软软当着全族群的面和米拉如花冲突过后，灵猫们对软软就有所改观了。本来以为他只是接受了自己的野兽人雄性，却没想到现如今竟然还会救人了。软软能行吗？不知道啊，西西这种情况，巫医来了都得摇头吧？可不，族长都说西西没救了。你看他手里的那是草药吗？怎么可能？草药那么珍贵，只有巫医才有呢。西西娘并未理会周围的质疑声，连忙挣脱旁边人的搀扶，迎到了软软旁边。软丫头，有啥我能帮忙的吗？不管别人怎么说，他现在除了相信软软，再没有别的办法了。你帮我把这些扔进那边的竹筒里面煮着。软软将从多宝那里弄来的桑黄用骨刀切碎，捧到了西西娘手里。煮？这西西娘有些发愣。放心，这东西是一种草药，止血用的，我会尽全力救治西西，但是能不能救活，得看他的命了。软软拍了拍西西娘的肩膀，找出骨针，开始在火焰上烧疗消毒。兽氏的医疗条件有限，
没有酒精、碘伏一类的消毒水，火焰就是唯一能够杀菌的东西。也幸亏西西命大，只是肚皮被划开，里面的内脏并没有受伤，否则软软也没办法了。止血的，止血的。西西娘听话的点了点头，嘴里无措的一边嘟囔着，一边将桑黄投进了竹筒里。火炭暖着竹筒，里面的水慢慢变黄，很快散发出一股苦涩的药味来。这边的软软已经将进了桑黄水的桑根线穿进了骨针，用温水洗干净手后，准备开始替西西缝合伤口。你们几个过来按住他，无论他怎么挣扎，都别让他动。软软指了指旁边和西西搭伙抓野猪的雄性们，表情和语气都是前所未有的认真。啊，哦，几只雄性被软软的气势唬住，也没管自家雌性同不同意，就连忙上前帮忙。一位宿主排列最佳下针点，宿主可进行缝合。灵宝话音刚落，西西触目惊心的皮肉上便出现了一排比对的红点。看着那恐怖的血肉，软软咬紧了下唇，努力克服了生理恐惧，落下了第一针。啊！西西惨叫一声，整个身子都痉挛了起来。骨针相比于手术针还是太粗了，生缝伤口堪比酷刑。软软只能将灵泉的治愈效果释放了一点，为西西尽可能的减轻疼痛，便也不再磨蹭，快速落针抽线。一旁的西西娘不忍去看，浑浊的眼中早已被泪水浸湿，只能在西西一声接着一声的惨叫中咬紧牙根。就在这时，又是一阵哭叫声从洞外传来。西西，我家西西怎么了？快让我看看！只见一个扶着腰、大着肚子的女兽人满脸惊慌从山洞外冲了进来，脸上都是汗水。她是西西的雌性，名叫阿化。此时此刻，肚子里怀着的正是西西的崽，已经快要生了。阿化，你先别慌，软软再救西西了。一只女兽人连忙搀住阿化的手臂。谁？你说谁？软软怎么可能那么好心救人？软软，你这恶雌！你放开我家西西，她就要当阿父了，你别想害死她！阿化一听是软软，整个人都不好了，冲上去就要拽还在给西西缝合伤口的软软。站住！你想让西西死吗？白蚁抬尾将冲上来的阿化拦在了2米开外。你这野兽人想做什么？我家雄性要是有个什么，我就跟你们拼了！阿化狠狠推了一把白蚁的尾巴，怒目圆睁。软软的为人，整个部落都知道，阿化更是清楚的不得了。在他的印象里，软软不过是一个舔着如花欺负其他兽人的恶雌罢了。你这蠢雌性，真是不识好人心！厌气的握紧了拳头。他家雌主那么努力的在救人，这雌性冲进来就嚷来嚷去捣乱，太可恶了！白蚁强忍着心中怒火，也看在对方大着肚子的份上，没有和他计较，便是沉声道：“你再靠近，别怪我不客气。”你闭嘴！阿化还想再说些什么，却被西西娘直接打断。阿化，你安静些。现在除了软软，没人愿意，也没人能救西西。我也已经当着所有人面说了，救不救的活都不怪软软。你把嘴闭上！被自己婆婆训斥，阿化一下子冷静了许多，只能一手扶着肚子，一手掩面哭泣。她一共就2只雄性，这一胎正是西西的，而且就要出生了。可西西却出事了，她怎么能不担心？软软无暇理会后面的吵扰，她必须全神贯注，不能有一点分心。随着额头上的汗水滑落下颚，软软最后一针完美收尾，用竹片夹起地上烧红的火炭。软软狠下心，直接按在了西西缝合的伤口上。滋了！啊！快把桑黄水拿来，给他灌下去。第36章叫什么？灼烧止血是在恶劣环境中没有办法的办法，虽然看着残忍，但是对于西西是可以救命的。软软将仙鹤草糊糊均匀地涂抹在了缝合表面，最大的程度减少感染可能。见状，围观的兽人们再也不淡定了。那真的是草药，我见过巫医这样用草药。一只女兽人指着软软手中的草药糊糊惊呼道：“天哪，软软竟然懂得用草药！他也太厉害了吧！”西西不流血了。面对周围此起彼伏的惊叹声，白蚁的尾巴都快翘到了天上，燕的嘴角也得意的快飞上天空，和太阳肩并肩了。这下知道他家雌主的厉害了吧？又是几竹筒的桑黄水下肚，西西的呼吸终于均匀了下来。桑黄的止血效果很强，而且有一定的镇痛作用。接下来就看西西的造化了。这就好了吗？西西娘握着西西的手，一旁的阿化抱着西西的脑袋，轻轻唤着西西的名字。2小时危险期，不过我检测过他的生命体征，没啥大事了。灵宝提醒道。软软掰着指头算了算，笃定点头。只要能挺过今晚，他就没事了。好，软丫头，谢谢你，谢谢你。西西娘转过身来，对着软软就使劲磕头，脑袋撞得咚咚响。哎，别，西西娘，我只是尽我所能的帮忙而已。这些草药糊糊你拿去，每天给他伤口上换新的就行。有什么事的话，你可以来叫我。软软赶紧把西西娘扶起来。这么大岁数给他磕头，他还是怕折寿的。好，软丫头，你救了我儿的命，这份恩情我记下，以后一定好好报答你。西西娘抹着眼泪，在众人的搀扶下，带着西西回了洞里。阿化没再说话，可看向软软的眼神却不像从前了。软软叉着腰站在洞口，心里倒是有些轻松。可能西西娘也没想到，她平日里对软软的善意能够救了自己儿子的命。因为如果今天受伤的是别人，软软是断然不会管的。灵宝，你既然功能这么全，还能帮人做手术？软软打趣似的笑道。本灵宝早就说了，我功能多着呢，而且我可是灵泉系统，主打治愈的，这种小小的外科手术还不是手拿把掐。灵宝傲娇的哼哼着。好，我以后再也不骂你没用了。谁说这系统没用的？这系统可太棒了。雌主，擦吧。一阵温柔低沉的男音将软软拉回了现实。只见面前递过来了一方兽皮帕子，
是雷森。软软这才注意到自己都已经被汗洗脸了，便是连忙接过去擦了一把。谢谢啊。谢什么？我是你的雄性，照顾你是应该的。软软侧头看向雷森，他的性格十分随和，每次说话做事都有一种骨子里透出来的温润儒雅，不急不躁。而现在的雷森已经被刚才软软的操作彻底折服，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软软竟然有能够超越巫医的能力。巫医再怎么厉害，也只是提供草药罢了，可他的词主竟然能够治愈那样可怖的伤痛，简直宛若神明一般。看来他一定是兽神派来拯救他们的。词主，雷森伸出手想要触碰一下软软那近在咫尺的小脸。词主，你太厉害了，比你那只知道装枪的族长米拉厉害多了。白翼闪身过来，一把将软软搂在了怀里，几条雪白的大尾巴绕着软软，将他身上的汗水尽数甩去。就是，我觉得你才应该当族长。燕一边掰着白翼的尾巴，一边将软软往怀里拉着。嘘，这话可不敢乱说，隔墙有耳。软软赶紧捂住燕的嘴巴。况且只有4阶雌性才能被兽氏法则认可掌管一方族群，这一点他还是知道的。传闻中兽氏法则由兽神制定，好比天道，将整个兽氏禁锢，任何不合其理、不合其规的东西都会被无情抹杀。软软还想多活几年，被这团热闹包围，雷森格格不入的下意识往后退了一步，将自己刚刚想要靠近的情绪敛住，默默转身坐回了火堆旁，把冷掉的红薯重新热上。他不喜欢像其他人一般热情的接近软软，因为那样他的眼中会有许多人。一夜无事，软软将灵泉空间中修炼的意识拉了出来，吐息凝神。经过一晚上的修炼，软软昨晚在西西身上消耗的1点灵力已经彻底恢复，而且还精进了不少。虽然距离4阶还有108000里，但是已经比普通的3阶兽人要强上数倍，对于木系异能的掌控也越发炉火纯青。从此以后，我就是4阶雌性之下的第一人。软软握了握拳头，明显感觉自己的力气大了许多。灵力的晋升不只会提高阶级，也会强化兽人的体魄，让他们可以抗住大量伤害。软软转头看向石床上还在睡着的几个男人，发现他们距离刚刚他躺着的地方不过几厘米，却硬是没有挨到他身上。因为他们记着那晚抱着软软被他训斥的事情，虽然都很想靠近软软睡，却再也不敢放肆了。可软软身上散发出的灵气，还是让他们舒服的陷入了痴睡中，无法自拔。资主，你醒了。白翼率先睁开了眼睛，脸颊还带着一抹微红，那双淡紫色的眸子朦胧的半眯着。起身的刹那，银白色长发垂条腰间，划过完美的腹肌，落在了软软确定自己没有看错，鼻血差点飙出去。而刚睡醒的白翼明显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没等对方回神，就把软软扯了过去。好看的手直接滑到了软软腰间，另一手顺势拖住软软雪白的大腿，将她擒了起来，抱在怀里。那动作暧昧至极，软软的脸热的都能煎鸡蛋了，根本不敢往下看，推着白翼的胸肌，只想快点逃开，可越慌越乱，竟然一不小心碰了上去。司白翼眉头一皱，齿间咬住了嘴唇，那双抱着软软的手臂猛然收紧。阿软软猝不及防的嘤咛一声，下一秒赶紧捂住嘴巴，他简直不敢相信，这么色的声音是从他的喉咙里发出来的。叫什么？第37章，把其他人踩在脚下。谁叫了？软软嘴硬的别过头，脸上的红却怎么也收不住，只能半推半就着白翼的身子。你放开我，我还要去。不要。白翼双手一环，反而将软软抱得更紧，两人的身子骤然紧贴，峰峦起伏，鼻息之间贪婪的嗅闻着软软身上迷人的性激素味道。白翼只觉得喉咙发干，呼吸急促，眼底的欲色似乎都要溢出来了。他好诱人，他真的快忍不了了。软软明显能感觉到白翼的体温正在快速上升，那愈来愈剧烈的心跳声，甚至隔着一层胸脯都能听到。白翼，你好热啊，你不是发烧了吧？软软真觉得自己正贴在一个烧红的锅炉上面。一抬眼，白翼那裸露的皮肤上不知什么时候爬上了一层粉红，因为她的肤色太白了，那点紫红有些格外扎眼。软软慌了神，她这反应有点不大对劲吧？当然不对劲，这狐狸发情了。哈，白翼闷闷的应了一声，将软软往上抱了抱，下巴轻轻贴在了软软的额头上磨了磨，抬手就捏起来了软软的下颚，往上一抬，四目相对的瞬间，软软差点被白翼那眼中的波光潋滟吸了进去。此主，我可以亲你吗？如此近距离的接近白翼那张惊为天人的脸，软软愣神了，任由两人的呼吸一层一层碰撞。就在那两片薄唇即将落下的时候，啪一声脆响从白翼背后传来，直接打断了两人的暧昧气氛。几乎是瞬间，白翼的脸色由红变白，全齿咬住嘴唇，倒抽冷气。燕的脑袋很合时宜的从白翼肩膀一侧探了过来，语气灿灿道：哦，次主你也醒了，是冷了吗？才钻到白翼怀里的，我这就去生火好不好？软软尴尬的脚趾扣地，赶紧挣脱白翼的怀抱，从白翼腿上跳了下去，却见除了10余，剩下的3人都已经坐了起来，正直勾勾的盯着软软，那眼神说不出的瘆人。白翼一个转身，抬手就掐住了燕的脖子，你打我干嘛？只见白翼的背后一个板板正正的大手硬肿了起来，看着就火辣辣的疼，可见力道着实不小。你背后有蚊子，我替你打死了。燕人畜无害的勾了勾唇，冬天哪来的蚊子？燕，你存心的是吧？白翼气的狐狸尾巴都绷直了，他差一点就亲到软软了，又是燕来坏好事。有蚊子，我看见了，是吧灵楚？雷森皮笑肉不笑的碰了一下灵楚。对，灵楚根本不知道啥事，只是跟着傻乎乎的点头。你们，软软，你看我给你带什么来了？哎呀，昨晚上多亏了你啊。
白毅的火气还没喷到燕身上，一阵吆喝就从洞穴外面传来。只见西西娘拖着一个超级大的兽皮袋子费力的进来，在看到洞内的诡异景象时，慈祥的表情一瞬间僵在了脸上，只觉得自己来的不是时候。几个男人衣衫不整，软软脸上还挂着红晕，这明眼人直接就能心领神会好吧？可你们这是刚刚？西西娘饶有意味的眼神看向软软。不，西西娘你误会了，哎呀，没事，我都是过来人，都懂。只不过大白天的，还是尽量不要交配。幸好是我这老雌性，要万一被别人撞见了不好。这洞口这么大，还是最好晚上来。西西娘一把拉过软软，传授经验似的嘴里唠叨着。此话一出，在场的所有人登时都红了脸。他们虽然也极其想和软软交配，但实际上还没走到那一步呢。骤然被外人这么一说，还真有点害臊。不是我们，你别害羞，雌性和雄性那点子事很正常。以后呀，生几个健康的崽，和我家西西和阿花的崽一起玩多好。软软刚出口的话被强制喂了回去，噎得只觉自己长100张嘴也说不清了，便是认命的叹了口气，转移话题道：西西娘，西西好些了没有？醒过来了没？一提到西西，西西娘眼中顿时噙起来了眼泪。醒了，现在都能吃肉了。软软啊，真是太谢谢你了，保住我这唯一的儿子。要是西西昨天真没了，我也活不成了。护没事就好了，平时就您对我最好，我帮忙是应该的。软软反手握住西西娘有些干瘪粗糙的手，安慰似的拍了拍。好丫头，我实在没有什么别的能报答你，这个是西西他们昨天从野猪洞里掏出来的野猪崽子，一共有这4只，我都拿来给你。西西娘将那大兽皮袋子往前一拖，里面的猪崽吓得拱来拱去尖叫着。软软将袋子口打开一看，里面活生生的4只黑皮小猪，个个有半条手臂那么长，都肥嘟嘟的。这太多了，我不能收，西西受了伤还要补充营养的。软软下意识推脱，这野猪再怎么说也是西西拿命换来的，都给他也太贵重了点。不行，你得收着，你要是不收，我就跪在你洞里求你了。西西那里你不用担心，还有那只顶伤西西的母猪呢，那么大一头够我们分了。再说了，你给西西用的草药是多么珍贵的东西，几只猪崽算什么？西西娘不容拒绝的将兽皮袋子塞到了软软手里。可就这么说定了，软软呀，现在部落里的人都夸你呢，看你变成好丫头，我真高兴。但是你可千万要小心如花和族长，你和他们冲突，他们肯定会想办法找你麻烦。你一定要在祭司大人走之前求得祭司大人庇护。西西娘压低声音嘱咐着。我知道了，西西娘。软软当然知道，米拉和如花肚子里正对她憋着气呢，只是有灵猫祭司在，他们不敢咋呼而已。求人不如求己，她其实也是有野心的。听西西娘的意思，她在族人眼里的印象已经有所改观，那么她就要尽量邀买人心与族人为伍，拉远族人和米拉的关系。接下来她需要快速变强，只要能够突破4阶，凭借异能，她完全有希望取代米拉的位置。与其一直活在别人的掌控下，不如她自己弄个族长当当，把其他人踩在脚下。第38章，一起养起来。你心里记得就好，我先回去照顾西西了。这几天阿化也要产崽了，也是让人担心啊。西西娘一边往外走一边叹气。听到这里，软软也不禁皱起了眉头。灵猫怀灵猫3个月左右便会临产，可即使孕程较短，在这幼崽出生率低下、母体死亡率极高的兽氏也是9死1生的。兽人的寿命较长，一般来说2阶兽人的寿命就可以达到200多年，3阶兽人可达到400多年，以此类推。可因为生育问题，却很少有雌性能够活到西西娘这年岁，所以育龄期的雌性才会那样珍贵，雄性们也才甘愿听命于为他们生儿育女的雌性们。此主，你在想什么？雷森伸手在发呆的软软眼前晃了晃，脸上有些担忧似的。啊，没什么。软软摇了摇头，脑海中却一下子充满了对生育的恐惧。他不愿意拿自己的生命去冒险生孩子，他的初衷也只是想让白毅他们在他强大起来之前保护自己而已，具体留不留下他们还待定，没必要为了讨好他们去生孩子。但是不交配，他的雄性们总有一天会在他眼前慢慢瘫痪死去，看着别人因自己而死，那对他来说何尝不是一种折磨呢？宿主现在已经到达3阶，身体会自动散发灵气，兽夫们通过和宿主肢体接触就可以获得一点灵气，维持生命体征，瘫不了也死不掉的，只是无法恢复5阶实力罢了。而且有本灵宝在，宿主即使产崽也会恢复得非常快，而且一定不会因为生孩子而死的。但是这也取决于你愿不愿意给他们生，灵宝尊重宿主的意见，真的不会死。软软眼前一亮，但是该受的罪还是会受一点的，比如宫缩痛不能完全免疫。不死就行，我还是很惜命的，我现在是不想，感情都还没到那个份上，孩子我只会给真爱的人生，日常就尽量多和他们亲亲抱抱举，高高维持他们的状态，这倒是无伤大雅，就当谈恋爱了。打消了心中最大的顾虑，软软总算是舒了口气。等他到了4阶，有足够的能力自保，只要雄性们想离开，他就一定会放他们自由，让他们去找其他雌性结伴侣。此主，你真的没事吗？雷森看着软软，一会皱眉一会叹气，一会儿又笑的简直慌得不行，赶紧抓着软软的肩膀晃了晃。他真怕软软一个精神错乱又变成以前的样子了。没事，哈哈。软软回神，连忙摆了摆手，却忘了手上还握着猪仔的兽皮袋子。袋子口脱落，几只猪仔忙不迭地从里面冲了出来，转身就往洞口跑路。幸好白毅他们反应快，几下就把他们抓了回去。嚯，好多猪，不过就是小了点，一口一个还差不多。林楚提着一只猪仔的尾巴撇了撇嘴，
软软盯着这几只猪仔，眼珠子一转，这几只小猪太小了点，咱们先不吃，倒不如垒个猪圈，把它们养大了再宰，怎么样？猪圈养起来，这东西要怎么养？燕不解。西西，到时候你就知道了。燕，你和石鱼先在家里看着这几头小猪，我和白翼还有雷森去收陷阱，回来再弄猪圈。将小猪重新装好，软软领着白翼和雷森就出了门。灵泉空间里面红薯都熟了，他昨晚上趁着修炼的时候已经都给挖出来了，剩下的红薯秧子还没来得及处理，这下子正好留着用来喂猪仔，正好等到里面的小麦抽穗成熟，根茎也能用来喂猪，冬天的饲料这不就有了？哎，那我呢？我干啥？灵楚跟到了洞口，突然出声。啊！软软有些意外的转头看向灵楚，平时灵楚里都不理他，还对他凶巴巴的，所以软软从来不敢指使他做什么。他这今天突然上了石床睡觉不说，怎么还突然主动找活干了？那灵楚，你要是愿意的话，就去帮我多砍点竹子，就是地上那个。软软指了指洞里剩下的竹竿。哦，灵楚很干脆的点了点头，手臂背在脑后，吹着口哨就往林子去。软软莫名松了口气，心里估摸着他也是习惯了自己的存在吧。哼哧哼哧，真吵！燕妮，把那猪嘴缝上行不？石鱼翻了个身，眼睛依旧睁不开一点。如今没有软软对石鱼百般折磨，不允许他冬眠，天越冷，他便睡的时间越久，也睡得越沉了。叫什么叫？再叫把你们都烤了！燕抬手打了一下滋哇乱叫的猪仔屁股。为啥词主带着他俩去，反而让我看猪？生气！软软他们放置的陷阱相对来说比较隐蔽，就算套到了兔子一夜之间，应当也不会被其他肉食者发现。拨开灌木，软软发现了第一只被套住的野兔，那野兔体型很大，所以被绳套正中脖子，已经凉透了。那边还有，你们去看看。软软抬手将绳套从那野兔的脖子上割了下来，心里美滋滋的。这有一只，这还有，那边也中了，这有一只活的。雷森的一声将软软和白翼两人都吸引了过去。只见那野兔被套中了后腿，还在死命挣扎，看绳套的样子像是刚刚中招。这兔子肚子好大啊！软软下意识伸手朝着那大兔子的肚子摸了过去，似乎是感觉到了危险，那兔子尖叫一声，回头就朝着软软的手啃了上去。一旁的白翼出手快如闪电，揪住那兔子的耳朵，就把它按在了雪地上，抬手就要结果了它。确实是母兔子，肚子里有崽。灵宝给出肯定答复。住手，白翼，这兔子怀崽了。软软赶紧出声，怀崽了，那得放了。一般来说，我们不吃腹中带崽的猎物的。雷森蹲下身子，虽然他们是兽人，但是也懂得留下母的细水长流。不，他这后腿八成是断了，放了他也得被其他吃肉的盯上，把他带回去和猪崽子一起养起来。第39章，不是他的性格。软软昨天一共布置了10个套子，带住了6只兔子，还意外套住了2只倒霉的野鸡，剩下2个陷阱没有被触发，软软也就没再碰。一次性带住这么多猎物，此主，你当真不是什么？雷森满带欣赏的目光看着软软，手上将猎物们用绳子吊在一起掂了掂，那沉甸甸的重量就是他们生存下去的底气。嘻，其实有很多种不用出大力就能抓到猎物的方法，这边的野兔已经被抓得差不多了，我回去再想想新法子，看能不能抓到点更像样的猎物。软软咧着小嘴，笑得软萌的，那2颗尖尖的小猫牙碜得它更加可爱了些。白翼上前将软软刚才钻灌木弄得有些凌乱的兽皮衣服扯整齐，缓声道：“此主是天上来的，当然懂得多了。”噗！被白翼这么一说，软软顿时有种自己是仙女下凡的错觉。对他们来说，你就是仙女下凡啊，本灵宝的小仙女。哟，小嘴跟抹了蜜似的，难得没损我。软软唏嘘一声，切，那我也可以将小嘴催个毒，那还是算了。回到部落里，还没走到家门口，软软下巴差点掉地上。只见自家洞口的竹子，大的、小的、粗的、细的堆积如山，把洞门都给堵住了，引得部落里面的灵猫们都一脸懵逼的驻足观看。软软家的赤虎雄性好像疯了，一直在往部落里运竹子。要这东西干嘛？又不能吃，吓人。软软扶额，他这是把山上的竹子全弄回来了吗？反观罪魁祸首，灵楚已经累得翻着肚皮躺在竹子堆上呼哧带喘。你们可算回来了，这些竹子够不够？不够我也不去弄了，累死我了。灵楚抬起大爪子捂住脸，一副只想罢工的样子。够了，太够了，都够盖个房子了。软软嘴角抽搐。对了，还有俩人呢。燕、石鱼，你们在洞里吗？软软朝着洞口喊了一声。在呢。话音刚落，便见燕和石鱼水灵灵的从竹子堆后面探出了脑袋，那模样十分滑稽。他们就睡了那么一小会儿，就被堵洞里了，这找谁说理去？雷森有些无语，主动上前将上面的灵楚揪着后脖子肉拖了下来，费了9牛2虎之力，才将堆积如山的竹子分开一条路来。一旁看热闹的几只女兽人看到了软软手上提着的野鸡，一下子瞪大了眼睛。软软，你亲自去捕猎了？怎么？软软转头得到肯定的答复，那几只女兽人一整个人都不好了，赶紧劝说道：软软，雌性是不需要亲自出去捕猎的，不然还要雄性做什么？雌性娇弱，万一捕猎过程中受伤了怎么办？我知道雌性不用出去捕猎，反正我在部落里闲不住，出去逛一逛也挺好的。软软笑答，而且成天宅在家里等着投喂，不是他的性格。万一雄性们都死光了，一时半会找不到新的，他还饿死在炕上不成？我还是觉得太危险了。是啊，你以后别去了。面对软软的话，
雌性们依旧摇头持反对意见。长久的固有思想下来，雌性们已经彻底丧失了捕猎能力，也很排斥捕猎行为，所以才形成了如今没有雄性就不能活的局面。我尽量去捕猎，是为了自己之后能够独自生存下来。万一雄性们不在身边，我不至于饿死罢了。软软摊了摊手，转身进了洞穴。闻言，几只雌性面面相觑，一时之间也有些动摇了。他们还是第一次听到软软这种思想，可细细想来就是这样。如今的他们，要是突然之间没有雄性捕猎供养，都会活不下去的。一旁的白毅将软软的话一字不落地听在了心里，莫名的有些慌张。他说独自生存能力是什么意思？难不成他其实并不想依靠他们吗？还是说他们对他来说只是可有可无的？毕竟他现在展现出的能力完全可以养活他自己了。若真如此，他会抛弃他们吗？司主，这都是我们昨天布置陷阱抓到的猎物吗？燕扒拉了一下那只还活着的母兔子，那母兔子吓得魂魄升天，缩着脖子一动不敢动。对，敌不过他们一口气布置太多，估计把这窝野兔全族都给套住了。陷阱是什么？石鱼揉了揉有些沉重的眼皮，他这几天一直是睡一会醒一会，梦里不知怎么的都是在和软软亲热。冬季本不是蛇类的发情期的，这弄得他都不得安睡。你睡成这样当然不知道，这可是此主的智慧。我跟你说，就是用竹子。燕还在给石鱼做科普，软软已经在山洞旁边的山体上找到了一处适合挖畜牧圈的地方。冬天的冻土虽然普遍坚硬，但是好在这是在半山腰，而且植被丰富，泥土比较柔软富有粘性，不怕垮塌。软软打算在这里挖一个类似于窑洞的来养猎物，这样风吹不着，雨淋不到也暖和。打定主意，软软准备去找点挖土的趁手工具，却在转头的一刹那看到呆立在原地的白毅。白毅的尾巴不同以往的耷拉在地上，胡儿也没有竖起来，一双眸子暗淡无光，就那么盯着雪地发呆。白毅，你怎么了？软软缓步走到白毅跟前，抬手在他眼前晃了晃。白毅的眸色一敛，重新擎起目光看向面前的人儿，却觉得眼底有些模糊。那突如其来的破碎感看得软软有点揪心。你……没等软软再出声，白毅伸手就把软软抱在了怀里，手臂缩紧的同时将头埋在了软软的颈窝深处。软软的手悬在半空，却并没有推开白毅。他能觉察到他的不对劲，但是他的心里没有传出心声，他也不知道他怎么了。良久，白毅贴近软软耳边，用两人才能听到的声音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如果你哪天强大到不需要我，也请你想想我有哪些用处，好吗？第40章，高低给你竖个大拇指。软软被这句话惊了一下，原来他是把自己刚才说的话听进心里去了。答应我，可以吗？白毅侧头，轻轻抿了一下软软的耳垂，那轻柔又撩人的动作让软软浑身过电的哆嗦了一下。白毅非常清楚的知道，软软离开他们不一定会死，但是他们离开雌性就一定活不了。他不敢赌自己能够遇到另一只愿意接受野兽人的雌性，所以软软现在是他唯一的选择。如果真有你说的那一天，我也只会留下真心爱我的人。软软抬手按在白毅胸脯上，那动作透着试探，透着疏离。啊！白毅的眼中泛起一丝迷茫。宿主，兽人是不懂爱的，懂不懂不重要，爱一个人是会自动表露出来的，真爱上了自然就明白了。他们现在对我不过是友情之上，恋人未满的状态。啊！灵宝也有些蒙圈了。你猜白毅他们为什么愿意为我是好了？一是我不同于以前的恶词对他们不好，现在的我已经可以为他们创造价值，胜过于大部分三阶雌性。二是离开了我，他们身为野兽人很难再找到愿意接受他们的雌性，能够得到我的认可，他们就能活命啊。软软是不相信白毅他们会在几天时间内爱上自己的，好感可能会有，但爱还不及，所以他也明白他们现在愿意留在他身边是有原因的。我靠宿主，你这清醒发言，本灵宝有点崇拜你了，要不是我没有手指头，我高低得给你比个赞。不过话说回来，如果他们真的爱上我了，真心待我，我肯定会接受他们，毕竟老娘这辈子要在受试过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自己生活太无聊了。软软无奈叹气，嗨嗨，这边女尊男卑也挺好的，是吧？差不多得了，还有活要干呢。燕丢下食鱼，上前直接将软软从白毅怀里扯走。这样光天化日之下，白毅也对此主搂搂抱抱，真是不要脸。彼时的白毅还在品味着软软说的那个哎，这究竟是什么意思？软软没再多说什么，转而开始寻摸挖土的工具。反观林楚和石鱼已经在竹子堆上睡着了。燕、雷森，你们有没有榔头之类的东西啊？软软围着山体转了转，询问道。什么头？燕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就是挖土的工具，代沟太深没办法，我们洞里是没有，不过我可以去春山家里问一问，就是不知道他愿不愿给我们用。雷森若有所思地说着。春山这个人软软有印象，昨天西西受伤就是他把西西抬进他洞里的，而且帮西西缝伤口的时候他也帮忙来着。春山负责魔之部落里的古刀、古针一类的东西，若说找工具自然是他那里最多了。没事，去问问才知道。软软也不犹豫，直接循着记忆去了春山洞里。此时此刻的春山还在卖力地磨着一根大骨头，他的身边还坐着一个皮肤呈现灰白色、瘦弱的不像话的雌性。那雌性长得和阿化有些相似，也和阿化一样大着肚子，不过看起来要比阿化虚弱得多。她是春山的雌性阿香，是阿化同母异父的妹妹，一只灰色灵猫，和当初的软软一样，也是二阶兽。出人意料的是，她这么多年只收了春山一只雄性做伴侣。见到软软进来，春山先是愣了一下，继而摇晃着起身。软软，直到这时软软才注意到春山的右腿还是瘸的。春山，你这里有没有能够挖土的工具啊？软软环视了一下整个山洞，春山家里比西西娘家里还破烂，
满地堆着的都是森森的白骨头，都被弄成了各种各样的形状。挖土，这个鳄鱼骨头做的可以用。春山倒是没有拒绝，很干脆的从骨头堆里掏出来一条做成凿子形状的骨头工具。这个行，那我……软软刚要伸手去拿，却见春山一下子将那工具藏在了身后。等会儿不能白用，要拿猎物换。阿香就要生崽了，他瘸了一条腿，捕猎本就费劲，只能靠着做骨头工具和部落里的兽人换吃的。春山，你别这样。软软，这鳄鱼骨头你就先拿去用吧。你救了我阿姐家的雄性，就当我替他感谢你一下。阿香扶着腰间男的站起身，说话有些上气不接下气。春山见状，赶紧过去扶住了他。不行，阿香，你太虚弱，再不吃点肉生崽会有危险的。是我没用，不能让你和孩子吃饱。相比于阿花的强势，阿香性格更加温婉。可所谓人善被人欺，除了软软家里，阿香是被如花抢夺猎物最严重的家庭之一。春山的腿就是反抗如花他们抢夺猎物被活生生打断的。现在阿香还怀着孩子，实在是不容易。燕，你去把咱们今天捕到的野兔子拿2只过来给他们。软软转头道：啊，不用不用，2只兔子太贵重了，我不能要的。阿香连忙摇头，一下子用力过猛，身子都有点站不稳了。没事，就当给你肚子里的孩子了。软软温婉一笑，对于和他有同等遭遇的雌性，软软很乐意帮忙，这样族人们才能够彻底对他消除偏见。直到怀里真真抱着2只兔子，春山眼泪差点下来，真是太感谢你了，软软，给我们这么多肉。阿香你快吃。软软，你真的变了好多。阿香轻声说着，他也是亲眼看到软软救人的，那可是以前从来都不会发生的事情。我以前也是为了保护自己不被如花他们欺负，才对你们也那样的。以后我就是新的软软，不会和恶兽站一起了。软软恰到好处的对着阿香表明立场。阿香不住的点头，对软软的话满满的都是信任。只要在一个族人这里树立起来形象，根据蝴蝶效应，很快整个部落里曾经对他有偏见的兽人都会受到影响，对他改观。他在下一盘大棋。哈哈，不要吃我啊！雌性姐姐救命啊！一阵撕心裂肺的哭叫从洞外传来。第41章打成哑巴就好了。是多宝的声音。软软一个箭步出了洞穴，便见阿冷手中紧紧扯着多宝的尾巴，把他按在地上。阿热手里还操着骨刀，做事就要往那多宝脖子上捅。好你个2阶的臭竹鼠，竟然敢进我们灵猫族部落，看我不弄死你！哈哈，不要啊！谁来救救我！多宝吓得都快尿了，却还是下意识的护着怀里收集回来的桑黄和草药。住手！软软连忙过去阻止。在看到软软的一瞬间，多宝一下子涕泪横流。呜呜！雌性姐姐，你可来了！他们2个坏雄性要杀我！呜呜！1阶以上的雄性兽是不可以随便进别人部落的，很容易被当成抢夺雌性的入侵者。且竹鼠也是鼠类，和灵猫向来都是死敌。多宝还是个孩子，不懂这些，所以才会被阿冷阿热逮个正着。好了好了，别怕，阿冷阿热，这竹鼠我认识，不是入侵部落的，你们放开他。软软简单安慰了多宝一下，对着阿冷阿热解释道：你说认识就认识，我们凭什么相信你？怎么着，又想收留流浪兽当雄性了？啧，这回连老鼠崽子都不放过。软软，你还真是一点没变啊！阿冷歪着嘴嘲讽着。软软让如花吃了好几次亏，连他们平时抢来的猎物都被灵猫祭司分了出去，害得他们只能自己出去捕猎。现在如花已经饿了好几天肚子了，阿冷阿热作为如花的雄性，怨气大得不得了。哼，敢和我们作对，软软，我们不会让你好过的。面对阿冷的言语挑衅，燕和雷森已经同时握紧了拳头，只是软软没有发话，他们不会贸然行动。软软眼角的肌肉紧绷了一下，背齿轻咬，想着多宝还在对方刀下，便没有立刻发作。我再说一遍，放开他，我们就不放，怎么着？有本事过来打我啊！阿热得意的晃了晃脑袋，抬脚就在多宝的肚子上恶毒的踢了一下。啊！多宝惨叫一声，口中顿时溢出了血来，怀中的东西也散落一地。多宝只是一只2阶的竹鼠幼崽，阿冷阿热作为4阶兽，随便一下都能置他于死地。幽怀里还藏着宝贝呢，让我看看是什么。阿冷抬手捡起一块桑黄，在鼻子前面闻了闻，直接唾了一口，呸！什么东西，一股子臭味！我的，还给我！这是给雌性姐姐的。多宝一手捂着肚子，一手艰难的去抢阿冷手中的桑黄，还敢上手！恶臭的老鼠！阿热反手就要去打多宝的脸，可也就在这瞬间，一阵冷风冲着阿热的头就扫了过来，软软闪身飞起一脚，狠狠踢在了阿热的下巴上，几颗牙齿夺口而出。阿热眼中满是不可置信，下一秒仰头飞了出去，重重摔在地上。啊！我的牙！阿热疼得捂着脸在地上翻滚嚎叫，一旁的阿冷都傻眼了，刚才发生了什么？这3阶的雌性把4阶的阿热踢飞了。软软这一脚在运用技巧的同时使出了全身的力气，他现在的身体机能已经今非昔比，若非阿热是4阶雄性，身强力壮，可就不止掉几颗牙那么简单了。敢欺负他的属性探测器，踢不死他。软软趁机将地上的多宝抱了起来，递给燕，顺势从空间里掏出一株仙鹤草，你先带他回洞里，把这个给他吃下去。好。燕点头，看向软软的眼神满满的都是崇拜。雌性姐姐。多宝喘息着，小小的嘴巴里面还在流血，明显伤得不轻。你乖，姐姐一会儿就来。软软摸了摸多宝的脑袋。燕带着多宝走了，还不忘把地上散落的桑黄草药尽数捡起来。阿冷阿热2个不识货的东西，哪里知道这些黄色块块的珍贵？你敢打阿热？你信不信我告诉谁？
族里规定了雄性不能攻击雌性，可没说雌性不能打雄性，更没说雄性不能打雄性。软软直接打断阿冷的话，朝着阿冷步步紧逼，那双绝美的粉金色眸子此时此刻却带着一股浓浓的厉色。我给过你们机会，伤害我的人，你就要付出代价。阿冷阿尔的腿肚子有些发抖，他们从未觉得一只雌性会这么有压迫感，简直比他家如花还可怕。笑死，刚才那股子劲呢？真打了你又不高兴。这回换成灵宝嘲讽了。此主，要我帮忙吗？雷森立在软软背后，王者般睥睨的目光落在了那两人身上。不打断气就行。软软薄唇微张，轻飘飘说道。不可以残杀同族，但是可以打残同族。对这种又菜又爱在他面前蹦跶的卡拉米，把他打成哑巴就好了。闻言，阿冷和阿热也害怕了，一转身变作灵猫拔腿就跑。雷森哪里肯给他们机会，化作巨型金狮的同时，一爪子就把两人拍倒在地。阿冷阿热倒在地上死命挣扎，嘴里一声接着一声的哀叫。打死他们，让他们抢我们猎物吃。就是，狠狠的打。旁边目睹全程的灵猫们个个拍手叫好。还在洞里因为没有食物 emo 的如花听到动静，扶着脖子出了洞穴。你们两个废兽，抓到猎物没有就嚎叫，我都快饿死了。抱怨的话还没说完，如花就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只见变作狮形态的雷森正抓着自家两只雄性的猫尾巴，把它们像垃圾似的在地上摔来摔去，而软软就站在旁边看着。快住手！臭狮子，你疯了吗？放开阿冷阿让！如花吓得半死，赶紧跑了过来。雷森斜眼看了如花一眼，非常贴心的把摔得七荤八素的阿冷阿让投掷到了如花眼前。阿冷阿让！如花抬手推了推已经应激吐白沫的两只雄性，一瞬间面如土色。他已经2天没吃到肉了，要是再没有这两只雄性给他抓猎物吃，他肯定要饿死的。你们怎么敢这么对我家雄性？贱猫，我跟你拼了！如花跳了起来，就往软软面前冲。啪！第42章心机蛇。软软对那张迎面冲来的大脸盘子是不会留情的，直接赏了他一个大嘴巴。你打我！如花被打得一个趔趄，眼珠子都快瞪出眼眶了。几天时间在软软这里不停吃瘪，他真要疯了。本来灵猫祭司不在，他还可以仗着米拉的庇护压着软软欺负，可自从上次比试输给软软之后，灵猫祭司不但惩罚了他，还把他和米拉叫到洞里好一顿训斥，以至于现在米拉都让他收敛一点。打你打的不算少了，不用这么惊讶的。软软耸了耸肩，语气中的嘲讽直接拉满了。我要去告状金，又想去谁哪里告状呢？你先想想自己能不能斗得过我。软软微微扬起下巴，美眸半眯着。如花，我不是你以前随便欺负的低贱雌性了，我劝你以后见到我夹着尾巴做人。软软的声音虽然不大，但是每一个字都透着一股说不出的威慑力。如花被唬在原地，大气都不敢喘。没再和如花废话，软软一手拉着雷森脖子上的鬃毛，一手提着鳄鱼骨头扬长而去。如花的胸口剧烈起伏着，盯着软软的背影，恶狠狠的，似乎要剜下一块肉来。贱猫，你给我等着，我一定不会放过你的，我要让你死。多宝的身上有很多擦伤，软软都用草药给他抹上了。得益于他平时把桑黄一类的止血草药当饭吃，被踢的那一下才不至于让他严重内出血。哇，这个红果果热热的更好吃了。多宝坐在石床上，手里捧着烤熟的红薯，吃的满嘴都是，已经忘了疼了。软软嘴里叼着半块鹿肉，手里还在挑挑拣拣着多宝带回来的草药。出乎意外，这次除了桑黄，多宝还带了许多仙鹤草，甚至还有一些野生的八角和小茴香。这是什么东西？软软在草药堆中捡起一串像葡萄似的小果子，那小果子表面挂着一层白霜，红绿相间，十分稀奇。这是盐巴果，又叫盐夫子，是一种咸味果子。它表面的白霜又咸又酸，可以捣碎代替食盐使用。灵宝殷勤答道：“真是想什么来什么。”软软正愁没时间去海边收集海盐，没想到还有这种果子可以替代。多宝，这么多新鲜植物，你都是在哪里弄到的？软软转过身问。哦，这是在靠近海的森林里找到的，那里暖和，还有好多草啊树啊的。多宝扬起小脸，认真答道。离海越近，气候越温暖，也不受寒冬影响，确实很适合植被生长。等你伤好些，带姐姐去行吗？软软拿过一张兽皮帕子给多宝擦了擦嘴，轻声哄道。多宝带回来的东西只是一部分，说不定那里有更多他能用得上的东西。好呀，多宝忙不迭的点头。不行。石床上一直默不作声的石鱼突然睁开了眼睛，吐出2个字，闭塞的瞳孔在火光下竖了起来。靠近海边的那片林子叫蛇林，有很多蛇类，危险，你不能去。正因为温暖，那里最适合怕冷的蛇类生存，只有石鱼这种成为别人雄性的蛇兽会跟着雌性走，其他的蛇还大部分盘踞在那里，捕食因为寒冷逃窜过去的猎物。你不也是蛇吗？而且你这么大块头，那些蛇肯定都怕你，你带着雌性姐姐去不就行了？多宝对着石鱼撅了撅嘴。你话很多。石鱼冷眼看向多宝，猩红的性子危险的攒动着。多宝吓个半死，赶紧闭嘴。蛇最喜欢吃的东西就是老鼠一类，对它们可是有天然的压迫感。其实每次进蛇林采集东西，多宝都是半截身子躲在洞里，冒着生命危险的，要不是为了一口吃的，打死他都不会去。石鱼也太小气了些，怎么说你也在蛇林住过，对那里再熟悉不过。而且你又是森然，没有蛇是你的对手，带此主去一次又怎么了？燕巴拉着火堆出声道。我没有灵力，怎么带他去？石鱼说出这句话的同时，眼神大有意味的看向软软。
软软身上一紧，几乎是秒懂，他的意思不就是想和他交配吗？你得了吧你！虽然没有灵力，都是蛇类中的强者，连蛇毒都能免疫，你在这装什么呢？白毅一把丢了手中的竹筒，翻了石鱼一个大大的白眼。死壮的心机蛇！被戳破小心思，石鱼的尾巴不自在地滑动了一下，看向白毅的表情咬牙切齿。白毅，你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嘿嘿，石鱼，我确实想去蛇林采集些东西，你要是愿意的话，明天。石鱼丢下2个字，故作冷淡的重新将头埋进了蛇尾假寐，耳朵却朝着软软使劲竖着，生怕错过他的一句话。软软的内心雀跃了一下，虽然石鱼看着不苟言笑，整条蛇冷冰冰的，但是关键时刻也是愿意帮忙的。那谢谢你啦，石鱼。真高冷。软努了努嘴，多宝，你在洞里和石鱼一起好好休息，我们出去干点活。啊，不，雌性姐姐，我已经没事了，我还是跟你们一起吧。多宝跳到地上，伸手扯住了软软的兽皮衣服，有些后怕的看向石鱼，要让他跟这条大蛇独处一洞，他眼睛都不敢闭上。那好吧，软软笑得无奈。石鱼鼻息之间哼了一声，自顾自的睡了。来到先前准备挖畜牧圈的山体前，软软操着那鳄鱼头骨做成的大凿子，在上面使劲凿了一下，哗啦，震荡过后，一大块掺杂着血的泥土顺利脱落，还挺顺手的。软软眉头一挑，此主我来吧，你只说怎么弄就好了。燕将软软手中的工具拿了过去，就从这里，大约这么大，往里面挖就行了。软软张开手臂比划着，养猪还要养兔子，软软想弄得大一点，这样等到小崽子长大了也够用。雌性姐姐，你们这是要挖洞吗？多宝含着大拇指好奇问道。对啊，你们这么挖太慢了，我有办法。第43章，你的好日子很快就到头了。你个小不点能有什么办法？燕双手环胸，显然没看得起多宝。雌性姐姐，你等我一会，我马上就回来。多宝蹲下身子变回原形，嗖的一下就窜出了部落，那速度快得让人瞠目结舌。过来看热闹的林楚刚走到这边就觉得胯下一凉，便见一道黑影从自己脚底下飞了出去。什么玩意？好像是只大黑耗子。不多时，多宝回来了，身后却多了5只大小不一的竹鼠，最大的一只竟然有柴犬那么大。雌性姐姐，他们都是我的兄弟，我叫他们来帮忙。这是我大哥大宝，二哥二宝，我是最小的多宝。多宝变回人形，指着地上的几只竹鼠挨个介绍道。艾玛软软眨巴眨巴眼睛，这多宝竟然会摇人，还把他一家子都给摇过来了。好家伙，一窝宝，竹鼠的繁衍能力果然强。多宝在身上翻了翻，将软软给他的红薯掰开，分给了几只竹鼠，清了清嗓子，对着山体比划道：哥哥们看清这块没有，我们要把这里打出一个这么大的洞来。那几只新来的竹鼠看了一眼软软，几口将红薯吃进了肚子里，顷刻间被香的眼睛都开始放光，赶紧使劲点了点头。开挖！多宝一声令下，率先钻进了山体里面，几只新来的大竹鼠紧随其后。在几人懵逼又震惊的表情下，多宝他们已经将山体挖出了2人宽，并且还在持续向里推进，效率堪比挖掘机。竹鼠的打洞能力本就出色，更何况还是兽师的竹鼠。好家伙，一小块红薯就这么卖力的干活，兽师的打工鼠是真的实在。我们也去帮忙，争取今天就让猪仔和兔子住上。软软回神道：好嘞。所谓人多力量大，软软心目中的窑洞畜牧圈很快便挖好了。那洞宽度和深度足足有5-6米，洞壁都被竹鼠们啃得十分光滑，堪称完美。软软很是慷慨的给了来帮忙的竹鼠们一人一个大红薯，吃的那几只竹鼠眼泪都出来了。太好吃了，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妖弟啊，你咋不早点带我们来这干活？大宝抬爪子在多宝屁股上拍了一下。嘿嘿，多宝憨笑，他也是阴差阳错才认识了软软，起初还差点被他的雄性扒皮吃了呢。软软将林楚带回来的竹子分段砍好，在窑洞里面圈上畜牧圈，往里面扔了一大团地瓜秧子，便将那几只快饿过头的猪仔丢了进去。猪仔们一闻到地瓜秧子就哼哧得吃的头都不抬。灵泉空间里面的所有东西都对生长有帮助，吃了地瓜秧子，这些猪仔也会缩短很大一截的成长时间。至于那只母兔子，软软给它包扎了一下断掉的后腿，单独圈了一个大点的地方给它待产，还垫了一个干草窝。兔子很能生，一窝几十只都有可能，养大它们就不用愁断粮了。哎呀，大功告成！软软抻了抻腰，看着布置好的畜牧圈，心里满满的都是成就感。此主，这活物放在这里这么多，很可能会引来那些捕不到猎物的兽人偷吃，需要看着点。雷森低声提醒道。软软表情一收，转过头去，只见不远处已经围了很多看热闹的灵猫兽人，眼神无疑不透着一股艳羡贪婪。长久以来的缺失食物，导致灵猫们经常互相争夺。软软这里突然多了这么多新鲜食物，难免不会引来嫉妒和偷盗，确实需要想个办法。这有啥难的？多宝的美丽雌性，我们给你看着这些猎物，只要有人靠近，我们就去给你们报信，你们放心就是。大宝一把搂过多宝，拍拍胸脯。只不过，能不能每天给我们一小块那个红皮果子吃？我们只要一小块就满足了。什么叫多宝的美丽雌性？你想死吗？叫雌主大人。燕一把提溜起来，大宝狠狠戳了戳他的肚皮。啊，好，雌主大人，雌主大人。大宝吓得把头摇成了拨浪鼓。当然可以，只要你们能好好看着我的猎物，我每天给你们一数一颗大红薯，怎么样？软软竖起来一根手指，诱惑道。他的红薯种子虽然没有了，但是红薯可以种红薯，根本吃不完，几颗红薯就能换5个轮流站岗的哨兵，这可太值了。一数一颗，
好，司主大人，我们保证把你的猎物看得好好的，以后喂他们吃东西的事情，我们也可以帮忙。大宝乐颠颠地呲着大板牙。大宝很清楚地知道，他们几个兄弟都还没成年，就已经没有父母庇护了，又因为灵力阶级低下，每天都过得提心吊胆，在灵猫族这种吃肉的兽人家里，起码能得到一点庇护。那就一言为定。软软抬起一根手指，击掌般的与多宝的小爪子碰了碰。趁着天还没黑，软软在灵宝的帮助下，又给窑洞洞口用竹子做了一个简单的大门，再添一层防护。多宝他们用干草在窑洞里垒了个窝，也算是就此住了下来。此时米拉洞中，啪！你说什么？他真是疯了！收留野兽人当雄性也就算了，现在还收留了一群老鼠在族里。米拉猛拍了一下石床，站起身。是啊，此主，那软软还让他那只叫雷森的雄性打了如花的2只雄性来着，现在阿冷阿热还躺在石床上起不来呢。阿布说着，小心翼翼地将米拉扶着坐下，开始替他捏腿捶背。呵，如花就是个蠢货，现在他也没有食物可以进献给我了，不用管他。倒是这个软软，突然之间像变了个兽似的，连我都敢顶撞。等祭司大人修炼完了出洞，我就让大祭司把他赶出族群，这样他的猎物就都是我的了。米拉说着，眼底闪过一抹浓浓的算计。等着吧，软软，你的好日子很快就到头了。软软将猪仔和兔子这几天吃的地瓜秧子取了出来，又整理了一下明天去蛇林带的东西，骨刀、兽皮袋子，还有足够的食物。司主，明天我跟你们一起去吧。第44章，可爱，很可爱。白毅说着，靠在软软身侧，抬指勾起软软的一缕发丝，在鼻息之间嗅闻了一下。他还是没想明白软软说的爱是什么，但是他会努力做好雄性该做的事情，让此主不讨厌他。还是不用了，蛇灵再怎么说也有些危险，你们都不能免疫蛇毒，去的人多受伤的概率也大。软软将白毅手中的头发抽走，转而宠溺似的摸了摸他的耳朵。白毅的尾巴和耳朵都软软的，软软最喜欢撸了。但是此主说的没错，去的人多也没用，难不成还要我保护你不成？石宇扫了白毅一眼，目光便停在了软软脸上。他还真有胆量，敢去蛇林，一般的雌性听说那里都会吓得尖叫吧。听到石鱼的心声，软软的阴唇不易察觉的弯了弯。他敢和石鱼去，可不只是因为有石鱼保护。他从灵宝的信息库里面查询到，灵泉不但可以治愈伤痛，对毒类物质也有疗愈效果，这当中也包括蛇毒。命只有一条，他永远不会做没有准备的事情。白毅的尾巴耷拉了下去，有些悻悻地坐在了石床边上。他很不想让石鱼和软软单独在一起，那家伙很想和软软交配，万一……好了，别担心了，我们不出3日也就回来了，正好家里有了猪仔和兔子啥的，你们都不在的话，万一别人来偷多宝，他们又打不过。软软挨着白毅坐下，小手在白毅的大腿上摸了摸，他就想不通了，一个男人的腿怎么能这么白这么直，连腿毛都没有。被软软的肌肤接触，白毅感觉到了丝丝缕缕的灵气，顿时全身舒畅了不少。那好吧，我在部落里等你回来，你一定要小心。软软使劲点了点头，抬眼便见雷森还在竹子堆里面忙活。窑洞畜牧圈虽然有门了，但是自家山洞还在漏风。雷森在软软编织竹门的时候特意和他学了，没想到雷森上手非常快，编织的竹门有模有样，连软软都被他的创造天赋惊呆了。哇塞，雷森，你编的竹门比我还好哎！软软蹲在雷森跟前，伸手摸了摸排列整齐的竹片，忍不住夸赞道：谢谢次主，等你回来，我们的竹门也就做好了。雷森朝着软软温柔一笑，他不需要软软太多注目，只要他心中能有他就好，看着软软开心安好，他便开心了。户外面下雪了，此主，野兔子的皮毛我已经送去西西娘洞里了，让他给你再做一身好点的兽皮衣服。燕从洞外进来，拍了拍身上落的雪花，他至今还记得白毅给软软扯衣服不让他看的时候，虽然当时很不高兴，但是软软身上这件兔子皮衣服确实也不太合身，动作一大就会露出那粉白之处，若是被别的雄性看见就糟了。好嘟，谢谢你燕，快过来烤烤火。软软起身，不用谢，还有这个，你平时坐在地上冷，这个垫子里面塞了野鸡毛，软软的也保暖，你可以坐在上面烤火。燕将怀里的垫子递了过去，看向软软的眼神亮晶晶的。哇，燕，你太细心了吧！软软接过那软毛垫子，爱不释手，转身一把抱住了燕，雀跃了一下。燕心思细腻，总是能处处留心，找个垫子做这种事连软软都没注意到呢。软软突如其来的拥抱惹得燕一阵心脏狂跳，手上下意识地环住了软软那纤细的腰肢。此主的腰好软，啧，女人的腰夺命的刀灵宝啧舌。夜渐渐安静下来，软软踮着脚来到了山洞口，见到外面的鹅毛大雪飘然而下，美则美矣，却不知又会有多少生命被这美丽场景夺走生命。那我们就先走了，你们在家里等我们回来哦。雌性姐姐，你出去要小心呀。竹鼠们站成一排，对着软软招手手。燕和白毅依旧是满脸担心，雷森虽然不说，却也是面色凝重，只有灵楚没心没肺的还在洞里睡觉。知道了。拜别了看家的雄性们，软软将吃的喝的都装进了灵泉空间保存，身上象征性的挎着一个兽皮袋子，便和石鱼出了部落。昨天刚下了一场雪，森林也愈发难走，石鱼有尾巴傍身，无论什么地方都如履平地。软软索性变成了灵猫形态，沿着石鱼蛇尾划过的路走，身后留下了一串梅花似的小猫爪印。石鱼虽然走在前面头也不回，却控制不住的用尾巴左右扫着雪，见软软那样小一只，生怕它一不小心被雪埋了。石鱼，你之前一直瞌睡，今天这么冷，我还以为你起不来了呢。软软跳到石鱼尾巴边上，仰头说着。
石鱼只是简单应了一声，并不搭话，却在看到那雪白可爱的小猫咪时，眼底一荡，好可爱。软软鼓了鼓胡子，切原来是在装高冷。石鱼啊，我可爱吗？软软揪住石鱼的心声，高高竖着猫尾巴，有意问道。石鱼被蒙了一脸，闭塞的瞳孔肉眼可见的收缩一下，却装作不在意似的背着手仰头，专心走路，别问这些无聊的事情。余光却控制不住的看他，可爱，很可爱。七，死装蛇。对了，石鱼，我一直有个问题，你也是五阶兽人，应该有异能的，我怎么从来没见你用过啊？软软换了个话题，没灵力，你不给。石鱼回答的简短而直接。软软有些尴尬的盯着石鱼左右摆动的屁股看，思绪却忽然飘在了别处。话说回来，他每天晚上都将意识送入灵泉空间修炼，虽然灵力一直得到醇厚，却还是连4阶的门槛都没摸到。兽人的阶级就像承载灵力的容器，阶级越高，容器越大，能够储存的灵力就越多。而没晋升4阶，软软就没有充足灵力大幅度驱动异能，总是束手束脚的。宿主不要急，3阶和4阶是兽人之间巨大的分水岭，更何况你还是有异能的兽人，修炼更加困难一些。灵宝安慰道。这样啊，哎呀，第45章，偏偏让他遇见。光顾着神游，软软走路都斜了，直接一脑袋扎进了旁边的雪堆里面，吃了一嘴的雪。呸呸呸！软软抬着猫爪抓了抓脸，冻得胡子都抽了一下。石鱼动了动唇，狭长冷淡的眼底浮上一层无语来，伸手揪着软软的后脖子，把它拎了起来。不知道是不是猫咪的天性，被揪住后，脖子的软软加尾巴缩腿，脑袋空空，一动也动不了了。石鱼抓着软软上下甩了甩，将它身上的雪花抖干净，对着它端详了一阵子。桃花颜色的鼻子，桃花颜色的爪子，连瞳孔都带桃花色，感觉香香的。软软有些局促地抱住了尾巴，桃花色好会形容。粉嘟嘟的宿主把蛇缠到了呢。石鱼出乎意料的没把软软扔地上，而是顺势将它放在了自己肩膀上扛着。你走得太慢了，这样什么时候才能到蛇林？石鱼撩起眼皮，斜了肩膀上的小猫一眼，紧绷的手臂却有意无意的暗中护着软软，生怕它掉下来。软软没有反驳，下意识低头看去，却发现石鱼虽然没有腿，但是蛇尾撑起来的高度已经足足有2米左右了。一阵小小的眩晕袭来，软软赶紧伸出小爪子，一爪捧着石鱼青绿色的长发，一爪抱住石鱼的脖子，有点恐高，俺不重嘞。感觉到毛茸茸热乎乎的小东西贴紧了自己，石鱼有意加快了游走的动作。软软重心不太稳，只能将石鱼抱得更紧，连小脑袋都贴在石鱼那柔和冰洁的侧脸上。作为冷血的蛇，石鱼鲜少感觉到温暖，可和软软这样紧紧贴在一起，他心里竟然有一股子暖流，似乎觉得这寒冬都没有那么冷了。你就那么放心的把看守猎物的事交给那几只竹鼠，若是他们有什么其他心思怎么办？石鱼豁主动出声道。这一点你放心好了，我走之前已经告诉雷森他们格外留意多保他们。软软当然也知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句话，所以除了石鱼，其他人一个也没带，还特意嘱咐了看家的兽夫们。好在多宝他们是吃素的，而且实力阶级很低，只有2阶，没啥攻击性，不然他也真不放心让他们接近猪仔和兔子。石鱼眉峰一抬，他竟想得这样周到。软软叹气，能不周到吗？在这波诡云谲的兽世，一步踏错就有可能万劫不复，他好不容易弄到的吃的，可得好好护着才行。石鱼没有再搭话，看向软软的眼神却如同冰川消逝般揉了揉。前往蛇林需要穿过森林里面的很多部落，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石鱼一直很小心，都是尽量绕开。此行软软也得知，兽世分为5大部分：星月森林、绝境荒漠、迷雾沼泽、幻境之海以及极寒雪山。而软软所在的灵猫族就在最为富饶的星月森林，但是也只栖息在森林资源最为匮乏的外围而已。星月森林里面的族群最多有猿猴族、狼族、狐族、熊族等，那些靠近资源丰富地带的都是实力强大、部落兴旺的族群。其中狼族和猿猴族兽人数量最庞大，最不好惹。狼族经常入侵别人部落抢夺猎物，而猿猴族最喜欢偷别人部落的雌性，好在灵猫族穷的叮当响，也离得远，才一直幸免于难。石鱼，你知道森林里目前最强大的族群是哪个吗？软软趴在石鱼肩膀上，尾巴百无聊赖的荡呀荡。森林中实力最强者是岩虎族，但是他们的族群生育能力十分低下，至今只有10几只，也都生活在森林最中心的地方，很少能遇见。石鱼解释道。作为没有固定族群的蛇兽，石鱼独自在大陆生存的时间比较长，所以对这些族群很是了解。10几只，连灵猫族都有几十只兽了，这岩虎族那方面是有多不行啊？灵楚不就是岩虎族的？真妙啊，很少能遇见，却偏偏让他遇见了一只。在软软的记忆中，灵楚是他收的最后一个兽夫。兽人平均100岁才成年，生长极其缓慢，当时的灵楚也不过100出头的大小。原主遇到他时，他浑身血淋淋的都快死了，稀里糊涂的就被原主踏印给带回了部落，就那么过上了暗无天日的日子。倒霉孩子真可怜，灵宝叹道。软软和石鱼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又不知道走了多久，天色都已经擦黑了。我们，呼呼，石鱼刚要出声，却发现肩膀上的软软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了，正软塌塌的垂在他的肩膀上，摇摇欲坠。眼底的冷淡化开，石鱼伸手轻轻将软软拢过来，抱进了怀里，那动作柔的仿佛在呵护什么不得了的珍宝。软软的意识正在灵泉空间修炼，感觉到身体被一双冰凉的臂弯包围，
鼻息之间是熟悉的清冷气息，便知道是石鱼，有意没动。石鱼抱着软软就近找到了一处树洞，钻了进去，用坚实的后背堵住洞口的冷风，盘起来尾巴将软软护在怀里。夜晚的森林格外危险，他现在的实力没有办法护软软绝对周全，距离蛇林已经不算远了，天亮了再赶路也不迟。软软在石鱼怀里伸了个懒腰，顺势抱住了石鱼的尾巴继续睡。他知道万一这时候他醒过来，石鱼那条死装蛇一定把他从身上丢下去，装作不在意他，那他就装到底算了。也正如软软的猜测，看着怀中的小猫不再挪动，石鱼紧绷的身子才放松下来，忍不住用微凉的手指触了触软软那软乎乎的猫耳朵。真希望他能一直这样乖乖的可爱。其实石鱼很想靠近软软，但他总怕软软会变回之前那样，所以不敢过分亲近。软软的胡须不易察觉的翘了翘，对于这种外冷内热的男人，需要给他足够的安全感和耐心才行。想到这里，软软抽动了一下身子，佯装说梦话：我的雄性你们真好，我以后一定要跟你们好好的。第46章仙女实锤。听清这句，石鱼深邃的眼眸霎时间染上一层惊异。他竟然在梦里的时候都想和我们好好的。自从软软那次对他们坦白真实身份之后，石鱼看似不在意，其实一直都在暗中观察他。和软软在冰河边上接吻，石鱼从他的身体反应敏锐地察觉到，他确实不再像从前了。可他现在唯一担心的就是，万一自己接受了新的软软，他又变回去了，该怎么办？那样的话，他真的会发疯的。石鱼低垂着头，指腹轻轻抚上软软那颗小脑袋，顺了顺，瀑布般的青丝倾泻而下，月色映照下的眼底已经染上了一层绯红。求你，千万不要变回去，千万不要！软软心中顿时明了了，原来他一直担心自己会变回去啊。仔细想想也是，好不容易忘却之前的痛苦和他过日子，他一转眼又变回恶词，对他非打即骂，是个人都得崩溃吧？不用想，宿主你便不回去滴，原主已经凉透了，头七都过了。灵宝补刀6，反正软软不急，只要石鱼在一天，总会知道他不会变回去的。解释再多，不如他眼见为实。一夜过去，被石鱼冷冰冰的怀抱抱着，软软却一点没觉得动。直到从树洞里面钻出来，他才发现石鱼用后背给他堵了一晚上的寒风，心里顿时有些热热的。还没等软软感动一下，石鱼那依旧不咸不淡的声音从身后飘了过来：吃点东西，赶紧走，蛇林已经不远了。软软看他，此时的石鱼有些慵懒的靠在树干上，明明长了一双多情的眸子，可看人的时候偏偏刺人又凉薄，这家伙真是条怪蛇。不懂了吧？这就叫反差萌。不是灵宝，你真的只是个系统吗？我怎么觉得你比我还像人？切，我这叫智能。 OK。 软软没和灵宝再废话，从灵泉空间取出了些鹿肉，抹上磨碎的盐巴果和石鱼分着吃。有灵泉空间保存，鹿肉还是热乎的，配着调料吃果然滋味香多了。石鱼捏着鹿肉，清俊的侧脸在阳光的勾勒下令人心里泛起涟漪，也届时问出了所有兽夫都在奇怪的问题：你这东西都是从哪里拿出来的？软软吃肉的动作停了一下，眼睛转了转，用满不在乎的语气道：这世界上可不只有元素异能，还有空间异能，我除了木系异能，还有能够储存东西的空间异能。好家伙，宿主，你这睁着眼睛说瞎话，张口就来，出门在外身份都是自己给的，太牛了！灵宝佩服得五体投地。面对软软颇有说服力的解释，石鱼迟凝了好一会儿，显然被触到了知识盲区。虽然没有听说过什么空间异能，可雌性拥有异能本就足以震惊兽世，他竟然还能同时拥有2个，震惊了吧，老铁！好了，我们边吃边赶路吧。软软又塞了一颗红薯在石鱼手里，还对他抛了个媚眼。石鱼愣愣的眼神重新聚焦，很快走在了软软前面，继续替他开路。或许他真像白衣说的，是天上来的。仙女实锤。越往前走，软软发现周围已经没有什么雪存在了，温度上升的同时，地上也能见到大片绿色。一阵咸腥的风吹过，软软似乎闻到了海的味道。马上就到蛇林了，周围会有危险，你便回原形到我肩上来。石鱼停下动作，朝着软软勾了下手指。哦好。软软十分听话的变回灵猫，踩着石鱼的手臂，借力重新跳到了他的肩上。虽然灵泉可以治愈毒素，但是被蛇咬一口还是很疼的。石鱼向前的动作明显缓了下来，一双树瞳警惕周围的同时，吐出了猩红的信子，在空气中一下一下探着。好长的舌头！软软的尾巴毛炸了一下。蛇的性子灵敏度极高，像雷达一样，可以捕捉空气中细微的气味和震动，比你猫鼻子还好使。正如灵宝所说，周围哪怕是一只小飞虫经过，都会被石鱼注意到，简直逆天。一猫一蛇穿过茂密灌木，一片盎然的绿色映入眼帘。只见大片盘根错球的植物肆意扎根，或是爬在树上，或是铺满地面，银草满园，花香四溢，仿佛世外桃源一般。可这看似曼妙的林子境的可怕，藏在周围的危险无处不在。软软一眼就发现了一条3角头的小毒蛇，正藏在树叶子中间，死死盯着他们。石鱼粗壮的蛇尾在地上拍打几下，眸间掠过危险的暗光，仅仅扫了那小蛇一眼，便吓得他仓皇逃遁。软软这才从石鱼身上跳了下来，落地的同时，手心触碰地上的植被，利用植物感知能力朝着周围1公里探索，很快发现了许多能用得上的东西。我们先去这边。软软指了指方向，准备先去采集草药一类，最后再去收集盐巴果，便是十分识趣的再次跳到了石鱼肩膀上。哦，好多仙鹤草，这里还有这么多板蓝根和金银花。软软这下子可算是进了草药天堂了，开始疯狂收集各种各样的草药，全都一股脑的塞进了灵泉空间，还意外的挖到了好几颗大人参。石鱼则是寸步不离的守在软软周围，注意着附近的风吹草动，
那些试探着靠近的蛇类在察觉到石鱼气息的瞬间都遁逃得无影无踪。毕竟没有蛇会傻到和蛇类霸主森然硬碰硬。软软忙活的出了一身汗，却完全顾不得擦。那些留下根的草药就移栽在灵泉空间，没有根的就摘叶子放进随身的兽皮袋子里面。有了植物感知能力，软软找起东西来事半功倍。他的动作的快点，不能太贪心，争取天黑之前离开这里。蛇最喜欢晚上出没了。呼，差不多了，再去弄些盐巴果，就可以打道回府了。软软将能发现的草药种类尽可能都收集了一些，以备不时之需。石鱼都惊呆了，不敢相信软软竟然认识这么多草药。嗅嗅嗅，咦，什么味道？第47章，好热，好热。软软正踩着盐巴果，鼻息之间却闻到一股说不上来的清凉味道。低头看去，只见一片翠绿的草植正随着一阵微风轻轻摇曳，那叶片上浓烈的味道被带到面前，软软只觉得被一双无形的大手抓住，迫使他朝着那草植不停靠近。这东西的味道好上头啊！软软无意识地嘟囔了一句，嘴里开始分泌口水。这是金芥，不过它还有一个更广为人知的名字——猫薄荷。灵宝话音刚落，软软就控制不住地朝着那猫薄荷猛吸了一口，顿时两眼一翻，只觉得脑仁似乎被抽走了，浑身也仿佛被抽了骨头般，就那么软倒在了那草植旁边。石鱼本来还在警惕着周围，一转眼就见到刚才还好好站着的软软已经倒在了草地里面，吓得他一个弹射就冲了过来，伸手就把软软从地上捞了起来。你怎么了？好舒服啊，哈哈。可软软好像看不见石鱼似的，直接变回了灵猫形态，像只灵巧的鱼儿般挣脱了他的怀抱，再次一头扎进了猫薄荷里面，对着那叶片又舔又蹭的。任凭石鱼怎么拦着，软软依旧撅着屁股在草丛里失智般的钻来钻去，最后索性肚皮一翻，躺在猫薄荷里面，四肢抽搐，不知所以，场面一度失控。宿主你清醒一点啊！这下糟了，灵宝也慌了神。寻常的猫薄荷已经足以让猫猫们沦陷，更何况是兽食这种效果更浓郁的新鲜猫薄荷了，就算是已经能够化成人形的猫兽人也根本抵挡不了。如果再不加以制止，软软很有可能因为过度兴奋而导致心脏骤停。在检查了软软身上没有什么外伤之后，石鱼也意识到是那堆草的问题，便是一把将地上的软软拎了起来，远离那堆猫薄荷。软软，清醒点，你到底怎么了？石鱼使劲揉搓着软软的猫头，还捏了捏他的爪垫，试图叫醒他。软软脑袋嗡鸣，觉得天旋地转，恍惚间好像听到有人在叫他的名字。费力睁眼，软软眼前水波粼粼，只见到一个模糊的人影在自己面前晃动，那人影时而清晰，时而模糊，但他还是看到了那完美的下颚和泛红的唇。在做梦吗？好热，好热啊！软软口中呢喃着，变回了人形，手上却直接扯开了兽皮衣服。过量的猫薄荷有了副作用，它太热了，热得好像掉进了烤炉一般。被眼前的粉白冲击视线，石鱼下意识别过头去，一边手忙脚乱的想替软软合上衣服，一边焦急地问着：你刚才说什么？可就在石鱼手只捻起软软腰间草绳的时候，却被对方的一双藕臂搂住了脖子，猛然拉了过去。和软软那娇俏的面容鼻尖相对的瞬间，石鱼神色一荡，便见软软一张小脸红的似意诱人，双眼紧闭，眼尾还有水渍，粉嫩的唇瓣微张，正在略显粗重的呼吸着，那白皙的脖颈青筋跳起，浑身更是滚烫。热，他热。石鱼这下听清了，可还没等他有什么动作，软软的眉头忽而一拧，搂着石鱼的手臂也恍然收紧，下一秒直接将他拉倒在了自己的胸脯上。两人身子相撞，严丝合缝地贴在了一起，石鱼尾巴上的鳞片瞬间炸起。软软长舒一口气，只觉得自己抱住了一个冰凉的大抱枕，身上的热气立刻溃了溃。石鱼半撑着手臂，很怕压痛了他，可又不舍得从他身上离开。软软的呼吸随着两人中间的绵软起伏着，时不时扫过石鱼耳边。石鱼的额头上不由得起了一层细汗，心跳凌乱，尾巴狠狠拧紧，似乎在控制什么，可身体上的肌肉紧绷，每一寸都在诉说着对面前人的渴望。软软再次不经意的嘤咛一声。石鱼内心像被点燃的红烛般摇曳，紧紧盯着那双唇瓣，喉结用力滚动，品尝过它的香甜，记忆中的滋味让他的身体也燥热了起来。石鱼的视线如同滚烫的指尖，一寸一寸描摹过软软的轮廓，终而落下。他那里竟然也是桃花色的，好想和他。不对，意识到自己的冒犯，石鱼连忙闭上眼睛，他的呼吸凝滞，似是忍了又忍。理智告诉他，没有取得雌性的同意，是不能和雌性强行交配的，更何况现在软软有些神志不清，若他真的在此刻要了他，他清醒过来一定会怪他吧。想到这里，石鱼连忙将软软的手臂从脖子上扯了下来，顺势起身。看来他是被刚才那堆草迷了心窍，感觉到怀中的抱枕消失，热气再次涌上心间，软软一个鲤鱼打挺坐了起来，伸手胡乱的朝前抓了过去，再次扑倒在了石鱼怀里，像只树懒一样手脚并用的挂在石鱼的腰上。哇，好凉快哦！石鱼深吸了一口气，努力让自己保持清醒，手指纷飞，快速帮软软穿好了兽皮衣服，抱着它坐到了一棵树下。他还是第一次见这么厉害的草，竟然能让人瞬间失去理智。不过那东西好像只对软软有用，他刚才有意闻了闻，却并没有被影响。软软咂巴咂巴嘴，在石鱼完美的胸肌上面拱了拱，像个粘人的酣睡婴孩般可人。石鱼抬手轻轻拨开了软软脸上的碎发，眼底荡开了浓浓的蜜意。若是他清醒过来时也能像这般粘着我，该多好。无奈叹了一声后，石鱼指尖凝结凌厉，便见周遭的空气似乎震荡了一下。
点点水珠自四面八方涌了过来，在石鱼面前汇聚成了一个水球。没错，石鱼的异能便是水，它能够操纵周遭水汽为它所用。石鱼操纵水球停留在了软软面前，随手打了个响指，啪！水球应声炸开，直接浇了软软一头一脸。被突如其来的冷水泼到，软软浑身一激灵，睫毛震颤了几下，一脸猛地睁开了眼睛。映入眼帘的是那双熟悉又冰冷的碧绿色蛇眸。我刚才发生什么事了？第48章，下次再也不吸了。软软还在持续懵逼中，可低头一看才发现，自己的脑袋还贴在石鱼胸脯上，一只手摸着对方的8块腹肌，一只手扶着对方曲线完美的腰。这动作简直像个正在骚扰良家妇女的猥琐男。宿主，你可算醒了，你刚才吸多了，猫薄荷上头了，精神错乱，对着人家投怀送抱，把自己衣服都给脱了啊！那我们两个不会。没有，这蛇还算有底线，没对你做什么。啧，你可不知道你刚才那样子抱着人家拱来拱去的。灵宝很贴心的放出来了刚才的事件回放，软软看得面红耳赤，简直羞得不行。他没想到受试的猫薄荷威力能这么大啊！石鱼，我那个……软软尴尬的脚趾扣地，局促的咬着下唇，一时之间都不知道该怎么面对石鱼了。猫薄荷太危险了，下次再也不吸了。呜呜呜！石鱼的眼皮颤了一下，不动声色的将附在软软大腿上的手拿开，清醒了。他的尾音略微上扬，语气少见的有了温度。我刚才是不小心着了那个猫薄荷的道，才对你。软软拧着衣角，猫薄荷，怪不得，看来只对灵猫有作用。阳光散落，石鱼长长的睫毛在脸上投下一片阴影，恰到好处的遮掩住了他眼中还未消退的那抹玉色。没事，清醒了就赶紧起来。哦，软软手脚并用的从石鱼身上下去，却似乎还有点回味似的瞥了一眼石鱼的诱人腹肌。该说不说，手感真的好啊。可刚刚站定，软软只觉得一股暖流顺着大腿流了下来。软软低头一看，是血。宿主别慌，你来例假了。石鱼见状，神经瞬间紧绷，闪身就冲到了软软跟前。你怎么流血了？让我看看哪里受伤了。看着石鱼那惊慌的样子，软软赶紧摆了摆手，不，我没受伤，就是来姨妈了。咦，姨妈？就是每个雌性每过一段时间都有那么几天的。此时的软软其实也有点手足无措，这受试可没有卫生巾啥的，这可咋办？石鱼缓了一下，很快明白了过来，原来是7日红期。受试的女性也会来例假，只不过几个月或者半年才来一次，一次平均7天，期间不可以交配，所以就称为7日红期。似乎是看出来了软软的无措，石鱼直接拉过软软的手，朝着前方走去，很快停留在了一处灌木旁边。在软软疑惑的目光下，石鱼在那灌木丛里面反复收集了些什么，拿到了软软面前。给，只见石鱼手中递过来几张雪白的纤维，软软接过去一看，发现这东西很像是棉花，却比棉花大了很多，反而像一块海绵，触感非常柔软。这是白水棉，吸水性比棉花还好，确实很适合当卫生巾用。软软抬头看向石鱼，在他那冷峻的脸上捕捉到了些许柔和。没想到你还知道这个呀？我见过雌性们来红期都是用这个的，你也可以试试。石鱼垂眸，尾尖有意无意的在地上扫动着。谢了。软软抿了抿唇，将那白水棉扯蓬松，虽然觉得不太卫生，但是没办法，受试的环境就是比较恶劣，有的用总比让他一直流的好。也幸亏兽人的身体抵抗力强，不会得什么病。这里有水吗？软软环顾四周，我带你去。石鱼点头，利用蛇信子捕捉水汽来源，带着软软来到了一处河边。这里的河宽度要比灵猫族附近的冰河大多了，河的源头是雪山化洞，尽头则会流入海，水质十分优质。软软从灵泉空间取出来了几片干净的兔子皮浸湿，轻轻擦拭着大腿上沾染的黏腻血渍，又将另一块大一点的兔子皮掏了几个洞，用草绳系在腿间充当一次性内裤，垫上白水棉也算是能用。却没注意到那丝丝腥甜的血腥味已经顺着空气飘散开去。咱们的东西已经采集的差不多了，现在天色还早，我们可以回去了。软软将手洗干净，翻了翻石鱼身上的兽皮袋子。蛇灵的资源相当丰富，这次他采集到了很多珍稀草药，除了盐巴果之外，他还找到了八角、桂皮、香叶，还有一些野葱。等到灵泉空间里面的白菜长出来，他就炖个白菜牛肉吃，想想都美。其实从这条河过去也可以到灵猫族的。石鱼指着河水道，他当初就是从这里去到了灵猫族附近的领地，才被软软骗回家的。这河这么宽咋过去啊？我带你游过去。作为森然，石鱼的水性极好，过个河轻轻松松。那行吧，反正他也懒得原路返回了。软软叉着腰，沿着河床走了几步，却一脚踏进了柔软的淤泥里面。啊哟！软软一个趔趄，幸好被石鱼伸过来的蛇尾扶了一下，才没一屁股坐上去。真倒霉！软软嘟囔一句，费劲的把脚丫子拔出来一看，黢黑，可带出来的泥土却让软软眼神一亮。这泥有点意思啊！石鱼双手环胸，忍不住靠在了软软身后。这妈儿又发现什么了？软软蹲下身子，伸手在那淤泥里面掏了一把，却发现这河岸旁边淤积的泥土十分粘稠，用力一捏就能塑形。恭喜宿主发现了质量极好的粘土，这粘土可塑性很强，可以用来做陶器，也可以用来糊墙。烧陶步骤在灵宝的知识库里面有，宿主可以学习。灵宝滴了一声，妙啊，我正缺锅碗瓢盆呢。只不过我今天灵泉空间装太多东西了，先弄点回去糊墙，再砌个灶台吧。陶瓷锅子可比石板好用多了，但是烧陶需要大量陶土，也需要技术，
而且还得在户外作业。软软决定等天暖和点再弄，便是简单挖了一些，塞进了灵泉空间。石鱼身形一晃，便做了一条巨大的水森然，率先滑进了河水里面。软软目测，石鱼原型的体长足足有10几米。上来！石鱼低下头。第49章，情敌见面分外眼红。看着石鱼那干净的舌头，软软赶紧将脚涮干净，可将要跨上去的时候，却见石鱼的蛇猛猛然一竖，毫无征兆的直接滑出水面，粗壮有力的尾巴卷住软软，瞬间闪离河边。就在软软双脚离地的后一秒，一颗硕大的黑色蛇头紧跟着从水中窜了出来，那张开的血盆大口差一点就咬到了它。软软甚至能看到它那2颗森森毒牙。石鱼收尾变回人形，顺势将软软紧紧抱在了怀里，凛然的目光死死盯住了刚才袭击他们的大黑蛇。软软惊魂未定的抓着石鱼的胳膊看向前方，只见那大黑蛇扑了个空，随即慢条斯理的从河水中游走了上来，而它的身后还紧跟着一条体型不大的小青蛇。那黑蛇浑身乌黑发亮，体长接近10米，虽然没有石鱼的身子粗壮，可那颗三角形的头明晃晃的告诉旁人，它是一条毒蛇。反观那小青蛇，扭动身子，不慌不忙地爬到了那黑蛇的身上，仰着那三角形的头，居高临下地望着石鱼和软软。宿主面前的是一条剧毒的黑脊蛇，体长8米左右，其毒液富含神经毒素，普通3阶兽人被它咬到，几个小时内就会死亡。它身上的小青蛇是一条竹叶青，同样含有致命剧毒。不过灵泉拥有毒素免疫效果，不用怕它们。那就好。软软抓着石鱼的手松了松，可还是被结结实实的吓了一跳，小心脏咯噔咯噔的。察觉到软软被吓到，石鱼眸色中罕见的漫上些许怒意，声音更是阴质可怖：“黑桑，你好大的胆子，竟然想袭击我的雌性！”扑哧，石鱼，这么久不见，你竟然有雌性了？那唤作黑桑的大蛇吐着猩红的信子嗤笑一声，尾巴轻甩，变成了身着灰色兽皮、面容阴狠的男人。而那小青蛇落入他的怀中，化作了一白皮冷艳的妖娆女子。软软眉头紧了紧，石鱼和这家伙认识。仔细打量面前2人，软软发现那青蛇女子手臂上有3颗印记，和自己的阶级一样，不足为惧。可当看到那黑蛇手臂上的阶级印记时，软软顿时骇然，因为他竟然有5颗阶级印记，和石鱼一样是5阶兽。要知道，无论雌性还是雄性，没有异能是不可能到达5阶的。那么面前的蛇兽就一定会异能，而看样子这家伙不是善茬。石鱼啊石鱼，我们有好多太阳人没见了吧？你真是一点没变，还是那样优质。好看。那青蛇开口了，语调勾人，声声入耳。石鱼没有搭话，可看向那青蛇的眼神却有些异样。青衣，他果然还是收了黑桑当雄性。软软的眼睛不动声色地转了转，原来他叫青衣，听起来有瓜。哟，这就是你的雌性啊，看着真不怎么样呢。还记得当初我让你做我的雄性，你说什么也不愿意，还执意离开蛇灵。怎么现在反而找了这么一只低贱的3阶灵猫当雌性了？啧，真是太可怜了。石鱼，你应该特别后悔吧？青衣上下打量了软软一眼，看着石鱼阴阳怪气道。石鱼放在软软肩上的手臂一紧，他从前确实后悔过，但是再悔也不会看上青衣。至于现在，呵呵，你不也是3阶，骂我低贱你也好不到哪去。软软冷笑一声，原来是惦记过石鱼的女人，张嘴就骂人低贱的也不是什么好东西。这算是情敌见面分外眼红吗？哎呦喂，脾气还不小呢，一只毫无战斗力的雌性灵猫怎么有资格和我们蛇兽比？青衣抬手在鼻息之间扫了扫，看向软软的眼神蔑视无比。因为蛇类不需要族群，就算是柔弱的雌性也可以凭借蛇毒震慑敌人，所以永远看不起他族雌性还需要雄性保护这一点。就是，而且石鱼，你这都有雌性了，怎么还有蛇尾啊？难不成你这雌性不宠爱你，还是你交配不行？哈哈哈！说到这里，黑桑嘲讽似的捧腹大笑起来，那模样可增极了。想当初石鱼还在蛇灵的时候，因为实力强大，样貌优质，得到了诸多雌性蛇兽的喜爱，青衣也不例外。而黑桑从小和青衣一起长大，一直想做青衣的雄性，可当时的青衣眼中却只有石鱼。黑桑嫉妒到发疯，便主动找石鱼麻烦，却差点被石鱼打成残废。后来石鱼不知道为什么突然离开蛇灵，他才有机会接近青衣，成为青衣的雄性。而当初输给石鱼的事情一直是他的屈辱，所以今日他绝不会轻易放过他。石鱼一双拳头攥得咯吱作响，面上的表情却掩饰得恰到好处。他知道黑桑没安好心，更不想和这2人废话。软软在蛇灵终究是危险的，万一引来那个家伙就麻烦了，得快些离开才行。司主，我们走。石鱼搂过软软的肩膀，直接无视了那2个上蹿下跳的小丑。眼看着对方根本没把自己放在眼里，青衣的脸色一阵红一阵白。这么久以来，无论他怎么对石鱼示好，石鱼都不肯给他一个正眼。现如今他竟然宁可找一只灵猫做雌性，也不屈从他。石鱼，你必须是我的，谁也抢不走。青衣眼底漫上层层狠戾，直接呵斥道：站住！拿了我们的东西就想走，没那么容易。石鱼眼中的戒色愈发浓重，甩尾将软软藏在了身后。你的东西？没错，你们那兽皮袋子里面的都是我们的。青衣指着石鱼肩膀上的兽皮袋子，这蛇林里面所有的猎物，一草一木都是我的。你们敢偷我的东西，还想这么轻易的离开吗？闻言，石鱼鼻息之间冷哼一声，蛇林没有固定族群，更没有领地划分，所有的东西不属于任何一条蛇，你哪里来的脸说这是你的？软软愣了一下，他还是第一次听到石鱼一口气说这么多话，
也是第一次见他对人。我说是我的，就是我的。你不想给我也没关系，我给你2个选择，要么你弃了这低贱的灵猫跟我走，做我的雄性，那些东西我便不追究了，还放他离开；要么我直接杀了这低贱的灵猫，把你抢回来。第50章，有本事你来抢。此话一出，石鱼的下颚陷紧了紧，眼底泛起危险的暗光。你威胁我？被石鱼周身迸发而出的压迫感唬了一下，青衣瞳孔略微惊慌的一晃，面上却依旧噙着一抹嚣张。威胁又如何？而且跟了我有什么不好？灵猫族只是星月森林的弱等族群，没人瞧得起。低贱的灵猫，我劝你还是知趣一些，把石鱼身上的伴侣印记主动消除，把它献给我，否则我一定让你死得很难看。每一只雌性都有专属的伴侣印记，交配过后就会自动出现在雄性身上，用于宣告自己名曹有主。只不过现在石鱼身上只有控制踏印，并没有伴侣印记。面对青衣的威胁，软软略显玩味的勾了勾唇角，下一秒直接转身，一手揽过石鱼的脖子，一手扶着石鱼的侧脸，就那么吻上了石鱼微凉的唇瓣。软软迷人的性激素味道在石鱼鼻息之间滚动着，唇上绵软的触感霎时间传遍全身，石鱼的耳垂红得仿佛滴血一般。他清醒的主动吻了我。石鱼反应过来，原本暗淡的眼神突然变得明亮，便是借着两人旖旎的气氛，顺势搂住了软软的腰，加深了这个吻。丝丝灵气顺着两人唇齿的交叠流动，石鱼身上沉重的虚弱顿时扫空，蛇尾上的鳞片都镀上了一层光泽。一旁的青衣震惊之余，口中酸涩翻涌，太阳穴突突的跳动着。他竟然当着我的面亲他，贱兽，贱兽！软软对青衣愤恨的心声倒是很受用，积极配合着石鱼亲昵的动作。宣示主权这种事自然要当面来，只不过他也不只是为了秀恩爱。听这母蛇的话，是不会轻易放他们离开，恐怕免不了一场冲突。他先和石鱼亲密接触一下，拉近两人感情的同时，给他补充些灵气，充裕一下灵力。你们两个够了，当我不存在吗？青衣忍不了了，直接破防，紧握的双手指甲几乎嵌进肉里。一吻终了，软软呼了一口气，抬手抚了抚石鱼的脸，那轻柔的动作引得石鱼心跳都错了节拍，抱着软软的手臂有些不舍得紧了紧，却还是乖乖松开了它。怎么嫉妒了？我见过舔狗舔猫，第一次见到舔蛇，不过我倒是好奇了，你能让我死得多难看？这些东西你别想拿走，至于石鱼也只能是我的，有本事你就来抢。软软转身扬起下巴，举手投足间尽显嚣张的美。石鱼的心头一颤，忍不住朝着软软靠近了些。他刚才说我是他的，你低贱的雌性，你真是好大的口气。石鱼，你应该清楚，以前黑桑只是4阶威胁不到你，但现在黑桑已经5阶了，他的吐息异能完全克制你，而且这3阶的灵猫恐怕是没有一点战斗力吧，就是个拖累。你觉得你们有胜算吗？青衣的胸口剧烈起伏着，一把扯过黑桑挡在自己身前。只要黑桑拖住石鱼，我就能一口咬死那灵猫。3阶的小贱兽，在我的蛇毒之下一定会死得不能再死。石鱼，我会让你知道谁才是你正确的选择。兽氏异能元素主体为5行，也遵守了5行相生相克的原理。软软美眸不由得凝重起来，原来他是打的这个主意。石鱼一直不曾展现的异能就是水系，所谓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确实是正好克制石鱼的。黑桑，拖住石鱼，我去杀了那雌性，记住不许伤害石鱼，只要你听话，我就答应给你个生幼崽。青衣抬手放在黑桑的背上，低声蛊惑着。这么多年，青衣一直没有忘记石鱼，可他已经没有了石鱼的踪迹。今天再次遇到他，他一定不会让这贱猫霸占了他心仪的雄性。是，此主。黑桑乖顺的点头，眼中的妒火却灼得他双目赤红。他一直知道青衣对石鱼念念不忘，为了得到青衣的认可，他拼了命的修炼，不惜吞吃同族蛇类，吸收他们的灵力，才勉强到达5阶。青衣这才接受他。可石鱼做了什么？他什么都没做，甚至还成为了别人的雄性，却只站在那里就能够得到青衣所有的关注。凭什么？石鱼，这一次我绝不会放过你。黑桑眼底一闪而过的狠厉，双手握拳的同时猛然凝结起来，一股浓浓的黄铜色灵力层层土遁爬上他的手臂，形成了一双天然的铠甲，猛然朝着软软两人冲去。石鱼一把拉过软软护在身后，甩尾便挡。砰！可预想中的力道并没有锤击在石鱼的尾巴上，一阵尘烟爆开，黑桑近乎全力的一拳被一面藤蔓编织的木墙牢牢挡住，胳膊上的土甲直接碎了一地。这是黑桑懵了，以至于满脸不可置信。那藤蔓韧性极强，反弹的力迫使他还往后退了几步。而正准备上前的青衣手脚一紧，却发现自己的四肢竟然被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藤蔓紧紧缠住，将他禁锢在了原地，一瞬间动弹不得。你说的没错，你那雄性的吐息异能确实对石鱼有克制作用，只不过你们未曾料到，我也有异能吧？土碎克水，木易克土。软软清脆好听的声音响起，缓步从石鱼身后走了出来。只见软软手中翻飞着阵阵青绿色的异能灵光，一条不停跃动的藤蔓盘绕在软软指腹，仿佛任其玩弄的小蛇一般。什么？怎么可能？你只是一只3阶的灵猫，怎么会有异能？黑桑人傻了。不，这不可能。这世上有异能的雌性，一只手都能数过来。你怎么会？青衣嘴唇抖动，一双蛇眸充满了不可置信。据他所知，雌性中只有几个祭司才拥有异能，异能在雌性身上的珍贵，是作为一族雌主都不会有的。如今怎么会出现在一只只有3阶的灵猫身上？你有木系异能，克制我又如何？不过是只3阶兽，灵力低下，怎能拦我？黑桑率先回神，
再次凝结灵力，将整个拳头用碎石包裹。没错，3阶而已。黑桑，拦住石鱼，我定杀他！你敢？第51章，那便战吧！石鱼厉喝一声，猛然变成巨然原形，一双碧绿的蛇眸中是锋芒毕露的杀机，令人不寒而栗。你越是在乎他，我就越要毁了他。黑桑，你还等什么？赶紧动手！青衣牙根咬得心甜，他看上的雄性，就算有了雌性，也必须抢过来。没有了软软，石鱼就会重新进入发情期，到时候他就强制答应他，直到石鱼情愿为止。黑桑这次卯足了力气，又是一拳轰在了软软凝结的藤蔓墙上，咔嚓！藤蔓墙中而承受不住，碎裂瓦解。则果然是5阶兽人，即使有与之相克的异能，也难拦住他。软软下意识后撤一步。灵宝提示：宿主灵力已使用70%，消耗好快。不过他已经想好对策了。你沿此河岸离开，我在这里拖住他们。石鱼庞大的身躯将软软挡在了身后，吐着猩红的信子与黑桑对峙。他很清楚，软软虽然有木系异能傍身，但是他作为3阶兽人的灵力并不多，异能维持不了多久，而他自己现在的灵力也不足，只能拖住黑桑。若是被青衣钻到空子，咬到软软就糟了。软软手中有意放松了青衣身上的藤蔓，低声道：我不会独留你一人在这里，他们根本就没想放我离开，那便战吧。你只尽力拖住黑桑，青衣奈何不了我的。软软知道，在青衣眼里他是石鱼的弱点，可在他眼里，青衣也是黑桑的软肋。现在他有异能已经被对方知道了，不能留下后患，所以必须杀了青衣和黑桑。石鱼眼底流露出浓浓的担忧，这一刻他不是在怕自己会随他消亡，而竟然是担心他会受伤。没等石鱼再说些什么，黑桑已经迎面冲了过来。石鱼一尾巴甩了上去，再次将黑桑打退，不让他靠近软软一步。你要小心。石鱼现在也没有别的对策，只能选择相信软软。好，软软使劲点了点头。与此同时，黑桑面目扭曲起来，眼中对石鱼积压的愤怒喷涌而出，纵身一跃变回了大黑蛇，同时尾巴猛击地面，只见大地应声开裂，缝隙直插在软软和石鱼中间，直接将两人分开。软软，石鱼心底咯噔一声，却见软软双腿用力一个跃起，躲开了地面上的裂缝。你专心对付他，不必担心我。另一边的青衣感觉到身上的藤蔓有所放松，嘴角邪笑起来，一缩身形变回竹叶青蛇，挣脱软软束缚的同时朝着他猛冲过去。黑桑见青衣已经挣脱束缚，便是不再顾及，蛇尾蓄力朝着石鱼冲了上去，两条大蛇身体滚动缠绕，一口接一口地咬住对方的身体撕扯着。石鱼锋利的鳞片边缘仿佛一把把小刀，将黑桑的皮肉割出无数伤口，可黑桑却像感觉不到疼似的，依旧缠在石鱼身上咬着石鱼的皮肉。软软不敢耽搁，手中快速凝结灵力，指尖翻飞释放藤蔓阻挡青衣靠近。青衣的身形细长圆滑，很快就从软软的控制中钻了出来，顺着软软手中的藤蔓层层逼近，抬起森森毒牙就要咬上来。软软眼见不好，手上直接断开藤蔓，另起一手，藤蔓化作长鞭狠狠抽在了青衣身上。啪啊！藤蔓长鞭划过空气，猎猎作响，青衣躲闪不及，被打了个正着，掉在地上痛苦扭曲起来，下一秒直接翻了肚皮，一动不动了。这就死了。软软眉头一拧，准备上前补刀。青衣，剑猫！黑桑一把松开石鱼，粗壮的尾巴抨击大地，唤出一根坚硬土刺，直接朝着软软扎了过去。石鱼眼中一慌，弓起身子，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越过地上的裂缝，落在软软身侧，一尾巴就将那土刺击碎，再次朝着黑桑迎击上去。灵力上的巨大差距逐渐让石鱼落入下风。黑桑丝毫不给石鱼喘息的机会，每一口都瞄着石鱼的要害而去，恨不得将毒液直接注入石鱼的心脏。青衣不让他伤害石鱼，他偏偏要他性命。只有石鱼死了，他才能完完整整的拥有青衣的心。石鱼鼓动周身的鳞片乍起，调动异能在空气中形成大片水针，朝着黑桑飞射而去。那水针看似柔弱，却可轻易洞穿树干。被那水针穿进皮肉，黑桑吃痛，赶忙调动灵力形成土盾，将石鱼在空气中凝结的水针尽数挡下。一股尘烟散去的同时，石鱼的蛇尾有些微微颤抖，它的灵力已经快要耗尽了。软软察觉到了石鱼的境况，准备帮石鱼一把，便将剩余灵力全部凝结成天罗地网。无数藤蔓拔地而起，从黑桑四面八方涌来。黑桑一时之间没有反应过来，被牢牢捆住，四周的土盾瞬间瓦解，开始拼命挣扎。石鱼抓住机会俯冲而去，利用庞大的身躯牢牢缠住了黑桑，每一寸的肌肉都在释放可怖压力。黑桑痛苦的嘶叫一声，想要调动灵力防御，却被软软用藤蔓勒住7寸，直接打断。咯吱咯吱，救命！作为毒蛇，黑桑身上的骨头完全承受不住石鱼的致命绞杀，已经发出阵阵断裂之音，一双翻白的蛇眸看向了地上的青衣。呼哧呼哧，这一击几乎用光了软软剩下的灵力。软软捂着胸口大口喘息着，眼前有些发黑。不过只要石鱼的绞杀成型，对方会直接失去行动能力，黑桑最后的结局就是被活活勒死。呼的，哈哈，有异能又怎样？3阶而已，灵力枯竭了吧？受死！只见原本已经翻了肚皮一动不动的青衣猛然从地上弹起，趁着软软缓气发动偷袭，狠狠将2颗毒牙刺进了软软的手臂，开始大口大口注入毒液。他刚才一直在装死，就是等软软去帮石鱼让他灵力枯竭。他从一开始就在利用黑桑，根本没想管黑桑的死活。贱猫，中了我的蛇毒，你死定了！闻言，
软软不易察觉地弯了弯唇，抬手精准抓住青衣的7寸，将她从手臂上薅了下去。第52章，你没事，真是太好了。软软手上的力道很大，被攥住命脉的青衣浑身僵硬地挣扎了一下，只能变回了人形，脱身就要跑。石鱼看到软软被咬，心急如焚，但他正处在绞杀黑桑的关键时刻，不能放松，万一黑桑没有死透就糟了。想跑，晚了。软软反手扼住了青衣的脖子，开始释放灵泉的恢复效果。顷刻之间，灵力回升，软软手臂上再次蜿蜒出了根根藤蔓，直接将青衣捆成了粽子。放开我，放开！哼，贱猫，看你还能坚持多久！你中了我的蛇毒，死定了！哈哈哈哈！青衣丧心病狂地大笑着，只要这灵猫死了，石鱼一定会回心转意跟了我的。哼，恐怕让你失望了呢。软软阴唇微张，在一阵乳白色的光晕之下，软软手臂上被青衣咬出的牙洞瞬间愈合，连疤痕都没有留下。这怎么可能？你怎么？青衣傻眼了，瞳孔惊恐地颤动起来。软软没给青衣反应的机会，抬手握拳，瞬间收紧青衣脖子上的藤蔓。只听咔嚓一声，青衣的脖子被直接勒断，一股血水顺着青衣口中溢出，带着他那满脸的不可置信，彻底失去生机。眼见自家雌性死亡，黑桑绝望地张了张嘴，瞳孔逐渐涣散，也随之气绝在了石鱼的绞杀之下。确定对方已经死透了，石鱼连忙松开黑桑，冲到了软软身旁，一把抓起来软软被咬到的手臂。我带你去找巫医。对3阶的兽人来说，被竹叶青蛇咬伤几乎是没救了，但是他不能眼睁睁看着软软死。可检查过后，石鱼却发现软软手臂上什么伤口都没有。这不可能，明明看见青衣咬住了他的。哎，没事的，都说了，青衣奈何不了我，我的木蜥翼能带有治愈效果，还可以免疫蛇毒呢。软软抬起胳膊在石鱼眼前晃了晃，石鱼绷着的神经陡然放松下来，看着面前好好的小猫，依旧心有余悸。刚才若不是软软帮忙，他估计难以杀了黑桑。他的雌主竟然已经这么强了吗？倒是你一身的伤，快，我这里有草药，赶紧给你敷上。软软刚要去捡地上的兽皮袋子，却被面前人一把拦入怀中。石鱼冰凉的手掌有些颤抖地抚摸着软软的后背，声音嘶哑：“你没事，真是太好了。”软软心里泛起一丝说不出的暖意来。石鱼虽然看起来一直冷冰冰的，其实心中已经对他不那么排斥了吧。软软轻轻推开石鱼，却见石鱼身上目光所及之处有好几块皮肉外翻的伤口，更有甚者都已经发黑渗血了。白毅不是说蛇毒影响不了你吗？你怎么？软软一张小脸吓得惨白。不碍事，我们森然对所有蛇的蛇毒都有抗性，黑桑的蛇毒毒不死我的，只是我灵力不足，解毒没有那么快。石鱼嘴上解释着，可已经感觉到浑身力竭了。冬季本不是他强悍的时候，若是在他灵力充沛的全盛时期，黑桑在他面前挑衅不会超过3句。石鱼喘了一口气，视线放在了黑桑的尸体上，便是从腰间抽出骨刀，手起刀落，将黑桑的胸口剖开，一颗土黄色的珠子便露了出来。这是他的内丹，实力到达5阶的兽人都有内丹，里面蕴含了他们的修炼本源，其中异能兽人的品质更佳，吸收之后对你有好处。石鱼将那内丹掏出来，在河水里洗干净，直接递到了软软手中。给我。软软眼前一亮，石鱼点头，将那微凉的珠子握在手中，软软隐隐能够感觉到里面迸发而出的灵力气息。内丹对低阶兽人的灵力修炼极其有益，也有极小的概率让异能兽人产生异能进化，但是对于石鱼这种已经拥有内丹的5阶兽人就没有那么大注意了。灵宝出声道：“原来是这样，先过河去，这里太危险了。”石鱼忍着身上的疼痛，重新变回森然形态，抬起尾巴将软软放在头顶。你都受伤了，我可以自己游过去的。软软伸手放在石鱼的大脑袋上面摸了摸，隐隐有些心疼。你在红期是不能着凉碰水的。石鱼说着，将整颗脑袋浮在水面上驮着软软。听到这话，软软心里有些动容，受事的男人是真知道疼自己雌性。是吧是吧，这不比某些只知道说多喝热水的渣男好多了。太是了。软软表示赞同，顺利游过河面。石鱼将软软轻轻放在了地上，那仍然有些戒备的眼神往对岸看了一眼。幸好，石鱼似乎松了口气，便是再也支持不住，一把扶住树干，险些栽倒，嘴角也溢出了血来。石鱼，软软连忙扶住了石鱼的手臂，却见石鱼的脸色苍白无比，嘴唇也是乌青的，眼瞅着就要失去意识了。我没事，死不了的。石鱼强撑着直起身子，抬手将唇上的血拭去，可额头上层层的冷汗还是出卖了他。灵宝他这是怎么了？软软慌了神。宿主别怕，你的蛇夫是因为灵力耗尽，被蛇毒短暂影响到了，森然被毒蛇咬到，本来能够充分免疫，但因为灵力不足，他现在要经历痛苦的解毒过程。灵宝建议你们先找个地方让他休息一下。宿主东北方向，距离200米处有一个山洞，你坚持一下，那边有个山洞，我带你过去休息一下吧。软软低声道。石鱼有些无力的点了点头，便和软软互相搀扶着往山洞走去。可就在两人背影消失片刻以后，河对岸的草丛躁动了一下，一条火红色的杏子从层层密密的树从后面探了出来。石鱼，是你。软软扶着石鱼靠着石壁坐下，取出兽皮袋子里面的草药，处理好后帮石鱼抹在了伤口上。黑桑在石鱼身上留下的每一口几乎都注入了毒液，黑脊蛇本就剧毒无比，石鱼现在只觉得浑身仿佛虫子啃噬，痛苦无比。药效扩散，
伤口上的疼痛如同过电一般，石鱼闭着眼睛窝在地上，即使疼得浑身颤抖，也死死咬着牙根不出声。第53章，我相信你。软软抬手放在石鱼的额上，却发现他那青绿色的发丝已经被冷汗浸湿。黑桑的蛇毒终究还是对他有影响的，靠着他自身的免疫和灵力分解毒素，那将会是一个漫长又痛苦的过程。想到这里，软软一把扯过石鱼的手臂，将那伤口上面附着的草药拨开，张口就准了上去，吸出一大口乌黑的毒血，转身吐在地上。石鱼体内残留的毒素越少，他恢复的越快，也能少受些罪。察觉到软软的动作，石鱼一个机灵睁开眼睛，此主，你别动。软软不由分说的捏住石鱼的伤口，在所有留下毒液的牙洞中一下一下吸着毒血。石鱼震惊了，兽世世界里雌性是珍贵的、高贵的，从不会让雄性的血溅染到他们的身上，因为那被认为是不祥。可他非但不嫌弃，竟然还给他处理毒血。软软那阴色的唇瓣被血染得猩红，石鱼看他，心里仿若有一团热流奔涌起来，那感觉奇异无比，难以抑制。呸！随着最后一口毒血被吸出，软软的腮帮子都酸了，那原本乌黑可怖的伤口已经恢复血色，石鱼身体里也就只剩下经脉中的残余毒素了。你感觉怎么样？有没有舒服一些？软软抬头，却与石鱼那灼热的目光撞了个正着。那是怎样的眼神？极致的温柔漫过眼底，进至眼角。软软甚至能看到他瞳孔中自己的轮廓。你这样看着我干嘛？软软有些无措的拧了拧身上的兽皮衣服。没什么，想看你。石鱼抬手轻轻拭去软软唇上的血渍，那一贯冰冷的眼底泛起丝丝情愫，仿佛要把眼前的人儿绕进去一般。软软还是第一次见石鱼这么温柔，便是盘腿坐在了石鱼旁边，将石鱼的脑袋扶起来枕在自己腿上。靠近我一些，你会舒服一点。石鱼薄唇微张，轻轻吐出一口气，一点没有反抗，翻身将头埋在了软软的小腹处，那模样乖顺至极。感受到软软身上的丝丝灵气入体，石鱼身上松快了许多，一股难以言喻的幸福感从心底涌了上来。你知道吗？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躺在你怀里过。石鱼忽而出声，瞳孔没有焦距的向前看着，声音前所未有的柔和。软软怔愣了一下，抬手放在了石鱼的头上轻抚，顺着他的话问：那你以前想过吗？石鱼不语，蛇尾无意识的卷了起来，将头往软软身上埋得更深了。想过，可都是幻想，因为他曾经的每一次靠近都是在伤害他。软软的眼中露出一丝悲悯来。在他的记忆里，第一次见石鱼的时候，他十分虚弱，因为长久没有雌性的灵气滋养，他已经快要丧失行动能力。原主主动亲吻了他的额头，给了他灵气，邀请他成为自己的雄性，但是要求他接受踏印。经过长久流浪的石鱼心动了，他被那原主那伪善的嘴脸哄骗得不能自已，便同意了，也就此同其他人一样坠入深渊。其实你本来不必为了我和黑桑还有青衣硬碰硬的，毕竟我以前对你真的很不好。你和那个青衣，你不要误会。石鱼一下子紧张地抬起头来，抬手就抓住了软软的手臂。是因为以前我在蛇灵的时候，他想让我做他的雄性，我没有同意。黑桑一直喜欢他，就对我有敌意。我向你保证，我们之间从来就没有什么碰都没碰过的。哦，原来是三角恋啊！灵宝又懂了。噗！看着石鱼那着急忙慌解释的样子，软软没忍住笑了。他还是第一次见这冷冰冰的蛇这样慌不择路的样子。见软软捂嘴发笑，石鱼蹙起眉头：你不相信吗？我……嘘！软软抬起手指按在石鱼凉丝丝的唇瓣上：我相信你。感受着唇上温热的指腹，石鱼忍不住抬手扯过软软，轻轻吻了一下他的手背，那动作似水般柔和。但是我有一个问题，你那样护着我，是怕我死了你也会死吗？软软这句话带着浓浓的试探。和石鱼单独相处了2天，软软能感觉到石鱼不同以往的冰冷，言行都带了很多温度。石鱼浑身一僵，沉默良久中而开口：我以前是怕的，因为踏印的缘故，如果你消亡，我也会在短时间内消亡。可今天我第一时间是怕你会受伤。语毕，石鱼脑海中闪过无数个两人亲密接触的画面，冰河上的强吻，蛇灵的克制，还有现在。石鱼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不排斥软软的，甚至会在心里觉得他很可爱。别的他不敢肯定，但是他确实不再是以前的恶词了。软软的脑海中叮了一声，唇间勾起一抹弧度来，恍然凑近了石鱼，语气有些挑逗道：你关心我。两人的距离只有分毫，石鱼的喉结上下滚动了几下，不敢看他，却还是闷闷的应了一声软软笑了：灵宝，你说我这算是攻略成功了吗？微算不，这蛇现在到底喜不喜欢你不知道，倒是不会想杀你了。软软汗颜，能保住小命就好。过了半晌，石鱼自觉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便是执意带着软软离开蛇灵附近，因为相比于林子里的危险，他更忌惮蛇灵里面那个。嗖嗖嗖，石鱼变回蛇形，将软软驮在身上，如同一条巨大的丝带般在林子间穿梭前进。软软甚至都看不清周围划过的事物。软软惊呆了，原来石鱼可以跑得这么快。按照这个速度，他们天黑就能赶到部落。此时灵猫族内，你说你们两个还能再废物一点吗？到现在还不能起身，真是要饿死我吗？早知道我就多收几个雄性了，要不也不会跟你们两个饿肚子。如花一屁股坐在石床上，盯着阿冷阿热，满脸怨怼。对不起词主，我们可嗨。阿冷抬起脖子，却扯得身上的伤口剧痛，不受控制的咳嗽起来。废兽，不行，不能这么下去了，我得想个法子。第54章不是什么好受。如花转了转眼珠子，抬脚走到了洞外，
远远地盯着软软家的方向看。这不就有现成的吗？软软家洞内，雷森将刚刚做好的竹子门在洞穴门口比划了一下，大小刚刚好。等到软软回来，就再也不怕冷风吹了。雌主怎么还不回来啊？这都一天一夜了。燕垂头丧气地扒拉着火堆，应该快了吧？毕竟蛇林离灵猫族很远。白毅靠在石床边上，只有在这里才能闻到软软留下的信息素味道。可因为他离开太久，那残留的一点点味道很快就要散干净了，也不知道石鱼那家伙有没有保护好他。切，真看不懂你们，有那么想吗？林楚嗤了一声，像个大爷似的靠在洞壁上，嘴上嘲讽，可心里却也莫名空落落的。习惯了软软在他面前晃来晃去，突然之间不见他人了，还真是有点不适应。行了，我们出去多补些猎物储存，雌主也快回来了，总不能雌主辛苦一趟回来，我们都在洞里什么也没做。雷森将竹子门装好说道。哦，切，要去你们去，我才不去。林楚成一个大字趴在了石床上。那行，你在屋里看着猎物也罢。燕、白毅，我们走。雷森挥了挥手臂，带人离开。他们昨天在林子里布置了很多软软抓野兔子时候的陷阱，今天准备去看看有没有收获。很快，天色有些擦黑了，雷森他们也还没回来。睡了一觉醒来的林楚有些尿急，便是变作虎形态走出了洞去。路过畜牧圈，林楚拨开竹门进去检查了一番，里面的猪仔和兔子没有了野外的担惊受怕，吃饱喝足了，都在呼呼大睡。多宝和大宝他们几只竹鼠寸步不离地守着畜牧圈，此时此刻正坐在旁边一边啃竹子一边唠嗑。哎，大老虎，雌性姐姐回来了没有啊？多宝朝着林楚招了招手。没呢。林楚甩了甩长鞭似的尾巴。哦，多宝的表情有些落寞。我出去一下，一会儿就回来，你们好好看着。林楚撂下一句，头也不回地走了。知道了。多宝他们守着畜牧圈尽心尽力，不管是谁靠近这里，他们都会尖叫报警。而亲眼目睹了雷森玩虐阿冷阿热，部落里打这些猎物主意的兽人们都不敢再有心思，生怕也被当成垃圾一样在地上狂摔。这边，林楚在部落外围找了一处灌木，熟练地在地上刨了一个坑，开始解手。酣畅过后，小心用血掩埋。咯吱咯吱，一阵不易察觉的采血的声音传来。林楚猛然转头厉喝一声：“谁在那里？”周遭安静了几秒，树影摇曳之下，一颗虎头从黑暗中缓缓探了出来。只见那老虎毛色与林楚一般无二，浑身肌肉线条匀称发达，一双铜黄色的眸子闪着光，虽然体型没有林楚庞大，气质却很不一般。当看清那老虎的样子，林楚的瞳孔一颤，胡须都抖动了起来。怎么这么久不见，不记得阿姐了？那老虎张嘴吐言，竟是一个成熟女人的声音。阿姐，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的？林楚眼中的戒备顿时烟消云散，几步跟上前去与那赤虎互相蹭了蹭脑袋。这老虎不是别人，正是林楚一母同胞的姐姐林英。我若是不来找你，你是不是死了都不会回烟虎部落？林英龇牙，抬起爪子狠狠打了林楚一巴掌。林楚并不恼，反而垂下了头去。对不起阿姐，我只是……你宁可缩在灵猫族，也不肯回去看看我和阿爹吗？我们都很想你。林英的语气缓了缓，听到阿爹两个字，林楚登时咬紧了虎牙，语气怒道：不要跟我提他，他不配当我阿爹。林楚，事情已经过去那么久了，你怎么还是放不下？林英有些着急的上前一步，却见林楚脸上的怒意更甚了。他害死了我们的阿娘，阿姐，你就这么原谅他了吗？林楚抬眸，眼中闪着泪光，却在努力隐忍着不让眼泪掉下来。闻言，林英深吸了一口气，语气也哽咽了下来。当年的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阿爹也是没有办法。然后呢？不了了之。他不替阿娘报仇，反而带着族人龟缩起来，就那么放过了我们的杀母仇人。林楚朝着林英靠了几步，犬齿狠狠咬着，我不会原谅他，永远不会。先不说这个，林楚，你必须要跟我回去一趟。阿爹在捕猎的过程中被黑熊所伤，现在已经快不行了。你的几个兄弟都开始不安分了。林英安抚似的摸了摸林楚的脑袋，关我什么事？我现在已经不是盐湖族人了。林楚直接背过身去，况且他不会放我走的。他，你有雌性了？在哪里？是灵猫吗？让阿姐看看。林英眼前一亮，十分高兴似的。林英清楚自家弟弟这个脾气，能找到雌性收容也不容易。你还是别见了，不是什么好受。林楚卧在地上。林楚，不可以这么说自己的雌性，你不想让我见也没关系，只是盐虎族现在需要你，我想去求求你的雌性，让你跟我。我说了，我不是盐虎族的人了。他把我赶出去的时候，可会想到我会遭遇什么？林楚闭上眼睛，将这些年受的苦楚再次咽了下去。你回去吧。林英的眼神暗淡下来，脚下踌躇了一下，却见林楚仿佛下定了决心似的。当初林楚是怎么被赶出盐虎族的，他都看在眼里。现在他确实没资格要求他承担什么。罢了，我尊重你的选择，只要你和雌性过好日子，比什么都强。林英低声说着，转身垂头丧气的走了。感受到身后的脚步渐行渐远，林楚的虎爪死死抠住了地面，脑海中的纠结绕成乱麻。与此同时，一直在暗中监视软软山洞的如花歪了歪嘴角，都不在，真是好机会。第55章，你找死！多宝，今天轮到你守夜了，哥哥们先睡了，有什么事你就叫我们。大宝伸了个懒腰，带着其他几只竹鼠钻进了打好的洞里面。灵猫族的地界好，打的地洞也格外暖和，这样他们也不用再强制降低灵力冬眠了。多宝点头，
老老实实抱着几个竹筒坐在了竹门旁边，望着那愈来愈黑的夜色啃了一口。雌性姐姐，你怎么还不回来啊？窸窸窣窣。忽然一阵奇怪的声音传了过来，多宝的招风耳一下子竖了起来，连忙丢了怀中的竹子站起身。可那动静一晃而过，多宝盯着黑暗中的部落好一会儿，却并没有发现什么。下本鼠一跳，多宝松了口气，可刚坐下，咯吱咯吱，喵啊！一道黑影猛然从竹门一侧跳了过来，直接将多宝扑倒在地。来不及躲闪的多宝尖叫一声，却也看清了袭击他的人竟然是一只橘色的大肥猫。变作猫形态的如花没有给多宝反抗的机会，直接张着血口朝着多宝的脖子上咬了下去。多宝吓得腿上抽搐，一把抓过手边的竹子对进了如花的嘴巴里，挡住这一击，随即大声呼救：哥哥们救命啊！有人袭击畜牧圈，快去通知雌性姐姐的雄性们啊！听到动静的大宝他们连忙从洞穴里面钻了出来，却见如花的牙齿被竹筒卡住，正在拼命甩头，可锋利的爪子下面还死死按着多宝。多宝！大宝惊呼一声，连忙冲上去救多宝。二宝，你快去找雌主大人的雄性去，告诉他有人来袭击畜牧圈了。哦好，你们小心！二宝连忙变回原形，就要冲出去。见二宝要跑，如花手脚并用的将嘴里的竹筒给抠了下来。呸！可恶的恶臭竹鼠！想去报信？没门！便是一个猛扑，就将二宝扑倒在地，张嘴就咬在了二宝的肚子上。二宝疼得两眼一黑，脆弱的腹部被如花的牙齿直接刺穿，倒在地上抽搐着，伤口血流不止。二宝见到自家弟弟被伤，大宝怒火中烧，不管不顾地冲上前去，伸出爪子勾住了如花的后腿，一口啃了上去。啊！如花痛得面目扭曲，揪住大宝的尾巴就把他往下扯，可大宝已经红了眼睛，将牙齿死死嵌入如花的皮肉中，怎么也不肯松开。多宝揉了揉被压痛的胸口，不甘示弱，重新爬起身子，对着如花的另一条腿啃了上去。他们答应过，软软替他守着畜牧圈，就一定不会逃跑的。三宝和四宝见自家大哥和妖弟拖住了对方，赶紧将奄奄一息的二宝拖到了安全地方，一股脑的冲出部落去寻领主他们。臭老鼠，给我松口！如花高高举起爪子，锋利的指甲狠狠划在了大宝身上，直将他划得皮开肉绽。大宝身上脱力，被直接甩到了墙壁上。畜牧圈里面的猪仔们听到动静，慌张的挤成一团，母兔子紧紧抱着肚子缩在角落里面不敢动弹。就凭你们几只竹鼠也想拦着我，真是做梦！呵呵，这里面的猎物都归我了。如花伸手掐住多宝的脖子，把他拎了起来，指节之间不断用力。没有办法，阶级加上灵力的绝对压制，让多宝他们没有一点反抗的余地。多宝双眼暴突，就要被掐得断气了。放开他！随着一声厉喝，一道白影如同闪电般冲了过来，一拳就把如花打飞了出去。如花根本没有防备，脑袋一仰，直接飞了出去，重重撞在了石壁上，登时口鼻溢血。软软伸手接住了多宝，眼神关切：没事吧，多宝？哈哈，我没事。雌性姐姐，你终于回来了，你快看看我二哥。我二哥他……多宝两眼泪汪汪。软软转身，连忙将地上的二宝抱了起来，却发现二宝的腹部重伤，血已经流干了，彻底没了呼吸。大宝被摔得脑袋上起了个大包，好在没有伤及性命。如花，软软死死攥住拳头，粉金色的眸子顷刻之间蒙上一层浓浓杀意。还没等如花起身，软软又是抡起一脚，重重的把如花踢了个眼歪嘴斜，下一秒直接抓住他的脖颈，如雨点般密集的拳头招呼了上去。你找死！他和石鱼刚来到部落附近，就遇到了出门报信的三宝四宝，得知如花来袭击畜牧圈，便是第一时间冲了回来。果不其然，这死肥猫在伤害多宝，却没想到他下手那样狠，竟然直接要了二宝的性命。如花撕心裂肺的惨叫着，巨大的声响引来了部落里面的人，当然也包括米拉。住手！软软，你疯了吗？赶紧放开如花！米拉呵斥一声，连忙招呼自己的雄性上前想去拉软软，却被石鱼拦下。石鱼粗壮的蛇尾抨击地面，吐着猩红的信子威胁：谁敢靠近，必死！被石鱼那危险的目光凝视，所有的灵猫都不敢上前。阿布下意识看了米拉一眼，脚下也打了退堂鼓。这蛇兽太强了，他们敌不过。软软打爽了，甩了甩有些发酸的胳膊，直接将如花丢在了地上。反观如花已经被打成了猪头，眼歪嘴斜，口水混合着血水糊了一脸，已经倒地不省人事。软软，你这恶雌太狠毒了，为什么要打如花？米拉上前一步开始兴师问罪。真是不好意思，我没看清是谁，把他当成偷猎物的贼了。软软抬手抹了一把脸上飞溅的血滴，将二宝僵硬的尸体捧在怀中，眼底红得吓人。虽然这几只竹鼠和他没什么感情，可为了给他看护畜牧圈，却被无辜杀死，这是不可能就这么算了。米拉刚想发作，却远远的看到了大祭司过来，立刻开始装腔作势。你一句没看清楚就行了。如花是三阶雌性，地位尊贵，你没有缘由的把他打成这样，你不把我放在眼里也就算了，别忘了还有祭司大人呢。太好了，之前这么多天都抓不住你什么错处，这次下狠手把如花打成这样，看你怎么跟大祭司解释。第56章升到一起去了。又怎么了？灵猫祭司从远处慢慢踱步过来，在人群中间站定，语气中透着疲惫。软软发现几天没见，这灵猫祭司的面色竟然十分苍白，好像生了一场大病似的，修炼怎么会把人修成这样？祭司大人，软软这恶雌已经疯魔了，竟然对自己的同族下手，您看如花已经昏过去了。米拉率先上前一步，黝黑的脸上带着矫揉造作的忧伤。面对米拉的指控，软软压根没有把他放在理，也没有第一时间解释，
而是背靠着石鱼站定，等着灵猫祭司发话。现在整个灵猫族中已经没有收拾他的对手，除了这个深不可测又有些古怪的灵猫祭司，还让软软有点忌惮。不知道他的完整底细，软软也不太想和他起冲突。灵猫祭司垂眸扫了扫现场，发现了软软怀中的竹鼠尸体，又见到地上的血迹，心中已经大概有数了，却还是顺着米拉的话问道：“软软，先前的事情已经过去了，你怎么还对如花出手？”灵猫祭司抬眼，虽然质问，语气却并不凌厉。想来这如花又是主动来招惹软软了。灵猫祭司心知肚明，但该走的询问流程还是要走一下的。探听到对方的心声，软软明了，这灵猫祭司也算是明事理的，主观上还是站在他这边的，便是不再顾忌。请灵猫祭司好好看看，如花深夜来偷窃我的食物，还杀害了我的竹鼠朋友，我一时气急才对他出手的。软软抱着二宝的手臂一紧，眼中哀伤难言。地上的多宝抱着大宝，哭得已经上气不接下气。他的二哥死了，还没过上几天好日子就被活生生咬死了，大哥也被打成了重伤。哦，有这回事？灵猫祭司故作惊讶，他心里实在是不想管如花了。自从他回了部落，就见到他到处上蹿下跳拨弄是非，没有一天安宁的时候，真是让他不厌其烦。无奈米拉还是更护着如花一点。米拉作为他一手提拔上来的族长，他也不能不给米拉一点面子，否则若是软软没有成长到他符合的预期，灵猫族还是要米拉来带领，毕竟他的时间不多了。祭司大人，这些竹鼠都是软软私自带回灵猫族的，完全没有问过我的意思，根本就没把我这个族长放在眼里。族中还有这么多雌性，万一被这些恶心的竹鼠给盯上怎么办？米拉说着，满带嫌弃的目光看了一眼多宝他们。此话一出，族中没有雄性的年轻雌性们面上都有些慌张起来。呸！谁盯上你们？一群坏猫！呜呜！多宝气急地对着米拉唾了一口唾沫。开什么玩笑？鼠会看上猫，把自己往对方嘴里送吗？软软只觉得听到了天大的笑话。哼，无论怎么说，你坏了族里的规矩，要是不惩处你，你今天带了竹鼠，明日带了庞的，你把灵猫族当成什么了？米拉瞪着软软，言辞凿凿。兽氏的族群交换其实是很正常的事情，很多雌性在本族没有喜欢的雄性，都会接纳别族的雄性来保证繁衍，部落也会因为兽人的多样性愈发强大。可灵猫族极其排外，米拉看不上别族，所以不允许本族雌性接纳外族，只有软软特立独行，不但要了别族雄性，还一口气要了5个，把米拉气得不行。好了，先把如花带回去，请了巫医给她治疗。至于软软，不好了不好了，快救命啊！灵猫祭司话还没说完，便见到一只年纪略大的女兽人满手是血的从不远处跑了过来。阿月，你不是给阿华接生的吗？怎么跑出来了？一只女兽人出声道。那被叫做阿月的女兽人满脸是汗，没回答问题就直接跪在了灵猫祭司面前，慌张道：不好了，灵猫祭司，阿华生崽生不下来，流了好多血，现在已经昏过去了。阿香太过着急，也开始肚子疼，现在也要生了。西西娘让我找软软要点止血的草药，不然阿华会流血而死的。什么？灵猫祭司的面色凝重起来，幼崽出生是头等大事，就算尊贵如灵猫祭司也会非常上心。软软眉头一蹙，她之前就见到阿华和阿香两姐妹肚子都大了，没想到这么赶巧，竟然生到一起去了。软软，你有草药？灵猫祭司疑惑道。他活了这么多年，巫医见过不少，却从来没见过认识草药的雌性巫医。软软点了点头，将身上的兽皮袋子微微敞开。当看到里面满满登登的各种药草时，在场的人都惊呆了。这大冬天的，软软是从哪里采集到这么多新鲜草药的？虽然灵猫祭司并不认识草药都有什么，可灵敏的嗅觉却让他清楚地闻到了那些草药上的浓浓药味。看向软软的眼神愈发深沉了一些。那好，你随我去阿花家里看看吧。如花的事情就先这样。如花 ，so， 米拉人傻了，就先这样。多宝，你把这活血化瘀的草药给大宝吃下去，能治他头上的伤。今天的事情我会给你们一个交代。软软找出几颗草药，连同二宝的尸体递给了多宝，便是急匆匆地跟着灵猫祭司走了。多宝抱着2个哥哥，抹了一把脸上的泪。他并不怪任何人，是他们要留下跟着软软的。现在二宝死了，都是命数。不是，灵猫祭司，灵猫祭司！米拉在后面卑微跟了几步，却见灵猫祭司领着软软头也不回。米拉气得恶狠狠地看向了留下来的石鱼。怎么，你想和他一样吗？石鱼抬眸看着米拉，尾尖指了指地上的如花。哼，带上如花，我们走。你们最好能继续嚣张，等着瞧吧。米拉不甘心地放了几句狠话，也不敢和石鱼硬来，只能再次狼狈离开。不多时，雷森几人带着猎物姗姗来迟，看见畜牧圈前的一地狼藉时，几人的心一下子提了起来。石鱼，你们回来了？此主呢？第57章，太厉害了。看着米拉他们走远，石鱼捂着胸口闷声咳了咳，将刚才发生的事情简单复述了一遍。什么？怎么会发生这种事？领主那个家伙跑到哪里去了？我明明告诉过让他看着畜牧圈的，他怎么敢单独离开？雷森脸上满是自责，早知道那家伙不靠谱，就多留一个人在洞里了。石鱼，你受伤了？燕一眼发现了石鱼身上的伤口。你们遇到危险了？此主怎么样？伤到哪里没有？白毅紧张了起来，他心里只记挂着软软。此主没事，有雌性要生崽了，此主去帮忙了。石鱼有些虚弱的扶住洞壁，在残留毒素的影响下，他的眼皮有些沉重。我去看看。白毅不由分说，起身就走。此时，使劲阿香，快使劲！刚走到阿华家洞口，软软就被里面的惨叫声惊了一下，一股浓重的血腥味扑鼻而来。
春山扶着伤口还没好全的西西，焦急地在洞口张望着，眼泪都在眼眶子打转。雌性生崽他们是不可以进去的，只能在外面干着急。拜见祭司大人。软软，你可来了，我叫阿化，求求你救救他。西西匆匆给祭司行了礼，转身就去拽软软，因为激动，扯得肚子上的伤口都抽痛起来。说话就说话，别动手动脚的。一只指节纤长的手伸了过来，一把将西西的手打掉。白翼，软软抬眼便见白翼兽皮衣服上落满了雪花，好像风尘仆仆似的。西西并没有理会白翼，反而不管不顾的直接跪在了软软面前。软软，我知道你会用草药，我当时都快死了，你都能救活我，你一定也能救活阿化的，对不对？巫医都是雄性，不管雌性接生，现在西西的希望全都在软软身上了。行了，你先别着急，我得进去看看情况才知道。你再耽搁下去，能救也救不成了。软软随手拍了拍白翼的胳膊，算是会意，便径直绕过西西走进洞里去。呜呜，西西刚才看见阿月满手是血的样子，已经吓得魂不守舍了，这会子眼泪还是止不住的掉。灵猫祭司的面上闪过一丝无语，挪过拐杖狠狠戳了西西一下。作为雄性，你哭什么哭？里面的阿化还没哭呢，在这丢人现眼，不许出声。呜，西西吓得赶紧弯下腰去，捂着嘴不敢再出声。软软靠近石床，便见阿香和阿化并排躺着，抱着隆起的肚子，个个大汗淋漓。阿香还在因为疼痛惨叫着，而阿化身下的兽皮被子已经被鲜血浸湿，整个人无力地瘫倒在石床上，喘着粗气。西西娘一个人急得满头大汗，看见软软和灵猫祭司进来，连忙迎了上去，拜见灵猫祭司。软软，你看阿化这一直流血，就快把他流死了，可就是不见崽子出来，这可咋办？软软上前掀开阿化身上的兽皮被子一看，也是吃了一惊，连忙从兽皮袋子里取出来一些止血草药。西西娘，你去洞外找我家白衣帮忙，把这些草药用竹筒煮上，熬得浓浓的，拿过来给阿化喝，要快。好。西西娘忙不迭的点头，接过草药就往外跑。看见白衣的一刹那，伸手就把他拽走了。哎，你干嘛？白衣被拽的一个趔趄，满脸懵逼。你家软软叫你帮我煮草药。哦。软软伸手点了一下太阳穴，将灵宝叫了起来。灵宝，快帮我看看这俩人都什么情况。第一，经过检测，旁边的阿香胎位正常，处在正常的生产过程中，就是有些脱力。你面前的阿化情况有些危险，胎位不正，而且失血过多，有什么解决措施？软软不是专门学医的，更不懂接生，幸好还有灵宝帮忙。草药止血过后，手动扭转胎位，具体操作灵宝会全程协助。软软反手从灵泉空间里面取出来了一块烤肉，先塞进了还在尖叫的阿香嘴里。阿香，你人尽量别大声叫，把这肉吃了，恢复体力。阿月，你正常帮着阿香接生，阿化就交给我。好。阿月赶紧点头，将手用兽皮帕子擦了擦，心里对软软满是钦佩，一只没有生育过的雌性竟然懂接生，还会用草药，太厉害了。阿香疼得满头大汗，可嘴里嚼了嚼肉，瞬间觉得好受多了。是，软软，谢谢你。没事。软软浅浅一笑。一直立在旁边的灵猫祭司默不作声，紧紧盯着软软上下忙活的动作，眼中的欣赏意味愈发浓重了。不多时，西西娘带着一竹筒草药汤冲进了山洞。软软还是第一次见他跑这么快，毕竟那肚子里是他孙子，能不急吗？把他扶起来。软软爬上石床。哼，阿化的眼睛只剩一条缝隙，喉咙中挤出来一声瘆人的呻吟，嘴唇苍白如纸。软软捏住阿化的下颚，将草药汤强行灌了下去。熬浓的药起效很快，阿化下身的血不多时便止住了。软，阿化的眼睛睁开了，看清面前的人，瞳孔中闪过一丝诧异。阿化，接下来我要帮你转转胎位，可能会很疼，你忍住不要乱动。软软将两只袖子撸了起来。阿化靠在西西娘怀里，紧紧咬住了嘴唇。若是换做以前，他定然是不会相信软软的，可看到自家西西真的好起来了，他的心里已经对软软有了信任。软软给自己打了打气，在灵宝的只是下一手再上，一手再下，瞬时真用力拧转。阿化疼得惨叫，双手死死攥住身下的被子，硬是没有动弹。外面的西西和春山听到动静，急得就要往里面冲，却被白衣一把都扯了回来，别进去捣乱。几番尝试过后，软软的额头上都起了一层细密的汗珠，终于成功把胎位扭转了过来。好了，阿化，现在开始往下用力，我数1、2、3，你跟着我的节奏来。软软抬手扶住阿化的手臂，1、2、3，用力。哇！第58章，不遗余力的帮他。随着2声幼崽的啼哭，阿香和阿化同时生了下来。生了，都是熊崽崽。阿月和西西娘乐得合不拢嘴，可看到那刚出生的幼崽的一瞬间，软软懵了，因为他们生下的竟然不是娃娃，而是小猫崽，也都巴掌大小，正奶声奶气的叫唤着。软软还以为他们那么大的肚子会有好几只，却没想到都是独苗苗。这么小，怎么这么难生的？宿主有所不知，因为受氏雌性产道普遍狭窄，所以幼崽都是圆形出生，满月过后会变成婴儿形态，且雄性和雌性幼崽的出生概率为100比1。我去，生100个娃才有一个雌性，怪不得雌性这么珍贵呢。软软恍然，快给我看看！阿化虚弱的伸着手，软软赶紧将那小猫崽身上擦干净，轻轻放在了阿化胸口上。阿化伸手小心翼翼地抚摸着那小家伙的脑袋，眼中都是慈爱。软软，谢谢你，你真是好受，你救了西西，又救了我和娃，我真不知道怎么谢你。
阿华感激地看着软软，直接从石床上下去，抱着那小崽子就对软软磕头。这一下，他是彻底对软软改观了。哎，别，你刚生完孩子，得好好休息的。对了，西西娘，这些草药你拿着，每天都要熬给阿华喝，连续喝3个太阳日，防止他再次出血。软软赶紧将阿华给扶了起来，从兽皮袋子里找了好些草药递过去。阿华是灵猫族2阶雌性群体中灵力最强者，在2阶雌性面前颇有话语权。软软帮他也是帮自己一把，为自己将来赢得人心铺路。是，谢谢你软软，你又救了我们家里一次，以后有什么我们能帮得上的，你尽管开口。西西娘一下接一下的抹眼泪。雌性生崽九死一生，阿华真差一点就没命了。没事，都是同族的，我能帮忙自然不会不管。那阿华阿香，你们先好好休息，我先回去了。软软下意识看了灵猫祭司一眼，看着那2只嗷嗷待哺的小猫崽，灵猫祭司的脸上少见的浮上一层笑。软软，你很好。族群的延续最主要的就是新生幼崽，软软不只是救了2条命，更是给灵猫族带来了希望。听到灵猫祭司的夸奖，软软微微一怔，顿时也觉得成就感满满。几人走出洞穴，正巧遇见了姗姗来迟的米拉。呀，灵猫祭司也在，阿华和阿月怎么样了？幼崽生了吗？需不需要去请巫医啊？米拉故作担忧的往洞穴门口靠了靠，却在闻到那血腥味时下意识捂住了鼻子。灵猫祭司的脸色变了变，看向米拉的表情冷冷的。米拉族长来的挺是时候的，幼崽刚刚出生，你没什么事的话就好好回去看着如花，别让她再惹出什么事端来。米拉被灵猫祭司的话噎了一下，斜眼叨了叨软软，祭司大人，如花是不是真的去偷猎物还不确定，但是软软是真针对同族动了手的，您难道真的要纵容他吗？今日他打了如花，明日是不是要骑在其他人头上了？软软双手环胸，呵呵，没错，他就是要骑在他头上来着。白毅伸手就把软软护在怀里，看向米拉的眼神大有一种不服来干的意味。灵猫祭司闭了闭眼，够了，软软刚才拯救了珍贵的幼崽，错处也就不追究了。米拉，身为族长，管理好族群，带领族群走向繁荣才是你需要做的事情，不要纵容某些雌性在族里胡来。米拉张了张嘴，却不敢再多说些什么，心中却隐隐有些惴惴。灵猫祭司怎么会这样护着软软那件兽？难不成……米拉的心声戛然而止，软软的眉头拧成了一团。难不成什么？怎么想一半不想了？急死人！是。米拉垂下眼睑，不敢再作声。好了，软软也回去休息吧，明日来我洞里一趟，我有事情找你。灵猫祭司留下一句，转身走了。他现在已经决定将软软作为他看中的第2人选，剩下的日子他会不遗余力地帮助软软到达4阶。虽然他展现出了超越米拉的能力，但是没有强大的实力是不能保护族群的。好，软软不明所以的点了点头。他愈发觉得这个灵猫祭司似乎很护着自己，这不叫护着，这叫明事理。那米拉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幸亏这灵猫祭司算是个有脑子的，不然宿主你这日子肯定过得更加难受了。也是，刚回到自家洞里，软软就见到林楚正垂头丧气的在地中央跪着，一旁的雷森等人虎视眈眈的盯着他。你们这是干嘛呢？软软怔住。司主您回来了，今天的事情都是怪林楚私自出去，那竹鼠我们已经给埋了。雷森上前一步道：对不起司主，都是我的错，我出去撒尿来着，去的时间有点长，没有及时回来，你用他印惩罚我吧。林楚咬着牙根，他做错的事情他认，就算软软要处罚他也没啥怨言。软软沉默了片刻，伸手将林楚拉了起来。你起来吧，这事情谁都预料不到，造成的结果也不是惩罚你就能改变的，下次注意就好了。我去看看多宝他们。闻言，林楚眼中满是意外，他竟然没有责怪自己吗？来到畜牧圈，多宝他们还沉浸在失去亲人的悲伤中，一个个眼泪汪汪，却依旧坚持守着猎物们。软软替大宝好好包扎了伤口，放了好些红薯在地上。抱歉，我回来晚了，若是早来一步，或许2宝不会死。不怪你司主大人，是我们自己懒的事情，就为了要你的吃的，所以无论发生啥我们都不怨你，只是我们吃素的实在打不过吃肉的，那肥猫太恶毒了。大宝狠狠握紧了爪子。你们放心，总有一天我会拥有主导这个部落生死的权利，到那个时候我一定会让该付出代价的人付出应有的代价。第59章，家的样子。雌性姐姐，我相信你，只要你不赶我们走，我们以后就跟着你了，一定好好给你做事。多宝伸手拉住软软的手臂贴了贴。要是我长大以后有雌性姐姐这样强大的雌性就好了，可惜我只是个弱小的竹鼠，雌性姐姐肯定不会要我的，好喜欢她。呜呜呜！多宝现在脑子里还是软软冲过来胖作如花的飒爽模样，真是让他崇拜极了。哈哈，好。软软听着多宝的心声，嘴上应着，干干笑了2声，突然有种大事不妙的感觉。噗噗噗，情窦初开的年纪，正常正常。灵宝偷笑。对了，司主大人，您去蛇林的时候没有遇到那个坏蛋吧？大宝捧着红薯咬了一口，突然问道：坏蛋？你说的是一条黑蛇和一条青蛇吗？软软脑海中一闪而过黑桑和青衣来。不是的，那个坏蛋也是一条黑黑的大蛇，散发的灵力特别浓，身上有花纹，而且它的背后还长着一双大眼睛，可吓人了。大宝说着，浑身的毛都炸了起来，可见其害怕。竹鼠们为了生存，都是要频繁去蛇林中寻找食物，尤其是冬季，所以很多1阶级以下的竹鼠都成为了里面蛇类的食物来源。他们对里面的情况也比较熟悉。听着大宝的描述，软软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什么蛇背后会长着眼睛的？那条大蛇会吃同类，
而且吃了我们好多同族。我亲眼见到他把一条蛇给吞到肚子里去了，幸好你没遇见他，不然肯定会遇到危险的。大宝的板牙都颤抖了。软软摸了摸下巴，据他所知，蛇类有很多都会同类相食，但是仅限于没有灵智的，也就是1阶以下没有兽人智慧的蛇类。不过听多宝的话，那蛇阶级应该不低。蛇灵占地面积巨大，软软和石鱼也不过是在边缘逛了逛，就遇到了黑桑和青衣来找麻烦，里面肯定会藏着更大危机。大宝说的没头没脑，软软也没太放在心上，在畜牧圈陪了多宝他们一会儿，便回了洞穴。里面燕已经弄好了新鲜的烤肉，等着软软吃。司主，你回来了，快来吃点东西。呢，软软点了点头，回了燕一个笑容。燕心里软软的，赶紧起身将地上的毛垫子拍干净，摆在了火堆旁。2天没见到软软，他梦里都是他，却见软软并没有过去，而是直直朝着石床上的石鱼走了过去。燕眼中的光芒一暗，果然此主和石鱼独处了几天，眼里就有他了。石鱼，你感觉怎么样？软软抬手检查了一下石鱼身上的伤口，幸好已经都不渗血了，只是石鱼的脸色格外的苍白，薄唇微微咬紧，整个人窝在石床上面睫毛颤动，虚弱的像是病弱美人一般。见到软软过来，石鱼还是强撑着起来，将头轻轻靠在了软软的大腿上。见到石鱼的动作，一直在旁边默默观察的白毅脸色一变，他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从前石鱼对软软一直都是不冷不热的，现如今只是和他单独相处了2天，竟然已经开始主动靠近软软了吗？难不成他们2个已经……此主，我觉得我坚持不住了，我可能要……石鱼喘了一口气，声音越来越小，抓着软软手臂的劲头一松，竟然一下子变回了蛇形态，就那么没了声息。石鱼，你怎么了？软软吓了一跳，赶紧捧起来石鱼的大蛇脑袋晃了晃，却见石鱼的一双眼睑紧闭，蛇信子都半吐在外面，浑身瘫软，一动也不动。没了。白毅纤长的手只敲了敲石床，语气不咸不淡。没了正好，少一个人和他抢。闻言，几个兽夫立刻围了过来。宿主别担心，石鱼的灵力耗尽，维持不了人形态，变回原形冬眠解毒了，不出几天就会醒过来的。灵宝的画像是给软软吃了一颗定心丸，让他松了口气。别乱说白毅，石鱼只是受了伤，需要冬眠恢复一下。软软将石鱼放下，拉了一张兽皮被子盖在了石鱼身上。哼，这样啊。白毅的表情肉眼可见的破碎了一下，虎尾垂在了身后，凉飕飕的眼神在软软身上游离了一下，便自顾自地坐在了火堆旁边。过去2天而已，此主就这么护着他了，这蛇还真是好手段呢。软软身子一僵，他很明显的护着石鱼了吗？大概好像也许没有吧。此主，你看这竹门已经做好了，只不过太大了，依旧有些透风。雷森将地上一整张大竹门扶了起来，说是竹门，不如说是一面竹子编织的竹墙。雷森在正中间留了一个小门供人穿梭。哇，这么大一张呢，真是辛苦你了，雷森。没关系的，我去蛇林的时候带回来一些粘土，可以把竹子的缝隙糊上，这样就不怕透风了。软软上前摸了摸那竹子墙，满意的不行。雷森低垂下头，掩饰着眼中的喜色，他能帮得上软软忙，得到他的认可，是真的会很高兴。几个兽夫合力将那大竹子墙结结实实的卡在了洞穴口。软软取出了一些粘土，将洞壁和竹墙衔接处严丝合缝的抹上。冬季温度低，也比较干燥，粘土1-2天就能冻得特别结实。软软将剩下的粘土抹在了石板堆砌的灶台上面，看起来倒是有农村土灶那味儿了。软软坐在灶台旁边吃着燕做的烤肉，白毅和雷森十分勤快地收拾着洞穴。灵楚坐在角落里给捕回来的野兔扒皮，每个人各司其职。软软第一次觉得这里像个家的样子。灵楚手上忙活着，眼神却若有若无地瞟向软软。他做错了事，他真的不会惩罚他了吗？灵楚！软软突如其来的一声，吓得灵楚手中的兔子皮都掉在了地上。怎么？灵楚有些尴尬地将兔子皮捡起来攥在手里，故意不去看软软。软软嘴角一抽，不是他有这么可怕吗？第60章，独属于他的温存。你那天弄回来的竹子还有吗？软软回来就发现洞口挡住路的竹子不见了，他还想弄点竹条编鱼篓来着。有，我给挪去洞穴后面放着了。灵楚点了点头，似乎是松了一口气似的。他好像真没有用踏印惩罚我的意思。软软眉头一垂，这个灵楚还真是一朝被蛇咬10年怕井绳。话说那个踏印有那么可怕吗？当然了，踏印触发的效果就如同万蚁噬心，精神和肉体双重折磨，对于雄性来说简直就是噩梦般的存在。有的雄性受不了踏印折磨，自我了断的都有。这么夸张吗？听着灵宝的话，软软下意识看向手心的踏印印记，那是一枚简笔画般的线条杂糅而成的图案，但是不难看出是一只猫形。踏印不需要灵力驱动，就像诅咒一般禁锢着被标记的雄性，是雌性控制雄性的最有力手段。注意到软软的动作，在场的几个兽夫全都浑身一僵，看向软软的眼神都有些惊恐了。他不会是想起来了什么？他看踏印想干嘛？什么情况？捕捉到这几句心声，软软连忙装作若无其事的把手背在了身后。嗨嗨，天色不早了，咱们休息吧。直到确认软软还正常着，几人才把悬着的心放下。软软躺在石床上，将意识体再次送入灵泉空间，开始利用黑桑的内丹修炼。如花被他打了个半死，短时间内应该也不会出来整什么幺蛾子了，那么他就抓紧时间修炼。经过灵宝的指示，软软将周身灵力释放到内丹上面，再吸收回自身，十分明显的感觉到了灵力激荡，那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静意。
软软明显感觉到自己的灵力朝着4阶又迈进了一大截，可还没吸收几下，那内丹就越变越小，最后直接没了。这么快就用完了？软软只觉得离了大谱，简直比科拉奇纯铀用的都快。嗨嗨，内丹的效用就是吸收了帮助灵力晋升的宿主在灵泉空间内使用效果事半功倍，吸收的更快。而且这颗内丹不纯，很像是强行提升到5阶才凝聚的，所以用不了几下。灵宝解释道，怪不得那个黑桑5阶了还那么菜，要知道石鱼就算是灵力不足都能和黑桑打得有来有回，黑桑还是在全盛时期，结果几个来回就被他俩弄死了，可想而知那5阶有多大水分了。兽人提升阶级灵力有很多种，包括吞吃天才地宝、个体修炼，再就是吞吃同类吸收灵力，但是大多数兽人不会选择最后一种，因为算是歪门邪道的强行提升，实际上战力和正常的5阶兽人没法比，而且有违受氏规则，难逃一死的。这样啊，软软点了点头，却恍然觉得肉体一紧，似乎被什么抱住了，便是连忙将意识从空间抽离。软软试探着将眼睛张开一条缝隙，2只白茸茸的耳朵映入眼帘。只见白翼环抱着自己的腰，将头埋在了他的胸口上，一动不动。睡着了。软软抬起手指，轻轻戳了戳白翼的狐狸耳朵，触感软软的，很 Q， 还有降重毛，似乎是被弄痒了。白翼的耳朵下意识抖了抖，尾巴顺势抱住了软软的大腿，趴在他身上，呼吸的依旧很均匀。软软没法理解，一个男兽人身上怎么会香喷喷的？抬头看去，燕几人不远不近的躺在他身边，已经睡沉了。毕竟灵泉空间的几分钟相当于外面的几个小时。软软没有推开白翼，慢慢躺了回去，却没注意到身上的人淡紫色的眸子浅浅睁开了一条缝隙。白翼的唇角弯了弯，眉眼间都带着笑意，手臂将软软抱得更紧，贪婪地享受着这一刻独属于他的温存。第二天一大早，软软就去了灵猫祭司洞里，先去看看他，找他有什么事。刚一进去，软软就见灵猫祭司在石床上盘膝而坐，满头冷汗，周身正蜿蜒着点点橙色的电流，画面有些诡异。察觉到有人进来，灵猫祭司身上的灵力一敛，瞬间睁开了眼睛。祭司大人，您找我有什么事？软软微微颔首。护灵猫祭司深深舒了口气，放下腿，过来坐。软软踌躇了一下，还是走过去坐在了石床旁边。就在软软靠近的一刹，灵猫祭司的脸色变了变。你每天都有修炼吗？他身上的灵力气息竟然比昨天强了那么多。软软看着灵猫祭司的心声点了点头，是。没想到他的天赋竟然如此好，还这样努力，以前竟然没有注意到他。软软汗颜，50%的努力，50%的外挂。灵猫祭司脸上的表情顿时缓和下来，抬手就抓住了软软的手腕。软软一惊，下意识想抽回手。别动，我不会害你。灵猫祭司不由分说，抓着软软的手愈发紧了。下一秒，软软只觉得两人接触之处有些酥酥麻麻的感觉，一阵电流似乎穿透了软软的皮肤，在他身上疯狂游走起来。软软被那电流击的肌肉酸痛，甚至于有些难以忍受。可下一秒，一股极其松快的感觉自上而下席卷了全身，似乎全身的血脉都通畅了。可嗨，灵猫祭司脸色愈发苍白，松开软软的同时，捂着嘴剧烈咳嗽了起来，便是连忙背过身去。天，宿主，他竟然偷偷替你洗涤了血脉，还帮你打通了经络。灵宝惊叫一声，什么东西？灵宝也不知道他用了什么方法，但是洗涤血脉可以让你的灵猫血统更加纯正优渥，甚至有可能觉醒出来第二形态，而打通经络可以让宿主本身的灵力修炼更加容易。此番操作对他的身体消耗极大，这老猫竟然对你这么好。软软受宠若惊，这灵猫祭司怎么突然给他开小灶啊？可嗨，你先回去，一定要保持修炼，有事我会再唤你。灵猫祭司低垂着头，气息羸弱。是。软软装作不知，听话的退了出去。看着软软的背影消失在洞口，灵猫祭司摊开手掌，里面赫然是一口鲜血。但愿你不会让我的心血落空。第61章，他会考虑的。离开大祭司的洞穴，软软去温泉洗了个澡。昨天给阿华接生的时候，身上溅了血迹，姨妈也侧漏了，他都没注意。哗啦，坐进温泉池中，软软再次尝试着调动灵力，一阵青绿色的光芒在周身缭绕。软软明显觉得承载灵力的经脉已经变得十分通畅，异能也收放自如了。宿主本来只是血统普通的灵猫，想要晋升4阶极其困难，但是那只祭司老猫给你打通脉络洗涤血脉之后，宿主的身体韧性会更强，已经可以比肩米拉的血统强度了，只要努力修炼，肯定能够到达4阶的。这种方式有损寿元，也不知道那老猫为啥这样做。灵宝的声音难掩惊喜。米拉的父母都是4阶兽人，天赋生来出众，相比之下，软软只是2阶灵猫的后代，能够突破3阶都已经是奇迹了。谁知道呢？不过于我来说，总归是好事。等我晋升4阶，米拉的好日子就到头了。软软水下的手握紧了拳头，美眸中野心勃勃。修炼完毕，软软换好衣服，绕到了洞穴后面，准备用竹子编制几个鱼篓。他从蛇灵带回来了很多调料，待会儿去冰河钓鱼，做点鱼汤喝喝。出乎意料，灵楚将竹子码放得很整齐，软软插着腰嘴角不由得上扬。灵楚这家伙也不全然是个不管事的主。呼，没等上前，软软的腰上一紧，被拉进了一个柔软温暖的怀抱里。白毅将下巴枕在软软肩头，对着他的耳垂挑逗似的吹了一口气。此主，这么久你到哪儿去了？软软哆嗦一下，耳尖瞬间红了。白毅每次出场的方式都这么撩人，真让人受不了。我刚洗了个澡，快放开，有人呢。
软软远远的瞟见部落里面路过的几个兽人，登时羞得不行。怕什么？我是你的雄性，抱你一下又怎么了？白毅不管不顾，任性般的将手扣在软软的小腹上，将她抱得更紧。他就是想让别人看看，他可以光明正大的抱着他的雌主了，再也不会被无情推开。白毅深吸一口气，微带的薄唇靠近了软软耳边：“你去洗澡，是不是故意想把他的味道洗下去？”“谁啊？”软软一愣，忽然有些享受白毅的拥抱了，因为白毅身上真的又软又暖和。还装傻啊？你和石鱼出去做什么了？他回来就那样亲近你。白毅的语气有些幽怨，还带着一丝丝可怜。他一想到石鱼可能和软软交配了，就极度的吃不下睡不着。以前可能是为了自己的灵力充沛，可现在他是真的很喜欢靠近软软，恨不得每时每刻都和他黏在一起。软软一下子明白过来，有些哭笑不得。你想多了，我们两个没发生什么，只不过是经历了一些危险，他中毒了，有些虚弱罢了。我不信。白毅闷声。真的，而且我来了姨，7日红期，不能那个的。软软无奈的耸了耸肩。不过他当时被猫薄荷迷了心窍，还是差点就和石鱼发生什么了。白毅唇上一弯，笑得心悦失色，将头在软软脖颈间使劲蹭了蹭。那最好了，雌主你不知道，石鱼那蛇冷冰冰的，和他交配会把你冻坏的。其实白毅早就知道软软和石鱼没有发生什么，因为他早起就趁人不注意在石鱼身上检查过了，并没有发现软软的交配印记。这样问只是想看软软愿不愿意给他解释。看来雌主心中还是有我的。石鱼，得，我也是你们 play 中的一环。好了，别闹了，因为我本来也没有和你们任何一个人交配的打算，毕竟我不想那么草率。软软将白毅放在自己腰间的手臂解开，自顾自地去扯竹子，却没注意到在原地石化开裂的白毅。原来雌主根本没想和我们交配。白毅表情碎了一地，可很快又被他捡起来拼好了。不行，越是这种时候他越不能放弃。没关系，只要真心对雌主好，雌主总有一天会接受我的。听着白毅的心声，软软手上的动作顿了顿，但愿他们在可以离开他的时候还会坚定地选择他，到那个时候他会考虑的。软软将竹子用骨刀勒成条状，跟着灵宝知识库里面的教学开始编织竹篓，还顺带着编了几个竹筐子，以后也能用得上。白毅则在一旁帮忙砍竹条，眼神若有若无地勾着软软，弄得软软一会儿红一下脸。软软，你在忙什么呢？呀，这些是什么东西啊？怎么这么好看？阿月将手中的2条大鱼放在地上，转而捡起来软软编织好的鱼篓，一脸新鲜地端详着。这叫鱼篓，可以用来装鱼，那个是竹筐，可以代替兽皮袋子用，装的东西更多。软软耐心解释道。阿月是阿化和阿香的母亲，是一只3阶的老雌性，因为生过2只雌性幼崽，所以在部落里面很受尊敬。真是好看啊，你手真巧啊！对了，软软，这是我家雄性刚捕到的鱼，送给你，感谢你救了我女儿阿化。阿化刚生完崽，现在还不能起身，等她好了会过来好好谢你的。阿月不由分说，直接将那2条大鱼塞进了旁边白毅的怀里。白毅被鱼腥味弄了一身，脸上有些不悦，他不干净了，雌主会嫌弃的，便是赶紧拎了鱼走，准备去洗个澡。你太客气了，阿月，能帮上忙的我自然会帮。阿化今天好些了吗？软软也没有推辞，这本就是他应得的。好多了，你给的草药啊太有用了，以前巫医看一次病都要好多猎物，你一下子给了阿化那么多止血草药，我都不知道怎么谢你。以前我们都对你那样，是我们不对，我跟你道歉。阿月满脸愧疚。没关系，以前也有我的原因，反正现在不提了，都过去了。软软潇洒的摆了摆手，想要买人心就需要把格局打开。成，我来给你帮忙吧，你告诉我怎么弄。第62章，谁愚蠢？我不说。好啊，你看，先这样，然后阿月一屁股坐在了软软旁边，跟着软软认真学习，一会儿就弄得有模有样了。兽人的智慧不低，只是缺乏引导。软软很乐意做这第一个引导的人，就算再受势，他也要闯出来自己的一番天地。见到软软和阿月在那弄得热火朝天，也吸引了很多女兽人过来加入，一群雌性欢声笑语不断。雄性们全都傻了眼，以前的雌兽们大多都针锋相对，即使生活在一个部族里面，抬头不见低头见，都很少说话打招呼。今天突然就这么其乐融融了。燕和雷森靠在洞口，朝着软软那边远远观望，脸上都是欣慰。看来我们的新词主要让这灵猫族换天了。是啊，他真的总能让我感到意外。哎呀，我就奇了怪了，以前那些女兽不都对着他骂声不断吗？今儿个怎么？灵楚使劲揉了揉眼睛，面上都是不可置信。傻眼了吧？这就是上天赐予我们的雌主，你这下相信他变了个人了吧？燕对着灵楚一挑眉。灵楚泄了口气，便是变了，但是对我们他不一定喜欢啊。被灵楚一句话扎心，燕的脸色直接晴转多云。你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他才不信，只要对雌主好，雌主一定会喜欢上他的。雷森默不作声，眼神却明显落寞了。我去看看畜牧圈。那灵楚，咱俩去林子里捕猎吧。燕背着手直接出了部落。灵楚深深看了软软一眼，也跟了上去。或许现在的他会同意我暂时离开的吧。你们都聚在这里干什么呢？吵死了！一阵不满的呵斥传来。众人转头，只见米拉一脸阴沉的朝着这边过来，那架势大有一种想找茬的感觉。族长，拜见族长。雌性们纷纷放下手里的东西，起身对着米拉跪拜行礼，唯独软软没有跪下，只是对着米拉颔了颔首。米拉指节一紧，软软，见到本族长，你竟然不跪下？给你低头已经算是行礼了，米拉族长。
你恐怕不知道，被人下跪会折寿。软软一字一顿地说着，米拉的神情明显慌张了一下。折寿？那被族人跪了这么多年，我岂不是？软软强忍着笑，没想到他还真信。行了，你们都起来吧。米拉稳了稳心神，目光放在了软软他们编织好的竹篓上面。这都是些什么没用的东西？把部落弄得乱糟糟的，都给我扔出去！米拉伸手捡起来一个鱼篓就往地上砸。不要族长，这是软软教我们做的鱼篓和竹筐，可以用来装东西的，都有用的。一只女兽人赶紧将那鱼篓捡起来抱在怀里，这是她自己亲手做的，真的很喜欢。住口！你现在都敢明面上违抗我了！米拉一脚将那女兽人踹翻，旁边的雌性们赶紧上前将她扶了起来，看向米拉的神情无一不是带着怨怼。软软，你每天不做正事，反而带着雌性们在这里捣乱部落，你真以为有灵猫祭司给你撑腰，你就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吗？米拉现在从头到脚就是看软软不顺眼，我们只是做自己喜欢的东西，又碍着他什么事了？又打人，他比软软以前还坏，真烦人，什么都管。他怎么又来了？好烦！周围雌性的抱怨心声传进耳朵，软软暗自冷笑。现在部落里面的雌性已经开始调转矛头对着米拉了，那么他就好好的把这矛头擦亮一些。米拉族长，你这话就说错了，这些篓子可以用来采集东西，装猎物什么的都能用得上。雄性们出门捕猎辛苦，保不齐还有生命危险，雌性们在部落中接受供养，也不能什么都不做吧？软软提高了声音，让不远处默默观察的雄性们都能听见。此话一出，雄性们心里唏嘘不已，他们一直将供养雌性作为自己必须做的事情，所以即使再难也不能说，更不敢说，却没想到竟然有雌性能够看到他们的付出。看着那群雄性快要感动哭了的表情，软软眉梢抬了抬。现代的思想告诉他，任何世界的智慧生物在遭遇不平等待遇的时候都会心生不满，也总有一天会爆发。但是兽是雄性的奉献精神强大，所以他只要动动嘴皮子就能让他们感激涕零。在场的女兽人们面面相觑，有些如梦初醒。他们喜欢自己的雄性，接受自己雄性的供养，只能靠着给他们繁衍来回报。时间久了，也都忘记自己还能做什么了。米拉被软软这番极具冲击力的话说懵了，下一秒面容扭曲起来，不做又能怎么样？他们死了，就在找新的。灵猫族也不缺雄性，倒是你选了野兽人做雄性就被迷了心窍是吧？灵猫族怎么会有你这种愚蠢雌性在？哼，照你这么说，万一雄性们都死光了，雌性就没有活路了吗？我们雌性是独立的个体，不是谁的附属品，也不是离了谁就活不成。所以谁愚蠢，我不说。软软直起身子，每一个字都说得无比清晰。在这一刻，雌性们心中仿佛被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回想起来，软软这段时间救助族人的事迹，众人纷纷认同的不住点头，看向软软的表情也充满了崇拜。你疯了你！来人，给我打他的嘴！米拉说不过软软就要动粗，他绝不允许任何人动摇他在族人心中的地位。米拉族长，您饶了软软吧，他也是为了我们雌性想呀。先前那被踢倒的女兽人连忙匍匐在地上替软软求情。是啊，族长，您饶过软软吧，他昨天还救了阿花呢，求求族长饶了软软。看着身旁跪倒一片给自己说话的雌性，软软知道他已经顺利笼住了他们的心。你们都疯了是不是？他到底怎么迷惑了你们，让你们这么替他说话？米拉已经在崩溃的边缘。忽儿，够了，真是没有一天安生日子。第63章，迟早是个祸害。灵猫祭司的声音自人群后方传来，此时此刻的他正捂着头，脸上的疲惫难以言说。拜见祭司大人，拜见灵猫祭司。米拉刚才的气焰一下子消了下去，连忙跪倒在了灵猫祭司面前。米拉，你有时间在这里管闲事，还不如去看看族里。大雪过后，我族已经多久捕不到像样的猎物了？现如今又添了2只新生幼崽，若是养不活幼崽，你这族长也别当了。灵猫祭司恨铁不成钢地看着米拉，一味强压怒火。是米拉的错。米拉的身子有些颤抖，一双拳头握得有些发白，余光怨憎地看向软软，再次开口道：祭司大人，软软的洞里有那么多猎物，可他只顾着自己，将猎物全都藏起来，完全不考虑族人。先前如花只是去他畜牧圈中看了一眼，就被他下了毒手毒打一通，可见其恶毒。而我们灵猫族捕猎能力本来就差，正需要族人齐心，像软软这样狠心的，怎么配做灵猫族人？软软抬眼，又开始道德绑架他。看来米拉族长记性不太好，自己做过什么都忘了。有吃的时候就自己独占，10只雄性在家全都等着族人供养，自己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现在没有猎物供养你，你又想起族群团结来了。软软毫不客气地出声对他。而且就算平时族里发放冬季的兽皮衣服，米拉都不肯带软软的份，还是西西娘善心给软软偷偷做。就这种人是怎么舔着脸皮让他大度的？我是族长，我的雄性们离开族群捕猎，谁来看护族群？米拉自知理亏，赶紧找不是吗？躺在洞穴里面看护？软软冷哼。行了，都住口。软软，不管以前如何，现在本祭司回来了，你所说的事情不会再发生，只要你愿意将猎物分享，让族人挺过去这段时间，等到开春可以将猎物尽数补给你。灵猫祭司缓下声音。闻言，在场的兽人们全都齐刷刷地看向软软，眼中充满了恳切。他们真的已经穷途末路，每天靠着几只野兔野鸡果腹，就快支持不下去了。软软眼皮一垂，灵猫祭司这饼画的太大了，他可不做这亏本买卖，但是眼下
却让他想到一个笼络人心的好机会。暗暗思酌了一下，软软再次抬眸道：“祭司大人，我洞中猎物都是小兽，根本没有多少肉，灵猫族这么多族人完全不够吃。不过，我可以帮助族人抓到大型猎物。”他在林子里不止一次看到了鹿群和牦牛群，不过灵猫族都是各顾各的，人手不够，攻击力又太弱了，对于成群结队的猎物没有一点办法，只能眼馋，根本抓不到。但若是把他们团结起来，再加上陷阱布置，抓到猎物就很容易了。就凭你一只刚刚3阶的雌性，恐怕见到大型猎物就会吓得哭了吧？米拉充满蔑视的眼神上下扫了软软一遍，在场的灵猫们也都面面相觑，对于软软的话是不相信的，因为兽是雌性羸弱，根本没有捕猎能力，更别提捕到能供整个部落饱餐一顿的大型猎物了。你们不相信的话，我就没办法了。软软摊了摊手，这灵猫祭司一时间也拿不定主意了。我相信软软，我那天亲眼看到他和他的雄性出去捕猎了，软软抓到了一只可肥的野鸡呢。一只女兽人举起手来，正是那日劝软软不要亲自捕猎的女兽人。是的，我也看见了，而且软软还认识草药，他那么厉害，一定有办法的。对对对，周围人开始附和起来。野鸡？怎么可能？野鸡可是会飞的，雄性抓起来都费劲的，他怎么？米拉瞪大了眼睛。那好，软软，等到过几日太阳出来，你就带着族人一起去捕猎，这次关乎整个灵猫族的安危，3阶以下的雌性留在部落看护待宰和怀孕的雌性，其余的所有雌性都要和雄性一起去帮忙。灵猫祭司高声道：“是。”夜如花洞里，你这没用的东西，连个巫医都找不来，我这脸上还肿着呢。如花一巴掌打在了阿冷脸上。阿冷几天下来瘦了好多，整个人的精神都有点涣散，面对如花的指责也是敢怒不敢言。对不起词主，没有猎物，巫医不肯来的。要不我去求求软软，让他给我们些草药。阿忍试探着出声。你胡说什么？我就算是死了也不会去求那件兽的。真是，要你们2个有什么用？哎呦，如花捂着被扯疼的脸。其实如花也知道，他和软软结下的梁子太多了，现在去求软软不被他打出来就不错了。不是阿娘，你也太没用了，怎么每次都被那个恶词打啊？你以前不是骑在他头上骂他，他都会对你笑吗？现在倒好，你被打了不要紧，我还要吃东西呢，好几天没吃肉，我快饿死了。一只半大不小的男兽人对着如花翻了个白眼，这不是别人，正是如花的宝贝儿子如大宝。如大宝，你怎么说话呢？我是你阿娘，你不关心，我只想着吃。如花气得吹胡子瞪眼，他这儿子也是被他惯坏了。那又怎么了？还不是你没用。如大宝握着啃得干干净净的兔子，骨头生闷气。哎呦喂，你真是可笑啊，连你自己儿子都嫌弃你了。一阵满带嘲讽的声音从洞口传来。如花抬眼是米拉，便是赶紧翻身下床。拜见族长，您怎么来了？如花陪着笑脸，我再不来，这灵猫族就要是他软软的了。米拉一屁股坐在了石床上。今天大祭司说的你都听见了？听见了，让我们过几日跟他去捕猎不是？如花叹了口气，被养着的日子过惯了，他是真不想去。刚刚晋升3阶雌性就能得到灵猫祭司的青眼，迟早是个祸害。我有一个方法，能除掉他，如何？米拉勾起眼尾。第64章，他也配？什么办法？如花眼神一亮。米拉抬手，如花赶紧殷切地将耳朵递了上去。耳语一阵，如花的脸色有些难看。族长，这能行吗？不会有危险吧？放心，有我在，出不了意外。只要你按我说的做，把他和灵猫祭司一起除掉，以后我们还能过上好日子，如何？米拉诱惑道。是，我都听族长的。明日就要去林子里捕猎了，说不定会有危险。您真的要带他们一起去吗？雷森将鱼竿抛入水中。我们一家富足已经引来别人眼红了。有一句话米拉说的不错，我们是一个族群，人多力量才大。米拉没有做到的事情，我如果做到了，那在族人眼中我的地位会不会提高呢？软软附着装满鱼的鱼篓，抬眼看向雷森，眸子中的野心被雷森尽收眼底。您是想取代米拉？雷森眉梢一抬，嘘，低声些，别让旁人听去了。软软抬起一根手指堵在了雷森的嘴唇上。雷森面上一揉，温暖的大手握住软软，不管此主想做什么，我都会跟在你身后，帮您完成您一切所想。其实软软屡次救人，已经让族中的兽人刮目相看了，而这次全族追猎将是他彻底扭转他在族人心中固有印象的高光时刻。鱼捕的差不多了，软软特地挑选了一个水桶粗的竹子锯断，用来当煮鱼汤的锅子。虽然竹子易燃，但是装了水却可以久烧不漏。此煮鱼鳞刮干净了，燕找了一张干净树皮，将鱼盛上，小心地放在了软软跟前。白毅则是将竹筒装满水，开始烧水。林楚蹲在一旁研究着地上的调料。这什么啊？红红的。林楚抬手捡起来一颗小辣椒，那个叫辣椒，很辣的，别轻易尝试哦。软软善意地提醒道。辣是什么意思？林楚不解，却也十分听话地将那辣椒放回原位。一会儿你就知道了。软软神秘一笑，抽出骨刀，将鱼切片码放整齐，倒入开水烫熟，接着丢入八角香叶去腥，最后放入适量的盐巴草和切碎的辣椒提味。经过一定时间的炖煮，鱼汤变得奶白，一阵阵诱人的香味溢散开来。白毅赶紧去把竹门关上，防止香味外泄，再引来不速之客。哦，好香！燕的眼睛亮晶晶的，赶紧端了竹筒碗在旁边等着。煮好了。软软将一根树枝插在小竹筒上，做成了一个简易勺子，
给4个兽夫每人盛了满满一碗。溪流灵厨已经等不及了，顾不上热就嘬了一大口，咸香微辣的鱼汤配着滑嫩的鱼肉入口，灵厨好吃的老虎耳朵都开始抖动，好好喝啊！嘴巴有一点痛，但是好舒服啊，根本停不下来。司主，你真的太厉害了，能做出这么好喝的东西。燕端着竹筒狠狠喝了一大口，那是辣椒的味道，软软眨眨眼，也迫不及待地抿了一口鱼汤，瞬间只觉得身上的寒气烟消云散了。可惜了，这么好喝的鱼汤，石鱼喝不到了。雷森端着碗挨着软软身旁坐下，开始享受这从来没有享受过的美味。谁让他冬眠了来着？白蚁无所谓的说着，拉过兽皮垫子塞到了软软屁股底下，也端起鱼汤喝了一大口，一脸满足。一大锅鱼汤很快见了底，有了调料陪衬，软软吃的肚皮圆滚滚，这还是他穿到兽食吃的最饱的一顿。剩下的残局由雷森他们收拾。软软爬到了石床上，将石鱼身上的兽皮被子掀开一角，变成大蛇的石鱼也眉清目秀。软软惊奇地发现，石鱼的头顶上有2个凸起，好像小脚一般。兽是蛇类，带有优质血统，蛇百年成蟒，蟒百年成蚺，蚺百年成蛟。你这蛇夫已然是5阶森蚺，有希望化成蛟龙的。灵宝的声音响起。真的？软软一惊。当然了，兽是很多种类的兽人都有进化的可能，只不过到底能不能成，还要看他们自己造化。行吧，不过石鱼的伤倒是好多了，都已经有了愈合的迹象。软软说着，抬手放在了石鱼身上，利用肉体的接触给石鱼送了一些灵气。石鱼的尾尖不易察觉地动了动，浑身的肌肉都放松了下来。第二天一大早，兽人们就整装待发，聚集在了部落门口。雌性兽人们身上清一色的都背着软软送给他们的竹筐，看上去倒是有些兴奋。他们已经好久没有出过部落了，这一次既有担忧，也有向往和好奇。如花站在人群中脸扭成了苦瓜，他是一点都不想动弹的。今天所有兽人都要听从软软的指令行事。米拉，你负责看管族人，让那些不愿意服从管教的都老实一点。灵猫祭司拉过软软，说完眼神特意瞟了瞟如花。如花依旧绷着脸，心里还在盘算着怎么才能偷懒。米拉强压心中的不悦，点头答应，可心中已经把软软骂了1000万遍。听从软软的指挥，连他这族长都得靠边站。哼，这软软真是好大的威风，剑兽他也配。是。米拉不管不顾，赌气似的率先带人朝着森林走去。软软立在原地不屑的看了米拉一眼，正要跟上去，却见灵猫祭司背着身浑身颤抖。可嗨嗨，灵猫祭司你没事吧？软软小心上前，却见雪地上落下了几抹红色，是血。灵猫祭司你别声张，我没事，不要惊动任何人。你带着族人去捕猎，我随后过来。灵猫祭司没有转身，可捂着嘴的指缝中间还是有血流出来。软软咬了咬唇，还是跟着人群走了。灵猫祭司深吸了一口气，缓了好一会儿，将手上的血渍擦净，拄着拐杖慢慢跟了上去。软软，我们要去抓什么猎物啊？一只女兽人凑到了软软旁边。先不抓，我们先布置陷阱。软软环顾四周，心里已经有了打算。第65章，扔过去当球踢。很快，软软在雪地上发现了许多来来往往的蹄印，是牦牛的脚印，而且来往如此密集，看上去是经常经过之处。雷森低声道：“燕还没回来吗？”软软抬头看向天空，燕作为风鹏，在空中有独到的视野。软软让他去观察牦牛群的所在位置和动向了，还没回来。不过看这脚印是今日刚留下的，想必牦牛群就在这附近。白蚁贴在软软身边，手上有一搭没一搭的扯着软软的衣角。那行，就在这里，大家来帮忙挖坑，挖得越大越深越好，用来捕牦牛。软软转头对着人群道。还在自顾自往前走的米拉停住脚，挤不过来面露鄙夷。这么多人不去围攻猎物，在这挖什么坑？你脑子坏了？米拉族长，灵猫祭司说了，这次所有人听我的调遣，你有什么异议，可以等一会儿灵猫祭司来了跟他沟通。软软懒得理会米拉，从身后的竹筐中取出一根竹子，在地上画了一个超级大圆，用作挖坑的参考。虽然这次来的人真不少，但是牦牛总是成群出没，雄性牦牛体型庞大，野性十足，别说是灵猫这种攻击力低下的食肉兽人，就算是狼群也得掂量掂量自己的分量，不会贸然进攻的。所以必须得采取非常手段，将族人伤亡概率降到最低。米拉背对的哑了，气得差点吐血。阿布连忙上前扶了他一把。剑兽，我倒是要看看你怎么能捕到野牦牛。如花在人群里躲来躲去，压根不想上前干活。随着众人你一骨头我一爪子的卖力挖掘，一个长约10米、深约7、8米的大坑便被挖了出来。软软将从部落里面拖过来的长竹子架在上面，又铺上了些枯树叶，最后掩饰上雪，一个深坑陷阱就完成了。软软，这个坑能抓到牦牛吗？牦牛可是很凶的。阿月凑到了软软身边。放心，牦牛虽然凶，但是只有踢子弹，跳力不行，只要落入这坑洞里面，绝对爬不上来，到时候把他们制住就成了。软软信心满满的揉了揉鼻头。哦，这样啊。阿月其实没听懂，但是莫名觉得软软说的十分有道理。呼啦，一阵飓风从众人头顶席卷而来，只见燕挥动着几米长的翅膀稳稳落地，变回了人形。燕，你回来了，发现牦牛群位置没有？软软赶紧迎上去。发现了，就在那边不远处。燕点头，反手握住了软软的一根手指。好，大家尽量不要发出大的动静，隐蔽身形跟我走。软软招呼一声，手指却在燕的手心勾了勾。你手好凉啊，冻坏了吧？空中确实比陆地上冷得多。
燕有意无意的打了个冷战，但是被软软关心，心里却暖得不像话。软软反手从灵泉空间取出来一竹筒热水递给燕，快喝点暖身子，便快步走在了人群前方。燕端着竹筒，眼神洋洋，此主真好。白毅的牙根酸的发胀，冷哼一声，紧跟在了软软身侧。虽然他打心底并不讨厌燕，但是看到软软对他好，他也是真的嫉妒。反观雷森倒是很淡定，他从来不会要求软软只把眼光放在自己身上，只要能够得到软软的一点点关注，他就很满足了。软软带着众人隐匿在了灌木丛中，朝着前方观察。第一次见到牦牛群，软软还是狠狠震惊了一下。只见那带的雄性野牦牛足足有10几头，而且个个体型庞大，肌肉发达，身高接近4米，体长也有5米左右。那硕大的牛角仿佛磨盘一般粗壮，不难想象被顶一下肯定得成人民碎片。此主，这么大一个牦牛群太危险，就算是我和林楚被他们盯上，也很难全身而退。雷森提醒道。当初他和林楚也只是捕杀到了落单的老牛，面对体型大过自己数倍的壮年雄性牦牛，他们谁都不敢赌自己可以毫发无伤。不能硬碰硬，看到他们身后的那些没长脚的母牛和小牛犊了吗？那才是我们的目标，只不过得想办法把那群保护牛群的公牛引开才行。软软摸着下巴，切，这有什么可想的？软软，你让你家雄性去不就行了？如花在后面看热闹，不嫌事大似的冒出一句：凭什么？你家雄性是吃白饭的吗？软软翻了如花一眼，那能一样吗？你那几只雄性都是不值钱的野兽人，伤了死了又怎么样？要是抓不到猎物，你担当得起吗？如花理直气壮地说着，我是来帮你们抓猎物的，怎么着？你不想出力还想白嫖吗？软软直接戳破了如花的小心思。闻言，众人齐刷刷回头盯住了如花。如花心里一紧，谁说的？我这不是跟着来了吗？那你倒是去啊！软软似笑非笑，什么？我是雌性，怎么可以让我先去？如花赶紧往后缩了几步，那就把嘴给我闭上，想要吃东西就给我老老实听话，出了力的人才有资格吃东西，再从我眼前蹦跶，我就把你丢去给那群牦牛当球踢。软软眸色一冷，如花被软软这句唬住，连忙闭嘴，解决了嗡嗡乱叫的苍蝇。软软随手折了一根小树枝，在雪地上比划了一下，白毅、雷森、林楚，你们3个分别带领一队雄性从这3个方向骚扰牛群，记住只骚扰即可，只要公牛来进攻就撒开腿跑，让他们尽量远离牛群。燕，你一会儿听我指挥，带着我和剩下的人去恐吓驱赶母牛，带着幼崽朝着这个方向逃跑，他们的必经之路上有我们设置的陷阱。软软条理清晰的规划一字不落地落进了灵猫祭司的耳中，灵猫祭司赞赏之余，眼中泛起一阵奇异的光，他果真和普通的兽人不一样。好，明白。那燕，你保护好此主。雷森嘱咐道。放心。燕点头，不由得往软软身侧靠了靠，又可以和此主独处了。我的雄性不能跟你们离开，否则谁来保护我们雌性？第66章，把人家大老婆偷了。米拉双手环胸，将自己的10个兽夫都拢在身边，显然根本不服气软软。保护你？你以为灵猫祭司让3阶以上的雌性出来是给雄性呐喊助威的吗？我们要去驱赶母牛和小牛，既然你不想去，那么捕到的任何猎物都没有你家的份儿。你，其余的雌性这次并没有站在米拉那边，而是都往软软身边靠了靠，他们很愿意出力，不是为了别人，是为了自己。眼瞅着往日拥戴自己的雌性们已经倒戈到了软软那边，米拉也厉害不起来了，只能让自己的雄性们跟着去，毕竟他也要喂饱肚子。很快，白毅、林楚还有雷森各自带了一群雄性来到了指定地点，开始按照计划发起进攻。好，林楚猛然变作虎形态，率先朝着牦牛群气势汹汹地冲了上去，雄性灵猫们变作圆形紧跟其后，只是体积太小，完全没什么威慑力可言。本来还在啃草根的牦牛见到这突然跳出来的大老虎，明显慌张了一下，不过很快几只雄壮的公牛便竖起来了牛角，朝着林楚驱赶了过去。林楚利爪一出，抓住雪地一个滑铲，顺势调转方向，朝着反方向躲去，顺利将几只公牛引开。另一边的白毅和雷森也不甘示弱，如法炮制的各自引开了一大簇的公牛。可那群公牛也不是傻子，追出去一定距离就会放弃，往牛群方向撤退，弄得软软一众人怎么也找不到接近母牛群的机会。雷森他们尝试了几次还是不行，便只能绕着牛群苦恼。反观那群公牛齐刷刷的用牛角对着这些不速之客，只要他们敢靠近，就会把他们顶上天。白毅雪白的爪子在雪地上跺了跺，脑子飞速旋转，淡紫色的狐眸顿时闪过一阵灵光，有了！只见白毅佯装朝着公牛群再次冲去，将几头莽上来的公牛引过来，下一秒一个假动作，直接弹跳绕过面前的公牛，往后方的母牛群跑去。眼瞅着自家老婆孩子有危险，几头公牛连忙去追白毅，却见白毅身形一晃，猛然变做了人形态，一头公牛瞅准时机，仿佛推土机一般朝着白毅撞了过去。白毅软软的心都揪在了一起，却见白毅身形灵巧一躲，雪白的尾巴顺势缠住了那公牛的牛角，就那么被那公牛冲过来的强大惯性带到了母牛群旁。靠得最近的母牛一脸懵逼，却见从天而降一英俊美男，一时间看愣了神。白毅瞅准时机，挥动虎尾缠住了那母牛肚子底下的小牛犊，闪身变回弧形态，拖着那小牛犊的后腿就跑。哞哞！见到自己的宝贝牛娃子被偷走，那母牛回神，急得哇哇叫，赶紧追过去。几只公牛更是不肯罢休，一个接一个的朝着白毅追了上去，直至一头扎进了旁边的林子中。雷森和林楚将白毅的一通骚操作看在了眼里，立刻明白过来，赶紧学着白毅的方法去偷牛犊。林楚更狠，
直接把一只极其罕见的白毛母牦牛给拖走了。哞啊哞啊！见到那白毛母牛被拖走，牛群中体型最大的那只公牦牛眼睛都红了，直接撂下其余母牛，撞开牛群，朝着灵楚猛追了过去。剩余的几只公牛见状，连忙也追了过去。这什么情况？感觉灵楚好像抓了牛群团宠了。软软有些懵逼，那可不是普通的牦牛，血色牦牛是母牦牛中的稀有品种，生育能力强，而且在牛的眼中可是大美女，一看就是那牦牛手里的心肝大宝贝儿。你那老虎雄性真会抓，直接把人家大老婆偷了。灵宝佩服道。眼瞅着母牛群已经完全失去保护，软软直接起身，所有人跟我上。是。焰化身风鹏，一个助跑滑翔出去，软软带着所有雌性举着骨刀大喊大叫的朝着牛群冲去。虽然都是雌性，但是气势上足够唬人。米拉和如花趁乱躲在了树干后面，这么危险，他们肯定不去的。还没躲一会儿，灵猫祭司的拐杖从天而降，直接把米拉和如花给打了出去。你们两个在这躲着想干什么？没出息的东西，给我跟上去！是。母牛们看到一大群张牙舞爪的雌性朝着自己跑过来，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年头竟然有雌性出来捕猎，该不会是变异了？吓得他们带着小牛犊就跑，焰盘旋在空中，适时的朝下面俯冲，锋利的爪子不断勾伤牦牛们，防止母牛被逼急了回头伤害软软。毕竟风鹏是巨型猛禽，有力的翅膀和锋利的爪子足以抓起一只亚成年的牦牛了。母牛们吓得慌不择路，只能一味的朝着软软划定的路线逃跑，很快就进入了预定地点。只听轰隆一声，陷阱上面的竹子被压断，牛群仿佛下饺子一般掉进了坑里面。软软瞅准时机，猛然变作猫形态，跳起身子，一口啃在了一只母牛的屁股上。对方皮太厚，软软没啃动，但是却让对方乱了脚步。那母牛横冲直撞，让本来就不知道前方发生了什么的牛群一味往前，仿佛一双无形大手推了牛群一把，让那些原本停住脚的牦牛们也被迫掉进了坑洞。某，坑洞直接被牛群填满，幸存的牛群也炸开了花，根本顾不上队形，开始四散奔逃。软软带着雌性们赶紧爬到树上躲起来，以防被误伤。一阵凌乱之后，只有坑里的母牛们带着牛仔嚎叫，却怎么也爬不出来了。成了！软软率先从树上跳下来，地上是满满一坑的牦牛，算上牛仔足有20几头。太棒了，我们真的抓到牦牛了！软软你太厉害了，太厉害了，有吃的了！软软做得好！灵猫祭司也罕见地露出了赞许般的笑容。灵猫们围着软软欢呼着，雀跃着，完全被喜悦埋没。只有米拉阴沉着脸看着这一幕，完全开心不起来，因为他感觉到了浓浓的危机感。可恶，必须要除掉他！第67章，可不能有什么闪失。不多时，前去吸引雄性牦牛的难兽人们也都风尘仆仆地回来了。白衣累得满头大汗，匆匆擦了一把头上的汗水，就一头扎进了软软怀里，语气有些撒娇道：“此主，我好累啊，你都不知道，那些公牛像疯了似的，我把他们的幼崽丢下他们才肯罢休。”牦牛的体力耐力惊人，而且特别执着，白衣费了好一番功夫才脱身。好啦，你辛苦啦，总归结果是不错的。看，我们捕到这么多母牛和幼崽，这个冬季不用愁了。软软抬手揉了揉白衣的耳朵，笑得合不拢嘴。是啊，这是多亏了你，比某些只知道张着嘴呱呱乱叫的不知道厉害了多少倍。白衣话里有话的说着，眼神不经意地瞥了瞥米拉和如花。被白衣讽刺的眼神看到，如花气得握紧了拳头，却无法反驳。一旁的米拉被打了脸，也只能哑巴吃黄连。对了，雷森和灵楚呢？还没回来吗？软软朝着远处的林子望了望，他们先前说好了，引来牦牛之后想办法脱身在陷阱处集合的，时间已经过去大半晌，他们也该回来了。没见他们，我去找找。白衣甩了甩尾巴，他虽然想独占软软，但是和雷森他们相处了这么久，白衣也把他们当了兄弟看待，自然不会不管的。我也去。燕上前一步，等一下白衣，你刚跑了那么久太累了，就留下帮族人把这些牦牛弄回部落。燕会飞，我和燕去。软软抬手扯住白衣的手臂，眼神大有意味地往后看了看。白衣心眼子多，绝对不会让自家吃亏，所以留下他压着米拉和如花，别让他们整什么幺蛾子。那好，你们小心。白衣很有默契地明白了软软的用意，稍作犹豫就应了下来。燕便回风棚，驮着软软就飞向了空中。见到软软离开，米拉面上的表情明显一抬，赶忙上前一步。这些牦牛是大家共同所得，每个人都有份，麻烦大家将带来的草绳拴在这些小牛身上，先把它们带回部落，要是引来其他族来抢夺就不好了。白衣根本没给米拉张嘴的机会，直接开始张罗起来。低贱的狐狸，你有什么资格在这说话？米拉气急败坏，白衣根本不惯着他，抬手唤出一团灼灼狐火，寒刃般的目光射在了米拉身上。再不济，白衣也是五阶兽，更有异能傍身，没有软软的压制，可以说是在部落无敌的存在了。米拉当时被吓得不敢再炸刺。兽人们见到灵猫祭司也没啥异议，便是纷纷点头，赶紧将竹筐里面的草绳拿了出来，系成套子，直接套在了小牛身上，将其一个一个拉出坑洞。母牦牛的胆子普遍很小，看到孩子被制住，也只能老老实实跟在后面。一行人赶着牦牛群浩浩荡荡的回了部落。灵猫祭司住在原地，思虑再三，还是朝着软软和燕离去的方向跟了过去。软软是他选中的未来继承人，可不能有什么闪失。此时此刻的雷森正独自被6只雄性牦牛圈在中间，毫无退路。而原本跟在他身后的灵猫们被牦牛的踩踏冲散，都不知道跑哪去了。好，变作金狮的雷森利爪在地上猛拍一下，
朝着那几只虎视眈眈的牦牛威吓一声，可那牦牛根本不退缩，反而朝着雷森逼近，一点点缩小了包围圈。哞！一头牦牛率先发动了进攻，抬着牛角狠狠朝着雷森撞了过去。雷森长鞭式的尾巴一竖，连忙躲到一旁，顺势一爪子拍在了那牦牛的身上。咔嚓！那牦牛擦着雷森脖子上的鬃毛冲了过去，厚厚的皮囊直接被雷森锋利的爪子划开数道血淋淋的口子，可他并不退缩，眼中是愈发激起的野性，调转方向朝着雷森再次攻击过去。周围的牦牛们似乎也被带动了情绪，齐刷刷地对着雷森冲了过去。铿锵！一道金光闪过，冲过来的牦牛们被直接震开，雷森催动异能，在身上蔓延上了一层坚硬无比的金甲，结结实实挡住了这一致命夹击。哞！牦牛们恼了，一个接一个的朝着雷森撞击上去，剧烈的碰撞声震耳欲聋，牦牛们愈挫愈勇，即使被雷森反复打退，依旧不依不饶。很快，那金甲便被撞击出了层层裂纹。雷森死死咬着犬齿，努力找寻突破口，可四面八方都有庞大的牦牛围堵，他根本冲不出去，只恨自己没有燕的翅膀。因为平时和软软接触较少，他的灵力储存并不多，随着灵力的快速流失，金甲也会愈发脆弱，被对方攻破防御是迟早的事情，眼下只能撑住一刻了。哞！哞！几只牦牛仿佛互相交换了什么信号，全部往后退了一大截，竖起庞大牛角的同时，脚下蹄子蹬地，卯足了全身的力气，朝着雷森再次冲撞而去。糟了！雷森将全身的灵力一点不落的凝结，强化金甲防御。砰！剧烈的碰撞声响起，一阵音波炸开，雷森的耳膜被震得生疼。可他的眼前没有足够灵力支撑的金甲，终究没能抵挡住冲击，直接碎成了齑粉，随着一阵冷风飘散而去。近在咫尺的是冲到跟前的牦牛，已经来不及了。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雷森腰上一紧，直接被一股力量扯向了空中。牦牛们没有反应过来，脚下已经刹不住车了，尖锐的牛角擦过雷森的足垫，互相撞在了一起。只听砰的一声，牦牛们被自己迸发出的力道撞得头晕眼花，前蹄一窝，直接跪倒在了地上，昏死过去。而雷森的重量也不容小觑，软软手中的藤蔓已经接近极限，巨大的离心力直接将他从燕的背上扯了下去。此主！此主！燕和雷森同时惊叫一声，近几十米的高度，软软摔下去必死无疑。燕俯冲而下，却抓了个空，眼睁睁地看着软软坠向了地面。雷森率先坠地，摔得腿骨震颤，却顾及不到疼痛，立刻爬起，朝着软软掉落的方向冲了过去。第68章，好清奇的脑回路。软软反手甩出藤蔓，想去缠住燕的爪子，却依旧没有成功，只能认命般的闭上了眼睛。完了完了，要和大地亲密接触了。灵宝的界面闪着红光，这可是粉身碎骨，灵拳都治不了的那种啊！好！一声狮吼划破天际，雷森用尽全力纵身一跃，直接将软软抱在了怀中，毅然决然的用自己最脆弱的脊背重重砸在了地上。一人一狮在雪地上翻了好几滚，才停了下来。雷森强忍疼痛，连忙去看怀中的软软，连嘴角流血了都未曾察觉。此主，你没事吧？软软睁开了双眼，发现自己正毫发无损地趴在雷森柔软的肚皮上。反观雷森，浑身都是血水，唇齿之间因为碰撞嫣红一片。雷森，你流血了！软软赶紧爬到雷森胸前，手上捧着雷森的大脑袋查看。别担心，小伤而已。呼哧呼哧，雷森重重地喘着粗气，胡子翘着，眼神中满是劫后余生的安定。只要他没事就好。软软眼中噙着泪，一把抱住雷森的脖子，将整个人埋在了他的鬃毛里，闷声嗔怪：笨蛋！雷森心上一颤，化作人形，抱着软软坐了起来。软软纤细的手臂挂在雷森的脖子上，雪白的大腿被雷森青筋遍布的粗壮手臂承托着，那画面简直将爹系男友诠释的淋漓尽致。此主，雷森！燕来不及落地就变回了人形，跌跌撞撞朝着两人跑去，却见软软正紧紧抱着雷森，往前跟的步伐也停了下来，眼神中有着片刻黯淡。我真的好没用，连此主都保护不好。不过只要此主没事就好了。软软还是第一次这样近距离的观察雷森，雷森的身材可谓是十分强壮，线条粗犷，每一寸肌肉都在散发着荷尔蒙。软软汗颜，怪不得当初能把他弹飞呢。雷森抱着软软的手臂有些僵硬，看向他的眼神满带着情愫。雌性的身子原来这样软，抱紧了骨头不会断掉吧？好清奇的脑回路，快让我看看都伤到哪了，这里痛不痛？这里呢？软软从雷森身上下来，里里外外把雷森检查了一通。幸好作为5阶兽人的雷森身体结构足够强，唇齿中间的血是犬齿磕破了牙龈，后背只是擦伤，脊椎没啥大问题。燕蹲在旁边，手上握着树枝画圈圈，看着软软那么关心雷森，他极度的胃里反酸水，情不自禁嘟囔一句：这么大一头狮子，肯定摔不坏的。没事就好。软软松了口气，可眼前又是一怔。对了，林楚人呢？林楚因为抓了那公牦牛首领的大老婆，可是被10几头公牦牛追了来着。不清楚，我们跑的方向都是相反的。不过林楚作为炎虎实力强悍，应当已经甩开那些公牛回部落了。雷森抬手牵住了软软的手，和软软抱过之后，雷森就控制不住的想和他牵手手。也许吧，我们先回部落看看再说。米拉和如花在组里，保不定会因为牦牛分配问题闹事，我怕白衣一个人压不住。软软叹了口气，几人离开，却没有注意到远处的树冠上一直在观察的身影。灵猫祭司握着拐杖的手有些颤抖，眼神中是抑制不住的狂喜。他确定自己没有看错，软软有异能，
是除了各大祭司之外唯一拥有异能的雌性。太好了，灵猫族的未来有希望了。天色擦黑，灵猫们将捕回来的牦牛围在部落中间。灵猫祭司不在，软软也没有回来，他们都不敢擅作主张。依我看，这牦牛应该给4阶雌性大小各5只，一共10只；3阶雌性大小各自4只，一共8只，剩下的就给最低等的雌性区分，这样最公平了。如花说着，贪婪的目光盯在那群牦牛身上，仿佛已经闻到肉香味了。啊，你可真是不要脸啊，如花！这牦牛是软软带着大家共同抓到的，就算要多分，也是给软软家多几只，怎么你又想用阶级来说事？阿月已经忍不了一点了，直接怒怼如花：“给我闭嘴！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吗？”如花指着阿月的鼻子怒道。看到如花对阿月这样无礼，阿月的3只雄性直接站了起来，仿佛下一秒就要冲上去给如花点颜色瞧瞧。你我同为3阶雌性，我凭什么不能说话？倒是你一直想多分猎物，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心思。阿月根本不惧，气势更是直接盖过了如花。你瞎说，是你想多分猎物吧？抓牦牛，我们一家也是出了力的，多分点怎么了？如花理直气壮。出力？不见得吧，我之前仿佛看见软软带着我们去赶牛群的时候，有人缩在树后面不出来，结果被灵猫祭司打出来了来着。一只女兽人灿灿开口道。我也看见了，就是如花。还有族长。另一只女兽人直接吐露了出来。啊，真是的，怎么这样啊？啧。此话一出，人群仿佛被丢了火星的干草堆般炸开了锅，一片一语。你胡说！如花下意识往阿冷阿热身上靠了靠，嚣张的气焰明显矮了一大截。哼，有没有胡说你心里清楚。我告诉你，在软软和灵猫祭司回来之前，你别想碰这些牦牛。阿月冷哼一声，等软软回来，你当族长不在了吗？族长，你来评评理。哎，族长呢？如花抻着脖子瞅了一圈，米拉的雄性们都在，可唯独不见米拉的踪影。扑哧，族长真不在，那白衣斜靠在树干上，看着如花那滑稽的模样，毫不避讳地笑出了声。见到没人给自己撑腰了，如花一屁股坐在了地上生闷气。白衣止住笑，狐眸锐利地扫过在场的所有人，心中有些怪异。所以那米拉族长跑哪去了？此时，密林深处，一道黑色的影子正在朝着星月森林内为急速靠近着。嗷呜！随着一阵可怖的狼嚎声响起。呵呵，到了。第69章，帮我先补一补。咻咻咻！有陌生兽人的味道。什么人在呢？站岗的狼兽一拥而上，却见密林中间缓缓走出一只浑身漆黑的猫兽，正是米拉。这气息是4阶雌性。你是什么人？想干什么？站岗的狼兽大惊。要知道，4阶的雌性最次也是一族雌主的，断然不会孤身一人出现在狼族外围。叫黑巴出来，我找他有事。米拉蹲坐在地上，习惯性的抬起爪子舔了舔，有些高傲的抬起下巴。我们黑巴哥是你想见就见的，看在你是稀有雌性的份上，我劝你赶紧离开，否则我们去告诉狼王。是谁？那狼兽话还没说完，便见一只极其硕大的黑狼从不远处走了过来。那黑狼周身肌肉矫健，利齿足有1指长，气息更是可怖。看到这黑狼的一瞬间，几个站岗的狼兽连忙匍匐下身子，耳朵贴在头皮上。黑巴哥，您过来了。狼族等级划分森严，他们这些站岗的狼兽不过2阶，见到黑巴这种4阶兽，自然俯首贴耳。黑巴，真是好久不见啊！你不会已经把我忘了吧？米拉慢慢站起，顺势慵懒地抻了抻身子，高高抬起的尾巴略显风骚的在身后摆来摆去。当看清面前的猫兽，黑巴的瞳孔不由得一颤。可，你们去另一边巡逻，这边的情况不许和别人说，否则……黑巴低声威胁道。是。那几只狼兽忙不迭的点头，赶紧夹着尾巴跑了。见到那几人跑远，黑巴一步就跨到了米拉跟前，迫不及待地抬着鼻子在米拉周深闻来闻去。这么久不见，米拉族长还是那么香甜啊！米拉不动声色地往后退了退，努力藏着眼底的嫌弃，语气上却顺着黑巴的话道：“是啊，当初我让你跟我回灵猫族做我的雄性，你不肯，说什么不会背叛狼王大人，我可是伤心了好久呢。当初米拉也是不排斥外族雄性的，他第一个看上的就是黑巴，可黑巴当着众多兽人的面拒绝了他，丢了他的脸，为此他就开始排外，禁止族中其他雌性接触外族雄性。呵呵，伤心？你已多久未曾来过狼族见我？其实我一直没机会跟你说，当初是因为狼王大人在场，我不敢对你表明心意。你若是能跟狼王大人直接要我，我恐怕已经在你洞里了吧。”黑巴俯下身子，湿润的鼻头凑近米拉，贪婪的嗅闻着那独属于雌性的芳香，恨不得下一秒就扑倒他。米拉的表情得意起来，原来他心里还是想的，那接下来就好办了。瞧你这话说的，我现在不就在你面前了？其实我也想向狼王要你的，只不过你得帮我一个忙。米拉变回人形，抬手摸在了黑巴的侧脸上，赤色的瞳孔散着诱惑的光芒。黑巴浑身抖动了一下，下一秒直接变作一面带刀疤的雄壮男人，抱住了米拉，眼神迫切起来。你这话当真？狼族是父系社会，所有雌性狼兽都是狼王的雌性，他们这些雄性是不被允许靠近雌性的，所以这么多年，他们除了隐忍就是隐忍，等到灵力耗尽，没有捕猎能力，就会被狼王无情杀死，扑尸野外。而被米拉这样的优质雌性要走做兽夫，是他们狼兽最好的出路。自然当真。米拉柔软的手指抚在黑巴的胸肌上。那你快说，帮你什么忙？黑巴努力压制着心中的雀跃，他早就想离开狼族了，这种对着雌性不能看不能摸的日子，他过够了。
我族中有一个特别讨厌的雌性，叫软软，抓奸卖乖，专和我过不去。我想要你帮我除掉他。米拉眼底一闪而过的狠厉。现在软软已经在灵猫族颇受爱戴，连灵猫祭司都对他另眼相看，同族不可残杀，所以米拉只好借他人之手，哪怕是要付出一点代价，他也一定要除了软软，这样自己的地位才能稳固。这有什么难的？我去帮你杀了他便是了。黑八一歪嘴角，可是他有5个兽符保护呢，你自己恐怕不行哦。米拉勾起尾音，5个又怎么了？不过就是几只4阶灵猫，有什么难杀的？黑八一脸无所谓，我就知道你最勇猛了，不过我要你带着大量狼兽假装攻击我们灵猫部落，然后找机会杀了软软，这样才不会有人怀疑是我做的。你就这样。米拉趴在黑八耳边，将心中谋划和盘托出，却有意没有告知黑八软软雄性们的具体情况。米拉料定，要是黑八知道软软有4只5阶兽，1只4阶兽当雄性，他绝对不肯去的，更何况还有大祭司在，得哄黑八多带些人。什么？你们祭司也在族里？那我可搞不定，而且带这么多狼兽去，我自己做不了主。黑八面露难色，祭司的厉害黑八还是知道的，就算是灵猫族这样的弱势族群，那祭司也不是好惹的主。这有何难的？告诉你个好消息，那软软洞里有几十只新鲜野牦牛呢，只要你把这个情况告知狼王，狼王定会同意你多带些人去的。米拉歪了歪嘴角，眼中的算计藏也藏不住。几十只？你不是骗我吧？黑八一脸的不相信。要知道，就算是强大如他们狼族，捕杀牦牛都不是容易的事情，肯定会死好几只兽才能换回来几头牦牛而已。凭灵猫这种弱等食肉兽就能抓到几十头，做梦去吧！你要是不信，大可以去我们族群附近先看看。黑八，我是真心想要你，还特意跑过来给你出主意，怎么会骗你呢？米拉将头靠在黑八身上蹭了蹭，那娇柔的模样引得黑八浑身燥热。那好，我就信你，不过我的灵力现在有些不足了，米拉族长可愿意帮我先补一补？黑八抬手抚过米拉的大腿。哎呀，你讨厌！米拉半推半就的松泛了身子，任由对方愈发放肆。灵猫族部落，你们看，是软软回来了。第70章，为了得到他的心。软软，你回来了！妈呀，你们怎么捕到这么多公牦牛的？阿月指着雷森身后的5、6只大公牛，一脸震惊。哈哈，侥幸而已。软软摸了摸鼻头，当时他看这几只公牛把自己撞晕了，他就趁他病要他命，不杀白不杀，毕竟公牛肉可比母牛肉多了。白毅，领主回来了吗？软软环顾四周，并没有见到领主的身影。没见到，谁知道那老虎又跑哪去了？白毅无所谓的摊了摊手。领主身为炎虎，实力其实在几个兽符中是最强的，所以白毅打心里并不担心这星月森林能够真正威胁到炎虎的存在，还没出生呢。现在天已经黑了，我还是有些不放心。软软莫名有些惴惴，虽然他不是那么喜欢领主，但也不能不管他。这样吧，此主，我速度快，先去林子里找找看。燕出声道：“那好，你注意安全。”软软点了点头。眼看着燕飞走，软软也算是松了口气。但愿领主不会出什么事的好。放心吧，软软，你那个老虎兽符最厉害了，肯定没事的。对了，这些母牛和牛仔我们都没动呢，就等你和灵猫祭司回来拿主意。阿月说完，便见灵猫祭司也紧跟在软软几人后面进了部落。这些牦牛是软软帮忙捕的，那就由软软你来决定怎么分配吧。灵猫祭司扶着拐杖说道，眼神却略有期待地看向软软。我倒是想看看他会不会像米拉他们一样。探听到了灵猫祭司的心声，软软表情不易察觉的一变，思虑过后开口道：“这样吧，我正好猎杀了这几头公牛，我们大家一起吃半个月都完全足够。剩下的这些母牛带着的幼崽，有的还没断奶，现在吃也不划算，不如先把它们留下，等到公牛吃完之后再消耗它们，如何？你愿意把你自己杀的公牛分给我们吃？”阿月瞪大了眼睛，差点以为自己听错了。当然愿意，我们氏族人嘛。软软将眼睛弯成了月牙，露出一个无比真诚的笑来。软软你真是太好了，怎么会有你这么好的兽？就是，好感动。我们都听你的呜。灵猫们一个个的都绷不住的感激涕零，因为他们知道，要是换做米拉，肯定会独占大部分猎物，只分给他们残羹冷炙。可软软却愿意分享自己的猎物，这是灵猫们想都不敢想的。灵猫祭司更是一脸满意，心中的大石头总算落了地。终于，我这次的眼光没有错。软软仔细品了品灵猫祭司的话，再次联想起来之前发生的种种，顿时恍然。灵宝，这大祭司不会已经有了让我取代米拉成为灵猫族新族长的念头了吧？我去，还真有可能。不然他没必要用兽源给你打通经脉洗涤血统，只怕是他看米拉太恶心，想给灵猫族换此主了。只是现在宿主还未到达4阶，在兽氏规则中是不可以继承族长位置的，所以灵猫祭司一直没有明说。灵宝继续揣测道：“看来就是这样，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若真如此，这灵猫祭司完全可以成为我计划中的推手。米拉，你可以等着些菜了。”软软攥紧了拳头，却依旧装作若无其事。大家来帮忙把这几头公牛宰好，母牛和幼崽就用草绳拴在树上，留几个人盯着就好。今天我想教大家一个让肉更好吃的方法，在此之前需要多弄一些树枝过来。好嘞，我马上去找树枝。那我们来宰牛，我们去看着母牛去。众人全都忙活起来，已经在潜意识里开始听从软软的安排了。灵猫族进入了前所未有的热闹，所有人都再一次找到了生存的热情。这么多猎物，软软，你真的不是被兽神大人赐福过的兽吗？西西娘激动的不停抹着眼泪，便见阿华和阿香怀里抱着小崽子也跟了出来，见到部落中的景象，无一不是激动的落泪。
软软，你救了我的命，我还没好好感谢你。那天你救西西的时候，我还对你说了那样的话，我跟你道歉。阿华直接跪在了软软面前就要磕头。这么多天每回想，阿华都觉得自己简直不是人，更是佩服软软竟然还愿意帮他。哎，阿华你别这样，赶紧起来，其实我没有怪你。那样的情况下，换了谁都会情绪上头的。软软赶紧把阿华拉了起来，怎么样，孩子这几天都还好吧？软软轻轻拨开阿华怀中的兽皮，里面还没有化成人形的小猫仔已经长胖了许多，正张着粉嘟嘟的小爪子睡得呼呼的。都好，再过一段时间就能化人形了，多亏了你，否则我和仔都。软软，我家仔还没起名字，我想请你给他起个名字，行吗？阿华看着软软满脸期待。啊，这个软软挠了挠头，其实不是他不愿意，是因为他是个起名费。还有我家仔软软，你就给他俩一起起个名字吧。阿香也凑上前来，要不是软软的那2只野兔给他提供了不少体力，他估计也生不下崽了。阿华的崽可谓是置之死地而后生，那就取个名字叫向阳吧，希望他以后能够向阳而生。阿香的崽就叫向荣，以后能够荣华平安，怎么样？好，就叫向阳。向荣真好听。阿香和阿华止不住的点头，虽然不知道软软说的话是什么意思，但是就是觉得好。软软抬手轻轻碰了碰那小猫仔的耳朵，被那奶乎乎的样子萌了一脸，他亲手拯救的生命，那种成就感无以言表。不远处的雷森定定地看着软软，心中不由得荡了荡。此主这么喜欢幼崽，也会想要一个自己的崽吗？哎，雷森，看着别人的娃，我好羡慕，我也想有自己的狐狸崽崽。白毅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耸拉着耳朵，想要幼崽也需要此主同意才行。雷森直起身子，可此主一直不愿意啊，要不要咱俩打个赌，看此主会第一个和谁交配生崽？白毅抬手拍了拍雷森的肩膀，反观雷森却并不感兴趣似的，不赌，我尊重此主的一切选择，只求能够一直陪在此主身边保护他就好了。我也奉劝你，只为了和此主交配而接近此主，是不会得到此主的心的。白毅被雷森这句话狠狠给敲了一下心，所以他不是为了交配，是为了得到此主的心吗？想到这里，软软说过的字再一次跃然到了白毅的脑海，此刻他好像有些明白了。第71章，活要见人，死要见尸。软软带着兽人们从冰河边上找了好些石板回来，搭了好几方灶台，准备带着众人一起烤肉吃。见到炙热的火焰燃了起来，兽人们情不自禁地往后退了一步。除了异能兽人之外，火在普通兽人眼中象征着灾难，象征着毁灭，可他们竟然眼睁睁地看着软软将那老老实实火苗圈在了石头中间。滋了，软软切下一块肥肉，润泽了一下石板表面，便将切好的嫩牛排放了上去。其他兽人学着软软的样子如法炮制，一阵阵诱人的肉香味飘了起来，看上去好好吃。被火毁灭过的肉竟然这么香，看着滋滋冒油的牛肉，兽人们口水流了一地。软软将事先磨碎的盐巴果粉末均匀地撒在了牛排上，又不动声色地从灵泉空间取出来了些大白菜切碎，放些调料一起用竹筒炖煮成汤，有肉有汤，一顿大餐顺利完成。哦，这是什么？看起来好好吃啊！西西娘蹲在一排排的竹筒旁边，往火堆里面填着树枝，还不忘抻着脖子看。这是白菜汤，解腻得很。软软解释道。兽人们默契地排成了一条长队，在软软手中领汤，一口热汤下肚，寒冬的冷气一扫而空。再咬一口牛肉，肉香四溢，简直不要太幸福。灵猫们真不知道他们以前都过的是些什么日子。天哪，我从来没喝过这么好喝的水。被火毁灭的肉也太香了吧！软软，你简直就是神兽啊！兽人们纷纷凑到了软软旁边一阵夸赞，给软软都夸得不好意思了。灵猫祭司轻轻抿了一口白菜汤，眼中的希冀愈发浓厚，他似乎已经看到了灵猫族光明的未来了。白毅口中嚼着牛肉，心中不由得泄了一口气，幸亏他当初没有下定决心离开。雷森捧着白菜汤喝了一口，肚中暖和，心中更暖，便是看着软软温柔地笑着。他今日得到的所有肯定，都是他努力的结果。曾经被唾弃的小妈，现在也终于立稳脚跟了呢。如花拉不下来脸去领汤，馋得口水直流，只能随手抢了一只低阶兽的牛肉塞进嘴里。哼，有什么了不起的？等着瞧吧。万分和谐的一夜过去，软软一夜没睡，盘膝而坐，认真修炼。自从灵猫祭司给他打通经脉之后，软软在灵泉空间的修炼更加如鱼得水。几天时间，他已经能够摸到4阶的门槛了，只可惜就差那么一点，他怎么努力就是越不过去那道坎。再次睁眼，外面的阳光已经透过竹门洒了进来。都一夜了，也不知道燕找到灵储没有。软软走出洞穴，徐徐伸了个懒腰，便见天空中一个黑点由远及近，是燕回来了。燕匆忙落地，眼神中难掩慌张，看到软软的瞬间，赶紧迎了上去。此主，不好了，我几乎找遍了星月森林，都没有发现灵储的踪迹。什么？灵储不会真的出事了吧？软软心里咯噔一声。白毅掀开竹门，语气也不淡定了。灵储可是炎虎，应当不会有什么事的。从畜牧圈刚回来的雷森正好听到两人的对话，眉头拧起。灵储是炎虎，森林中几乎没有敌手，只是他的灵力也不足，难保不会被人袭击。软软瞳孔一颤，下意识紧张地攥住了衣角。无论如何，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大家一起去找。好，我们走。兽夫们点头。雌性姐姐，雌性姐姐。多宝从不远处追了过来。多宝，你怎么出来了？软软蹲下身子。我知道大老虎不见了，我的鼻子灵能帮上忙，跟你们一起去吧。多宝自告奋勇道。软软稍作犹豫，点了点头。也好。竹鼠嗅觉出众，
或许能够捕捉到灵雏的踪迹呢。软软，我们也去帮你找吧。对，我也去。几只灵猫雄性见状，也赶紧上前拍拍胸脯。那就谢谢大家了。软软心中一热，总算没有白给他们吃东西。一行人浩浩荡荡的出了部落，把如花都看呆了。不是他凭什么啊？为什么所有人都往他身边去了？气死我了！词主别生气，别生气。阿冷小心翼翼地劝说着。我能不气吗？罢了，等到族长回来，软软他就等死吧。如花瞪着眼珠子，嘴角漫上一层邪笑。我们这样在一起找效率太低了。雷森，你去那边；白毅，你往这边；燕，你继续在空中观察，大家都分散开来找。软软说话间，眉头已经凝成了川字。好，兽人们纷纷点头，全都各自选了一个方向寻了出去。可星月森林太大了，这样找真的是大海捞针。雌性姐姐，你别担心了，一定可以找到你的雄性的。多宝趴在软软的肩头，小爪子安慰似的摸了摸软软的脸蛋。但愿吧。软软勉强挤出一个笑，继续朝前找去。突然，多宝的鼻子抬了起来。咻咻咻！雌性姐姐，我好像闻到大老虎的味道了。多宝黑豆似的眼睛一亮。在哪里？软软赶紧将多宝放在了地上。咻咻咻！这边，跟我来。多宝撅着屁股朝着一处密林钻了过去，软软紧随其后。不多时，大片的脚印和拖拽的印记映入眼帘，白雪覆盖的地面上散着点点猩红的血滴，此时此刻已经被冻硬了。软软的心再次提了起来，却没有停下脚步，只能跟着多宝继续往前走。不知不觉，多宝的动作在一处断崖边停了下来，只见那崖间的雪呈截断似的消失，很明显是被什么给踩踏了。难不成灵主从这里掉下去了？软软深吸了一口气，努力平复心绪。此处虽然是断崖，但是雪隔外身，有很大缓冲力，凭借5阶兽人的体魄，真的摔下去也不一定会死。无论如何，得想办法下去看看再说。气味在这里消失了。多宝站在悬崖边上，努力抬着鼻子。多宝，你先过来，别靠那里太近，危险。软软招了招手。哦，咔嚓。第72章 TM 的水逆。还没等多宝回头，那本就摇摇欲坠的雪块再次塌陷，来不及回身，多宝身体后仰，直接朝着下方的深渊掉了进去。哈哈，救命啊！要是真掉下去，他一定会变成薯片的。多宝，软软连忙释放异能，捆住多宝的尾巴，直接将他从悬崖边上扯了上来。劫后余生的多宝坐在地上，大口喘着粗气。吓死我了，吓死我了！多亏了你啊，雌性姐姐。可还没等两人高兴，一阵地动山摇的声音便从不远处传来，树上的雪花都被震了下去。紧接着，一只硕大的公牛竟然直接从密林中冲了出来，不由分说的就朝着软软顶了过去。雌性姐姐，那公牛的速度快得超乎想象，根本不给软软反应的机会。软软的瞳孔震颤一下，手上凝结树藤挡住致命一击，却还是直接被那公牛顶飞了出去。啊！剧烈的撞击让软软凌空飞起，失重的感觉传来，软软就那么朝着崖底掉了下去。雌性姐姐，哈哈，你害死了我的雌性姐姐，我跟你拼了！多宝的眼泪夺眶而出，不管不顾的跳到了那公牛的背上，使劲啃咬。可庞大牦牛皮糙肉厚，多宝对他来说就是个蚊子。那公牛鼻息之间呼出一股热气，甩起来长鞭式的尾巴，直接把多宝给抽了下去。啊！多宝重重的撞在了树上，就那么晕了过去。而悬崖下面的软软并没有直接坠落，而是正利用藤蔓挂在崖壁上苦苦支撑。只见悬崖下方有好几只公牛的尸体，软软恍然，怪不得上面那只公牛没有离开，看来就是料定了有人会来，在那里等着报复他。他捕杀他们为了活命，他们也为了同类报复他，这就是兽世世界的生存游戏。咯吱，藤蔓附着的是峭壁上凸起的一块石头，此时已经开始松动，摇摇欲坠了。这样下去不是办法。软软将灵力凝结至手心，快速增长藤蔓长度，接近地面。就在距离地面3-4米的时候，那块石头终于坚持不住脱落，软软手上一松，啪的一声掉在了地上。嘶啊！软软揉着被摔疼的屁股站起身，将那些牦牛尸体尽数收进灵泉空间，送上门的食物不要白不要。只见不远处的地面上依旧有着大片的凌乱脚印和拖拽痕迹。软软下意识看了一眼悬崖上方，兽夫们应该都还不知道他掉到这里了。不管了，先循着这踪迹找找灵雏再说。还没走出去多远，软软只觉得脚下的雪地十分坚硬，软软用脚尖划开一层雪，便见到下方结了一层厚冰，而那拖拽的痕迹沿着山脊而下，延伸出去老远。软软心一横，直接坐在地上，顺着山脊就滑了下去。虽然下滑得很顺利，但是速度似乎远远超过了软软的想象。软软被冷风吹了个眼歪嘴斜，手中的藤蔓抓着旁边的树干都被惯性扯断，根本停不下来一点。屁股差点擦出火星子的软软，幸运的被一块石头蹲了一下，软软疼得脸红脖子粗，只觉得屁股快成了8瓣，就那么自由落体的朝着前方砸了下去。可预想中的和大地接触并没有发生，软软直接一头栽进了一个冰洞里面。软软面如土色，赶紧用异能勾住冰洞边缘，却没想那边缘太过薄脆，直接断裂，让他再次自由落体。软软内心 OS TM 的，早知道今天不出来了。水逆咚，软软直接砸在了一面柔软的东西上面，甚至还被弹了一下。四周一片漆黑，借助上方洞口透进来的阳光，软软看清了，他的身下是一只赤毛大老虎，此时正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灵雏！软软连忙翻身，从灵雏的肚皮上跳了下去，没想到还真被他找见了。只见灵雏双眼紧闭，
身上布满了大大小小的伤痕，血染湿了皮毛。林楚，林楚，快醒醒！软软趴在林楚的胸口听了听，心脏还在跳，没死就好。又检查了一下他身上的伤口，都是皮外伤，不致命。软软顿时松了一口气，应该是摔晕了。软软抬头目测了一下，这个冰洞至少有10几米深，上方布满了尖锐的冰溜子，摇摇欲坠。而之前不大的洞口被他破坏了一下，反而扩大了很多，能够看到上方的蓝天。软软从灵泉空间取出了些草药，给林楚抹在伤口上，又给他灌了些水。余光却瞟到冰洞的角落里面有一个瑟瑟发抖的庞大银子，凑过去一看，是那只血色母牦牛。那母牦牛浑身颤抖着，蹄子蹬着地面想站起来，可他的腿似乎摔断了，怎么也起不来。而就在他面前是那只巨大的牦牛首领的尸体，他的脖子被撕开一道大口子，血已经流干了。看样子林楚和他有过一场血战，两人打斗的过程中不小心砸开了这里的冰洞，掉了下来。哞！那母牛可怜巴巴的仰着脖子叫了一声，这不叫还好，一叫因波震的头顶上方的冰溜子直接掉了下来，锋利的冰溜仿佛一把把刺刀，差点就扎到了软软。嘘嘘嘘！软软赶紧上去用藤蔓把那母牛的嘴给裹住。那母牛简单挣扎了一下，就侧躺在了地上，那硕大的肚子紧绷着，竟然产出了一颗水球状的东西。宿主面前的母牛就要临产了。啊，她怀孕了！软软瞪大了眼睛，怪不得这公牛这么着急呢。呜！那母牦牛被缠住嘴巴，只能从喉咙里面挤出一声闷叫，两只后腿往后蹬着用力，那水球啪的一声破裂，露出了一双小牛蹄来。可嗨嗨可！聚精会神的软软被身后的一阵咳嗽声拉回了目光，只见林楚的爪子动了动，慢慢抬起了头。林楚，你醒了！软软赶紧过去，在看清面前那娇俏小脸的一刹那，林楚的瞳孔抖了抖。软，此主，你怎么会在这的？第73章，第一次体会到。林楚挣扎了一下想要起身，却觉得后腿上传来一阵钻心的疼，冷汗蒙了一头。你先别动，我看看。软软赶紧上前，发现林楚的右边后腿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肿得像大鸡腿。这大老虎的右后腿骨裂，需要固定治疗。从那么高的地方直接摔下来，只是骨裂，5阶兽人的身体还真是够硬的。你腿骨裂缝了，先变回人形，我帮你处理一下。软软抬手从灵泉空间取出几个竹筒，用骨刀切割成竹片状。林楚喘了口气，听话的化作人形，伸手就扯住了软软的手臂，脸上有些着急。我问你呢，你怎么会在这的？这附近有来报复的公牛，你贸然跳进冰洞来，也太鲁莽了。为了找你啊，你一夜都没回来，我们找了你好久。还有，我不是跳进来的，就是被你口中报复的公牛撞进来的。软软有些无奈的叹了口气，随即将竹片均匀的贴在林楚的小腿上，再用藤蔓裹紧固定。林楚瞳孔一颤，心中有些异样的感觉，他竟然愿意来寻我。林楚本以为软软会很讨厌自己，不会管他的死活了，毕竟他平时对他的态度很恶劣，却没想真正发生危险的时候，他却没有放弃他。对了，你是怎么掉进这冰洞的？见林楚疼的脸色有些发白，软软从灵泉空间取了几株止痛的草药递给林楚，吃了吧，这个可以止痛的。我抓了白毛母牛之后，那牦牛首领不肯罢休，带着几只公牛一直追我到了悬崖边，我们在悬崖边打了一架，一不小心掉了下去，不过也给了我机会咬住了那牦牛首领的脖子，他垂死挣扎，拖着我狂奔，最终踩踏此处冰洞，我们一起掉了进去。说完，林楚张嘴啃了一口止痛草药，眼神却在软软身上看来看去。从那么高的地方掉下来，他竟然没有受伤。听到这句，软软下意识摸了摸屁股，其实他有受伤的，只不过已经被灵泉给治好了，而且从冰洞上面也掉下来的时候，他正好砸在林楚软乎乎的肚皮上，完全不痛。砰！两人光顾着说话，却忘记了那边还在生产的白毛母牛。那母牛疼极了，又被捆住嘴巴，不能出声，便是一个鲤鱼打挺，用后背撞击了一下冰洞的洞壁。哗啦！只见上方本就摇摇欲坠的冰溜子再也附着不住，哗啦啦的掉了下来。林楚一把将剩下的草药塞进嘴里，拉着软软就要躲开，可他似乎忘了自己的腿受了伤，站起来的一瞬间直接脱力，单膝跪地。眼看着几只锋利的冰溜子扎了下来，软软一咬牙，冲上前去，一把抱住了林楚，随即释放异能，大面积的藤蔓蔓延了出来，形成一道屏障，将两人像粽子一样包裹了起来。狭窄的空间内，林楚被软软小小的怀抱搂着，脸就那么埋在了软软的胸前，芬芳馥郁的味道在鼻息间游走。林楚一下子红了脸，心脏砰砰直跳，好暖，他竟然在保护我。反观软软并没有注意到两人的暧昧，只是竖起耳朵听着藤蔓外面的动静。终于，冰溜碎裂的声音止住，软软松了一口气，抬手收回藤蔓，放眼望去，也是多亏了那母牛的撞击，上方的冰溜已经掉得差不多了。呼呼！回过神来的软软莫名觉得胸口正被一阵呼出的热气喷洒着，低头一看，只见林楚正跪在他面前，而他一手还扶着林楚的后脑勺，恰到好处的身高差让对方正好枕在他的胸口。反观林楚已经脸红脖子粗了。啊！软软惊叫一声，手忙脚乱的把林楚给推了出去。林楚被这突如其来的动作扒拉的一个趔趄，腿上的伤被扯到，疼的脸都扭曲了起来。对不起，你没事吧？意识到自己下手有点重，软软颤颤巍巍的往林楚旁边靠了靠。缓了一会，林楚一手撑着地面，一手扶着膝盖，斜坐在了地上，看向软软，那双赤金色的眸子倒是少了平日里的戾气。谢谢你刚才救我。林楚咬着一边嘴唇，说完这句话脸已经红得不成样子了。
他现在脑海中挥之不去的都是刚才的画面，那样温暖的怀抱，那样柔软的触感，是他长这么大第一次体会到。不用谢，你是我的受夫吗？应该的。见到对方没有像往日里那样恶语相向，软软总算是松了口气。那白毛母牛还在挣扎生产，可似乎不太顺利。这母牛真是个祸害，直接结果了他罢了。林楚抬手从腰间掏出骨刀，挪动了一下身子就要过去。等一下林楚，现在杀他不划算，不如等他把小牛生下来，那样我们就有2只猎物了。软软赶紧上前阻止。他记得灵宝说过，血色牦牛的生育能力很强，要是能把它带回部落圈养起来，那不就是大种牛吗？听你的。林楚破天荒的没有反驳，听话的收起骨刀。软软怔了怔，心里有些小兴奋，这老虎难得没和他唱反调。可接下来任凭那母牛怎么使劲，小牛就卡在那里一动不动。牛犊太大了，它难产了。灵宝再次出声提醒。这咋办？我也不会给牛接生啊。软软面露难色。灵宝这里有一份视频资料，里面记载了如何给牛接生，宿主可以参考一下。灵宝说着，在软软脑海中播放了一段视频。好的。看到软软忽然站在原地不动，林楚好奇的歪了歪头，小心的挪到了软软身侧。看着那张熟悉又陌生的小脸，林楚眼底泛起了一层涟漪。他从前是真不相信软软变了一个人那种离奇事，但是相处了这么久，他发现了软软巨大的变化，便也接受了软软的变化。可与此同时，他又开始担心新的软软会不会和以前的恶词一样，不喜欢他，折磨他。但是今天他这样弱小的猫儿不顾危险来找自己，还救了他。第74章，你不讨厌我吗？想到这里，林楚内心深处最柔软的地方似乎被触到了，便是情不自禁地伸出手，想去摸摸软软的脸蛋。就在指腹即将触碰到那吹弹可破的白嫩肌肤时，我明白了。软软看完了视频突然回神，一嗓子吓得林楚手都哆嗦了，老虎耳朵也冒了出来。你干嘛呢林楚？软软一脸疑惑地看着自己身侧尴尬后退的大老虎。没什么，就是看你在发呆，过来看看而已。林楚手忙脚乱地搓了搓头上的红色碎发，极力掩饰尴尬。软软没有多加怀疑，便是双手合十催动异能。只见一股一股的青绿色治愈光芒荡漾在洞穴里，软软的手中多了一捆藤蔓编织的绳子。视频里母牛生不出幼崽的时候，需要人工借力，将小牛独露出来的蹄子部分用绳子拴住，配合母牛用力给小牛拽出来。虽然视频里面的是家牛，但是牦牛也是牛，应该行得通吧。为了防止母牛踢到自己，软软随手用藤蔓绑住了它的蹄子，抬手轻轻放在了那母牛的肚皮上，道：你别害怕，我可以帮你，你只要配合我，崽子很快就能出来的。面对软软的轻柔话语，那母牛眼中的惊恐肉眼可见的淡了淡，反抗的动作也戛然而止。虽然这血色母牛只是一阶的普通兽，但是胜在品种稀缺，智商高，也是能够听懂好赖话的。软软手脚麻利的将露出的牛犊蹄子牢牢绑住，便将藤蔓绳子勒紧，眼瞅着那母牛的肚子再一次收紧，软软也开始用力后拉。嘿呀！可软软连吃奶的力气都用出来了，那小牛还是卡着纹丝不动，没办法，它的力气还是太小了。眼见那母牛瞳中已经开始透出绝望了，林楚撑着腿站了起来，我来帮你。算了，你腿受伤了，还是别乱动了吧。软软擦了一把头上的汗，赶紧阻止，但是拉扯的动作却没有停。没事，我3条腿也能行。林楚说着，直接变回了虎形态，吊着一条后腿走到了软软跟前，张嘴就把软软手里的藤蔓叼了过去。软软拗不过他，也为了林楚能够更好的用力，便将藤蔓系在了林楚宽大坚实的背上。不要用劲太猛，听我指挥哈。软软拍了拍林楚的大脑袋。好。林楚点头，锋利的爪子勾住地面借力，1、2拉，1、2拉。那母牛似乎感受到了外力的帮助，十分配合地绷紧了身子，借助宫缩不停用力。不得不说，老虎的力气就是大，几个回合下来，那小牛犊被顺利地扯了出来。软软连忙从灵泉空间取出来了一块兽皮，将那牛犊裹了起来，防止失温，又擦拭干净它的口鼻。哞！随着一声低低的小牛叫声，那小牛犊抬起了头，眨巴着一双黑溜溜的眼睛看着软软。软软擦了一把头上的冷汗，将小牛犊推到了母牛肚子旁边。那小牛犊十分灵性，长得也分外健壮，身上的花纹黑白相间，明显继承了他的父母。简单寻找之后，一口就吃上了奶。见到自己的孩子平安，那母牛谢力般的躺在了地上，开始老老实实喂奶。这母牛是保住了，可咱们2个还不知道咋办呢。软软一屁股瘫坐在地上，怨天尤人的看着上方的洞口。折腾了大半天，外面的光线已经越来越暗了，可还是没有人发现他们。洞口距离10几米，且冰面薄脆，藤蔓也抓不住，真正算是绝境了。林楚的眸色暗淡了一下，手上下意识扶住后腿，低声道：是我连累你了，其实你不用来找我的，少我一个，你或许过得更好。他脾气不好，他自己也知道，而且经常和软软对顶，他心里应当很讨厌自己的吧。软软表情一凝，你说什么呢？你是我的受夫，就是我的家人之一，哪有家人失踪了我还装作若无其事的？被软软无比认真的话语冲击了一下，林楚恍惚了，家人？他把他当作家人？你不讨厌我吗？林楚垂着头，凌乱的短发盖住了眼睛，看不出是个什么表情。讨厌。听到这2个字，林楚的心猛然揪了起来，眼底也有些酸酸的。是啊，他这个样子当然惹人讨厌了。不过那是以前，我知道你以前在我这里受了很多创伤，
所以对我有敌意，我不怪你。软软坐在地上歇了一口气，清明的大眼睛看向上方的天空。林楚浑身一震，一瞬间觉得自己以前的痛苦回忆都淡了许多。其实他一直就是咽不下那口气，被那恶词折磨，他一直不服，所以也潜移默化的把怨气加在了软软身上。却没想到自己一只5阶兽，还没有那3阶的小猫心胸宽广。对不起，词主，我向我以前的行为跟你道歉。林楚低垂下眼眸，顺势单膝跪地，一手横在胸前作揖。这是他们炎虎一族最高的礼仪，而这声词主也是他第一次心甘情愿的叫出来的。哎呀，没事儿，我也不是那小气的人，你快起来吧，我们先想办法让别人发现我们才行。软软抬手揉了揉林楚毛茸茸的老虎耳朵，终于他的最后一个兽夫也对他放下敌意了呢。林楚使劲点头，脸上前所未有的露着真诚。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软软朝着洞穴上方喊了一声，可除了自己的回音，啥都没有。有了。软软抬手用异能幻化出了一根粗树桩子，在地上摆好，又凝结了一根手指长的尖头树枝，准备再次尝试钻木。只不过他这次的目的不是为了取火，而是为了烟。软软聚精会神的使劲搓着树枝，不懈努力之下，终于在潮湿的环境下成功让木桩开始冒烟。因为冰洞内没有风，所以烟雾十分顺利的直直向上飘去，顺利穿过了洞口。太好了，希望有人能看见这烟雾过来救我们。第75章，保护他，对他好。软软看到了希望，便是画出了些藤蔓，用血水润湿，然后围在冒烟处，用来维持烟雾。接下来就只能慢慢等待了。林楚在一旁看的都傻眼了，他这下是发现了，无论什么时候，无论面对什么困难，他的词主总是能想出办法来。这种智慧是旁的雌性，乃至于4阶的高阶雌性都比不了的。他真的好厉害！咕噜噜，咕噜。一番折腾过后，林楚和软软的肚子不约而同的响了起来。我去切肉。林楚抽出骨刀，直接走到那牦牛首领的尸体旁边，手起刀落，割下一条牛腿来。这操作把旁边的母牛吓得脸都抽了，一个劲的往旁边躲。林楚渗人的目光扫了那母牛一眼，还没轮到你，你怕什么？幸亏这2头牛一起掉了进来，就算他们2个短时间内出不去，也不至于饿肚子。那母牛哆哆嗦嗦的目光看向软软，便见软软已经走了过来，检查了一下他受伤的后腿，缓声道：放心吧，暂时不打算吃你。那母牛明显松了口气，又躺在了地上。软软很快发现这母牛的伤比林楚严重很多，整条左腿已经断掉了。软软果断拿出竹片将牛腿牢牢固定，又敷上了些消肿祛瘀的草药。这种程度的伤，这母牛就算日后能够站起来，恐怕也会瘸一辈子，但是不影响生命也无大碍了。林楚将软软制作出的树枝堆成一堆，抬手将一团赤红色的火焰甩了上去，滋了，那堆树枝没坚持过1秒，直接碳化成了渣渣。天空飞过几只乌鸦，留下一串黑点。软软愣在原地，不是他这火毁灭性这么强的吗？这个林楚有些尴尬的挠了挠头。没办法，林楚觉醒的异能是赤火，释放范围不如白翼，但是毁坏能力却是白翼虎火的数倍，属于是伤害性能拉满了。软软无奈，只能重新制作了一些树枝。这下林楚也小心了，只丢了1星星火苗在上面，就算那一点都差点让树枝没坚持住。软软索性造了一个大木桩子丢上去，这才让火焰得以燃烧。此主，我来烤吧。林楚自告奋勇。好吧，你注意火候哈。软软这一天用了太多精力和灵力，也有些累了，索性在地上用藤蔓织了一张席子，铺上兽皮躺了上去。你就瞧好吧。林楚满口答应，他见过软软烤肉，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蛮，他得在此主面前好好表现一下。不知道过了多久，席子上面的软软都快睡着了，却猛然被大力的摇醒。此主，你看，我成功了。林楚举着一串色香味俱全的烤肉递到了软软跟前。软软睁眼，却见林楚一脸的黑灰，都成了花猫了。噗哈哈哈！林楚，你咋成这样了？软软捂着肚子笑出了声。我第一串烤肉失败了，就多弄了几次。林楚后知后觉地擦了一把染黑的鼻头。第一串烤肉失败，为了不浪费肉，他就用牛皮来练习，努力了好久才成功控制好火候。看着林楚那憨憨又真诚的样子，软软止住笑，接过烤肉咬了一大口。哇，真好吃！林楚你好厉害！哪里，此主喜欢就好。面对软软的夸奖，林楚一整个不好意思起来，脸都红了，赶紧又串了几串烤肉，装作若无其事去烤。可那双兴奋抖动的圆圆虎耳和绕来绕去的尾巴出卖了他。软软斜靠在席子上，真像个小孩子。吃饱过后，软软贴心的给那母牛从灵泉空间拔了一些麦秆喂给他吃。灵泉空间的小麦已经成熟了，软软把麦穗全都收集了起来，还没来得及处理。那母牛吃的贼欢，止不住的往肚里咽。这大冬天能吃到这么新鲜的草类，简直不要太幸福。洞外透进来的光越来越暗，天黑了，可依旧没有人发现软软和林楚，两人只好先休息。软软将身下的席子腾出了一块地方，和林楚并排躺了下去。第一次和软软这么近距离的躺在一起，林楚直僵僵的，眼睛一动不动的看着洞口夜空的星辰，余光却一直注意着软软。软软用后背对着林楚，闭着眼睛休息，倒是心无杂念的，很快就进了梦乡。直到听到身旁人均匀的呼吸声，林楚的眼睛都酸了，转头看去，自己的词主近在咫尺，但是他不敢靠近，他怕软软还讨厌他。可软软身上的味道就在鼻息之间，那是所有雄性都抵抗不了的性激素气味。林楚默默咽了一口口水，压制住想要靠近软软的冲动，闭上眼睛，
将今天发生的一切在脑海中走了一遍。等到新一天的开始，他会用新的方式去对软软，保护她，对她好，把她当成自己真正的雌主。刺目的阳光洒进了冰洞，软软觉得身上暖烘烘的，一睁眼入目的就是一张清秀俊逸的面庞。软软懵了，只见他和林楚不知道什么时候竟然抱在了一起。此时此刻，两人鼻尖相对，唇也近在咫尺。林楚的手臂环在软软腰上，软软的手还摸在林楚那硕大的胸肌上面，姿势暧昧的不像话。软软大气都不敢喘，推开他也不是，不推开他也不是。如此近距离的观察，软软才发现林楚的眉毛乃至于睫毛都是红色的，而且长得过分，简直就像漫画里面的人一样。不同于白衣的精致魅惑，也不似雷森的古典优雅，更不像石鱼的清冷高贵。相比于燕的英气俊朗，林楚五官的少年气息更重，很像是坐在教室后排的学渣教霸。忽而，那双长长的睫毛颤了颤，林楚的眼睛毫无预兆的张开了一道缝隙，那缝隙越来越大，直到被震惊填满。四目相对了片刻，林楚低头看了眼，当时臊得面红耳赤，一个翻身起来，从席子上滚了下去。哎呦！扯到伤口，林楚痛得直抽冷气，却是第一时间对着软软低头：“对不起，雌主，我也不知道怎么就和你，请你原谅我的冒犯。”第76章，极其的优渥。没有经过雌性同意就和雌性这样亲密，很多雌性都会反感的。林楚是真的慌了，他怕软软对他的印象更差了。哪知软软徐徐伸了个懒腰，摆了摆手：“小事小事，你是我的受夫，也没什么冒犯的。况且只是抱了一下，啥都没发生。”听到这话，林楚才算是松了口气。软软揉了揉眼睛，只见那小牛犊已经能站起来了，正在冰洞里面撒欢似的跑。看到软软和林楚起来，又赶紧躲进了那母牛的肚皮下面，重新将烟雾升起。软软看着上面的蓝天，咬紧了嘴唇。今天的天气格外好，烟雾应该能够升起来很高，但愿有人能看见。软软不想再坐以待毙，又开始尝试起来了自救。拧起灵力，软软再次朝着上方甩出藤蔓。可经过一晚上的寒冷，冰洞口依旧很薄，无法抓住。软软干脆利用藤蔓将上方的洞口扩大，这样如果雁在高空也能更好的看到。果不其然，在天上飞了一天一夜的雁看到了一个不停放大的黑点，便是俯冲了下去。与此同时，林子中的雷森也看到了升起来的黑烟，赶紧赶了过去。很快，软软已经将整个冰洞顶部都拆得差不多了，一猫一虎两牛已经彻底暴露在了阳光之下。踏踏踏，呼啦！听到声响，林楚和软软同时抬起了头。终于，雌主，林楚，太好了，找到你们了！软软眼神一亮，连忙起身。燕，雷森，你们别急，我们这就救你们上来。燕直接从冰洞口飞了下去，粗壮有力的爪子抓住软软和林楚，将他们带到了地面。软软还顺手用藤蔓缠住那血色牦牛和牛犊，将他们一起带离。雌主，没事吧？两人落地的一瞬，雷森率先冲了过来，紧紧握住了软软的胳膊，将他翻来覆去的检查了好几遍。燕跟在一旁也是手忙脚乱的扒拉着软软，连指甲缝都要看一眼。喂，难道我看起来很好吗？满身是伤还瘸了一条腿的林楚一脸无语的指着自己的鼻子，这两个家伙就知道对着雌主献殷勤。我没事的啦，就是林楚确实伤得不轻。软软转头看向林楚，燕这才回过神，挤不上去将林楚架在了肩膀上。哎呀，你怎么成这样了？你老虎的战斗力呢？不是你从这掉下去试试？林楚怒道。我有翅膀。燕一挑眉，林楚无语凝噎。没事就好。雷森抬手将软软身上的灰尘拍了拍，眼中的担忧总算散了散。被一并拉上来的母牛抖了抖耳朵，在草药的作用下，那母牛明显觉得腿不那么疼了，下一秒直接站了起来，小心翼翼地低头在软软手臂上蹭了蹭，又转身就将自己怀里的牛犊往软软面前推了推。这母牛心里也明白，在这些高阶时肉兽人眼里，他们就是行走的肉块，能碰见一个愿意帮助他的他，自然肯接近。毕竟他的雄性首领已经领盒饭了，识物者为俊牛。软软被这白毛母牛的操作惊了一下，他这是在干嘛？动物中间有了新生命出生，他们的母亲都会带着幼崽给首领认可，以求得庇护，所以这母牛是在跟你投诚。且看这白毛母牛智商颇高，很可能是牦牛群中的雌性领袖，其他母牛都是跟随他的号召的。软软恍然，是啊，他清楚地记得整个牦牛群里只有这一只母牛是白色的，那牦牛首领明显最在乎他，正好族群里面的牛不好掌管，若是能把他带回族群驯化。想到这里，软软抬手摸了摸那小牛犊的脑袋，转而扶住那母牛的头，走吧，跟我回部落，只要你乖乖听话，就不吃你。你和你的孩子都会平安无事。这小牛是公牛，以后就可以当做种公，血色牦牛带领其他母牛，足以形成一个完美的畜牧体系，牛群能够持续发展，就有源源不断的食物。那母牛听懂了，使劲点了点头。软软抬手将那母牛身上的藤蔓尽数解开，化作一条牵引绳拴在了它的脖子上，那母牛也不反抗，十分听话，一瘸一拐的跟在了软软身侧。旁边的燕张了张嘴，不是他们的雌主竟然还会驯兽，厉害吧？林楚搭在燕肩膀上的手臂荡了荡。哎呦喂，林楚，真没想到这是你能说出来的话，服了吧？终于知道咱们雌主的厉害了。燕打趣道。去。林楚翻了个白眼，脸上却不由自主的爬上了一抹红。呀，你脸红啥呀？谁脸红了？你不要胡诌好吧？我都看见了，还狡辩。听着身后两人吵吵闹闹的声音，软软情不自禁的勾起了嘴角，真好。燕扶着林楚走不快，很快就和软软还有雷森拉开了距离。
雷森与软软并排走着，两人的手背有意无意地碰撞着，每碰一下，雷森的心就悸动一下。他想去牵软软的手，但是又怕冒犯了软软，不太敢，只能垂眸看着软软的手。这样又小又可爱的手，会弄的东西却那样多，好想跟此主牵一下。察觉到了雷森的心声，软软也不废话，主动拉起来了雷森的手，那动作无比自然。雷森的心脏狂跳起来，却是下意识用掌心将软软的小手包裹住，两人之间的氛围仿佛青涩恋爱中的情侣一般。软软抬头看他，递过去一个极其温柔的笑，这一下就把雷森迷的眼睛都花了。他笑起来真好看。其实从刚穿越过来的时候，软软就对雷森的印象很好，因为他不像其他兽夫那样对他恶言相向，即使当时不喜欢他，却也在关心他，还阻止别人对他不敬，话不多，只做好自己的事，一直以来都是护着他，这是很多人都没有的格局。更何况之前雷森还不顾自身安危救了他来着，实实在在是一个大暖男。最重要的是，雷森的某些东西他亲眼质检过，可以说是极其优渥。一想到两人出浴时的画面，那白的红的粉的瞬间在脑袋里炸开，软软傻呆呆的笑，笑着笑着就不争气的流鼻血了。此主你鼻子流血了。第77章，有你们是我的福气。雷森吓了一跳，赶紧掏出兽皮帕子去给软软堵。你哪里不舒服吗？不是这天也不热。可没事没事，牦牛肉太补了，吃多了上火了。软软有些尴尬的找补。哦，雷森点头，却默默将软软的话记在了心里。刚走到部落门口，一群在部落中间担忧等待的女兽人们全都朝着软软涌了过来。软软，你回来了。软软你没事，真是太好了，吓死我们了。你没受伤吧？快让我看看。雌性灵猫们凑到软软跟前，满脸关切。这一天他们也没闲着，把自己的雄性们全都派了出去寻找软软。见到软软平安回来，他们也是真的高兴。大家放心吧，我已经没事了。软软温温一笑，看到这个场面他就知道，他在族人们心中的形象已经完全扭转了。好了好了，大家都别围着软软了，让软软回洞里休息吧。阿月松了一口气，赶紧拨开人群。众人点头，只把软软送进山洞，方才四散而去。此主，您成功了。雷森坐在软软旁边，面上都是赞许之色。是啊，总算消除了我在他们心目中的恶雌形象。软软瘫倒在了石床上面，心里是前所未有的轻松。雷森应了一声，低头却发现两人的手还握在一起，肌肤接触之间都摩擦出汗了。可他不舍得放开，能多牵着此主一会儿，他很幸福。燕婵扶着灵楚坐在了石床边上，两人一抬眼，不约而同地看到了软软雷森手牵着手的画面，心中顿酸，居然异口同声地开口：此主，此主。还没躺热乎的软软被这两声吓得一激灵，下意识松开雷森，从石床上弹了起来。咋了？燕和灵楚对视一眼，显然也被这离谱默契弄得愣了一下。灵楚率先反应过来，扶着小腿哼哼：哎呦，此主，我这腿怎么越来越疼了？你能不能给我再看看啊？啊，对，此主，你看灵楚这腿好像肿了哎。燕附和一声：啊，我看看。软软翻身下床，赶紧过去抬起来灵楚的腿仔细检查。一旁的雷森手中一空，无奈摇头，他一眼就看出那两个家伙的动机，真是懒得跟他们计较。雷森自顾自地从洞里拿了些软软留下的地瓜根茎去畜牧圈喂牲畜。天色擦黑，软软找了一张兽皮对折，裁剪成了姨妈巾的形状，借着火光用骨针小心翼翼地缝制，将四边封紧的同时留一个开口，最后分别在4个角上打孔穿绳子。他准备做个原始姨妈巾，到时候把从蛇鳞的白水棉塞进里面干净一些，也方便更换。此主，把这个敷在肚子上吧。雷森从外面进来，将一个肚包肉形状的兽皮递到软软跟前。咦，这是什么？还热热的。软软拿着那东西翻来覆去的看着，摇晃一下，里面是哗啦啦的水声。这个我也不知道叫什么，就是突发奇想，用防水的兽皮做成的，有点丑。我看你来了红期，需要好好保暖，这里面装着热水，可以用来暖肚子。雷森解释着，小心翼翼地观察着软软的表情。哇，这不就是暖水袋吗？雷森你好聪明啊。丑是丑了点，但是完全可以用。软软连忙将那肚包肉暖水袋放在了肚子上，生怕辜负了雷森的心意。很快，一股暖流自肚腹中间荡开，让他舒服了不少。此主不嫌弃就好。雷森注视着软软，眉眼间缓和无比。嘻嘻，我特别喜欢。谢谢你，雷森。软软说着，直接探过去，身子用脸蛋蹭了蹭雷森。这是独属于猫咪的感谢方式。雷森浑身一紧，眼神失焦了片刻，接下来就是铺天盖地的惊喜和受宠若惊。此主，雷森情不自禁抬手，轻轻摸了摸软软光滑的脸蛋。就在这一刻，他的心已经被面前的人装满了。在旁边烤肉的燕手直接僵在了半空中，愣神之余，面部表情迅速暗淡下来。此主竟然，他还是第一次见此主主动这样和任何一个兽夫亲密。燕也是好雄性呀，每次烤的肉又香又嫩。软软察觉到了燕的落寞，很快对着燕夸赞起来。燕一下子不好意思起来，心中的伤感也一下子烟消云散了。谢谢此主夸奖，我也没啥大的本事，只会这些了。别这么说，你们都是好雄性，有你们是我的福气。软软乐呵呵的笑起来，像个小太阳。灵楚把石鱼当枕头，睡得没心没肺，可嘴角却痴痴的笑着，因为他梦到软软了。对了，雷森，你多大了呀？软软手中忙活着，嘴上有一搭没一搭的问着。记不清了，大约300多岁吧。雷森简单回忆了一下。哦，软软吃了一惊，
雷森的长相非常具有古典美，气质矜持高贵，怎么看也就27、8岁的样子。5阶兽人寿命很长，平均都在800岁以上，有的甚至可以达到1000岁，所以换算下来，雷森也不是很大。雷森已经老了，我才200多岁呢，身体壮。燕在一旁比划了一下双臂。5个兽夫中只有灵楚最小，还不到200岁，所以性子也孩子气一些，毕竟100岁才算是正式成年。白毅软软知道也是200多岁，我这个年岁才是壮年期。燕，你还小，就别得意了。雷森嫌少的回嘴一句，他真是怕软软觉得他老了不行了，那就糟了。那雷森、燕，几百年里，你们就没有喜欢过别的雌性吗？软软一脸好奇。面对这种送命题，燕率先摇了摇头，没有，我们风鹏族100岁才出壳，期间一直沉睡修炼，我肯定没有的。我也没有，雌主，我虽然活得久一些，但我在遇见你之前一直都在金狮族，我族雌性都是雄性所有的。雷森认认真真的解释着。噗，你俩别紧张嘛，我就是随口一问。还有，以后不要叫我雌主了。第78章，等着被彻底抹杀吧。啊，是我们哪里做的不好？雷森和燕肉眼可见的慌张。不，我的意思是，你们以后就叫我的名字软软，不要叫雌主了，听起来生分，而且有些别扭。软软连连摆手。燕和雷森闻言顿时泄了一口气，他们以前万般想摆脱软软，可现在却是一刻也不想离开他。直呼雌主的名字是不尊敬的。燕咬了咬唇，有些不敢。哎呀，讲究那么多干嘛？我是你们的雌主，我说了算，以后就叫我软软，听着也顺耳。软软不容反驳的拍了拍两人的肩膀，他早就想让他们叫回自己本名了，不过之前关系有些僵硬，他一直没敢提。那好，软软，雷森率先叫出了声，莫名觉得这2个字有点烫嘴。燕在一旁犹豫了半天，终于算是叫了出来，软软雌主。神特么软软雌主，软软扶额。哎，不对，怎么感觉少了一个人？软软环视洞穴。对了，白毅怎么不见了？他的漂亮九尾狐不见。软软你别担心，白毅和我们一样去找你了，不过走得远了一些，应该也快回来了。雷森轻声安慰道。好吧，若是天亮了他还没回来，就去找一找。软软点了点头，丢了一个老虎找回来，别又把他的狐狸丢了。3人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天，燕率先眼皮打架，靠在洞壁上媚了过去。软软也止不住的打着哈欠，手中穿针引线的动作不知不觉的慢了下来。雷森还在望着洞口的明月，却忽然觉得手臂一热。只见软软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了，因为2人挨得近，就那么靠在了他的手臂上。雷森侧头，伸手小心地拨开软软面前的碎发，将那张可人的娇容尽收眼底，没忍住侧头贴了贴软软的额头，似在真爱一样宝贝。这时候出去找人的白毅风尘仆仆地跑进了洞，却在看见软软的刹那，差点叫出了声词。嘘！雷森连忙示意白毅静声，轻轻将软软放倒打横抱起，放在了石床上，又拉过一张兽皮被子给他掖好。软软这几天太累了，又是组织捕猎，又是寻人的，雷森光看着都心疼。白毅喘了一口气，蹑手蹑脚地走到了石床边坐下，刚想伸手摸软软，却发觉自己的手有些冷，便是在火边使劲搓了搓才敢碰它。你们在哪里找到雌主的？白毅低声问道，眼神顺带着瞥了一眼灵楚，在一处冰洞，灵楚腿伤了，估计要养几天了。不过幸好雌主没事。雷森一手撑在软软身侧，坚实的身子将他护着，满眼都是他。那就好。白毅轻轻抚了抚软软的额头，他几乎跑遍了星月森林，甚至跑到别人部落去探听，生怕软软是被别族抓走了，直到闻到他的气味往部落方向来，他才忙不迭地冲回来。雌主说以后让我们叫他软软。雷森一笑，似清风拂过，温柔多情。软软这名字很衬他，因为他确实很软。白毅眉眼弯弯。外面夜深如墨，兽夫们将软软护在中间，紧挨着他安然睡去。几天过去，部落里难得的太平，灵猫们十分喜欢和软软一起吃饭。阿化和阿香已经最先学会了用石板烤肉，每天忙活得不亦乐乎。而米拉和如花最近神神秘秘的，时不时的就往一块扎堆。软软看在眼里，也有心留意着，只是还没见他们整出什么幺蛾子。软软你好厉害啊，这么几天就在蛇林弄回来这么多奇怪的食物。阿月蹲在地上看着满地的红薯白菜，张大了嘴巴。这几天软软做了白菜汤，还烤了红薯，本来对植物嗤之以鼻的兽人们第一次吃到那么好吃的东西，也是彻底改观。当然这些东西的来源软软就全都推到蛇林去了，毕竟没有人会不要命的去那里求证。对了，软软，地窖是什么啊？几只雄性捡起来骨头做成的工具，好奇问道。地窖简而言之就是用来储存东西的，地底下要比地面上温度高得多，所以也不怕这些东西坏掉。软软简单解释道。他的姨妈走了，便带着雄性们想在部落后方挖一个简易的地窖，因为他的灵泉空间实在装不下那么多作物了。仅仅几天，红薯白菜还有小麦就丰收了好几次，故而软软想将东西挪出来些，放在地窖储存。没想到部落里的兽人们得知，也都自发过来了。他们这几天吃了不少软软做的东西，帮忙干点活也是应该的。软软带着人在部落后方兜兜转转，很快划定了一处位置，便带人开始动土。随着初始坑洞挖好，兽人们便将挖出的泥土用竹筐子一点一点运出，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一直忙活到了日上3竿，长宽10几米的地窖就挖好了。软软索性将白菜连根移栽进去，红薯则装在竹筐里面储存，而地窖出口就用雷森制作的竹子门遮盖，再将上面铺上厚厚的干草保温，便大功告成了。大家都辛苦了。
今天做牛肉丸子汤。软软招呼一声，好耶！灵猫们高兴的手舞足蹈，面上满满都是劳动带来的快乐。米拉站在不远处的树干后面，死死抓着树皮，指甲都嵌了进去。这几日，几乎所有的灵猫都在围着软软转，连他平时制定的每天晨起过来给他跪拜请安都没有几个人来，他还有什么威望可言？族长，这软软真是好手段。灵猫们以前最讨厌他，现在居然这么听他的话。如花也气得不行，好久没吃到好的，他都饿瘦了一圈。反观软软他们顿顿大鱼大肉，馋死他了。哼，一群愚蠢的东西，我会让他们知道，跟着软软不如跟着我。对了，我跟你说的事情你都记住了吗？米拉冷哼一声，记住了，那就好。软软，你就等着被彻底抹杀吧。第79章算是临危受命。又是入夜，软软坐在石鱼跟前，轻轻摸了摸石鱼埋在身子里面的脑袋。石鱼已经沉睡了好几天，却依旧没有醒来的迹象。若不是灵宝说他没事，他都快担心死了。唉，软软叹了一声，转而盘膝而坐，继续修炼。他这几天进步迅速，就处在晋升4阶的边缘，只可惜一直未曾突破。见软软入定，灵楚小心翼翼地走到了他面前，左瞧瞧右看看，小巧的鼻子，殷红的唇，长长的睫毛，巴掌大的小脸，精致的像个小娃娃。第一次发现他这么好看，可能是由于对软软的改观，灵楚越看软软越顺眼。不行，他得去告诉姐姐，让她来见自己的好雌性。想到这里，灵楚一个闪身变作虎形态，瘸着一条腿跑出了部落，往盐虎族而去。而另一边，在畜牧圈位牲畜的雷森和燕正兴致勃勃地蹲在兔子窝旁边。哇塞，生了这么多！燕抻着脖子惊叹一声。只见一大滩嗷嗷待哺的新生小兔子正挤在母兔子的身下要奶喝，粗略一看，竟然有10几只。不止如此，猪仔也长大了好几圈，个个目测都有将近100斤了。兔子长得快，这么多以后得把这窝扩大些。雷森说着，直接起身，我们去告诉软软这个好消息，他一定很高兴。好嘞，多宝大宝，你们看好这些小兔子啊，我们先回去了。燕抬手戳了戳多宝的脑壳，在软软手底下吃的太好了，多宝都胖成了球，保证完成任务。多宝并起来小脚，脑袋抬得高高的。待两人走远，多宝觉得肚子有些发胀，大哥，你去拉个尿，马上回来啊。行。大宝抱着双脆多汁的大白菜啃，点了点头。多宝在部落外围寻寻觅觅，找了一处草丛，躲在里面酣畅淋漓。敏锐的鼻子却恍然闻到了一股可怖的腥味，那腥味带着杀戮气息，十分危险，正朝着灵猫族越靠越近，是陌生食肉兽人的味道。多宝吓得尿都闭了，鼓了鼓勇气，缩起来身子，顺着灌木丛朝着气味传来的方向寻了过去。窸窸窣窣，猛然，一双银绿色的渗人瞳孔从不远处的戳出灌木中亮了起来，接下来是第2双、第3双，最后密密麻麻的遍布四周，吓得多宝一动也不敢动。与此同时，他看清了，是狼。只见硕大的狼兽匍匐着身子前进，目标直指灵猫族。狼族喜欢袭击部落的恶名，整个星月森林兽人皆知。难不成这次是要进攻灵猫族吗？想到这里，多宝不敢耽搁，赶忙退出安全距离的同时，朝着软软洞穴方向没了命的狂奔。资助，母兔下了好多崽呢，都把窝铺满了。燕一脚踏进洞穴，兴奋的手舞足蹈。真的，我去瞧瞧去。软软收了动作，连忙从石床上下来，可刚穿上鞋子，便见一道黑影越过竹门，跌跌撞撞的冲了进来。哎呦，雌性姐姐，不好了不好了！多宝太过慌张，在地上狠狠跌了一个跟头，却顾不得疼痛，连忙爬了起来。怎么了，多宝？你别着急，慢慢说。软软赶紧将多宝扶了起来。狼！多宝上气不接下气。什么狼？白毅的面色瞬间严肃起来。狼来了，狼朝着灵猫族过来了。多宝说完，圆嘟嘟的上都是冷汗。什么？软软心里咯噔一声，抓着多宝的手一紧。你确定你没看错吗？没有，好多狼把灵猫族包围了，正往这边来呢。多宝斩钉截铁的话立刻引起来了软软的警觉。糟了，快，雷森，你先去把咱们畜牧圈里面的猎物全都转移到地窖去，还有石鱼一并带走。白毅，你去通知部落里面的雄性兽人帮忙，赶紧将牦牛群也转移，能离部落多远就多远。燕，你会飞就去上空看看狼群是什么情况，回来告诉我。我去通知灵猫祭司和雌性兽人们撤离。软软有条不紊地吩咐着，可额头上细密的冷汗却完全诠释了他此刻的紧张。说完便冲出了洞穴。软软深知狼群来袭一定不是一时兴起，灵猫族地处偏僻，也不富足，突然被狼族给盯上，这其中肯定有什么问题。灵楚呢？怎么又不见了？燕眉头一锁，先不管他了，赶紧行动。雷森说完，转手从地上抄起来大竹筐，将还在熟睡的石鱼囫囵塞了进去，狂奔到畜牧圈，开始转移猪和兔子，将它们尽数转移到地窖藏起来。他得快点，一会儿好去护在软软身边，怕动静太大被狼族发现，加快狼族进攻速度。软软没有大声吆喝，以最快的速度先跑去了灵猫祭司的洞穴，说明了情况。这种时候还得让部落里面真正的领袖来拿主意。得知情况的灵猫祭司也没耽搁，迅速出来将雌性们召集在了一起。得知狼群来袭的雌性们带着自家幼崽聚集在了部落中央，像一群无头苍蝇般。米拉呢？这种时候他跑哪去了？灵猫祭司找了大半天，却连米拉的影子都没找见，急得抓着阿布的兽皮衣服质问。我们也不知道，此主他让我们在部落待着，说他有些事情要出去一趟。这种关乎族群危机的时候，雌性们正需要人带领，
可最有这资格的族长却失踪了。灵猫祭司强压怒火，狠狠闭了一下眼睛。罢了，什么时候都指望不上他。这样，软软你带着雌性们逃跑，能跑多远就跑多远，剩下的事情交给我。灵猫祭司一把握住软软的手，面上是前所未有的迫切。灵猫族积弱，根本不可能是狼群的对手，巨大的浩劫要来了。是，那您呢？您不一起走吗？软软皱眉，虽然他是祭司，但也是雌性。灵猫祭司握紧了拐杖，这种时候我不能走。短暂迟疑过后，灵猫祭司一把拉过软软，在他耳边压低声音道：如若此次灾难能够平安度过，灵猫族就交给你。软软瞳孔一颤，心中虽然有所准备，却依旧还是惊了一下。您的意思是？你心里明白就好，去吧。灵猫祭司拍了拍软软的肩膀，眼中满是希冀。这算是临危受命了，啧。大家跟我来。第80章，他真的会发疯的。软软重重点头，似乎在这瞬间扛上了千斤重担，连忙带着雌性们朝着部落后方撤去。灵猫祭司回过神，面上的表情愈发凝重。但愿兽神庇佑，能让我族平安度过此劫。灵猫族的雄性族人们，你们雌性和幼崽已经离开，我们要为他们争取逃跑的时间。你们作为部落的守护者，这个时候不能退缩。为了我们的部落，驱逐袭击者，保卫部落。灵猫祭司振臂高呼：保卫部落，不退缩！保卫部落，不退缩！雄性灵猫们握着骨刀，紧紧盯着外面的黑暗树林，满头大汗。嗷呜！终于，一声尖锐可怖的狼叫声响起，四周同时亮起一双双银绿色的可怖眼眸，狼兽们倾巢而出，朝着部落狂奔而来。雄性灵猫们没有丝毫退缩，操着骨刀迎击上去，用身躯为后方逃跑的雌性们筑起一道防线。霎时间，血雾混着惨叫声此起彼伏，悲壮的战况令人不忍直视。与此同时，部落后方出去打探的雁回来了。软软，不能往这边走。见到软软，雁急忙收了翅膀落地，拦住了众人撤退的动作。怎么了？软软皱紧了眉头，前面已经打起来了，他们得快点离开才行。陆地上已经撤不走了，狼群刚刚将整个部落包围了。据我目测，4阶及以上的狼兽就有几十头，低阶狼兽也有几十，数量不少。雁摇了摇头，啊，怎么会这样？那我们怎么办？听到雁的话，雌性们惊慌失措，胆小的女兽人更是吓得哭了起来。我带你从空中走。雁一把抓住软软的手腕，别人他不在乎，他只想要软软。闻言，雌性们互相看了一眼，全都安静了下来，看向软软的眼神充满了绝望。族群一旦遭受入侵，原本稀有高贵的雌性们将会沦为对方争夺的战利品，被抢走之后，大部分雌性会被当成繁育幼崽的工具，毫无地位可言，稍有不慎就会丢掉性命。可他们没有会飞的雄性，万一前面的雄性们防线被突破，等待他们的将会是无尽的地狱。软软，你跟你的雄性走吧，不用管我们的，我只求你能把这几只刚出生的娃崽带走，他们是灵猫族最后的希望了。阿月抹了一把眼泪，软软，你走吧，我们不怪你，就是求求你带走我的娃娃，他还小，不能就这么死了。阿华抱着那还没满月的小猫崽跪在了地上，看着怀里的孩子，满是怜爱不舍。求求你软软，带走我们的孩子吧。有幼崽的雌性们实在没有办法了，只能朝着软软跪地磕头恳求。女子本弱，为母则刚，就算是去跟那些狼拼命，他们也想保住自己的孩子们。看着眼前的景象，软软立在原地，内心久久不能平静，陷入了深深的纠结。此主，没有时间了。燕握着软软的手，迫切的紧了紧。燕，你把这些孩子带走，剩余的雌性跟我来。软软慢慢挣开燕的手臂。此主，后面的狼兽马上就要过来了，你怎么？燕急了，一把抓住软软的肩膀。万一软软出了什么事，他真的会发疯的。燕，你听我的就是了，地窖里面还有很大空间，完全足够我们躲藏，也不会被轻易发现。你先把这些幼崽带走，然后再找机会过来带我们。软软一把扯过竹筐，让小灵猫们变回原形，把它们装了进去。幼崽害怕会控制不住的哭出声，带走是最好的选择，否则会拖后腿。而且软软清楚，在兽世如果没有自己的族群，他将失去最大最稳定的庇护，即使活下来，也只能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危机四伏。只要有一线机会，他也要留住这些人，有人才有活下去的希望。可剑燕还有些犹豫不决，软软上前紧紧抱住了他，放心吧，我不会让自己有事的。他有异能和灵权，面对这些普通狼兽也能抵挡一刻。是，等我回来。燕反手搂住软软，揉了揉他的头，带着一竹筐的小灵猫飞走了。软软，谢谢你。雌性们纷纷俯首，已经彻底被软软折服。而此时的白蚁也犯了难，他趁着狼群的包围圈没有形成的时候，成功带着几只雄性顺利的将拴起来的母牦牛们尽数牵走了。软软带回血色牦牛的决定很正确，母牛们看到血色牦牛之后无一不服从，整个牛群变得有序好管理，只要牵着血色牦牛，其余母牛就会带着幼崽静心跟上。可是现在狼群包围圈已成，白蚁想回到部落保护软软已经没那么容易了，只能暂且在狼群后方尾随见机行事。软软带着雌性们快速藏进了地窖里面，幸好他挖的地窖够大，雌性们挤一挤也能有个落脚的地方，而且此处隐蔽，应当不会被发现。软软，你们藏好了，我先去看看什么情况。雷森嘱咐一声，盖上地窖门的同时，在上面铺了一层厚厚的血做伪装，闪身变作狮子形态。软软躲藏在地窖，为避免他们被发现，他要想办法拦住的后方的狼兽才行。而这一幕却被躲在暗处一双眼睛看了个正着，
原来藏在这里。雌性们一个挤着一个，面露惊慌。哎，如花怎么没起跟来？一只女兽人忽而出声道：“谁知道她这里可挤不下她那么胖的一坨，管她干嘛？她那么坏，被狼兽拖走了才好呢。也不能这么说吧，她好歹是雌性啊。”闻言，软软自顾自地蹲在地上，看着竹篮子里面一动不动的石鱼。反正她肯定是不会在乎如花的，死了最好，省得总是在她面前蹦跶。我去她洞里了，她和她的雄性都不在。西西娘搭话摇了摇头，那可就怪不得我们了。阿月冷冷道：“呜！”就在这时，一阵狼嚎由远及近，刺得人耳膜生疼。雌性们赶紧捂着嘴缩在地上，大气都不敢出。第81章，他竟然敢骗我！吼！随之而来的是一声震耳欲聋的狮吼。是雷森！软软攥紧了手心，不由得为雷森捏了一把汗。虽说雷森是5阶金狮，但是目前依旧灵力不足，双拳难敌4手，恐怕真的动起手来，免不了会受伤的。而后方正想对着灵猫族长驱直入的狼兽们已经傻在了原地。只见变作金狮的雷森就那么蹲坐在那，浓密的鬃毛随着呼吸而起伏，那双闪烁着自信和威严的金棕色的凌厉眸子淡淡扫过面前的10几只狼兽，再次发出一声低沉可怖的狮吼，气势如虹，直接把在场的狼兽们震在了原地，不敢轻举妄动。这怎么有只5阶金狮啊，妈呀！一只狼兽吓得后腿发颤，抑制不住的往后退。这，快去告诉黑八哥！狼兽们一下子慌了神，根本不敢继续往前，只能和雷森遥遥对峙。而雷森也没有急于上前，他的灵力不足，一旦开始真正交手就会暴露，先唬住他们再说。此时的黑八正在部落前方指挥狼兽进攻，灵猫族的雄性们已经节节败退，很明显他们并不是这些强壮狼兽的对手，可为了部落，他们退无可退。如果他们跑了，就意味着自己的雌性和幼崽将会彻底失去了栖息地的庇护，那样等待他们的只有灭族危机。见此情景，灵猫祭司站在高处，朝着天空膜拜3下，一缕红光穿透黑暗，直接落在了灵猫祭司身上，在他脚下形成一个灵力阵法。每一个祭司都有向兽神祈福的能力，只不过这种能力的代价往往难以估量。为了灵猫族，他也只能这么做。灵猫祭司深吸一口气，将自身灵力注入阵法，源源不断地分发给了在场的每一只雄性，助力他们抵抗外敌。由于本体原型上不占优势，灵猫们只能利用手中的骨刀疯狂捅刺着冲过来的恶狼。幸亏有灵猫祭司的灵力加持，让他们的防御力和速度都有了一定的提升。春山虽然瘸了一条腿，却并没有躲在最后方，一只狼兽左右横跳一下，直接朝着春山扑了上来，将他压倒在地。哦！春山抬起一方手臂格挡，却被那狼兽狠狠咬住，长长的犬齿陷入皮肉，手臂被瞬间咬断。春山疼得大汗淋漓，只能另起一手握住骨刀，朝着那狼兽的脖子捅刺。春山哥！西西见状，一个侧身将春山身上的狼兽撞开，抄起来骨刀就彻底划开了那狼兽的脖子。呼哧呼哧，他肚子上的伤才刚好，又经历这样激烈的战斗，要是没有阵法加持，早就瘫倒在地了。我没事，我还能打，咱们不能认输。春山咬着牙，将断掉的手臂用兽皮缠起来，继续握紧了骨刀。而这一刻将是他们一生中最勇敢的时刻。这部落里面怎么一只雌性都没有？全跑哪去了？还有牦牛群，前几天来打探的狼兽部还看见了，现在都哪去了？黑八气得抬起爪子，狠狠朝着旁边狼兽的脑袋抽一下。不单单是为了米拉，黑八还和狼王保证会把灵猫族的猎物和雌性奉上，这才要来了这么多狼兽。可眼下若是扑了个空，让他回去怎么和狼王交代？我也不知道，明明昨天还在的。那被打的狼兽委屈地缩着脖子，废物，我亲自去找。黑八气得不行，抬腿朝着前方的战场冲了进去。战场上遍布了灵猫和狼兽们的尸体，黑八脚下踩着血肉前行，余光却突然瞟到了一个熟悉的东西。只见那是一只雄性灵猫的尸体，尸体的血肉模糊的胸口上隐隐约约能看到一枚黑色的伴侣印记。黑八皱了皱脸皮，抬起爪子将那血抹去一看，只见那是一枚黑色的猫形印记，和他身上的一模一样，是米拉的伴侣印记。黑八在四周寻了寻，眼见之处至少有7、8只灵猫身上带着米拉的伴侣印记。米拉，他竟然敢骗我！黑八死死咬着犬齿，他本以为米拉再怎么过分也只有3、4只雄性，而且几日前米拉还在他身下示好，哄他说除了他没有几只雄性能入他的眼，说只喜欢他，结果自己却在部落里面藏了这么多。黑八哥，你这……一旁的狼兽眼底有些幸灾乐祸，却不敢表现出来。罢了，赶紧找到那只叫软软的雌性，杀了他。黑八强压怒火，没办法，他现在已经和米拉交配了，为了离开狼族，他必须利用米拉将自己从狼王那里要出来。是，我看你们是找不到那软软的。一阵女声从狼兽们背后传来，黑八转头便见到一只姜黄色皮肤、胖得不像话的女兽人朝着这边缓步而来。他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肥的雌性，这人不是别人，正是一直躲在暗处的如花。你是个什么东西？黑八慢慢走上前去，居高临下的看着如花。你就是黑八吧？米拉族长没有跟你说过我？如花叉着腰。哦，我想起来了，好像是说过，一只长得像野猪的母猫。黑八睨了如花一眼，毫不掩饰自己的嫌弃。这种丑胖肥雌并不在他们狼兽的审美范围之内，就算白送他们也不会带回部落。你，如花气得翻白眼，奈何对方是狼，他也不敢多说啥。哼，我知道那软软在哪里，快说，在哪？黑八眼前一亮，跟我来就是了。如花转身，脸上是难以掩饰的邪笑。
他早就和米拉串通好，米拉负责将狼兽带来，而他盯住软软，一切的目的就是置他于死地。黑巴抬头示意，众多狼兽跟着如花直接绕过部落，朝着后方的地窖跑去。而这一幕被灵猫祭司尽收眼底，灵猫祭司心急如焚，可一旦他离开，前方防线必会崩溃。但是眼下他选中的下一任继承人有危险，这可怎么办？很快，黑巴等狼兽已经顺利绕到了后方，还没等如花再开口，黑巴，你给我站住！你什么意思？一阵怒不可遏的女声传来。第82章，要走一起走。只见米拉从不远处的树丛中冲了出来，一把揪住了黑巴的脖子，不由分说上去就是一耳光。贱兽，我让你来杀软软和灵猫祭司，你竟然下手杀我的雄性，你找死吗？米拉一直跟在狼群最后方没敢露面，只等黑巴杀了软软和灵猫祭司，他就可以出来名正言顺的组织部落。却没想到等来了自己契约的伴侣，印记一个个消失，最后发现自己的雄性，包括他最宠爱的阿布在内，竟然一共死了8只，现在就剩2只还不知所踪了。不同于拓印，伴侣印记一旦缔结成功，雌性和雄性就可以互相感知位置和状态，对方死亡另一方不受影响，却是可以实实在在知晓的。闻言，黑巴眼中一闪而过的戾愤，一把攥住米拉的手腕，力道大的吓人。我找死！我还想问你呢，你不是说你最喜欢我，而且没有几只雄性吗？你现在又跟我怎么解释？我满心为你，你却有这么多雄性，你把我当什么？被对方的一连串质问击到，米拉心里咯噔一声，也意识到黑巴真的有些恼了。其实他先前只想说话哄着黑巴，却没想到他当真了。现如今他的雄性几乎死绝了，软软和灵猫祭司也都还没死，他不能和黑巴红脸。想到这里，米拉的气焰一下子小了，强压不满，再次摆上一副媚态来。黑巴，我不是有意瞒你，是因为我的雄性们都是废物，我早就对他们不满了，心里其实一直想着你的。眼下他们也死了，等到你杀了软软，我就把剩下的雄性们全都赶走，让你做我唯一的雄性，给你生小兽，好不好？米拉拉着黑巴的手哄着，哪料到黑巴根本不吃这一套，反手一把将米拉扯进了怀里，低声道：杀了你的雄性，我照样是你的唯一雄性，既然你主动引我过来，我自然不能空手回去，你就等着给你剩下的2只雄性收尸吧。还有，你口中的牦牛一只都不见踪影，我可不能白跑一趟，将你部落里的3阶雌性全都交给我，献给狼王，我就原谅你骗我这件事。听到这句，一旁还在看热闹的如花脸色一下子白了，要是被带回狼族，他更没有好日子过了。黑巴，你疯了？将3阶雌性给你我这灵猫族长还怎么当？留着一群低阶废物吗？米拉再也压不住火气，对着黑巴一阵怒吼。他本以为利用黑巴可以让他顺利除掉想除掉的人，可没想到真的引狼入室，他却根本没法掌控。呵呵，这我可管不了，肥慈，赶紧带路。黑巴往后退了几步，和米拉拉开距离，眼底是前所未有的阴狠。啊，是。如花不敢怠慢，赶紧领着黑巴等人往地窖靠了过去。米拉一屁股瘫坐在了地上，完了，灵猫族完了，早知道就不冒险找他，这该怎么办？此时地窖中，不知道雄性们怎么样了，狼兽们那样凶残，万一……别怕，有灵猫祭司在，不会有事的。阿月安慰着那只哭唧唧的雌性。软软蹲在地窖角落里，忧心忡忡，竖起来的猫耳却敏锐地捕捉到了一阵由远及近的杂乱脚步声。嘘，别出声。软软猛然起身，将整个身子贴在了石壁上，聆听外面的动静。见到软软的动作，女兽人们脸上不约而同地闪过一丝惊慌。砰！突如其来的碰撞声从地窖门上传来，泥土咻咻咻地落了下来，所有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紧接着，一阵让众人无比熟悉的女声传了进来：就在这里了，我看见那个软软带着好多雌性躲在这呢。是如花的声音。软软转头和众人对视，在所有人不可置信的目光中得到了印证。所有人都没想到族群里竟然会出现背叛者。呵呵呵，总算找到了，把这东西给我打开。黑巴抬起爪子，将雷森覆盖在上面的雪直接扒开，一面精心放置的竹门便露了出来。与此同时，软软再也不顾及了，抬手凝结异能，召唤出大量藤蔓刺入墙壁借力，将上方竹门牢牢固定。地窖是一个死路，安全的同时却有一个最大的弊端，就是退无可退。软软千算万算，唯独没有想到会有人出卖自己的族群。见到这一幕，雌性们惊得嘴都合不拢了。他们万万没想到，一直在他们身边的软软竟然会异能。砰！外面的狼兽使劲扯了一下竹门，却并没有扯开。黑巴哥，这玩意好结实啊，用力不会啊，蠢东西！黑巴朝着那狼兽龇牙：你们几个给我一起上，把这玩意给我掀开，里面都是雌性，没有战斗力，带回去献给狼王，你我都能成为上等狼。是。随之而来的是一阵更加猛烈的拉扯，虽然藤蔓扎在墙壁里面有所牢固，可也架不住外面好几只强壮狼兽的拉扯。软软脚下一松，竟然被拉扯的脚下滑动。糟了！就在这时，一双手搭在了软软手中的藤蔓上，紧接着是第2双、第3双。灵猫们再也没有坐以待毙，而是纷纷上前，用尽全力扯住了藤蔓。有了他们拖延时间，剩余的几只雌性开始徒手挖后方的洞壁，直到指甲脱落，满手是血也不停下。软软，如果挡不住外面的狼兽，你不要上前，找机会跑。你是异能雌性，比我们珍贵的多。西西娘苍老的脸上已经有了赴死的决绝。是啊，你本可以跟着你的疯狂雄性逃跑的，但是却先带走了我们的幼崽，留在这里跟我们共进退，我们不能连累你。阿月咬紧了牙关，将藤蔓一整个缠在了手臂上用力。绝境之下，
所有人的心都拧成了一股绳，没有人选择退缩。外面的狼兽还在疯狂拉扯着竹门，却依旧撼动不了这团结的力量。软软眼中一闪而过动容，旋即被一阵青色灵光覆盖。我不会丢下你们，要走一起走。第83章退无可退。软软，女兽人们强忍泪水，心中暗暗发誓，绝不会退后一步，任由外面的狼兽如何尝试，说死就是拉不开那小小的一片竹门。黑巴的耐心也直接耗尽了，飞起一脚将旁边的狼兽踹翻。废物，给我用爪子挖，就算挖也给我把他们挖出来。是。狼兽们变回兽形态，伸出漆黑的长指甲，沿着竹门旁边开始挖地。咔嚓咔嚓，咻，阵阵尘土再次落了下来。狼兽们一边继续拉着竹门，一边顺着竹门的四周往里面挖。竹门只有薄薄一片在上面，想要挖穿四周轻而易举。果不其然，一只狼兽已经扒开土层，顺着那洞将毛不拉几的爪子伸了进来。这怎么办？你们拉住，我来解决它。软软松开藤蔓，由雌性们接手，迅速将地窖里面的东西尽数收进灵泉空间，以留下更多躲藏空间。随即再次凝结灵力在手心，形成了一根坚硬无比的棘刺，对准了那逐渐扩大的洞口。黑八哥挖开了，哇！咔嚓！那狼兽话还没说完，一根木刺猛然破土而出，直接扎进了那狼兽的嘴巴，贯穿了他的脑袋。猩红的血液喷溅而出，沾了如花一头一脸。如花吓得惨叫一声，一屁股坐在了地上。黑八人傻了，因为他竟然在这地洞下面感觉到了异能的气息，可却没有感受到5阶兽人的灵力波动，这是什么诡异的情况？这下面不是雌性吗？哪里来的异能兽人？黑八一把掐住如花的脖子，手指恶狠狠地压住如花的喉管。不要杀我，我不知道啊，我只看见软软的那只5阶金狮离开了，他还有其他的5阶雄性，不知道在哪呢。如花吓得浑身战栗，慌忙解释着，不止一只。那有几只？有4只5阶的，1只4阶的。如花哆哆嗦嗦。黑八人傻了，脸色更是越来越黑。米拉，好个米拉，他竟然没有告诉我5阶雄性是什么概念，那是和狼王一样强大的存在，而且一下子冒出来4只，这不是让他来送死的吗？黑八害怕了，正想下令赶紧跑路，却只见那竹门四周爆发出一阵青绿色异能光晕，无数尖锐的藤蔓再次破土而出，直接将还在挖地的几只低阶狼兽尽数击杀。黑八倒吸一口凉气，2条后腿都有点不听使唤。可与此同时，那竹门因为失去四周泥土的承接，向下一弯，随着几只狼兽的尸体倾倒，直接将那竹门砸了下去。哗啦啦！啊！竹门掉落，里面的雌性们来不及收力，直接被晃倒在地，尘土飞落。软软下意识闭了一下眼睛，月光透了进去，将下面的人照得清晰无比。黑八分明看到，那还没有完全收回去的藤蔓来自于一个灵力只有3阶雌性的身上。这怎么可能？黑八差点忘了呼吸，他活这么大就没见过拥有异能的雌性，更别提是3阶就有异能的。软，那个就是软软。如花肥胖的指头一指，将黑八懵逼的状态打破。原来没有5阶兽，只有3阶的异能雌性。若是献给狼王，我将是莫大的功劳，都给我上！抓住那只异能雌性！黑八一声令下，前来支援的10几只狼兽张着血盆大口跳进了地窖，看着面前待宰羔羊般的雌性们贪婪的咸水直流，下一秒猛冲了过来。软软率先反应，凝结灵力化木刺为长枪，狠狠捅穿了一只狼兽的腹部。紧跟着的一只狼兽飞身而起，锋利的爪子朝着软软抓了过来。软，阿月惊叫一声，却只见软软绵软的腰肢往后一仰，顺势单手撑地，躲开这一击的同时，将灵力凝结在腿上，飞起一脚将那狼兽踹飞了出去。嗷呜！可狼兽们根本不给软软喘息的机会，再次冲了过来。软软的灵力消耗大半，已经有些力不从心，却还是操控着藤蔓将冲上来的狼兽牢牢禁锢在地。在场的雌性们迅速从地上爬了起来，他们不能让软软一个人在前面硬抗，眼中的惊慌化作愤恨。雌性们凝结周身灵力反冲而来，我跟你们拼了！恶狼！雌性们有的变作原形，直接跳到了狼兽背上，疯狂撕咬乱抓；有的操着骨刀，不管不顾的在狼兽身上捅刺，即使被扑倒在地，也没有丝毫惧色。黑八目不转睛的盯着软软，眼中的惊讶被贪婪取代。如此优质的雌性，他定要尝上一尝。等他的灵力耗尽，驱动不了那些藤蔓，就轮到自己出场了。随着最后一根木刺洞穿狼兽的脑壳，软软脱力单膝跪地，灵泉的恢复已经跟不上灵力的消耗。狼兽太多了，雌性们也已经被狼兽逼到了地窖角落，满身是伤。而还在努力挖掘的雌性们，手指已经血肉模糊，也才挖开了一个身位的距离。地窖口被狼兽堵截，他们已经退无可退了。难道真的要被狼兽拖走吗？就在这时，石壁上传来一阵脆响，2颗大板牙直接啃穿了洞壁，露了出来。轰隆！一整面墙壁碎裂，露出了一颗毛茸茸的脑袋来。雌性姐姐，我救你们了！多宝抬起小爪子抹了一把脸上的泥土。雷森一直不放心地窖，所以去拦住后方狼兽之前，吩咐多宝让他带着竹鼠们重新打一个洞，连接到地窖，带软软等人逃离部落。幸好赶上了，太好了！雌性们面前一喜，有救了，便是赶紧将地上装着猪仔和兔子的竹筐背上，还不忘把装着10余的竹筐一并拉走。软软召唤大量藤蔓挡住狼兽去路，和雌性们朝着多宝他们挖的洞穴撤退。想跑？问过我没有？黑八抽出骨刀，直接将面前藤蔓切断，再次带着狼兽们冲了过去。眼看着狼兽们穷追不舍，软软想要释放异能，
却发现已经不能了。眼看着那利爪抓了过来，阿月直接把软软扑倒在了地上，硬生生替他挡了这一爪子。啊！阿月惨叫一声，后背皮开肉绽。黑八并不罢休，接着就要下死口。不要！就在这千钧一发之时，好！第84章下地狱去吧！一阵震耳欲聋的狮吼声响彻天际，变作狮形态的雷森跳了进来，几乎是瞬间闪了过来，一爪子就将黑八拍飞了出去。黑八惨叫一声，重重的撞在了石壁上，口鼻喷血。几只狼兽赶紧上前，七手八脚的将黑八给拖了回去。好！雷森粗壮的爪子猛然锤击了一下地面，极具威慑力的吼叫声吓得那些凶残狼兽不敢上前。软软，没事吧？雷森变回人形上前，一把将软软抱在了怀里，快速在他身上检查了一下。我没事，阿月。软软摇了摇头，连忙从雷森怀里出来，自灵泉空间中取出了止血草药，敷在阿月背部的伤口上。啊！阿月疼得闷哼出声，冷汗瞬间就流了下来。那触目惊心的伤口，皮肉外翻，深可见骨。反观雷森身上同样遍布伤口，甚至肩颈之处还有齿洞。软软心上一痛，不由分说调动仅剩的灵力，催动灵泉，想替雷森恢复伤口，却被雷森阻止。我能感觉到你的灵力快耗尽了，不要为我耗费。我和白翼已经将部落后方的狼兽全部清理干净了，你跟多宝沿着这洞穴赶紧离开。那你呢？软软急声道。黑八喘了一口气，从地上爬了起来，狠狠抹了一把鼻子上的血。五阶金狮，可惜了，灵力不足。你们这群废物都愣着干什么？给我上啊！谁敢跑就直接处死。刚才的触碰让黑八直接感觉到了雷森身上的灵力空虚，但五阶的金狮战斗力仍然不容小觑，可不是他能打得过的。这种时候只能依靠手下的狼兽往上堆。耗死他！你们先走，我拦住他们。雷森抬手怜爱地摸了摸软软的脑袋，转身变回狮形态，用庞大的身躯挡住在了软软面前。雷森，走啊！雷森后腿发力，朝着对面狂奔而来的狼兽们再次迎击了上去，利齿啃噬着他的血肉，却磨灭不了他守护自己雌性的决心。只要他还有一口气，就绝不会让这些恶臭的狼兽碰到软软一下。软软紧紧咬着嘴唇，任由泪水打湿面庞，背上阿月，转身跟着多宝他们沿着地洞撤退。眼见着软软等人跑了，黑八银绿色的眼珠子转了转，趁乱直接从地窖口钻了出去。雷森一眼就注意到了黑八的动作，想要上去阻拦，却被冲上来的狼兽直接埋没。怎么办？黑八定是去追软软了。呼啦！就在这时，一股灼热的紫色火焰席卷而来，将雷森身上的狼兽击落在地。雷森，白翼飞身从洞口跳了进来，雁去部落前面帮忙了。此主呢？你来的正好，帮我拖住这些东西，我去保护软软。雷森挥舞长鞭式的尾巴，将身上的狼兽抽了下去，转身就朝着地洞方向追赶过去。好！白翼应了一声，操控虎火的同时，挥舞着9条尾巴与剩下的10几只狼兽缠斗起来。快到了，快到了！多宝4只小短腿倒腾着，他这辈子都没跑这么快过。终于，一阵暗光在众人眼前亮起，软软等人顺利的从地窖中钻了出来。阿月，你怎么样？软软将阿月放下，却见他的脸色惨白无比，也幸好有草药止血，才不至于要了他的命。你们别管我了，快逃！阿月手上无力的推了软软一把，他不想拖累他们。胡说什么呢？要走一起走。软软紧咬贝齿，他也没想到阿月会不顾性命的救自己。走？走哪去啊？呵呵，一阵奸笑女声从众人身后传来，只见一抹肥胖身影从树林中间不紧不慢的夺了出来，正是如花。而他的身后还跟着10几只流着咸水的狼兽，包括刚才跑出来的黑八。如花凭借着对部落的了解，很快带着另一队狼兽找到了软软等人的逃跑路线，这是杀死软软唯一的机会，他肯定不能让他溜了的。如花，你这个叛徒，竟然帮着狼族袭击自己的族人，你太恶毒了！西西娘气的破口大骂。灵猫祭司知道了是不会饶了你的，叛徒！女兽人们愤恨地看着如花，恨不得冲上去立刻将她撕碎。平日里被她欺负也就算了，现如今她竟然直接背叛族群，害死了那么多无辜族人。哼，你们还真是愚蠢！我奉劝你们离软软远点，狼兽们的目标是他，只要你们老实听话就能活命。如花冷哼一声，面对雌性们的指责，脸不红心不跳。你恶雌，我们不会抛弃软软的，就是我们就算死也不会臣服这些恶狼，我们和软软共进退。雌性们没有迟疑，纷纷起身站在了软软身侧。危急时刻，软软没有抛弃他们，他们也断然不会抛弃软软。长久的在部落里面不谙世事，雌性们早就没有了锋芒。是软软让他们找到了作为雌性的真正价值，让他们知道雌性也能顶起半边天，就算和这些狼兽拼了，也是他们一生中最勇敢的时刻。软软没有出声，而是将灵泉效果完全激起，快速恢复灵力。一群蠢雌，那好啊，既然你们自己想找死，就怪不得我了。你们就等着，一会儿跪地求饶吧。如花勾起嘴角，直接退到了狼兽们身后。反正米拉已经答应他，只要他帮着狼兽们杀了软软，以后就是族长之下第一人。既然这些雌性不听话，死了更好。到时候雄性都是他和米拉的，想生多少幼崽就生多少幼崽，灵猫族照样在他们手中。呵呵呵，狼兽们的喉咙中发出阵阵恐怖的低吼声，朝着雌性们步步紧逼。雌性们面上毫无惧色，手中握紧了骨刀。上！留活的！黑八一声令下，狼兽们蜂拥而上。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软软眸中青光一凛，
抬手按在地上，无数枝杈破土而出，瞬间缠住了那群狼兽的四肢，让他们动弹不得。一旁的如花愣神片刻，却只觉得腿上一紧，才发现已经被软软的藤蔓捆成了粽子。既然你想要我的命，那么就先下地狱去吧。第85章，真是让我意外。什么？你敢？有何不敢？如花还没反应过来，软软反手掷出古刀，藤蔓借力，没有丝毫犹豫的直接贯穿了如花的脖子，血液喷溅而出。如花带着满脸的不可置信瘫倒在了地上。以前不杀他是因为灵猫族不允许同族相残，可灵猫祭司已经对他明确态度，那么他就不必手软，将来这种祸害在他手下绝不会活过3秒钟。好，杀得好，死得好！雌性们拍手称快，这种叛徒死了最好。黑巴咬着犬齿，看着软软的眼中是抑制不住的贪婪，这样有血性的雌性真是迷人啊。听到这句，软软心里一阵恶寒。你们带上阿月，散开跑。手中持续灵力，软软操纵藤蔓牢牢禁锢着那些狼兽，可也只能拖住他们一会，等到他的灵力再次耗尽就糟了。软软，我们不走，我们跟你一起。是啊，雌性们不肯。听我的，我自己有办法逃。你们带着东西赶紧走。软软的额头渗出了冷汗。狼兽们一口一口地啃着身上的藤蔓，就快挣脱了。雌性们虽然都很有勇气，但是实际上没什么战斗力，留下只能造成不必要的伤亡，还会让他分心。是，雌性们强忍着眼泪，朝着林子中四散逃开。可恶！眼看着到手的雌性全跑了，黑巴气的不行，便是张嘴疯狂撕咬着脚上的藤蔓，挣脱了束缚。眼瞅着众人的背影完全消失，软软也再次力竭，藤蔓开始不受控制淬裂开来。嗡！软软脑中轻轻震颤一下，灵泉系统功率全开，全部启动，开始为宿主恢复灵力。下一次可释放异能约需要5分钟，请宿主尽量拖延时间，再快点。软软翻身变作灵猫形态，轻巧的身形直接沿着旁边的树干爬了上去，利用树林中层层叠叠的枝杈快速跃动逃跑。狼不会爬树，却依旧紧紧地跟在软软肚皮底下穷追不舍。先不用管其他逃跑的，赶紧给我追他，他可比他们珍贵多了。黑巴贪婪地舔了舔鼻尖，反复不停的跳跃让软软双腿发酸。可高处的视角当中，林子竟然已经到了尽头，前方是一处巨大断崖，已经逃无可逃了。还有2分钟，快啊！黑巴似乎也注意到了软软的处境，随即抬头狼嚎发出一声号令，大量狼兽开始用身躯撞击树干，让软软无法借力跳跃。整棵树剧烈摇晃着，软软被困在上面，只能利用指甲紧紧抓着树冠，不让自己掉下去。狼兽们并不罢休，竟然一边摇晃树干，一边叠罗汉似的顺着树干爬了上去，离软软越来越近。1分钟，30秒，眼看着那利爪越来越近，已经碰到了自己的尾尖，软软的心脏剧烈跳动着。终于，灵力重新涌了出来，软软抬手幻化出木刺，扎进了那狼兽的眼睛，却还是被其抓住了尾巴。那狼兽忍着痛，硬是没有松手，任由身体坠落地面，也不松开软软的尾巴。剧烈的拉扯，疼痛的软软倒吸冷气，抓着树干的手被迫松开，就那么掉了下去。下来了！黑巴抑制不住的兴奋，一个飞扑冲了上去，将软软死死按在了地上。啊！黑巴锋利的指甲嵌入了软软的皮肉，软软想要再次凝结灵力反抗，却被黑巴压住了肚子和脊柱，强制脱力。那里是灵猫最脆弱的部位，还想用异能？你只是3阶的小雌性，这样用灵力不要命吗？黑巴低头凑近了软软的脖子，轻轻嗅闻了一下，多么好闻的雌性气味啊，可比米拉香多了。喵！好恶心！看着那张腥臭的嘴离自己越来越近，软软都快要吐了，可被抓住命脉，只能蹬着4肢拼命挣扎。快，让我尝尝你有多香甜！黑巴伸出长舌，流着咸水就要往软软身上舔。你敢！一声厉喝，黑巴茫然抬头，被沙包大的拳头直击面门，身子划过一个抛物线，直接被打飞挂在了树枝上。雷森这一拳用了全力，已经将黑巴的鼻骨击碎，几颗犬齿脱嘴而出，黑巴卡在树枝上，直接昏了过去。雷森顺势将地上的软软抱在怀里，软软立时变回人形，浑身颤抖地搂住了雷森的脖子。没事了，我来晚了。雷森低声安慰着。直到这一刻，软软才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雷森身上他梦寐以求的气息，那是真正的关心和爱才会有的温度。与此同时，一根蜿蜒的漆黑树藤神不知鬼不觉地从林子中间穿了出来，直直扎向2人。雷森余光一扫，瞳孔骤缩，迅速背身将软软护住。咔嚓！一切都发生在须臾之间，在软软颤抖的目光中，一根坚硬的木刺贯穿了雷森的右下腹，血流了一地。雷森，避开！那木刺毫不留情地抽了出去，雷森的身子摇晃之下，重重跪倒在地，手上却依旧护着软软，没有摔到他。可一口鲜血从雷森口中喷出，雷森！软软慌忙抬手去堵那伤口，一股一股的鲜血从指缝渗出，却怎么也堵不住。真是让我意外，这小小的灵猫族竟然有异能雌性。一阵低沉男声从那木刺尽头传出，紧接着只见一浑身漆黑、瞳孔闪着绿光的巨大狼兽走了出来，而他的身后无数漆黑的藤蔓如同毒蛇一般蜿蜒着。宿主注意，此为狼王5阶实力，异能木系。什么？狼王竟然亲自来了！软软震惊了，连忙掏出止血草药敷在雷森的伤口上，架着他往后退去，直至退至悬崖跟前。5阶巅峰兽人的木系异能断然不是他能够抗衡的。
难道今天真要死在这吗？雷森唇齿间溢着血液，大量失血已经让他的眼前有些模糊，却还是凭借着最后一丝意识挡在软软跟前。小雌性，你是我的了。狼王抬爪，无数枝杈朝着两人喷涌而出。第86章，做我真正的兽夫。这下完了。灵宝计算到悬崖下方有藤蔓着力点，宿主快跳！软软没有犹豫，用藤蔓将自己和雷森紧腰捆在一起，顺势一仰，从身后的断崖跳了下去。枝杈扑了个空，狼王表情一逆，不紧不慢地走到了悬崖边，望着下面的层层迷雾眯了眯眼睛。嘶哈，狼王大人，您怎么亲自来了？黑巴醒了过来，好不容易从枝杈上挣脱，捂着鲜血淋漓的口鼻匍匐在了狼王脚下，那模样说不出的鬼迷日眼。废物，你还敢问？我要是再不来，你恐怕就被直接打死了吧。狼王抬起爪子，狠狠在黑巴头上抽了一下，龇牙咧嘴的模样可怖至极。他让黑巴带人来抢夺牦牛和雌性，结果牦牛没带回去，雌性更是影子都没找到，还死了那么多头狼兽。呜，饶命！黑巴喉咙中呜咽一声，赶紧翻着肚皮躺在地上，满脸谄媚的求饶。那金尸被我重创，应当是活不成了。你带人下去，给我把那灵猫雌性找出来。狼王立在原地，冷声道：这么高，早就摔烂了吧？黑巴望着悬崖下方的深渊，后腿抖了抖。异能兽人可没那么容易摔死，再敢废话，我会让你死得很难看。来人，通知其余狼兽撤退，对方祭司在组里，还有4只5阶兽，你们也敢这样长驱直入？至于你欺瞒我，回去再收拾你。狼王瞪了黑巴一眼。黑巴和狼王摇人的时候，可没说组里有5阶兽，以致派出去的几十只3阶雄性几乎全部死亡，4阶的雄性也都死了大半。狼族这一战可谓是一点好处没捞到，直接血亏。只不过能够抓到异能雌性回去繁衍也不亏，到时候后代都有机会成为异能兽人。是，黑巴忙不迭的点头，赶紧带着几只狼兽沿着悬崖找下去的路。那狼王猜的没错。软软利用藤蔓及时的勾住岩壁，和雷森平安落到了地面。悬崖下方是一个天然峡谷，阵阵冷风席卷，漆黑一片，上方被层层浓雾覆盖，仿佛与世隔绝的监狱一般。雷森的脸色愈发苍白，嘴角再次溢出血来。雷森，宿主右后方有一天然溶洞，深约10米，无危险。坚持住，雷森！软软赶紧扶着雷森进到了溶洞里面。那溶洞四周遍布石钟乳，倒是挡住了峡谷内的冷风。软软从灵泉空间中取出了一张兽皮铺在地上，扶着雷森躺在了上面，扒开雷森上身的衣物，那触目惊心的贯穿伤暴露在了软软眼前。可怖的伤口随着雷森的呼吸一下一下的往外涌血，止血草药已经起不了作用了。这一刻软软再也忍不住了，豆大的眼泪哗哗的往下掉。自打穿越过来，他第一次为了自己的兽夫哭泣。这是雷森第2次不顾自身安危救他，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这个一直默默守护在他身后的大狮子已经住进了他的心里。雷森平时的温柔像是一团团温泉水，暖着软软身上的每一寸毛孔，而他危机时刻对他的保护也似一剂良药，将软软内心深处最柔软的地方唤醒。别哭，看你这样我难受，对不起，让你担心了。雷森将满是鲜血的手默默在兽皮衣服上擦干净，轻轻抚上软软的脸，替他拭着泪。都怪我，你是为了保护我才这样，若是我早点与你交配，你就不会。软软有些语无伦次。从他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他就知道其实他内心里已经喜欢上了雷森。听到你这样说，我好开心。这不怪你，没有雌性会愿意和自己不喜欢的雄性交配。你从陌生的地方来，能够让我继续陪在你身边，我已经很高兴了。只是我可嗨。雷森咳嗽一声，喉咙心甜，又是一股血从口中涌出，他快不行了。不！软软一把将雷森抱了起来，拨开衣物，用皮肤紧紧贴着雷森，不管不顾的亲吻他，希望自己的灵气能够快一点给他。宿主看到软软这样，灵宝的声音都有些颤抖了。不行，他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他死。想到这里，软软一把将灵泉中以前熬好的桑黄药水取了出来。雷森已经休克，他就撬开他的嘴，一点一点灌下去。雷森，你要活着，我想让你继续陪着我，只要你能活着，我什么都答应你。你做我的兽夫，做我真正的兽夫好不好？软软垂头在雷森耳边轻声唤着，硬是将雷森即将消失的意识拉了回来。雷森的眸子张开一条缝隙，忍着剧痛死死按住伤口，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将仅剩的灵力凝结在了上面止血。我不能死，我听到了。软软说让我陪着他，做他真正的兽夫。看到这一幕，软软似乎下定了什么决心，顺势闭上眼睛，将浑身的灵力都灌注在了灵泉上面。指尖凝结，缓缓出现了一团光晕，光晕随着空气流动，散发着无限生机。那是灵泉的实体。软软将它从识海空间中取了出来。宿主，你要干嘛啊？用灵泉直接治愈他人会让你精神力会崩溃的，这太危险了。灵宝震动着警报。别慌。软软沉声将自身意识直接送入灵泉空间深处，依靠空间恢复灵力的同时操纵肉体，再用灵泉治愈雷森。以前软软就问过灵宝，灵泉可以治愈他人，但是要以牺牲自身的灵力和精神力为代价，所以他一直在研究怎么样能够打破这个壁垒。在无数次的尝试过后，软软发现有过硬的灵力支撑是必要的，但同时只要将意识送入灵泉空间，就能够稳定他自身的精神力。精神力不崩溃，他就一定死不了。随着灵泉在雷森伤口上流动，血流戛然而止，撕裂的皮肉正在肉眼可见的愈合。宿主你太有牛 X 了，这种方式我都没有发现。灵宝惊呆了。
身体失去的温度重新回升，雷森只觉得周身松快无比，再次睁眼便被面前的一幕惊呆了。第87章，你有求死之道。只见面前的软软周身包裹着青色混合着乳白色的灵光，那原本漆黑的发丝竟然由根部慢慢变成银白，随着灵力飘动一散，美的简直不像人间凡物，让人不敢亵渎触碰。雷森垂头，竟然发现自己的伤口已经全部愈合了。软软，听到这声呼唤，软软知道他成功了，便是狠狠泄了一口气，迅速将灵拳回收，那银白色的发丝也重回乌黑，下一秒直接脱力软倒了下去。软，雷森赶紧将人揽入怀中，接触到软软那略微发冷的身子，雷森心疼的泪在眼角顺流而下。他这一生经历很多，却从未遇到一个雌性让他如此爱怜。呼，我没事，你的伤。软软挣扎着起身，硬是掀开雷森的衣服，仔细看了看，方才放心。幸好他的法子起作用了，只不过他身上的灵力已经彻底耗尽，恐怕好几天都不能再调动灵力了。你怎么哭了？我死不掉的，你放心吧，就是没有灵力了而已，休息几天就好了。软软故作轻松地说着，抬手将雷森的眼泪抹去，却被雷森直接捉住手。雷森轻轻吻了吻软软的手心，此主，谢谢你。傻软软嗔了一声，双手捧着雷森英俊的面庞，使劲揉了揉。他还活着，真好。雷森环抱着软软的腰肢，两人面庞近在咫尺，浓浓的情愫在鼻息之间碰了又碰，四目相对的瞬间，仿佛沉潭落石，惊起浪花。双方的性激素直接炸开。软软气息一急，伏在雷森胸口上的手下一时握紧。雷森嗅到了软软身上的味道，呼吸骤然粗重起来，恍惚间垂了垂头，喉结止不住的滚动，却没敢再往前。这次软软没有犹豫，双臂揽住了雷森的脖子，将他拉得更近，声音微抖，吻我。雷森瞳孔一颤，搂着软软的手臂，激动的青筋暴起，缓缓靠近他魂牵梦绕的人儿，唇瓣试探似的轻轻触碰，只这一下，仿佛花开云散，继而变得难舍难分。雷森的手滑向软软的后脑扶住，不再满足于这样，那吻越来越炙热疯狂，温柔的交叠转为了唇齿间的碰撞。软软有些招架不住，连忙搂住了雷森宽大的脊背，任由急促的呼吸释放。雷森再也把持不住，抬手与软软十指相扣的同时，将她附在身下。软软乌黑的长发如流水一般落在地面，双腿有些紧张的并拢了一下。乖。雷森低低的出声，唇落在她的额角、面颊，顺势而下，深入颈窝。洞外砸着黎明前的暗光，透过石钟乳的缝隙，照出了两道翻覆身影。啊！软软嘤咛一声，乳白色的云雾翻滚着，恍然炸开了一朵血红色的花。与此同时，一金一青的光芒交织着冲天而起，雷森身上压抑几十年的灵力禁锢彻底溃散。软软浑身热流涌动，那一指之隔的灵力鸿沟也被直接跨越，他突破了。星月森林中的兽人们纷纷驻足。啥情况？有雌性突破4阶了，怎么还有5阶兽人爆发的灵光柱？啊！天呐！此时黑巴等一众狼兽循着血腥味正好到达溶洞附近，却被那两道光芒带起的巨大威能直接掀飞。咋了？这咋了？黑巴慌里慌张地爬起来，却见一道金光自溶洞方向炸开，从他迎面而来，凌风冲面。黑巴转身要跑，却哪里跑得掉？金光化作飞刃，直接将黑巴的2条后腿整齐切断，余尾砍进了山脊，炸开层层碎石，直接将黑巴埋了进去。妈呀！剩余的几只狼兽吓得屁滚尿流，转身想逃，却只觉得背后袭来一阵冷风，一只狼兽还没回头，就被一拳砸进了地面，直接咽气。雷森立在原地，浑身被金色的灵光包裹，手臂之上盘旋着一层层金元素刀刃，正随着他的呼吸盘旋飘动。哈哈！5阶巅峰！看清面前的人，那狼腿都软了，旁边的狼兽还想趁乱逃跑。雷森余光一秒，金刃脱手而出，直接将那狼兽拦腰斩断。呼啦！一阵风声自头顶卷起，雷森目光一灵，闪身躲开，坚硬的黑刺扎了个空，狼王顺其而下，张开血口朝着雷森扑了过来。雷森也不废话，一个转身飞踢，将狼王直接踹飞。狼王落地的刹那，利用藤蔓护体，这才勉强抵消了雷森那一脚的伤害。怎么可能？你怎么突然恢复到了5阶？不，这不可能！狼王慌了，这怎么人掉下悬崖没有摔死，还越摔越猛了？在看到狼王的瞬间，雷森身上腾腾而上的肃杀之气，金刃随之而起，在背后盘旋成阵，受死！狼王瞳孔一颤，便见眼前的人原地消失，下一秒已经到了面前。不好！狼王瞳孔一缩，连忙凝结藤蔓去挡，却被雷森一掌击碎。雷森化掌为爪，狠狠一下划开了狼王胸前的皮肉。哈哈！不，这不可能！即使金元素克制木元素，同为5阶，你怎么？难不成你已经是5阶巅峰？不然怎么可能把他直接压着锤的？狼王狼狈地从地上爬起来，银绿色的眸子已经红得滴血。废话真多！雷森眼神锐利如刀，周遭空气仿佛凝固，压迫感油然而生，再次发力袭了过去。这狼王已有求死之道，眼看不好，狼王匆忙双手合十，召唤藤蔓抓住四周岩壁，逃离地面的同时，抻长了脖子，准备用狼嚎召唤狼兽。还没等彻底叫出声，一根青绿色的藤蔓穿过迷雾迎面而来，死死缠住了他的脖子，将他狠狠扯在了地面上。可啊！狼王重重落地，死命扒着脖子上的藤蔓，满脸惊悚，却见雷森身后缓缓走出一道倩丽身影。此时的软软浩浩，银发如流泉般垂落腰间，淡眉微黛，肤若白雪，朱唇一点，仿佛雪中红梅一般妖冶。
随着那双化为翠粉色的眸子浅浅落在了狼王那张惊慌失措的脸上，藤蔓顿时收紧。跑！第88章，光明正大的偷看。看清面前的人，狼王傻眼了。不久前被他伤得半死不活的金狮，突然之间恢复到了5阶巅峰不说，上一秒还是3阶的雌性灵猫，掉了个悬崖就晋升4阶，而且外貌也发生了变化，模样更加美艳动人。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狼王呢喃着 ，CPU 都快烧冒烟了。软软随手勾起银发，灵宝说的没错，交配是一件双赢的事情。长久没有得到雌性雨露，而阶级灵力压制的雄性们在完成交配那一刻，就仿佛冲开了封印一般，可以瞬间回归巅峰。而雌性也可以通过获取雄性身上骤然爆发的灵力充盈自身。只不过恰巧软软的修炼处在瓶颈期，被雷森强有力的灵力一冲，直接就突破了。我跟你们拼了！狼王突然鬼笑起来，浑身瞬间被一股墨绿色灵力包裹，软软缠绕在他脖子上的藤蔓崩裂开来。你只是4阶，同为木系我怎么会输给你？狼王豁然起身，双手锤击地面的同时，无数根枝杈自软软和雷森身后破土而出，朝着两人席卷而来。雷森眼底闪过一丝灭然，一手搂过软软，指尖在空中至上而下那么一划，只听滋啦一声，一道金刃凭空凝结，对着那席卷而来的枝杈闪飞过去，将其不费吹灰之力的连根切断。软软薄唇一抿，眼中灵光骤盛，手臂上蜿蜒的青色藤蔓爆发出一阵绿色光芒，便是再次脱手而出，紧紧缠住了那狼王的四肢。雷森操控金刃在空中划过一道白光，转过弧线，直接朝着那狼王刺了过去。狼王四肢的肌肉紧绷，拼尽全力再次挣开软软的束缚，抬手唤出大量藤蔓挡在身前。软软被齿轻咬，5阶兽人的实力还是在的，没那么容易对付，十分难缠。这家伙可比那条黑脊蛇厉害多了。灵宝日常观战吃瓜，对灵宝来说，宿主需要充分成长，不到万不得已，他不会插手。雷森抬手握拳，隔空施加灵力，那金刃变得锋利无比，刺穿层层藤蔓，势如破竹，直逼狼王面门。狼王眼见不好，大喝一声，地面猛烈摇晃，随之一根2抱粗的参天巨藤拔地而起，正好挡住那冲去的金刃。金刃顶风而去，直接刺入了那巨藤内部，无法动弹。雷森眉上一紧，翻手唤出更多金刃，铺天盖地朝着狼王袭了过去。狼王变作兽形态，召唤藤蔓抵挡雷森攻击的同时，一个翻滚躲开了致命一击。眼看对方扑空，狼王嚣张咧嘴，呵呵，想杀我没那么容易，你们两个打一个算什么能耐？等我，还没等那狼王嚣张完，软软的藤蔓已经卷着雷森的金刃从其背后直接刺穿了他的心脏。狼王的瞳孔骤然收缩一下，喉头喷出一口鲜血，带着满眼的不可置信瘫倒在地上，没了声息。聒噪！软软默然2字，抬手收了一能。能群殴为什么要单挑？看到软软如此干脆利落的动作，雷森眼中是抑制不住的欣赏，不由分说的搂过软软，将他打横抱起，鼻尖凑近了那娇容，轻轻一碰，撩人至极。你干嘛？软软咬着下唇，有些娇羞的垂眸，不敢看雷森。刚才两人在洞中旖旎的画面还在脑海里面挥之不去，软软的脸粉红粉红的，想抱着你，你的脸怎么还那样红？害羞了？雷森吻了吻软软的额头，心上也有些意犹未尽。他知道雌性美妙，却不知会那样美妙，简直让人欲罢不能。我才没有呢！软软一头扎进雷森怀里，羞得浑身滚烫。大姑娘上花轿，头一回，能不害羞吗？嘿嘿！恭喜宿主完成第1次交配，现附送宿主奖励：1灵泉种植空间扩大至500平方米；2异能附加能力，植物生长。宿主可将灵泉作物反过来移栽到现实世界，并且可利用异能将其生长时间再次缩短。3灵泉治愈效果提升，可治愈除致命伤之外的一切伤痛。牛儿逼智！笑纳了灵宝的奖励，软软内心有些小荡漾。他当初果然看得没错，雷森的那个是真的很 big。刚刚接触的一刹那，真是把他疼得要死。只不过，雷森，你和我一起，很紧张吗？软软忍不住出声问道。啊！雷森怔了一下，可就是为啥几下就……此话一出，软软瞬间感觉到雷森的手臂都僵住了。雷森的喉结生硬的滚动了一下，脸上青一阵白一阵的。看到雷森那尴尬的反应，软软骚的不行，他是怎么问出这种话的？而且该不会打击到雷森的信心吧？那个你不要多想，我就是好奇问一下，没有别的意思的。软软连忙找补，对不起词主，没有让你满意是我的问题，只是我也是第1次交配，怕弄疼你，一直绷着神经，所以就……雷森轻声解释着，紧张的耳朵都浮了出来，那真诚又憨憨的样子看得软软一阵忍俊不禁。实在是雷森没有经验，难免激动，而且这里并不安全，让他不能将注意力全都放在软软身上。宿主，你这有点苛刻了哈，男人第1次，平均1分钟，多来几次就好了，嘿嘿。咱就是说，有没有偷看？我是那种系统吗？怎么可能会偷看呢？我是光明正大的看好吧。6，你给我4、7。不过你放心，请你再给我1次机会，我一定会让你……雷森还没说完，就被软软直接吻住了唇绵绵几下。我知道，我相信你。雷森被软软掉的眼睛都迷离了，抱着软软的手臂愈发收紧，一整个陷进了软软的温柔乡里，再也出不来。忽的，轰！不远处的碎石堆震动一下，仿佛下面有什么东西要出来一般。雷森眼中的温柔一脸，冷刃般的目光瞬间盯了过去。软软拍了拍雷森的肩膀，示意他将自己放下。
两人缓缓靠近了那堆碎石，软软唤出藤蔓，将最上面的几块石头小心拨开。哗啦，一只黑手猛然伸了出来。第89章，该换换天了。雷森一惊，连忙将软软护在身后，却见那黑手的主人狼狈不堪地从石头堆里面爬了出来，是黑八。他还没死，命真够硬的。可还。黑八浑身伤口密布，一身黑灰，两条后腿被整齐切断，血肉模糊。在看清面前两人的刹那，黑八吓个半死，一个翻身从乱石堆上面滚了下来，不偏不倚地倒在了狼王的尸体旁边。可他显然并没有注意到，依旧硬撑着头叫嚣着两只不知死活的东西：你们敢伤我，等我们狼王来了，你们就死定了！软软双手环胸立在原地，眼神无语中惨杂着戏谑。要不你转头看看呢？这一眼，黑八就被害得魂魄升天，因为他家狼王已经整整齐齐地死在了地上，连狼王都死了，狼族完了，饶我一条命，求求你们饶我一条命！黑八的态度来了个180度大转弯，趴在地上，眼泪一把鼻涕一把的求饶，眼中充满了对死亡的恐惧。随着黑八的动作，软软却在他胸口上看到了一样有些熟悉的东西，那是……雷森也不多言，这恶心的狼先前还要欺负他的软软来着，剁碎了也不为过。想到这里，雷森手中金刃凝结，正要结果了黑八，却被软软拦住。等一下，雷森！软软踱步上前，甩出藤蔓将黑八给提了起来。只见他的胸口上有一枚黑色的猫形印记，这个印记软软再熟悉不过，他在阿布的身上就看见过一模一样的，是米拉的伴侣印记。你怎么会有米拉的伴侣印记的？软软凑到黑八身侧，审视的目光射住了他。狼族是父系社会，除了狼王之外，没有雄性有交配权。而在兽世，一旦雄性和雌性交配，就要离开本族，跟随雌性回到雌性的族群，其中必有古怪。我说了，你能放了我吗？黑八还想讨价还价，再啰嗦，我现在就送你上西天。软软抬手抽出古刀架在了黑八的脖子上。我说，别杀我！是你族长米拉来找我，让我杀了你和灵猫祭司，事成之后就让我做他的雄性的。而且他还说你们族里有很多猎物，我们在灵猫族附近蹲守了很久，也确实发现了很多牦牛，所以就来了。黑八紧张的浑身发颤，直接吐露了个干净。当真？你要是敢骗我们，我就活剐了你！雷森露出拳齿威胁着，手中的金刃也呼之欲出。我说的都是真的。米拉说你总跟他作对，族里的人都不听他的了，所以他才要杀你的。我知道的我都说了，我现在已经残了，对你们没有威胁了，你们能不能放了我？软软没有理会黑八的后几句，而是直接将他用藤蔓裹了起来。我就知道狼族突然袭击灵猫族必有蹊跷，既然如此，灵猫族也该换换天了。回部落。两人一路拖着黑八朝着部落方向赶去。此时的灵猫族哀声一片，跟着软软成功逃脱的雌性们已经折返了回来。不知道什么原因，狼族突然撤退了，也终于给了他们喘息的机会。受伤的雄性们倒在地上翻滚痛叫，把雌性们急得团团转。阿月，你看见我们家雌主没有？燕从空中落下，将先前带走的小灵猫们放在地上，急急忙忙地问道。他将小灵猫藏在林中的一处山洞之后，就赶紧过来准备带走软软他们。可在回来的时候，地窖垮塌，软软早已不见踪影。他在林子里寻了好久也没寻到，可我也不知道软软去哪里了。他为了让我们离开，独自应对狼兽们，不知道是不是。阿月背上的伤口火辣辣的疼，却强忍着没有流一滴眼泪，反而提到软软的时候，让他绷不住的泪流满面。旁边的西西娘抱住装兔子的竹筐，一直在抹眼泪。软软是为了让我们活命，那么多狼兽，软软他可能已经不会的。燕一下子瘫坐在了地上，瞳孔颤动，脑中闪过软软那纯纯的小脸，内心痛到几乎要窒息。他后悔了，他当初就不应该听软软的，把他强制带走就对了。狼兽凶残，人尽皆知，他不能想象他的雌主会遭遇什么。就在这时，外出的灵楚回来了，一进部落，满地的鲜血哭叫，让他怔在了原地。不远处是瘫坐在地上的燕。发生什么事了？燕，发生什么事了？雌主人呢？灵楚一把将燕从地上扯了起来，摇晃着。狼族袭击部落，雌主被狼兽拖走了。你去哪了？这么关键的时刻，你去哪了？燕怒吼一声，一拳打在了灵楚脸上。灵楚一个趔趄倒地，嘴角顿时涌出血来，可他好像没有感觉到疼，整个人已经傻在原地。怎么会这样？别胡说，燕，雌主的拓印还在，这说明雌主还活着。而且雷森已经去找雌主了，只要雌主活着，我们就不能放弃，赶紧去林子里找。白蚁没有被慌张冲昏头脑，冷静分析着。而且他方才看到了远处的灵力光柱，那气息有些熟悉，但是他又不敢肯定，得去看看才知道。对，不能放弃，去找，现在就去。燕喘了一口气，将脸上的眼泪一把擦掉，正要变回原形。不用找了，他死定了。一阵女声从众人背后传来，只见部落门口，米拉大摇大摆地走进部落，举手投足间都是得意。看到整个部落的惨状，也只是象征性的皱了皱眉。嗨，我去驱逐狼族，费了好大劲才把他们赶走，灵力都快耗尽了，大家都没事吧？米拉装模作样的咳嗽两声，捏着嗓子看向众人。灵猫们定定看他，不满的情绪都快溢出来了，浑身上下一尘不染，甚至头发丝都是拢好的。驱逐狼族，莫不是怕死自己躲起来了吧？你刚才的话什么意思啊？给我说清楚。燕抬手指着米拉的鼻尖，一脸阴鸷。第90章，
彻底横着走了。我说，软软，你们的词主已经死透了。米拉端着手臂，一字一顿地说着。你胡说！燕急了，眼底的红也愈发明显。拓印虽然干系着双方生死，可若雌性死亡，雄性身上的拓印也不会立刻消失，而是慢慢散去，雄性也会在这个过程逐渐死亡，所以过去一时半刻，他们也不能确定软软是生是死。哼，是不是胡说？你过一会儿也就知道了。我劝你们不要去林子里白费力气了。米拉冷哼一声，你说的这么笃定，难不成是你对我们词主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白衣眯着狐眸，话语中间透着诱导的意味。怎么可能？我有什么见不得人的？我为了驱逐狼族，保住灵猫族，差点灵力耗尽，雄性们也几乎全部战死。你不感激我就算了，还在这里质疑我。我告诉你，我亲眼看到狼王把软软还有他那只金狮雄性逼得跳下了悬崖，他们死定了。米拉恼羞成怒般的说着，却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话已经被正中下怀。他和黑八发生争执过后，一直隐在暗处，还指使了如花带着狼族去抓逃跑的软软等人，结果如花死了。他本来想亲自动手，却没想到狼王突然出现，他一时之间不敢露面，所以目睹全程。直到看到软软被逼跳崖塌，这才放心回灵猫族来。听到米拉言之凿凿的话，在场的灵猫们都倒吸了一口冷气，雌性们更是直接捂着脸哭了起来。软软他，呜呜呜，软软那么好，怎么会这样？燕的眼泪止不住的掉了下来，他还没有好好拥抱过软软一次，还没有竭尽全力的对他好。如果软软真的不在了，他会毫不犹豫的跟随他去死的。反观林楚已经被自责彻底埋没，他本来想去炎虎族告知林英来见软软，却没想到遇到了一些事情绊住脚，没有及时赶回来。没想到面对的却是软软的死讯，这让他怎么接受？是吗？那你是如何看到的？作为族长，又为何不去施救？既然你去驱逐狼族，那么又是怎么让狼族退去的？我倒是不信你一只4阶的普通灵猫能够吓退身为5阶异能兽人的狼王。白毅一连串反问的话语咄咄逼人，直接将米拉质问的哑口无言。被白毅一语点破，在场的人全都齐刷刷的看向米拉，眼神中充满了狐疑。是啊，灵猫族被狼族进攻之前，米拉仿佛人间蒸发，这是所有灵猫都知道的事情，以至于软软临危受命，带了雌性们逃跑。雄性们为了守卫部落，即使有灵猫祭司的帮助，也还是死伤惨重。而后狼族退去，这米拉就这么水灵灵的出现了，还把击退狼族的功劳全都揽到了他自己身上。你也说了，狼王是5阶异能兽人，我又能怎么办？作为灵猫族的族长，我还要留着命带领灵猫族，自然不能上去冒险。至于狼兽为什么退去，米拉说到这里，下意识看了一眼周围，发现灵猫祭司并不在场，便继续大言不惭道：当然是因为有灵猫祭司在，他们眼看进攻无望，再加上本族长的威慑，才把他们吓退的。白毅听着这番话，像是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一般。凭你，灵猫族早就死绝了，不必听他的，去找词主。没有亲眼见到软软的尸体，白毅绝不会相信这米拉的一面之词。你们给我站住！米拉上前一步，直接拦在了几人面前。即使没了软软，你们也还是灵猫族的人。作为低贱的野兽人，就应该明白怎么臣服。现在软软死了，他在你们身上下了拓印，不出几天你们也会死。唯一能活命的方法，就是找到新的雌性地阶伴侣印记。你们这般无礼，对本族长不尊敬，我是可以放任你们去死的。不过念在你们这次击退狼族有功劳，只要你们跪在我脚下向我赔罪，我就勉强收下你们这些雄性，留你们在灵猫族，如何？米拉勾着眼角看向白毅几人，殷勤地抛出了橄榄枝。他的10只雄性确认死亡了8只，剩下的2只也残废了，没什么用处。软软的这几只雄性虽然都是野兽人，但是好歹是5阶，战斗力也很强，把他们收了他就可以彻底横着走了。眼下看来，你这白狐虽然刁蛮了些，长得倒是不错，那么今夜就由你第一个侍奉我，让我好好调教调教你。米拉说着，抬手就朝着白毅的脸上摸去。别用你的脏手碰我，就凭你也配？白毅抬起尾巴就将米拉给抡飞了出去。啊！米拉重重的跌在地上，疼得尖叫一声。你不知好歹的东西，你敢伤我？那又如何？再拦着我，我会让你死得很难看。白毅抬手，淡紫色的狐火在手中腾腾而起。你个不要脸的丑女人，谁要当你的雄性？我们词主才没死呢。燕抹了一把眼泪，指着米拉就骂：就是你才死了呢，你全家都死了。这灵猫族有什么可待的？我们才不稀罕。林楚更是忍不了一点，直接开喷：好啊，果然是一群不懂规矩的野兽人，灵猫族还轮不到你们撒野。来人，给我把他们拿下！米拉气得张牙舞爪，指着周围的灵猫们命令着。可灵猫们却一动不动，压根没人听他的。软软到底是生是死还不知道，这女人就准备抢人家雄性，真是够恶心的。你们敢不听我的？别忘了，我还是你们的族长，谁不听话就给我滚出灵猫族！米拉狼狈地站起身，指着周围的灵猫们一阵恐吓。族长，软软的尸体还没找到，他毕竟是3阶雌性，万一还活着呢，得去找了再说。您不能这么直接不管他吧？西西娘鼓起勇气率先开口。是啊，族长，我们一起去找找吧，说不定。住口！一群被软软那剑兽迷了心窍的蠢货。老东西，让你多话了吗？米拉正好有气没地方撒，抬手就朝着西西娘打去。米拉你敢！第91章，脸皮可是够厚的。米拉高高抬起的巴掌还没落在西西娘脸上，便被凌空而来的一根藤蔓死死缠住了手臂。那藤蔓来势汹汹，青光一闪，只听咯吱一声，
巨大的力道直接将米拉的手臂扯到脱臼。啊！米拉疼得尖叫，捂着手臂哭嚎起来。是谁？是谁？给我滚出来！话音落下，那藤蔓迅速回缩，两道人影一前一后的自部落外面走了进来。看清来人的一瞬，在场的所有人都愣在了原地。那是怎样的一个女子？银发及腰，罕见的翠粉渐变猫瞳，皮肤如白瓷般吹弹可破，而那无可言喻的清冷艳丽让在场所有人都直了眼睛。而此时的雷森因为有了灵力的滋养，容貌变得更加端贵绝伦，那仿佛中世纪贵族的优雅气质同样折杀众人。阮此主，白衣的眼前有些模糊了，察觉到雷森身上浓郁的灵力气息，白衣已经明白发生了什么，但是他此刻好高兴，因为他还活着，好端端的站在自己面前，他还有机会陪着他。林楚已经被软软迷在了原地，半天眼睛都没眨一下，激动的甚至呼吸有些急促。我的此主太好了，他还活着，而且变得好美，简直不像真的。此主，燕一个没忍住，冲过来将软软抱在了怀里，那力道大的仿佛要把他揉进身体里一般。太好了，你没事，真是太好了。呜！燕温热的泪浸湿了软软鬓角的发丝。软软轻轻拍了拍燕的后背，让你们担心了。不，这不可能，你明明已经死了的，怎么会回来？还4阶了。米拉喘着粗气，脚底不自主地往后退着。3阶的异能雌性变成了4阶，这灵猫族如何还有我的容身之地？怎么办？不得想办法弄死他！米拉慌不择路的心声被软软尽数听去，软软不由得发出一声嗤笑来。真是让你失望了，那米拉族长，看到我没死，你很惶恐啊。从燕的怀中出来，软软凛然的目光盯在了米拉那张冷汗淋漓的脸上。你还敢回来？你引来了狼兽，还残杀同族，灵猫族怎么能容下你这么恶毒的雌性？米拉指着软软，一股脑的就把罪名往他头上按。族人们，是他抓了那么多牦牛回来，才引得狼族觊觎，以至于灵猫族被袭击。而且我亲眼看到他杀了如花，如此恶毒的雌性怎么能留着他？应该杀了他，给死去的族人赔命。啊！这离谱发言直接给软软整笑了，他帮他们捕牦牛都有错了，能想出这种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做法，米拉还真是快疯魔了。只不过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你说的不对，分明是如花勾结狼族要杀我们，才不是软软残杀他呢。一直跟着软软逃亡过的阿香直接站了起来。就是当时我们躲在地窖里面，是如花带着狼族过来找到我们的，而且后来我们从地窖逃跑，也是如花带着狼兽过来追的。这件事跟着我们逃跑的所有雌性都看知道，要不是软软拖住那些狼兽让我们逃跑，说不定我们现在都已经死了。阿化直接起身为软软辩解，软软救了他的命，还保住了他的孩子，就算是被米拉惩罚他，也要站出来替软软说话，不能让他白白被冤枉。对，我们都看到了，如花就该死。没错，你们……米拉一时语塞，慌张的喘了一口气后直起身子。那又如何？残杀同族就是死罪，而且他对我出手，不尊敬族长，更该杀。是吗？那依米拉族长的意思，伤害族群中人便是死罪，可若是勾结外族，袭击部落，害死大量族人，是不是应该挂起来千刀万剐？软软说着，大有意味的目光朝着米拉多多而去。你在说什么？我听不懂。来人呐，赶紧把这残忍的雌性给我拿下！米拉还在强撑着，实际上内心已经慌不择路了。难不成他都知道了？哼，那又如何？没有证据，没有人会信他的。软软银牙一咬，这个米拉还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雷森，软软微微侧头唤了一声，雷森立刻会意，直接把那五花大绑的黑巴从身后拖到了众人面前。这是那只带头进攻的狼兽。众人认出黑巴，一个个气得牙根痒痒，恨不得立刻把它撕碎。黑巴看到黑巴的一刹那，白衣差点就冲了上去。黑巴看到白衣的瞬间也是一愣，白衣，你怎么会在这里的？你不是死了吗？软软暂时没有深究黑巴和白衣的恩怨，而是转眼看着米拉的反应。米拉的嘴唇抖动着，感觉下一秒就要晕倒了，再次开口明显已经底气不足。你把这狼兽弄回来想干什么？看来米拉族长的记性不太好啊，自己的雄性就这么给忘了。雷森沉声抬腿将黑巴往米拉跟前踢了踢。黑巴看到米拉仿佛抓到了什么救命稻草，在地上蠕动着往前。米拉，快救我，救救我，我是你的雄性啊，你不能不管我。此话一出，众人骇然。我不认识他，就凭你们胡乱攀扯，能说明什么？米拉还在嘴硬，脸皮可是够厚的。软软一把将黑巴给翻了过去，将他胸口米拉的伴侣印记展示在了众人面前。那是族长的伴侣印记。什么？族长和他竟然……米拉这下彻底慌了，腿上一软瘫倒在了地上，继而眼底闪过一抹狠厉，抬手抽出腰间的骨刀，朝着黑巴的脖子扎去，想要灭口。软软眼疾手快，扯着藤蔓一下子将黑巴给拖了过来。软软，你个贱兽，我根本就不认识这狼，那印记就是伪造的，他袭击部落，应该立刻处死，你还敢拦着我？米拉依旧强撑着气势，他算准了，只要他咬死不承认，就没人能拿他怎么样。米拉，你好狠的心，竟然想杀我，那你就别怪我了。第92章，这是他应得的。黑巴对米拉彻底绝望，他本以为念在交配过的情分上，米拉能保住他一命，却没想到对方那么狠，竟然丝毫没有犹豫的要杀他。你给我住口！米拉吓个半死，生怕黑巴全吐露出来，那样他就彻底完了，必须趁着灵猫祭司还没回来就把他解决掉。
那样事情还有回旋的余地。让他说。一阵极具威慑力的女声从众人身后传来。只见灵猫祭司拄着拐杖走过来的步子有些蹒跚，那脸色更是苍白如纸，甚至于嘴角还挂着血渍。拜见灵猫祭司。灵猫们匍匐在地。这次的族群危机幸亏有灵猫祭司坐镇，否则雄性们可能一个都保不住了。可嗨嗨！灵猫祭司剧烈的咳嗽着，涌上喉头的鲜血被他硬生生咽了下去。最后的事情还没做完，他得撑住才行。看到这一幕，软软连忙上前将他扶了一把。灵猫祭司转头拍了拍软软的手，回来就好。狼族一退，他立刻就去寻软软了，生怕自己精心挑选的继承人会出事。幸好软软平安回来了，而米拉的所作所为他全看在眼里，已经下定废除他的决心。现如今软软到达了4阶，他真没有什么顾虑了。见到灵猫祭司的那一刻，米拉脸色铁青，险些惊叫失声，双腿都在抖动，害怕到了极点。你说和米拉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灵猫祭司斜了黑巴眼。是米拉来狼族找我，串通那个什么如花的，让我带着狼兽进攻灵猫族，杀掉这个软软和你，还许诺将部落里面的牦牛交给我带回去，事成之后就让我做他的雄性。黑巴也不废话，直接将事情说了个明白。他也算是看清了米拉的阴狠，既然对方没给他留活路，他也不会给米拉活路。什么？你竟然还想杀灵猫祭司？你太恶毒了！就是，你不配做我们的族长。软软为了我们做了那多事，结果你却带着如花一直欺负我们。你滚出去灵猫族！滚出灵猫族！滚出灵猫族！得知真相的灵猫们群情激昂，对着米拉大声呵斥着。米拉站在原地浑身发抖，手上死死握着骨刀，耳边的谴责声一阵盖过一阵，他已经在崩溃的边缘。软软，都是他害的，凭什么他可以让人拥戴，让灵猫祭司看重？凭什么？软软紧紧盯着米拉，不动声色地拧起灵力，已经做好了准备。果不其然，下一秒，我要杀了你！剑兽！米拉毫无征兆地突然发狂，将浑身灵力凝结在了手臂上，操着骨刀直直地朝着软软冲了过来。雷森动都没有动，他知道对于现在的软软来说，杀米拉就跟捏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找死！软软薄唇微抿，藤蔓出手缠住米拉的同时闪身上前，干净利落地拧断了他的脖子。咔嚓！米拉布满血丝的眼球颤动一下，带着一脸的不甘直挺挺地倒在了地上，没了气息。整个过程发生在须臾之间，灵猫祭司也没有一点要拦的意思。空气安静了几秒，所有人都没敢第一时间欢呼称快，他们都在等着灵猫祭司的反应。忽而一阵拍手的声音从软软身侧响起，只见灵猫祭司捏着笑帅先出声道：杀得好，身为族长却迫害族群，就该如此。族人们，这次的袭击族群保住了，我们赢了。哦，我们赢了，我们赢了！灵猫们欢呼起来。面对危险，所有人拧成一股绳，为了自己的族群拼尽全力，这就是族群的力量。现如今该死的人也都死了，灵猫族终于太平了。软软徐徐地松了一口气，兽夫们上前将他围在中间亲昵着，再大的危机，只要他们的词主还在就好。大家安静一下，我有一件事情要宣布。灵猫祭司举起手臂，拄着拐杖站在了高处。灵猫们肃静抬头认真聆听。族人们，灵猫族积弱已久，造成这样的局面是因为我们的族群混乱，大家都吃不饱穿不暖。而今天我们的族群之所以会遭受这样的危机，也是因为没有一个好的领袖。我作为祭司，不能永远在此带领你们，所以灵猫族不能没有领袖。而软软在这段日子里带领我族捕捉猎物，分配食物，为了保护我族珍贵的雌性，险些被狼族残杀，幸而兽神庇佑，让他平安回来。他的雄性们也在此战斗中表现出色。现在的软软已经成为了4阶异能兽人，这是我们灵猫族从未出现过的珍稀雌性。所以本祭司决定，灵猫族的下一任族长之位由软软继承，大家可有异议？我们愿意，我们愿意让软软做我们的族长。软软族长，软软族长。这么多天以来，软软用他的智慧将所有人折服，在面对危险时候，他的勇气更是令雄性们都自愧不如。在场的灵猫们高举手臂，无一不从，面上满满的都是对软软的信任和崇拜。软软，来，到我身边来。灵猫祭司朝着软软伸出手去，软软情不自禁地握紧了拳头，内心有些说不出的激动。在兽夫们满眼欣赏的目光中，软软一步一步地向前走去，恰如他这一路上经历过的风风雨雨。他的目标终于达成，这是他应得的。灵猫祭司紧紧握住软软的手，以后灵猫族就交给你了。软软深吸一口气，眼神无比坚定道：是，我不会辜负大家的信任。软软在此起誓，必会改变灵猫族现状，带领灵猫族走向辉煌。兽神庇佑软软族长，兽神庇佑软软族长。灵猫们齐齐跪地，对着软软虔诚跪拜。在这一刻，新的希望在他们心中熊熊燃烧。可一口鲜血从灵猫祭司的口中猛然喷出，他再也支撑不住，手中的拐杖砰然倒地。灵猫祭司，您怎么了，祭司大人？灵猫们吓了一跳，赶紧围了过来。全都退下。软软，你送我进洞里，我还有话对你说。第93章，心思多到可怕。灵猫们也不敢多言，小心翼翼地退开了一条路。雷森、燕，你们先把这些草药分给受伤的兽人们，处理不了的，我一会儿过来帮忙。软软从灵泉空间中取出大量草药，递给兽夫们。好。雷森点了点头，意味深长的目光在灵猫祭司身上稍作停留。恢复灵力后，他的感官更加敏锐，一眼就看出了问题所在。灵力枯竭，
灵气消失，恐怕这祭司活不过今晚。软软浑身一怔，没有作声，而是扶着灵猫祭司慢慢走进了洞穴。可就在进入洞穴的刹那，灵猫祭司强撑着的精神瞬间崩溃，口喷鲜血的同时差点栽倒在地。软软吓了一跳，赶紧将他扶到石床上面躺下。嗨！灵猫祭司剧烈的咳嗽着，昔日的容光焕发已经彻底被苍白如纸替代。作为4阶的异能兽人，曾经的灵猫祭司样貌十分美艳，棕黑色的发色，深邃的眼眸，精致的五官，仿佛混血的异域美人。可现如今，那水亮亮的发丝已经变得干枯，根部甚至有些发白，深造陷进去的眼窝和面颊让他看起来愈发像垂死的病人。软软心里有些不是滋味，起身道：“我给您弄点水喝。”不用了，软软，已经不需要了。灵猫祭司一把攥住软软的手腕，将他拉到了身边。稍作喘息，灵猫祭司长叹了一声，眼神没有焦距地看向了洞顶。你知道成为祭司的代价是什么吗？软软愣了一下，继而摇了摇头。我们成为祭司，信奉兽神，用自己的兽元向兽神换取力量，无论是比肩5阶兽人的灵力，还是稀有的异能，那都是用我们自己的命换来的。灵猫祭司说着，吸了吸眸子，干裂的嘴唇抖了抖。兽神？软软皱了皱眉头，他不止一次在兽人们耳中听过这个兽神，可在记忆中却没有他的丝毫头绪。他一直以为这兽神不过是像耶稣之类的概念信奉者，却没想到他竟然是真实存在的。在遥远的海城之上，有一座兽神的神奇，那里是兽神所在的地方，也是我们所有祭司的最终归处。每一个祭司在完成对族长的培养之后，都会回归神奇守护兽神，直到生命的最终时刻。而我看到了灵猫族会覆灭的画面，所以擅自离开了神奇，代价就是兽元会加速耗尽。软软的眉头拧了起来，试探着问道：“这些事情米拉知道吗？”所有兽人都知道，族群的第一任族长顺利继位之后，该族的祭司就会离开，永远不回来，不再插手族群以后的事情，但是其中原因却无人知晓。不，他不知道。灵猫祭司摇了摇头。那您为什么选择告诉我？这是软软最大的疑问。神奇和兽神本是所有祭司的秘密，纵使他是灵猫族的新任族长，也不配知道这些吧？因为你不属于这里。此话一出，软软的心脏猛然悸动了一下，仿佛跳落了半拍，连忙故作镇定地看向了灵猫祭司。您说的是什么意思？哈哈，你、如花还有米拉都是我曾经注意过的族长人选，你们当时还小，但是品性天赋已然成熟。如花生性刁钻，从小就喜欢欺负你，以至于你止步于2阶不敢上进，而且以你曾经的天赋，根本不可能会觉醒异能，所以那时候我就放弃了你。米拉心思多，却是你们中间天赋最好的雌性，所以为了族群的发展，我将族长之位给了他。可我这次回来，却看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你，无论是你捕猎的方式，还是言语实力，都和从前的你完全不同。其实我早在进入族群的那一刻就察觉了，我们祭司拥有一定的感知能力，你身体里的灵魂并不属于兽氏，我说的可对？灵猫祭司一口气说完，软软的手已经拧紧了兽皮衣服，心里已经彻底明了。原来灵猫祭司从一开始就知道他的秘密了，可这么久了，作为异族祭司，他竟然都能当作不知道，还暗中帮他打通了心脉。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为让他带领灵猫族做准备，简直心思多到可怕。软软沉默了，没有选择正面回答问题。哈哈，你不用紧张，我已经是将死之人，对你造不成任何威胁了。我只想请求你好好带领灵猫族，你的智慧是普通雌性不能相比的，我愿意相信你，希望你不要气恼我利用你这件事。灵猫祭司微微顿了顿，软软眉梢一抬，他当然不会气恼，因为这也正是他想要的结果，取代米拉，将所有人踩在脚下。灵猫祭司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灵猫族的未来，这一切站在他的角度无可厚非。还有最重要的一点，你至死不能去神奇，记住了吗？灵猫祭司猛然抓紧了软软的手腕，那力道大得吓人。软软被灵猫祭司这突如其来的动作唬了一下。为什么？你无需知晓，软软，你一定要听我的。嗨，灵猫祭司眼睛通红，强撑着起身。下一秒，阵阵电流自灵猫祭司的皮肤上蜿蜒盘旋，灵光骤现，一枚带着雷电标志的奇异符文出现在了他的额间。这是随着雷光愈发强盛，灵猫祭司的眼中居然流出了2行血泪。那枚符文渐渐从其额间慢慢剥离，直至完全撕裂。灵猫祭司仿佛承受了什么巨大的痛苦般嘶吼一声。在软软万分震惊的眼神中，灵猫祭司没有犹豫，抬手将那枚符文按在了软软的额头上。霎时间，一股猛烈的电流席卷全身，软软浑身僵直，眼前一阵发白。爹，外来能量入侵！外来能量入侵！系统机械似的开始报警。可软软全身的骨骼咯吱作响，根本动不了一点。好痛苦！滋了！随着一声电流炸响，一切回归了平静。软软瘫坐在了石床边上，大口喘息着。发生什么事了？第94章王者之道。系统重启，已连接宿主。我靠啊，宿主！这灵猫祭司把他的雷元素异能连根拔下来送给你了。反应过来的软软赶忙去看灵猫祭司，却见此时的他已经七窍流血，生意全无。灵猫祭司，软软试探着晃了晃灵猫祭司的身子。软，灵猫族靠你！艰难吐出最后几个字，灵猫祭司慢慢闭上了眼睛，整个身子仿佛化作瘴纱般变得透明，随即化作无数光点溢散在了空气中。一道银光冲天起，灵猫们齐刷刷地抬起了头，似乎已经预料到了什么，全部匍匐在地，恭送灵猫祭司。
软软有些颓然地坐在石床边上，感受着体内霸道的雷元素异能涌动着，似乎在为了他的上一任主人哀鸣。灵猫祭司将自己的毕生心血全部奉献给了灵猫族，他存在的所有意义就是为了灵猫族能够繁衍生息下去，哪怕他失去生命。软软慢慢从灵猫祭司的洞中走了出来，灵猫们都跪在洞口低低啜泣。见到软软出来，所有人将头埋得更低，拜见族长。都起来吧，灵猫祭司为了我族已经逝去，从今往后灵猫族由我带领，一切不合理的规则都会废除。第一，低阶高阶雌性一视同仁，不可出现同族互相欺凌的情况。灵猫们纷纷点头，他们早就厌恶了曾经被如花还有米拉他们欺凌的日子，能够被同等对待是所有低阶兽人梦寐以求的。第二，不得争抢食物，灵猫族会成立捕猎队，所有雄性10个为一组，捕到的猎物平均分配，等到大家的伤好全之后再具体规划。软软这句话是想起来之前大家一起吃大锅饭时候的和谐日子，平均分配食物可以让族群有凝聚力的同时，也可以减少争夺食物的事情发生。第三，雌性可以接纳外族雄性，不过要让我认可，对本族没有2星和威胁者都可加入灵猫族。雌性灵猫们听到这里全都瞪大了眼睛，随之是按捺不住的兴奋。以上有违者，我会亲自处理。软软凛然的目光扫过下方，那无可言喻的气势贯穿所有灵猫的心。受是强者为尊，他能够成为灵猫族的新领袖，也是因为他足够强大，但是同时他也有自己的考量。雄性灵猫的战斗力和捕猎能力都不强，而又一直排外，没有强大的雄性守护部落，这就导致了灵猫族一直积弱的事实，所以狼族一类的入侵者简直可以长驱直入。他必须要改变现状，这一点所有的雄性灵猫们也深有同感，光凭他们确实没有办法保护自己的雌性和幼崽，所以也没有什么怨言了。是，灵猫们纷纷匍匐在地，以示臣服。好了，暂且就这些，大家也不用拘着了，我来给大家处理一下伤口吧。软软敛起气势，将草药尽数处理，开始亲自为受伤严重的族人治疗。宽严并济，是为王者之道啊！族长，使不得，全是血脏的很，怎么能让您弄呢？一只断掉手臂的雄性灵猫低垂着头，有些受宠若惊。你们都是为了灵猫族才受伤，我怎么会嫌弃你们？记住，我是你们的族长，也是你们的族人。软软微微一笑，简直美得心悦失色。那些还没有雌性的雄性灵猫们全都看直了眼睛，要是能够成为族长的雄性侍奉他，该有多好。林楚还在给一只雄性敷草药，一看到他直勾勾的眼神盯着软软，就气不打一处来，按着那伤口的手故意使了一下劲，看什么看啊！那雄性疼得嗷一嗓子，赶紧瘪嘴低头，燕手中给软软递草药，心里也开始担心起来。此主是变好看了，但是恐怕以后接近他的雄性更多了。哎，软软余光看了一眼燕，心中隐隐道，不知道他解除踏印放他们自由后，会有几个人愿意真心实意的留在他的身边。雷森直直的看着软软，眼神已经彻底挪不开去。软软的成长之路他都看在眼里，他几乎没有依靠任何人，所得到的一切都是他自己努力的结果，这样的魅力再没有任何一只雌性有了。现如今他有幸终于和软软交配，他将用尽他毕生的温柔和情感去护着他，对他好。白翼的狐狸尾巴控制不住的左右摇摆着，他现在特别想被软软蹂躏，可一转眼看见雷森胸口上的伴侣印记，就酸得牙齿发颤，桌还是没忍住对了一下雷森的胳膊。喂，雷森，你是怎么让此主同意和你交配的？雷森怔了一下，眼神有些回味，用心。啧，每次都说的那么高深，看你平日里也不怎么围着此主转，没想到却是你第一个得到此主青眼。白翼气鼓鼓的抖了抖耳朵，撒气似的踢了黑八一脚。行了，有时间跟我争风吃醋，还不如想想怎么对此主好。现在软软已经强大到可以自己保护自己，你最好有点危机意识。雷森斜了白翼一眼，转身去了软软旁边。他还是第一次觉得白翼他们那么碍眼，甚至于他的内心深处已经萌生一种想要独占软软的感觉。白翼吃了瘪，对着黑八一阵龇牙咧嘴。黑八欲哭无泪，我招谁惹谁了我？族长，那可恶的狼兽要怎么处置？春山扶着包扎好的手臂看向黑八，软软手中的动作一顿，想起来了白翼那句话，有仇血仇，便是直接开口道，白翼，黑八就交给你处置吧。黑八的脑袋轰隆一声，整只狼都不好了。灵猫族长，求求你放了我吧，我把我该说的都说了，也算是有功劳了吧，你们还不肯放过我？黑八也是倒霉，本以为好日子要来了，却没想到直接进地狱了。功劳？你太看得起自己了吧？此主，我去就来。白翼对着软软轻声一句，直接将黑八拖走。这下子终于可以和他清算一下他们两个的恩怨了。第95章，谢谢你喜欢我。林楚带人处理了地上的死尸，又把灵猫族阵亡的雄性们全都在林子里安葬好。这次的袭击实在是让灵猫族伤亡惨重，以至于软软灵泉空间的草药都用的差不多了，一直忙活到夜里，软软才将灵猫族的伤员都安顿完毕。也幸亏牦牛之类的猎物全都保住了，只要有吃食，灵猫族就能挺过去。回到洞穴，呼好累。软软闭上眸子，十分自然地倒进了雷森温暖的怀抱里。和雷森交配过后，他总是有意无意地想靠近他，可能也是因为雷森是软软第一个男人，导致软软对他格外依恋些。雷森更是恨不得每时每刻都把软软抱着，看到软软劳累心疼的不行，赶紧将人拖在大腿上，一手轻轻替软软揉捏着腰，一手拢着软软稍显凌乱的银白发丝。辛苦了，可惜我对草药实在不通，帮不上你忙。他看着软软忙碌也是心疼，
但是对于草药雷森真的是一窍不通，只能干着急，倒是燕对草药种类用法一点就通。没关系，各有所长嘛。你恢复灵力之后，身上的伤口都愈合了吗？软软抬手有些后怕的摸向了雷森的腹部，那里的致命伤在灵泉的治愈下虽然已经彻底愈合，但是还是留下了一个不太明显的疤痕。放心吧，都已经好了。雷森轻声说着，修长的指尖勾起软软的碎发，掖进他软乎乎的耳后。五阶兽人只要灵力充沛，自愈能力会很强，所以软软也就不太担心了。软软，雷森沉寂了一下，忽而唤了他一声：“你是心甘情愿和我交配的，还是因为我救了你的缘故？”从溶洞回来开始，雷森心里就不停地盘旋着这个问题。他想和软软做真正的伴侣，希望他一切都是心甘情愿，而不是为了还他什么。软软抬头，软乎乎的手捏了捏雷森的鼻子，当然是心甘情愿。我不是很随便的人，只有我真正喜欢的人，我才会和他亲近。你听好了，雷森，我喜欢你，我要你做我真正的雄性。雷森的感情深沉，点点入微的渗进了软软的内心。拥有一个这样为他不顾一切的男人，何其幸运！被软软这样直接的回答埋没，雷森脸上少见的浮上一层红来，眼眸中流转光辉，款款出的是化不开的爱意欢心。谢谢你喜欢我，我的雌主。雷森抬起软软的下巴，轻轻亲吻上去，放在其腰间的大手不由得收紧。软软眼皮一垂，呼吸有些急促，手自上而下的摸过雷森的胸腹肌，灼热的触感仿佛将雷森的每一寸皮肉点燃。乖，快把眼睛闭上休息，你已经一天一夜没有合眼了。雷森强忍冲动，轻轻吻了吻软软的额头，眼中欲色难掩。从昨夜狼族袭击到现在，软软的神经已经绷了太久，面对怀中的曼妙人，雷森根本就把持不住，但是他更心疼软软，不忍心折腾他。软软应了一声，老老实实的依偎在了雷森怀里睡了过去。燕从洞外端了切好的牛肉进来，正巧看到了那边的甜蜜温存，便吸了吸眸子，忍着酸涩，燕线悠悠的叹了口气。还是他没用，帮不上软软什么忙。如果他像雷森一样是五阶兽人，拥有强大的力量，是不是雌主就会多看他一眼了呢？抚着软软做过的兔毛软垫，燕的眼角又有些红了。这边，林楚变作虎形态，有些颓废的趴在部落外围的雪地上，看着自己被软软精心包扎的后腿，心里更是自责。每次软软有危险的时候，他都不在。上次是如花偷猎物，这次是狼族袭击，可软软从来没有怪过他一句。看到他的第一眼，还是关心他的腿伤。这样好，这样优秀的雌主，他真的配得上吗？林楚，一阵略显虚弱的女声自林子中间传出。林楚豁然起身，摆出攻击姿态。是谁？我。林英一瘸一拐的从灌木丛中钻了出来，变作一曼妙女子，瘫坐在了地上。阿姐，你怎么受伤了？林楚连忙过去将林英扶了起来。林英的手臂鲜血淋漓，看上去很像是被猛兽撕咬过的。阿爹死了，底下的人没了压制，炎虎族已经乱了。他们怕我争夺王位，杀了赤河，还要把我送给猿猴族长。我拼了命才逃出来。林英说到这里，彻底忍不住了，开始崩溃大哭。赤河是他唯一的雄性，却为了保护他被无情杀死，一夜之间痛失2个至亲，对于一个雌性来说，简直是莫大的打击。什么？林楚浑身一震，呼吸有些沉重。虽然他恨自己的父亲，可是得知自己亲人的离世，他还是无法抑制内心迸发的哀伤，陷入了深深回忆之中。炎虎王只拥有一个妻子，也就是林楚和林英的母亲，但是炎虎王后一共却拥有3只雄性，分别为他们生下了1只雄性幼崽。因为不是炎虎王亲生，所以剩下2只雄性炎虎本来没有继承权的，可炎虎王病重，一直没有清醒，也就没有说出下一任继承者是谁，所以也就导致了炎虎族内的王位之争。作为炎虎王唯一的女儿，林英本应该拥有无可争议的继承权，可没有父母撑腰的她却根本没有话语权，以至于落到这般田地。心中酸涩顿涌，林楚强忍情绪，眼睛附上一层赤色。猿猴族向来不把雌性当东西，所有被猿猴族掳走的雌性无一不是被折磨致死，起码我们是一个母亲所生，他们怎么能？炎虎族强者为王，我们别无他法。林楚，阿爹阿娘都不在了，我只有你一个亲弟弟，我不能眼睁睁的看着炎虎族落入别人之手，你帮帮阿姐好吗？林英扯住林楚的胳膊，眼中都是祈求。林楚深吸一口气，一双拳头握得咯吱作响。他已经下定决心要留在软软身边，做他真正的雄性，对他好，可他同样不能看着自己唯一的姐姐被凌辱伤害。而雄性跟随雌性之后是不能够回归本族的，那样会被视为背叛。软软现在好不容易不讨厌他了，如果他这时候离开，软软会怎么想他？他该怎么办？第96章，我以为你知道的。我知道你在顾虑你的雌性，可你还未曾与他交配，他还不是你真正的雌性，你怎么救？罢了，阿姐从小到大都没有强求过你，这次也一样。而且现在回炎虎族，你也将会九死一生。我没有了阿父阿母，没有了雄性，再也不能没有你了。林英说着，匆匆擦了擦脸上的泪痕，似乎是下定了什么决心，深吸口气道：既然你已经有了自己喜欢的雌性，阿姐为你高兴，安心留下来吧。阿姐，我……林楚还想说些什么，却见林英忽而弯下腰，揉了揉林楚的脑袋。没关系，阿姐只要你幸福。林英强忍着眼底的悲伤，缓缓退向林子，就算只有他一个人，他也不会退缩。眼看着林英的背影即将消失，林楚狂奔而去，扑通一声跪在了林英身后。阿姐，你等我。留下这一句，林楚转身朝着灵猫族跑去。呼啦！林楚猛然推开竹门，一下子将熟睡中的软软惊醒。雷森的眼神差点就把林楚给千刀万剐。你干什么？我
看到软软那张略显疲倦的小脸，林楚就在嘴边的话却怎么都说不出来了。林楚，怎么了？你有什么事吗？软软从雷森怀中出来，揉了揉眼睛问道。林楚犹豫了半天，眼中的复杂溢于言表。看着面前他无比喜爱的小雌性，他真的张不开口提出离开。对不起，雌主，打扰你休息了。我没什么事。林楚泄气般的坐在了地上。怎么办？我还是说不出口。而且，雌主真的会放我离开吗？捕捉到这句心声，软软的心瞬间凉了半截。虽然他早就预想到林楚可能并不愿意待在他身边，可那日在冰洞里他们两个独处的时光，让软软一度以为林楚已经重新接受他，原来不过是他的一厢情愿罢了。白毅呢？话音刚落，处理完黑疤的白毅便走进了洞里。敏锐的他一下子就察觉到了一股微妙的气氛。怎么了？你回来的正好，我有一件事想跟你们说。软软端端正正的坐在石床上，表情前所未有的认真，直接把兽夫们都给唬住了。我今天准备解除你们身上的踏印。软软抬手将手心的控制印记换了出来，咔嚓，没有犹豫，只一下就将其彻底粉碎。就是这枚精致的印记困住了他的5个兽夫，令他们忌惮恐惧。他现在已经足够强大，拥有了族群，所以他不希望兽夫们只是因为踏印才跟在他的身边了，那样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他现在需要的是真心实意的人。一股前所未有的轻松感席卷了兽夫们全身，身上的踏印印记顷刻消失，可所有人的脸上没有一点该有的欢愉。兽夫们一整个都僵在了原地。白毅本来还在开心甩动的尾巴一下子耷拉了下去，而在石床上终于悠悠转醒的石鱼竟然一下子从石床上面滚了下去，把软软吓了一大跳。他听见了什么？石鱼，你醒了！软软连忙转身，只见石鱼扶着石床起身，看着软软呆滞在了原地，显然没有反应过来变化巨大的软软。可也就在片刻之后，石鱼滑动身子，试探着往前靠了靠。你刚才说什么？白毅后知后觉似的张了张嘴，喉咙瞬间发干到根本发不出声音，咽得脸色苍白至极，眼中的水光已经就快兜不住了，声音沙哑：此主，你不要我了吗？我哪里做错了？您说，我可以改的。看着几个兽夫都快哭出来的委屈样子，软软的心揪了一下，赶紧解释：不是不要你们，我只是想还你们自由，不再被踏印约束。这段日子我想了很多，我不希望你们是因为惧怕踏印才留在我身边，所以我还你们自由，你们想离开随时都可以，我绝不会阻拦。毕竟除了雷森，你们都没有和我交配过，我也不算是你们真正意义上的雌主。说完，软软的心里也有些没底了，眼神有些飘忽不定的看着面前的男人们。从前起码有踏印约束着，兽夫们就算想走也不敢说，现如今真的放开了他们，又有几个人愿意留下他不知道。这么些日子相处下来，说跟他们没有一点感情是假的，可若是最后只剩下了雷森，他也认了。雷森走到软软身侧，轻轻搂住了软软的腰。不管别人如何选择，他已经是软软真正意义上的雄性，宠他护他是他毕生所求，这一辈子都不会改变。我不要自由，我只要你雌主。咽的眼泪绷不住了，直接一个踉跄跪在了软软跟前。从软软温柔对待他的那一刻开始，他就已经重新接受了他。而这么多天相处下来，燕知道他没有软软会活不下去，就算被雌主重新踏印一辈子，我也心甘情愿。下一秒，白毅也扑通一声跪下：雌主，只要你还要我，我就永远不会离开，因为我还想知道爱是什么。或许我已经明白了，因为我知道我已经离不开他。他是最先知道软软小秘密的人，狐狸谨慎的天性让他在和他接触的过程中不停的试探，可探着探着，他已经陷进去无法自拔。石鱼的眼中露出来一抹淡淡的幽怨：我喜欢你，我以为你知道的，我的世界不能允许它消失。从冰河上的第一次亲吻，软软就在石鱼心里种下了一颗种子，那种子生长盎然，逐渐占据他的内心。睡梦之中，他甚至会呢喃软软的名字，直到清醒过来，他才彻底明白，那是喜欢，深入内心的喜欢。软软将所有人的心声都尽收眼底，一个人嘴上会骗人，但是心里却不会。谢谢你们，愿意让我成为你们的雌主。软软释然一笑，如春风和煦，可抵朝阳。然而独独只有林楚还傻愣愣地站在原地不知所措。良久，林楚攥紧了拳头：雌主，我想单独和你说些话。第97章，不愿意要我了。林楚的脸色清白，看上去似乎承受了很大压力，以至于浑身都在轻轻发抖。软软顿了顿：你们先去畜牧圈看看猪仔啥的，那里也暖和，我和林楚单独说会话。雷森等人互相对视了一下，点了点头。退出去的同时，雷森合上了竹门，心里却有些不安。在他的印象里，林楚一直以来对软软的意见都很大，现在没有了踏印禁锢，万一他冲动起来对软软做出什么。想到这里，雷森在洞口不远处找了一块石头，长鞭式的尾巴将上面的雪扫了扫便坐了下去。这个位置听不到里面的谈话，也能在发生动静的时候第一时间冲进去。燕和白毅也没走，索性和雷森坐在了一起。白毅将尾巴垫在屁股下面，还好心的分给了燕一条。石鱼怕冷也不客气，直接扯了白毅好几条尾巴裹在身上，活脱脱穿了个自动发热大棉袄。白毅翻了石鱼一眼，懒得和他计较，鼻息之间哼了哼：你醒的可真是巧，什么坏事都没赶上，还顺带跟雌主表了个真心，心机蛇。到底发生什么了？一觉醒来，自家雌主变成了绝顶银发大美人，还成了4阶雌性，简直像美梦成真一样。是这样，燕慢吞吞的给石鱼复述了一下狼族袭击的事情。说到软软进阶的时候，目光直接斜在了雷森身上，
语气中酸的冒水。看看这哥的凌厉气息，你应该就知道发生什么了吧？石鱼尖锐的树瞳上下打量了一下雷森，一眼就看到了他胸口的伴侣印记，情绪直接来了个层层递进。你什么你？当初还是我用竹筐子把你背走的，表情收回去。雷森头也不抬的堵了石鱼一嘴。他本来就没想要和这些家伙争宠，也从未想过第一个和软软交配的会是自己，他只不过是竭尽全力对软软好罢了，从来没有过别的想法。石鱼一时语塞，闭眼扶额，他真恨自己为什么睡了那么久，没有保护到软软不说，还被雷森这个老狮子给偷了。要知道当初在蛇林，他是强忍着没有舍得碰软软，却没想到此主的第一次终究不是他的。而且我记得有条蛇以前对此主爱答不理的，也不知道怎么了，出个门回来就变了，还当着人面说喜欢，不害羞。对了，那条蛇叫啥来着？好像叫什么石鱼。白毅继续阴阳怪气，被白毅 Q 到，石鱼脸上瞬间红了，蛇眸一凉，抬起尾巴在白毅头上狠狠戳了一下。我还是那句话，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我就说。白毅贱兮兮的摇了摇耳朵，直接把尾巴从石鱼身上收了回来。尾巴给我。就不给，冻死你！燕和雷森无奈的摇了摇头，同时看向了那透着光的竹门，也不知道他们两个说什么呢。此时洞内，林楚还攥着拳头杵在地上，做了许久的心理建设，在想怎么对软软开口。迟迟没有读到林楚的心声，软软有点惴惴的。林宝，林楚之前的友善该不会是装的吧？是不是就等着这一天？你看他那个沙包大的拳头握得那么紧，不会想冲上来揍我吧？你想多了，他连攻击的姿势都没有好吧？此主。终于林楚开口了。软软连忙整了整神色，你说对不起，我可能得离开一段时间，也可能不是一段时间，而是很久。林楚仿佛泄力一般耸下肩膀，看向软软的眼神满带踌躇不舍。果然他还是想走。软软的表情落寞下来，我说过你现在是自由的，想去哪里都可以，离开我也可以。不，此主，我不是那个意思，我不想离开你，我想留在你身边做你真正的雄性。可是我的族群里发生了一些不好的事情，我必须回去。林楚有些着急的往软软面前跟了几步，事情有点复杂，我一句两句又说不清楚。总之我们岩虎族陷入了内乱，我要回去帮助我的家人渡过难关。但是我怕你不放我离开，因为在受氏雄性跟随雌性之后就不能回归本族了，那样会被当作背叛者，没有雌性会喜欢一个背叛者的。林楚低下头，手上紧张的拧着兽皮衣服。软软忽而苦笑了一下，林楚，你把我想的太坏了，别说今年我已经放你自由，就算踏印还在，你的族群有危机，我也不会把你强留在身边，不让你回去帮忙的。林楚瞳孔猛然一颤，可若是我离开，你会不会不愿意？不愿意什么？不愿意要我了。林楚强忍着鼻腔里翻涌上的酸涩感，声音低低的。那次和软软在冰洞独处，两人紧紧相拥，心跳加速，是林楚成年以来第一次感觉到的悸动。看到他和其他兽夫亲近，他会不舒服，会生气。所以问出这句话的时候，林楚就知道自己已经喜欢上软软了。软软垂眸思酌了一下，言语清晰的开口道：林楚，感情这种东西是相互的，我不能和你保证什么。你的族群有难，你尽管去，如果需要我帮忙，我也十分愿意。但是至于你究竟能不能再成为我的雄性，这要看我们未来会不会有感情。软软从心里知道，他对于林楚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男女情，只是有一些暧昧过后的小悸动。而且林楚这一句不确定的因素太多，万一他成为了别人的雄性，自己就是空欢喜一场，所以他宁可不背负什么诺言。林楚听明白了，泪水划过眼角，无声无息。岩虎族是什么地方，他再清楚不过，他不会让软软陷入险境，自己的事情他会自己承担。倔强的擦了一把脸，林楚似乎是下定了什么决心，大步流星的过来，一把抓过软软的后脖子，直接吻了上去。第98章把命给他。对方突如其来的动作让软软措手不及，林楚的吻充满了霸道掠夺的意味，深沉的让人有些窒息。软软憋得脸色通红，胡乱的推着林楚的胸脯。一吻终了，林楚反手将软软抱在了怀里，头埋在软软的肩颈处，低低的啜泣，片刻之间就浸湿了软软的衣襟。我不要你帮我的忙，我只希望你不要忘记我。林楚的声音哑得不像话，任谁听了都会心疼上去。软软深吸一口气，唇被吮吻得火辣辣的，一时之间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可也被带动情绪难受的不行。林楚奄奄往后退了退，抹撒了一下软软的肩膀，温热的手抚过她鬓角的银发，似乎要将面前的人儿刻在脑海中。下一秒，抽出腰间的骨刀，狠狠划开了自己的手掌，嫣红的血顿时涌了出来。林楚，你做什么？在软软震惊的眼神中，林楚掌心的血液仿佛有了生命一般，朝着空中凝结，最终形成了一枚奇异的印记。没有丝毫犹豫，林楚一把拉过软软的手，将那枚血色印记按了上去。在两人掌心接触的刹那，软软仿佛和林楚形成了什么无形的共鸣。我勒个豆，竟然是血气！林宝发出一声惊叹。什么血气？根据数据库记载，血气是岩虎族的一种秘术，可以将自己的生命之源凝结到印记当中，说白了就是反向拓印，一旦结成不可撤回。如果你死了，他一定会死，但是他死了，你并不受影响，而且你可以单方面摧毁这个印记，也就是直接杀死他。软软呆愣在了原地，他没想到林楚竟然把命给了自己。如果我背叛你，你就毫不犹豫地捏碎这个印记，我就永远不会再出现在你面前碍眼。
林楚轻声说着，手指怜爱般的划过软软的鼻头，慢慢向后退去，终而转身。等我。林楚变回虎形态，最后不舍得看了软软一眼，打开竹门，朝着林中的黑暗奔去。发现林楚离开，兽夫们赶紧跑进洞来。只见软软正站在原地呆呆的看着林楚远去的背影。林楚走了。燕一脸惊讶，要知道雄性主动离开雌性是一定会被所有人唾弃的，不是他真走了。白毅也傻眼了，他虽然知道林楚一直不喜欢软软，可前段时间也开始亲近软软了，却没想到踏印解除，第一个跑的就是他。雷森轻轻揽过软软的肩膀，别难过，你还有我们，有什么难过的？他成天对你不敬，走了正好。石鱼拉过软软的胳膊晃了晃，不，你们误会了，林楚的族里出了些事情，所以才离开的。软软收回目光解释道，哼，谁知道他说的是不是真的？那家伙从来都不靠谱。白毅冷哼一声，一旁的燕内心却有些小雀跃。林楚走了，少了一个和我抢雌主的人，这样雌主就会注意到我了吧？不管他说的话是不是真的，我以前伤害林楚太深，我本来就没有抱希望他能够接受我，我尊重他的选择，也会尊重你们的选择。不过我相信他会回来的。软软看着掌心的血气印记，微微一笑。他本来就没有十足把握让兽夫们全都接受他，他也没有资格让他们完全放下之前的芥蒂，继续跟在他身边对他好，强扭的瓜不甜。不过令他欣慰的是，兽夫们都愿意跟着他。雷森抬眼注意到了软软手心的印记，肉眼可见的怔了怔，那印记他认得。缔结血气，林楚，看来你对软软真的有情了。林楚在林子中狂奔着，眼眸中的泪水模糊视线，打湿了眼角的毛发。软软，如果我还能活着回来，一定奉你为我唯一的雌主，宠你护你，可我这次可能回不来了。几日过去，整个兽市终于有了回温的迹象，不再那样寒了。软软一直闷在洞里筹划族群事宜，也给受伤的灵猫们一些恢复的时间。雷森和燕去给野猪扩大畜牧圈分窝了，它们已经长得太大了，个个200斤，那个畜牧圈已经装不下它们了。石鱼的伤恢复得非常不错，身体内的毒素已经彻底好了，自告奋勇地拿着鱼竿去冰河试着钓鱼去了。灵猫猫最喜欢的食物就是鱼，它睡了这么久都没有照顾上软软，一定要好好补偿它一下。咔嗒，竹门打开，白毅进来了，原本雪白的尾巴弄得黢黑，脸上也跟花猫似的。哎呀，白毅你这是钻洞了吗？咋搞成这样了？软软起身拿了一块兽皮给白毅抹了一把脸。哎，雌主，你是不知道米拉和他那几只雄性洞里有多脏，我带着人收拾了一堆烂兽皮破骨头，总算弄干净了，今晚就可以搬进去住了。白毅泄了口气，看自己身上脏也没好意思抱软软。现在的软软已经贵为灵猫族长，他们这个洞穴太小，住着不方便，所以白毅提议把米拉的洞穴重新试弄一下，让软软搬过去。本来软软还不太想搬，但一想到床上还睡着3个男人，他想和雷森亲热一下都不敢，也就同意了。米拉的洞穴建造的最是庞大舒适，而且因为他的雄性多，还在主洞旁边弄了5、6个附属洞穴，正好可以让兽夫们分开来，一人一个。辛苦了辛苦了，快坐下谢谢。软软转头下意识想找凳子，才反应过来自己是在兽市来着。眼下族群安定了，天气渐渐回温，也应该好好弄一些家具啥的，提高生活质量了。得亏那米拉是个黑猫，看不出来埋汰，要是个其他色的，那简直没眼看了。白毅一屁股坐在了石板灶台旁边的软垫子上，嘴还不忘损人，略显烦躁的用兽皮一下一下的掸着尾巴上的灰尘。他可是很在意形象的，弄得干干净净香香的，雌主才会喜欢呢。软软歪头看他，忽然想起来了什么似的。对了，白毅，你和那个黑八到底有什么仇啊？第99章一发不可收拾。闻言，白毅手上的动作一顿，耳朵耷拉了下来，眼神似乎也落寞了。意识到自己可能提起来了什么不好的事，软软赶紧找拨。那个，我是不是问了什么不该问的啊？你不想说可以不说的，没关系的，我本来也想告诉你来着。作为你的雄性，我不该有事瞒你。白毅释然般的笑了笑，重新拿了一个垫子摆在身侧，抬手拍了拍，来我旁边坐。哦，软软乖乖过去盘腿坐下，准备吃瓜。我的阿母曾经是狐族最强大的雌性，也就是狐后。狐族和灵猫族一样，以雌性为尊。阿母一共生了5只幼崽，其中包括我和妹妹白桦。后来有一天，猿猴族突然袭击了狐族，大肆抢夺族中的雌性和食物。那时候的我们还没有成年，几乎没有战斗能力，狐族不敌猿猴族，阿母阿父只能带着我们逃跑。本来我们已经远离了危险，却没想到遇到了出来捕猎的狼族。狼王看中了我的母亲，趁我们被猿猴族袭击，没有族人帮忙，就想强抢阿母做雌性。阿母不从，阿父为了保护阿母，迎战了黑八为首的一群狼兽，他们杀了我的阿父，将他撕碎，血流了一地。而我的阿母因为反抗狼王，也被他用异能杀死。我和其他幼崽没了命的逃，最后终于被狐族巫医找到，带回了狐族。说到这里，白翼毛茸茸的狐耳贴在了头皮上，长而微卷的睫毛蒙上一层水雾，好看的眸子噙着化不开的忧伤，满满的破碎感。软软抬手轻轻揉了揉白翼的脑袋，他没有想到平日里那傲娇毒舌的狐狸内心深处却藏着这样痛苦的经历。白翼消沉了半刻，反手握过软软的手搓了搓，似乎在找寻什么安慰，继续道：后来狐族没有狐后，陷入了混乱。我的妹妹白桦作为阿母唯一的雌性幼崽，本应该继承狐后之位，可却遭遇了另一只母狐狸南凤的反对。南凤和阿母一样是只4阶雌性，她以白桦年幼为理由，擅自代替她掌管了狐族。我虽然不满，但是苦于没有反抗能力，只能暂时屈服。可我没想到，南凤因为惧怕白桦成年之后威胁到她的地位，
竟然将她从悬崖上推了下去。我亲眼看着自己的妹妹被残杀，我想和她拼命，却因年纪尚小被她驱逐出了狐族，成为流浪兽人。我的兄弟们非但没有想为父母和妹妹复仇，反而成为了他的雄性。听到这里，软软的脸扭成了苦瓜，这也太狗血了吧！所以我一直想要复仇。白毅握紧了拳头，可没有灵力和族群，我什么都不是。白毅这句话憋在心里没有说出来，他害怕软软会觉得自己留下是想利用他恢复灵力。不过他不知道，软软对他的心声了如指掌。众所周知，野兽人是不会被雌性喜欢的，所以白毅在遇到软软愿意收留他的时候，毫不犹豫地同意了，只是为了获得灵力复仇。却没想到原主是个变态，只想折磨他，以至于白毅困苦了那么久。抱歉，让你想起伤心事。只不过，白毅，我想问你一句，你此番留在我身边，是为了这件事，还是为了我？软软很直接地抛出了问题。他能够听到对方的心声，所以不怕他有什么隐瞒。狐狸太聪明了，一旦白毅接下来的话敢欺骗他，他一定会让他好看。被软软这么一问，白毅懵了，接着直接站了起来，紧张的都带着哭腔：此主，我就怕你会这样想。说实话，我以前接近你，就是为了得到你的亲眼，和你交配恢复灵力好回去报仇。但是长久的相处下来，我对你已经喜欢了，所以我留下来是为了你。以前的白毅对软软没有一点感情，所以带着目的，但现在不是，他真的想留在他身边，和他好好的，只是心里的仇恨已经生根发芽，不能磨灭，但这并不妨碍他对软软的感情。我的仇恨不应该让无辜的他来承担，喜欢他就不应该带给他困扰的。软软第一时间没有出声，而是定定地看着白毅，他还想再试探一下。这只狐狸美丽，但往往美丽的东西都会很危险。白毅的心脏仿佛被一只无形的手捏住，憋得慌张的有些透不过气。此主不相信我吗？怎么办？他会不会不要我了？忽的，软软勾起唇角，仿若冰川消逝一般，便是抬手将白毅扯过坐下。我知道，你别紧张。白毅狠狠松了一口气似的，额头上都起了一层细汗。他太害怕了，这辈子都没这么害怕过。狐狸想要心动一次何其难，可一旦心动就会一发不可收拾。你怎么出这么多汗？很热吗？软软赶紧抬手给白毅擦了擦，却发现那都是冷汗，内心 OS： 不是吧？他有这么吓人吗？都给孩子吓冒汗了。咱就是说压迫感这块，宿主你也是拿捏的死死的了。还不是担心你误会我。白毅嘟囔一声，转而变作一只小白狐，那体型比他平时小了几十倍。乌小狐狸呜咽一声，跳到了软软的大腿上，使劲往软软怀里拱了拱。我都这么可怜了，此主你哄哄我吗？面对这样软乎乎的白面团子，软软完全抗拒不了，赶紧上手狂撸。好了，我就是随口一问，既然你们选择留下，我就不希望有任何一个人是带着除了我以外的目的，作为伴侣，那是最忌讳的。我的秘密全都告诉你了，你一定不要给石鱼说，那家伙嘴最毒了，一定会笑话我。白毅四条小短腿一蹬，将肚皮翻了过来给软软摸。软软被蒙了一脸，好可爱。沉浸式撸狐狸的软软完全没有注意到，干活回来的雷森就站在竹门外面，看着里面的景象，雷森往日沉稳的表情碎了一地，下颚线条骤然缩紧，心中缱绻百回，隐隐有一股无名的妒火燃了起来。哗啦！第100章，我想要你。这一声响动把软软和白毅吓了一跳，转头只见雷森丹手扳着竹门，直挺挺地立在洞口，由于是背着阳光的角度，衬得雷森的身材更加高大腿长。隔着老远，软软都能感觉到他身上的低气压。白毅，山洞你都收拾好了吗？就躲在此主这里偷懒？雷森的唇抿成直线，暗光下的眼底酝酿着烈寒。当然收拾好了，怎么着？你有事？没事，不要打扰我和此主亲密。白毅翻了个身，前爪撑住脑袋，两只小腿交叠在一起，躺在软软腿上的姿势有些妖娆，还带着一股挑衅意味。老狮子，自从和软软交配之后，就一直霸占他。你以为你是谁？雷森抓着竹门的手骤然收紧，指节有些发白。他从前觉得自己可以不在乎，可以大度，能够容忍其他兽妇对软软示好，可如今真的面对了，他才知道自己根本做不到。那种抓心挠肝的醋意一阵盖过一阵，让人难受至极。软软尴尬至极，他非常清楚地察觉到了雷森和白毅两人之间的微妙氛围。啧，男人多的地方就有修罗场呢。灵宝早已看破一切，软软还在这里。雷森懒得和白毅计较，雌性拥有多个兽夫再正常不过，他不想让软软觉得他心眼小而讨厌他。似是隐忍般的闭了一下眸子，雷森大不留心地走了过去，一把将软软腿上的白毅给拎了起来，丢在地上，反手就将软软打横抱起往外走。哎呦，雷森你干嘛？此主你看他小狐狸在地上撒泼似的滚了滚，毛茸茸的尾巴不满地扫着地面，烦死了！我要带软软去洗澡，你最好再去检查一下那些洞穴够不够干净，软软今晚就要搬过去的。雷森睨了白毅一眼，抱着软软就走。狐狸果然讨厌，便招法勾引他的软软。落在雷森有力的臂弯中间，软软的脚情不自禁地荡了荡，轻声开口道：其实我昨天洗过澡了的。雷森的步子陡然顿在了温泉旁边，拖着软软的手臂往上一抬，直接将软软端到了眼前。怎么舍不得和狐狸分开吗？被雷森那双赤金色的眸子射住，软软情不自禁地缩了缩脖子。他还是第一次见雷森这样吃醋，意识到自己有些失态，雷森轻呼了一口气：对不起，我不是有意要那样说，但是看到你和白毅亲密，我心里很难受。软软抬手勾住雷森的脖子：你吃醋了？何为吃醋？就是看到我和其他兽夫亲密，心里不舒服的感觉。雷森慢悠悠地点了点头，
心跳沉重的厉害。我知道他们都是你的受夫，我不应该有这种感觉，但是我控制不住，因为我好喜欢你，喜欢到想把你占为己有，不让任何人触碰分毫。嘻嘻，这恰恰说明你在乎我啊。软软俏皮的歪了歪头，搂着雷森的手臂锁紧，在雷森的唇上蜻蜓点水一吻。不，就当哄哄你了。雷森呼吸微沉，眼中的情色在温泉浓雾之间更显欲求，便是捏住软软的下巴回吻上去，下一秒抱着她直接倒进了温泉水中。温热的水流包裹全身，软软柔顺的发丝在波纹中浮浮沉沉。雷森手上用了些力道，将软软腰间的衣服尽数拨开，那盈盈一握的腰肢落在臂弯中，两人光滑的肌肤紧紧相贴。软软，雷森沉着嗓音将头埋进软软胸前，我想要你。软软反手搂住雷森宽大的肩胛当作回应，脸上的红在水汽中间染得仿佛雨后桃花。雷森的指腹寸寸摩挲过软软的唇瓣，腹吻上去，温柔渐渐变了调，不准他后退，不准他咬紧牙关，十指相扣，唇齿掠夺，像是在宣泄什么，占有什么。水花飞溅着，汹涌着，连光都羞得躲进了云层中间。不知过了多久，天色竟已有些擦黑。软软软塌塌的躺在雷森怀中，气息喘得厉害，浑身仿佛散架了一般。我不行了，腰好痛。灵宝说的果然没错，他已经后悔嘲笑雷森的1分钟了，第二次就这么狂野，他是真受不住啊。雷森贴着软软的额头，怜爱的亲了亲，是我没控制好，对不起。呼呼，软软半闭着睫毛，贴在雷森胸脯上，狠狠在他光滑的皮肤上嘬了一口，留下一个嫣红的吻痕来，给你一点小惩罚。不是你确定这是惩罚，不是奖励？灵宝灿灿道。请你闭麦。软软翻了个白眼，破坏气氛。雷森轻轻替软软揉着腰，好，你可多惩罚几个。他喜欢，这是词主主动给他留下的印记，是宠爱的象征。软软跨坐在雷森的腰腹中间，又歇了好一会，徐徐伸了个懒腰，从水中起身。天色都暗了，得回去搬洞穴了，衣服穿上，小心着凉了。雷森将岸边给软软带来的换洗衣服捡起来，仔仔细细的替软软穿好，那模样活脱脱一个爹系男友。等两人再次打开竹门，里面竟然已经人去楼空，东西已经被搬得干干净净了。词主，你怎么洗澡洗那么久啊？我们都把洞穴搬完了。燕拍了拍身上的灰尘，上前扯过软软的小手，就往新家方向去。雷森眼底闪过一丝不悦，跟了上去，却有意无意的抖露了一下兽皮衣服，将软软留在他身上的吻痕恰到好处的露了出来。一进洞穴，软软便被面前的焕然一新惊了一下。只见石床上铺着雪白柔软的野兔皮配温暖干净的貂皮被子，石床一圈铺得整整齐齐的熊皮毯子，地中央是用石块围好的取暖炉子，此时正烧着火红的木炭，整个洞穴暖烘烘的。最贴心的是，炉子旁边还放着一方充当凳子的树墩子，上面是软软经常坐的软垫，石鱼和白蚁正在烤鱼。整个洞穴除了没有家具和往日里的竹门，一切都算是顶配了。怎么样，词主，你喜欢吗？燕期待的眼神看向软软，像个等夸的孩子一般。这可是他精心布置的，不知道词主会不会喜欢呢？喜欢，太喜欢了。第101章，你玩的真花。听到软软这样说，燕心里直接乐开了花，只要词主喜欢，他做什么都愿意。雷森看了一眼那硕大的洞口，眉头拧了一下，这洞穴虽好也宽敞，但若是还制作竹门做挡，就太麻烦了些。竹门编织毕竟有限，所以想挡风就得想别的法子了。这一点软软同样注意到了，不过他心里已经有了主意，不急，到时候弄些石头，用粘土将洞口垒上2面墙，上边留门和窗户，既结实又保暖，还不耽误采光。白蚁抬眸，一眼就看到了雷森身上的吻痕，犬齿紧紧咬了起来，太阳穴青筋直跳。石鱼看着白蚁那咬牙切齿的样子，不以为意，顺着他的目光看去，却被那一抹红狠狠刺了一下眼睛，原本冷然的脸上隐隐乍现几道锋利的寒芒。他就说，这两人洗个澡怎么这么长时间呢？雷森，你那么能干，区区一个竹门难不倒你吧？正好你有点事做，就不会只围着次主转了。石鱼冷不丁开口，青绿色的长发遮住半张脸，妒火中烧的模样像个阴湿男鬼。没想到此主如此宠爱他，说不定很快就会给他生个小狮子出来了吧？真是小看了他。听到石鱼的心声，软软下意识摸了一下肚子。灵宝，如果我真的有幼崽，是会生小灵猫还是小狮子？嗨嗨，兽氏幼崽大部分跟随父亲种类，但是也有可能跟随母亲种类，都是概率问题。不过幼崽哪是想有就能有的？兽氏中阶级越高的兽人，受孕繁衍能力就越弱。像你是4阶异能兽，雷森是5阶异能兽，中奖几率更是微乎其微了。原来如此。是啊，这就是强者稀有定律，也是兽氏高阶兽人稀少的原因。面对石鱼阴阳怪气的话，雷森面上多了几分咬牙切齿的意味。早知道当初狼族袭击的时候，就把这蛇给扔沟里，嘴这么多。噗！可软软被这俩人的内心戏笑到，口水呛了一下。没事吧，词主？燕轻轻拍了拍软软的后背，贴心的递上一株桶水。没事没事。软软摆手，幸好燕还算单纯，终于能让他有所欣慰。紧接着就被燕的心生火速打脸。臭蛇、臭狐狸、臭狮子，每天都跟我抢词主，哼！好吧，是他想多了。石鱼自顾自的上前将软软扯了过去，按在木头墩子上坐下，抓起自己烤好的鱼就塞进了他手里，口吻强硬道：“吃。”软软哆嗦了一下，好霸道，吃就吃呗，这么凶干啥？兽夫们各自找了一块兽皮，围着火堆坐下。此时此刻，他们的眼中没有别人，满满的都是软软。话说回来，你们都选好自己的洞穴了吗？
软软将一口鱼肉咽下肚，就不能不分动睡吗？燕小声嘟囔了一句，委屈巴巴地扒拉着火堆。他不想离开软软太远，一直睡一起的话总不太方便。软软揉了揉脑袋，毕竟他现在只和雷森有过实质上的交配行为，一旦要是两人情浓起来，旁边有人那不是得尴尬死了。而且软软也发现了，自从开荤之后，他有时候就会控制不住自己的性激素。要知道，性激素对于雄性的吸引力不亚于嗑药，万一冲动起来就难搞了。那是因为雌性开始交配之后就会定期发情，这是兽人为了提高受孕的生理本能。石鱼斜了白翼一眼，恨不得把他就地扒皮。搬家分栋的事就是他提出来的，白翼倒是满脸无所谓，他提出分栋就是不想让雷森独占软软。主洞旁边一共有5个洞穴，正好够我们几个平分。至于剩下的那一个，白翼悄悄抬起尾巴在软软背后摩擦着。说到这里，众人的目光下意识都看向了软软，毕竟林楚走了，谁也不知道他到底能不能回来。软软骤然握紧了带有血气印记的那只手，给林楚留着，等他回来住。就凭这枚血气，软软愿意相信林楚一次。好，白翼应了一声，看来此主心里还是有林楚的。那就从明天晚上开始，大家晚上就各自回到自己洞里休息吧。软软就此敲定，反正这样可以逐个培养感情，他想见谁就叫谁，简直和古代皇帝选侍寝一样，爽歪歪啊！宿主你玩的真花。去，那此主，你们那个世界的雄性们也都和雌性分洞睡吗？燕捏紧了指头，有些不甘地问道。软软来自旁的世界这个设定，兽夫们已经完全接受了，所以不免的也有些好奇。倒也不是，因为我们那的女人，也就是雌性，只能有一个雄性。软软摸了摸鼻头，什么？你们那是什么世界？竟然只有一个雄性？一个雄性怎么照顾得好雌性呢？燕瞪大了眼睛，照顾？哼，我们那的雄性好的还好，要是遇到烂的，别说照顾，出去找别的雌性都是轻的，弄不好还回来家暴打雌性呢。软软耸了耸肩，穿越之后，软软最大的感受就是现代世界与兽世世界男女地位的不同。兽世世界对于自己伴侣的忠诚度无可比拟，女性地位占主导，雄性的无条件供养也被当作理所应当，雌性普遍只需要生育幼崽即可。如此恶毒，在兽世，雄性背叛自己的雌性是会被割了那个挂在树上示众的，杀害自己的雌性也会被砍断手脚扔进林子喂兽。白翼一本正经道：老天奶，那你们之前还想杀我，不怕被？想杀的不是你，是那个恶雌，恨到一定程度就不会在乎结果了。雷森说着，轻轻抚过软软的发丝。软软摸摸小心肝，好家伙，幸亏他补救的及时，不然就给原主背锅了。呵呵，石鱼忽而冷哼了一声，虽说如此，但是兽世也并非都是以雌性为贵，这一点雷森应该很清楚吧。雷森表情一变，眼底肉眼可见的漫上一层怒意。石鱼，你找死吗？第102章，亲手斩断这一切。随着雷森话语迸发而出的，还有一股极强的灵力波动，那灵力波动指向精确，直冲石鱼而去。顷刻之间，震得石鱼身上的鳞片都炸了起来。软软吓了一跳，他还是第一次见到雷森真正意义上的生气，便是赶紧抬手抓住了雷森的手臂，示意他冷静。被软软温暖的手心安抚，雷森身上的气息骤然一敛，索性不再去看石鱼。软软疑惑，他怎么对石鱼那几句话反应这么大的？金狮族是以雄性为尊的种族，估计被石鱼戳到痛点了吧？灵宝猜测道。这一点软软也了解，他以前在电视的动物世界上看过，群居的狮子由一位狮王带领，拥有所有母狮的交配权，而且母狮子又要捕猎，又要养育幼崽，捕回来的猎物还要先让雄狮吃，可以说是极其的辛苦。那也不至于吧？雷森性格向来温和沉稳，极少会较真，可刚才我能感觉到他是真的生气了。软软蹙眉，这其中一定有什么不为人知的原因。而且出生在这样种族的雷森，非但没有延续雄狮的固有思想，反而还对软软无比珍爱，这确实很奇怪。来不及仔细追究，软软赶紧打圆场。好啦，你们都忙了一天了，赶紧休息吧，我明天还想出去砍树做些家具，得早点睡。雷森应了一声，率先走到石床旁边给软软整理床铺。他不想让软软为难，所以忍让些也无妨。白翼和燕还在旁边吃瓜，他们两个也不知道向来宽和的雷森为什么会生气。石鱼冷哼了一声，眼神刀了雷森的背影一眼。像金狮这种兽就不配出来侍奉雌性，我是不相信那样不珍爱尊重雌性的族群会生出一个异类来。软软恍然，石鱼在外流浪比较久，知晓的事情比较多，对于金狮族的情况也很清楚，所以他从内心里压根不相信雷森对他的感情，所以才会这样跟雷森针锋相对的。石鱼，每一只兽都是独立的个体，你不要带有太多个人观点去看待。软软略显严肃地说着。石鱼的表情肉眼可见的破碎了一下，蛇尾随着急促的呼吸烦躁地卷动着。哦，是吗？果然交配之后就是不一样，无论什么时候都会站在他那一边的，可我只是担心他如何就不明白呢？万一对雷森那家伙倾注太多感情，到头来失望，他会有多难过？软软的表情一柔，原来蛇也只是担心他。不过纵使雷森的种族观念和他现在的言行相悖，软软也知道一个人的心是不会骗人的。他听到过雷森的太多次心声，已经十分清楚雷森的为人，正因如此才放心的将自己给他。可将来无论是谁让他的真心错付，他都一定会亲手斩断这一切，毫不留情。好啦，别想太多了。软软主动扯了扯石鱼的手臂，轻声哄着。石鱼性格本就冷淡，
喜欢口是心非，对任何人都不留情面，典型的外冷内热，心却并不坏，反而有着旁人没有的柔情。哼！石鱼装作不经意地瞥了软软一眼，傲娇的扭头不看他，似乎有点怄气的意思，却还是没忍住对面前人的怜爱，抬起修长的手指将软软嘴角残留的鱼肉汁水擦去。软软递过去一个甜得醉人的笑容，一下子就把石鱼迷得没脾气了。快来快来，一起睡觉觉！软软招呼一声，一个飞扑，率先跳上了石床。好软好舒服。石鱼故意不挨着雷森，两人一左一右把软软夹在了中间，暗戳戳的较劲，直接把白毅和燕的给挤到一边去了。奈何这是最后一晚，和软软同床而眠，白毅和燕也就没计较，重新找了个位置挨着软软躺下，一夜无事。哈！软软使劲抻了抻懒腰，却发现受夫们都不在，都跑哪去了？软软嘟囔一句，将手抬了起来，唤出异能。一根翠绿色的藤蔓如同小蛇一般缠绕指尖，不同以往的是，那藤蔓表面竟然蜿蜒着一层紫色的电流。自从灵猫祭司把雷元素给软软之后，软软的异能就发生了变异，它所能幻化出的每一根枝条上面都会附着一层电纹，大大弥补了木系异能攻击性不强的弱点。软软也尝试着直接驱动雷元素独立使用，却并没有成功。这雷元素毕竟不是宿主你的东西，需要一段时间的磨合，现在能够和你的异能结合发出威力已经很不错了。灵宝的声音响起，一口吃不成的胖子，我多尝试几次，总有一天会成功的，到时候我就有双重异能傍身，那样就算是遇到5阶异能兽人，我也能拼上一拼。软软握紧了拳头，脑海中却无意识地闪过灵猫祭司临终前的那句话，至死不能去神奇。这究竟是为什么？神奇到底藏着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呢？软软叹了一口气，也懒得追究了，他没必要去冒那个险，满足好奇心，过好当下最要紧。毕竟他的野心可不只是灵猫族而已。族长，您在吗？我可以进来吗？一阵轻轻的呼唤声将软软的思绪拉了回来，是阿化的声音。进来吧。软软踮脚下床，穿好鞋子，便见阿化小心翼翼地走进洞来，见到软软水灵灵的，就跪在地上给他磕了个头，拜见族长。不用多礼，起来吧，我不讲究这些。软软连忙将阿化拉了起来。谢谢族长。哦对了，部落里面的有好几只母牦牛下崽了，长得都可壮实了。阿化笑得合不拢嘴。真大，走去看看。软软喜形于色。灵猫族的牦牛是半散养状态，用麻绳拴着，日夜有兽人看守。这么久过去，面对稳定的食物来源，牦牛们的野性大大降低，都佛系了起来，懒得逃跑了。软软族长来了。不知道是谁吆喝了一声，原本还在围着牛群看牛犊的灵猫们连忙散开，纷纷跪倒在地，拜见软软族长。第103章，说出去谁信啊？看着齐刷刷跪地的兽人们，软软还有些不习惯，顿了一下方才抬手道：都起来吧。是。见到软软，那血色母牦牛连忙丢下嘴里的小麦草凑了过来，使劲蹭了蹭软软的胳膊。自从把这血色母牦牛收服，牦牛们管理起来已经十分容易。软软的灵泉治愈能力升级之后，就把他原本不可能好全的腿给彻底治好了，以至于这血色牦牛直接把软软当了主人，对他言听计从的。族长，这都是刚生的幼崽。阿化指着地上互相依偎的几只小牛犊说道。那些个小牛犊全都胖嘟嘟的，由于刚出生的缘故，卷曲的毛发还有些湿湿的，在寒风里面毛尖已经冻硬了，冷得它们瑟瑟发抖。母牛们围在小牛犊旁边，有意给它们挡着寒风，但效果微乎其微。软软简单思酌了一会儿，出声道：阿化，你们拿几张兽皮给这小牛犊裹上保暖吧。好嘞。虽然这几天兽市有回温的迹象，但是依旧十分寒冷，看来得给牦牛们搭个能够遮风挡雨的牛棚了。软软还在盘算，一阵急切的女声忽而从不远处传来：族长，拜见族长。只见阿香着急忙慌地过来，脸上挂着汗滴，但也没忘了给软软行礼。怎么了？软软眉头一紧，我家春山的伤口又开始流血了，求求您能去看看吗？阿香满脸紧张。春山的手臂被狼兽咬断了，虽然软软已经用灵泉将他的断骨接上养了几天，奈何皮肉上的伤口太大，一直没有好转的迹象。好，我这就过去。两人很快来到了一间洞穴中，刚一进去，此起彼伏的哀叫声就传进了耳朵。只见石床上面躺满了养伤的雄性们，有的手臂受伤，有的腿断了，还有的脑袋被包成了木乃伊。他们都是狼族袭击的时候受伤极为严重的。软软把这些兽人全都安置在一个大的洞穴中，方便照顾换药。若不是软软用灵泉吊住了他们的命，再用草药给他们疗愈，恐怕在场的所有人都已经投胎去了。虽然软软的灵泉治愈能力很强，但是他也发现了一个巨大的弊端，那就是接受治疗的兽人阶级越高，治疗消耗的灵力和精神力就越大。而受伤严重的雄性灵猫们多为3阶，甚至还有4阶的，而且数量足有10几人，若是全部依靠灵泉治疗，软软也吃不消。现在的他作为族长，必须尽量保持全胜状态，以应对可能会发生的危险，所以能用草药治疗的尽量都用草药。族长，您来了。春山拖着手臂站起身，却一不小心扯到伤口，疼得他脸色青一阵白一阵。你别动了，我看看你的伤。软软上前轻轻掀开春山手臂上包裹的兽皮，只见那被利齿撕开的大片皮肉摇摇欲坠，依旧渗血。如此巨大的伤口，不缝合一下实在是难以痊愈。只可惜软软的桑根线已经全都用完了，还没来得及去采集。我给你再敷上些止血草药，还有这个桑黄水你先喝了，等我采集到桑根线就给你缝合。软软抬手从空间中取出东西，开始给春山清创。春山疼得一口接一口的吸着冷气，脸上都是歉意，真是麻烦您了族长。没事的，
软软摇了摇头，拾得完春山，又忙着给其他兽人换药。没办法，部落里面只有他懂医术，而且这些雄性治好了会是很强的劳动力。现在灵猫族百废待兴，需要的人手很多，所以能救的都不能放弃。我勤劳的宿主，这灵猫族没你都得散啊！灵宝都有些心疼了。呼，软软忙了半晌，腰都酸了，总算将伤员们都处理好了。族长您太辛苦了，快喝点水吧。阿香小心地将竹筒递到软软跟前。咕咚咕咚，软软猛灌了一口水，目光顺着洞口望去，却见到一抹金色的熟悉身影从不远处朝着这里奔了过来。是雷森，嘴上好像还叼着什么。变作狮形态的雷森一跃进了洞穴，张嘴就将口中的东西甩到了地上，同时变回了人形。只见那东西是个活物，肥嘟嘟的一坨，浑身毛发呈灰黑色，尖尖的嘴巴，两只漆黑熊猫眼，此时此刻正抱着尾巴，一脸惊悚。这是一只小浣熊。雷森，你把它弄回来做什么？软软愣三愣，又不能吃，而且根据它身上散发的灵力，竟然有3阶了。这可不是普通的浣熊，你还磨蹭什么？赶紧给我变回去！雷森对着那小浣熊喝了一声，吓得那小浣熊浑身一哆嗦，连忙变回了人形。当看清那家伙的脸，软软嘴巴都张成了 O 型，这不是之前来给验治过伤的老巫医吗？他的原型竟然是只干脆面。我可是巫医，你不能这么对我的。还有，你这雌性又是谁？老巫医上下打量着软软，这雌性长得好生美丽，我上次来灵猫族也没见过，而且她看上去怎么有点眼熟的感觉。等会儿，妈妈爷，她竟然是个4阶。我记得4阶的雌性灵猫只有那个族长米拉。听着这老巫医的内心风暴，软软眉梢一抬，蹲在了那老巫医跟前。原来是你这个老东西啊，怎么坑了我一整条新鲜鹿腿就不认得我了？一想起来被这老巫医坑的那条鹿腿，软软现在还有些心疼。鹿腿啊，你是那只黑不拉几的低阶灵猫？你怎么变白了？还4阶了？这怎么可能？老巫医大骇，嘴都合不拢了。放肆！你怎么说话的？竟然敢对我们软软族长不敬！阿香横眉竖眼的指着那老巫医的鼻子呵斥道：族长，你们族长不是米拉吗？这啥时候老巫医人傻了？一只2阶灵猫，短短几月时间就跃升到了4阶，变了模样不说，还成了一族之长，这说出去谁信啊？啰嗦什么？从今天开始，你就在灵猫族给我老实待着。第104章，贼兮兮的老东西。此主，这巫医通晓草药，日后可以帮得上你的忙，你就不用如此辛苦了。雷森说着，怜爱的摸了摸软软的脑袋。这几天软软照顾受伤族人有多辛苦，他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奈何自己不懂草药，帮不上忙，而且族里的兽人平日里难免有个头疼脑热，若是都指着软软，岂不是要累死他了？索性他就逮个巫医回来给软软帮忙。好家伙，还能这么玩？面对这种送上门的帮手，软软当然会毫不犹豫的笑纳，同时也欣慰这雷森还真是贴心，虽然手段粗暴了点，但确实实用。你们把我当什么了？我堂堂巫医怎么会听你们的？我告诉你们，我没有草药，也不会帮忙的。哼！那老巫医双手环胸，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我身上的草药为了换食物都用光了，抓我有什么用？软软歪了歪嘴角，反手从灵泉空间取出一条红嫩嫩的牦牛肉，在那老巫医面前一扫而过。那老巫医的眼睛一下就直了，牦牛肉好香，只要你老老实实留在灵猫族帮忙，我保证你每天都能吃到这么新鲜的牦牛肉。软软言语诱惑道。巫医在兽世极其罕见，且地位崇高，能够留下收为己用，可不单单是多一个帮手那么简单。嘶哈嘶哈，那老巫医被牛肉馋得口水直流，可回过神来也只能无奈叹气。哎，灵猫族长，不瞒你说，我身上已经没有草药了，所以我……老巫医话还没说完，便见软软大手一挥，琳琅满目的草药登时铺了一地。啊！那老巫医眼珠子差点瞪出眼眶。他当巫医这么多年，还没在冬天见过这么多新鲜的草药，而且这些草药种类齐全，简直无所不有。要是送出去，都能给他换回好几年的吃食了。乖乖，这只新灵猫族长到底是什么存在，竟然能搞到这么多草药？你也看到了，草药方面你完全不用担心，你要做的就是帮我照顾受伤生病的族人，我给你提供稳定的食物来源，完全好过你自己冒险去采摘草药，然后去换食物了吧？如何呢？软软一挑眉，灵猫族长，您这说的什么话？我们巫医就是治病救寿的，哪是为了别的什么？您这么善良有能力，能留在灵猫族为您做事，那简直是我的荣幸，哈哈！老巫医一通彩虹屁吹得叮当响，完全没有了刚才的骨气。纵使是巫医，在强大的兽人面前，依旧没有什么话语权。雷森默默翻了个白眼，贼兮兮的老东西。那最好了，我族所有受伤的兽人以后就托付给你照料。若是你敢打什么歪主意，或者做出什么对我族有害的事情，我保证我会把你的牙一颗一颗的拔下来，再插回你身上。软软垂下睫毛，暗光之下的眸子散着无比可怖的压迫感。是，不敢。那老巫医吓得缩了缩脖子。看来这新的灵猫族长不好惹啊，我还是老实点的好。老巫医也不含糊，立刻开始对着地上的草药仔细研究起来。软软满意的弯了弯唇，跟着雷森离开了洞穴。有这老巫医在，你日后也能松饭些，成为族长。你要背负的责任也会越来越多，我会多多帮你分担。你也别让自己太累了。雷森轻轻搂过软软的肩膀，揉了揉。反正这是我自己的选择，想要不被别人欺负，就要成为一个让别人作弊都超越不了的人。软软眸光一凝，
眼中层层而起的是旁人无可企及的坚定。雷森痴痴地看他，此刻心中对软软的爱慕已经达到了顶峰。受势慕强，而有这样一个可咸可甜、充满智慧、酷飒中又不缺失柔情的雌主，他何其有幸。对了，雌主，牲畜们的食物快吃完了。雷森回过神来，弯腰贴着软软的额头蹭了蹭。没关系，我从空间中再取出来一些就是了。牲畜们的食物来源主要是软软灵泉空间中的小麦秆，还有红薯秧子一类。软软将红薯和小麦反复留种种植，实现了循环。但是他也有些小看了这些牦牛的胃口，几百亩的作物秸秆也只刚刚够他们吃。不过春季马上就快到了，等草长起来就不愁了。软软也有意将灵泉空间中的作物移栽到现实世界，大量耕耘储存粮食，才能让所有族人舒服安稳地度过下一个寒冬。好，对了，石鱼他们去哪里了？软软下意识问道。听到石鱼2个字，雷森脸上的柔意顷刻间碎了一地，表情也有些不爽，闷声道：不知道，大约是去捕猎了。哦，对了，雷森，刚好你在，去叫几个南兽人，我们去林子里砍些木头回来做家具。软软发觉到了雷森还在和石鱼怄气，故意岔开话题道。雷森将部落里的相对强壮南兽人都叫了过来，一伙人带着工具浩浩荡荡地进了林子。就这里了，每一棵树大约从这个位置截断就好。软软对着面前的大树比量着。是。雄性们拿着动物牙齿做成的粗糙锯子开始嘿咻嘿咻的伐树。反观雷森在一棵一抱粗的大树前站定，双手合十凝结灵力，阵阵金光迸发而出，下一秒抬手外拉，数片金刃便浮了出来。去！雷森眸光一闪，金刃脱手而出，直接将面前一大片的树木尽数截断。那切口整齐，简直浑若天成。哇塞！软软叹了一声，朝着雷森竖了个大拇指。一旁还在用骨头锯木头的兽人们傻在了原地。果然，有异能就是不一样。在雷森的给力帮助下，兽人们很快就砍倒了一大片木头，带回了部落。软软决定先给牦牛们弄个牛棚子，便将带回来的树木选取了5根粗细差不多的做立柱，又将先前剩下的不少竹子拿了过来，准备搭棚顶。软软摸了摸那依旧翠绿的竹子，神情有些落寞。这还是灵楚当初弄回来的。大老虎翻着肚皮想罢工的样子在脑海中一闪而过，软软的目光看向远方，不知道灵楚怎么样了。第105章，香香软软惹人爱。此时星月森林深处，千年古树拔地而起，林深茂密，一大一小2只赤虎慢慢靠近到了岩虎族腹地。窸窸窣窣，灵楚毛茸茸的虎头从灌木中探了出来，皱着胡子紧紧盯着前方。灵楚，你那雌性真的同意你回来了吗？林英蹲在后面，抬起爪子小心地碰了碰灵楚，低声道。灵楚顿了一下，将脑袋缩回了灌木丛。他没有拦你。林英满脸不可置信。作为兽氏雌性，他非常清楚雄性是不能离开雌性的，这种背叛行为会让所有兽人不齿，更是会惹怒雌性。软软他说放我自由，没有怪过我一个字。灵楚说着，心中有些闷堵。离开了软软一整夜，他脑海中满满的都是他，思念的感觉让他无比难受。他竟这样好吗？林英也愣住了。他之前总觉得灵楚的雌性肯定不会放灵楚离开，却没想到这么容易，便是不由得为自己之前的想法感觉到羞愧。他是我见过最好的雌性，我这一生做定了他的雄性，而且我答应他一定会回去的。灵楚抬起爪子，爪垫上清晰的是那枚血气印记，同时咬紧了犬齿。雌主，你等着我，收复了岩虎族，我将把我的一切奉献给你，和你一起生一窝小老虎，把它们养大。灵楚的目光凌凌而起，随即匍匐身子朝着岩虎族前行而去。好！随着一声震耳欲聋的虎啸，一场族群中的腥风血雨拉开了帷幕。牦牛们的棚子已经搭建完毕，就落于灵猫族后方的空地上。软软在牛圈的棚顶上用厚厚的松针铺盖遮挡雨雪，再用竹子给牛棚围上一圈篱笆。虽然实际上就拦不住牦牛，但是有血色母牛在，没有牦牛会乱来。软软将其余的木材全都结成了想要的样子，开始教授人们制作碗筷勺子一类的厨余用品。对，碗的话就是从这里挖一个洞，再把这里修平整，还有这个筷子很简单，就是2个树枝修光滑就行。兽人们的智慧不低，软软稍微指点便很上道。随着一个个精致的木碗木碟子被做了出来，灵猫们越干越起劲，甚至还做了几张超级大的长桌子。灵猫族现在开始吃大锅饭，统一做饭，统一分配。软软意再让所有人都有的吃，并且吃得饱。雌主，你们在忙什么呢？燕和白翼回来了，手里面还拎着2只肥硕的野鸡，石鱼跟在2人身后，尾巴上拖着一条肥美的大鱼。软软特别喜欢吃鱼，昨天的鱼肉被吃得一干二净，所以石鱼一大早就出去捕鱼了。哎，你们去哪个？这是？软软放下手中的木碗迎了过去。我们去林子里布置陷阱了，明天就去收。哇塞，这是什么东西啊？燕一脸新奇的围着牛棚子转了一圈，又抓起来地上做好的木头碗筷看个不停，那双星星眼亮晶晶的。这是牛棚子，族长带我们搭的，可以用来给牦牛住。这些是碗筷，好看吧？雌主说以后我们就用这个吃东西了。阿话说着，言语中藏不住的成就感。白翼直接越过几人，凑到了软软身边，毛茸茸的大尾巴缠住软软，将他拉进了怀里，垂头使劲在他身上蹭了蹭。一整天没见你了，好想你啊，雌主。软软对着白翼猛吸了一口，满脸陶醉。这狐狸真是什么时候都香香软软的惹人爱。雷森眸色一沉，表情有些控制不住的不悦，却强忍着没有说话。软软不喜欢他们争风吃醋，同为兽夫，他更要大度些才是。索性闭上眼睛不去看，眼不见心不烦。
但是石鱼就没那么好脾气了，蛇尾甩开大鱼的同时游走上前，伸手就将白翼的尾巴掰开，把软软拉了过去。行了，白翼，你能不装吗？臭蛇，你又跟我抢雌主，大冬天的你身上那么凉，抱着雌主把它抱着凉了怎么办？白翼面上一凝，扯着软软的胳膊就往怀里拉，可石鱼却紧紧搂着软软的腰不肯松手。蛇类兽人的皮肤一年四季都是凉的，但是他穿着兽皮衣服，断然不会冻到软软的。被争来抢去的软软无语至极，正要发作，却见雷森直接横在了两人中间。行了，你们两个吵死了，雌主还有事情要做，现在不是你们两个争宠的时候。石鱼和白翼对视了一瞬，不约而同的直接别过头去，但也都知趣的放开了软软。看来交付成群也不全然是好事哦，灵宝幸灾乐祸。软软长舒一口气，随手折了一根小树枝，在雪地上画了画。好了，都别闹了，白翼，你带几个人去冰河边上多找一些大约这么大这么厚的石板回来。好，白翼应了一声，乖顺的贴了贴软软的脸蛋。石鱼，你和雷森继续去破大兔子和野猪的畜牧圈，到时候他们若是繁殖起来，地方可不够了。软软抬手拍了拍雷森和石鱼的肩膀，这两个昨天还拌了嘴，软软有意让他们两个一起干活，缓和关系。石鱼没有说话，算是默认。雷森也懒得和石鱼计较了，痛快的点了点头。那我呢，雌主？那我呢？燕凑上前来，拉着软软的胳膊晃了晃。你随我去林子里找点东西吧。软软抱住燕的手臂，直接拉着他走了。这段时间他宠爱雷森和白翼多一些，总是忽视了燕。而燕的心思最为敏感，很是缺爱，需要关注。既然他们愿意留下当他的雄性，软软也很乐意和他们逐个培养感情。今天就暂且多陪陪燕吧。燕的脸上闪过一抹喜色，心中是控制不住的小雀跃。雌主只带我一个人走了，太好了，终于能和雌主单独相处了。被各自分配了的兽夫们满脸羡慕的看着燕和软软远去的背影，心中不由得落寞了一下，只恨软软带的不是他们。这边燕和软软已经走进了林子。叽叽叽，第106章，谁会不心动呢？远处一群飞鸟忽然惊起，似乎在逃避着什么。软软动了动猫耳下意识抬头，心中忽然有种惴惴不安的感觉，手上不由得抱紧了燕的胳膊。我上去看看。燕变回原形，凌空而上，在林子上方盘旋了一下，确定没有危险靠近之后才重新落地。放心吧，雌主，周围都没有什么危险靠近。燕反手握住软软的手捏了捏，软软的，小小的，好可爱。这次只有他一个人陪着雌主，得格外谨慎小心一点。现如今软软的阶级已经追上了燕，燕真心觉得如果现在真的动起手，他根本不是软软的对手了。软软点了点头，他其实也不是很担心，现在的他拥有4阶实力，精力充沛，又有雷电和木系异能双重傍身，就算来了5阶异能兽人，他也能和他碰一碰。燕的指尖在软软的掌心滑动了几下，温柔而紧张。雌主，软软歪了歪头，却见燕低垂着头，棕色的短发遮住了眼眸，看上去好像有心事似的。对不起，我现在的阶级太低了，甚至都保护不好你，你还愿意要我真的很高兴。燕低声说着，睫毛有些湿湿的。软软解除踏印的时候，他真的慌张到了极点，甚至已经做好了被软软抛弃的准备。因为5个兽夫当中，只有他的阶级最低，对于现在身为4阶异能兽人的软软来说，他根本就配不上他。所以即使再喜欢软软，再吃醋，他也已经不敢和雷森他们争抢软软的眼光，只能在心中不爽，躲在背后默默地关注他，小心翼翼地对他好。软软眉头一紧，抬手轻轻拨开燕额前的碎发，青涩的面容便迎入了眼帘。燕，我留下你，不是因为阶级，也不是因为旁的，是因为你在自由和我中间选择了我，所以只求你以后用真心待我，仅此而已。燕虽然实力不是最顶尖，但是为人细心，不管做什么事情都很认真，无论是做饭也好，认草药也罢，全都一点就通，这是软软最欣赏的地方。而且自从燕学会了烹饪，每天都会做了软软喜欢的吃食送到他嘴边去，而且他对分寸拿捏得很好，从来不会在没有软软允许的情况下擅自靠近他。试问这样的邻家大男孩类型的雄性，谁会不心动呢？听到软软的话，燕面上的表情肉眼可见的一颤，便是埋头使劲眨了一下眼睛，像是把什么东西压了回去，可还是红了眼眶。雌主，谢谢你。燕的声音有些哑了，仿佛下一秒就要哭出来了。兽氏的雌性往往只会选择比自己强大的雄性保护自己，也只有软软愿意收容不是那么厉害的他。好啦，怎么跟个小哭包似的？走，我们去找桑树采集些桑根线回去。软软抬手捧着燕的脸揉了揉，燕反手捉住了软软的手，啄吻了一下他的手心，点头。软软抿唇看他，燕的眼鼻都红红的，眉目脆弱的样子让人看着忍不住的想欺负他。虽然不是那么厉害，但是胜在养眼。这你就错了，宿主风鹏可是鸟族中的王族，而且你别忘了，他才4阶，也拥有稀有的风属性异能，天赋绝对不差，只是不知道什么原因，他一直停留在4阶，没有继续进步而已。鸟中王族，没错，鸟族鸟王的种类就是风鹏。灵宝表示肯定。软软惊了一下，他之前有了解到，鸟族的栖息地在绝境荒漠地带，那里残垣戈壁，风沙漫天，除了金狮族所在的草原部分富硕之外，其他地方都困苦无比。鸟族整体实力不强，所以只能盘踞在相对贫瘠的地方。若是按照灵宝所说，燕的身份可不只是一只4阶兽人那么简单啊。燕，你是怎么离开的鸟族？软软抬头问道。燕呼吸一滞，像是没有反应过来，手上无意识地捏紧了软软，表情转瞬间被一阵阴霾覆盖，良久开口，因为赌气。啊，
软软怔了一下，既然词主想知道，我就不会瞒着你了。燕顿了一下，整理了一下思绪。我们鸟族普遍天赋不佳，只有风鹏可以到达4阶以上，所以便以风鹏为尊，掌管鸟族。而我的阿母为了保证血脉纯正，只接受了同为风鹏的雄性，也就是我的阿父。他们一共生下了3颗风鹏蛋。我阿母为了孵化我们，用灵力护了我们数年。可孵化的所有风鹏蛋中，只有我成功破壳了，所以我成为了鸟族唯一的王子。而我的阿母却因为心力耗尽而死。燕的目光看向无垠的天空，思绪仿佛早已飘向远方，可眼中噙起来的泪光却掩饰不了他内心的悲伤。软软认真的倾听着，手上与燕两相握，看着他难过，心里很不是滋味。燕，你没关系。燕吸了吸鼻子，强忍情绪对软软挤出一个微笑。他的全身心都是软软的，自然不会再对他有所隐瞒了。可我生性顽劣，面对绝境荒漠的荒凉，我总觉得无趣，想去外面看看。阿父坚决不同意，认为外界危险，而且除了绝境荒漠，再没有我们鸟族的立足之地，所以不允许我离开。我与阿父大吵一架，还是不顾他的阻拦，趁着绝境荒漠的沙尘暴席卷，偷偷飞走，进入了星月森林。我暗暗发誓，一定会在星月森林有一番作为，为鸟族争得一席之地。说到这里，燕低头，将目光重新落在了软软脸上，情不自禁地抬手抚过软软的鬓角。可惜，阿父说的没错，孤身一人的我做不成任何事情，被其他族群无情驱逐，只能捡拾碎果果腹，就那么挨过一天又一天，直到灵力愈来愈稀薄。终于，我遇见了你，你愿意收留我做雄性，还给了我一个红红的大果子。那果子真的好香啊！我当时以为我幸运的遇到了好雌性，可后面迎接我的却是强制他赢的禁锢，无穷无尽的打骂折磨。燕说着，越来越哽咽，以至于快要发不出声音。别说了。第107章心服口服。软软轻轻捂住燕的嘴，反手托住燕一比勾勒般的完美下颚。你放心，你所求就是我所求，等到灵猫族安定下来，我就陪你回鸟族，和你阿父好好团聚一下。真的。燕眸色一亮，可也就在瞬间又暗淡了下去。我不声不响的离开，或许阿父已经不想再见我了。怎么可能？你是鸟族最后一只年轻风鹏了，又是你阿父唯一的儿子，他怎么可能不想见你呢？软软揉着燕的脸安慰着。至于你说的想给鸟族在星月森林争得一席之地，一定会达成。灵猫族战斗力弱，软软想吸纳更多不同的族群加入，目前至少已知白翼和燕都有成为兽王的资格。那么如果他能够帮助他们收服族群，能够带来的就是顶级的助力。他有更大的野心，但是这一切的前提是要灵猫族足够强大富硕，才能在这波鬼云谲的兽世安稳立世，否则招来的只会是像狼族那样掠夺的强盗。宿主，你这是要打算一统兽世啊？既然来都来了，不搞他个天翻地覆的话，那多没意思。软软弯了弯唇角，圆滑的指腹拂过燕高挺精致的鼻梁。毕竟在这里，你不把别人踩在脚下，最后就只能被别人踩在脚下了。燕眼中闪过一丝困惑，却在心里莫名对软软的话有些期待。他的词主究竟会是如何的存在呢？再次来到那片桑树林，当初那棵被白翼一拳击倒的桑树还安安静静的躺在那里。燕取出骨刀，很勤快的开始扒桑树皮，软软在旁边帮忙，将剥好的树皮尽数放入了灵泉空间中。灵泉空间的种植面积和储存面积成正比，现在它的灵泉空间已经可以塞下一座小山了。咦，这是什么？一片片桑树中，软软发现了几棵白皮大树，那树木明显比桑树粗壮不少，树枝稀疏，坑洼不平的树干表面渗着一层极其粘稠的汁液，就算再冬季也未曾完全凝固。这是水胶树，其产生的汁液无毒无害无异味，风干之后具有很好的防水效果，是天然的封层胶。软软脑中灵光一闪，真是好东西。部落中的木头碗筷一类都没有防霉防水的效果，用久了难免会腐烂变质，到时候就得丢掉重新做一批。有了这水胶，到时候涂在厨具表面就不怕了。想到这里，软软从灵泉空间取出几个竹筒，抽出骨刀，在那树干上划开几道缝隙，乳白色的水胶便流了出来。这是什么啊，次主？燕瞅着那白色的汁水，一脸疑惑。这是水胶，有大用处呢。软软咧嘴一笑，在几棵水胶树上分别固定了5、6个竹筒，采集汁水。忙活了半晌，桑树皮弄得差不多了。软软从灵泉空间取出一些事先准备好的烤肉，和燕边吃边等水胶接满。对了，燕，你们鸟族在绝境荒漠，平时都吃什么？软软好奇地问道。就是一些草根树种、虫子，好的时候能抓到一些荒漠蜥类。燕将烤肉塞进嘴里，一时之间只觉得心中酸楚。绝境荒漠本来就很贫瘠，鸟族分为食肉鸟和食素鸟。食素鸟类靠着树种草根一类还可以勉强维持生存，可食肉鸟一直都是饥一顿饱一顿，活活饿死的都有。而且鸟族盛产鸟蛋，猎狗最喜欢吃，为了不被猎狗族屠杀，鸟族每隔一段时间还要给猎狗族进献一定数量的鸟蛋，换取栖息地和平。燕说完，沉重地叹了口气。这样啊。软软朝着燕投去一个无比同情的目光。绝境荒漠中一共有3大势力，一个是雷森所在的金狮族，一个是燕所在的鸟族，再就是2大族群都深恶痛绝的涛刚大队猎狗族。猎狗族臭名昭著的就是喜欢抢夺他族猎物，毫无下限，不说还特别恶心，最喜欢咬人屁股，被戏称为肛肠科主任。所以鸟族的困境在众多族群中一直都是最大的，只可惜他们和灵猫族一样都是弱者。软软看着手中的烤肉，心里隐隐有了些主意，有共同点就有突破点。燕，如果我说
想让鸟族加入灵猫族，你会同意吗？软软试探着问道。鸟族虽然战斗力不强，但是无论是侦察能力还是搜索能力都是顶尖，而且是唯一可以制霸天空的族类，加以配置将会拥有无限可能。什么？燕明显愣了一下，眉头拧成了川字。族群整个合并这种事情，在兽世还从未发生过。即使我同意，阿父也不可能会妥协。我现在毕竟还不是鸟族的王。但是软软的话也给了燕一定的启发。鸟族离不开绝境荒漠，是因为打不过其他族群，没有容身之所。可若是能够被灵猫族接纳，那就可以进入星月森林。可灵猫喜欢捕食鸟类，他们会平等接受鸟族吗？软软探到了燕的心声，握住了燕的手指。燕，我知道你现在说了可能不算，但是我有信心让你阿父同意。而且我现在是灵猫族的族长，还收了身为鸟族的你作为雄性。灵猫和鸟类和平共处也并非不可能。软软的话精准戳中了燕心中的考量。燕的眼神跃动一下，睫毛有些欢欣的颤动。若是真能如此，鸟族的困境也能解了。别急，我还要做些充分的准备，毕竟族群合并不是小事。软软轻叹一声，鸟王毕竟是王，所谓一山不容二虎，这也是个难处。他必须要让灵猫族有更加丰富的食物储备和更强大的防御壁垒，让所有见到灵猫族的族群心服口服。一语终了，水胶已经都接满了。软软将竹筒尽数取下来，放进灵泉空间，便准备和燕回部落。此主，我托你飞回去，那样快一些。燕便回风棚匍匐在地，软软坐在燕宽大的鸟背上，抱住他的脖子，两人穿过树丛腾空而起，将林中景象尽收眼底。忽的，燕，你看，第108章，那也得有命再说。燕低头，只见不远处的树林中间匍匐着一大群黑点，定睛一看，竟然是狼族。狼王已死，但是狼族还在，难道他们是在选举新任狼王吗？燕有意放慢了飞行速度，压低了高度。当初灵猫族遇袭损失惨重，所以软软也无力处理那些无首狼兽，可毕竟斩草要除根，果然春风一吹，这些狼兽又聚集了起来。若是再对灵猫族发起报复，那就糟了。下去看看。软软拍了拍燕的羽翼，无论如何先看看什么情况再说。好。燕收了翅膀，寻了一处安全地点俯冲而下，抱着软软稳稳落地。两人确定了方向，悄无声息地潜到了那群狼兽的背后观察。只见在场的狼兽足有几十头，无一例外的全都匍匐在地上，而他们的正前方有一曼妙女子。那女子身姿窈窕，一头火红色长发，肌肤冷白，身披同色系兽皮，正坐在一跪倒地下的男人肩上，媚色天成的狐眸充满了上位者的傲慢，而他的身后还跟着一大群人高马大的男人。软软的目光移到了那被坐在屁股底下的男人身上，他拥有一头灰黑色长发，头顶两只灰色狐耳，面容英俊，眉眼间还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熟悉。那母狐狸是狐族女王西云，4阶巅峰实力，被他坐着的那个是5阶，身上有异能气息。燕低声道。闻言，软软的眉头霎时一锁，原来这就是那个杀了白毅亲妹妹的狐族女王，看来那灰发男子就是他的雄性白毅同母异父的兄弟之一，怪不得有些眼熟，眉眼之间和白毅倒是有些相似，他竟然也拥有异能。仔细观察一下，不要轻举妄动。软软靠在燕的怀里，只见西云抬起赤着的玉足，不偏不倚地点在一只狼兽的脑袋上，语气勾人道：你们狼族什么时候落魄成这样，居然轮得到你一只4阶狼兽做狼王，是惹了什么不该惹的？强大的父系族群只有5阶雄性才有资格称王，而在母系族群眼中，4阶的雄性根本不配上桌。那被踩住头的狼兽死死咬着犬牙，强忍心中屈辱，是灵猫族。灵猫族？灵猫族，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吗？那灵猫族是什么低贱的族群，能把你们狼族弄成这样？狼王可是5阶异能兽人，你编谎话也要编得像一点吧。西云掩面嗤笑，仿佛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一般。就是灵猫族，那灵猫族有一只5阶异能金狮，有好几只狼兽都看见了，我们狼王应该就是死在他手上。那狼兽斩钉截铁地说着。目睹狼王死亡的狼兽已经被软软和雷森处理干净，一个活口都没有留下。而白毅和林楚他们在狼族大面积进攻的时候都不在狼族，所以幸存下来的狼兽们也只看到了雷森。哦，西云收了戏谑的表情，神情蔓延上了一层狐疑。5阶异能的金狮怎么会出现在灵猫族？米拉那女剑兽不是最讨厌外族吗？什么时候收了这么厉害的雄性？不是米拉的雄性。那狼兽摇了摇头。那是谁的？除了米拉，西云实在是想不出还有哪一只雌性能够收服5阶的异能金狮。要知道，星月森林的霸主是炎虎，而绝境荒漠的霸主就是金狮，况且金狮可是只有雄性称王的族群。不清楚，我们没见过那金狮的雌性。西云眯了眯眸子，难不成灵猫族易主了？调转神态，西云重新看向脚下的狼兽，我可以帮你们报仇，但是你们要先帮我找到一个人，只要狐族愿意帮助我们，我们愿意为您做任何事情。那狼兽眼中满是迫切。狼族在进攻灵猫族的时候损失了大部分高阶狼兽，狼王直接陨落，栖息地也被其他族群瓜分争夺。狼族现在再没有一只狼兽能够撑起整个族群，也几乎没有立足之地。想要不被灭族，他们只能寻找强大的族群暂时依附，等待下一个5阶领袖的出现。软软下意识握紧了拳头，原来这些狼兽是在寻求庇护，而且还想伺机报复灵猫族。不过他们不知道的是，灵猫族不只有5阶异能的金狮，还有5阶异能的森然、九尾狐，以及拥有双异能的他。很好，帮我找到一只叫白翼的5阶雄狐，围杀他。如果做不到，
那就速来报我。西云眸中迸出一阵强烈杀意。这么多年了，他一直在寻找白衣的踪迹，却一直没有结果。他绝对不允许任何隐患存在，威胁到他胡后的地位。软软冷笑，这女人果然一直没有放过白衣，恐怕她也没料到，苦心寻找的人就在灵猫族吧。好，我答应你。那我们其余人，我允许你们留在狐族附近生存，但是需要向我们的狐族进奉食物。西云邪魅一笑，先答应这些愚蠢的狼兽，让他们帮忙做事，等他们帮我杀掉白衣之后，再一口吞并狼族，那样狐族将会更加强大，本女王的地位将不会比那丑猴子差。果然是诡计多端的狐狸。软软的瞳孔不经意的一缩，能让你得逞，我就不是软软，不要让本女王失望。西云勾起眼尾，抬手拍了拍身下男子的脑袋，便被一群男人恭恭敬敬的簇拥着离开了。那为首的狼兽长长的叹了口气，为了活下去，就算被这母狐狸羞辱，他也得忍着。你们这些去林子里找，其余人跟我去狐族安置部落。是。软软眸中闪过一丝厉色，想找白衣，那也得有命再说。等待西云等人走远，软软双手合十，凝结灵力，无数裹挟着雷电纹路的枝杈从地面破土而出。怎么回事？这是什么？狼兽们大惊失色，还没反应过来，便眼睁睁看着那枝杈化作利刃，直接将他们扎成了筛子。哦，惨叫声惊起一片飞鸟。第109章，画个圈圈诅咒你。西云等人还没彻底走远，听到动静，下意识停住了步子。什么声音？好像是狼兽的惨叫声。回去！软软施展的是大面积攻击，在场的狼兽除了鲜少几只的4阶巅峰逃脱了攻击，剩下的全都被一击毙命。怎么回事？是谁？是谁杀我狼族？那为首的狼兽看着地上的狼兽尸体，撕心裂肺的吼叫着。他好不容易重新聚拢了族群，可还没等稳定下来，一下子全死了，这可如何是好？可软软两人有意藏匿着身形，他根本无法察觉。转眼的功夫，狼兽们都死了个精光。软软绝不允许这些狼族余孽报复到自己的族群，所以趁着他们还没有再次成长起来，就直接将他们扼杀在摇篮中。司主，你这木系异能怎么还附带了雷电效果？燕瞪大了眼睛，便见软软手中的藤蔓蜿蜒指尖，无数淡紫色电纹盘旋而出，绚丽无比。这是灵猫祭司给我的雷电属性异能，和我的木系异能结合之后就成了这样了，用上去威力确实要比以前强得多。软软略显得意的一挑眉，藤蔓的韧性灵活和雷电的霸道破坏相结合，效果果然没有让他失望。你太厉害了，司主，这可是异能异化，我只听说过，还从来没见过呢。你且等着，让我去解决剩下的那几只。燕抬手抽出腰间的古刀，直接从灌木中闪了出去，一阵淡蓝色的灵光自燕的脚底腾腾而起。那几只惊魂未定的狼兽只觉得迎面而来的冷风，紧接着脖子一凉，咔嚓！连人都没看清就被抹了脖子。软软紧紧盯着燕的身影，竟发现也追视的有些吃力。燕的风属性异能带来的是极致的速度，仿若鬼魅一般，所以即使他只是4阶，有这样的异能傍身，对于没有异能的同等级兽人也是压倒性的强大。风属性异能可不只是速度快，破坏力也同样很强，只不过你这兽夫现在的灵力还没有彻底恢复，施展不出什么更强的技能。灵宝在旁提醒道：“你别说，我都有点期待了。”那软软勾起唇角，燕干净利索地解决了剩下的狼兽们，敏锐地察觉到了有人靠近，快速调转方向，回到了软软身边。此主，那母狐狸好像回来了。话音刚落，去而复返的西云被几只雄性端扶着从林中走了出来，登时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只见方才还活得好好的狼兽们，此时此刻已经死得不能再死。那为首的狼兽更是还没坐上几天狼王位置就被抹了脖子，这气息是异能兽人留下的。那灰发男子紧锁眉头，目光谨慎地四处张望，能这样在短时间内杀掉这么多狼兽，还消失了，这是多么恐怖的存在！此主，要不要动他们？燕眯了眯眸子，神色纤少地露出了阴鸷杀意，那种反差的感觉倒是有些分外迷人了。不用，我们走。软软反手搂住燕的脖子。西云的身边有5阶的异能兽人，而且其余几只雄性阶级也都不低，他和燕也都4阶，没必要冒险出手暴露位置。毕竟以后的日子还长，若是西云敢打灵猫族的主意，他一定不会放过他。燕点头，搂着软软快速退到了安全距离，带着软软腾空而起，扬长而去。计划落空的西云大口喘着粗气，回狐族。对了，派几个人去灵猫族附近打探打探，看米拉那件兽还活着没有。是。燕飞得很快，两人不消多久就到了灵猫族。里面白毅他们都已经各自弄好了东西，就等着软软回来了。果不其然，软软脚上刚落地，就被白毅一把拉了过去，扶着软软的肩膀，半推半就的把他弄到了跟前。此主，你怎么去了这么久？快过来看我挑的石头好不好？燕怀里一空，眼里的不爽都快溢出来了，忍不住道：“喂，白毅，你能不能不要一天到晚的围着此主转？太讨厌了你！每次他还没和此主亲密几下，就会被白毅这个显眼包给截胡，他人都骂了。那咋了？我就是喜欢粘着此主。”白毅忽而弯腰凑近软软耳畔的同时，深吸了一口气，修长的手指划过软软的鬓角，撩得软软浑身一哆嗦。你，哼！燕委屈巴巴的抱着手臂蹲在地上，捡起来一根小树枝，在地上画圈圈。讨厌的白毅，画个圈圈诅咒你！白毅弄回来的石板全都非常光亮标准，是凿石头锅子的上佳选择。软软抬手在那石头上面拍了拍，
这石头一些用来制作石头锅子，剩下的依旧当做石板使用。我们整个部落的灶台就设置在这里，到时候在上面做个棚子，当做我们的厨房。厨房？在场的兽人们面面相觑，不明白软软口中的厨房是什么东西，只是一味的开始埋头干活。咔咔，忽的，软软的目光被西西手中凿石锅的工具吸引住了。只见那是一把略显粗糙的鞘状制品，被做成了凿子模样，不同于骨头，那颗状物仿佛镀了一层铁一般，整体发黑不说，和石块碰撞都擦出了火星子，足见其坚硬。西西，你这工具是用什么东西做的？软软好奇地问。哦，您说这个啊，这不是我做的，是我在海城用兽皮换的。西西抹了一把脸上的汗水道，他肚子上的伤已经完全好了，只是留下了一条大疤痕，不过好歹捡回来一条命。海城？那是什么地方？没等西西回答，白毅直接搂住了软软的腰，将他拉进怀里，解释道，海城是鲛人族的地盘，也是众多兽人汇聚交换东西的地方，在那里你可以用自己的东西和别人互换。没错，海城是兽氏的交易场所，兽人用同等价值的物品互相交换，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兽氏的货币是水晶石，只有海城的鲛人族有，那不就是市场吗？没想到兽氏还有这种地方。第110章，再看就把你眼睛挖了。海城，鲛人族，而且这兽人手中的壳子凿子可不是一般的东西，是用菱角腹足蜗牛壳做的。那种蜗牛在现代只有几厘米大，但是壳子的坚硬程度却可以挡子弹的。兽氏的菱角腹足蜗牛体型格外庞大，能够做出更多耐用工具。灵宝继续解释道，真是长见识了。软软手中拿着涂好水胶的木碗端详着，他身为兽氏雌性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对于这偌大的兽氏了解甚少，看来有时间也得去那海城看看，长长见识，说不定还能找到需要的东西。那这海城可以随便去吗？还是有什么条件？软软略显随意地靠在了白毅身上，白毅内心有些小雀跃，手上更加放肆地紧紧环住了软软，垂头在软软耳边道，海城位于幻境之海，不同于普通的海边，那里和星月森林一样有季节更替，一般来说春季海冰化冻，海城就会开放了。哦，那开春了我就去一趟，看看能不能换到想要的。再者，咱们部落里产出的这些东西也可以拿去那里看看，说不定会有兽人喜欢。软软若有所思地说道。都听你的。白毅贴了贴软软的脸蛋，有意无意地用唇去碰了碰，感觉到那双薄唇的亲昵，软软的脸上有些发烫。白毅这狐狸太过撩人，简直让人受不了一点，便是赶紧从他怀里逃开了。不要脸！燕抄起小树枝在白毅的脑壳上狠狠戳了一下。哦，燕，你个损鸟！白毅攥拳，略。看着软软和兽夫们互动，在场干活的雄性们全都一脸艳羡，他们一直守着规矩，从不敢对自家雌性这样放肆亲昵。两只尚且单身的灵猫更是悠悠轻叹，哎，要是能成为族长的雄性，不知道会有多幸福呢。是啊，这句话被干完活回来的雷森和石鱼一字不落的听进了耳朵里面。那难受人话刚说完，便觉得背后有些凉飕飕的，一转头，只见石鱼阴沉着脸，直挺挺的站在自己身后，浑身青绿色的鳞片炸起一层，可怖至极。再看就把你眼睛挖了。石鱼眯起蛇眸，危险的暗光直接将那难受人笼在了里面。已经有雷森他们倒也罢了，他绝不允许再有雄性鲫鱼靠近软软。那难受人一脸惊悚，连滚带爬的跑到了一边。太吓人了，太吓人了！雷森瞥了石鱼一眼，做雄性最好别那么小气。怎么，你愿意此主继续接纳其他雄性？石鱼看向雷森，一脸怀疑。不愿意。雷森直接摇头。那你装什么呢你？石鱼翻了个白眼。因为纯粹是想损一下你。雷森毫不掩饰语气中的挑衅，甩了甩长鞭似的尾巴，朝着软软走了过去。你，老狮子！石鱼气的蛇尾猛击地面，霎时间尘土飞扬。软软注意到了那边的动静，懵逼的眨了眨眼，怎么感觉石鱼有点不开心的样子？不用管他，蛇心里扭曲。雷森说着，上前直接把软软从白毅怀里给捉了过去。我带你去看畜牧圈。好，软软抱住雷森的胳膊。见两人如同热恋中情侣般的背影，白毅嫉妒的眉眼发红，一根小树枝却闯进了视线。诺。燕举着小树枝邀请白毅加入诅咒行列。于是一狐一鸟并排蹲在地上画圈圈。天色擦黑，软软计划中的厨房已经顺利落成投入使用。阿华和阿香已经是烹饪能手，带着几只雌性游刃有余的做了几大锅饭。今晚是白菜炖猪肉和红薯糊糊。兽人们端着碗筷吃得津津有味，软软费了好大一番功夫才教会兽人们用筷子。来，软软，多吃点肉，你太瘦了。雷森略显笨拙的夹起一块肥瘦相间的肉放进软软碗里。雌性瘦弱就不好养活，虽然软软已经是4阶异能兽人了，但是看上去娇小玲珑，实在让人怜爱的不行。软软点了点头，香喷喷的扒拉了一口菜。加了调料的饭菜不再寡淡，入口性已经非常好了，只是盐巴果的味道还是不够好。等他去了海城，就用海水过滤一些食盐拿回来。看见雷森给软软夹菜，旁边的燕也坐不住了，一股脑的将挑好的肉往软软碗里扒拉。此主这块肉好，你吃。我这也有，软软你吃。白毅也不甘示弱，夹起来一块肉就直接递到了软软嘴边。吃我的，吃我的。看着几个男人争抢递过来的筷子，软软头都大了。就在这时，旁边一直闷声吃饭的石鱼一张嘴，将燕和白毅筷子上的肉全都吃了下去。燕和白毅同时懵逼了，不是石鱼你脸呢？这是给此主的。哼，既然你们都不吃，那我就替你们吃了。石鱼斜了那两人一眼，慢条斯理搂住了软软的肩膀，垂眸道：
你说是吧，词主？可好像是吧。软软挠了挠头，一脸纯真。看着软软一家的温存，有家室的兽人们都和自家伴侣贴了贴，互相喂食，整个灵猫族的气氛一度温馨的不行。老巫医端着吃食坐在不远处，看着成双成对的兽侣们，一脸羡慕。只可惜他老掉牙了，都没一只雌性，这辈子只能孤独终老了。对了，正好大家都在，有几件事情我要宣布一下。软软对着在场的灵猫们提高了音调。兽人们闻言，连忙放下手中碗筷，端端正正的坐好，仔细聆听。我们灵猫族捕猎一般来说都是自己捕自己的，多少不限，以至于一些捕猎能力较弱的族人一直以来都吃不饱饭，也引得大家矛盾不断。所以我决定在灵猫族成立捕猎队，由部落所有雄性组成，为整个部落捕捉猎物，猎物带回之后统一分配制作食物，人人有份。一个族群想要富足起来，就一定要有明确的分工，就像机器运行要有流程一样。那族长具体应该怎么做呢？第111章，怎么感觉那么刺激呢？软软顿了一下，目光重新放在了几只兽夫们身上。白翼、雷森、石鱼、燕，灵猫族的战斗力不强，所以就由你们各自带领一队雄性轮流出部落捕猎，可以吗？以前灵猫族的规矩就是族长乃至族长的雄性都可以享用族人猎物，不用出门捕猎。但是现在软软想让灵猫族强大，那就要废除那些陋习，才能服众。没问题。雷森率先点了点头，只要是词主的话，我都答应。白翼乖顺的对软软勾了勾眼尾，我没意见。石鱼不咸不淡的应着，偷偷将蛇尾贴在软软腿边上。现在的气温有回升，他也不再需要冬眠，被软软照顾了那么久，能为软软做事情，他再乐意不过了。我听词主的。燕扯着软软的手臂，轻轻晃了晃。在场的灵猫们面面相觑，有些受宠若惊。真没想到他们的新词主会这样大度，愿意派出自己的雄性给部落帮忙。换做以前的米拉，恨不得左拥右抱，一个也不松手。那就这么定了，西西，你对部落里面的雄性相对了解，就由你分配捕猎队的其他成员。如此，雄性们外出捕猎，雌性们就跟随我采集物资、制作用品、烹饪食物。软软一语敲定，那喂养牲畜和看护畜牧圈就继续交给我们吧，族长姐姐。多宝放下手里的红薯壶，拍了拍胸脯。在灵猫族这么久，他都快把灵猫族当成自己的族群了，能为软软做事，他现在心甘情愿。那好，多亏你了，多宝。软软抬手揉了揉多宝的脑袋。当初狼族入侵，若不是多宝他们及时挖通地道，他还指不定怎么样了呢。如此看来，吸纳别族兽人加入确实是明智之举。族人们，灵猫族的未来需要我们所有人共同努力。我再次保证，会带领大家向前，让曾经最弱的灵猫族在星月森林辉煌起来。软软族长，软软族长，灵猫们跪倒一片，对未来无限憧憬，更是由衷的将全部信仰寄托在了他们的新族长身上。软软眼中的坚定无可撼动，弱者的眼泪只会换来无尽的欺凌鄙视，只有让自己强大起来，才能赢得尊重。入夜，软软主动提出让累了一天的兽夫们回自己的洞穴好好休息一晚，他今天就不用他们陪着了，因为躺在一起他们争风吃醋的睡不着觉是吧？灵宝打趣道。哎，我突然有点理解拥有3宫6院的皇帝为什么还烦了，这样分开睡也好，不然可有的闹了。软软拉过兽皮被子躺下，半眯着眼睛，可独自躺在偌大的石床上，软软还是感觉有些空落落的。今天忙昏了头，所以遇到狐族和狼族的事情他还没有和兽夫们说，尤其是白翼，若是知道自己看到他的杀亲仇人，应该恨不得立刻冲回去撕了西云吧。哒哒哒，忽而一阵细微的脚步声从洞口传来，软软竖起猫耳，一下子起身，只见一道腿长的人影背着洞外的月光立在那里，是燕。燕，这么晚了你不睡觉怎么过来了？软软疑惑歪头，却见燕怀里抱着团兽皮被子，表情委屈巴巴的。词主，我离开你睡不着，你不可以再搂我一晚上啊？燕说着，直接抱着兽皮被子踱到了石床边上，睁着一双星眼看软软。啊，这可以吗，词主？燕捉起来软软的手，贴在唇上吻了吻，语气几乎带着恳求似的。试问一下，这种狗狗戏，哪有谁能拒绝？软软自知是拒绝不了了。那好吧。软软将点头，便见燕直接一咕噜的爬上了石床，弯腰就扑在了软软怀里，使劲拱了拱。词主，你身上好暖和啊。软软抬手扯了扯燕的脸，轻声哄道。好了，既然上来了，就赶紧睡绝觉，明天还有其他事情呢。燕扶着软软的肩膀抬起头，纤细修长的手指挑起软软耳边的银发，掖在了她的耳后，目光勾勒着软软面部的线条，一直挪不开眼睛。词主，你好漂亮。软软抬手按在燕的膝盖上，漫不经心的前倾身子，两人的距离瞬间拉近。那你喜欢吗？软软微微抬眸，眼神中慵懒又带着试探，语气有些蛊惑人心似的。燕的胆子小，分寸感很强，所以软软特别喜欢逗她。被软软那双惑人的眸子撩拨到，燕的心脏狂跳起来，呼吸有些急促，放在软软耳朵上的手顺势抚住了她的脸。喜欢，好喜欢。燕说着，指腹托起软软的下颚，高挺的鼻梁试探性的朝着软软挺进了一些。软软有意没有后退，反而主动侧了侧头，将唇线与燕的面庞对齐。两人的呼吸霎时间撞在了一起，燕身上仿佛过电般的哆嗦一下，气息凝滞，慢慢靠近了那两片她朝思暮想的薄唇。就在刚刚触碰到那柔软唇瓣的时候，哟，我来的不巧了，没想到燕你也在这啊，早知道你在，我就不来了呢。白毅噙着阴阳怪气的调调，双手环胸靠在洞口，暗光下的狐眸散着幽幽的光。你现在走也来得及。
燕深吸一口气，强压着被打扰的怒火，斜了白毅一眼。白毅，你怎么也过来了？软软有些尴尬的咬了咬嘴唇，和准老公亲热，被另一个准老公抓包，怎么感觉那么刺激呢？不来，你可就要有新宠，就不亲我了。白毅酸溜溜的说着，狐狸尾巴已经全都垂在了地上。死装狐！燕翻了个白眼，手上直接抓住软软的手，与他十指相扣。反正此主答应了，今晚会搂着我睡，没你的份。闻言，白毅的表情瞬间破碎，可还是不死心的凑上前。此主，我也想要搂搂。你看我的狐狸尾巴都因为思念你毛发打结了，你给我揉一揉好不好？那个，软软的脸扭成了苦瓜。好吧，他还是没有逃过这离谱的雄劲。你们两个没脸没皮的家伙，原来都在这。第112章，不要不知好歹。还没等软软做出什么反应，石鱼和雷森便不约而同的走了进来。眼看着燕和软软十指交叠的手，石鱼的下颚线一紧，眼中翻涌而起的是抑制不住的妒火，完全忍不了一点。没有过多废话，抬起尾巴就把软软身前的燕给扯下了石床。啊哟！燕摔了个屁股蹲，一个机灵站起身，臭蛇你干嘛？看你不爽！石鱼冷哼了一声，从石床一侧直接上去，弹起来尾巴就靠在了软软旁边。他在洞里翻来覆去了无数遍，不在软软身边，他真的睡不着，索性过来看他，却没想到那3个全来了。心塞塞，雷森站在洞口一动不动，眼神紧紧锁着软软与其他人靠近的画面，一双拳头因为用力握紧，已经指节发白。待到软软的目光终于朝着他投过来时，雷森大踏步的走到了软软跟前，不由分说的就将软软抱在了怀里。我不想离开你睡。啧，宿主你真是艳福不浅，我劝你不要不知好歹，灵宝啧舌。于是大大的石床上再次躺满了男人，软软被围在中间，睡得没心没肺。兽夫们各自贴着软软，满脸都是幸福满足。amp 翌日，软软一觉睡到了日上3竿，被兽夫们围着，真是安全感满满，把他睡得也是香的没边了。轰隆，一阵响声从洞口传来，只见雷森将一面制作精致的木头架子拖进了洞穴，身后的燕也扯进来一张大木头桌子，石鱼则是卷起了一蛇尾的木头凳子。你们这是干嘛呢？软软将衣服穿好，从石床上下来。你这洞穴太空了，我们做了些家具给你添置一下。雷森没记住别的，软软说的家具这2个字倒是记得清楚了。软软眼前一亮，便见那木头架子正好占满洞穴里的一面墙，可以用来放一些杂物。木头桌子和木头凳子则是用红木做的，涂了水胶之后油光锃亮，好看极了。哇塞！软软摸着那些家具，不由得啧叹着。反观整个山洞，真的是越来越有家的样子了。你们真是太能干了！软软一个熊扑，给每个兽夫都来了个大大的拥抱。哎，白毅呢？软软问。他已经带着一对灵猫出去捕猎了。雷森扯过软软的手，在唇边亲了亲。哦，捕猎这种，你们就轮着来，这样每个人都有休息时间。现在灵猫族事情多，也是辛苦你们了。软软看着兽夫们，满脸歉意。你是我们的雌主，为你做事，我们高兴。雷森温温的笑着，他现在别无所求，只要能够一直留在软软身边就好。嘻嘻，我去看看春山他们用桑根线缝的伤口怎么样了。之前拖的时间久了点，现在天气有所回温，但愿不会发炎的好。软软看着空中的艳阳，是希望也是挑战。我一直留意着那老巫医，感觉他还算尽兴。石鱼挨在软软旁边，那最好了，我觉得他也不敢不尽兴。软软眉梢一抬，进了病号洞穴，只见原本还躺在石床上不能动的兽人们，有一些已经能够坐起来了，看到软软也都有些激动。软软族长，您来了。那老巫医赶紧将手中的草药糊糊放下，殷勤的迎了过来，全然没有了一开始的傲娇。自从留在灵猫族，他每天都能吃到见都没见过的美味，感觉人都变年轻了。老巫医，您在灵猫族可还习惯？软软背着手端起架子，略显老成的问道。习惯，这些病给我，您就放心吧。那老巫医一咧嘴，能够得到稳定庇护，还能吃得饱，这不习惯就是蠢了吧？软软斜了那老巫医一眼，抬手将灵泉空间剩余的草药递了过去。这些草药足够支持他们近期的消耗了，一些伤口正常愈合的兽人就可以减少草药用量了。是，老巫医忙不迭的点头，他也是被惊到了。一只如此年轻的雌性，懂得草药竟然比我一个活了几百年的还多，简直是难以置信。以后他难以置信的还多着呢。族长姐姐，族长姐姐！一阵吆喝声从洞外传来，众人整了整神色出去，却见多宝兴奋的跳着脚。现在软软换了身份，多宝对他的称呼也从雌性姐姐变成了族长姐姐。竹鼠认了灵猫族长做姐姐，现在的多宝在竹鼠堆里可是横着走的。怎么了多宝？我大哥大宝在部落不远处发现了一个好几只羊，长得可肥美了呢。多宝笑嘻嘻道。羊群？那可是好东西，快带我们去。软软面上难掩激动，冬天和热热暖暖的羊汤最适配了。好嘞。多宝变回鼠形态，摇晃着圆滚滚的屁股在前面带路。好肥，我记得他刚来灵猫族也没这么肥吧。眼看着前面迈着小短腿蠕动的多宝，煞有介事的一抬眉毛，一口没少吃。石鱼的尾尖百无聊赖地拍打着地面。竹鼠一类没有啥攻击性的，可是蛇最喜欢的食物之一，若不是多宝不能被捕杀，现在估计已经被吃的骨头渣都不剩了。很快，众人在多宝的带领下到了一片小矿地，那里长满了矮小的灌木丛，7、8只羊正佛系地啃着草皮子。嚯，好肥的羊！软软下意识舔了舔嘴唇，仿佛已经闻到羊肉汤的味道了。
这是山地绵羊，皮毛特别厚实，肉质鲜嫩。听着灵宝的介绍，软软没有废话，直接抬手碰地，用异能召唤藤蔓，将那几只毫无防备的绵羊瞬间裹成了粽子。咩咩！为了防止要了他们的命，软软还特意将藤蔓上面的雷电给收了回去。大功告成，今晚咱们喝羊汤。软软拍了拍手，现在的他已经4阶，只要不透支灵力，日常完全够用。木系属性异能形态多变，更是抓捕猎物的好手，给软软省去太多麻烦了。燕和石鱼上前，将那几只绵羊尽数拖了过去，却听不远处响起一阵奇怪的叫声。好好好！第113章，你惹不起我。随之而来的就是一声厉喝。站住！只见众人对面的草丛悸动一下，几道黑影从中跃了出来，是一群狐兽。什么人这么大胆子，敢抢我们狐族的猎物？一只硕大的白狐紧随其后，猛然从灌木中跳了出来，闪身变做了一身姿矫健的男人。那男人一头银色短发，眉目刚毅，左脸上有一道疤痕，似是猛兽抓咬留下的痕迹，衬得他表情更加凶狠。而他的手臂上竟然有5颗阶级印记，是只5阶雄性。宿主注意，那只5阶雄性身上还有异能波动，是异能兽人。灵宝震动了一下，软软的头皮下意识紧了紧，目光一一扫过其余的狐兽，发现他们的阶级竟然也都有4阶水平。狐族是星月森林第2大族群，高阶兽人之多，对比狼族有过之而无不及。灵猫族和他们比起来，简直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就是敢惹我们狐族，不想活了是吧？剩余的狐兽们变作人形的同时，从腰间抽出了古刀，语气极其嚣张，那架势大有一种黑社会的感觉。子主，那狐狸身上有伴侣印记，和昨天西云屁股底下那只灰色5阶狐狸的一样。燕贴在软软耳边低声道。作为风鹏，燕的视力极佳，而且过目不忘，他绝对没有看错。什么？软软咬了咬唇，原来这男人也是白翼的3个兄弟之一，没想到2天时间遇到了2个，而且这么高阶的兽人，还是狐族女王的雄性，就这么被派出来抓猎物了吗？软软保持镇定，语气淡然道：这群绵羊是我们先动手抓捕的，何来抢夺你们猎物一说？语毕，不远不近的与对面的狐兽对峙起来，先探探他们，再想解决方案。哼，我们老远就闻到这羊的味道才赶过来的，谁知道被你们先动手抓了？你们这不是抢是什么？少废话，赶紧把羊给我们！一只狐兽豁然上前，根本没把软软他们放在眼里。狐族最是难缠，恐怕要有麻烦。石鱼低声提醒道：狐狸是所有兽中出了名的狡猾，不少族群都在他们身上吃了亏。那为首的白狐男人同样一脸厉色，傲慢的目光直接盯在了软软脸上，看清的刹那，瞳孔却微微一怔。这好漂亮的雌性灵猫，居然比他们狐族女王还要美，而且也是4阶。他的旁边竟有2只5阶雄性。那男人明显慌了，下意识的往后退了一步，可看着那几只山地绵羊，却面露难色。女王明确说了要吃羊肉，寻了好久才找到这么些，若是不带回去，女王必然要生气。软软不动声色的听着对方的心声，嘴角一扯，他就知道那西云也不是个好伺候的主。那男人攥紧了拳头，深吸一口气，权衡之后，重新将气势捻了起来。你们应该知道狐族在星月森林的实力和地位，所以我劝你们赶紧把那些羊给我们，我们就可以放你们一马，否则惹怒了我们狐族，你们就别想好过了。万一那2只5阶雄性都是异能兽人，硬碰硬我估计会死得不能再死。但是狐族强大，加上我可是有3只5阶异能兽人坐镇的，搬出狐族压着他们，凉他们也不敢反抗。笑了，我们有5只。灵宝表示菜就多练。软软眯了眯眸子，装腔作势的狐狸，他的东西可不是那么容易抢的。哦，我也劝你不要惹我，你也惹不起我。软软眼神示意雷森几人，小声道：吓吓他。兽夫们立刻会意，凝动灵力的同时直接释放异能。嗡，青金蓝3色分别迸发光辉，绚烂的异能光柱冲天而起，吓得对面的狐兽腿下一软，差点跪了。什么情况？3只异能兽，这虽然石鱼和燕的灵力现在没有雷森强，但是气势上完全不输，爆发起来压迫感十足。那男人更是慌的一批，冷汗瞬间浸湿兽皮，他果然没猜错。扯过了2只狐兽挡在了自己跟前，那男人强忍惊惧开口：你究竟是什么人？在他的印象里，灵猫族无论雌雄都是低贱毫无战斗力的种族，今天怎么会突然冒出来一只4阶雌性带着3只异能雄性的？这太诡异了！睁大你的狐狸眼睛看清楚，我雌性姐姐是灵猫族的族长大人。多宝叉着腰，下巴仰得高高的，小表情简直不要太傲娇。什么？灵猫族族长不是那个米拉吗？怎么？呵呵，看来灵猫族最近发生了有趣的事情呢。还没等那男人从懵逼中回神，一阵痴痴的女声便传了过来。也就在这瞬间，空气凝冻，周遭树木无风而动，挡住视线的灌木树丛被一团炙热火焰直接焚化成了黑灰，露出了一双雪白的腿。西云踮着脚尖立，身后是一灰一黑2只巨大的狐狸，那灰色狐狸口中还带着火星，棕黑色的眸子死死盯着雷森等人。火属性异能和白翼一样。女王大人，拜见女王大人。那银发男人单手横在胸前，朝着西云作揖，在场的狐兽纷纷跪倒在地。白风，你怎么回事？抓个羊闹出这么大动静？西云装模作样的嗔怪一声，指尖点着那银发男人的额头，眼神却不偏不倚地落在了软软脸上。原来他就是白风。软软记得白翼曾跟他说过，他的3个兄弟分别叫白风、白晨、白温，全都是火属性异能兽人。西云招了招手，
身后的2只狐狸连忙变作了人形，俯身将他擒在了手臂上，待到坐稳，西云纤细的指尖戳在了唇边。哟，是灵猫族的新族长啊，我们还是第一次见面吧。话音刚落，对方的心声就飘了出来。果然和打探的一样，米拉那废兽被人取代了。也不知这雌性有什么手段。软软并没有第一时间接话，转而与西云四目相对。看来这母狐狸派人暗中打探了他，只是看上去他似乎还不知道他有异能。第114章，迟早都是我的。真是不好意思，我的雄性不懂事，冒犯了灵猫族长，您不会怪罪吧？西云嘴角上扬，看似在表达歉意，可那不怀好意的眼神却在雷森几人身上游走。好优质的几只异能雄性，样貌竟然比白晨他们还要好看，这低贱的灵猫凭什么拥有他们？真是作践了这么好的雄性。听到这话，软软紧紧咬住了牙根，表情却没有露出一丝破绽。当然不会，只是被打扰了兴致，有些烦罢了。呵呵，灵猫族长真会说笑。本女王路过，正好看到您雄性身上的异能灵力光柱，便好奇过来看看，只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西云眉梢一抬，软软面色凝重起来。西云的每一句话都在试探他，可见这母狐狸一肚子心眼。这种时候，他必须撑住气势，不能露出破绽。毕竟只要不动手，石鱼和燕灵力不足就不会暴露。女王大人，我来给您抓羊，他们却出手抢夺，还言语威胁我，根本没把我们狐族放在眼里。白风单膝跪地，开始给西云告状。住口！几只羊而已，既然灵猫族长喜欢，那就尽管拿去。听说灵猫族处在星月森林边地，食物稀少，恐怕日子也不好过吧。西云皮笑肉不笑，眼底漫着寒霜，真真把伪善2个字诠释得淋漓尽致。不劳狐族女王费心了，本族长还有事，恕不奉陪。软软懒得和这狐族女王拉扯，既然他没有要抢的意思，他就顺水推舟赶紧离开，以免言多必失，引来麻烦。毕竟对方人多势众，真的动起手，石鱼和燕灵力不占上风不说，灵猫族现在还没有完全恢复元气，万一惹得狐族大肆进攻，又是一场浩劫。西云背齿一咬，眼睁睁看着软软等人带着绵羊离开，眼底霎时染上一层赤色。女王大人，您怎么就让他们那么走了？那羊，蠢货，没见到对方也有2只5阶异能兽人吗？而且一只荒漠金狮，一条水森然，那只风鹏虽是4阶，却也有异能，硬碰硬，你能落得什么好处？西云呵斥一声，狐族能够跻身星月森林第2大族群，靠的就是族人数量和白风他们的战斗力威慑，异能兽他也只有白风他们3兄弟，若是有什么闪失，其他族群不得把狐族生吞活剥了。是。白风垂下头去，女王，消消气，我们现在最主要的还是得尽快找到白翼才行。一旁的白晨轻轻顺了顺西云的后背。没错，白翼是除了那小雌狐之外，唯一完全继承上一任狐后王族血脉的狐兽，实力强悍，不能不重视。现在还没找到他，我们确实还不能和任何族群发生冲突。万一受伤，白翼趁机回来反咬一口，狐族可就要乱了。三弟，你专心捕猎，莫要再生事。白文说着，淡淡扫了白风一眼。他们虽然都是5阶异能兽，却有着旁人不知道的缺陷，所以除掉白翼势在必行。知道了。白风硬生生把气噎进了肚子里。他是个直性子，面容又有缺陷，更不如白温和白晨会讨西云欢心，所以就被派出去做带人捕猎这种粗使活。虽然他心里不满，但也没办法。哼，一只低贱的灵猫也配拥有5阶异能兽人当雄性？等着吧，他们迟早都是我的。西云看着软软等人离去的方向，冷冷一笑，狐眸中满是算计。这边的软软等人带了绵羊回部落，正好碰上捕猎回来的白翼等人。软软瞧瞧，我们抓到了2只鹿。白翼凑到软软跟前，手指挑起他那银色长发，妖公似的歪头一笑。辛苦了，我们也抓了好几只山地绵羊回来，今晚就做鹿肉和羊汤吧。软软朝着白翼伸出手，便见白翼十分配合的低下头，将毛茸茸的耳朵蹭在软软的手掌上。此主最喜欢摸他的耳朵和尾巴了。好嘞，族长，交给我们吧。阿香和阿化熟练的带人拖走了1头鹿和1只羊，开始备菜。雷森则将剩下的羊和鹿带去了畜牧圈。白叶，你跟我过来一下。软软的语气有些严肃，收回白翼头上的手，率先朝着洞穴走去。白翼不明所以，连忙跟了过去，手上很自然地牵着软软和他十指相扣。看着2人远去的背影，燕鼓起腮帮子，心里又有点酸酸的。狐狸果然还是狐狸，公母都一样的会勾引人。石鱼冷哼了一声，拿着钓竿抓鱼去了。刚进到洞穴，软软拉过凳子，还没等坐下，就被白翼直接从身后抱住。白翼微凉的唇瓣贴在软软的脖子上，寸寸摩挲，鼻息之间贪婪地嗅着软软身上的性激素味道，蓬松的大尾巴有些兴奋地甩来甩去。此主，你好香啊！可白翼，我有正事和你说，我昨天和刚刚都见到了狐族女王西云，包括她的3只异能雄性。软软清了清嗓子，认真道。闻言，白翼晃动的尾巴立时停了下来，反手拉住了软软的胳膊，将他转了过来。什么？那他们有没有对你做什么？你没受伤吧？狐族女王和她那3个兄弟什么德行，白翼再清楚不过，想要的东西费尽心机也会得到。我没事，雷森他们都在，所以对方也只是互相试探说了几句话。撞上白翼那双紧张颤动的瞳孔，软软赶紧揉了揉白翼的手指，示意他放轻松。那便好，你们刚刚是在哪里碰到的？按理来说，那母狐狸是不会亲自出族群的。白翼拉过凳子，和软软面对面坐下。作为族群女王，西云特别惜命，所以要不是有紧急的事情，肯定不会自己出面。就在灵猫族不远处，软软将昨日他和燕青里狼族的事情和白翼说了一下。那狐族女王
点名要找你。不过那些狼兽已经死光了，想来是因为没有了人帮忙，所以他们才亲自出来寻你。这群家伙，白毅死死咬着犬齿，眼中恨意难减。我知道你们之间的恩怨，不过他现在不知道你在灵猫族，所以我倒是有个计划。软软若有所思的一挑眉，什么计划？第115章，没有什么比你更重要。你有没有发现，最近灵猫族附近多了许多陌生兽人？软软略显神秘的压低了声音。自从灵猫族从狼族风波存活下来之后，就似乎被星月森林中很多族群给盯上到了。任谁也没有想到，一个末流的小族群竟然能够让一支庞大的部落溃败解体。如此，灵猫族不想惹人注意，也已经惹人注意了。白毅眉头一紧，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多为猿猴族，也有少量熊族，他们距离部落不远不近，看上去无意，但是实际上一直在盯着我们。因为那群猴子一直没有什么过分举动，更没有进入灵猫族的领地，所以我们也就只是防备了一些，没有直接驱逐。一个族群越是富足，就越容易招致祸端。那群猿猴还没有探清楚灵猫族虚实，所以不敢贸然发动进攻，可一旦被他们找到破绽，就会是下一个狼族。所以此番借着西云寻你心切，我想利用狐族来换取灵猫族的暂时安定。软软直起身子，手指盘算般的在木头桌子上敲了敲。利用狐族？白毅不解，软软的小脑瓜子里总能盘算出主意，纵使是他也想不出的。没错，据我所知，狐族和猿猴族向来不睦，一直都是宿敌。可对，猿猴族长最爱好优质雌性，以疯抢他族雌性为乐趣，而狐族的雌性生的要比其他族类美丽得多，所以是猿猴族重点骚扰的。当初西云那母狐狸还不是女王的时候，就曾被猿猴族长羞辱过，还差点被他掳回猿猴族，所以西云对猿猴族长一直都是恨得牙痒痒。白毅点了点头，握着软软的手轻轻摇晃着。这就对了，今天我们和狐族因为那几只山地绵羊差点起了冲突，冬季食物匮乏，而且按照西云的性子来讲，他是不会将猎物轻易让给我们的，可他却出乎意料的让了。这说明什么？说明他对雷森石鱼他们有所忌惮，而且他还不了解灵猫族，那就一定会派更多狐兽过来打探灵猫族。所以我想让你去猿猴族浪一圈，让他们以为你在猿猴族。软软说完，朝着白毅灵性的眨了眨眼。狐族位置距离灵猫族较远，所以若不是狼族余孽找到西云，西云都不知道灵猫族已经易主了。更何况西云从来就没有把灵猫族放在眼里过，所以软软也料定西云不会想到白毅就在灵猫族。你的意思是想让西云误以为我在猿猴族，然后派人去猿猴族附近窥视，而猿猴族和狐族不睦，会担心狐族对他们不利，将心思一门放在对方身上，就不会太过注意灵猫族了。白毅试探着总结了一下。聪明。软软对着白毅竖起来大拇指。就是这样，而且我想找机会让他们互相残杀，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到时候也是帮你报仇的好时机。听到报仇两个字，白毅的眼神几乎是瞬间一亮。白话的死在白毅心中一直都是一根刺，西云是他的杀亲仇人，可如今却夺了本属于他的族群逍遥快活，他怎能不恨？可是软软，我不想让你置身险境，我的仇是我的事情，在我有能力之前，我不会去冒险，更不会让你去冒险的，因为在我心里没有什么比你更重要。白毅怜爱的摸了摸软软的脸蛋，眼神温润的不像话。闻言，软软的心上微微一颤，忽而有种悸动的感觉。虽然白毅对他总都是热情的，但是一开始他能感觉到他是为了讨好他，目的只是为了和他交配，得到力量回去报仇。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白毅对他的心思也变得细腻了起来，开始事事为他着想，以至于如今竟然愿意暂时放下心中最大的执念去考虑他的安危。白毅啊，有没有发现你变了？软软忽而一笑，抬手将白毅的脸托了起来。啊！白毅怔了怔，狐眸稍垂，变得越来越真诚了。软软歪头，白毅猛猛地抖了抖狐耳。是啊，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他更在乎的是软软，而不是能否和他交配。那种变化是他自己都没有察觉到的。你是我的雄性，你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我一定会帮你给你妹妹报仇，一定。软软的表情认真起来，扶着白毅肩膀的手臂紧紧的。白毅抿了抿唇，长长的睫毛染上一层水雾，有力的臂弯一下子将软软搂进了怀里。谢谢你，雌主。软软抬头，两人眸光相撞，真诚交互，几乎是瞬间碰撞起了火花。白毅缓缓垂下头去，轻轻着吻上了软软绵软的唇瓣，呼吸交叠，由轻转重。白毅修长的指尖划过软软的后背，落在他的腰间，猛一用力，将他托抱在了大腿上。雌主。白毅将头深深埋在软软的脖颈中间，耳尖红得不像话，9条蓬松的大尾巴也不受控制地舞动着。天还没黑呢，外面还有事情要做，你乖。软软按住了白毅抚入的手，心脏却狂跳着。白毅在兽夫中间外貌是极具杀伤力的，那种魅惑的美，换了任何一个人都是无法抗拒的。好吧，白毅很听话地收了动作，深吸了几口气，似在平息。软软抚着白毅绯红的面颊，目光顺着他那凝脂般的白皙肌肤看了看，脑海中突然冒出来一个念头：白毅那里是白的还是粉的？哪里啊？是我想的那种吗？嘿嘿。灵宝尖笑一声，去，哪都有你。告诉你个秘密哦，宿主，一般特别白的人头粉体白，你可有福了哦。哈哈，羞死了！你他妈确定你是系统不是劳保？软软脸色爆红，赶紧从白毅身上逃开，努力消除脑海中的画面。白毅怀中一空，眼睁睁看着软软捂着脸逃出了洞穴，独自凌乱了一会，慢慢趴在了木头桌上，眉眼弯弯。此主害羞起来好可爱。哎，此主，
你这是怎么了？第116章兵行险招。燕一脸猛地看着满脸通红的软软，缓了缓道：该不会是白毅那个家伙欺负你了？我去找他算账去。不是，是那个洞穴里面的火堆太热了，把我热的。软软胡乱编了个理由搪塞。哦，那我下次少添点木头。此主你脸好红啊，我给你揉一揉吧。燕拖着软软滚烫的小脸，满眼心疼。软软松了一口气，靠在燕的臂弯里面闭上了眼睛。好单纯的燕宝宝。对了燕，明天是你带队捕猎，去林子里的时候，让所有人把这几句话挂在嘴边上。软软拉过燕的脖子，跟他耳语几句。哦好，可是为什么要这么说啊？燕不明所以。嘻嘻，到时候你就知道了。软软挑了挑眉。翌日，哎呦，你们听说了没有？猿猴族啊，最近不知道在密谋什么，好像一直在说什么狐族。啊？真的假的？真的。而且有人看见一只白色的狐狸出现在猿猴族那里。你说狐族该不会和猿猴族有什么关系吧？啧，谁知道呢？听说那白色的狐狸有9条尾巴呢。哎呦呦，可不得了了！燕带着灵猫们在林子中间踱步，嘴上有意无意地呱啦着。果不其然，暗处的几只狐狸一直跟着他们，将众人的对话一字不落地听了去。快回去告诉女王大人。是。什么？猿猴族？你确定你没听错？西云一下子从石床上坐了起来。没有听错，女王大人，是那些灵猫族说的，我们几个在暗处听得清清楚楚的。据他们描述，那狐狸是白色的，有9条尾巴，应当就是白翼的。回来报信的几只狐兽使劲点头。西云绷着脸慢慢坐回了石床上，一旁的白尘面露难色。女王，若是白翼真的和猿猴族勾结到了一起，会不会带着猿猴族来进攻我们狐族？听到这句，西云的脸色都青了一些。虽然狐族跻身星月森林第2大族群，但是对比第1族群的猿猴族还是有所差距的。我就知道白翼那件狐狸不会老实的。白风，你亲自带人去给我盯住猿猴族，如果确实发现了白翼的踪迹，就赶紧回来告诉我。西云神情不宁道。是。这边软软带着其他灵猫们在部落里面又挖了好几个大大小小的地窖，以备不时之需。忙活完，软软叉着腰沿着部落走了一圈又一圈，心里不知道在盘算着什么。软软，一声轻轻的呼唤从身后传来，只见雷森拿着一件兽皮披风径直过来，裹在了软软身上。现在还冷着，你怎么只穿了一件兽皮衣服就出来了？小心冻伤了。嘻嘻，我不冷。软软搓了搓冻红的鼻头。那也不成，天都快黑了。你在这做什么呢？雷森将软软搂在怀里，用温暖的大手给他暖着脸蛋。我在看咱们部落的布局，虽然灵猫族地处山腰，易守难攻，但是毕竟也是散装部落，一旦有人入侵，就可以长驱直入。我想在部落周围建造防御的土墙，用来狙击入侵者。软软说着，用手在空中比量了一下。土墙？对，就像灶台那样的制作方法，只不过是做一个大的灶台，把部落围起来。只是森林的土都很松软，粘性不足，做不了土墙材料。软软叹了口气，有些犯难。毕竟灵猫族也不小，蛇灵的粘土用来抹个灶台还行，建造墙的话还是有些捉襟见肘的。确实，现在是冬季，很难采集可以用的土。不过有一个地方应该有你要的那种土。雷森捏着下巴，若有所思道：什么地方？绝境荒漠。绝境荒漠。雷森和灵宝的声音几乎同时响起。绝境荒漠腹地泥土一类非常丰富，金狮族就是用那里的土垒洞穴居住的。雷森继续道：是的，那种土粘性堪比粘土，而且韧性强，抗风耐寒耐雨水，是做建筑材料的上上之选。灵宝也附和道：那太好了，我们等到天暖了可以去一趟。软软咧嘴一笑。只不过雷森话锋一转，金狮族并非一个整体，是无数雄狮带领的部落散居的，且各个部落之间争斗不休，十分危险。不过你若想去，有一个金狮部落，我可以确保安全，而且你在那里采集泥土不会有人阻止的。哦，是我唯一的亲弟弟的部落，到时候我带你过去。雷森抬手揉了揉软软的脑袋，眼中忽而有些化不开的回忆似的。联想起来雷森和石鱼生气那次，软软隐隐觉得那也将是一次彻底了解雷森过往的旅程。好呢，等到部落全都安顿完毕，我要先和石鱼再去一趟蛇林采集草药，部落里面的草药已经所剩无几了。望着不远处落下的日头，软软靠在了雷森宽大的胸脯上。回洞穴吧。雷森应了一声，将软软打横抱起，径直朝着洞穴走去。里面白毅已经等候多时了，燕和石鱼也同时从火堆旁起身。软软的分洞计划分了个寂寞，没有一个兽夫愿意离开他旁边。软软也想通了，他和其他人若想亲热，就去他们各自的洞穴便罢了。正好兽夫们和他多多接触灵力，也能有所敬意。白夜，你去猿猴族的时候千万小心些，要被想发现你的人发现，又要及时隐藏起来，天亮之前你就回来。软软嘱咐着。这次软软和白毅也是兵行险招，只要能成，计划的第一步也就完成了。放心吧，资主，我会注意。白毅俯身亲昵地贴了贴软软的额头，闪身变作圆形跑出了部落。趁着夜色，白毅一路奔走，悄无声息地潜到了猿猴族附近。果不其然，发现了蹲守在那里的白风。还没等白毅有什么动作，却见不远处的猿猴族中出现了一抹熟悉的身影，那是灵楚。第117章打起来了，打起来了。白毅心里咯噔一声，他怎么会出现在猿猴族的？没有贸然行动，白毅隐匿着身形，小心观察着。此时的灵楚并非孤身一人，
他的身后还跟着10几只同样雄壮的岩虎。仔细看去，林楚原本光亮的皮毛已经变得晦暗，无数未曾愈合的伤口还在透着血痕。可他身上的灵力竟然极其强盛，仿佛回归了巅峰一般。白毅心里有些异样愤恨，难不成他真的背叛了软软，和其他雌性交配了？否则怎么会恢复灵力的？巴顿，你这丑猴子，快把我阿姐交出来！变作圆形的灵楚弓起脊背，对着猿猴族内嘶吼着。10几只猿猴手握骨刀，将灵楚等人里3层外3层的围在中间，不停地反复横跳，可却没有一个敢真的上前。岩虎毕竟是丛林中最强大的兽类种族，单体作战能力极强，就算是强大如猿猴族，硬碰硬也只会脱层皮。呵呵，竟然敢跑到本族长这里来要人，真是大胆！你是不想活了？厉喝声从一庞大的树洞中传了出来，大地震颤，一抹高大的身影自树洞中缓缓走了出来。只见那是一只极其高大的猴子，那猴子四肢粗壮，背毛发白，满脸的黑皱扒皮，嘴唇子像2条反光的墨鱼香肠，一双灰溜溜的小眼睛，长长的发黄犬齿露在嘴外面，凶相毕露。与其说是猴子，用变异大猩猩来形容似乎更加贴切。而他的身后竟然还跟着2头和灵楚极为相似的岩虎，好丑！白毅情不自禁地闭了一下眼睛，似乎感觉目光被污染到了。这大猴子他也认识，正是这猿猴族的族长，5阶异能兽人银背巨猿巴顿。可那2只岩虎为什么会跟巴顿在一起的？在看到巴顿和那2只岩虎的瞬间，灵楚的眼底猛然漫上一层血色。把我阿姐还回来！你们2个叛徒，我定要将你们碎尸万段！灵楚和林英杀回岩虎族，成功驱逐了他那2个犯上作乱的兄弟，却没想到他们暗中使坏抓走了林英，还将林英送给巴顿投诚，以求得猿猴族的支持。猿猴族的雌性生的和巴顿一般丑陋，根本下不去嘴，所以巴顿毕生最大的爱好就是剽窃他族雌性。面对如林英般优质的雌性，他根本就抵抗不了。还在嚣张？那你看到他还嚣张得起来吗？巴顿将背在身后的手伸了出来，他那宽大的掌心里面正握着变回人形的林英。林英衣衫不整，头发凌乱，脸上还带着伤痕，正有一口气没一口气的喘息着，难以想象他经历了什么。阿姐，灵楚的瞳孔震颤一下，心中翻涌而起的是无穷无尽的恨意。怎么，你还想对我族进攻吗？别忘了，这母虎在我手里，只要我稍稍用力，就能捏碎它的骨头。巴顿威胁似的，嘴角一歪，4只粗壮的手指紧了紧。林英情不自禁地张开嘴，脸色一下子就白了。巴顿也是有自己的算计的，岩虎战斗力很强，万一把这岩虎王逼急了，吃亏的是他，所以挟持这母老虎是最好的法子。灵楚的肚腹剧烈起伏着，老虎耳朵已经紧紧贴在头皮上，无不反映了他此刻的紧张无助。林英是他在这世上唯一的亲人了，从小到大他任性淘气，都是阿姐给他收拾烂摊子，关爱着他，父母死后更是阿姐保护他，让他做自己的事情。可现如今，他还没有带他见过自己那样好的雌主，还没有让林英过上好日子，林英却已经命悬一线了。扑哧，灵楚，别反抗了，你亲姐姐就在我们手里，只要你让出王位，将王族血脉废除，我们会给你一个体面的死法的。一只岩虎抬起爪子，捂着嘴嗤笑着，就是不要以为你强制觉醒了王族血脉就无敌了，我想你这状态也维持不了多久吧，只有2条路，要么自己死，要么看着你阿姐死。另一只岩虎附和着，略显狗腿的往巴顿旁边凑了凑。巴顿是土属性5阶异能兽人，因为被众多雌性滋养，所以灵力超群，只要傍上他的大腿，夺回岩虎族简直轻而易举。嗨嗨，林英费力的喘息一声，强撑着抬起头，灵楚，别听他们的，带着族人走，不用管我。岩虎族的未来需要你，是阿姐一个不怕的。你现在是岩虎王了，别为了阿姐让我们的族群陷入险境。给我闭嘴！巴顿抬起手指恶，狠狠地捏住了林英的脑袋，仿佛下一秒就要将其拧下来。他心里正恼怒着呢。原本看着林英美貌，他还想霸王硬上弓来着，却没想到这母老虎性子烈如火，差点把他树洞给掀了。没办法，他只能把他打个半死，正准备干，好事又被灵楚给搅和了。巴顿，你敢对我阿姐做什么？我发誓，让你的猿猴族再没一个活口！灵楚长鞭式的尾巴紧紧绷起，身上腾腾而起是火红色的灵力波动，那波动四散荡开，震人心魂，就连白毅都避了一下锋芒。没想到数日不见，灵楚已经成为了岩虎族的新王，可看上去他的麻烦不小啊，得想办法先帮帮他才行。想到这里，白毅的目光放在了不远处还在卖力偷窥的白风身上。哼，有了，岩虎王，你的口气不要太大，这是我猿猴族的地盘，我有几百只族人调遣，你也就10几只岩虎而已，能撑多久？巴顿弯下腰，对着灵楚吹了吹硕大的鼻孔，眼中满是嘲讽。则灵楚的利爪死死抓着地面。巴顿说的没错，他现在硬碰硬根本没有胜算，可无论如何他也不能丢下林英，如此你便受死！好！灵楚发出一声虎啸，身后的岩虎们得到命令，直接朝着周围的猴子飞扑了上去。另一边的白风带着狐兽们看得正起劲，嘴里更是唏嘘不断，打起来了，打起来了！2个星月森林最强大的族群竟然打起来了，却完全没注意到白毅已经潜到了他的身后。第118章赢妈了！白毅瞅准时机，飞起一脚就将白风从草丛里踢了出去。白风大叫一声，在空中划过一道抛物线，不偏不倚地掉进了正在缠斗的战场中间。周围的声音戛然而止，不约而同地停下了动作，一脸懵逼地看着这个突然冒出来的家伙。狐狸！巴顿张了张嘴。白风揉着被踹的屁股起身，
谁踹的我？谁？可还没等抓狂，却发现自己已经被围在了中间，所有人阴恻恻的目光正盯着他。白风的尾巴毛炸成了鸡毛掸子，颤颤巍巍的开口道：“我只是路过的。”可还没等说完，一声吆喝就从林子里传了出来：“狐族来进攻了！”咻！剩下那群还蹲在灌木里面的倒霉狐兽被白翼鸡尾8拳给扇了出去。他要把这池子搅浑了才好下手。看到那些狐狸一个接一个的跳出来，猿猴们直接大惊失色。什么？狐族来进攻了？怎么办？狐族和猿猴族是宿敌，人尽皆知，两族因为软软的计划都开始互相猜忌，这几天一直都绷着神经紧盯对方，生怕会被对方袭击。而白翼这下无疑是把两族之间的窗户纸彻底捅破了。慌什么？赶紧给我摆好阵型，应对进攻！西云，你这贱狐狸，还真敢对我动手，我饶不了你！巴顿气得怒吼一声。可原本还在焦头烂额应对岩虎的猴子们已经不知道该打谁了，一个个握着骨刀，满脸茫然。岩虎们率先回过神来，张开血口，开始在猴群中横冲直撞。原本还有序进攻的猴子们登时慌乱不已，节节败退。整个猿猴族开始老虎打猴子，猴子打狐狸，狐狸打老虎，已经乱作了一团。可恶！巴顿看到白风气不打一处来，抬手就朝着白风抽了过去。白风眼见不好，赶紧换出异能去挡。臭猴子，你敢打我？我也是5阶异能兽人。说完，白风直接跳到了巴顿身上，又抓又咬，同时唤出狐火，烧焦了巴顿一大块毛发。灵楚也管不了那么多了，趁着巴顿没反应过来，一个飞扑跳到了巴顿身上，也开始对着巴顿疯狂攻击，张嘴吐出一颗火球，直冲巴顿面门而去。不好！巴顿手忙脚乱地应对着2只异能兽人的袭击，那强大的体型在此刻却是有些累赘，便是抬掌机的换出一面土盾去挡灵楚的火焰，飞起一脚将白风给踹了出去。白风已经杀红了眼，从地上滚了滚爬起来，顺着巴顿的后背跳了上去，一把狐火给巴顿脑袋上的毛点着了。哈哈！我的头！巴顿手忙脚乱地去抓脑袋，完全忽略了手中还握着灵鹰，指尖一松，灵鹰直接从高处滑落了下去。阿姐！灵楚见状正要扑身而下，却觉眼前一阵漆黑，血晕感席卷全身，四肢不受控制的痉挛，直接滚落在地。糟了，要到极限了吗？白翼眼疾手快，一个弹步上前，稳稳用尾巴缠住了灵鹰，将他接住，又另起一尾巴缠住了灵楚的后腿，将他直接拉离了战场。原本还在战斗的岩虎见到灵楚被拉走，连忙清理了身上的猴子，朝着白翼追了过去。王，把我们王放下！剩下的那2只岩虎眼见灵楚被拉跑了，急得就要上去追，却被猴子们当成了帮凶缠住。放开我！你们这群蠢猴子！放开！脑子不灵光的白风根本没有注意到周围的变化，还是一门心思的和巴顿打斗。而一开始以猿猴族和岩虎族的战斗已经被狐族和猿猴族战斗取代。白翼这一招搅浑水，直接赢麻了。不知道跑了多久，白翼敏锐的耳朵已经再也听不到背后的动静，方才停了下来。此时的灵楚和灵鹰皆昏迷不醒，灵楚的体温在急速下降，似乎下一秒就要结冰了似的。这什么情况？白翼抬手触了一下灵楚冻僵的面颊，眼中一闪而过的惊惧。这大老虎身上发生了什么？白翼！一声熟悉的呼唤声从上空传来，只见软软坐在燕的背上，迎着冷风落在了地上。此主，你怎么来了？白翼怔了一下，连忙上前拉住了软软的手。我支援猴族危险，见你这么久不回来，实在放心不下，就来找你了。看到白翼平安无事，软软提着的心总算落地，余光瞟向地面，便是一抹扎眼的红。这时软软蹲下身子，抬手轻轻擦去那人脸上沾染的血，看清其面容的瞬间，瞳孔骤然收缩一下。灵楚，你怎么了？白翼，这到底怎么回事？软软将灵楚抱起在怀里，却明显感觉到那向来温暖的大老虎此时此刻冷得吓人。事情有点复杂，我一时间说不太清楚。那个是灵楚的阿姐，我刚带他们从猿猴族逃出来。白翼紧了紧眉头。宿主，这老虎的心跳已经变得微弱了，恐怕要忌了。灵宝赶忙提醒道。先不管那么多了，燕，来帮忙，带他们2个回部落再说。软软抬手用灵拳护住灵楚的心脉。好，一进洞穴，燕和白翼便将灵楚和灵鹰放在了石床上面。看到2人的刹那，雷森和石鱼一脸懵。快，拿2张厚的兽皮被子来。软软急道，用灵拳修复灵楚身上伤口的同时，又取出一株补气草药，碾碎压在灵楚舌下。他已经完全感觉不到灵楚的体温了。灵楚的嘴唇一下一下抖动着，长长的红色睫毛覆了一层冰霜，喉咙中间却一直反复地发出什么声音。软软将头凑到了灵楚跟前，耳间吹过一阵冷气，那呢喃的语调清晰了些。此主，我好想你。软软鼻头一酸，抬手捧住灵楚僵硬的脸揉搓着。雷森率先反应过来，赶忙从木头架子上面扯下来一张兽皮被子盖在了灵楚身上。石鱼往火堆里添了几把木头，凑到了石床跟前。灵楚，他怎么成这样了？第119章，真是他的福气啊！软软没有回答，而是顺势看向了白翼。白翼顿了顿，将刚才发生的事情叙述一遍，又补充道：具体的我就知道这些，至于灵楚到底怎么了，我也不清楚。而且看他的样子，好像是遭到了什么反噬似的。带有血气的手掌慢慢有了温度，软软这才松了一口气。他到底都遭遇了什么？你说什么？死了？白风可是5阶异能兽人，怎么可能说死就死？西云猛然从石床上站了起来，身上的兽皮衣服都没穿整齐。女王大人，我说的都是真的，
要不是我装死逃过一劫，恐怕都不能回来报信了。猿猴族长杀死了白风大人，还杀了我们其他族人，而且我看到白翼了，他帮着猿猴族攻击我们。跟着白风大人过去的几十只狐兽全都没了。那报信的狐狸拖着2条断裂的腿，满脸横泪的控诉着。当时的他是被白翼一尾巴抡进战场的，还没等反应就被冲上来的猴子埋进去了。兽氏除了阶级之分，还有血脉之分，传承的血脉越高贵，兽人本身就越强大。而白风虽然也是5阶异能兽人，但是血脉过低，同阶级的异能兽人中也只是末流，面对巴顿那样的5阶巅峰异能兽根本不是对手，所以一旦和巴顿交手，根本不可能活着回来了。西云两眼一翻，险些晕倒，幸好被白温和白晨扶了一把。怎么会这样？白翼、巴顿，你们竟然敢杀我的雄性！狐族就靠着这3只异能雄性撑场面，结果现在不声不响的就死了一只，这让他该怎么办？女王，接下来该怎么办？3弟就这么死了，那巴顿实力强悍，恐怕早就和白翼串通一气想进攻我们的狐族了。白温满脸担忧。是啊，万一猿猴族率先进攻，我族岂不是毫无胜算？白晨扶着西云的手臂附和道。怕什么？现在是寒冬，没有果子一类猿猴食物匮乏，还不至于直接过来进攻。白翼再厉害，巴顿那家伙更是一肚子诡计，恐怕不会轻易听从白翼的。现在狐族最重要的是足够的食物，传令下去，所有狐兽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找寻猎物，而且有一个弱等族群，我记得猎物十分丰富。西云眯了眯狐眸，也只是短暂的替白风伤心了一下。虽然白风死了，但是他有机会得到更厉害的雄性。您说的是灵猫族？白温试探道。没错，之前不是有狐兽打探过，曾经的狼兽是为了他们部落的猎物才进攻的吗？西云重新坐回石床上，抬起雪白的大腿往白温面前递去。白温赶忙接住西云的腿，替他轻轻揉捏，嘴上小心翼翼道：可是女王大人，那灵猫族有2只5阶异能兽人，1只4阶异能兽人，就连狼族都在他们那里吃了亏。我们族群要是贸然进攻的话，谁说本女王要进攻他们了？我才不会做狼王那样的蠢事。眼下还有个更好的办法。西云伸出舌头，贪婪地舔舐了一下嘴唇，那只4阶的风鹏就是突破口。可嗨！林英闷声咳嗽着，费劲地睁开了眼睛，视线渐渐清晰，映入眼帘的是一面平整的石壁。这是哪里？林英慢慢坐起身，环顾四周，发现这是一个装横有些奇怪的大洞穴。洞穴中温暖如春，空气中还弥漫着一股说不清楚的香味。更不可思议的是，他身上的伤口都被敷上了绿色的草糊糊，而且已经不疼了。反观林楚的脸色依旧青灰，身上盖着厚厚的兽皮被子，正端端正正地躺在他旁边，还没有要醒过来的迹象。你醒了！呼的一阵好听的女声从洞口传来。林英恍然抬头，只见一银发粉眸、气质线线的美丽女子从洞穴外面走了进来，而她的手中还端着一热气腾腾的什么，正散发着诱人的香味。你是谁？林英略显警惕地看向软软，虽然不认识她，但是林英总觉得对这雌性有种莫名的亲切感。软软将手中的羊肉汤放到了林英跟前，摊开手心的血气在林英面前晃了晃。我不知道林楚有没有跟你说过我？林英怔了一下，将反应了过来。你是林楚的雌性？软软，您是林楚的姐姐吧？很高兴见到您。软软柔和一笑。林英被那笑暖了一下，有些愣神。他曾无数次想象过林楚口中那个最好的雌主是什么样子。林楚向来性子目中无人，究竟是怎样的一只雌性能够让林楚那么的死心塌地？今日一见，他似乎瞬间明白了，林楚的雌性竟然是这样美丽温柔的灵猫。想到这里，林英扯住软软的手腕，将她拉到了跟前。快过来，让我好好看看。哎呀，真好看啊！林楚能做你的雄性，真是他的福气啊！面对自己大姑姐的极高评价，软软内心有些小窃喜，却也装作矜持的低了一下头。谢谢。林楚成天在我耳边念叨你，今天一见你，我可是知道了。真好啊！林英笑得合不拢嘴，已经被喜悦冲昏头脑，全然忘了自己的满身伤痛了。对了，这是羊肉汤，您受了伤需要好好补养身体。虽然我给您敷了草药，但是想要完全好全也得一些时日。你还会用草药？林英又是一惊，手上却下意识地端起来了那碗羊汤，望着汤水表面飘散的油花，已经忍不住咽口水了。林楚还没醒过来，不过情况已经稳定了，方便问一下，你们遭遇了什么吗？软软坐在了石床边上，尽量表现出平易近人的样子。毕竟是林楚的姐姐，就像见父母一个道理。说起来，软软还有点紧张呢。林英抿了一口羊汤，被那美味惊到眼神一亮的同时，也低垂下了眸子。既然你是林楚的雌性，我也不瞒你了。3日前，第120章，我实在忍不下去了。林英开始徐徐道来。3日前，我与林楚刚刚平和炎虎族的内乱，将他那2个犯上作乱的兄弟林峰、林业驱逐出了族群，而林楚也顺利成为了新任的炎虎王。他当时特别兴奋地想回来找你，我同意了。可他因为强行激发王族血脉恢复灵力，导致了第1次晕厥。我急于去给他寻巫医救命，却中了林峰林业的圈套，被他们绑去了猿猴族。猿猴族长巴顿最喜欢别族雌性，所以他想对我用强，我不从，他恼羞成怒，将我虐打到几乎昏厥。林英抱着膝盖说到这里的时候，声音都颤抖了。她作为一族王女，有自己的骄傲和尊严，要是被巴顿这种恶心的雄性玷污，林英真的会一死了之。幸而只是受了些皮肉之苦，还未被对方得逞。软软察觉到了林英的后怕，抬手放在了他的肩膀上，以示安慰。林英深吸了一口气，继续道：他们抓住我，
要挟林楚重新交出王位，但是我们炎虎族的王室不会因为这种事情屈服的。林楚率领炎虎攻击了猿猴族，争斗中有几只狐族突然跳了出来，加入了战斗，场面有些混乱。后面我体力不支晕了过去，一醒来就出现在你们灵猫族了。软软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解释道：那些狐族是我的白狐雄性白翼有意放他们乱入的，为的就是帮你们一把，也是他把你们带离猿猴族的。啊，那可真是得好好谢谢他。没想到你人美善良，调教的雄性也这样好。林英握紧了软软的手，眼中的欣赏根本藏不住。作为雌性，他当然知道雄性们虽然共识一妻，但是为了宠爱明争暗斗，能除掉一个雄性就少了一个竞争对手，却没想到软软的雄性竟然愿意帮其他雄性的忙。白毅和雷森他们坐在洞穴门口，将软软和林英的话一字不落的听了去。白毅朝着燕眨了眨眼，略有些得意的晃了晃狐狸尾巴，嘿嘿，看来没白救那母老虎。喂，什么母老虎？人家是林楚他阿姐。燕翻了个白眼，那咋了？又不是我阿姐。白毅抱着尾巴满脸无所谓，万一此主叫他阿姐，我们不就得跟着叫了吗？雷森若有所思的摸了摸下巴。amp。 软软抬手摸了摸林楚的额头，发现他的体温已经逐渐回升，呼吸也平稳了下来。可为什么激发王族血脉会让林楚晕厥呢？软软将心中疑惑问了出来。是这样，我们炎虎族的历代王兽都继承了祖先的血脉之力，作为炎虎王的后代，我和林楚也不例外。但是血脉之力要等一个契机自然觉醒，如果强行觉醒，虽然会在短时间内获得全盛时期的灵力，但也会因为身体承受不住而带来严重后果，也不一定会成功。好在林楚比较幸运，第一次就成功了。林英看着林楚悠叹了口气，林宝，解释一下血脉之力。收到。血脉之力只存在于少部分族群，是由生育代代相传，而血脉之力的来源就是上古兽种。觉醒血脉之力的兽人可能会实现进化，包括但不限于异能进化、体态进化。成功进化的兽人会比同阶级兽更加强大。宿主被灵猫祭司洗涤血脉之后，也有机会觉醒的。原来如此，那不就是隐藏的卦吗？虽然这老虎觉醒了血脉之力，但是还没有完成进化，应该是灵力不足的缘故，所以才会反复的晕厥，但是不会危及生命。宿主放心吧。灵宝的话给软软吃了个定心丸。那就好。其实林峰和林业并非纯正的王族，本就不是林楚的对手，可碍于林楚的灵力不足，炎虎族人当时还不受他命令，我就将父亲留下的火晶交给他，想让他吞噬恢复，却没想到他说什么也不用，非要用最危险的方式恢复灵力。林英无奈的摊了摊手，他就奇了怪了，有东西不用非要冒险，这臭小子究竟想闹哪样？而且那日林楚忽然找到我说你愿意放他离开拯救炎虎族，一开始我是不相信的，因为雄性结伴侣后擅自回族群是会被视为背叛，遭受唾弃的。虽然你还没有和林楚有伴侣之时，但是这么些年林楚跟着你，有没有交配已经不重要了，而且没有得到你的宠爱也是他无能。一开始林楚这臭小子还对我说你不是什么好兽呢，如今看来真是他不知好歹。林英说到这里，垂眸恨铁不成钢的看了林楚一眼，有这么一只漂亮能干的雌性，他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幸好他中途悔悟了，真是的。软软咬了咬嘴唇，看来林楚对他有意见的时候还说过他坏话了呢。没关系，我和林楚最先确实有一些误会，不过那误会早就解开了。软软微微一笑，那就好了，反正我替林楚再跟你赔个不是，因为他很小就没有父母教导，一直都是我们兄妹相依。作为姐姐，有一些事情我也不好跟他说，所以我也没有尽到责任，希望你不要真的怪罪他。林英叹了口气，脸上沧桑之余也有些悲苦。软软正要说些什么，却见林楚长而微卷的睫毛抖了抖，发干的嘴唇微张，姐，你就不能在我雌主面前说我点好话吗？呀，林楚你醒了。林英喜出望外，可早就醒了，我实在忍不下去了。林楚眼睛还没等张开，手上就直接握住了软软。雌主，林楚，你感觉怎么样？软软弯腰凑近林楚，感受到对方的呼吸迫近，林楚猛然伸出手臂，一把抱住了软软，将他拉入了怀中。软软毫无防备，被林楚扯得一个趔趄，唇不偏不倚地碰在了林楚的鼻尖上。两人四目相对，被那双赤色瞳孔灼灼地盯着，软软的呼吸都漏了半拍。林英万分尴尬地捂住眼睛，那个什么，我有点闷，先出去了哈。第121章，理想很丰满，他得赶紧走，给两人腾地方。林英费劲地下了石床，一瘸一拐地走出了洞穴，却见门口齐刷刷地坐了4个精壮男人，登时一脸懵逼。你们几个是？雄性。石鱼不咸不淡地吐出2个字，我不瞎，分得清公母，你们坐在这里干嘛？林英有些无语，却发现这几只雄性生的十分好看不说，还都是高阶，里面是我们雌主，我们不在这里在哪里？白毅摊了摊手。林英一下子明白过来，连忙挡在洞口。白狐啊，你就是软软的雄性白翼吧？听说昨天是你救的我们，我还没好好谢谢你呢。你们雌主有点私事，要不咱们先走，去聊聊天啊？走。雷森他们还没反应过来，就被林英3推4推的给推出去了。此时洞穴内，林楚依旧紧紧抱着软软，怎么也不松开，整颗脑袋都埋在软软胸前，低低的抽着鼻子。怎么，见到我不高兴吗？这么委屈？软软抚着林楚的侧脸，草草的揉了揉。高兴，好高兴，感觉像在做梦一样。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林楚往软软又拱了拱，贪婪的嗅闻着那熟悉的芳香。只有在软软身边，他才能体会到片刻的安全感。这么多天的奔走战斗，无数次身陷险境，
软软是林楚坚持下去的唯一动力。只是这和我想的不一样。林楚鼓起腮帮子，修长的手指在软软的手心画着圈圈。什么不一样？软软歪了歪头。我本来计划着带着岩虎们威风凛凛的出现在你面前，让你看看我的变化，却没想到最后是这么狼狈的。林楚委屈巴巴的泄了口气，笑不活了，装逼失败了，这就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吗？扑哧被林楚这憨憨老虎可爱到，软软伸手扯了扯林楚的脸蛋，听说你现在是岩虎王了？对呀对呀，此主我厉不厉害？林楚仰头满脸期待的看着软软，厉害厉害，你最厉害了。软软哄道。林楚是他的雄性中年纪最小的一个，性格更是像个叛逆少年般风风火火的，却没想到现如今也成了一族之王了呢。得到软软的肯定，林楚心里美滋滋的，如今的他也只有在软软面前会这样幼稚了。对了，此主，我上次匆匆离开，没有跟你说明缘由，我阿姐也只说了个大概，今天我就把我所有的秘密都告诉你。林楚忽而直起身子，湿润的睫毛水光涔涔的，脸色虽然还有些清白，但是精神却好得不得了。他已经下定决心要终生侍奉软软了，就不会再对他有任何隐瞒。好好，你慢慢说，别太激动了。你现在身体还不稳定吗？软软抬手捋了捋林楚有些凌乱的红色短发。听到软软这么说，林楚又一下子软了，撒娇似的倒在了软软怀里，闭上眼睛开始回忆。我的父亲是上一任岩虎王，他和我母亲生了我和我阿姐，我的母亲又和他的另外2只雄性分别生下了我的2个兄弟林峰和林叶。多年前，母亲带人去林子中狩猎，却被猿猴族的族长巴顿看上，巴顿想掳走我的母亲做雌性，却遭到了母亲的强烈反抗。可惜母亲只是4阶兽人，根本打不过身为5阶异能兽人的巴顿，最后为了不被他糟蹋，就自尽了。说到这里，林楚哽咽了，软软能感觉到一滴热乎乎的泪珠滑落在手指缝隙，软软的好看的眉毛拧了起来。这巴顿真不是个东西，没想到林楚和白毅一样，都有那样一个悲惨的过往。可我的父亲却以族群力量不足为由，没有去给母亲报仇，我就恨上了他，一气之下离开了岩虎族。后来我才知道，当初的岩虎族只有不到10只虎兽，是真的没有能力向猿猴族报复，不是我的父亲不愿意，他比谁都要难过。林楚的眸子张开一条缝隙，视线已然模糊，心中是无限懊悔。可当他终于明白这些的时候，父亲已经永久离他而去，至死都没有见到他一面。软软叹了叹，怪不得岩虎王后要亲自捕猎，不到10只族人组成的部落该有多不容易啊！也幸亏岩虎单体强大，一个能顶普通兽人10个，否则岩虎族在不在了都不一定了。林楚强压下情绪，顿了顿，继续道：数月前，岩虎族遭遇了熊族进攻，虽然击退了他们，但是我的父亲还是因为年迈受了重伤。期间我阿姐来找过我一次，但因为我对父亲还有怨气，没有选择回去，就是畜牧圈被如花袭击那一次。原来你那天不在，是去见你阿姐了啊？软软恍然，没错。再后来，阿姐第2次来找我，是因为父亲死了，她受了伤，林峰和林叶要把他送给猿猴族，我才下定决心跟他回岩虎族的。林楚一口气说完，似乎将心中的一座大山狠狠放下。软软明了，这下所有的事情就都串起来了。幸好现在没事了。软软拍了拍林楚的后背，这次你可要好好谢谢白毅，要不是他，你和你阿姐指不定会怎么样呢。哦，我知道了，我会好好谢谢狐狸的，没想到他平时总骂我，还愿意救我。林楚抿了抿唇，哈哈，白毅他就那样，嘴上不饶人，其实内心挺善良的。软软靠在石壁上，知道知道，不要再说他了，此主，我好想你啊，每天都在想你，恨不得收复族群之后立刻就回来见你。虽然中途出了点问题，不过我现在回来了，就再也不会离开了。林楚搂着软软的腰来回搓着，怎么稀罕也稀罕不够似的。回来就好，你们几个一个都不能少。软软戳了戳林楚的鼻尖，心中所有的担忧在这一刻都一扫而空。5个兽夫再次聚齐，他可以真正放手去做想做的事情了。对了，此主，我有一个东西要送给你。第122章，有你就够了。林楚起身，慢慢摊开手掌，只见一道红光自林楚手臂上方蔓延下来，如同溪流过隙般潺潺汇聚。紧接着，一颗火红色的宝石从那红光中凝聚了出来。这是软软的瞳孔被那红色宝石散发的耀眼光辉照亮，未曾接触，却能感觉到一股暖流迎面而来，身上的寒冷竟然一扫而空了。它叫火晶，是我们岩虎族的宝物，拥有极致的火属性效果。你的木系属性会被很多火属性兽人克制，有了它，你就可以免疫一切火属性伤害，而且再也不会害怕寒冷了。林楚认真的解释道。软软是灵猫，猫是兽人中最怕冷的了，它喜欢它，所以想给它永久的温暖。软软愣住了，眼底缓缓如湿。林音之前的话在耳边不停盘旋，原来不是林楚不想吞噬火晶，是想给它留着，所以才冒险用觉醒王族血脉的方式恢复灵力。这个傻老虎，啧，对你真好啊！这火晶需要多只火属性异能兽人心血凝结，是岩虎族的镇族之宝。灵宝禁不住啧舌，软软深吸了一口气，重重的摇了摇头，这东西太珍贵了，我不能收。林楚，你的心意我已经知道了，东西你就拿回去，没有什么比你更珍贵。林楚忽而提高了音调，便是一把抓过软软的手，将火晶塞到了他的手心里。此主，我以前任性狂妄，总是对你恶语相向，我跟你道歉。我是个一根筋的兽，不会什么好听的话，但是我现在只想一门心思对你好。你是我的雌主，我的一切都是你的，别说这火晶了，我的命都是你的。如果你不收下，我就再也不吃饭了，把自己饿死。
林楚嘴上说着傻乎乎的话，目光却炙热坦诚，仿佛朝阳一般暖人心魄，倒映出了一个澄澈的他。噗嗤，傻老虎！软软抬手扯了扯林楚的脸蛋，我怎么舍得让你饿死呢？林楚咧嘴一笑，抬手揽住软软的腰，顺势将她圈起在了怀里，高挺的鼻梁贴着软软的额角蹭了蹭，语气浮沉。可是此主，我真的要饿死了啊！那我去给你拿饭。软软话还没说完，就被林楚紧紧捏住下颚，抬头的瞬间，眼前是猛然放大的俊朗面庞。林楚没有给软软反应的机会，直接吻住了她的唇重，重准了几下，声音微微颤抖，有你就够了。软软放在林楚胸口的双手一紧，却并没有推开他。面对这样真诚的傻大个儿，他已经沦陷了。林楚眼底漫上一层喜色，似乎得到了什么准许，抬手扶住了软软的后脖子，将那吻继续的烈火如荼。软软完全招架不住，重重的喘息着，下一秒就被林楚狂热的吻压倒在了石床上。林楚搂着软软的手臂，青筋暴起，紧紧环住软软的同时，解开了她腰间的系带，灼热的指尖自下而上，抚过之处仿佛遗留下了根根火苗。嗡！一道耀眼的红光裹挟着青绿色的治愈颜色自洞口溢散开来，部落中的灵猫们纷纷停下了手里的动作，驻足观望。好漂亮的光芒！发生什么了？这边被灵音支走的兽夫们豁然起身，目光紧紧盯着自家洞穴方向，心里不约而同的咯噔一声。别人不知道，他们却清楚得很，这是灵力冲破禁锢的光芒。林楚，他和软软交配了。雷森一把抓住了厨房立柱，强忍情绪，以至于指尖都嵌入了木头里。作为第一个和软软交配的兽夫，他早就有准备，也无数次猜想下一个会是谁。但是真正发生了，他的心却仿佛沸水灌烫般煎熬。另一边的白翼瞳孔骤缩，缓缓瘫坐在了凳子上，尾巴被血水浸湿，也未曾理会，他已经失神了。此主又宠爱了林楚，他好嫉妒，好难受，早知道就把他丢在猿猴族，不救他回来。石宇裹着蛇尾，紧紧闭上眼睛，脸色清白一片。他现在改变想法了，不只是狐狸，老虎一样也会勾引人。燕紧紧咬着嘴唇，眼睛酸得发红。没事的，没事的，只要他一心一意对此主，此主早晚有一天会属于他的。今夜林楚留在了软软洞里，雷森他们便很知趣的回了各自的洞穴，一个个辗转反侧，都快把兽皮被子翻烂了。林英则被安排在了原本林楚住的地方，有老巫医照料。此主快抱！紧我林楚扯着被子，一个劲的往软软身上凑，指尖还在软软的肚脐周围画着圈圈。他真的好想一直粘在软软身上，一时一刻也不分开了。抱着呢，抱着呢，你都快和我融为一体了。软软无奈的瘫倒在了被窝里，只觉得腰痛眼花。果然年轻，精力是真的旺盛。嗨嗨，老虎虽然一次时间短，但是只要他想，他可以搞恩赐欧灵宝坏笑道。得，我是真的不行了。软软，举白旗印。对了，此主，你把火晶拿出来，我帮你吞噬。林楚翻身起来，贴在软软脸上，帮我吞噬。软软抬手将火晶递了过去。火晶是炎虎的半生物，其他兽人贸然使用会被灼伤，所以想要安全吸收，是需要拥有王族血脉的炎虎辅助的。林楚掀开被子坐了起来，不由得看向胸口出现的伴侣印记。和软软交配过后，他身上的灵力禁锢也已经完全消失了，灵力回归巅峰，但却依旧没有要进化的痕迹，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不过不重要了，现在的他已经在同阶级中无敌了，完完全全可以保护软软。接下来就是要帮他完成火晶的吞噬。这样啊，软软点了点头，有些费力的翻了个身，却见林楚没有犹豫，直接将那火晶塞进了嘴里。还没等软软反应过来，数道红色的纹路自林楚的脖颈向下蔓延，直至丹田处。林楚的表情肉眼可见的难受起来，抱着肚子蜷成了虾米状，似乎在承受着什么巨大的痛楚。林楚，你怎么了？第123章泼天的富贵。林楚闷叫了一声，额头瞬间起了一层冷汗，嘴角也溢出了一口血来。这下可把软软吓坏了。林楚，我去找人。不用。林楚扯住了软软的手臂，强撑着手臂坐了起来。我没事，是火晶的反噬效果而已，死不了的。宿主别担心，这火晶是极致的火属性，你并非炎虎，更不是火属性兽人，木系异能天生被火属性克制，所以直接吞噬火晶，你很可能会遭受火晶的焚化，导致生命危险。林楚用身体将火晶上面的焚化之力吸收，你就可以安然吞噬火晶了。用身体？软软震惊了。林楚缓了缓，将嘴上的血擦干净，抬手轻轻搂过软软，与他唇缝持平，一阵柔和的红色光芒自两人的唇齿之间缠绕交叠。软软只觉得一股温和的暖流从喉咙下沉到了丹田，周身的热气只沸腾了一下就戛然而止，取而代之的是无尽的暖意舒适。呼，这下好了，火晶不会伤害到你，你也能和它完美融合，我的此主以后再也不用怕冷了。林楚哑着嗓子，宽大的手掌抚上软软的小脸，眼眸中都是爱怜。林楚，软软再也忍不住了，一下子扑到了林楚怀里，豆大的眼泪滚滚而下。用身体吸收焚化之力，林楚的口腔乃至于食道都被顷刻之间灼伤，那是怎样的痛苦，他却只闷哼几下，字字句句不离对他的关心。别哭，我不疼的，此主。林楚使劲咽了一下喉咙中的血水，安慰似的搓了搓软软的肩膀。他看不得软软流眼泪，见他伤心，他心里难受的不行。软软吸了吸鼻子，抬手凝动灵泉之力，自林楚的唇间抚至腰腹，将他的伤痛彻底治愈。以后不许用伤害自己的方式对我好，知道了吗？如果能让你好，就算要我的命，我也不会犹豫的。林楚倔强的将头埋进了软软的怀里，
这一刻，他单独拥有着软软，无比幸福。就在两人温存之际，一阵急切的声音从洞口传来：“族长大人，您在里面吗？不好了，我们的部落被围起来了。”是西西的声音。什么？谁围的？软软心里咯噔一声，和林楚快速穿戴好衣服，冲出了洞穴。这边的动静同样也将其他兽夫给嚷了过来。怎么了？谁围的部落？白毅满脸担忧。他记得他当时跑得很快，只带走了林英和林楚，没人追上的。难不成是狐族或者猿猴族暗中跟过来了吗？那样可就糟了。西西跪在地上，一脸惊悚，吞了口水，好半天才接上一句：“虎，老虎，10几只大老虎把灵猫族围起来了，让我们把他们的王交出去，不然就杀了我们。”西西真是快吓死了。半夜3更，他起来上厕所，结果发现家被围了，还是被星月森林的霸主岩虎给围了，把他都给吓尿毙了。这搁谁不害怕？软软和林楚对视了一眼，狠狠松了口气。想来他们从猿猴族脱身后，一直寻到了这里。我去解决，你同我一起吧。林楚很是自然地牵起来了软软的手。见到这一幕，白毅脸色一僵，燕和石鱼更是直接把眼睛闭上了，依旧是那句眼不见心不烦。雷森深吸了一口气，顿时觉得自己好像失宠了，心里闷闷的难受。林楚拉着软软走到了部落门口，便见岩虎们气势汹汹地站在对面，而灵猫们握着古刀和其对峙，双方剑拔弩张。但从灵猫们颤抖的腿来看，这边明显底气不足。要知道，一只普通岩虎就可以打10几只灵猫，还能全身而退，断然不是那些狼兽可以比的，这根本就毫无胜算，好吧？在看到林楚的瞬间，那些盛气凌人的岩虎一下子弱了气势，连忙匍匐在了地上，拜见岩虎王。都起来吧，本王无恙，且灵猫族是本王雌性的部落，所有人给我收了架势。林楚一改往日的放荡不羁，话语沉稳而有力，气势上拿捏得死死的。岩虎们赶忙收了攻击动作，将头埋得低低的，我等知罪。软软侧头看向林楚，一时之间感觉都有些认不出他了。没想到在族人面前，林楚是这样的不苟言笑，威风凛凛。这还是刚才拱他怀里的嘤嘤怪吗？反差不要太大。林楚同样转头看向软软，似乎是下定了什么决心，重新抬眸，目光一一扫过在场的岩虎们，缓声道：“从现在开始，岩虎族加入灵猫族，两族合并，所有岩虎都要听从本王雌性的调遣，若有谁敢违背或对本王雌性不敬，杀！”遵命！岩虎们跪倒一片，朝着软软拜了2拜，见过岩虎王后。这一声岩虎王后着实把软软叫爽了，在场的灵猫们也都一脸震惊的放下了手中武器。岩虎的性子高傲人尽皆知，可一旦认可领袖之后，就会无条件服从跟随，纵使让他们上刀山下火海，他们也会毫不犹豫。林楚，这软软懵了，他没想到林楚竟然直接将岩虎族并到了灵猫族里，他何德何能，能够统御星月森林最强大的种族啊！林楚弯了弯嘴角，俯身贴在软软耳边悄声道：“这是我送给你的第2个礼物。”岩虎族本就族人稀少，虽然作战能力极强，但是林楚的管理能力远不及软软。与其每天带着族人生存在危险中，林楚更愿意将族群交给软软，毕竟软软是他此生除了家人最相信的人了。软软笑了，那笑容充满了释然和惊喜，索性捧着林楚的脸狠狠亲了一口：“谢谢你相信我，林楚。”他正为灵猫族没有强大战斗力而发愁，岩虎族的加入无疑是完美解决了这一点。有了这么多强力打手加入，灵猫族再也不是那个可以任人欺凌的弱等族群了。这泼天的富贵终于砸到你头上了，宿主！灵宝激动地震动起来。这么晚了，大家都别站着了，正好灵猫族有很多空置的洞穴，岩虎族人不多，也能住得下。软软招呼道：“等下，此主，我有个想法。”白毅上前一步。第124章，好命苦的鸭子。什么想法？软软饶有兴趣地看向白毅。狐狸脑子转得快，总有一些好主意。白毅瞟了林楚一眼，上前顺势将软软搂到了自己怀里，慢悠悠道：“既然灵猫族和岩虎族合并了，岩虎族原本的栖息地也就被闲置了，倒不如将灵猫族搬去岩虎族居住，怎么样？灵猫族这地盘太小了，搬去岩虎族？”软软眉间掠过一丝迟疑，并没有立刻表态。面对白毅明目张胆的争宠，林楚强压着眼底的愠怒，并没有像以往般直接发作，而是扯过软软的手臂，不去看白毅，想了想补充道：“岩虎族领地处于星月森林中心地带，是灵猫族的几倍大，而且四面环山，易守难攻，猎物种类丰富，确实要比灵猫族现在的栖息地好得多。”经历了这么多事情，林楚已经成熟许多，也有了作为王兽的想法，再不是以往那个只知道任性狂妄的一根筋傻老虎了。软软目光微凝，开始斟酌。灵猫族一直以来都盘踞在星月森林的犄角旮旯，想要捕猎就得走出去老远，而且这里无论是植被资源还是猎物都很匮乏。且被狼族袭击之后，软软明显察觉到了灵猫族部落的地段弊端，也实在不适合长久居住。现在他又想扩张部落，吸纳他族，所以继续留在这里确实不是上上之选。既然如此，林楚，过几日你先带我去岩虎族看一下再做打算。软软还是决定亲自考察一番，毕竟搬迁部落可不是小事。好，林楚点点头，握着软软软乎乎的手搓了搓。几日后，呼，石床上随着软软的眸子张开，一阵无形的灵力波动随着视线扫了出去。软软握了握手掌，唤出指尖的藤蔓仔细打量，只见原本还是青绿色的藤蔓表面蔓延上了一层淡紫色的雷纹，浑若天成，而且随着藤蔓的扭动，整条藤蔓散发着一阵一阵的耀眼电光。和灵楚交配过后，他的灵力已经充沛到前所未有的地步，
而且对于雷元素的掌控也得心应手了些。虽然还没有办法将雷元素单独分解出来使用，但是藤蔓的韧性却得到了大幅度提高，甚至可以将雷森削铁如泥的金刃抵挡片刻。宿主的木系属性异能本来就有无限可能，现在有了雷元素的加入，普通藤蔓已经进化为雷击藤，兼顾防御力和攻击力，就算是应对普通的5阶异能兽人也能碰上一碰了。灵宝万分满意的说着，很好，还记得我刚来受试的时候，区区2阶被人瞧不起，现如今也算是翻身农奴把歌唱了。软软弯了弯唇，好在自己的努力没有白费，他要变强，变得更强，只有到达巅峰才会没有恐惧和顾虑。宿主的上进心好强，灵宝好像爱上你了。打住，系统和宿主是没有结果的哦。再说了，你都不分公母。软软无语凝噎，嘻嘻，开个玩笑嘛，主要是我带了那么多届宿主，可算是培养出来一个你这么优秀的了，升级有希望了。培养了那么多届，不是你不止我一个宿主？软软瞪大了眼睛，有些不可思议。对啊，我业绩不达标，每次带的宿主在异世界没多久就嘎了，直接白干，以至于被按在了宿主存活率最低的兽世世界打工。因为我们系统是靠积分来升级功能的，而积分来源于宿主的成就，所以目前为止你是活得最久的一个，也是给我攒积分团的最多的。我们系统的世界可比你们卷多了。灵宝无奈叹气，好吧，怪不得他每次进阶或者提高经济灵宝才会给他福利，原来是这么回事。没想到系统这玩意也要卷业绩，好命苦的亚子。所以宿主，你可千万要活到最后啊！到时候我把你设置成我的代表作，等我升级了就带你无敌天下。灵宝在软软的脑子里震动几下，放心，我最惜命，肯定不会让你再白干的。不过你也给我争点气，多拿点福利来砸我。软软嘴角一撇，好，就凭宿主这句话，我今天拼了，用我的所有积分给你换一个卦，现赠送宿主群体治愈能力，扩大灵泉治愈范围。灵宝话音刚落，软软只觉脑中的灵泉喷涌而出，下一秒整座泉眼扩大数倍，一度感觉脑子进水，空间内的作物竟然顷刻之间完成收获。我去，言出法随，你来真的？软软的嘴巴张成了 O 型，那必然，只是宿主，我积累的积分给你升级完灵泉就用完了，你一定要多搞点事情给我攒积分啊 ！XX55，放心，包的。软软下意识握紧了拳头。此主，一声青涩的男音自动口传来，只见燕身上挎着个兽皮袋子，迈着轻快的步子走了进来。软软收了表情起身，燕，今天轮到你带队捕猎了吗？对啊，我一会儿就要带人出发了。此主，这个给你。燕从怀里掏出的东西放到了软软手里。软软垂眸一看，那是一片被做成项链的金色羽毛，羽毛边缘光滑圆润，一看就精心修剪过，说不出的精致。哇，好漂亮！软软喜欢的星星眼，这是我的护心羽毛做成的，把它戴在身上，所有鸟族成员会将你视为疯狂王族，而且有了它，我就能感应对方的位置，这样万一你有什么危险，我就能及时找到你。燕的嘴角微微上扬，你怎么突然给我这个？护心羽毛应该很珍贵吧？软软拉着燕的胳膊晃了晃。护心羽毛是风鹏身上最为坚硬的羽毛，成年后会逐渐长出，只此一片。此主，我没什么能力，阶级不如其他兽夫，又不能像灵楚一样带来族人强大灵猫族，但是你一直没有嫌弃我，还留我在身边，我现在没有什么能给你的，所以你一定要收着这个。第125章哄成胎盘了。燕反手握住软软，眼中却噙起一阵不易察觉的悲伤。作为兽夫中唯一的4阶雄性，他一直都是自卑的，他无时无刻不在害怕软软有一天会抛弃他。看着雷森和灵楚他们越来越强大，他的危机感更重了，因为在他心里，别人越强，他的存在就越没有必要。虽然夜暗地里一直在努力修炼，可不知怎么的，就是突破不了阶级，所以他不敢去和其他人过分争宠。等到这片护心羽刚刚长成，他就立刻拔下来送给软软，因为他想不到还有其他能对软软做的事情了。燕心中的想法，软软完全能够知道，也完全能够理解。燕，我不需要你通过伤害自己或者怎么样来过分对我付出，既然我留你在身边，那你就是我不可或缺的一个家人，所以无论何时何地，我都不会抛弃你。因为我们的燕也是很优秀的，你细心又体贴，做饭一绝，你们5个都有各自的闪光点，所以永远不要自卑，知道吗？软软抬手轻轻抚摸着燕略有些瘦削的侧脸，燕一直都是他身边默默付出的那一个，而且他每次读到他的心，都是燕在想着怎么对自己好，讨自己喜欢，从来没有过歪心思。这样的青涩忠犬男友，简直就是世间难得。此主，燕的长长的睫毛蒙上一层水雾，俯身将软软抱在了怀里。你放心，总有一天我会强大起来，拥有保护你的能力，做你强大的雄性，让你依靠。我相信你。软软抬头搂过燕的脖子，在他唇边蜻蜓点水一吻。但是这个护心羽毛你先留着，因为你要带队捕猎，林子中危机四伏，肯定能用得上。等到你强大到不再需要它，我一定日日把它带在身上，片刻不离，好不好？好。此主你真是我见过最好的此主。燕搂着软软一阵亲昵，喜欢他喜欢的不得了。得啊，这鸟都快被你哄成胎盘了。两人又轻轻抱抱了好一会，燕这才依依不舍地带人离开。林楚斜靠在洞口，一脸不爽，便是3步并作2步的上前，将软软抱了起来，拖在胳膊上。你还真是一个都不冷落。怎么，我的大老虎吃醋了？软软顺手环住林楚的脖子，咬了咬粉嫩嫩的唇。
林楚鼓起腮帮子，捏着软软的后脖子，狠狠地亲了他一口，似乎是带着惩罚的味道。你轻点亲的，我嘴巴好痛。软软抬手嗔怪般的捶了一下林楚的胸口。不论是在床上还是地上，林楚表达爱意的方式永远都是那么炙热。对不起，我下次轻点亲林楚的老虎耳朵贴在头皮上，凑近软软蹭了蹭他。不远处的雷森将这一幕尽收眼底，心里的妒忌却淡了许多。这么些天，他也想通了，多一个人保护雌主总是好的，毕竟他们5个月强大，软软能得到的庇护就越多，与其和他们争风吃醋又改变不了现状，不如坦然接受。一切要以软软为重，只要他高兴，他便高兴了。唉，忽而一声叹息从背后传来，只见白毅和石鱼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在了他身后，同样看着软软和林楚，一脸颓然。好羡慕，也好嫉妒。白毅抱着蓬松的大尾巴，嘴唇咬得紧紧的，惑人的狐眸眼尾垂着，那模样我见犹怜。别唉声叹气的了，都是雌主的雄性，大度一点，别让雌主为难。雷森抬手拍了一下白毅的后背。Sigma， 哦，雷森这看似不经意的一巴掌，差点把白毅舌头打出来。大哥，你能不能轻点？你对你现在的力量没点逼数吗？石鱼，快给我揉揉，疼死了！白毅欲哭无泪。雷森灵力觉醒之后，体魄更加强大，白毅的灵力还没恢复，而作为媚骨天成的狐狸，他可是真遭不住他那大手爪子。我也没用力啊。雷森有些尴尬的握了握手。狐狸你菜就多练。石鱼抬起尾巴，在白毅的后背上草草扫了扫，却把雷森的话听到了心里。是啊，都是软软的雄性，宠爱哪一个是软软的自由，只不过他依然想占据他的目光，缠着他，绕着他，和他生好多好多蛇宝宝。雷森、石鱼、白毅，你们站在那里做什么呢？快过来，我有事情跟你们说。软软注意到了那边被冷落的3个大帅哥，赶紧从林楚身上下来。来了！白毅闪身变做了一只毛茸茸的小狐狸，直接跳到了软软怀里。软软对于这种可爱的毛团子没有一点抵抗力，直接对着白毅一顿猛吸。心机狐！石鱼还是没忍住翻了个白眼，气鼓鼓的抖动着尾尖。软软顺手将小白毅放在头上顶着，一手拉着雷森，一手领着石鱼进了洞穴，主打一个谁也不冷落。石鱼和雷森立时高兴了起来。趁着软软不注意，林楚伸手就将白毅给揪了下来，把他团来团去的一阵蹂躏，叫你装萌，给你捏成球。哈哈，死主救命呀！白毅伸着4只小爪子扑腾着，可怜兮兮的看着软软。软软哭笑不得的叹了口气。好啦，别闹了，我有正事跟你们说。一会我打算和林楚去岩虎族看看，部落里面的话就交给你们看着，不出意外的话，我们明天这时候就能赶回来。今天就去？石鱼皱了皱眉。再过一段时间春天就要来了，到时候各大族群都会开始蠢蠢欲动，趁着现在还是冬天，他们活动不大，我们趁早完成部落搬迁，免得夜长梦多。软软点了点头。也好，现在林楚实力恢复，就让他带着一部分岩虎和你同去吧，不然我也不放心。雷森抬手将软软脸上的碎发往旁边拨了拨。现在雷森的实力也恢复了，软软出去办事，他就留下镇守族群，这样也让他没有后顾之忧。那就这么定了，等到燕回来，你们记得跟他说一声。第126章，冲他来的。此时的燕正带着人在林子里寻找猎物踪迹。燕哥，都找了这么久了，咋一只猎物都没看到啊？咱们之前设置的陷阱都没有触发，咋办？西西一脸愁容。这还是他恢复身体之后第一次正式出来捕猎，没想到走了大半天，一点猎物的气味也没闻到。你们这灵猫族太偏了，好猎物根本不会往你们这走的。一只一起跟着来的岩虎毫不避讳地说道。岩虎族捕猎能力极强，还坐拥资源最为丰富的星月森林中心，所以对于灵猫族这种窘况嗤之以鼻。其实灵猫族的食物眼下也完全够吃，牦牛们一直都在繁殖，野猪们也都长大可以配种了，兔子更是满满一大窝。只是岩虎们胃口大，他们加入会让食物的消耗变快。软软一直以来都有居安思危的心理，所以猎物自然是越多越好，毕竟他喂得起。偏又咋了？有我们族长带着，我们吃得好喝得好。哼嘻嘻喷了喷鼻子不服道。就是，灵猫们纷纷点头附和。听到这话，那岩虎倒是没有反驳，他也没想到一只雌性灵猫竟然那么能干，让羸弱的灵猫族食物储备远超别族不说，还搞了很多稀奇古怪的用品。什么厨房锅子锅碗瓢盆，别说见过了，他活这么大听都没听过。果然还是他们王的眼光好，能找到这么优质的雌性。见那老虎没有继续说什么，燕只淡淡看了他一眼，说道：再往前走走看吧，总不能空手回去，我一会儿到上面去看看，视野能更好一些。既然出来捕猎，他也一定不会让软软失望的。是。众人不知道又走了多远，飞到上空的观察燕方才匆匆落地，前面不远处有几头鹿，尽量抓活的必须全部拿下。是。兽人们一下子来了精神，赶紧跟着燕朝猎物所在的方向跑了过去。很快，几头漫无目的啃树皮的野鹿便进入了视线。燕抬手示意众人停下，一手拨开灌木，一手抽出古刀，棕黑色的锐利眸子紧紧盯着前方，正要指挥出击时，呼啦！一阵风声由远及近而来，带着股股热浪，敏锐的感官快速预警，燕下意识侧头躲避。只见一团炙热的火焰毫无预兆的擦着他的额角飞了过去，狠狠击中了一只野鹿，而那带过的余温竟还烧焦了他的几根头发。那野鹿惨叫一声，身上的皮肉被烧焦大块，躺在地上拼命蹬腿哀嚎。燕眼中一闪而过的危机，回头大喊一声：趴下！
也就在众人匍匐在地的瞬间，无数火球自密林中间席卷而来，差一点就打中了他们。燕抬手握拳，背后硕大的金色羽翼展开，灵力外泄的同时，召唤一股飓风，朝着那些火球迎了上去。呼啦！火球被击退回去，却也借着风势燃烧起来，地上的皑皑白雪直接蒸发，顷刻之间形成了一个包围圈，将燕等人围在中间。怎么回事？西西一脸紧张，赶紧抽出了腰间的古刀。可周围的火焰窜起几米高，封住了所有退路，灼灼的热浪扑面而来，炙烤的兽人们几乎睁不开眼睛。燕将所有人护在身后，警惕地盯着周围。此时此刻，他已经感受到了强烈的异能气息，来者不善。呵呵，终于找到你了，真是让我们等了太久了。一阵低低的狞笑声自密林深处传来，火影摇曳几下，两道身影不紧不慢地走到了近前。当看清来人的刹那，燕瞳孔一颤，下意识后退了一步。是那母狐狸的2只5阶异能雄性白晨、白温。你们想做什么？燕喝了一声，蓝色的灵力波自掌心凝结而起，形成了一团旋风。做什么？奉我们女王之命，来拿你白晨。灿勾起唇角，脸上得意难掩。他们在林子里蹲守了好几天，就等着风鹏出现呢。那5阶异能金狮和水森然他们打不过，但是一只4阶的风鹏，他们2个拿下简直就是轻而易举。燕心里咯噔一声，看样子是专门冲他来的。对方是火属性兽人，虽然对他没有直接的克制作用，但却可以借他的风势强大自身，而且阶级灵力皆高于他。怎么办？是5阶兽。燕哥，我们……西西推至燕的身边，声音已经有些颤抖了。2只5阶异能兽人，就算他们这边的人全都加起来，也根本不是对手。燕绷紧了唇线，冷如墨玉般的眸子左右扫视了一下，决定放手一搏。只见燕后腿一撤，将大部分灵力灌注在了翅膀上，金色的羽毛夜夜生辉，向前挥动的同时卷起飓风，那风如刀般尖锐有力，直接将众人后方的一块火墙压灭。与此同时，燕身上的蓝色的灵力腾腾地而起，利用巨大的翼展护住众人，顺势将他们推出了火圈。瞅准时机，燕腿上用力，朝着上方的天空飞去。只要回到天上，就没人能奈何得了他。想跑？问过我没有？白文眼中赤色一闪，那原本被飓风压倒的火墙死灰复燃，再次腾腾而起，连同周围的火墙迅速朝着中间凝聚包围，直接封住了上空。滋啦！燕的羽毛在接触到那火焰的瞬间就被烤焦一层，下一秒灼热的火舌仿佛有了生命，直冲燕的面门而来。燕急忙用灵力去挡，却还是被滚烫的热浪给击到了地上。燕哥！西西惊叫一声，跑！眼见逃脱无望，燕将全部灵力凝结在了手臂上，在那舔舐起来的火墙上面打开一道缝隙，一把扯下脖子上的金羽扔到了西西怀里，随即被白温室放出的异能重重压倒在地。火墙外面的灵猫们不顾危险，想要冲上去救人，可还没靠近火墙就被烤焦了浑身的毛发，甚至眼膜都被灼伤。怎么办？燕哥困在里面了！灵猫们急得大叫。跑！西西泪流满面的从牙缝里挤出来一个字，手中握着护心羽毛，转身朝着部落狂奔而去。第127章，定不会饶了对方。凭他们这些低阶兽根本救不了燕，弄不好还会全军覆没。燕拼了命才把他们推出去，他们不能作死，要回去找强大的兽人救他才行。可嗨，滚烫的火舌将燕完全包裹住，一度遮住了上方的天空，让他无处可逃。眼见皮肤被炙烤的发红，燕剧烈的咳嗽着，几乎就要窒息。他才4阶，根本打不过白晨和白温，身上的责任让他拼全力保住了其他族人们活命。可是他也想活。燕蜷缩在地上，他的灵力已经耗尽，只能拼命用手捂着口鼻，可还是被指缝中间渗进来的浓烟呛得眼前发黑。软软的面容在脑海中一闪而过，燕瘫软在了地上，因为痛苦紧紧咬着的牙关颤抖着。软，我可能再也没办法保护你。眼前的人像渐渐消失，燕颤抖一下，彻底晕死了过去。是时候了，赶紧把火灭了，别真把他弄死了。女王要的可是活的。白晨催促道。知道了。白文抬手将那致命的火墙尽数击灭，便见燕一动不动地蜷缩在地上，背部的羽毛已经被烤得炭黑，裸露出的皮肤也有大片烧焦的伤口在渗着血水，惨不忍睹。白文缓步上前，抬脚踢了踢燕的脑袋，见到他没反应，又伸手探了探他的脖子，还活着，赶紧带他回去，别让他死了，否则下一步计划没法实施了。白晨从腰间抽出准备好的草绳，将燕捆了个结实，全然不顾那化作炭灰的羽毛速速下落。来人啊，快来人啊，救命啊！西西连滚带爬地跑进了部落，因为急得腿软，狠狠栽了一跤，却全然不顾脸上的破皮，大声嘶吼着。阿华听到动静冲出了洞穴，一把将西西抓了起来。怎么了西西？怎么？快找族长，出事了！西西上气不接下气，肺都快跑炸了。族长不在部落，去盐虎族了，出什么事了？阿华扶着西西给他顺着胸脯。怎么？白毅和石鱼同时从洞中走了过来。老远听到呼喊声，雷森也从畜牧圈方向赶了过来。燕哥他被狐族袭击了，现在不知道是死是活，他把我们救出来了，自己却被呜。说到后面，西西再也忍不住抱头痛哭起来。他从来没有想过，燕作为高高在上的族长雄性，还不是灵猫族人，竟然能够不顾危险的救他们，他们何德何能？什么？白毅惊了一下，拳头瞬间攥紧，能袭击燕，还能留住他，必然是白温和白晨亲自动手了。他们想做什么？你们在哪里被袭击的？雷森急道。就在林子那边。西西顺手指了一下，
便见其余的灵猫和岩虎也已经逃了回来。赶紧带我们过去！石鱼甩过尾巴，直接将西西卷了起来，朝着指的方向率先冲了出去。时间不等人，虽然兽夫们经常互损争风吃醋，可相处了这么久，内心深处早就把其他人当成了家人看待。他们自己可以欺负自己人，但是别人敢动他们的分毫，他们定不会饶了对方。灵猫族所有人停止外出，在我们回来之前，任何人不准离开部落一步，以免再发生危险。雷森吩咐一声，与白翼一同变作原形，朝着石鱼离开的方向追了过去。随着众人深入出事的林子，很快就闻到了一股烧焦的味道。就在前面，西西被石鱼的尾巴卷在操控，充当人形导航。不多时，一大片焦黑的植被映入眼帘，周围的热气还没有彻底散去，血水还温热着，可已经不见了焰的影子。雷森蹲下身子，伸手拈起来一撮黑色的碳化羽毛碎片，羽毛被烧成这样，它果然是白温和白尘的异能火焰。白翼的眉头拧成了一团，温度还没彻底散去，他们走了没多久，焰的尸体也不在，说不定他还活着，我们追。石鱼说着就要往前，却被白翼一把扯住。怎么追？就算焰还活着，狐族族群极其庞大，不是凭借我们几个就能硬闯的，万一逼急了，他们直接杀了焰怎么办？而且现在狐族已经搬离了原本的部落，如今具体位置连我也不知道。白翼垂下头，眼中浓浓的担忧。石鱼沉默了。白翼话糙理不糙，贸然前去危险不说，灵猫族也没有人看守，万一被其他族群钻了空子，那将满盘皆输。而且眼下软软和灵楚也不在，我们不能贸然行动。白翼补充道。听着白翼的话，雷森沉了沉心，转头看向西西。西西，你有没有看见他们往哪个方向去？西西沉重的摇了摇头。燕哥被困住的时候，我就赶紧跑回来报信了，没看见。雷森情不自禁的闭了一下眼睛，心中的担忧汹涌而起。哦，对了，这个燕哥被困住之前，把这个给我了。西西手忙脚乱的从怀中将护心羽毛掏了出来。石鱼紧锁的眉头骤然一松，一把接过那金羽，见多识广的他一眼就看出是风鹏的护心羽毛，这东西可以感应他的位置。当真？怎么用？白翼眼中顿时漫上一层希望之色。石鱼扣动指尖，将一丝灵力注入到了那金羽中，只见那金羽飘动一下，竟然如同心脏般有节律的颤动起来。燕确实还活着，这金羽和他心脉生机有联系，眼下生命气息并未消失。石鱼此话一出，在场的人都狠狠松了一口气。接着便见那金羽上面悠然飘出了一道蓝色的丝线，那丝线在空气中晃动一下，仿佛在寻找什么，接着便朝着一个方向蔓延了过去。在那边，雷森眼前一亮，继而沉声，既然如此，我们先去狐族附近探探情况再说。好。白翼点头。西西，你立刻回部落，让人火速去通知软软和灵楚，我们且先去看看。第128章，必须让他活着。好。西西点头如捣蒜。amp。雷森等人在金羽的指引下一路前追，很快就闻到了熟悉的味道。嗅嗅嗅，有烧焦的鸟毛味道。白翼匍匐在地上，抬着黑枣似的鼻头努力嗅闻着。我也闻到了。雷森抬头朝着空气中深吸了一口气。石鱼伸出火红色的信子探查，很快在地面上发现了一些羽毛碎片，方向没错，而且我察觉到了狐狸的味道。作为蛇类，石鱼的感官距离要比白翼和雷森两只厉害得多。闻言，白翼下意识抖了抖耳朵尖。你确定不是我身上的味？我也是狐狸，他们比你骚多了。石鱼翻了个白眼。白翼嘴角一抽，满脸怀疑的在身上闻了一圈。不是你这臭蛇怎么说话的？我真服了。我每天都用香草洗身子，怎么可能骚啊？雷森皱了皱胡子。其实他也挺奇怪的，按理来说狐狸身上都有一股难以言喻的骚臭味，老远就能闻到，可白翼却不同，身上总是蔓延着一股说不上来的香味。要不说怎么能勾引到他的软软呢？行了，别废话，赶紧往前追。石鱼懒得和他拌嘴，抬起尾巴在白翼背上戳了戳，拿着金羽率先朝前走去。哼！白翼气鼓鼓的甩了甩尾巴。等此主回来，我要告状。哼哼！哦！很快，一阵吵嚷的狐狸叫声从不远处传来。雷森等人压低了身段，利用层层叠叠的灌木做挡，终于来到了狐族附近。只见部落中间人影绰绰，大量狐兽盘踞在此，有的正在啃食猎物，有的正在费力的挖洞。原来搬到这里来了。白翼龇了龇牙。这里距离猿猴族等强大族群较远，而且密林很多，若不是有金鱼指路，我们也很难发现。石鱼握紧了手中的羽毛。嘘，你们看。雷森抬手放在唇边，眼神示意两人。只见一抹熟悉的倩丽身影自族群顶端的一个大土洞中走了出来，那不是别人，正是西云，而他的身后还跟着点头哈腰的白尘。这件事你们办得不错，记得要给我把那风鹏看住了，别让他跑了，也别让他死了。西云抬手放在白尘的脑袋上，奖赏似的抚了抚。是，女王大人，只是那风鹏醒过来之后一直叫嚣骂人，还将送去的吃食全给打翻了。白尘咬着牙根说道。蠢，不吃就往他嘴里塞啊，吃完用兽皮把他嘴给我堵上，在下一步计划实行之前必须让他活着。西云眼中一闪而过的狠厉。遵命。白尘连忙点头。等我弄死了灵猫族那个软软，就把他的兽夫全部用拓印禁锢，就算他们再厉害，有了拓印也只能跪倒在我脚下老老实实伺候我。西云得意说完，扮演着纯笑的丧心病狂。可是女王大人，这风鹏只有4阶，那灵猫可是还有2只5阶雄性呢，万一他不敢来，或者直接放弃，这风鹏怎么办？
白晨略显担忧地说着。其实他也有自己的私心，眼下西云的雄性只有他和白温了，所以对他们两个的宠爱都大差不差。可万一西云拥有了那金狮和森然做雄性后不再宠爱自己，那他在狐族的地位岂不是要一落千丈吗？哼，如果我没记错，风鹏可是鸟族中的王族血统，且四阶就有稀有的风属性异能，你觉得那灵猫会舍得？就算他不会专程为了他而来，本女王也有办法激他过来。西云歪嘴一笑，您说的是，我已经让白温去灵猫族了，暗地里杀他几个族人，再把他引来。凭借那日在林子中和他对话，我就知道那灵猫族长也不是个怕事的，到时候他定会沉不住气过来。到时候就算他有2只5阶雄性保护，你和白温只要带人拖住他们，我族人多势众，那灵猫一只普普通通的4阶雌性，杀他就像捏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西云说完，抬手在白晨的额头上点了点。女王说的是，不过我在抓那风鹏的时候，却在那群灵猫中间看到了一只岩虎，不过只有3阶。白晨乖顺颔首，却忽然想起来什么似的说道：岩虎。西云眯了眯眸子，岩虎族向来神秘，很少会直接出现在其他族群面前，想来现在是寒冬，食物匮乏，可能也是恰巧被那群野鹿吸引过来的，不用惊慌。反正你这几天要格外注意猿猴族那帮丑东西，别忘了白蚁还在那呢。是，这母狐狸还真是和从前一样，长得丑想得美，竟然还想对软软不利。白蚁攥紧了拳头，恨不得立刻冲上去撕了这个杀亲仇人。看来他的主要目标是软软，不过听他的话，应是不知道岩虎族已经加入灵猫族了。雷森垂眸稍作思量，之前软软和白蚁用了计谋，让狐族和猿猴族掐了起来，还意外弄死了个白风，也成功让西云认为白蚁在那里。所以现在西云一直警惕着猿猴族，没有过多的派人去盯着灵猫族，以至于错漏了消息。时余锐利的蛇眸粗略地扫了一眼狐族，对于他们的战力分布便有了大概。3阶4阶狐兽族有几百只，2阶的狐兽占少数，确实比狼族那帮杂碎难缠得多。我们没有准备，还是不要贸然行动，听那母狐狸的话，暂时会留着燕的性命，我在此处继续盯着。你们2个尽快赶回灵猫族，先把那个白温解决掉。时余说完，抬手将金玉递给雷森。好，你小心，白蚁对狐族比较了解，我们和软软碰面之后就想办法来救燕，在此之前你不要暴露。雷森嘱咐道。知道。时余点头，俯身变做了蛇形态，顺着旁边的一棵参天巨树游上去，凭借着鳞片的保护色，完美的和枝杈融为了一体，将整个狐族尽收目下。我们走。雷森和白蚁悄身后退，狂奔着原路返回。第129章杀穿他们。此时软软和灵楚已经到达了岩虎族附近。你们岩虎族的栖息地还真够隐蔽的，7拐8绕这么久还没到。软软坐在灵楚背上，2只手揪着灵楚软乎乎的老虎耳朵摆弄着。马上就到了，岩虎族族人不多，所以初始的岩虎王选择了隐蔽的地方繁衍，这样也能保证幼崽的存活。灵楚微微侧头答道：岩虎的生育能力很低下，得一个幼崽宝贝的要死，能不藏着掖着吗？灵宝毫不避讳的挖苦道。生育能力低下，我感觉灵楚也不是，不行啊！脑海中一闪而过昨天的旖旎，软软脸颊瞬间热了。和这个没关系，行，不代表生育能力强。好吧，那灵楚，你们岩虎族王位都是由岩虎王的子女继承吗？软软抱住灵楚的脖子，看着手心火红的血气，好奇地问道。是的，所以子主，你可以赐我一个幼崽吗？我保证，一定会对你和崽崽特别好的。灵楚小心翼翼地问着，喉咙中哼哼唧唧地撒着娇。此主这么好看，未来生的崽崽也一定特别漂亮，好期待啊！这个幼崽的顺其自然吧，急不得。软软一口咬住嘴唇。眼下他和雷森交配了2次，和灵楚只交配了1次。这个月的姨妈虽然还没来，但也不至于那么巧一发必中吧？没中，娃可不是那么好怀的。宿主你的阶级越来越高了，怀崽会更难哦。可一旦怀孕，生下的幼崽不会低于5阶。哦，这要牛叉！软软悄悄张大了嘴巴。此主到了。灵楚的声音将软软想入非非的思绪给拉了回来。2人钻过一层树丛，眼前顿时豁然开朗。只见不远处有一大片白雪覆盖的平地，四周陡峭的山脉拔地而起，将那平地牢牢围住，形成了天然的防御墙。10几个山洞错落在山脚下，此时已经空空如也了。而部落的最前方竟然还有一大面活水湖，软软敏锐的耳朵还能捕捉到冰面下细微的水流声，真是个好地方啊！软软叹了一声，眼前一亮又一亮，赶紧从灵楚背上滑了下来。灵楚顺势变回人形，轻轻拉住了软软的手，走，我带你过去看看。踏上那片空地，软软情不自禁地转了几个圈。这里的地盘已经顶上灵猫族100个大了，而且这片空地完全可以利用起来，盖房子、做设施、种植，用不完的用。最后只要在正前方加盖一层城墙，就可以让整个部落易守难攻，牢不可破。我决定了，我们就搬到这里。星月森林里再没有什么地方比这里更加适合建造部落了。软软兴奋的合不拢嘴。那好，我们回去就搬。灵楚从身后环抱住软软，与他脸贴脸的蹭了蹭。能够和自己的词主住在自己原本的部落，这是多么幸福的事情啊！窸窸窣窣，还没等2人温存多久，软软和灵楚的耳朵同时竖了起来，瞬间警惕转身。果不其然，只见2人来时的树林中，不知何时竟然出现了一抹高大的黑影。紧接着是2个、3个，灵楚连忙将软软护在了身后，赤色的虎眸警惕地盯着前方。又看看这是谁啊？那黑影忽然发出一声嗤笑，
慢慢从黑暗中走了出来。软软看清了，那是一只硕大的黑熊。只见那黑熊直立着身子，像人一般用2条粗壮的后腿行走，长长的嘴筒子甩着猩红的舌头，一双银绿色的眼珠子，浑身的黑毛老长，还湿漉漉的，简直又恐怖又诡异。而他的身后还跟着10几头略小些的黑熊。熊傲天，你又来想做什么？林楚忽然收了警惕的动作，双手环胸，仰着下巴用鼻孔看对方。熊傲天，噗！软软一个没忍住，差点笑出来。这什么抓马的名字啊？怎么听着这么熟悉？嗨嗨，他可能有一个素未谋面的兄弟叫龙傲天来着。笑死了！做什么？你这虎崽子翻身做了王，竟然不把本族长放在眼里了。别忘了你阿爹是怎么死的，赶紧把盐虎族的地盘给我交出来，再匍匐在地臣府本族长，不然我就先拿你这只小雌性开刀。熊傲天抬起爪子指向了软软，可看清他的瞬间，眼睛一下子就直了。好漂亮的灵猫，怎么会这么好看？注意到熊傲天的眼神，林楚赤色的瞳孔一缩，深邃的眼底仿佛蛰伏着一只猛兽，时刻准备破笼而出。再看就把你脑袋拧下来。他的此主是他的，不允许任何人亵渎。没有了阿父之后，林楚的毕生所求就是软软，谁敢动他，他一定会将对方碎尸万段。软软情不自禁地侧头看向林楚，林楚周身散发着阴恻恻的危险气息，一字一顿的话语仿佛王者比拟众生，简直帅炸了。熊傲天愣了一下，立时露出了4颗长长的犬齿，好大的口气！一只刚满100岁的盐湖崽子这么嚣张。好啊，今天你这盐虎族地盘和雌性我全都要了，给我上！熊傲天也不废话，一声令下，身后的黑熊们直接蜂拥而上。软软和林楚也不约而同地摆出了攻击姿态。宿主你别掉以轻心，这是只刚刚修炼到5阶的异能黑熊，不过现在的你也不一定打不过他。哦，那我倒更想试试了。从他一出来，软软就察觉到了对方的异能气息，只是不知道是什么异能。之前林楚说过，他的父亲就是因为应战这只熊族族长才被打成了重伤，不过当时的盐虎王年岁已大，都到了半截入土的年纪，打不过这正值盛年的黑熊也属正常。而他的灵力大幅度晋升以来，还没有和5阶兽人交过手，这次正好拿着黑熊试一试。反正林楚现在的实力已经可以独自杀穿他们，他完全不担心。此主你拦住其他人，我去跟那个熊傲天碰一碰。软软不由分说，一个闪身朝着熊傲天冲了过去。他是5阶，林楚急得大喊：我知道，要的就是5阶。第130章，不带这么玩的。软软唇角微扬，眼神却摄人无比，凝步的同时朝着熊傲天直冲而去。熊傲天愣了一下，随即笑得能看到扁桃体，哈哈哈哈！小雌性，你跑过来是想主动来我怀里吗？那老虎崽子有什么好的？不如我强壮，来吧来吧！林楚死死咬着犬齿，恨不得立刻撕了熊傲天那个自恋狂。但是软软主动上去，一定有他的想法，他只要时刻准备着去保护他就是了。想到这里，林楚转过头来，喉咙中发出一声极其可怖的虎啸，后腿发力，朝着冲过来的雄兽们扑了上去。软软紧缩的眸子露出一丝危险韵味，长而笔直的美腿一弯，灵力涌动，瞬间闪到了熊傲天跟前。这边的熊傲天还在傻不拉几的对着软软张开双臂，却没想到眼前一黑，被软软一脚直中面门，登时仰面飞了出去。哈哈！熊傲天捂着差点就被踹断的鼻子哀叫几声，一个鲤鱼打挺站了起来，指着软软满脸愤恨道：好你个不知死活的雌性，竟然敢攻击我！你不知道我是5阶异能兽吗？知道，所以才要揍你。软软歪了歪头，略显玩味的勾起唇角。我饶不了你！嘿哈！熊傲天大喝一声，四肢着地，直直的朝着软软扑了过去。软软眉头一沉，在熊傲天扑过来的瞬间变回了灵猫原形，利用灵巧的身段从他肚皮下面溜走。好个灵猫，看你往哪跑！熊傲天扑了个空，立刻调转身形，又长又黑的指甲死死抠住地面，再次朝着软软冲了过去。只是黑熊虽然体型庞大，防御能力上乘，可惜行动太过缓慢，软软只要稍稍注意，就能轻而易举地躲开他的攻击。熊傲天忙活了半天，完全被软软放风筝，累得气喘吁吁，却连他的毛都没碰到，气死我了！熊傲天猛然起身，两只粗壮的手臂像大猩猩似的砸了砸胸脯，怒气值已经到达了顶峰。随即一股棕黄色的灵力自熊傲天身上迸发而出。此主小心，他要用异能了！林楚一爪子将脚底下的黑熊给打到了一边，急声道：终于要动真格的了吗？软软异常冷静地变回人形，紧紧盯着熊傲天的动作。熊傲天张开血口嘶吼一声，硕大的爪子垂击地面，大地瞬间崩裂，无数岩石飞起团成球状，朝着软软飞了过去。原来是土属性异能，真是巧了。软软好看的眸子一凝，手指顺势翻飞，青绿色混合着紫色的灵力光晕腾腾而起，无数藤蔓自他身后喷发而出，在空中交织成了一张巨网，直接将那些飞来的岩石块尽数击落在地。什么异能？这怎么可能？你一只4阶雌性！熊傲天熊傻了，站在原地张着嘴巴，眼珠子都转不动了。这到底是什么情况？他长这么大还从没见过除了祭司以外的雌性会异能的，而且还是专门克制他的木系属性。可还没等他彻底从震惊中缓过来，软软抬手拍地，大面积的灵力波动朝前直冲而去，藤蔓大把大把破土而出，继而将熊傲天的4肢乃至脖子死死缠住。打架走神可是大忌，软软薄唇轻启，眼底悠悠，抬手握拳的同时，藤蔓骤然缩紧。
熊傲天一下子被勒得口舌外翻，也终于察觉到了危险。好个雌性，有异能又怎样？也不过是柔软藤蔓，没有什么杀伤力。好！熊傲天怒吼一声，浑身的肌肉瞬间紧绷膨胀，灵力凝结，将身上的藤蔓狠狠撕裂开来。软软眼中厉色一闪，他的藤蔓已经经过多次升级，韧性极强，就算是一般的5阶兽人也很难挣脱开。熊族不愧是防御与力量并存的种族，竟然如此轻易的就能破开他的禁锢。很好，若是能打怂他把他收服，那灵猫族将再添一队猛将。这熊这么蠢，相处久了会不会影响智商啊？不重要，能打架就行。软软挑了挑眉。哦！眼看攻击再次被软软躲开，熊傲天急得抓耳挠腮，接着重重一脚踏了下去。软软所在的地面便骤然震动起来。咔嚓！不好！软软心中暗叫，连忙闪身躲开，便见数根土刺擦着他的衣摆穿插而起，差一点就贯穿了他的身子。此主！林楚急了，我不叫你就不用管我，专心应对你那边。软软拍了拍身上的灰尘，并不慌张。他还没有到无法应对的地步，所谓经历过挑战才能进步，他不能事事都靠他人保护，需要好好历练才行。林楚抓着一只黑熊，像丢垃圾似的给扔到了一边，急得直跺脚。看软软和熊傲天对峙，他真是心惊胆战的，生怕他伤到一点。熊傲天已经彻底认真了起来，并不放松，便操纵着那刺空的土刺朝着软软追击而去，同时朝着软软冲了过来。作为5阶异能雄性，堂堂熊族族长，他是不相信自己会打不过一只4阶的雌性的，这要是传出去，他还怎么找母熊啊？软软余光一扫，摊开手掌的刹那，召唤藤蔓将身后的土刺分开缠住，使用灵力用力一击，将其碾为齑粉。反观这边的熊傲天已经到了近前，软软转手召唤藤蔓捆住了熊傲天的手臂，借着他冲过来的惯性，将自身甩开，躲掉冲击，便再次将熊傲天的4肢牢牢捆住。还用这一招？小雌性，这点藤蔓是困不住我的。熊傲天得意一笑，是吗？那这样呢？软软的眉梢不经意的上扬，眼神带着一股嚣张戏谑的美。下一秒，紫色的灵光自他周身腾腾而起，原本缠住熊傲天的普通藤蔓刹那间遍布蜿蜒电纹。什么？熊傲天脸上的得意笑容还没收回去，浑身便被猛烈的电流直接包裹。滋啦滋啦！啊！强烈的电流将熊傲天炸了个外焦里嫩，随着一股白烟冒起，熊傲天重重的窝在了地上，四肢抽搐，毛都被电卷了。不带这么玩的。第131章，你一定是嫉妒了。熊傲天瘫了一下身子，却还是一脸不服气的想起身。果然是皮糙肉厚的熊。软软瞬间冷怒，还想反抗，便是猛然加大了藤蔓上的电流。救命饶了我吧！我认输！熊傲天两眼翻白的求饶已经被打成了电音，舌头都被电紫了。雷电属性在整个兽世都算是个 bug， 再厉害的兽人被其攻击到也得手脚发麻，短暂失去行动能力。听到对方的明确求饶，软软这才收了攻击。呜！熊傲天彻底软在了地上，丧失了攻击力，口齿微微渗血，正颤颤巍巍地喘息着。这边的林楚见到这一幕，终于放下心来，专心应对那些黑熊，一爪子就将迎面而来的巨大黑熊拍翻在地。其他黑熊见状稍有迟疑，便一股脑地往上冲。林楚长鞭式的尾巴朝着周围横扫而去，抽的那群黑熊痛苦嚎叫，锋利的爪子勾住一只黑熊的皮肉，张嘴精准锁喉，一套攻击下来，甚至连灵力都没有用。都别打了！熊傲天举起熊掌，欲哭无泪地招呼一声。剩余的熊兽们早就不想打了，赶紧一溜烟地退到了熊傲天这里，却被软软的一记眼刀吓得往后退出去一大截，没有一个赶上前的。要知道，这彪悍的灵猫刚才可是胖揍了他们身为5阶异能兽人的族长啊，太吓人了！林楚赶紧变回人形过来，一把捞起来软软，雌主你没事吧？没事，不过他看上去倒是有事呢。软软朝着地上的熊傲天撇了撇嘴。林楚看见他就恨得要死，直接抽出骨刀对在了熊傲天的脖子上。可恶的黑熊，就是你害死了我阿父，今天还想觊觎我的雌性，我杀了你！别杀我，别杀我！你阿父不是我杀的，是我大哥熊上天杀的。我大哥已经被你阿父打到重伤死了，我才刚当上族长3天。呜呜！熊傲天吓得浑身哆嗦，全然没有了之前那股子嚣张劲。我真服了，要不是因为刚当上族长要树立威严，我才不过来抢沿虎族地盘，没想到遇到个这么彪悍的母灵猫，差点被揍死，现在还要替我大哥背黑锅，我真是倒了血霉。噗！神特么熊上天，果然上天去了。灵宝嗤笑一声，听着这熊傲天的心声，软软一阵无语，怪不得这么蠢，原来不是原装的族长，那你也该死。林楚手臂一用力，骨刀已经深入了那黑熊的皮毛，只差1寸就要扎进皮肉。他就说又蠢又笨，怎么可能伤到了他阿父的？哇哇！求求你了，别杀我，别杀我！只要你们不杀我，让我做什么都行。熊傲天被电焦的眼毛都掉了，吓得涕泪横流。哦，做什么都行，你确定？软软饶有兴趣的双手抱胸，示意林楚手下留情。林楚直起身子，抬脚将熊傲天踢翻了个身。蠢的要死，能做什么？只要你们不要我的命，我什么都肯做。熊傲天两只熊掌合在一起，对着软软和林楚不停的拜拜。好啊，那如果我说让你举族加入灵猫族，你可愿意？软软略微弯腰，语气试探。闻言，熊傲天明显犹豫了。这熊族举族有100多头熊兽，且不说灵猫族那种弱等族群没有加入的价值，他身为族长真的同意了，岂不是要他听命于灵猫？那也太不划算了吧。
见到熊傲天一双灰溜溜的眼睛转来转去，软软舒展的眉头又是一蹙，杀了他！林楚眸中赤色一闪，伸出爪子扼住了熊傲天的脖子，就要一股刀下去。熊傲天吓得魂飞魄散，连忙惊声：“我愿意，我愿意！早这样乖绝不就好了？”软软面庞上掠过一抹得逞似的笑，旋即又恢复了淡然。我这样把美丽的灵猫雌性，为了表达我的真心，我愿意做你的雄性，求你收了我吧！熊傲天脑子转得飞快，赶紧匍匐在地上，垂着耳朵对软软努力示好。一只普通雌性拥有了异能，这简直是可以轰动整个兽世大陆的事情，机会难得，若是能奉它为雌性，那我以后岂不是成了熊上熊了？再就说了，4阶的异能雌性，它肯定是灵猫族的族长一类，那成为了它的雄性，以后就算再灵猫族也不用低三下四的。软软将熊傲天心里的小九九尽收眼底，满带嫌弃的撇了撇嘴，又笨又蠢又丑，感觉还臭臭的，和他的帅哥兽夫们根本没法比。谁要收他啊？林楚听到这话更是气不打一处来，伸手揪住熊傲天脖子上的皮，就把他拎了起来。你个丑东西，还想和我抢雌主？信不信我把你打的叫你爹娘都不认识？你凶什么凶？说不定你雌主就喜欢我这种的呢。你这么说一定是嫉妒了。熊傲天用眼神瞟着软软的表情，嘴上根本不服林楚。林楚气得咬牙切齿，真想一巴掌呼死这头不要脸的黑熊。其他的黑熊挤在一起，一脸吃瓜的看着自家族长献殷勤。是不是啊？美丽的雌性，我是5阶还会异能，那肯定是雄性的不二之选啊！熊傲天还在努力推销着自己，你也太看得起自己了。软软声音默然，纤细的指尖缓缓抬起，一抹红晕攀绕而起，在空中形成了一个奇异的图形印记。看到那图形印记的瞬间，林楚条件反射似的一把松开了熊傲天。那印记他再熟悉不过，是拓印。还没等熊傲天反应过来，软软抬手就将那拓印按在了熊傲天的脑门上。熊傲天瞪大眼睛，浑身仿佛被什么看不见的东西紧紧缠住，眼前定格的都是软软的脸，接着竟然不受控制的变回了人形，跪在了地上。下意识低头看去，一枚红色的猫形印记慢慢在胸口的皮肤上浮现了出来。在这一刻，熊傲天终于反应过来，他竟然被眼前的雌性给拓印了。你第132章，我可真要疯了。熊傲天一会儿指着胸口，一会指着软软，几乎就要撅过去了。被拓印了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身家性命已经和这雌性绑在了一起，完全受制于他。他生他生，他死他死，就连伤害他也会被反噬，想要反抗将再无可能。而且拓印并不意味着被结伴侣，相当于他赔了夫人又折兵，成了人家免费小弟了。拓印果然是兽世最流氓的东西，只要在缔结的瞬间没有用灵力反抗，就会被直接拓印上。这蠢熊没辙喽！灵宝幸灾乐祸的震动了一下。怎么了，熊族长？看上去你好像不太高兴啊，不是你说的让你做什么都行吗？软软神情微舒，语气云淡风轻。不费一兵一卒，成功控制一个族群，这波买卖就算是5星上将麦克阿瑟来了也得给他点个赞。熊傲天憋屈的不行，却连后悔都做不到了，只能认命般的垂下头去。我高兴，我可太高兴了！呜呜！旁边的林楚狠狠松了一口气，赶紧搂住了软软的腰。还好雌主没有收了他，不然又多了个和我抢软软的臭兽了。毕竟兽世的雌性想接纳几个雄性完全是自由，原本的兽夫也没有任何资格去阻止的。软软抬头看向林楚，伸手摸了摸林楚英俊的侧脸。我们回吧，可以通知族人们准备搬过来了。搬过来？你该不会真是灵猫族的族长吧？熊傲天回过神来，一脸懵逼的看着软软。软软没有回答，反而是林楚斜了熊傲天一眼。能为我们族长做事是你的荣幸。熊傲天脸皮抽搐，不是灵猫族，什么时候换了一个这么能打的族长啊？救命！既然你已经愿意加入灵猫族，成为了灵猫族一员，那就要好好做事。这一片平地现在就交给你们熊族打理，把地上的杂草全都清理干净。另外，在前面的湖中砸出几个冰洞，供应部落过来之后取水使用。软软指了指周围，很快给熊傲天派发任务。有了拓印对他的限制，让他也不敢有二心。是，只是我们还没吃饭，得去抓猎物，吃饱了才能干。所以熊傲天苍忙点头，肚子却传来了阵阵咕噜噜的交响乐。冬季食物本就稀少，他本来是想霸占了岩虎族之后，就在猎物资源丰富的岩虎族附近抓猎物填饱肚子的，却没想到猎物没抓成，反被别人抓了。身后的黑熊们也都抱着肚子缩了缩脖子。这好办。软软抬手将灵泉空间中一直没有取出来那几头野牦牛丢在了地上。啪！望着地上的5大只新鲜的野牦牛，黑熊们一个滑跪冲到了近前，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而熊傲天的嘴巴更是直接张成了 O 型，半天说不出话来。这灵猫族长究竟是什么存在，竟然能够凭空变出来这么肥美的野牦牛？天哪，这族长大人，您简直就是神啊！熊傲天哈喇子流了一地，眼神看向软软，满是崇拜。要知道，就算强壮如他们，想要抓到野牦牛也是要费好大的劲。可这娇弱雌性抬手就丢出来5只成年的，他们的 CPU 已经烧干了，够你们吃几天了。加入灵猫族，这种食物食之不尽。软软明眸稍弯，眉间尽显灵动。对于食物资源极其匮乏的兽世，有吃的就是王道。我等定对灵猫族长绝无二心。熊傲天一个熊扑趴在了地上，直接五体投地。在兽世，没有兽能够拒绝食物的诱惑，他们的一生都是为了吃饱和繁衍而奋斗。当吃饱不成问题，其他的都是浮云。很好，
我们先回了，几日后就会过来，你们做好准备。软软留下一句，重新跨坐在了林楚的虎背上。是，我们在这等着您。熊傲天赶紧低头作揖。林楚白了熊傲天一眼，驮着软软3两步就窜进了林子。黑熊们则是赶紧扑到了那牦牛身上，开始大快朵颐。你刚才都吓死我了，此主。那熊傲天再怎么说也是5阶异能兽，我真怕伤到你。你以后莫要冒险了。林楚抬起虎尾，怜爱地触了触软软的后背。没关系的啦，我这不是好好的，而且我现在的灵力已经十分强盛，能够保护好自己了。更何况我有恢复技能傍身，一般的兽伤不了我的。软软搂着林楚的脖子蹭了蹭。那也不行，得亏你厉害，不然……林楚松了一口气似的喷了喷鼻子。哎，林楚，你啥时候也变得和雷森一样爱唠叨了？软软歪了歪头打趣道。我跟那老狮子才不一样呢，还不是因为担心你，你要是出点什么事，我可真要疯了。林楚略显不满地翘着老虎胡子。好啦好啦，我不会做没有把握的事情，再说不是还有你吗？你一定可以保护好我的，对不对？软软揪着林楚圆圆软软的耳朵哄道。听到这话，林楚一下子高兴起来，步子都轻快了许多。那是当然了。嘻嘻，软软和林楚嘻嘻闹闹着按原路返回，天色渐渐擦黑，却忽然听到了前方传来一阵急促的奔跑声，有东西过来了。林楚立刻警惕起来，摆出了攻击姿态。软软下意识摸向了腰间的古刀，却见一抹熟悉的身影仓皇地从树丛中间跳了出来，因为太过着急，还被树枝绊了一下，摔了个趔趄。那是一只熟悉的灵猫。在看到软软和林楚的瞬间，那灵猫反应了一下，下一秒直接变回了人形，扑到了2人跟前。族长，可找到您了。是西西。西西，你怎么来了？部落里出什么事了吗？软软赶紧从林楚背上跳了下来。出事了！燕哥带着我们去林子里捕猎，却遭遇了狐族的2只5阶异能雄性袭击，现在已经被抓走了，是生是死还不知道。西西一口气说完，眼泪已经夺眶而出。什么？第133章，嚣张的毛病得志。软软霎时握紧了拳头，强压心中忐忑，先回部落。是。3人一路狂奔，愣是赶在天黑之前回到了灵猫族。老远，软软就看到部落门口的白翼正焦急地来回踱步。当看到软软他们的瞬间，白翼3步并作2步地冲了过来。此主，你们可回来了？白翼，其他人呢？现在什么情况？软软来不及喘口气，一个翻身从林楚身上下来。白翼扶了软软一把。发生的事情，西西应该告诉你了吧？我和石鱼还有雷森找到了狐族部落，并且得知燕还活着。从西云等人的对话中猜测，暂时他们不会要了燕的命。另外，西云派了白温过来暗杀族人，雷森发现了他的踪迹，没让他得逞，已经去追杀他了。石鱼现在留在狐族附近盯着他们。听着白翼有条不紊地说完，软软短暂地松了一口气，只要燕还活着，那就还有希望。说话间，远处的林子猛然炸开一道金光，惊起一片飞鸟，片刻回归寂寥。是雷森的灵力气息。林楚话音刚落，便见到一抹庞大身影带着金色光芒从林子中跃了出来，正是雷森。只见雷森身上的异能波动还没消失，口中衔着一只软塌塌的白狐狸走进了部落。看到软软回来，雷森一口甩掉那白狐，变回了人形，上前拥了一下软软。软软，你回来了，路上没有发生什么危险吧？出现了一些小插曲，但是不重要。燕的事情，西西和白衣跟我说了，眼下要紧的是怎么把燕救出来。软软心事重重的垂头。可嗨，一声微弱的咳嗽声从地上那白狐的嘴里传了出来。众人侧目，只见那白狐翻身变回了人形，正是被打得满身是血的白温。白温艰难地喘息着，似乎只剩下半条命了。他本不是雷森的对手，雷森出击有意收敛，就是想留他一条命，看看能不能从他嘴里套到什么有用的信息。白温缓了缓，一抬眼就撞见几双阴恻恻的眼睛盯着自己，吓得差点没喘过来气。可当他看清其中一人的时候，眼球猛然震颤了起来。白翼，你怎么会在灵猫族？你不是在猿猴族吗？白翼略微扬眉，狐眸中噙含起来一股阴鸷之色。白温，我的好阿兄，见到我让你很惊讶吧？目光停留在白温那张熟悉又让他恶寒的脸上，白翼抑制不住地想起那惨痛过往。白温、白风和白晨本是他的兄弟，可面对自己的妹妹被杀无动于衷不说，还主动和仇人结伴侣，甘愿为他做事，这种卖主求荣的事情，也就只有他们能做得出来了。枉费他的阿父拼死保护他们。白温狠狠吞了一口口水，口中还在呢喃：不可能，这不可能的，所有人都看见你在猿猴族，你怎么会出现在……少废话，说，你们把燕藏在哪里了？林楚上前一把揪住了白温的脖子，使劲摇晃着。当看清面前的林楚，白温又是一惊，哪里来的5阶异能炎虎啊？身上还有那灵猫雌性的伴侣印记，那灵猫竟然不止3只雄性。白温被林楚大力的动作晃得口鼻一血，却忽然收了震惊的表情，在嘴角扯起来一股狞笑。想找到他，你们有本事自己去找啊！白温身子一瘫，仿佛任凭处置似的咧着嘴，他根本不担心。狐族现在搬迁的地点极为隐秘，没有任何族群能够找到，没有我指路，谁也别想找到。就算还有一只5阶异能炎虎当雄性，找不到人，他们也定然是不敢杀我的。察觉到白温的心声，软软顿时有种看傻子的感觉，便是缓步踱到了白温跟前，蹲下身子，看上去你很嚣张啊！呵呵，低贱的灵猫，想和我们女王作对，简直是不想要命了。我告诉你，你那疯狂雄性就在狐族，正在被我们凌辱虐打，那个惨叫声哦呦呦传出去老远了。怎么，你不想去救他吗？是不是不敢啊？你就只配救我们女王？啊！
没等白温嚣张完，软软手起刀落，直接一股刀扎进了白温肩膀上的皮肉里面。你用不着激我，只要我想，就有10000种方法能让你开口。只不过你这嚣张的毛病得治。软软说着，手中用力将锋利的刀尖在白温的伤口中慢慢搅动，剧烈的疼痛击得白温失声尖叫，让他想死死不掉，想活活不成。听到他说折磨燕，软软脑海中一闪而过燕那小哭包的委屈表情，真恨不得立刻将狐族这帮杂碎碎尸万段。燕只是4阶兽人，不及5阶兽人强大，耐受能力也偏差，难以想象他会遭受怎样的苦楚。饶了我，他就在狐族，只要你们不杀我，我可以给你们带路。白温扛不住了，终于开始求饶。现在他也已经大致猜到了，白毅根本不在猿猴族，反而成为了这灵猫的雄性，狐族是中了他的计谋了。不过只要成功把白毅还有这雌性一同引去狐族，就能把他们一网打尽。面对白温求饶的话术，白毅登时笑出了声，随即掏出了燕的金羽地到了软软手中。软软呼吸一急，立刻明白了过来，是燕的护心羽毛，怪不得白毅他们能够找到燕的位置，原来是靠它。白毅俯下身子，明着白温讽刺感拉满道：用你带路，蠢东西，你以为你们狐族隐匿，殊不知早就暴露在我等眼目之下。还有你那女王大人，很快就该下去和白风见面了。什么？白温瞪大了眼睛，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你是怎么找到狐族的？这不可能，这不可能！聒噪！软软眼底闪过一丝不耐烦，狠狠抽出了白温皮肉中的骨刀，反手唤出藤蔓，将他裹成了粽子。现在不杀他，到时候看看能不能把他当做一个筹码。西西，你把他关起来，我们去洞里仔细商议。第134章，成败就在他了。是，族长大人。软软进洞，寻了凳子坐下，努力平复着心中的焦虑。越是这种时候，越是不能急躁，需要沉下心思考对策。还商议什么？此主，我们这边有4只异能兽人，而且炎虎族和灵猫族已经合并，凭借我们的实力，直接杀进狐族也不是不可能。到时候直接把燕抢出来，不就完了？林楚一拍桌子，主张道：“你傻吗？万一对方知道打不过，直接把燕也给杀了怎么办？”白毅翻了林楚一眼，白毅说的是，而且软软，我们从西云口中听出，他仿佛有意引你过去，我怀疑有陷阱。若是真的进攻狐族，我恐怕你会有危险。雷森坐在软软身前，轻轻拉着他的手，却发现软软的手心竟然已经起了一层细密的冷汗。我知道，他们留着燕的性命，不就是想引我们过去？只是我不知道狐族现在的实力，以及他们对于灵猫族现在的情况了解多少。我们现在唯一的优势，就是西云现在还不知道林楚、石鱼还有白毅的存在。软软抬眸，古话说得好，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若是灵猫族和炎虎族合并的情况已经被对方知道，那就说明他们有应对之策，那样就棘手了。此主你放心吧，我们很清楚地听到了西云和白晨的谈话，他们完全不知道炎虎族和灵猫族已经合并了，而且尚且以为白毅在猿猴族。只不过我们现在拿不准他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手段。雷森搂过软软的肩膀搓了搓，想尽可能的让他放松。虽然燕还没有和软软交配过，可看软软的反应，雷森也知道燕在软软心目中的地位并不低，他不想让他担忧，所以必会竭尽所能的救回燕。白毅，你不就是狐狸吗？知不知道那个母狐狸有什么厉害招数没有？林楚双手环胸，看向一旁还在沉眸思索的白毅。白毅回神，修长的手指捏住下巴。我已经很久没有回狐族，不过就按我目前可以确定的来说，狐族4阶狐兽有200多只，3阶狐兽有100多只，2阶1阶的无所谓，构不成威胁。族长西云是一只红狐，就是4阶的普通雌性，没有异能，但是他有一个天赋技能，眼睛可以迷惑人的心智。当初我的妹妹白桦就是这样被他暗算的。现在白风死了，白温被我们抓住，他身边只有一个白晨。白晨心机颇深，是在西云身边的3个雄性中最为受宠的，而且他又是受过我们狐族祭司的教导，也是3人中间灵力最为强大的一个。只不过他们的异能都有弊端。弊端？什么弊端？软软一下子直起来了身子。狐族的血脉分得特别清晰，我们的母亲虽然都是白狐，可只有我的父亲同样是白狐，而他们3个的父亲都是花毛狐狸，这就导致了他们的血脉不纯净，所以即使继承了异能，也无法发挥该有的实力。所以要是真动起手来，也就只有4阶左右的水平而已。白毅说完，同样拉过一个凳子，坐在了软软身侧，贴着他。原来如此，软软垂下眼睑。按照目前来说，我们还是有绝对优势的。炎虎族战斗力强悍，同阶级的狐兽完全不是对手，再加上灵猫族的部分高阶兽人，想要杀穿狐族完全不费力。至于白晨、雷森和林楚，随便一个就能吊打他。如此，我们先佯装不知，秘密带着白温前去狐族，等到了地方再做打算。无论如何，只要有一线希望，我就不会放任燕不管。好，有我们在，燕一定不会有事的。雷森怜爱地摸了摸软软的头。那这样，雷森，你留守灵猫族，族群里面还有低阶兽人和雌性幼崽，不能没有人看护。林楚作为炎虎族的王，就带着炎虎们跟我一起去狐族。另外，白毅，你去通知灵猫族所有的3阶4阶的健康兽人一起出发。是。好。很快，众人整装朝着狐族进军。软软依旧骑在林楚背上，手中握着燕的护心羽毛，指明方向，背后跟着浩浩荡荡的兽群。强壮的炎虎中间掺杂着灵巧的灵猫们，所有人都已经做好了准备。软软一瞬间有种御兽师的感觉。这次不仅仅是救燕，如果顺利，软软想让白毅直接收服狐族，为自己所用。
白翼变回原形，跳到了林楚背上，在软软跟前趴下。软软，我还是担心，万一白晨他们用燕的性命威胁，该怎么办？我已经想好了，这件事还得你来做。你就这样。软软搂过白翼毛茸茸的脑袋，在他耳边低语一阵。真不愧是你，我明白了。白翼一咧嘴，露出了粉嫩嫩的舌头。林楚皱了皱胡子，什么秘密，连他也听不得。白翼甩了甩蓬松的大尾巴，一个闪身从林楚身上跳了下去，抛开大部队，率先朝着前方狂奔而去。软软心中隐隐忐忑，成败就在白翼了。终于，众人到达了狐族附近。此时的狐族还在懈怠，完全没有察觉到危险靠近。石鱼灵敏的性子已经看到了熟悉人儿的气息，便是迅速从树上游走下来。软软，石鱼，怎么样？现在什么情况？软软抬手示意，众人立刻匍匐在地，隐匿身形。一切正常。你这是准备直接进攻狐族吗？石鱼看了一眼软软身后，不过不止如此，石鱼，你领着几只岩虎在狐族后方骚扰一下，吸引一下他们的注意力，最好让他们误以为岩虎族来进攻。白翼已经到了指定位置，到时候他会配合你。我和林楚就在前面杀他个措手不及，让他们完全没有反应的余地。软软略微一挑眉，先让其乱成一锅粥才好下手。好，我这就去。林楚，你给我保护好此主。石鱼临走前还盯了林楚一眼。用你说。林楚抬手将软软搂在了怀里，软软狐眸中散出一股前所未有的凝重。所有人准备。第135章，他们不敢。石鱼带着几只岩虎顺利绕到了狐族部落后方，利用灌木掩饰隐匿起来。部落里面的狐狸还在懒懒散散的各自做事，一个个悠然自得，完全没有意识到危险已经来临。你们几个从这里上，你们从那里上去的时候要用最大的声音吼叫，一定要唬住他们。石鱼压低声音，猩红的性子在空气中嗅探着。是。此时，女王大人，白文到现在还没有回来，不会出什么事吧？狐狸洞中，白晨乖顺地跪坐在西云身边，任由西云蹂躏着。急什么？白温做事，我向来是放心的。而且灵猫族那种弱等族群，就算有了2只异能兽人坐镇，也改变不了弱等的事实。西云微微闭着眼眸，抬手在白晨的嘴边点了一下。现在就等白温回来报信，我们就可以准备让那灵猫雌性自己送上门来。女王大人说的是。白晨低下头去，可眉头就没有展开过。他为人谨慎，总觉得事情恐怕不会那么顺利。再怎么说，灵猫族也有2只异能兽人，万一白温先一步暴露，那就白搭了。女王大人，我还是觉得我们需要小心一些，不如再派几只狐兽出去打探。白晨试探道。你呀，就是想的太多，就算他们想做些什么，也得掂量掂量。那风鹏的命可是握在我们手里。就在西云还在得意忘形的时候，几声可怖的虎啸声猛然炸起。吼！嗷吼！西云猛一激灵，从石床上翻了起来，便见一只狐兽满脸慌张地冲进洞来。女王大人，岩虎来了，杀进部落了。你说什么？岩虎族来进攻狐族了？怎么可能？西云心里咯噔一声，抬腿就将那抱信狐兽踢到了一边，直接冲出了洞穴。只见数只强壮的岩虎正在部落里面横冲直撞，逮到哪只狐兽就一口锁喉。狐兽们还在安逸氛围中没有反应过来，就被这突然出现的虎兽们弄乱了阵脚，哀叫逃跑。都给我冷静些，赶紧上去攻击，保护女王。白晨阴沉着脸站了出来，大手一挥，开始接管现场。他就知道事情不会那么简单。如今的狐族只有他一只5阶异能兽，此时遭遇岩虎族，狐族可就危险了。西云手忙脚乱地退到了狐狸洞内，大气都不敢喘，一时之间慌了神。他本来的计划是等着白温将灵猫族引到狐族，把他们一网打尽，却没想怎么突然冒出来了岩虎族进攻。要知道，老虎体型是狐狸的数倍，同阶级的狐兽完全不是虎兽的对手。万一白温再把灵猫族引来了，狐族岂不是要玩完了吗？真是把他弄得措手不及。听到白晨的声音，慌张的狐兽们终于有了主心骨，开始调转方向，朝着冲进部落的几只虎兽发起了进攻。另一边，软软察觉好了时机，抬起的手骤然落下，杀！吼！喵！一声声震耳欲聋的兽吼声自四面八方炸了起来。原本还在应对那几只虎兽的狐狸们一脸茫然的抬头，便见无数岩虎和灵猫们如同鬼魅般从树林中间冲了过来。什么？白晨大惊失色，连忙跳到了高处。不要乱，不要乱！狐兽们虽然惊慌，但是也迅速摆好了攻击阵型，开始对着冲上来的灵猫和岩虎们发起了反击。一时之间，整个战场乱成一团。狐族凭借人数优势勉强拉扯住了灵猫和岩虎们，双方打得难舍难分。没想到他们这么快就反应过来了。林楚咬紧了虎牙，一拳头捶在了旁边的树干上。狐族毕竟是星月森林的第2大族群，能够存续至今肯定是有他的道理的。软软蹙着眉头在暗处观察了一会，发现白晨始终站在一个大狐狸洞顶端指挥，大部分狐兽也都在那狐狸洞不远处战斗，将整个洞穴圈在身后。想来西云就在里面，而且打了这么久，狐族其余洞穴已经基本沦陷，作为人质的燕却一直没有出现被转移位置，这就说明燕很有可能就在西云的洞里。想到这，软软在手中的金羽上注入灵力，果不其然，那蓝光继续飘散，直指西云所在的洞穴。燕在那个洞里，那我杀进去救他。林楚说着就要往前，却被软软直接拦住。别冲动，那里是战场中心，即便是你也不好往里冲的，而且上面有那个白晨。这样林楚，你从那个狐狸洞后方上去，解决那个白晨，让他没有办法指挥狐兽们战斗，
我去找燕。软软吩咐道。那雌竹你一定要小心。林楚不放心的握了握软软的手，知道今日之我已非昨日，现在狐族除了那个白尘，没有人有可能伤到我的。软软朝着林楚投去一个微笑。女王，您赶紧逃跑吧，那灵猫族不知道怎么的和野虎族一起进攻的，我们不是对手啊。白尘大人正在指挥战斗，让我过来带着您赶紧离开。一只狐兽满脸冷汗的急道。什么？野虎族怎么会和灵猫族弄到一起去的？该死，看来白文是真的出事了，没想到被那低贱的灵猫反过来算计了。西云愤愤地咬住嘴唇。那怎么办？您还是先跑吧，我们可打不过炎虎。那狐兽已经怂了。呵呵，跑？能往哪里跑？部落都被围住了，而且他们来进攻，无非就是想来救那风鹏，只要人还在我们手里，他们只能乖乖的投降。西云知道自己已经退无可退，所以还抱着一丝侥幸心理。他料定只要燕还在他手里，他们就不敢太过分。这边来一些四阶狐兽，那边给我顶上。白尘指挥的满头大汗，他深知现在狐族只能撑得住一时，恐怕还是得利用那只风鹏才能让对方妥协。想到这里，白尘做事就要往狐狸洞里进，却只觉身后有一股强烈的压迫感正在逼近。转头的刹那，第136章找死。好，一只利爪秉着红光迎面而来，直接将他从高处打飞了下去。啊！白尘惨叫一声，胸口火辣辣的疼，低头一看，皮肉已经被撕开几道可怖的口子，鲜血顿涌。可还没来得及反应，林楚已经追了过来，张开血口就朝着白尘的脑袋咬了上去。5阶异能兽。白尘的瞳孔骤然一缩，连滚带爬的起身躲开，只差一毫就葬身虎口，连忙在手中凝动灵力，造出一颗颗火球，朝着林楚喷了过去。林楚的瞳孔被火光照亮，抬爪踏向地面的同时，张嘴喷出重重火焰，轻而易举的就将白尘扔过来的火球击落。跟我比用火，你还早2万年呢。林楚歪了歪胡子，后腿用力，朝着白尘猛扑了过去。给我拦住他！白尘慌了，一把抓过身旁的族人，推向了林楚，自己则是变回了狐狸，一头扎进狐兽堆里面，利用层层叠叠的人隐藏了起来。林楚粗壮的爪子狠狠拍开涌上来的狐狸，却找不见了白尘的影子。狡猾的狐狸！林楚咬住犬齿，只能硬冲进人堆里翻找白尘。石宇挡在前方，一尾巴抽倒了一大片狐兽，抬眼就看到了横冲直撞的林楚，却没发现软软的人影，便是急声道：林楚，死主呢？你怎么冲过来了？林楚无暇顾及石宇的质问，埋头在人堆里面追击着白尘。可狐兽实在太多了，变回兽形态之后的白尘有意隐藏了气息，林楚很快就失去了他的踪迹。另一边，软软变作猫形态，已经趁乱摸到了狐狸洞旁，一个闪身就窜了进去。里面西云还在来回踱步，却见一抹白从洞口跳了进来，立时抓起来了石床上的古刀。什么人？软软甩了甩尾巴，闪身变回了人形，勾了勾唇道：西云女王，好久不见。在看到软软的刹那，西云似乎松了一口气似的。原来是你这低贱的灵猫，好大的胆子，竟然敢独自闯进我的洞穴，你不想活了是吧？同属4阶，同阶级之下，一只小小灵猫是绝不会敌得过我们狐兽的，他竟然自己就这么闯进来，真是找死！软软下意识扫视了一下四周，却并没有发现燕的踪影，可手中的金羽依旧直指洞穴深处，看来燕是被他藏起来了。把我的雄性交出来，我只说一遍。软软沉眸，眼底投射而出一股危险的暗光。哼，你还真是嚣张啊！对付不了你那几只异能雄性，我还对付不了你了。低贱的灵猫，你去给我杀了他！西云完全没有把软软放在眼里，指着身旁的狐兽喝道：是。那狐兽拈起来一阵狞笑，可还没等冲上前去，却见原本还在洞口的软软竟然不见了踪影。下一秒眼前一花，迎面来的就是一个飞踢。那狐兽惨叫一声，直接被软软一脚踢翻了洞壁上，摔得昏死过去。什么？西云傻眼了。软软没给西云反应的机会，脚下拧起灵力，瞬间就来到了西云跟前，手中异能化刺直直插向了西云的脖子。西云瞳孔一缩，连忙抽出腰间的古刀去挡，与此同时侧身躲避。软软速度虽快，西云也不是烟渣之辈，可即使躲开了致命伤害，脖子上的皮肤依然被软软的木刺擦伤。异能！你看清软软手中的异能波动，西云一屁股跌在了地上，胸口剧烈的起伏着，眼中是收也收不住的恐惧。我跟你拼了！西云嘶吼一声，将全部灵力灌注在了双臂上，抓着古刀直接朝着软软冲了过去。那模样大有一种要鱼死网破的感觉。软软眼中的戾气一闪而过，眉间冷了几分，只稍微微抬手，藤蔓蜿蜒上前化作一团，狠狠将西云冲倒在地，顺势缠住他握着古刀的手，硬生生掰断了他的手腕。啊！西云疼得惊声尖叫，眼泪一下子就流了出来。他养尊处优大半辈子，什么时候受过这种伤痛？一整个倒在地上，疼得起不来身。低贱的灵猫，你敢杀我，就永远别想知道你那雄性在哪里！我让他生不如死！西云还在对着软软大放厥词，一双狐眸赤红无比。软软幽深的瞳孔散着可怖的光，无数藤蔓秉承着青绿色的光芒冲天起，死死缠住了西云的脖子，将他吊了起来。西云眼球暴突，脸色憋得紫红，拼命扒着脖子上的藤蔓，想要偷得一丝呼吸。你以为我不敢杀你？就算把你们狐族掘地3尺，我也能找到他。软软咬紧犬齿，手中握着燕的金羽，藤蔓也顺势收紧。西云的脖子咯吱作响，即将断裂。住手！
一股热浪从身后传来，软软略微侧目，召唤出一面藤蔓墙，将那飞来的火球挡住。却见那火球分成了数根针状飞散开来，直接截断了软软手中的藤蔓。西云重重地掉落在了地上，贪婪的大口呼吸着空气，狼狈不堪地朝着洞穴内部爬走。哗啦，那火焰稍作喘息，猛然强盛起来，冲破藤蔓的同时，朝着软软席卷而来。软软闪身躲避，却见一道人影冲了过来，锋利的爪子直冲面门。软软一惊，利用藤蔓作挡，退出去数步。是白晨！白晨，救我！快救我啊！你的女王差点就死了！西云连滚带爬的抱住白晨的大腿，哭得梨花带雨。你敢伤我女王！白晨怒视着软软，浑身燃烧着火焰，可他胸前的3道深深抓痕还在渗血，明显是在硬撑着。找死！软软薄唇微张，抬手召唤藤蔓，将白晨捆了个结实。白晨嘴角一歪，拥有木系属性异能的雌性，还真是让人震惊呢。只不过我可是火属性，你的木系属性于我来说没有一点危险，是吗？那这样呢？软软眼中紫光一闪，大片雷电顺着藤蔓汹涌而去。第137章，接下来轮到你了。猛烈的电流席卷全身，白晨惨叫起来，连同扒在他身上的西云也被电得两眼翻白。软软路过燕出世的那片树林，清楚地看到了地上烧焦的痕迹，以及燕的羽毛碎片，甚至还能闻到他滴落血液的味道。一闭上眼，燕那纯纯开朗的笑容便定格在眼前，不知道这些恶毒的狐狸是如何折磨了他的燕。每每想到这里，软软就气不打一处来，便是猛然加大了手中电流输送。白晨和西云根本承受不住，在一阵电光火石之间被炸开数米远。嗨！白晨瘫倒在地，一口鲜血喷了出去，胸口的伤口已经被雷电炙烤得有些发黑。反观西云，早已没有了刚才的嚣张，整个脑袋被电成了鸡窝头，嘴里还在冒着黑烟。怎么可能？你竟然有2种异能吗？这绝对不可能！白晨口中呢喃着，强撑着坐起身子，口齿中间又是涌出一口血来。西云一脸惊悚的摸了摸自己完全毁了的头发，直接抓狂了。白晨，你给我杀了他！杀了他！白晨侧目看了西云一眼，勉强站起身子，同时暗暗凝结灵力。可他明显发现自己的灵力已经有些不足了。之前灵杵那一爪子看似只划开了他的皮肉，实际上早已伤到他的内里，再加上软软那毁坏经脉的雷电之力，白晨已经心有余而力不足。你不要再给我哇哇叫！我再说一遍，燕在哪？3息之间，你们不把他交出来，我定让你们死无葬身之地！软软抬手握拳，眼底的肃杀之气迸发而出。虽然有金羽的指引，但是这是再狐族，万一这群狡猾的狐狸有什么歪门邪道或者其他陷阱，自己人去找就很吃亏，所以让他们主动交出来是最好的。可要是他们就是不交呢，那就死！宿主好飒，本灵宝跟定你了。软软没有理会灵宝的马屁，而是死死盯住了面前的2人。低贱的灵猫，你不要太嚣张，有2个异能又怎么样？释放了这么久，你的灵力也快见底了吧？别忘了，我的雄性白晨可是5阶异能兽人，杀你还不容易？我劝你赶紧给我跪下求饶！西云还在大言不惭的叫嚣。一息，软软抬眸，手中同时唤出雷击藤。你还在装什么？别以为我怕你，白晨你上去杀了他！西云抬手使劲推了白晨一下，却把白晨好不容易凝结起来的灵力给推散了。白晨无语闭眼，人都要麻了，我 amp 井号 amp。2息，软软骤然收指，雷击藤上爆发出一阵耀眼紫光。眼看白晨依旧无动于衷，西云害怕了，转身脚底抹油就要跑。废物，你顶着，我先走了。晚了。软软抬手触地，藤蔓破土而出，裹挟着层层紫色电纹成浪潮般朝着2人席卷而去。西云面如土色，还没跑出去几步，直接撞在了洞穴尽头的石壁上，跌倒在地，眼睁睁看着那藤蔓直冲面门。白晨眼见不好，不顾伤痛，强行在手中凝起火焰，冲到西云跟前，将软软释放而来的藤蔓尽数抵挡。喷涌的火舌疯狂舔舐着雷击藤，可软软的藤蔓只要覆盖电流，就对火焰等毁坏性攻击手段有了抗性，虽然会被灼烧，却完全不会影响韧性。皮肤撼术，软软薄唇轻启，催动灵拳源源不断的供给灵力。与此同时，双手合十，同时外拉，掌心中间幻化出一柄木质长剑。滋啦，紫红色的雷电自那长剑上面横扫而过，瞬间将其表面镀上一层紫金，夜夜生辉。软软翻转手腕，一腿后撤蓄力，长剑带着灵力之气直冲还在死死抵抗的白晨而去。白晨瞳孔一缩，想要躲开，可手中火焰一停，软软的藤蔓就会直插过来，他已避无可避。就在白晨进退两难之际，咔嚓，血液喷溅洞壁，软软持剑狠狠穿透了白晨的心脏，剑锋余威不减，直直削开了后方西云的肩膀。西云捂着鲜血淋漓的肩膀，惨叫不止，连滚带爬的冲到了洞穴最里面。白晨狐眸中的光芒逐渐暗淡，整个身子软了下去，已经死得不能再死。西云吓得嘴唇发抖，浑身痉挛。怎么办？白晨死了，我最后的依靠也死了。不，我不能死，眼下只有那一个办法了。软软一边盯住西云，一边操纵藤蔓，直接将白晨的尸体扔出了洞穴。外面的狐兽还在和灵猫岩虎们打得不可开交，可却被一具从天而降的尸体吓懵了。定睛一看，竟是白晨。白晨大人死了。不知道哪只狐兽叫了一嗓子，原本还在拼死战斗的狐兽们顷刻之间泄了气，开始节节败退。还在撕咬狐兽的灵楚见到这一幕愣了愣，
谁杀的？石鱼抬尾触了一下白晨的尸体，立时感受到了软软的异能气息，是雌主，他在那洞里，快去看看。哦，接下来轮到你了。软软握紧了剑柄，眉眼中间冷然无比，秉势就要上前。西云大惊失色，抬起虎爪，在自己肩膀上抓了一把血，随即拍在了身后的墙壁上。轰隆，整个洞穴开始震颤，仿佛地震了一般。软软脚下一晃，勉强稳住身子，却见那原本完整的洞壁裂开了一道缝隙。与其说是缝隙，倒不如说是一层密室。棺材大小的空间里面，正躺着昏迷不醒的燕。燕原本白皙的皮肤上已经布满了土灰，四肢上有好几块被火焰灼伤的大块伤口，身后的羽翼来不及回收，羽毛却已经被碳化了大半，嘴角还在渗血，棕黑色的短发被冷汗粘湿，眸子紧闭，口中甚至还塞着一块脏兮兮的兽皮。燕！软软惊呼一声，眼里是止不住的心痛。宿主别怕，他活着，目前生命体征还算平稳。西云握着手中的骨刀压在了燕的喉咙上，你再敢靠近一点，或者使用异能，我就扎穿他的脖子。第138章，怎么会这么不要脸？软软死死攥着拳头，目光紧盯着西云手中骨刀。燕还在昏迷中，没有反抗的意识，而就算他的异能再快，也快不过西云近在咫尺的刀刃。怎么办？哼哼，怕了吧？我就知道你是在乎这风鹏的，不想让他死，就给我老实一点。西云歪起来嘴角，再度恢复了嚣张。他一早就把燕弄晕，给关到了他洞穴的密洞里面，想着就是万一出什么岔子，他可以用他当挡箭牌。事实证明，他这手段没白做。怕？你敢伤他性命，我保证你浑身上下的零件都会各奔东西。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软软的后槽牙咬得咯吱作响。他料想到了燕在这里，可没有办法阻止挟持的事情发生，所以他备好了其他的办法，就等西云下一步了。就在这时，此主软软、林楚和石鱼冲进了洞穴。石鱼一把拉住软软的手臂，快速检查了一遍，确定软软没有受伤，这才松了一口气。转眼却见西云正挟持着燕。喂，母狐狸，你赶紧把燕给我放了，否则我一定撕碎了你。林楚朝着西云吼叫一声。看到林楚和燕的一瞬间，西云属实被吓呆了片刻，因为他做梦也没想到软软竟然还有2只5阶异能雄性。一时间，西云眼中的嫉妒都快喷出来了，一只是叱咤星月森林的炎虎，一只是兽人群体中单体战斗力最强的森然。怪不得炎虎族会出现在这里，原来这5阶的炎虎也是这灵猫的雄性。这灵猫到底有什么能耐，竟然可以收服这么多异能雄性？我到底比他差哪了？这母狐狸还真是没有自知之明。我家宿主漂亮上镜，善解人意，沉鱼落雁，闭月羞花，上的厅堂，下的厨房，灵力比他强，还有双属性异能傍身，细细算来，美貌都已经是最不值得一提的优点了。他呢，狐臭嘴臭，心眼坏，啥也不是菜鸡一个，还净抓奸卖怪，哪来的自信跟我的宿主宝宝比的？灵宝的马屁拍得叮当响，软软不禁扯了扯嘴角，行了行了，差不多的了。西云忽然发出了一阵阴恻恻的笑来，手中的骨刀朝着燕的喉管又逼近了些。你们2只雄性还真是愚蠢，居然帮着这雌性来救一只4阶的风鹏。狐族有多强大，你们难道不知道吗？让你们过来救这风鹏，说明什么？说明你们的雌主根本没把你们当雄性看，只为了一只4阶的雄性就不顾你们的性命。依我看，这风鹏才是你们雌主心尖尖上的宠爱，你们2个不过是可有可无的而已。等救回去这风鹏，整个灵猫族还有你们2个的容身之地吗？怕是你们雌主只会给这风鹏生蛋，看都不会看你们一眼了吧？倒不如你们帮我杀了他，我定会不计前嫌收了你们2个做雄性，到时候我们共同掌握狐族，不比你们那弱等的灵猫族好多了。西云嘴皮子功夫了得，一番话完全是在挑拨离间。还没等软软说什么，一旁的林楚已经忍不住了。我呸，长得丑你想的还挺美，给你做雄性，你算个鸟蛋啊你，还想挑拨我们的关系？我告诉你，就算我们雌主会给燕生鸟蛋，也会给我生小老虎的。燕是我们雌主的雄性，也是我们的家人，我们才不会真的计较这些。你以为谁都像你这种恶词？林楚一口气说完，若不是看着燕还在他手里，真恨不得上去立刻弄死他。石鱼尖锐的蛇眸刺在了西云脸上，像你这种雌性丢到弃兽谷，也只有猎狗会过来看一眼。你，西云被石鱼这句话整得直接破防了。整个兽世里面最不受待见的就是猎狗族，猎狗们一向以肮脏丑陋闻名，但凡哪只雌性和猎狗沾边，那简直就是莫大的羞辱。这女的真是自信过头了，简直逆天了属于是。软软冷冷的笑了一声，看似不屑，实际上是拿这普信狐没辙了。试问一下，怎么会有这么不要脸的人？好啊，你们可以继续愚蠢，但是现在主动权在我手上，你们给我退出洞穴，让我离开，否则我马上就杀了他。西云手上猛一用力，锋利的刀刃划破了燕的皮肤。软软的心一下子提了起来，赶紧顺着他的话说道：好，我们退出去，你别动他。正好，只有出去了，他的营救计划才能真正进行。林楚、石鱼和软软对视了一番，得到软软的眼神暗示，也都慢慢往后退去，可也始终与西云保持着最佳的攻击距离。只要他敢有什么实质性的举动，他们就会冲上去，立刻结果了他。西云费力地拖着燕往洞穴口靠近，骨刀始终架在燕的脖子上，却没发现此刻的燕睫毛颤动几下，慢慢睁开了眼睛。是雌主来救我了，
不能乱动，我要想办法配合此主。软软第一时间捕捉到了燕的心声，悬着的一口气放了放，强压欣喜，装作若无其事。双方对峙着，一直走到了洞外。外面的狐兽们看到了西云，一下子又燃起了希望。女王没事，女王还在，女王！狐兽们一窝蜂地涌了上来，将软软等人围了起来，护在西云身侧。灵猫和炎虎们见状就要再次冲上前，却被西云一声厉喝制在原地，都不许动。你们要救的人在我手里，谁敢再攻击我们狐族，我就杀了这疯狂！众人面面相觑，没有再贸然上前，而是默契地看向了软软。软软脸上的表情异常冷静，微微抬手示意族人们暂时退下，余光却在狐兽中间仔细搜索着，很快就发现了他要找的人。只见白翼变成了一只独尾小狐狸，隐匿气息不声不响地藏在狐兽群中，正悄无声息地靠到了西云身后。周围的狐兽注意力都放在软软他们身上，完全没有注意到混进来的白翼。哼，低贱的灵猫，我给你2个选择，你最好想好了再告诉我。第139章，就等惊艳你呢。软软不动声色地抬眸看向西云，略微弯起嘴角。你说，要么你给我退出狐族，并且补偿我族20头牦牛，我可以饶恕你冒犯之罪；要么我就杀了这疯狂，再亲手弄死你。西云阴险一笑，抵着咽喉咙的骨刀玩味似的敲了敲。听到这话，在场的灵猫和炎虎们全都咬紧了牙关。好不要脸！白翼已经就位，但紫色的狐眸紧紧盯着西云，就等软软的示意了。与此同时，燕也发现了白翼的存在，背在身后的手动了动，伸出了2个指头，比了个 OK。这还是他和软软学的。由于所有人都挨得很近，而且目光都在对方身上，没有人注意到燕的动作。白翼眼尖的一下子就看到了，心里的惴惴顿时烟消云散，翘了翘胡子，伸出小爪子，偷偷摸了摸燕的手指。两人心照不宣地达成了一个默契，也都知道了对方的心思。哼，你以为你现在为什么可以站着跟我说话？若不是燕在你手里，你已经头身分离了。软软不屑的目光上下扫了西云一眼。你别给我嚣张，马上退出狐族！西云呵斥一声。我也给你2个选择，要么你放了燕，跪下给我求饶，我就大发慈悲，给你一个体面的死法；要么我屠尽狐族，让你死无葬身之地。你选一个。软软略显嚣张地说着，顺势靠在了林楚的怀里。他在等西云破防，人在极度愤怒的时候，动作无法保持统一，就会懈怠对燕的挟持，他必须要确保燕的绝对安全才行。放肆！低贱的灵猫，你有什么资格跟我提条件？西云气得眼睛通红。我低贱？那你灵力没我高，又不似我一般拥有异能，那你岂不是比我还要低贱？哦不，应该说废物。软软手中轻轻玩弄着藤蔓，言辞犀利，毫不留情。你！西云气的胸口剧烈起伏，张牙舞爪的尖叫着，原本架在燕脖子上的骨刀也松动许多。他被捧了一辈子，从来没有人这样贬低过他，破防已经不足以表达他现在的状态，他已经抓狂了。就是这样，就是这样！软软瞅准时机，大喊一声：“白翼！”也就在这瞬间，原本还在装作昏迷的燕猛然睁眼，浑身用力，一脑壳撞在了西云的下巴上。西云完全没料到燕会醒过来，直到下巴上的剧痛传来，手中的骨刀脱手而落，牙齿都被撞离了口腔，满眼不可置信。白翼猛然变回人形，手中蓝色的狐火腾腾而起，一掌就将西云掀飞了出去。西云口中鲜血喷涌，胸口被烧焦大块，重重地摔在了地上。一切都发生在须臾之间，在场的狐兽们还在懵逼，便见自家女王已经倒地抽搐，不一会儿就没了动静。软软连忙放出藤蔓，将燕给拖了过去。燕一头扎在了软软怀里，眉眼微红，泪直接就下来了。此主，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没事了，没事了，疼坏了吧？软软抚过燕身上的伤口，心疼的皱紧了眉头。不疼，见到此主就不疼了。燕紧紧贴着软软的脸蛋，哭唧唧的模样可怜又可爱。软软安慰似的拍着燕的后背，顺势调动灵泉之力，将燕身上的伤尽数抹去。来人，带燕下去休息，接下来该算账了。灵猫炎虎们眼看没了禁锢，放开手脚冲上前去，反将狐兽们团团围住。狐兽们眼看大势已去，纷纷夹着尾巴翻开肚皮，躺倒在地求饶：“不要杀我们，不要杀我们！”此主，白翼夺到了软软身边，接下来的时间属于你。软软抬手摸了摸白翼的头，白翼深吸一口气，表情似乎是终于得偿所愿一般，直接跃到了狐狸洞最顶端。嗡！白翼周身霎时间被股股紫色灵力包裹，狐兽们感受到了熟悉的气息，下意识抬头看去，只见一阵紫光散开，狐狸洞顶端出现了一抹巨大的白色身影。此时的白翼浑身盘绕着层层淡紫色的光晕，洁白的毛发在光下宛如流萤泻地，泛着珍珠般的光泽，身姿修长如山巅的一缕青烟，脊背处淡紫色的纹路若隐若现，如同月光穿透薄雾时凝结的古老图腾。9条蓬松如云的巨尾舒展开来，尾尖随着清风摇曳出星河倾泻的幻影。好美！软软不由得叹了一声。白翼的目光始终不离地放在软软身上，软软的那句好美是他期盼了许久的。这就是白翼最完整的兽形态。你家狐狸好心机，他一直藏着最好看的样子，就等惊艳你呢。灵宝则蛇不重要，只要他肯花心思哄我开心就好了。软软痴痴地看着白翼，无论什么时候，他总会在不经意间引得他的注目欣赏的。是九尾，竟然是我族的王族血脉，王族不是早就消失了吗？我们的王族回来了，回来了。
狐兽们仿佛一下子忘记了身旁的危险，无比激动地翻身起来，朝着白翼的方向蜂拥而去，却不敢靠太近，亵渎似的匍匐在地，朝着白翼虔诚跪拜。九尾狐是狐族唯一的王族血脉，就像风鹏是鸟族王族一样，这些狐兽见到真正的王族，血脉会被直接牵引，无条件服从。传说中的血脉压制 ，Yes。白翼凌厉的目光扫过在场的所有狐兽，云云开口道：“西云一脉利用诡计霸占狐族多年，已被杀。现如今，上一任狐后现存唯一血脉白翼，接管狐族，称狐帝。从今天开始，狐族与灵猫族合并，所有狐兽必须无条件尊敬服从我的雌性灵猫族长软软，奉他为主。往后，本帝将带领诸位共创狐族曾经的辉煌。是，共创辉煌。誓死追随狐帝大人，誓死追随狐帝大人。”软软一笑，终于，白翼多年的心愿达成了。哈哈！就在这时，一阵可怖的狞笑声穿过欢呼，扎进了众人的耳朵。第140章，千防万防。众人齐齐回头，却见原本躺在地上的西云不知道什么时候爬了起来，浑身颤抖的笑着：“白翼，我还真没想到，你竟然一直藏在灵猫族，枉我在猿猴族浪费了那么多精力，竟中了你的诡计。”由于血脉与生俱来的吸引，见到这一幕的狐兽们反而齐刷刷地退到了白翼身侧，再没有一只狐兽站在西云那边。这么多年来，西云在狐族作威作福，仗着有白尘他们3只5阶狐兽的压制，不断欺压底层狐兽，自己活得滋润，却从来没有考虑底下人的死活。狐兽们敢怒不敢言，现如今终于摆脱他，定然不会再有一只狐狸愿意追随他了。怎么还没死？领主眉毛拧了一下，他刚才看得真的，白翼的那一掌用了全力，应当不会留下活口才是。不是回光返照了，他的生命信息即将枯竭，马上就要嘎了。只不过怎么感觉他身上有点怪怪的？灵宝第一次分析不了完整的对方，什么怪怪的？这分析不出来。我的系统权限虽然不高，但是对于一般的兽人都可以扫描彻底。除了他，但是他就是一只普通的4阶狐兽啊！这下灵宝也有点宕机了。不管了，补上一刀送他归西，免得夜长梦多。软软抬手拧起藤蔓，蜿蜒化作锋利的木刺，却见白翼抬腿从高处跳下，尾尖直指西云的面门。诡计！你杀我妹妹白话，夺我族权，如今还害我家人，怎么有脸说出这种话的？嗨嗨！西云的身子摇晃了一下，嘴角溢出乌黑的血，那又如何？他们都该死！白翼眼中杀意骤现，抬手就要彻底解决了他。西云是白翼的杀亲仇人，让他亲手了结也好。想到这里，软软下意识享受了手中的动作，可还没等白翼出手，西云猛然爬起身，转头朝着软软不管不顾地冲了过去。找死！软软手中灵光乍现，木刺再次凝结。西云没有丝毫退步，直直地撞在了软软手中的木刺上。鲜血从西云口中喷涌而出，可换来的不是他对死亡的恐惧，而是一抹终于得逞的狞笑。呵呵，低贱的灵猫，你中计了！什么？一阵可怖的红光自西云胸口炸开，巨大的能量波动将所有人震开数米，就连灵楚、石鱼等高阶兽人都没有幸免。嗡！紧接着，一颗红色的光束自西云身上喷发而出，西云痛苦地扭曲着脸，皮肤开始干瘪，似乎被瞬间吸干了血液。那光束在空中化作伞形，急速朝着地面笼罩而去。软软！白翼惊叫一声，以最快的速度冲了过去。此主，快躲开！旁边的灵楚和石鱼也察觉不对，同时朝着软软狂奔。不好！软软大惊失色，连忙闪身去躲，却见那红色光束似乎把他锁定了，立刻调转方向朝他追了过来，直至把他完全笼罩在内。白翼等人终究还是慢了一步，狠狠撞在了那层酷似结界的罩子上面，却被反弹出去。石鱼爬起身来，挥动蛇尾重重锤击在了那罩子上面，却发现那罩子严丝合缝，没有一点毁坏的痕迹。灵楚四爪用力，蓄力猛然喷出一口炙热火焰，火焰接触到那罩子的刹那，竟然直接被那东西吸收了。怎么会这样？里面软软幻化出层层雷击藤，自内而外朝着那罩子发动攻击，却见藤蔓接触到罩子的片刻就被碳化成了齑粉。紧接着，一股股灼热的热浪迎面而来，强行将软软逼退数步。软软的皮肤微红片刻，随即恢复了正常。幸好有灵楚的火精在他体内，否则就刚才的那股渗人热浪，足以灼化他的皮肤。别白费力气了！一阵沙哑的声音从脚底传来。软软低头看到西云的样子，结结实实被吓了一跳。只见原本年轻艳丽的西云已经变得老态龙钟，浑身的皮肤发黄干瘪，头发斑白干枯，一双手只剩皮包骨头，可怖至极。这是我狐族祭司给我留下的护族阵法，谁杀了我，这阵法就会锁定谁，永远逃不掉，最后会被里面的无边火焰活活烧死。西云丧心病狂地大笑着，布满血丝的眼球暴凸起来，一口黑血喷出，栽在地上，彻底没了声息。软软咬住贝齿，怪不得西云最后会朝着他冲过来，就是想让自己杀了他，好把这个护族阵法触发在他身上。他千防万防，却没想到西云还有这么阴险的一招。嗡！那红色罩子再次发出一声嗡鸣，灼人的热浪自四面八方层层击到了软软身上，赤红的火焰猛烈燃起，西云的尸体瞬间被烧焦，传出刺鼻气味，可见这火焰的灼热程度。这里已经变成了一个焚尸炉。嗨嗨！一阵难以言喻的压迫感袭来，软软不堪忍受的单膝跪地，捂着胸前大口喘息。虽然这里面的高温和火焰奈何不了他，
可这罩子是完全密闭的空间，随着火焰的燃烧，空气会越来越稀薄，他迟早会死于窒息。此主，软软看到软软难受的样子，外面的兽夫们急得团团转，拼尽全力的攻击那红色罩子，也无济于事。周围的灵猫和岩虎们也没放弃，甚至还有狐兽也冲上前来，试图破开这阵法，全然不顾被罩子上面的高温灼伤身体。白翼，你快想想办法，你不是狐族的吗？一定知道这是什么，赶紧把此主救出来啊！灵楚一把抓住白翼的肩膀，使劲摇晃着，想办法，想办法！白翼急促的呼吸着，双手扒在结界上面，眼泪都在眼眶里打转。可他从未见过这东西，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破开。猛然，他仿佛想到了什么，抓起一把古刀，直接划破了手掌，任由嫣红的血液顺流而下。白翼快速在雪地上画出了一个奇异的图形，也就在那图形形成的刹那，红色罩子上方扭曲起来，竟然慢慢形成了一个人形。第141章，我知道爱是什么了。那人形摇晃着，溃散、凝结、溃散、凝结，终于稳定成了一个幻影。只见那是一个极其美丽的女子，她拥有一头和白翼同色系的银白色长发，正随着清风轻盈舞动。一双尖尖的狐耳从发间探出，狐狸耳薄如蝉翼，内侧透出淡淡的粉色绒毛，如同出绽的桃花瓣，眉眼秀丽，眼角微微上扬，杏眸中倒映着流转的星光，透出灵动的狡黠。是狐族祭司，狐帝大人召唤出了狐族祭司，拜见狐族祭司。面对众狐兽的朝拜，那狐族祭司并没有什么反应，而是一直看着白翼。这狐族祭司并不是真正的实体，而是通过白翼的精血幻化而出的。作为狐族的王族，白翼的血脉拥有召唤的能力，这一能力能让他在困惑的时候可以向狐族祭司找到答案。白翼眼中亮起一抹光，满带希冀地看向那狐族祭司的幻影。咻！下一秒，狐族祭司的幻影化作一团光晕，直接钻进了白翼的眉心。再次睁眼，白翼的精神已经被带到了一个漆黑的密闭空间。咔嗒，远处忽然亮起了光，在这黑暗中格外刺眼，却见狐族祭司就站在那光下，满脸温笑地看他。祭司大人，白翼急切地往前跟了几步。白翼啊，你来了！狐族祭司游沉的声音自周围响起。我知道你的困惑，可那阵法关乎狐族，我不想告诉你答案。白翼闻言，眼中顿时涌起异样，紧接着无比虔诚地跪在了地上，求您告诉我该怎么破解那个罩子，我想救我的雌性。他一直以来都是高傲的，从来没有这般恳求过一个人，也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跪下过。可这次他愿意放下身段，去求得他最在乎的人的一线生机。不可，你是狐族的未来，莫要为了一个外族雌性费心思。狐族祭司的声音冷了下来，明显有些愠怒了。白翼死死握着拳头，脑海中闪过软软那可人的面庞，强忍着眼泪没有掉下来。我能够成为狐族的未来，都是因为他，没有他，我什么都不是。求求您告诉我怎样救他，如果他真的出事，我将追随他去，绝不会犹豫片刻。说到这里，白翼蓦然抬头，眼底闪着泪光，却无比坚定。你，狐族祭司轻轻叹了一声，现在的他早已经死了，这里不过是他的一抹幻影，他根本也主宰不了狐族的未来。既然你执意如此，那我便告诉你，无论付出什么代价，你都愿意吗？狐族祭司做了最后的试探。愿意。白翼斩钉截铁的点头，他已经做好了准备，就算让他去和软软以命换命，他也无怨无悔。那好，只需要……林楚眼见白翼蹲在了原地一动不动，一脸猛地戳了戳他的脸。白翼，嘘，安静等着，他在找办法救软软。石鱼一把拍掉林楚的手，整个人趴在了那红色罩子上面看软软。与此同时，他也发现这个罩子仿佛是两面的，软软在里面听不到他们的声音，也看不见他们，而他们虽然可以看见软软，却也听不到他在里面的动静。事实也正如石鱼的猜测，软软的呼吸越来越困难，周围通红一片，他完全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系统检测中，检测失败，检测中，检测失败。灵宝一遍又一遍地分析这层罩子，软软耳边已经被检测失败彻底缭绕进去。难不成这次真的要栽了吗？第100次解析失败。呜宿主，我分析不了这个罩子，帮不了你，是我没用。灵宝的界面颤动起来，仿佛正在哭泣的人儿一般。你已经尽力了，不必自责，只是有点可惜，我可能当不了你的代表作了。软软勉强在嘴角扯出一抹笑来，身上的灵力也消耗殆尽，使不出一点灵力了。嗨嗨，身体传来失重的感觉，软软再也支撑不住，躺倒在了地上，努力捕捉着周围稀薄的氧气。为啥碳基生物离了氧气就不能活？有时候他真的很想报警。罩子外面的灵楚看到软软倒下，眼圈一下就红了，开始不顾一切地锤击着那罩子。软软，你坚持一下，软软。燕更是急得泪流满面，感觉下一秒就要哭晕过去了。都怪我，此主要不是为了救我，就不会遭遇危险。哭有什么用？想办法救软软才是真的。石鱼强忍着眼泪瞪了燕一眼，甩起来尾巴使劲抨击那罩子，全然不顾尾巴上的鳞片被高温灼伤。他很痛，可若是软软死了，他会痛不欲生。终于，白翼动了。白翼，你终于醒了，怎么样？知道怎么救此主没有？灵楚赶紧抓住白翼的肩膀。白翼没有说话，慢慢推开了眼前的灵楚，目光却是前所未有的坚毅，继而扯过自己的一条尾巴，缓缓抽出腰间的古刀。你要做什么？石鱼的舌头竖了起来，心中似乎有所猜想，却根本不敢置信。白翼忽而笑了一下，对着罩子中的软软呢喃道：“此主，我好像知道你说的爱是什么了。”咔嚓，古刀划过空气，白翼没有丝毫犹豫的直接切掉了自己的一条尾巴。
猩红的血液喷涌而出，白毅的脸色瞬间惨白无比，嘴唇淤青，死死咬着嘴唇，强制自己保持清醒，摇摇欲坠的样子，仿佛下一秒就要晕倒了似的。天啊！胡帝大人，您这是在做什么啊？不要啊！周围的狐兽们尖叫一声，别人不知道，可身处狐族的狐兽们却十分清楚，九尾狐断尾之痛堪比寻常人挖心。石鱼更是傻在了原地，他一直以为白毅对于软软的感情只是浮于表面的，却没想到他竟然能做到如此地步。在众人震惊唏嘘的眼神中，白毅摊开手掌，那染着血的断尾浮动一下，缓缓变成了一柄漆黑的短刃。第142章，别哭。呼！白毅出了一口气，似乎是在极力忍耐那难以忍受的痛，接着攥紧短刃，狠狠扎在了那红色的罩子上面。滋吱滋，短刃锋利无比，竟直直插进了罩子里面，以其为中心，朝着周围蔓延出一道道玻璃裂纹般的纹路。以无之血，破此禁锢。白毅低吟一声，整个罩子瞬间土崩瓦解，红色光柱收起，朝着空中零星逸散，仿佛从来没有出现过一般。里面的软软本来已经处在了昏迷的边缘，忽然之间，久违的空气灌进鼻腔，耳边响起了阵阵呼唤声：“死主，快醒醒啊！软软，醒醒，快醒醒！族长大人！”眼前的一抹黑渐渐恢复明亮，软软费力地抬了抬眼皮，映入眼帘的就是几张焦急的面庞。石鱼，灵楚，我这是死了吗？此时的软软还有点懵逼，极度缺氧让他的大脑有些宕机。说什么傻话呢？你还活得好好的。石鱼的鼻头有些发酸，却依旧毒舌，顺势伸手使劲扯了扯软软的脸蛋。哦，疼！软软捂着脸叫了一声，彻底清醒了过来。我这怎么出来的？他记得他在里面都快见太奶了来着。是白毅那家伙救了你。灵楚抓起来软软的手，在他手背上亲了亲。死主没事，真是太好了。众人下意识让开视线，便见白毅有些单薄的身影摇摇晃晃地站在众人身后，雪地上是一滩扎眼的红色。白，扑通，软软的毅字还没叫出口，便见白毅一头栽倒在了地上。啊！白毅！软软骇然失色，连忙拨开旁边的人，冲到了白毅旁边，将人捞在了怀里。只见白毅脸色惨白，满脸冷汗，嘴唇已经完全看不到一点血色了。软软垂眸，只见白毅手中的短刀扭曲了一下，重新变回了狐尾，狐尾上面原本蓬松洁白的毛发已经干枯变黄，血浸透了毛根。这发生什么了？软软的瞳孔颤动着，他这时候才发现白毅竟然少了一条尾巴，便是赶紧用灵拳给白毅止血恢复。可现在的他还接不上白毅的断尾，白毅把自己尾巴切了一条，变成了一把黑色短刀，用它破了那个阵法。灵楚低声解释道，虽然他不懂其中的厉害之处，但是看白毅的样子他就知道一定不好受。什么？软软惊在了原地。传说中九尾狐的每一条尾巴都可以幻化出任何他们想要的东西，可断尾的痛好比正常人掏出心脏，更有甚者会被活活疼死的。灵宝唏嘘一声，语气充满了不可置信。白毅，你怎么这么傻呢？软软豆大的眼泪滚落下来，抱着昏迷不醒的白毅，哭得痛彻心扉。他从前一直觉得身为狐狸，白毅一直是聪明且唯利是图的，也一直不敢相信他口中的真心，可直到这一刻，他才明白白毅说的话都是真的。强忍住悲痛，软软搂着白毅的脑袋贴了贴，沉声道：所有人打扫战场，搜刮有用物资，立刻回到灵猫族休整，其余伤者回到灵猫族自有巫医治疗。是，遵命。灵楚变回虎形态，将软软和白毅一同驮在背上，率先朝着灵猫族赶了回去。石鱼则带着人留下收拾残局，整顿新加入的狐兽。燕站在原地，看着湛蓝的天空模糊的视线，他的伤痛在软软灵拳的治愈下已经完全恢复，能够自己飞行了。可现在白毅伤成了这个样子，他心里也有些内疚。若不是因为我，所有人都不会出事，是我太弱了，只会给词主和族群拖后腿，是不是我离开会更好呢？怎么了燕？你还有哪里不舒服吗？石鱼友走到了燕身后出声道。燕缓缓摇了摇头，没有，词主的治愈能力很神奇，我已经没事了。石鱼，我是不是很没用啊？听到这句，石鱼怔了一下，随即冷下脸来，是。燕心里一沉，果然，不过不是人没用，是你这心里没用。石鱼绕到了燕跟前，微微叹了一口气。以前我不愿意理会你们几个的事情，一是因为我这兽生性不爱说话，二是因为妒忌词主和你们亲近。但是这次我要说，词主会为了你举足出动，这就说明他很在乎你，也说明他根本没有在乎你的阶级和实力如何，把你真当自己人。但是作为雄性，你是不合格的，而且你不能就这样止步不前，你需要不断强大自身，争取早日可以真正保护软软，而不是成天在这里唉声叹气的怀疑自己。石鱼的一番话仿佛鼓锤一般敲响了燕的内心，燕的眸子深了深，表情前所未有的明了。我知道了，谢谢你石鱼。不用说这些，都是家人，只希望以后我亲近词主的时候，你别来捣乱就成。石鱼的表情再次恢复高冷。燕有些尴尬的挠头。得了，这一下被蛇指点过，以后就不能吃蛇的醋了。灵楚和软软很快到了部落，刚进灵猫族，软软就翻身从灵楚身上跳了下来，二话不说就把白毅背在了身上，朝着自家洞穴奔去，把身后的灵楚都给看傻了。你能想象到一个娇弱的小姑娘背着一个188的成年男子健步如飞的景象吗？软软现在的体魄很强大，所以背起来白毅也不是难事，毕竟白毅的身姿腿长纤纤，不似灵楚和雷森那样肌肉发达，他背起来就更不费力了。
将人放到石床上，软软小心翼翼地将白衣的兽皮衣服脱掉，扯过兽皮被子给他遮住某处，轻轻翻出了他只剩短短一截的尾根。虽然软软用灵拳给他止住了血，截断面也已经恢复了，可那好看的大尾巴却是再也回不去了。呜，看着那光秃秃的尾根，软软捂住嘴，差点爆哭出声。这得多疼啊！别哭。一只冰凉的手抚在了软软脸上。第143章强吻。白衣，你醒了，还痛不痛？软软反手快速抹了一把眼泪，赶紧捉住白衣的手贴在自己脸上。软软粉白的猫耳垂在头上，看着软软微红的大眼睛，白衣有些心疼，眉头压得低低的。乖，别哭，早就不疼了。吸溜。软软抽了抽鼻子，眼尾垂了下去。我虽然能治愈你的伤口，但是没有办法帮你接上断尾，所以他现在灵拳的治愈能力可以治愈除致命伤以外的所有伤痛，可白衣断尾就是致命伤的一种，若不是他的忍耐力超乎寻常，恐怕早就被活活痛死了。没关系，一条尾巴换你，那可太值了。白衣伸手揉了揉软软的小脸，笑得温存，眼底将面前人儿铺满。笨蛋，对于九尾狐来说，断掉尾巴是会没命的。你这样不管不顾，不会后悔吗？软软一下子趴在了白衣胸口。在软软的印象里，白衣是很谨慎的人，有狐狸的天性，也有他为人的警惕，他从不会做自己能力范围外的事情，更是在他穿越早期的时候，一眼就能够捕捉到他的变化，让他直接暴露。这样的观察力和心境，他怎么可能不知道断掉尾巴带来的后果呢？白衣轻轻抚摸着软软的脑袋，叹了一口气，不后悔，因为我从没在乎过后果。他一开始并不知道怎么救软软，所以求助了狐族祭司。在狐族祭司告诉他需要以断尾为代价制作破阵短刃的那一刻，他竟然没有觉得恐惧，也没有丝毫犹豫，而是觉得终于找到救他的方法，如释重负一般。相反，我十分清楚的知道断尾的代价。软软，我以前对你没有真心实意，一心只为了让你和我交配而获得力量，可这么久的相处下来，我发现我真的越来越喜欢你，以至于到了没有你不行的地步。你知道吗？在你被困在那阵法中的时候，我第一次那样慌乱，那种感觉是对可能会失去你的恐惧。我怕了，真的怕了，我不能想象以后没有你的日子，所以无论会付出什么代价，我都要救你，哪怕是让我以命换命，我早就做了最坏的打算。幸好兽神庇佑，让我还能继续留在你身边，只是我没了一条尾巴，就不如以前完美了。你会不会不喜欢我？白衣的尾音还没落下，便见面前的小人儿一下子窜到了自己脸跟前，不由分说的吻住了他的唇。WC 强吻。灵宝兴奋了，白衣瞪大了眼睛，一动都不敢动，感受着唇上柔软的触觉，呼吸都抑制了起来，似乎生怕惊动了软软一样。这还是软软第一次主动吻他的兽夫。良久，软软松开了白衣的唇瓣，望着白衣那微红的面颊，嘴角勾起来一股玩味的笑。怎么了，白衣？你以前不是最会亲了吗？怎么今儿的没反应啊？白衣愣了一下，被软软那勾人的模样射住了心魂，半天才回过神来，眼神中忽然有些迫切。软软，我是你第一个主动亲吻的兽夫吗？你猜？软软俏皮的眨了眨眼。白衣眸色一郁，直接起身，一把就将软软搂到了怀里，狠狠将她按在了大腿上。你小心你的伤口！软软嗔怪一声。白衣骨节分明的长指捏住软软的下巴，往上一抬，垂头再次吻住了软软，却在绵绵几下之后，轻轻咬了一口她的嘴唇，似是惩罚。我不管，我就是第一个。好好好，其实你就是我主动亲的第一个哦。软软低声哄着，手指在白衣的胸口画着圈圈。这还差不多，软软，我知道什么是爱了。我现在十分确定对你的情感，你说这是不是爱？白衣搂住软软的腰，指腹在软软脖颈间诱惑的摩擦着。每个人对爱的定义不同，但是我相信你爱我。软软一笑，将脸蛋乖顺的贴在白衣手心蹭了蹭。白衣唇上勾起一抹好看的弧度，手指探进软软的发丝中间，仿佛想直达她心底最柔软的地方。我爱你。软软的心跳随之加速，如同小鹿乱撞，在这蛮荒兽世能够听到我爱你3个字，真的是莫大的奢侈。白衣，两人四目相对，软软看着白衣那张极具诱惑力的脸，吞了一口口水。你真的好好看，断了一条尾巴又怎么样？丝毫不会影响她漂亮狐狸老公的颜值，而且她一定会想办法让她的尾巴长回来的，是吗？白衣缓缓靠近软软，鼻尖与她相贴，两人呼吸交织，混合着淡淡的渴望和暧昧。那我配不配真正拥有你？白衣在努力克制生理反应，她很早就对软软缠得不行了，现在情感丰富，软软的每一个动作都是让她无法抗拒的诱惑。软软没有直接回答，而是直接闭上了眼睛，仿佛任由对方处置了一般。白衣有些激动地深吸一口气，灼吻上了他的额头，然后是太阳穴、鼻尖，每一次的灼热触碰都仿佛过电一般，让两人不禁颤抖。忽儿，不行，我要去洗个澡，把自己弄得香香的。白衣费劲地压制住了喷涌而出的欲望，抬手将软软抱到了床上，抓起兽皮浴巾就要去温泉。他要以最好的状态给软软留下一个绝对难忘的感觉。软软傻愣愣地坐在石床上，不是谁家好人气氛正浓的时候掐断去洗香香的。6. 洁癖，这狐狸绝对有洁癖。刚走到洞门口，白衣又再次折返回来，伸手将软软打横抱起，再次往外走。你干嘛？软软搂住白衣的脖子，一脸懵。白衣眉眼弯弯，语调惑人道：我们一起洗不好吗？软软的脸刷一下就红了，赶紧把头埋在了白衣胸前。你这家伙受伤了也不老实，都怪他的治愈能力太强了，只给白衣留了一个疤。不远处的阿化抱着娃娃，一脸吃瓜。哎，
那不是族长吗？他和……嘘，装没看见。第144章，该回去看看了。西西赶紧捂着阿花的嘴，把他推走了。反观林楚，已经累得在厨房火堆旁边睡着了。目睹这一切的阿香啧嘴，可怜的林楚大人家被偷了都不知道，还睡呢。雷森不动声色地搅动着锅子中的鱼汤，全当没听见没看见，心里一直重复着：我什么都没看见，我什么都没听见，我什么都不知道。给软软做鱼汤，给软软做鱼汤。哗啦，雾气缭绕的温泉中心，两道影子拥吻的难舍难分。白毅紧紧环抱着软软纤细的腰肢，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她的身体在颤抖，眼中已满是狂风暴雨。软软的头靠在白毅肩膀上，呼吸带着水汽，眼底的微红玉色诱人心魂。怎么了？不舒服吗？白毅转头，唇在软软耳边撕磨，声音带着些许沉醉后的慵懒。你别说话。软软抬手捂住脸，似乎是想遮羞，可摆动的长发却在温热的泉水中不停滑动，仿佛有了生命的鱼儿一般。白毅发出一声轻笑，抬手托起软软的大腿，张嘴咬在了上面。啊！软软嘤咛了一声，脸色更红了，便是伸出拳头，使劲在白毅胸口上砸了砸。坏狐狸，就是要坏才能抓住你的心不是？白毅侧头抿住了软软的耳垂，软软哆嗦一下，身子顷刻之间就软了。与此同时，耀眼的紫色光柱冲天而起，仿佛划破了天际一般。这边石鱼和燕等人已经清扫完了狐族，准备打道回府。除了狐族活着的全部族人之外，他们还找到了许多新鲜的肉类和兽皮兽骨以及白蝉的内丹。所有人有序撤离回灵猫族。石鱼抬高声音：是。石鱼，我想回鸟族一趟，2-3天就回来，你替我跟祠主说一声。燕停住步子，拍了拍石鱼的肩膀：刚把你救回来，你就要走，不去给祠主报个平安吗？石鱼眉梢一抬：不了吧，白毅受伤了，祠主可能正忙着照顾他，等我回来会好好感谢祠主的，也会好好感谢你们。燕现在还是有些不敢面对软软，为了救他，族群遭受了很大损失，虽然收服了狐族，但是依旧有大量兽人受伤，他必须想办法弥补。而且他心中有着困惑，需要回到鸟族才能知道究竟。况且离开了这么久，也该回去看看了。行吧，那你路上小心。石鱼点头。燕抻了抻翅膀，凌空而起，朝着天边的朝霞快速飞去。石鱼舌眸一凝，心里不知道在想什么。啊哟，疼！一声呻吟将石鱼的目光吸引了过去。只见一只瘸了腿的狐兽正在疼得嚎叫，而他面前蹲着一个老态已显的女兽人，那女兽人手上握着一些磨碎的干草药，正在给那狐兽往身上抹。嘶嘶嘶！石鱼下意识探出性子，游动蛇尾到了那女兽人跟前。见到石鱼过来，那女兽人吓得手抖，一手按在了那狐兽的伤口上，疼得那狐兽滋哇乱叫。你会用草药？石鱼眯起来蛇眸，幽深的眼睛盯在那女兽人脸上。迄今为止，除了软软，他还是第一次见到会使用草药的女兽人，而且面前的狐兽不过3阶水平，怎么也识得草药？只会一点点。那女兽人小心翼翼地点了点头，沟壑纵横的脸上霎时间蒙上了一层冷汗。要知道，他面对的是一条巨型森然变成的强大兽人，万一哪里行差踏错，对方的致命绞杀就能片刻送他归西。你是巫医？石鱼继续问道。啊，不，我还不配当巫医，我只认识一点点止血的草药，其他的并不清楚。那女兽人连连摆手，把头摇得像拨浪鼓。能被称为巫医，至少要认识并且准确使用10几种以上的草药才行，他这水平还远远不够格。石鱼微微抬起下巴，端向了那女兽人一会，普通的兽人不会认识，更不会接触到草药一类，你是怎么能认识还知晓用法的？想来你也不是什么普通狐兽吧？你说说他是谁？石鱼抬起尾尖，随便指了一只狐兽问道，犀利的语言配着那冰冷的气质，极具压迫感。那狐兽豁然哆嗦了一下肩膀，赶紧跪在地上，回石鱼大人，她是我们的老巫女，我们都叫她阿宽娘，她就是阿宽。那狐兽指着刚才被阿宽娘治疗的断腿狐狸，一口气将知道的抖露了个干净。巫女是做什么的？石鱼看向阿宽娘，你自己说，敢有所隐瞒，我定饶不了你。是，巫女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职业，是因为我年龄大，跟在狐族祭司旁边一段时间，学到了一些东西，不过也都是处理一些狐族的杂事。阿宽娘嘴里说着，紧张的不行。石鱼没有第一时间说话，而是垂眸思索了一阵，看来这老女人应该对狐族很是了解，而且认识一定草药，对于族群会有裨益，还是带她回去让软软考察一下的好。行了，都起来吧，所有人出发回族群。石鱼转身带头朝着灵猫族方向走去。是。一至深夜，温泉水花翻涌，方才停了下来。软软小脸煞白的趴在白毅肩膀上，大口喘着粗气。他是真没有想到，白毅看起来细皮嫩肉的，竟然也那么猛。快，我要穿衣服，石鱼他们应该也快回来了。软软有些虚弱的朝着岸边勾了勾手。石鱼带着其他族人，其中有伤员走不快，但是算时间也该到了。好呢。白毅应了一声，恋恋不舍地吻了吻软软，拿出兽皮浴巾替他擦干净，又服侍他穿整齐衣物。白毅的手指很软，被他触碰真的是一种享受了。两人手拉着手回到部落，老远就听到了林子中间传来的杂乱脚步声。很快，石鱼的身影出现在了部落门口，雷森和林楚也早就等在那里了。看到白毅目不转睛瞅着软软，林楚吃了吃鼻子，可恶，还是被这狐狸给得逞了。石鱼第145章，受伤的幼小
心灵。软软唤了一声，下意识松开白毅走了过去。狐兽们见到软软和白毅，赶紧纷纷跪倒在地，拜见狐帝大人，拜见帝后。手上的温度消失，白毅瞬间心里一空，只能轻轻捏起指尖，试图留住那股温存，闷声道：“都起来吧。”是。软软走到近前，石鱼的尾巴暗暗兴奋地扭动起来，很自然地扯住了软软的手指。狐族那边已经处理完了，我算了一下，成年的雄性狐兽3阶4阶加起来共有200只，2阶的还有58只，幼崽和雌性共有20只。那些是我们带回来的兽皮兽骨以及猎物。石鱼做事有条不紊，将所有的东西都打理得井井有条，给软软省了不少事。软软点了点头。灵猫族现在有将近100只兽人，岩虎族现在只有15只，这样一对比，就知道庞大族群的数量有多占优势了。若不是有白翼在，狐兽们的心有归属，这么大数量的狐兽，万一死不投降也是十分棘手的。如今有了狐族的加入，再加上还在岩虎族部落的熊族，灵猫族的族群数量已经达到了惊人的将近600只，但是依旧赶不上猿猴族的族人数量。不得不说，那群猴子是真的能生。灵宝则蛇，打架这种事，不是人多就一定能赢的。软软挑了挑眉，也是啊，辛苦你啦，石鱼，快进洞里歇歇，剩下的就交给我处理吧。哎，燕呢？怎么不见他？软软抖了抖猫耳，在人群中扫视了一圈，却并没有发现燕的存在。当时燕的伤已经被他全部治好了，而白毅受伤严重，他只能先带白毅回来，所以没来得及安慰燕可能受伤的幼小心灵。他回鸟族了。石鱼答道。啊，回鸟族？他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就走了？软软眉头一垂，该不会是燕又误以为自己忽略他，或者不关心他离家出走了吧？啧，狗狗系男友也不好哄啊。灵宝打趣道。具体原因我也不清楚，但是我看他行色匆匆，应该是有什么要紧事。石鱼歪头看着软软，捕捉到他眼底的失落，一时之间也不知道怎么安慰了。那石鱼，燕走的时候有没有说什么要紧话？雷森上前一步，也没什么要紧的，只说2、3天就回来，还说回来了会好好谢我们。其他的，反正他还是那样，对自己成天怀疑这怀疑那的。我安慰了他几句，也不知道他听没听进心里。石鱼摊了摊手，他其实是不太会安慰人的，今天也算是破天荒了。这么久的相处，兽夫们的性格彼此都有了解。燕一向喜欢自怨自艾，归根结底就是因为实力不如其他几个所以自卑，而石鱼等人从来没有歧视过他，甚至对他多有照顾，所以他们也不理解燕的那股子不自信从哪里来的。没关系的，软软，他经历了这么多事，恐怕也会有迷茫什么的，让他回到家人旁边舒缓舒缓也好。雷森温柔地说着，抬手放在软软的脑袋上揉了揉。爱软软悠悠叹了口气，猫尾巴耷拉了下去。本来他还打算到时候亲自跟着燕去一趟鸟族呢。雌主你别担心了，他身上的伤都被你治好了，而且他这样不辞而别，还不如我当初呢。你不要太在意了，要是他不回来了，我们也一定能照顾得好你的。灵楚跳到软软面前，将毛茸茸的大脑袋在软软身上蹭了蹭。说到底，灵楚心里也有些不快，整个族群费了这么大力气去救他，结果他不打声招呼就走了。最重要的是，他惹软软担心了。别乱说灵楚，燕不是那种兽。雷森盯了灵楚一眼，再怎么说，燕对软软的用心，众人也是看在眼里的。背叛雌性逃跑这种事，断然不可能会发生。也罢，到时候燕回来再说吧。软软摸了摸灵楚的脑袋，勉强扯出一丝笑来。对了，还有一桩事，把人带上来。石鱼转头，几只灵猫连忙拖着阿宽娘走了出来。这只老狐狸认识一点草药，以前还是狐族的巫女，你看该怎么处置？石鱼靠在了软软身侧，冰凉的大手顺势扶住软软的腰。白毅盯了石鱼的手一眼，没有出声，但是身后的狐狸尾巴依旧有些嫉妒的甩来甩去。由于一条尾巴的缺失，他还有些不习惯。嫉妒了，我也嫉妒你。灵楚特意凑到白毅旁边，翻了他一个大大的白眼。天知道他看见白毅恢复的灵力光柱的时候，心里有多酸。一边去！白毅一巴掌呼在灵楚的大脸盘子上。哇哇哇！可恶的白毅，还是我背你回来的，你竟然敢打我，我跟你没完！一虎一狐又开始互掐，其他人已经习惯了，目光全然放在了阿宽娘身上。巫女，我还从未听说过这个职位，你在狐族都负责做什么？软软弯腰，语气平静又不失威严。阿宽娘抖了一下肩膀，赶紧对着软软拜了拜。回帝后，我年纪大，见过我们狐族祭司，由于我自打生下来就是3阶水平，狐族祭司看我老实，就把我带在身边知晓了一些东西，也包括一点止血草药的用法。我在狐族帮助族群占卜，记族群的所有兽人信息，所以狐族祭司给我了一个巫女的职位。但是我从来没有帮助过西渊，因为他是不正当来的，不是狐族的正统王族，所以他把我囚禁在地洞里面，直到今天我才出来。阿宽娘说完，赶紧低下头去。帝后，我阿娘说的都是真的，她从来没有帮助西域女王做过坏事，求您收留她在族里吧。阿宽看见自家阿娘被单拎出来，也顾不得什么了，拖着断腿就出来求情。占卜？软软蹙眉，在兽世这么久，他还是第一次知道兽人也会占卜。兽人占卜一般都是通过独特的兽神天算，只是不知道这只老狐狸算得准不准。第146章，想想就觉得刺激。你们别紧张，也不用害怕，只要你认真回答我的问题，我不会把你们怎么样。既然狐族已经加入灵猫族，没有实质性的背叛或者犯罪是不会被驱逐的。软软沉声，是。阿宽和阿宽娘心里的石头半落了地，赶紧点头。
你说的占卜具体是怎么做的？占卜什么？软软问道。阿宽娘顿了顿，从身后的兽皮衣服里面小心地掏出了一根造型奇特的骨头摆在地上，那骨头表面已经包浆了，十分光滑。就是用这个，因为我的能力不强，所以只能简单的占卜一下未来一段时间内可能会发生的大概事情。阿宽娘老实的说着。这是牛肩胛骨，用牛肩胛骨占卜可以追溯到商代至周代占卜中，甲骨文中骨字就是源于此，他们当时主要用它来占卜疾病、战争一类的。灵宝提醒道。商周？现在可是蛮荒时期，纯人类还没出现呢。软软摊了摊手，他以前在灵宝的数据库里面了解过，兽氏所处的蛮荒世界曾被一股神秘的时空乱流扭曲，以至于现代的考古从未发现过它的存在，甚至于从兽氏流传下去的一些东西会被误以为是原始人留下的，实际上兽氏的存在是远于原始人类的，并且影响也十分深远。有没有一种可能，商周时期的占卜术就是兽氏流传下去的呢？灵宝一语中的，软软不由得沉下了眸子。或许在他不了解的时空当中，真是如此呢？若是这样，他在兽氏所做的一切，所遗留下来的一切，会不会也在现代的考古中发现呢？毕竟他穿越的是以前的世界，想想就觉得激动。你可以知晓未来，那你现在能展示一下吗？软软强压心中的小雀跃，有些迫不及待。阿宽娘抬头朝着夜空看去，随即摇了摇头，现在不行，必须有月亮和星星。闻言，软软慢慢点了点头。确实，不同的占卜需要不同的媒介，反正这阿宽娘一直在部落里面，一定会有机会。如果他骗他，也有佐证的时间。眼看软软迟迟没有发话，阿宽娘紧张到了极点，额头上立时出汗了。怎么办？我现在展示不了占卜术，帝后大人不会生气吧？怎么办？怎么办？察觉到对方的心声，软软缓了缓神色。无妨，日后有的是机会。灵猫族还有一些空置的洞穴，但是恐怕也不够你们所有人住。我们部落后面有好多个挖好的地窖洞穴，你们就先凑合住一晚。明天开始，我们就要收拾收拾，举族搬迁到其他地方去。狐族本来就住在地洞里面，那些暂时空置的地窖正好派上用场了。只不过去到岩虎族又要重新挖了。是，谢帝后。软软身上的肌肉紧绷了一下，他怎么总觉得帝后这个称呼有点怪怪的？现在族群里灵猫们叫他族长大人，岩虎们叫他王后，狐族又叫他帝后，乱码了。看来以后还是得统一一下叫法才行。另外，阿宽娘，既然你曾负责统计狐族兽人，那你明天就来给我汇报一下狐族族人的基本情况，也让我能够了解一下大家。软软朝着阿宽娘投去了一个温和眼神。如果阿宽娘的能力属实，那灵猫族将再添一员强力辅助。是。阿宽娘连忙点头。老巫医，受伤的兽人就先交给你治疗，遇到伤的太重或者你弄不了的，就过来告诉我。软软转头对还在看热闹的老巫医说道。啊，好嘞。老巫医满脸殷勤的点头。这段时间在灵猫族可把他过舒服了，吃得好睡得好，还长胖了不少，感觉还能再活几百年。那安置洞穴的事就交给我去吧，这么多人，其他兽估计处理起来费力。雷森上前一步。好，那辛苦你了雷森。软软拉着雷森的手晃了晃。雷森做事稳重，处理这种事也确实是强项。没事，应该的。雷森贴了贴软软的脸蛋。本来还在和林楚胡闹的白衣坐不住了，三两下窜到了软软跟前。我跟他一起去，你不休息一下吗？你伤才好，而且还。软软抬手抚过白衣的脸，后半句没等说出来脸就红了。虽然伤势恢复，白衣的神色还是有些发白的，而且刚刚又剧烈运动过。这是什么话？我好着呢，用不着休息。所有狐兽有序排成一列，跟过来。白衣从软软的话中听出了一丝怪味，转头语气一整个变成的威严无比。他必须在软软面前好好证明一下。遵命。狐兽们赶紧低头夹尾巴，跟在雷森和白衣身后。那我去处理一下带回来的东西。眼见白衣和雷森干活去了，林楚也赶紧正经起来，他可不能输给那两个家伙。呢。软软点头，照着林楚的大脑袋上啵了一口。人群四散而去，兽夫们各司其职。这一瞬间，软软真心觉得有好几个老公是多么幸福的事情呀。那石鱼，你忙了这么久，就不要做什么了，赶紧回洞里好好休息吧。软软背着手，对石鱼俏皮的歪了歪头，望着软软粉嫩的猫耳朵尖，石鱼情不自禁的弯起嘴角，口中的杏子也不受控制的探了探。可不探不要紧，一探不得了。他交配了。软软心里咯噔一声，还没等反应，便见石鱼瞬间游走到了他跟前，拉住他手臂就往洞穴里去。怎么了，石鱼？你要干嘛？软软被石鱼大力的动作拽得一个踉跄，迈着小碎步跟在他身侧。石鱼没有说话，可冷下来的蛇眸配着那阴鸷的表情，还是挺瘆人的。进到洞穴里面，石鱼陡然松开抓着软软的手，就那么背对着软软站着，不说话也不动。软软被他这反应弄得有点紧张，嗫嚅了半天，才又试探着出声：石鱼。他知道他吃醋了，但是这回吃的醋怎么感觉酸的吓人啊？第147章，为我花生。还没等软软反应，石鱼眨眼就到了跟前。软软被石鱼高大的身影一整个笼罩了进去，略显慌张的抬头，却撞上对方那双锋利又冷然的蛇眸。这次又是谁？石鱼的声音低低的，带着一股说不出来的冷冽，蛇尾滑动，将软软逼得后退。什么？软软咬住唇，有意装傻似的，对，已经贴到了墙上。石鱼不给他丝毫逃跑的机会，凑到他跟前，与他眼神相情。是白衣吗？我在你身上闻到了他的味道，让我讨厌，
又极度的味道。石鱼细长的睫毛下映着一层层密密的影，看不出是什么表情，可从他的语气中，软软却捕捉到了浓浓的不悦。是，我和白夜。你还敢承认？石鱼陡然攥住软软的两只手腕，顺势举过他的头顶，将他整个人牢牢压在了石壁上。软软被对方突如其来的动作唬得呼吸都滞了一下。哦，壁咚哎，灵宝看热闹不嫌事大，这有啥不敢承认的？软软小声逼叨了一句，可这一下却彻底惹得石鱼醋坛子翻了个底朝天。石鱼另起一手捏住软软的下巴一抬，气息压了过来。自打我冬眠醒来之后，你的眼中就多了好几个人，甚至于还有经常惹你生气的灵楚，可你为什么就不看我一眼呢？明明我的眼里梦里所见所闻都是他，为什么他就不明白我的心意呢？他宠爱了他们一个又一个，却从来没有主动亲吻过我，是不是因为我是蛇，没有温度，他不喜欢？还没等软软回答，石鱼的内心已经刮起风暴了。他从来没有后悔过那次在蛇林没有直接要了软软，他一直以来都是希望软软能够真心喜欢他，从而去宠爱他。可是过了这么久，软软接纳了雷森，接纳了灵楚，最后连狐狸也和他交配了，而自己心心念念的人儿却从未对他有过更加亲密的举动。软软怔了一下，从蛇林回来之后，由于石鱼陷入沉睡，导致软软并没有机会和他进一步培养感情，可他似乎确实有些忽略蛇了。石鱼的性子过于冷淡，全然不似其他人会直接表达感情，软软对于感情比较直接，所以很难捕捉到他细腻的情感，这才导致石鱼今天的爆发。而且他差点忘了，蛇为了他也是豁出过性命的。石鱼的喉结滚动着，强压心中翻涌而起的酸涩感，碧绿色的蛇眸第一次染上了绯红，似乎下一秒就要划泪一般。罢了，宠爱谁是你的自由，我只是有些心痛。石鱼缓缓松开了握着软软的手，转身垂头就欲离开。忽然，一个小小的温暖怀抱从身后猛然环住了他。石鱼舌尾一僵，心跳都漏了半拍。对不起石鱼，是我一直忽略你的感受了，其实我很喜欢你的，更没有意不和你亲近，只是我希望你以后可以主动一点，我们是伴侣，没有什么是不能说的，就像你今天跟我吐露的心声，我就知道该怎么对你了。软软贴在石鱼的背上，声音闷闷地解释着。当初在蛇林遭遇青衣和黑桑，石鱼是真的没管自己的安危，想保护他，以至于中了满身的蛇毒。还有那句你没事真是太好了，完完全全暖进了软软的心坎坎里。紧紧抱着石鱼骨感的腰肢，软软一动也没动。他知道石鱼其实就是想要他的一点关注而已。石鱼沉默了片刻，猛然转过身来，一手搂住软软的腰，一手垫伏在软软后脑，面前的俊容放大，软软被石鱼很用力的吻住，一股子失控的气息凝在两人唇齿之间。石鱼的吻犹如狂风过境般的掠夺，又不失柔情。软软腿上有些发软，下意识扶住了石鱼的胳膊。石鱼的蛇尾躁动的来回滑动，慢慢缠住了软软的腰腹，拥吻他的动作加快，仿佛要把他揉进身体，融进血液。此主，东西我都带人收拾好了，你要不要去看？干活回来的林楚兴冲冲的声音响起，刚走到门口就被石鱼迎面而来的粗壮蛇尾一下子抡飞了出去。哇啊！林楚没有防备， QQ 弹弹的摔到了雪堆里面，七荤八素。石鱼抬眉，死老虎真是碍眼，哪凉快哪待着去。软软被石鱼依旧狂热的吻弄得有些窒息，一张小脸憋得通红。石鱼恍然松开了软软的唇，两人的唇色都红得欲滴。石鱼凑近软软，粗重的呼吸泛着玉色的气喘，够主动吗？我要告诉你我有多喜欢你，只要你分我一点感情，命给你，好吗？软软瞳孔微颤，手上攥拳捶了一下石鱼的胸口。胡说什么呢？你要好好活着，我们一家子谁都不能少。好，我听你的。石鱼弯了弯嘴角，那笑如春风和煦，醉倒众生，软软都看呆了。这还是石鱼第一次这么大幅度的笑，简直美翻了。我不喜欢你身上残留其他人的味道，等一个机会，我会独自占有你，让你彻底记住我对你的感情。石鱼纤长的手指刮了刮小巧软软的鼻头，他不急，他迟早是自己的。此时门口摔得七荤八素的林楚吐着舌头，不是我招谁惹谁了我？为我花生，为我花生啊！一夜无事，软软伸了一个大大的懒腰，揉了揉惺忪的睡眼，视线清晰的同时，一股诱人的香味就钻进了鼻子。只见雷森正在桌子旁边小心翼翼地给刚做好的鱼挑刺，刺挑干净了，宝贝软软才能大口大口吃。另一边，白毅已经给软软准备好了一身干净的兽皮衣服递过来，我的雌主无论穿什么都是最美的。石鱼也将软软的鞋子打理好了，十分贴心地摆到了他跟前。而充当了天然暖床宝的林楚从石床上徐徐伸了个懒腰，一个熊抱再次搂住了软软。雌主再睡一会儿吗？我的肚皮很暖和哦。第148章，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这种一起床就有4个顶级大帅哥伺候的景象，他以前可是做梦都不敢这么梦的，现在就这么实现了，简直嘶哈嘶哈。也不知道谁刚穿过来的时候怨声载道的，现在好了，真香警告了，属于是。灵宝偷笑，努力了这么久，这是我应得的。软软傲娇一挑眉，抬手搓了搓林楚毛茸茸的大脑袋。好了好了，不能再睡了，今天要准备部落搬迁的事情了。好吧，林楚只得乖乖地趴在石床边上，穿好衣服，将雷森精心弄好的鱼吃了个干净。软软满足地揉着肚皮，一碗水端平的给了所有兽夫一个亲亲。走到洞穴门口，只见外面的兽人们都忙作一团，有的拖家带口的在收拾洞里的东西，有的在石垛厨房里面的锅碗瓢盆，
还有的在就着牛棚里面的牛该怎么弄走而发愁。见到软软出来，人群赶紧围上给他行礼，拜见族长大人。族长，我们要搬部落，可是东西太多了，还有这些牲畜该怎么带走啊？初来乍到的狐兽们从昨天开始就一直处于懵逼的状态，过了这么些年，他们还是第一次见到熟食，造型奇特的锅碗瓢盆更是精致到不像是兽式的玩意儿，再到满地的猎物，他们不敢想象一个小小的灵猫族竟然能够储备这么猎物，而且还都是活的。别说那野猪不好抓，那野牦牛更是脾气暴躁，战斗力惊人，可灵猫族却有这么多只，甚至那传说中的母牛之王血色牦牛都在这里。灵猫，骄傲，这两个字已经说腻了好吧？软软略微思索了一下，整个部落搬迁要带走的东西确实不少，就算他的灵泉空间现在已经扩大那么多，也根本装不下这么些东西，完全靠人背的话也不太现实，看来需要借助一点工具了。这样，雷森领主，辛苦你们带着一些人再去多砍一些树和竹子回来，我有一个好办法。软软摸了摸下巴，他准备做一些大型的木质轮子车，再由牦牛拉车，另外再编织一些竹筐装杂七杂八的，搬东西这件事就完全迎刃而解了。好嘞，领主和雷森点点头，互相招呼了一下，各自带人走了。看着满部落的人，软软心里已经有了盘算。数月的累计，灵猫族的牦牛已经繁殖到了近100只，抓到的野猪加上本来养殖的也拥有100头，前些日子捕获的野羊也生了好几只崽，野鸡、野兔数量多，吃了灵泉空间的植物根茎后，更是繁殖力惊人，个个都有几百只了，畜牧圈都快给挤爆了。可骤然之间，部落里面又多了几百张嘴，光吃肉的话，肯定消耗很大。他现在就等开春，可以垦荒种田增加食材，灵泉移栽作物收获时间会再次缩短。这样一来，不间断的捕猎加上其他食物摄入，有再多的人也能养得活。软软正想着，却被一道略显佝偻的身影吸引到了目光。只见阿宽娘唯唯诺诺走了过来，身后还跟着5只强壮的4阶狐兽。见到软软和白毅出来，几人连忙跪拜行礼，拜见狐帝大人。拜见帝后。看着阿宽娘冻得有些青白的脸，软软有些诧异，阿宽娘，你脸色怎么那么难看？我天有些冷，被风吹的，不碍事。对了帝后，我把狐族的兽人的情况都打探好了，您看现在您有时间听一下吗？阿宽娘低垂着眉眼，自从昨晚软软吩咐她任务，她绝都没有睡，连夜将事情弄好了，又早早等在软软洞口，能留在族群里面实属不易，她得好好做好自己的事情。辛苦了，进洞里说吧，外面太冷了。软软赶紧将人领进洞里。现在是春前反寒，再冷几天就到开春了。狐族等级划分很清楚，目前有4阶、3阶、2阶兽，其中4阶兽里有狐三、天能、阿佐，3阶兽里有，2阶兽里有，所有雄性共同组成捕猎队，分别就是这5个带领的。3阶以下的兽人不享受平等分配猎物的权利，3阶及以上的兽人可以分配。阿宽娘将狐族的基本情况说了一下，甚至可以精确到每只兽的人名，可见用心的同时记忆力有多么惊人。阿宽娘说完，转头把身后的5只男兽人让了出来。那5只男兽人赶紧跪在地上，对着白毅和软软磕了个头。软软蹙眉，那不就是跟以前的灵猫族差不多吗？兽氏食物匮乏，所以一般来说都是这个分配模式。白毅顿了一下，开口道：那就这样，你们5个将所属的捕猎队分别规划在灵猫族本来的捕猎队里面，一起行动。此主你觉得怎么样？听到这话，那5只狐兽明显面露难色。加入灵猫族的捕猎队能行吗？那些灵猫和野虎好像很讨厌我们。听到这句，软软煞有介事的抬眸试探道，看你们几个的表情好像不太愿意，发生什么了？这几只狐兽畏畏缩缩的不敢开口，要说就说，在本地面前别给我弄出这副样子来。白毅呵斥了一声，是，回狐帝回帝后，自打我们进了灵猫族，灵猫和野虎们好像不太欢迎我们，对我们态度总是不太好。一只狐兽颤颤巍巍的说着，剩下的几只狐兽纷纷对他投去一个敬佩的目光，敢在灵猫族长面前说灵猫族的不是，他肯定要完了吧？可预想中的呵斥惩罚并没有降临。软软徐徐冷下眼眸，狐族以奸诈出名，所以很多兽人对他们有意见，但是部落的强大不能不要人，人一多这种问题就无法避免。现在灵猫族虽然族群变多了，但是还没有统一立规矩，正所谓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想要族群稳定，就要有一套自己的运作体系和唯一信仰，这样才能笼络人心，控制行为。看来他要好好想想这件事了。吩咐下去，加入族群的兽人就是我族兽人，不得有任何区别对待，若是有谁敢带头挑刺搞区别对待，我绝不轻饶。软软厉声，是。第149章，别带坏了其他族人。待到阿宽娘他们退了出去，白毅悠悠叹了口气，一拳砸在了桌面上。没办法，狐族本不是如此，被西云那个蠢女人搅和了这么多年，狐族在别族的好感度都给败光了。话音刚落，咔嚓，整个木头桌子应声断裂，空气安静了几秒钟。软软一脸懵地看着白毅，嘴角微抽，那个白毅，你是不是忘了，你的灵力已经彻底恢复了？对不起，我忘了，我这就去重新给你做一个。白毅有些尴尬的站起身，贴到软软身边撒娇似的甩了甩尾巴。看着白毅缺失的那条尾根，软软藏着眼底的点点惋惜，揉了揉白毅的耳朵，不用做了，坏了就坏了，等搬迁到岩虎族那里的时候再重新做就好了。自从白毅和软软交配恢复灵力之后，经常会收不住力气，说白了还是没习惯自己便会强大。雷森和灵楚也是如此，刚刚恢复的时候都有点不习惯，软软都快见怪不怪了。白毅垂头在软软脸上亲了一口。走，咱们去看看雷森他们砍木头砍得怎么样了。
软软起身抻了个懒腰。好，林楚他们那边全是老虎，个个身强力壮，面对竹子那东西，直接徒手就能掰断，很快就弄了一座竹子小山。王，这东西又不能吃，为啥王后要咱们弄啊？一只岩虎凑到林楚身侧，小心翼翼地问道，脑子里成天只想着吃，这竹子是用来做筐子的。林楚斜了那岩虎一眼，少见的解释了一下，筐子，哦，就是那个圆圆的很精致的，可以装东西的，原来就是用竹子做的。咱们王后可真厉害，什么都会。那岩虎一脸恍然地翘着胡子，那是当然，还有，不是本王说你，严峰，你看你来了灵猫族才多久就胖了一大圈，以后追猎物都追不动。林楚恨铁不成钢似的翻了个白眼。其实换做旁的岩虎根本不敢和身为岩虎王的林楚搭话，严峰是林楚打小的玩伴，实力四阶，虽然10几年不见了，但和林楚的感情还是在的。嘿嘿，那还不是灵猫族的饭太好吃了吗？我以后会注意的啊。严峰有些不好意思的憨笑。自从吃了熟食，严峰都觉得自己上半辈子白活了，一顿就能吃5大碗，想不长胖都难。所以灵猫族的兽人们都由衷觉得能够成为这里的一员是多么幸福的事情。好了，竹子弄得差不多了，去雷森那边看看。林楚甩了甩长鞭似的尾巴吩咐道。是。这边雷森带着些许狐兽和灵猫们正在卖力的修剪树干。为了更快完成任务，所有的树木都是雷森操控金刃直接截断的，其他人就只要修剪干净上面没用的枝杈就行了。狐狸们手中握着有些先进的修剪工具，大眼瞪小眼的，有些不知道怎么下手。他们在狐族都是用嘴用爪子，用的最多的也就是骨刀，哪里见过这么些工具。春山经过软软的指点，不但做出了可以修剪枝杈的骨头剪刀，还做出了一些骨头凿子、骨头敲啥的，虽然做工依旧有些粗糙，但是完全可以满足日常使用。见狐狸们看着工具发愁，角落里的2只雄性灵猫脸上闪过一丝不屑，都说狐狸聪明，我觉得也没聪明到哪里去，就是想必那聪明都用在怎么坑害别族的事情上面了。对对对，狐狸的听力很好，便是一字不落的将那话听了去，登时有些恼火。虽然狐兽智商高，但也不是什么都会的，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他们刚加入族群，还是不要惹事的好，尽量做好事情才能换来安宁。想到这里，一只狐兽强压内心的不满，上前对着那2只蛐蛐人的雄性灵猫鞠了一躬。你好，我们不知道怎么使用这个工具，你们能教我们用一下吗？那狐狸的语气放得十分虔诚平缓，甚至带着一丝哀求的意味，可却并没有换来那2只雄性灵猫的一个正眼。怎么着，你们狐狸还要来请教我们灵猫吗？我们可调教不了你们，有本事自己学会啊。你旁边的一只狐兽气坏了，就想上前理论，却被那打头的狐兽拦住。那狐兽微微舒了一口气，强压内心的不满，我们刚加入灵猫族，对很多东西都不明白，如果哪里做的不对，你们可以说出来，但是没必要对我们这种态度吧，毕竟大家已经是同族了。同族？你也配？要不是看在白衣大人的面子上，你们狐狸还想加入灵猫族，做梦去吧。就是，狐狸都是坏兽，最喜欢耍诡计，在这里装什么无辜呢？那2只雄性灵猫不依不饶，压根就没想给这几只公狐狸好脸色。你们这话就有点过分了吧？白衣大人是我们的狐帝，我们当然要跟着他。我好好跟你说话，是因为你们灵猫族长是我们狐帝大人的雌性，我们要尊敬他。更何况我们现在加入灵猫族就是灵猫族人，你们这话的意思是不打算好好接纳我们了吗？那狐狸彻底忍不了了。那又怎么了？我们就是讨厌你们狐狸怎么了？我们是不会把你们当自己族人的。没错。你狐兽们听到这话，纷纷站起围了过来，一个个面色都阴沉了下来。再说了，你们那西域女王那个德行，能带出来什么好族人？我看你们就是想在灵猫族骗吃骗喝。就是，我看你们还是趁早滚蛋的好，别带坏了我们其他族人。听到这里，狐兽们再也忍不了了。你可以不喜欢我们，但是不能侮辱我们。旁边的其他雄性灵猫听到这话，也都觉得这2人有点过了。阿东阿胜，你们说话太难听了，再怎么说狐兽们现在已经是我们的族人了，你们不应该这样讲话的。就说，你们不和自己同族一条心，还帮他们说话，叛徒。第150章，不安分的东西。你们太过分了。其他灵猫们眼看劝说无果，简直气得不行。那咋了？我们就是要这样说，狐狸不配加入灵猫族。不配。狐兽们的拳头越攥越紧，已经在了爆发的边缘。略怎么握拳头？你们要打我们啊？你们敢吗？阿东阿胜还在挑衅，完全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下一秒，一只脾气不好的狐狸彻底暴走，飞扑过来一拳就将还在做鬼脸的阿胜打倒在地。哇！阿胜表情还没收回去，嘴都被打歪了，直接跌在地上，眼冒金星。看到自己兄弟受伤，阿东可不乐意了，叉着腰一下子站了起来。你真敢打人？信不信我们告诉啊？阿东狠话还没放出来，就被另一只冲上来的狐兽又给了一勾拳。你敢打我？我跟你没完！阿东阿胜吃了瘪，彻底恼了，张牙舞爪的起身和那几只狐狸扭打在了一起。旁边的灵猫们眼见不好，赶紧上去拦，却被打红眼的一群人给误伤了好几个。一会功夫，阿东阿胜被打掉了牙，狐狸们被抓花了脸，可双方越打越凶，阿东阿胜还在嘴炮攻击，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意思，打斗愈演愈烈。天老爷啊，怎么办？拦不住了！灵猫们慌了，快去找族长他们，别一会儿出人命了。好。此时，雷森正带着其他半数灵猫狐兽将收拾好的树木送回了部落里面，对林子中发生的纠纷浑然不知。哎，雷森，你们都弄了这么多了，
软软蹦蹦跳跳的到了雷森身旁，掏出兽皮帕子给雷森擦了擦汗。林子里还有一堆没带回来呢，我这就去弄。雷森握住软软的手亲了亲，每次忙碌过后都能看到他最爱的软软，任凭什么劳累都一扫而空了。好呢，我跟你一起去看看，要是够了就不用再弄了。软软俏皮一笑，露出2颗小猫牙，蒙了白毅和雷森一脸。可这边的温存还没持续多久，一只灵猫慌慌张张的赶了回来。族长大人不好了！怎么了？软软等人的表情一下子认真起来。几只狐兽和灵猫阿东阿胜他们打起来了。那灵猫上气不接下气的答道：怎么回事？走，快去看看。软软一阵烧脑，果然他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软软几人匆匆到达现场，却见不远处尘土飞扬，打斗还没停止。全给我住手！软软厉喝一声，可怖的青绿色灵力威压横扫而出，一把将打作一团的几人掀翻在地。几人的心仿佛被什么洞穿一般，顷刻之间冷静了下来，在看到软软等人的瞬间，吓得更是面如土色的匍匐在地。拜见帝后蝴蝶，拜见族长大人，拜见白毅大人，拜见雷森大人。阿东阿胜也不嚣张了，趴在地上一动不敢动。软软的脸上少见的浮上一层阴鸷愤怒，发生了什么了不得的事情，竟让你们在这里厮斗？都给我抬起头来！几人被软软的气势压得死死的，赶紧颤颤巍巍的抬起了头，眼神却丝毫不敢和他对视。其余拉架没拉成的灵猫们也被唬得跪在地上一动不敢动。软软自打当上族长，一直以来都是很随和的，可今天骤然生气，他们不害怕是假的。阿东阿胜，软软眯了眯眸子，这2个人软软认识，说起来他们还是侥幸留下在灵猫族的，因为他们2兄弟曾是米拉的备选兽夫，只是米拉刚看上他们，还没真正把他们弄进洞里就嘎了，所以这2人才幸免于难。想当初他们2个可是追着米拉后屁股舔，一心想当米拉的雄性，果然能喜欢米拉的都不是什么安分的东西。不过事情缘由还没查清楚，软软也不好直接下定论。说发生什么了？软软动了动唇，表情厉色不减。爹，族长大人，您要为我们灵猫做主啊！这些狐狸太坏了，竟然动手打人，看把我和阿东打的，刚加入灵猫族就这么嚣张，以后指不定要怎么样呢。没等对方出声，阿胜就先叫起来了冤，内心沾沾自喜。哼，臭狐狸，我们灵猫族长一定是站在我们灵猫这边的，你们完蛋了。听到这话，软软眼底一深，并没有动声色，而一旁的白毅却欲言又止。没想到狐族刚加入就和灵猫族人起了冲突，软软会不会生气？怪我管教无方啊！察觉到白毅的心声，软软有意在身后拉住了白毅的手搓了搓。怎么，他无缘无故就打你了？软软沉眸反问道。这是因为……你闭嘴！软软没有听信阿胜一面之词，转而看向狐兽们。接下来你说到底怎么回事？因为一般张口就喊冤的才是那个挑事的人。是，回帝后我叫阿峰，因为狐族刚加入，不懂工具用法，就被他们2个给嘲笑了。但是我们不想和灵猫族人起冲突，就没计较，还想请教他们2个一下，却没想到他们张嘴就对我们言语攻击，说我们狐族都是坏兽，不配加入灵猫族，不会接纳我们。狐兽阿峰一五一十的说着，狠狠抹了一把委屈的男儿泪。族长大人，你们不要听他们乱说，这2只狐狸就是在挑拨，我们根本没那么说，对吧族人们？他们在撒谎是不是？阿胜眼看着软软的脸色阴沉下来，赶紧转头跟其他灵猫们求助。哼，死狐狸，别以为说出来我们族长就会信，他可是灵猫，怎么会帮着你们狐狸？而且我的其他族人也一定会向着我们，你们就等着受罚吧。阿东阿胜的心声被软软尽收眼底，若非他可以读心，今日之事还真是不好办了呢。软软的目光移到了其他灵猫们的脸上，他也很想知道其他的灵猫会不会也和阿东阿胜一样不堪呢？第151章必杀。灵猫们沉默了片刻，抬头道：狐兽们说的是实话，就是阿东阿胜先挑事的。对。此话一出，阿东阿胜猛然转过头去，一脸不可置信地看向自己昔日的族人们。他们不敢相信，同属于灵猫，他们竟然没有一心向着自己，反而会帮着那些刚加入族群的狐兽们。你们疯了！我们同属于灵猫，我们才是同族，你们竟然宁愿帮着那些讨厌的狐兽！阿东破防了，指着灵猫们气得咬牙切齿。我们是同族，可狐族加入了灵猫族，所以也是我们的同族，所以你做错了事情就要承担，我们不能做违心的事情。更何况族长明确跟我们说过，入我族者皆为亲。没错，阿东阿胜，你们说话本来就很过分，还说我们是叛徒。灵猫们义正言辞道。雷森转头看向软软，唇角上扬。从前的灵猫族极度排外，像如今这种族群大合并的事情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却没想到现在实现了族群合并不说，通过软软的言传身教，已经潜移默化地改变了灵猫们的固有排外思维。如此看来，拥有一位有智慧和凝聚力的领袖是多么重要的事情。软软的表情有所缓和，幸好大部分灵猫族人们还是明事理的，否则这样一个没有凝聚力的族群，各自只顾着自己一撮，那将是一盘散沙。不是这样的，我们灵猫族接受盐狐也就罢了，为什么还要继续接受狐族？就因为族长您的雄性是狐族吗？阿东直起来身子反驳道。狐狸本来就心眼坏，加入我们族群肯定有所图谋，你是被蒙了眼。要是米拉族长在，肯定不会让这些家伙进族群一步。被气昏头的阿胜已经开始口无遮拦了。听到这里，雷森和白毅的周身不约而同地爆发出了一股强大的威压，异口同声喝道：放肆！
一金一紫两道灵力气息同时朝着阿胜席卷而去，狠狠将他打倒在地。你们好大的胆子，竟敢和族长这样讲话！他们自己遭受质疑没关系，但若是有人敢对软软不敬，他们第一个不答应。阿东、阿胜只是普通的4阶灵猫，被雷森和白翼的灵力波同时冲击，根本抵挡不住，便是一口血喷在了地上。旁边目睹这一幕的灵猫和狐兽被吓得大气都不敢喘，赶紧挪动着膝盖往后退了退。软软缓步上前，纤细的玉指凝动灵力，藤蔓破土而出，顺势缠住了阿胜的脖子，将他强行拖了起来。阿胜还没能喘口气，便又被软软周身的异能威压死死扣住。软软微微颔首，居高临下的睨着阿胜，阴唇轻启：“你质疑我？”尾音落下，一种说不出的清贵威仪自软软的周身流露出来，让人不敢逾矩。兽氏族群的强大最佳捷径就是通过合并力量来实现的。软软的宏图霸业乃是整个兽氏的掌控权，所以吸纳他族加入是必行之策。人多力量大，正如古代君王招贤纳士，来者不拒，只有这样才能和其他族群拉开差距，达到实力碾压的目的。所以他绝不会因为一只兽人的话而动摇自己的目标。但若是这只兽人的话动摇了他手下人的心思，那么就是部落里的毒瘤，必须要立刻拔除。雷森和白毅力在原地一时间也被软软的气势唬住，心里紧张不已。他们的软软在印象里向来是平和可爱的，没想到认真起来竟这样让人不敢亵渎。阿胜仓皇地咽了一口喉咙中的血水，一时间吓得眼珠颤动，一个字都说不出来。旁边的阿东只是被软软锐利的眸子扫了一眼，就吓得肩膀抖成了筛糠。怎么办？计划失败了。这个该死的软软，害死了我们的米拉，我们绝不会让他的族群安宁。可眼下已经被那群蠢灵猫出卖了，该怎么办？察觉到了阿东的心声，软软暗暗咬紧了后槽牙。原来这2个玩意还是米拉的梦男，这种恶心他的人还真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不过幸儿已经及时发现了他们的坏心思，那就正好利用他，好好整治一下族群风气，把他们2个给我携回族里。另外通知所有灵猫、岩虎、狐兽来部落中央聚集，我有要事宣布。软软沉声：“遵命。”意识到软软要动真格的了，阿东当时有些慌不择路，赶紧脚底抹油，转身要跑，可哪里跑得掉？白衣一个闪身过去，抬手就掐住了他的后脖子，把他揪了回来。想跑，晚了。软软眸中厉色一闪，抬手唤出长藤，将2人捆了个结实。做错了事情就要有接受惩罚的觉悟，更何况欲乱他族群、坏他大计者，必杀。不多时，得到消息的所有兽人们纷纷放下手中的活，乌泱泱的聚集在了软软洞口前。软软沉下心来，缓步走到了高处，身后雷森和10余一人拎着阿东一人拎着阿胜跟在后面，白翼和灵楚则是在各自族群面前站定主持大局。拜见族长大人！兽人们纷纷跪倒在地，齐刷刷的朝着软软叩拜下去。望着下面的一众兽人，软软心里有种说不出的快感。大概这就是古代帝王受万众敬仰的感觉了吧。灵宝唏嘘不已。不，这只是冰山一角，还远远不够。软软的眼神愈发坚定，野心勃勃，便是抬手道：“都起来吧。”是。软软顿了顿，重新开口道：“今日召集大家过来，是有要事说。自从狼族袭击灵猫族至今，我族已先后吸纳了岩虎族、熊族、狐族，以后还有可能有其他族群。无论是岩虎族还是狐族，你们能够放弃自己的领地加入我族，已经是莫大的诚意。所以我灵猫族为你们提供稳定的食物来源和住所，你们则奉献自身为我们共同强大。可有些人偏偏就要坏了我族的规矩，排挤他族。”第152章兽族。软软话音落下的同时，石鱼和雷森一把就将阿胜和阿东推到了人群前方。底下的兽人们立时小声嘀咕了起来：“那不是阿东和阿胜吗？”“对啊，听说他们以前差点成了米拉的雄性呢。”“我也听说过，刚才在林子里就是他们2个和狐族打起来了，说的话可难听了呢。”“对对对，我也看见了。”“安静！”灵楚和白翼转头喝了一声，压迫感十足，人群骤然平复了下来。兽氏苍茫贫瘠，唯有我等同心协力，才能觅得一线生机。族群越庞大，就越强大，能够获得的资源就越多，富足指日可待。我们可以为了更加美好的未来一起努力。这么些日子过去，大家应该都有所感觉，族人多起来，很多事情都有了分担，大家说是不是？”“是。”下方的狐兽和岩虎们早就被软软的话语吸引住了心神，齐刷刷的点着头。早期扑案现场，去，别破坏气氛。软软翻了个白眼，他首先必须是要放大兽人们心中合并的好处，才能进行下一步。然而阿东、阿胜身为我灵猫族本族之人，竟然带头排挤新加入部落的族人，言语辱骂，甚至同族都不放过，所以本族长不得不处置他们。闻言，在场的灵猫们全都惶恐地抽了一口冷气，静静等待着软软的下文。软软没有第一时间出声，而是有意地顿了一会儿，捕捉下面灵猫们的心声。怎么办？族长该不会要杀了他们吧？只是和狐族发生了口角，族长会怎么罚他们呢？族长会为了狐兽杀灵猫吗？虽然大部分灵猫都对族群合并不排斥，可阿东和阿胜的事情要是解决不好，罚轻了很有可能让其他族群觉得处置不公，日后很难真心实意的顺服；罚重了又有可能寒了灵猫族人的心。如此听听他们的心声，他就知道该怎么做了。鉴于阿东、阿胜是初犯，罪不至死，所以就罚他们每日轮流接替不同的狐兽去林子里捕猎，无休息时间，风雨不得阻，时间为半年，而且必须对他们侮辱的狐族兽人亲自道歉。软软肃然道。一旁的白翼眯了眯眸子，
这惩罚乍一听似乎不重，但是真正实行起来却并不轻松。狩猎队伍再怎么说也是轮着来的，让他们半年时间无休，可谓极其劳累。而且狐兽们现在不满，无非就是想要一个解决方案，而道歉加体罚正是他们所需要的。只不过白毅并不知道，软软这个安排更是为了方便下手。现在软软已经确定这2个人就是米拉留下来的祸害，可没有证据贸然杀死他们会引起族人惶恐，所以让他们出去捕猎，若是意外死在捕猎途中也说得过去。我勒个豆，宿主好手段！你这要是投生在古代王族成了皇子，妥妥的腹黑皇帝啊！灵宝晶，为什么非得是皇子？王女不好吗？将来就是千古女帝。软软抬了抬唇角，阿东阿胜死死咬着犬齿，一脸不服气，可能保住小命，他们又不敢立刻诈刺，只能哑巴吃黄连为自己的嘴贱买单。软软，我们不会让你好过的，你敢罚我们，我们一定会搅得整个灵猫族不得安宁，让你这个族长当不下去。阿东阿胜的心声刚刚爆出，软软渗人的目光就扫在了他们脸上。一瞬间，阿东阿胜耳边失声，只觉得整个身体似乎都被那眼神洞穿，仿佛没有任何秘密似的瘫在软软面前。可那股感觉只维持了一瞬就消失了，是错觉吗？软软不动声色地收回目光，继续道：另外，本族长在此重申一遍，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无论是什么族群加入，所有人必须将其一视同仁。日后再有人敢私斗排挤他人，本族长绝不轻饶。恩威并施，才能镇得住人心。尊族长命，尊狐后命，尊王后命。还有，从现在开始，灵猫族更名为兽族，统一称我为此主便可。由于我并不知道各族群的具体习性等，所以各自族群还是分别由自己本来的兽王继续带领。软软郑重宣布。听到这句，兽人们不约而同地对视一眼，他们不敢相信软软竟然还愿意放开一部分权力给白毅领处他们。白毅和领处也有些意外，在雌性为尊的兽世，雄性的一切都是雌性的啊。其实软软有自己的考量，这么多的族群全让他一个人去管，他得累死。而且他本身并不熟悉各自族群的模式，所以有白毅还有领处他们继续帮他分忧，就能够让不同的兽人磨合得更快，也更好管理，也不会让底下兽人觉得自己是贪图族群权力。正如古代朝局也需要宰相将军为帝王分忧解难，而且他们已结伴侣，同生同死，完全不用担心背叛问题了。我们的目标不会止步，本次主要让整个兽世大陆臣服在我兽族的统治下，我等应共同进退，为兽族未来竭尽全力，一统兽世，指日可待。软软振臂高呼，仿佛给在场的所有人打了一剂强心针。统一兽世，此主威武！统一兽世，此主威武！一番激情澎湃的鼓舞人心之后，兽族中的兽人们全都有了新的信仰，此主软软，他带给他们生存的希望和野心的膨胀，至此上下无一不服。好了，所有人动起来，为部落搬迁继续准备。是。众人仿佛打了鸡血，个个都干劲十足。雄性们在软软的指导下开始制作轮子车，狐族、虎族灵猫骑上阵，看向对方的眼神也不再陌生，而是热乎了许多。阿华、阿香则是领着3族雌性们赶工竹筐，其乐融融。入夜，软软被守站在洞口，美眸望着凄凄月光发呆。轮子车已经基本上做好了，天一亮就可以出发，只可惜少了一个人，也不知道燕怎么样了。第153章，这下麻烦了。此时绝境荒漠上空，呼啦，呼呼呼，广袤无垠的荒漠中，黄沙漫天，飓风阵阵吹过，片叶不留。放眼望去，凄凄地面上没有一点生机，只有风声怒吼。一抹金色身影披着最后一点霞光，正在风云之上急速移动着。燕挥动翅膀，鼻息之间闻到的是熟悉的沙土气息。他已经10几年没有回来了。和森林中的湿润感不一样，绝境荒漠的环境恶劣到一湾池塘就能引得10几种兽类大打出手，水源成了奢望，猎物更是少之又少。虽然10几年对于寿命夯长的兽人来说并不算太久，可也足够鸟族翻新一代。也不知道父王他现在怎么样了。燕心里想着，一片错落有致的高树便映入了眼帘。只见高树之上是密密麻麻的树洞，各种各样的鸟儿在上面飞进飞出，还有一些杂草堆砌的巢穴伏在枝杈中间，在这狂风中有些摇摇欲坠。鸟族到了！燕的心脏忽然狂跳起来，那是前所未有的紧张。他很担心和父亲再次见面的场景会不愉快。可软软鼓励的话语在耳边响起：“你是你阿父唯一的儿子了，他怎么会不想你呢？”燕的眸子瞬间坚定了些，慢慢放低飞行高度，随即一个俯冲落了下去。呼啦！随着燕巨大的羽翼扇动，四周尘土飞扬，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的鸟兽下意识捂住鼻子咳嗽几声。什么东西啊？可嗨嗨！当看清面前身披金羽、威风凛凛的大鸟时，所有鸟兽都愣住了。鸟王大人？不是鸟王大人，他是……那鸟兽的嘴巴颤动着，似乎有所怀疑，却又不敢确定，更不敢靠近。这世界上除了他们伟大的鸟王大人，就只有一个人拥有这样美丽的金色羽毛。燕深吸一口气，恍然变回了人形。这一下，整个鸟族沸腾了。是燕王子！燕王子回来了！我们的王子回来了！鸟兽们的激动溢于言表，纷纷飞下枝头变回人形，对着燕磕头，激动的一个个眉眼微红。族人们，好久不见了！你们……燕强忍着眼中的酸涩，那句还好吗？却无论如何也问不出口去。眼前的鸟兽们个个面黄肌瘦，羸弱不堪，更有一些幼年鸟兽因为环境恶劣，食物匮乏，导致羽毛都长不齐全，以至于化形都化不好，生存境遇一眼便知。燕王子，您终于回来了，
我们日夜盼着您回来，还以为您已经……一只鸟兽声泪俱下，被黄沙吹得干红的脸灰蒙蒙的。别乱说，我们就知道您一定会回来的，我们的王族是不会消失的。鸟族唯一有可能修炼到5阶的兽种就是风鹏，所以风鹏被鸟族奉为王族血脉。而作为风鹏族最后一只王鸟，燕不仅仅是未来的领袖，更是所有鸟兽的希望和未来。历代鸟王最大的愿望就是带领自己的族群离开绝境荒漠，摆脱这困苦的生活，拥有一片食物丰富的领地，那也是所有鸟兽的最大心愿。只不过至今还未有一只鸟王成功，包括现任鸟王。而燕出生便觉醒了风属性异能，这让鸟王欣喜若狂，曾将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了燕的身上。只可惜，燕深吸几口气，强忍着眼泪：“大家快起来，父王呢？怎么不见他？”闻言，鸟兽们赶紧抹了一把眼泪起身。鸟王他去猿猴族交换食物了，已经去了2天，应该也快回来了。猿猴族交换食物，父王怎么会和猿猴族有瓜葛？燕的表情变了变，他许久没回来，所以对族里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可鸟族和猿猴族向来没有来往的，而且猿猴族臭名昭著，为什么父亲会去到猿猴族呢？哎，王子，您不知道，现在荒漠的环境越来越差了，我们几乎找不到任何食物，族人们已经快被饿死了。我们曾经尝试过去往金狮族领地附近找寻食物，可草原领地上不只有一个金狮王，我们被无情驱逐，又被猎狗族追杀。后来猿猴族来到了鸟族，愿意给我们提供食物，只不过……那鸟兽说到这里，下意识停住了，眼神也有些落寞痛苦。鸟族实力在各大族群中最为弱小，根本没有更换领土的实力，所以只有想到其他办法苟延残喘。不过什么？燕的表情严肃起来。不过猿猴族要我们每个月上交异化鸟的鸟蛋，用来交换果子和肉类虫类。那鸟兽说完，万分痛苦地闭上了眼睛。什么？燕的身子摇晃了一下，脑子中嗡鸣作响。旁人不知，可作为鸟兽的他却清楚地知道，异化鸟是鸟族的独特品种，不会化形，没有阶级之分，却能口吐人言，数量十分稀少。而它们最大的特点就是产出的鸟蛋拥有不同的作用。异化鸟通过吸收天地间的元素之力产蛋，虽然它们本身没有任何异能实力，可它们的蛋却蕴含金木水火土元素。普通兽人吃下之后，可以让其短时间内拥有元素异能，虽然不强，也维持不过1天，却可以在关键时刻发挥巨大作用。这也是鸟族贫瘠却能够屹立不倒的最大底牌。只可惜异化鸟每年只能产出1颗蛋，而且繁殖出鸟雏的可能性极低，以至于这么久了，异化鸟一只也仅仅有10多只鸟兽。孵化失败的异化鸟蛋也不会变质，所以都被储存了下来，作为鸟族的备用战略用品。可现如今却被用来和猿猴族交换食物，怎么会？鸟族已经到了如此地步了吗？燕痛苦地闭上了眼睛，心里更是满满的担忧，因为他知道软软的目标是统一兽氏大陆，而星月森林中的猿猴族是最大的阻碍之一。若是让他们获取到了足够数量的异化鸟蛋，一旦两族开战，就算灵猫族现在有了狐族、岩虎族的加入，也绝不是那群家伙的对手。这下麻烦了。第154章，留下独属于我的传奇。与此同时，灵猫族死主雷森从暗光中缓缓走出，几步就到了软软跟前。回来了怎么样？软软收回思绪，随手给雷森拍了拍身上的灰尘。已经解决了，尸体扔到了森林边界，不会有人知道。雷森伸手环抱住软软，轻轻替他捋顺着鬓角的碎发。那就好。软软舒服地闭上了眼睛。阿东、阿胜今日开始受罚，就被派到了林子里去捕猎了。趁着天擦黑，雷森把他们2个直接抹杀，也没有什么人注意。他想让他们死，他们就活不到下一个太阳。毕竟软软绝不允许再有人来破坏他的族群安定。林楚和白毅去处理个自族人的事务去了，石玉也不在，今夜我们2个睡好吗？雷森的指尖摩挲着软软的唇瓣，暗光下的眸子波光粼粼。怎么，你想我了？软软挑起眼尾，那娇俏模样勾魂摄魄，只把雷森迷得气都喘不匀了。想，很想。雷森低声说着，整个人都和软软贴到了一起去。那样近的距离，软软能够清楚地感觉到他的强烈反应。这么些天，软软先后宠爱了林楚和白毅，他看着难受，却也不再嫉妒，因为他知道多雄性的雌性是不可能会独宠一人的，他不能争风吃醋给软软添堵，所以一直默默忍着。今日总算有了机会。软软勾起唇来，抬手在雷森的鼻头上暧昧般的点了点。我也想你啊。雷森的大度软软都看在眼里，他早就对这个暖心的大狮子喜欢的不行了。听到软软的回应，雷森呼吸一急，没有再犹豫，弯腰直接将软软打横抱起，朝着石床走去。冷白的月光投进洞穴，将2道交叠嵌映衬在石壁上。艳阳高照，冰雪大面积融化，树枝上面也已经有了反绿的迹象。兽人们的身上也都不约而同的少了几件兽皮衣服。大家的东西都收拾好了吧？软软站在高处，望着下面装得满满登登的轮子车，意气风发。回子主，收拾好了。那轮子车里面不是旁的，大部分全是猎物，有新生的牦牛幼崽，有野兔野鸡，还有野羊野猪。每一辆轮子车配备2只木轮，1头牦牛。软软制作了牛缰绳，再指挥血色母牛带队，所有的牦牛也都很快适应了牛夫形象。另外，上次进攻狐族有不少受伤的兽人，很多因为草药缺失没有得到有效治疗，好得慢了些。软软索性把他们也装进了轮子车，直接拉走，免得他们奔波加重伤势，又会拖累大部队行进速度。至于锅碗瓢盆、工具被褥啥的杂物，软软全都给装进了灵泉空间里面。要不是灵泉空间装不了活物，软软就全色生出了，
毕竟这么多吃食，若是被别族看见，真的会眼红到发疯的。幸而软软当初和林楚去盐虎族的时候，已经探好了一条路线，那里远离星月森林中心地带，一开始最具有威胁力的狐族，现在也已经被收入麾下，再也不怕有人来捣乱了。白毅早早带人清理好了路上的树木杂草，以保证轮子车可以顺利通过。幼崽们走不快，就被各自的父亲用竹篓子背在身上，一个个探着小脑袋，新鲜的不行。那好，所有人出发。是。软软坐在林楚背上，在部落最前方带路，石鱼则不前不后的跟在部落中间位置，随时照应突发情况。雷森和白毅则是留在部落最后方段后，以防发生危险。整个行进部落井然有序，浩浩荡荡，仿佛古时迁徙都城一般。随着队伍移动，软软最后回头望了一眼灵猫族，只见昔日人群攒动的部落已经空空如也，只剩下一个个洞穴孤零零的立在那里。要走楼灵宝冒了出来，说实话，这里的回忆还是蛮多的，骤然要离开，心里还有些不是滋味呢。软软扬起嘴角，在这里他有过许多第一次，面对过许多冒险，收获了爱情，打败了敌人。眼下要到新的领地，不知道还会有多少新的挑战在等着他。不过他软软永远不会退缩。兽氏，我会让我的足迹遍布在你每一个角落，留下独属于我的传奇。行至半途，兽人们暂且在原地休憩进食，补充体力。软软拿着一串烤肉在嘴里嚼着，眼神若有若无的看向天空。我们走了，燕都还没回来，万一他回来发现我们都不在。此主你别担心，燕知道我们要迁到盐虎族，当初说这个的时候他也在，在灵猫族找不见，自然会来盐虎族的。林楚抽出兽皮帕子给软软擦了擦嘴。好吧，软软叹了口气，几天没看见小哭包，他还真有些挂念他。说不定燕现在都跟别的母鸟跑了呢，毕竟他还没和雌主你交配过。林楚小声嘀咕。软软瞅了林楚一眼，知道他又是在犯贱，便抬手扯着他的脸蛋拧。你呀，一天天的竟在那里胡说八道。哼，本来就是嘛，谁让他这么久不回来？他再不回来，我就把他堵在部落外面，再也不给他看你了。林楚一把将软软搂在怀里，贴着软软的脸蛋使劲蹭了蹭。软软眉眼弯弯，正要说些什么，余光却在空中看到一抹熟悉的身影。那是一只巨型的金色大鸟，羽毛在阳光下夜夜生辉，正是风鹏。燕，是燕吗？林楚率先站起身来，蹦蹦跳跳的对着空中使劲招手。燕，我们在这，我们在这呢。那大鸟飞得不快，同时也注意到了底下的动静，便是微微低下头来。在看清那大鸟面容特征的一瞬，软软一把按住了林楚。嘘，那不是燕。软软目光如炬，过人的观察力让他一眼看出，那风鹏并不是燕。燕的鸟嘴颜色偏红，头顶带有羽冠，可这只风鹏嘴部发黄，看上去十分厚成，完全不同。不是燕。林楚愣了一下，那怎么长得这么像？是鸟王。第155章太逆天。是鸟王。石鱼的声音响起。软软和林楚不约而同地张了张嘴。鸟王？鸟族不是在绝境荒漠吗？他怎么会来星月森林？不清楚。鸟族除了燕，只有鸟王这一只5阶异能兽人。鸟族长久以来都受猎狗族骚扰，若不是有要紧事，他定不会离开族群的。石鱼沉了沉眸子。啊，那说不定出来找吃的呗。我听说鸟族特别穷，都快吃土了。林楚摊了摊手，随口猜测道。很有可能，你看他爪子上还抓着2个鼓鼓囊囊的大兽皮袋子。软软点头。鸟族有相当大一部分的食肉鸟也喜欢捕食蛇类，他过来的方向正是蛇林，不过猿猴族也在那边。石鱼摸了摸下巴，心里总觉得有些不对劲，但是又说不上来。上空的鸟王眯了眯眸子，虽然距离极远，但独到的视力还是让他清楚地看到了层层密林中的大量兽人，有灵猫，有狐兽，甚至还有岩虎。鸟王吃了一惊，这些个族群是怎么跑到一起去的？没有敢做停留，鸟王只在上空盘旋了几下，便挥动翅膀快速离开了。鸟族现在群龙无首，他必须及时赶回去将换来的食物分发才行。见到他离开，软软也不敢耽搁，所有人停止休息，立刻赶路。被其他兽王发现了他们的行踪，还是要尽快离开此地安顿下来才行，免得夜长梦多。遵命！兽人们七手八脚的把东西捡起来，赶着牛车，背着竹筐，整个大部队继续前进，终于赶在天黑之前到了盐虎族。终于到了，软软长舒了一口气，便见不远处的湖面上蹲守着几只黑熊，正在一下一下的用爪子清理冰洞上面的薄冰。原本干草丛生的地上被拔得干干净净，甚至连积雪都被清理了。黑熊们凭借着厚重的皮毛，一个挨着一个的趴在地上打盹，而原本软软留给他们的几头牦牛已经被吃的骨头渣都不剩了。看样子那些黑熊倒是没偷懒。软软满意的弯了弯嘴角。切，他要是敢偷懒，我一定揍死他。林楚挥舞了一下拳头，冰面上的黑熊们率先看到了软软他们，便是一路大叫的跑去通知熊傲天族长，那个灵猫族长回来了。啊！本来还在废弃山洞里睡大觉的熊傲天听到这话，连滚带爬的起身冲了出来。看见软软，熊傲天搓了搓手，立刻迎了上去。啊，尊贵的灵猫族长，您总算来了，我们可是每天都盼着您呢。您看，我们已经把这里收拾干净了，您可还满意？熊傲天往软软身后瞄了一眼，这不看还好，一看傻在了原地。不是这什么情况？有盐虎也就算了，怎么还有这么多狐狸？发生什么了？扫了一眼熊傲天震惊的眼神，软软眉梢轻挑，随手拍了拍熊傲天的肩膀，吓得他一哆嗦。不用惊讶，我们都是族人。族人。熊傲天嘴唇一抽，
他不敢相信，这灵猫族长到底是个什么人物，能够收服整个岩虎族还不算，竟然还能收服身为星月森林第2大族群的狐族，这太令人震惊了。直到看到石鱼、雷森还有白翼，熊傲天的嘴巴张开就没闭上。怪不得他当初想当软软雄性的时候，他看都没看他一眼。原来除了灵楚，他还有3只5阶异能雄性。这灵猫太逆天。天色已经黑了，软软决定明天再正式重建部落。兽人们率先支起来了锅灶，开始煮饭。吃饱喝足后，雌性带着幼崽们进入岩虎族本来的洞穴休息，雄性们则变回原形，直接一层挨着一层的趴在地上呼呼大睡。灵猫们怕冷，被围在最里面，接着就是狐兽们，最后一层由体型庞大的黑熊围住。兽人们抱团取暖的样子可爱的像兽兽叠叠乐。不过兽氏已经正式回暖，就算睡在外面也不算冷。一直到深夜，软软都没有睡觉，而是坐在白蚁毛茸茸的大尾巴上，一手抓着树枝，在地上规划着部落新建的大概图纸。白蚁和石鱼的头分别搭在软软的2个肩膀上，看得十分认真。灵楚则匍匐在旁边，一脸好奇地看着软软手中的树枝，眼皮困得打架，一会睡一会醒。软软，走了一天了，你休息休息吧。雷森将一件兽皮披封围在软软肩头，有些心疼地说道。没事，我不困，现在这么多人在这，我得尽快想好怎么去建设住所。软软捏着下巴抿了抿嘴唇。我们不继续住洞穴吗？雷森问道。软软摇了摇头，岩虎族这里虽然地盘大，但是可供应挖掘洞穴的山体却少得可怜，所以我想多弄一些粘土和石头建造房子，再从外围搭建城墙，两边紧挨山体，然后做一些武器，这样一来整个族群将牢不可破。房子？城墙？灵楚来了精神。那是什么？房子大概就是这样的，城墙就在前方，以湖水为第一道防线。软软在地上草草画了一下房子的雏形，又从前方带出一条弧形。不过这需要大量的石头和粘土，我准备再做一些轮子车，先去蛇林，再去绝境荒漠。现在族群里面的草药已经完全用光了，我得多多采集一些回来储存，以备不时之需。软软感受到了压力，便是揉了揉太阳穴。之前雷森跟他说过，绝境荒漠中的沙土资源最为丰富，是建筑材料的绝佳选择。而且蛇林的那条大河边也有大量的粘土，可以先采集一些回来建造住所，最后再围上城墙。那好，我再陪你去蛇林就是。石鱼握住软软的手搓了搓，内心有些控制不住的小雀跃。太好了，又可以和雌主独处了。我们明日就出发。雷森、灵楚、白翼，你们就留在部落里好好保护族群，另外大量收集石块和树木以及竹子，越多越好。可你们就2个人，怎么拉轮子车？第156章，今晚交配。灵楚瞥了石鱼一眼，腿都没有怎么拉车，反正他是不会让他的宝贝雌主碰那些东西的。这不用担心，我有空间异能，全部用来装粘土，就够整个部落使用一次了。软软戳了戳脑袋。哦，灵楚差点忘了，他们的雌主有特别神奇的空间异能，什么东西都能装得下。可我还是不太放心你们2个去，毕竟石鱼还没有恢复灵力，万一你们2个遇到危险。白翼贴在软软身上蹭了蹭，被白翼的话戳到痛处，石鱼有些不满的扭了扭尾巴。确实，现在除了燕，就只有他没有和软软交配了。没办法，你们虽然灵力高强，但是却没有免疫蛇毒的能力，万一中毒将不堪设想。反正蛇林中也没有什么厉害的东西，我们上次已经把唯一的一条5阶异能黑脊蛇给弄死了，是吧？石鱼。软软抬手摸了摸石鱼的大尾巴。听到这句，石鱼沉默了一下，继而摇了摇头，不，还有一个比他更厉害的存在。众人愣了愣，不约而同地看向石鱼。啊，比5阶异能兽人还厉害？那是什么东西？灵楚张了张嘴。石鱼叹了口气，决定不再隐瞒。他虽然性子冷淡，感情内敛，但是这么长久的相处下来，他也已经把其他人当成家人看待。既然是家人，他就没有什么好瞒着的了。其实蛇族原本是有族群的。石鱼语出惊人。啊，蛇族没有固定族群是整个兽世皆知的事情。石鱼的这句话无疑颠覆了他们的认知，信息量有点大。兽夫们赶紧搬起来小板凳，围着坐好听石鱼的下文。大概100多年前，蛇族也是有族群的。蛇王后是一条4阶的水森然，蛇王则是5阶异能水森然，一同统治着蛇林中的所有蛇类，他们也是我的父母。石鱼盘起来蛇尾，碧绿色的蛇眸中罕见的浮上一层温柔的水光。哦，兽夫们又是一惊，他们相处了这么些年，从来没听石鱼说过自己的身世，他们还以为他是个野孩子来着，却没想到他的父母竟然是曾经的蛇王蛇王后。石鱼顿了顿，伸手拉过软软的手握住，似乎在找寻点安全感，继续道：我们森然一族有个秘密，雌性到达4阶巅峰，雄性到达5阶巅峰，在最后一次蜕皮的时候拥有一次进化的机会。化蛟，蛇大成蟒，蟒大成蚺，蚺大成蛟，蛟大成龙，只是不知道石鱼的血统能够到达哪一步。灵宝补充了一句。软软不敢打岔，便是反手握住了石鱼，一脸好奇。这些事情石鱼也没有跟他说过。我的父母同时到达了化蛟所需要的阶级，所以找到了一处安静之地，一同蜕皮，这也是森然成年之后最后的蜕皮机会。我记得很清楚，那一天我还没有成年，正在蛇林中乱跑找吃的，无意间发现了父母在退化。我很好奇，所以一直在旁边看着，却发现了正在接近他们的危险，也正是我的杀亲仇人5阶异能眼镜王蛇福尔。福尔曾想做我母亲的雄性，可母亲为了森然的血脉纯正，并未接受他，所以他一直怀恨在心，想要报复。当时的福尔正在等待机会伺机偷袭，
蛇类在蜕皮的时候最为虚弱，感官也会变得不灵敏，所以我的父母没有发现它。他当时已经准备下手，慌张之中我大叫了一声，引起了父母的注意，让他们躲开了致命一击。福尔眼看偷袭不成，转身挟持了我。我的父母为了保护我，中断了蜕皮化胶的过程来救我，可也被反噬受伤，实力大减。就那样，他们被……后面的话石鱼已经说不出来了，众人也已经猜到了结局。石鱼的喉头仿佛堵了一团棉花，不上不下，只能强忍着心中的巨大悲痛，长舒一口气后继续道：我侥幸逃出了蛇林，蛇族也就此溃散。可福尔一直没有放弃追杀我，多年来我东躲西藏，拼命修炼，得益于血脉的优势，我也成功等到了化胶的那一天。可是我虽然成功蜕皮，却在化胶的关键时刻失败了。化胶一旦失败，就要等待100年才能重来一次。但等我终于再次等到机会的时候，灵力已经无法支撑我的蜕变。陷入绝境的我遇到了一开始的软软，本以为成为他的雄性可以恢复灵力再次化胶，却没想到……哎，不说了，你现在已经不是他了。石鱼看向软软，原本冷然的脸上不禁浮上一丝欣慰的笑。软软有些心疼的搓了搓石鱼的手，他真的没想到，性格高冷独立的石鱼是因为悲惨遭遇造就的。没人知道一只幼年的蛇兽父母双亡脱离族群是怎么活下来的，还成为了5阶异能兽，这样的毅力和坚持，常人所不能及。那条坏蛋眼镜王蛇为什么没有重新聚拢蛇族啊？林楚好奇地问道。因为蛇族的兽人野性难驯，崇尚绝对强者，眼镜王蛇毒性虽强，却不是最强，而水森然一族却可以免疫所有种类蛇毒，所以自然没人服他。石鱼的表情恢复如常，眼底再次附上一层冷意。那你们上次没有遇见他吗？白翼玩弄着软软的一缕头发问道。石鱼摇了摇头，说实话，我也不知道他现在在哪，是否还在蛇林都不一定。我们上次是杀掉了一条5阶的黑脊蛇，那蛇的实力水分太大，当初我也才3阶而已。软软摊了摊手，齐娜担心什么？蛇族都是菜瓜。林楚吃了吃鼻子。石鱼翻了他一个白眼，对着软软道：不过上次杀黑桑和青衣的时候动静不小，那家伙也没出现，想来他应该不在蛇林。其实也不用怕他，我现在拥有双属性异能，火免毒免，灵力完全可以与一般的5阶兽人对喷。你虽然灵力不足，但他再强，毒起不了作用也白搭。软软得意的挑了挑眉。那我们今晚交配。第157章，家人们谁懂啊？石鱼此话一出，整场安静了3秒钟，继而嗡的一声炸开了。石鱼你真不要脸，交配这种事你竟然就直接说出来了。林楚脸红脖子粗的嚷嚷。就是不害羞。白毅戳了戳脸蛋，对着石鱼一阵嗤之以鼻。雷森扶阿简直没眼看。软软脸上更是红的不行，伸手推了石鱼一下。你说什么呢？石鱼发出一声轻快的笑来，微微侧头，碧绿色的长发荡了荡风姿绰约。我想要雌主宠爱，有什么害羞的？好了，今晚我们就各自回洞里休息，雌主明日要和石鱼去蛇林，想必也有要事商议，我们就别在这凑热闹了。雷森率先起身，一手扯住林楚的衣服领子，一手拽着白毅的尾巴就往外走。反正雷森也想通了，石鱼和软软早晚要交配的，与其反复阻止拜雌主好感，不如他大度一些，也别让这2个小心眼的家伙碍事了。哎，不是，我要和雌主一起睡，放开我，放开！林楚不死心的挣扎着。白毅扯着嘴翻了石鱼一眼，倒是没有反抗。他可不像林楚那样没有眼力劲，只不过心里酸的要死，却也无可奈何。洞里重新安静了下来。软软和石鱼大眼瞪小眼了一会，不知咋的，突然有点尴尬。可那个明天去蛇林，软软慌张的想找点话题，后半句却怎么也编不出来了，低着头急得的抓耳挠腮。人在尴尬的时候确实会很忙哎。灵宝早已看破一切。忽而一股清冷的气息到了近侧，软软恍然抬头，却差点与石鱼那近在咫尺的俊容撞在一起。石鱼柔顺的碧绿长发垂落两颊，凝脂般的肤色在洞口月光的映衬下透着淡淡的光泽，那双不同以往的碧绿色蛇眸瞳孔椭圆，少了很多戾气，多了一丝爱情。石鱼抬手轻轻捏住软软的下巴，向上一抬，语气悠悠道：你脸好红。相处了这么久，石鱼太了解软软了，他每次害羞起来脸色都粉红的诱人，像盛开的桃花。才没有。软软矢口否认，却有意羞涩的别过头去。不知道为什么，面对石鱼，他总有一种心脏狂跳的感觉，因为不同于其他兽夫直接表达爱意，石鱼的爱藏在举手投足之间，更加细腻，也更加引人，始终给人一种青涩恋爱的错觉，让人欲罢不能。石鱼勾起唇角，俯身靠近软软的面容，眼神游离在软软那2片阴唇之上，目光炙热。两人呼吸相撞，气氛一下子变得暧昧了起来。软软还未完全出声，石鱼的唇便已附了上来，高大颓长的身影瞬间将他笼罩进去。软软下意识往后倒去，却被石鱼的蛇尾缠住，拉进了怀里，紧紧抱住。石鱼的吻渐渐狂热，蛇尾上的鳞片因为兴奋摩擦的簌簌作响，似激情将近的狂想曲一般。软软被吻得有些招架不住，只能搂住石鱼脖子，身上止不住的颤抖。这不抖不要紧，一抖，一股温热的气息顺着大腿流了下去。软软愣了一下，不会吧，不会吧？这时候来姨妈？等一下！软软慌忙去推石鱼冒进的手指，却没来得及，一股淡淡的血腥味飘了起来。石鱼眉头一紧，抬手，指缝中间猩红一片。红漆！石鱼直起身子，顺手将软软拉了起来。不好意思。软软咬紧了嘴唇，已经无语到家了。不是怎么就来的这么？其实啊，2次都被石鱼撞见，真是醉了。
家人们谁懂啊？啧，看来姨妈觉得你俩还没到时候，故意的。灵宝幸灾乐祸，无妨。石鱼迅速压下心中的欲火，转身寻了一件干净的兽皮衣服过来，又贴心的将软软身上弄脏的兽皮给解了下来，脸上没有一丝不悦。红期是每一只雌性都会经历的事情，虽然不是每月一次，但只要没有怀崽就会来。石鱼心中不但没有不高兴，反而放下了心，因为这恰恰说明软软还没有怀上其他人的崽，那么他就还有机会。谁不希望自己最爱的雌主生的第一个崽是自己的呀？石鱼迅速生火，烧了一些热水，将干净的兽皮浸湿，就要过来给软软擦拭。不，我自己来吧。软软攥住衣角，有些不好意思，让男人给自己擦精血，好像不太好吧？怎么？石鱼不明所以。你不会觉得脏吗？软软咬住嘴唇，作为一个现代人，他见过太多男人嫌弃自己女人的精血了，甚至有些老迂腐，还会觉得男人接触女人的精血会破财有血光之灾。也不知受试的男人对这是如何看待的呢？石鱼怔了一下，歪了歪头认真道，能够有红期说明你很健康，怎么会脏呢？而且来红期的雌性身体会变得虚弱，雄性本应照顾的啊。听着这话，软软心里不禁暖暖的。虽然受氏不如现代发达，可就论男性的觉悟，女性的幸福指数一定大大超过现代。看着软软微红的眼角，石鱼心上一痛，赶紧上前将人抱进怀里，语气恢复阴质，是谁说了你脏吗？告诉我，我去杀了他。不，我只是问一下，谢谢你石鱼。软软靠在石鱼怀里拱了拱，石鱼的面色重新缓和下来，修长的手指抚了抚软软的脸蛋，我是你的雄性，为你做的一切都是应该的，不必谢我。来，我给你擦擦，把干净衣服换上，别着凉了。石鱼为了防止软软受凉，特意在蛇尾上裹了厚厚的兽皮，就那么抱着软软睡了一晚上。第二天一早，软软使劲抻了个懒腰，简单洗漱吃过早餐过后，便准备和石鱼出发去蛇林了。雌主，你们路上一定要小心啊！白毅牵住软软的手。放心吧，我们不出3日也就回来了，部落就交给你们了，我们先走了。软软抬手摸了摸白毅的耳朵。雌主，等一下。第158章，回来就好。一声急切的呼唤从不远处传来，只见阿宽娘慌慌张张地攥着手中冲了过来，有些仓皇的一下子跪在了软软面前，拜见雌主。阿宽娘，你有什么事吗？软软伸手将她扶起来。雌主，听说您要去蛇林，请您把这个带上。阿宽娘喘了口气，将一颗赤红色的小药丸放在了软软手里。这是软软低眸，只见那药丸表面光滑，只有小拇指甲大小，仔细闻来还有一股独特的清香。这药丸是以前狐族祭司留给我的，我藏了许久，可以避蛇林里面的杜蛊虫。阿宽娘抹了抹头顶的冷汗。杜蛊虫？那是什么？软软转头看向石鱼，可石鱼也摇了摇头。他在蛇林那么久，从来没有听说过什么杜蛊虫。此主有所不知，数年前我曾去过蛇林采集草药，却在蛇林中心地带草药密集之地发现了一种黑色的小毒虫。那虫见到活物，就像肉兽见到血，一会儿功夫就吃空了一个小鸟。若非我一直把这药丸带在身上，恐怕早就只剩一具白骨了。说到这里，阿宽娘有些后怕的拍了拍胸口。身为狐族曾经的巫女，她虽然不如巫医一般识得草药，却也被狐族女王强制派去蛇林过，也是命大才活下来。软软蹙起眉头，她上次和石鱼去，并没有见过这东西，可他们也确实没有深入蛇林腹地，没想到蛇林除了毒蛇，还有这么可怖的玩意。杜蛊虫以新鲜肉类为食，因为没有固定食物来源，所以他们吃了太多毒蛇，以至于身体发生异化，就像苗疆蛊虫一般，通过毛孔进入活物体内放肆撕咬。这药丸正好克制杜蛊虫，确实有用。灵宝提醒道：“我已离开蛇族太多年，腹地也从未回去过。如此说来，那杜蛊虫应该是后来才出现的。”石鱼忧心忡忡道：“这药丸只有1颗吗？”“只此1颗。没关系，宿主，等我仔细分析一下这东西的成分，你照猫画虎制作就好了。不过这玩意成分还挺复杂，需要一点点时间。”灵宝自信道：“行，那好，多谢你了，阿宽娘。如此，我们就不要深入腹地，免得遭遇危险，就在蛇林外围采集草药就是。”软软转头对着石鱼道：“这药丸他还是要带着的，以防万一。”石鱼点了点头：“是，但是此主注意，这药丸要贴着身子存放才有用处，万一被杜蛊虫钻进体内，必须尽快将此药丸吞吃下去。”阿宽娘补充道：“好。”软软应了一声，便没有将其放入灵泉空间，转而把那药丸塞在胸口的小布袋子里面。在我们回来之前，部落众人不准离开沿虎族范围捕猎。软软嘱咐完，便跳到了变成巨蛇的石鱼头上，两人朝着蛇林方向赶去。恭送此主！兽人们纷纷匍匐在地。阿宽娘再次抬起头，长长的叹了口气，心中却还是有些不放心，便是下意识摸了摸怀中的占卜骨头。不行，他今夜还是要占卜一番。沿虎族距离蛇林要比灵猫族近很多。软软和石鱼上午出发，天色没黑就到了蛇林附近。熟悉的海风气味钻进鼻孔，软软就知道他们快到了。可一想到阿宽娘的话，软软还是下意识摸了摸胸口的药丸。叮咚，宿主，那药丸的成分解析出来了，请宿主查看。灵宝适时的响了一声，一面详细的分析报告便在软软的脑海中展开。软软没有想到，一枚小小的药丸竟然要用到几十种药材，每一味药材都标明了可采集的地点，大部分也都在蛇林，只有最后2位出自不同地点。水属性异化鸟蛋液产自鸟族异化鸟，冰晶草产自极寒雪山，
水属性异化鸟，那是什么东西？软软皱起眉头。异化鸟是鸟族的特殊品种，以吸收天地五行属性产蛋。异化鸟本身没有属性异能，但是未孵化的鸟蛋有普通兽人食用后可以获得相应的属性异能，不过只能维持7、8个小时左右。灵宝简单解释了一下。我靠，这么逆天！软软瞪大了眼睛，他一直以为鸟族很弱，但是这么一看根本不弱好吧？这分明就是挂逼啊！嗨嗨，异化鸟只有10几只，雌性占比只有2/3，而且1年才生1个蛋，孵化率不到2%，所以果然强者总是稀少的，到哪里都是这样。软软摊了摊手，不过若是能够说服鸟族加入兽族，那我们对抗猿猴族倒不是手到擒来吗？那就要看看你的屌人老公给不给力了，他不是回去了吗？要是能够说服鸟王加入，那猿猴族可就真的蹦跶不起来了。软软轻轻叹了口气，只是不知道燕有没有说服鸟族加入的心思。毕竟每一个族群都是独立的，也不是所有人都愿意臣服他族的。此时鸟族，燕坐在树洞中，他已经等了1夜了，鸟王还没有回来，再不见父亲，他都想亲自去猿猴族找了。就在这时，呼啦，拜见鸟王！外面响起了动静，燕一个箭步冲了出去，只见人群中间一抹略显沧桑的身影立在那里。鸟王身上的兽皮衣服已经陈旧，不知道穿了多少个年头，发丝斑白，背也有些驼了。燕的喉咙哽咽着，缓缓上前几步，叫出了那2个字：阿父。听到声音，鸟王明显愣了一下，不可置信地转过头去，手中的兽皮袋子掉在了地上，换来的草种果子散落一地。映入眼帘的是意气风发的少年儿郎，他挂念了半生的孩子。鸟王蜡黄的脸上颤抖着，有些浑浊的眼球登时红了。燕，是我，阿父。扑通，在看到自己父亲那已经苍老的容颜之时，燕彻底绷不住了，直接跪在了地上，低声啜泣。燕啊！鸟王一个箭步上去，紧紧将燕搂在了怀里。回来就好，回来就好。第159章，这种梦话都能说得出来。对不起阿父，我任性出走，这么多年也不曾回来，却不知我们鸟族已经落得如此境地。燕攥住衣角，自责地抬不起头来。身为鸟族王子，他和鸟王一样拥有守护部落的责任，可他却独自离开，完全没有考虑过自己的族群。好了好了，都过去了，绝境荒漠并非都是贫瘠，只是鸟族羸弱，只能盘踞在这里，以至于猎物贫瘠，要承受恶劣环境，还经常被猎狗族骚扰。阿父无能，不能为鸟族挣得更好的栖息地，但是这不怪你，未成鸟王，这一切都不该怪在你头上的。鸟王出言安慰着他，这么多年不见自己的儿子，如今终于团聚，又怎么忍心再怪他呢？燕强忍着眼中苦涩的泪，孩儿离开之时曾说会给鸟族挣得一席之地，可却什么都没有做，让阿父和族人这样苦苦支撑，我不配做鸟族的王子。听着燕的忏悔，鸟王抹了一把脸上的泪痕，轻轻抚了抚燕的脑袋。别这么说，燕，你是我的孩儿，阿父只要你活着，其实你离开也好，不用在鸟族吃苦。阿父的寿元还没有到，还能继续护着鸟族，只可惜我们鸟族恐怕真的无法去往其他处了。鸟族的最佳栖息地其实只有星月森林，可星月森林中早已经被各大族群占领，他们鸟族不是任何一族的对手，千倚渺茫。鸟王长叹一口气，按下心中的压力，转头道：来人，将本王带回来的食物好生分配下去，先紧着雌性和幼鸟食用。是。鸟兽们小心翼翼地将地上散落的食物拾起，连一颗草种也不放过。走，我们进洞里说。鸟王将燕从地上拉起，给他拍了拍身上的灰尘，却注意到燕身上穿的是上好的豹皮，而且燕身上的灵力虽然不强，但是气色很好，而且不似以前那般瘦弱了。一老一少进入树洞，鸟王忍不住问道：燕，你这么多年在星月森林都是如何生活的？可有雌性吗？雌性可中意你？可有幼崽？听到自家阿父一番连珠带炮的问，燕挠了挠头，我有雌性了，一直跟着他在他的族群生活，我们还没交配过，所以没有幼崽。燕的后2句声音小小的，明显有些底气不足。有了雌性却无交配，这种事在雄性群体中是很丢人的，若不是对方是自己父亲，他打死也不会说实话的。啊，没有交配过，定是你惹雌性不快了，不然雌性怎会不与你交配？阿父从小就跟你说，一定要对雌性忠心，一定要倾尽一切对雌性好，你是不是把阿父的话给忘到脑后面去了？鸟王又气又急，开始絮絮叨叨。对雌性好这件事是刻在每一只雄性骨子里的，无关阶级。你听我说，阿父，不是这样的。阿父，燕上前一把扯住自家老父亲的胳膊，我也不知道雌主为何不与我交配，可能真的是我做的不够好，而且不算我的雌主一共拥有5只雄性，除了我以外都是5阶异能兽，雌主肯留我在身边，我已经很高兴了。燕低垂下眼眸，眼底又开始泪涔涔的。闻言，鸟王也有些心疼了，抬手拍了拍燕的肩膀，没关系，咱们不如人家，就要做的比旁人更多更好。对了，你家雌性如此优质，竟能引得这么多异能雄性结旅，族群应当很强大吧？问出这句的时候，鸟王心里已经有所猜测了，毕竟能有如此作为的雌性，必定是一个极其强大的族群。我的雌主特别厉害，几乎就没有她不会的，而且特别美。一说到软软的好来，燕的眼睛都在放光。那是狐族女王吗？鸟王试探着问道。毕竟在他的印象中，只有狐族是女王有这能耐，而且狐族在星月森林可是位列第2大族群，再没有一只雌性能够比肩了。而且让燕如此夸赞，定是生得极美的。不，那母狐狸才不配呢。
我的词主是灵猫族的族长软软。燕略显自豪的一挑眉。灵猫族？软。鸟王愣了一下，差点以为自己听错了，下一秒毫不避讳的大笑起来，哈哈哈哈！灵猫族强大呀！你是不是在星月森林呆傻了？那灵猫族在星月森林是最弱的一只了，而且那什么软软，我听都没听过。鸟王不住的摇着头，捡起来盛着露水的叶子就喝。也不怪鸟王这么说，在所有外族的印象中，灵猫族就是星月森林里面的一个小卡拉米，谁能相信这么一个弱小的族群能够成长到今天的地步呢？听到鸟王那无情的嘲笑，燕鼓了鼓腮帮子，阿父，你怎么可以这么说？我们词主真的很厉害的，他接纳了炎虎族，收拢了熊族，还打败了狐族呢。噗！可嗨！鸟王刚进嘴里的一口水直接喷了出去，差点把自己呛死。阿父，你没事吧？燕赶紧上前给鸟王捋顺着后背。你燕，我的孩儿啊，你不是病了吧？脑子出问题了吗？这种梦话都能说得出来。鸟王煞有介事的摸了摸燕的脑廓。哎呀，阿父，我没跟你开玩笑，不信我可以带你去看的。燕一把推掉鸟王的手，鸟王擦了一把嘴，表情慢慢变得严肃。之前在星月森林中看到的景象在脑海中一闪而过。我今天路过星月森林的时候，看到了一支极其庞大的族群，里面有狐族、炎虎族、灵猫，该不会就是你说的？鸟王的心咯噔了一下，若真如燕所说，鸟族岂不是有希望了？那想必就是我们灵猫族。阿父，我这次回来是有事情想问你。燕暂时岔开话题，他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知道。什么事？鸟王回过神来，发现自家儿子的表情前所未有的严肃。我想知道怎么才能让我突破到5阶。第160章，你现在死什么死？你说什么？鸟王怔了一下。不瞒阿父说，就在几天前，我被狐族的2只5阶异能狐兽掳走，是我的词主动用了整个族群之力才将我救回来。燕说到这里，死死攥住了拳头。被挟持的这一次是他毕生最大的耻辱，甚至还连累了族群，以至于他现在根本没有脸面回去见软软。什么？狐族竟然如此待你？那你有没有受伤？鸟王抓过燕的手臂，赶紧检查。我没事，我的词主拥有无与伦比的治愈异能，已经将我的伤全都治好了。燕挥了挥拳头。啊！鸟王张开的嘴彻底合不上了。他活了几百年了，从来没有见过除了祭司以外的任何雌性会异能，而且还是听都没听过的治愈异能，还有用举足之力救自己的雄性，这是一只正常的雌性族长能做出来的事情吗？不应该是直接放弃那只雄性吗？那什么，阿父，你先把嘴合上，我还没说完。燕伸手把鸟王的嘴给推了回去。鸟王晃了晃身子，小小的脑仁 CPU 已经快烧了，看来自己儿子这次真不是白回来的。我的词主现在拥有的雄性分别是新任炎虎王灵楚、新任狐帝白翼、金狮雷森、森然石鱼，他们都是5阶异能兽人。而我虽然拥有风属性异能，可却是4阶，实力太弱了，甚至都不能保护我的雌性周全。可我每天都在拼命修炼，就是突破不了。阿父，您是5阶异能兽人，求您告诉我，究竟怎么样我才能进阶？燕的眼神中满是迫切，急于要一个答案。鸟王顿了一下，死死咬住了牙根，眼神似乎有些犹豫不决。阿父，求您了，无论什么代价，我真的想变强。我想保护我的词主，我不能让我未来连保护自己的雌性和幼崽的能力都没有。燕的眼泪掉了下来。他自幼失去母亲，鸟王对他也疏于管教，以至于他的性格敏感缺爱。他心中早就暗暗发誓，以后有了雌性和幼崽，一定会对他们寸步不离，奉献一切。可是他还不配。燕，阿父现在只能告诉你，风鹏血脉的异能兽人一定会是5阶，而如何到达5阶，到了时候你自然会知道。我们风鹏都是先死后生。鸟王抬手按在燕的肩膀上，眼神闪烁，话语中大有意味。先死后生？燕懵了。到时候你会明白的。鸟王的表情缓和了一些。那我现在就死。燕抽出骨刀就要往脖子上扎。哎，这不行，现在不行。鸟王吓个半死，赶紧拽住燕的手腕。你这孩子怎么还是跟以前一样？阿父说的死是在绝境中，到时候你自然会知道该怎么做的。你现在死什么死？哦。燕瘪了瘪嘴，依旧不明所以。鸟王赶紧把燕手里的骨刀拿过来，扔得远远的。总之，你要先回到你的雌性身边，无论发生了什么事情，都不能够随意离开自己的雌性的，明白吗？我知道，只是拜见鸟王，拜见王子。燕还没等说话，便见一只鸟兽端着一张叶子从树洞外面走了进来，叶子上面摆着几颗果子和一把草种。鸟王、王子，你们先吃点东西吧，底下的兽已经都分好吃食了。那鸟兽干瘪的脸上挤出一丝笑容来，一定要保证雌性和幼崽有的吃，本王这边你可以先不用管。鸟王嘱咐道。是，雌性们都吃上了，您这次带回来的食物完全够分，我们还能撑住，只是水不够了。那鸟兽咽了一口干干的喉咙。鸟王面露难色，食物暂时能够解决，可水你先下去吧。是，阿父，您为何会和猿猴族交换食物？我族和猿猴族向来不睦不是吗？燕没忍住问道。其实当初鸟族也生活在星月森林，可栖息地却被猿猴族霸占，猿猴族擅长爬树，鸟族拿他们无可奈何，最终被驱逐到了绝境荒漠地带。可以说鸟族现如今的窘况都是猿猴族造成的。你以为我想吗？我鸟族有食肉鸟和食素鸟，只有猿猴族在冬天会储备草种果子一类，
为了族人的存活，我只能卑微祈求，甚至不惜用我族最珍贵的异化鸟蛋去交换。鸟王闭上眼睛，似乎在藏着那份无奈与悲苦。燕握紧了拳头，提出了一个他这几天反复想的问题：阿父，如果我说灵猫族完全可以让我鸟族存活，你可愿意加入灵猫族？鸟王身子一怔，加入灵猫族？燕，你疯了！我们鸟族是独立的族群，怎么可以加入其他族偷生？阿父，鸟族已经到了这般境地，您还要顾及那么多吗？族人都快被饿死了。燕知道自己的父亲十分固执，所以才选择先独自回来探探父亲的口风。否则万一软软亲自过来，被他父亲的某些发言惹怒，那就不好了。那又如何？我还没死呢，有我在的一天，鸟族就都饿不死。鸟王一甩衣袖，直接背过身去。他曾经答应过燕的母亲会好好带领鸟族，所以这么多年他没有再找过一只雌性，一心扑在鸟族上面。他不能接受鸟族并入他族。现在鸟族仅仅能够维持生命，再这么下去，所有的雌性幼崽都会死。这是阿父你想看到的吗？燕跟到了鸟王身侧，试图说服他。大不了我再用异化鸟蛋去跟你雌主换食物。鸟王咬住后槽牙，那帮猿猴简直剑兽一样，10颗异化鸟蛋才给我换来几10颗果子，2兽皮带子的草种，勉强才够族群一次进食。鸟族有多少异化鸟蛋？换到什么时候才是个头？我们明明可以选择强大族群去依附，为何不行？阿父，这关乎整个鸟族的命运，您不能再固执了。燕急道：够了，这件事不要再说，我不可能会同意。你赶紧回到你雌性的身边去，鸟族不用你管。第161章当野怪刷了。鸟王一开始想的是可以借燕的光，能够和灵猫族多换一点食物，毕竟燕是那灵猫族长的雄性。可现在看来，燕可能并不受那雌性的宠爱，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让燕回去好好博得那灵猫族长的宠爱，在暗中接济一下鸟族。可若是让整个鸟族加入灵猫族，他是断断不肯的。为什么？阿父，鸟族现在的境况已经不容乐观了，我这次回来就是想给鸟族找一个出路的，您如何就是不明白呢？燕着急的不行。其实他以前也不是很赞同族群合并的事情，可在看到软软成功让族群运作起来，实现富足，他的想法就彻底改观了。燕，你才不明白，那灵猫族有狐兽，有岩虎，又有熊族，哪一个不是强大的族群？我们鸟族过去必然只能生活在最底层，受人欺凌。再说了，这么乱的族群又有这么多张嘴，食物肯定不够吃，我们过去还不是一样要挨饿，还会彻底失去话语权。鸟王那点子倔强的傲气让他固步自封，完全不愿意冒一点险，那也比活活饿死强。燕沉下眸子，语气变得严肃起来。我们父子好不容易相见，我不想与你争吵，你先歇息吧。鸟王强压怒火，直接拂袖而去。望着父亲远去的背影，燕长长的叹了口气。作为一族之王，父亲考虑的事情难免很多，可究竟怎么样才能让他明白其中厉害呢？此时软软和石鱼已经进入了蛇林范围。石鱼，我想先采集草药一类，然后再去河边收集粘土。软软从石鱼身上跳下来，扯了扯身上的兽皮衣服。部落里面的草药用完了，调料也用的差不多了。软软这次决定尽可能多的收集，然后采集种子，直接在灵泉空间里面的培育，这样就不用经常来蛇林冒险采集了。好，都听你的。石鱼随手摸了摸软软的头。我们两个在一起效率太低了，这样你去找调料，我去采集草药，最后在这里汇合，好不好？软软提议道。石鱼虽然对于草药一类还不是很精通，但是已经完全认得软软经常用的花椒、八角、盐巴果之类的调料了。那好，我不会走太远，有事你大声叫我。石鱼犹豫了一下，点了点头。雄性对于雌性有天生的守护感，但是现在的软软已经不弱了，而且它对蛇毒免疫，就算被什么蛇不小心咬伤也无大碍。那就快行动吧，早弄完我们早回。软软抬手一挥，两人便分开而去。软软蹲下身子，释放灵力，利用和植物视野共享的能力，很快锁定了周围1公里内的所有草药，便开始按照顺序快速采集。蛇林资源丰富，这些天又经历了春暖的滋养，更多稀有草药琳琅满地，软软直接采到手软。等到星月森林的春天到来，宿主就不用专程跑到蛇林来采集草药了，到时候会遍地都是。春季最适合耕种，把部落安顿好，我就要着手给部落发展农业畜牧业，让整个部落彻底有序的运转起来。我们越强大，对其他的部落威慑力就越大，到时候整个兽氏尽在囊中。软软弯了弯唇，眼中野心勃勃。宿主牛的，来都来了，就得搞点大的。灵宝得意附和。忽而，窸窸窣窣，一阵细微的动静从软软侧后方的草丛中传来。软软一下子收住表情，不动声色地继续采集草药，猫耳却已经警惕地竖了起来，余光寸寸观察着周围。那诡异的动静愈来愈近，却又戛然而止。咻！在这，一道细长的影子猛然从软软正前方窜了出来，张嘴就往软软草丛中的手上咬去。软软眼中灵色一闪，几乎是瞬间收回了手，轻而易举地躲开了攻击，反手就抓住了那东西的7寸，将它从草丛中拽了出来。只见那是一条约莫2米多长的黑蛇，此时被软软抓住要害，正张着嘴，死命扭曲身子挣扎着。阿杂东西，还想偷袭我！软软手上的力道骤然加重，疼得那蛇的尾巴甩来甩去，嘴里不住地发出嘶嘶声。猫的反应可是蛇的7倍，这辣条真是不自量力。不过宿主注意，这是一条2阶的剧毒眼镜王蛇。灵宝提醒道：“2阶，那岂不是可以化人形的？”没等软软起身，耳边再次传来瘆人的
嘶嘶声，一阵冷风擦着腿脚袭来，软软猛然起身，抬手扯起来先前那条蛇甩作鞭子，直接将另一条妄想袭击他腿的眼镜王蛇给抽翻在地。这动静引得周围原本宁静的草丛树冠也变得躁动起来，无数隐匿起来的蛇类也伸出脑袋探着性子。软软皱起眉头，看来和石鱼分开之后，这些藏在林子里的毒蛇没了顾忌，就开始放肆袭击他了。只不过他们是彻底惹错了人。软软抬手将先前那条被甩得七荤八素的眼镜蛇抄了起来，两手用力将其拧成了麻花。敢咬它！一阵骨头碎裂的声音响起，那蛇艰难地吐了吐信子，直接一命呜呼。周围的蛇将这一幕看得真真的，吓得信子都哆嗦了，赶紧往后退了退。哪来的雌性不怕我们蛇，下手竟然还这么狠！要知道，眼镜王蛇是吃同类的，就算在危机四伏的蛇林，那也是强者的存在。而且受试的雌性普遍胆小，尤其是看到他们蛇，一定会吓得尖叫的。可面前这雌性人狠话不多，竟然把剧毒的眼镜王蛇当野怪给刷了。嘶嘶嘶，那条被抽飞了的眼镜王蛇翻着肚皮，痛苦地扭曲了几下，重新昂起来了上半身，整个脖子瞬间放扁，鳞片摩擦的沙沙作响，继而身形如被绷紧的巨弓，刹那间朝着软软弹射而来。找死！软软手中骤然凝起灵力，无数藤蔓破土而出，从后方紧紧缠住了那眼镜王蛇的身子。那眼镜王蛇被勒得两眼翻白，却还是不死心的左右扭曲着，试图挣开束缚，可哪里逃得掉？滋了！第162章，准备好接受惊喜。那眼镜王蛇眼见挣脱不开，便是张开血口，狠狠喷了一口毒液。眼镜蛇拥有喷射毒液的能力，一旦接触到被攻击者的眼睛或者口中，就会引起对方中毒。那毒液如子弹一般射出，竟然投射了数米远，却还是被软软轻而易举的用藤蔓挡住。呵！软软冷笑一声，骤然握拳，藤蔓顺势缩紧，直接将那眼镜王蛇勒成两截。周围的蛇兽看到这一幕，被唬得肝胆震颤，一溜烟的跑走了。惹不起！那眼镜王蛇的两截身子还在地上不停扭动，看得软软有点犯恶心。蛇这种东西全身都是神经，就算把脑袋切下来，身子还能活一段时间，而且脑袋还会咬人。可就在软软分神之际，那眼镜王蛇的上半截身子竟然一下子窜进了草丛跑了。这还能跑？软软的嘴角不可思议地抽搐了一下。能跑是能跑，只不过活不长了。石鱼的声音从身后传来，软软一回头便被对方拉进了冰凉的怀抱里。没事吧？没事，你不在，这群蛇大致是觉得我好欺负，就来袭击我。软软摊了摊手，石鱼安慰似的搓了搓软软的肩膀，悠悠松了口气。蛇林中的蛇最为阴险，也幸亏是你，换做别的雌性恐怕已经死得不能再死了。那是必然。软软略显自豪的一叉腰，望着地上的半截蛇身子，石鱼的眉头下意识紧了紧。眼镜王蛇，窸窸窣窣，那逃掉的半截眼镜王蛇吊着最后一口气，疯狂地朝着蛇林深处游走着，随即越过草丛，一头扎进了地面上的巨大土洞中。那土洞深不见底，一阵可怖的声音从黑暗传来，紧接着两只闪着寒光的银绿色蛇瞳如同提灯一般亮了起来。那眼镜王蛇的动作戛然而止，赶紧匍匐在地，拜见大人。说，那眼睛的主人带着粗重的呼吸，发出一声低沉的调调来。他来了，带来了一只雌性，那雌性还拥有木系属性异能。那眼镜王蛇一口气说完，口齿中间已经开始溢血。呼！冷风迎面来，暗光中，一颗巨大的蛇头探到了那眼镜王蛇跟前，充满压迫的气息让那眼镜王蛇几乎窒息。异能？你确定没有看错？那大蛇的嘴巴一张一合，森森的獠牙隐约可见。是，求您救救我！我啊！那眼镜王蛇话还没说完，便被面前的血盆大口狠狠咬住了脑袋，毒牙刺穿身体。那眼镜王蛇原本富有光泽的鳞片瞬间干瘪，直接被吸干了血液。嘶嘶嘶，石鱼，你还真是给我带来了一个大惊喜呢！那大蛇猩红的杏子舔舐了一下挂着血丝的毒牙，随即将身子盘成一团，蛇尾抖动，周身的鳞片快速摩擦，喉咙中发出了阵阵诡异的低频声波。原本安静的洞口忽然躁动起来，密密麻麻的黑点顷刻之间蔓延了进来。那大蛇狠狠收缩了一下腹部，吐出一大口浓血来。那黑点闻到血腥味，仿佛嗜血蚊虫一般蜂拥而上，只在片刻就将地上的血水稀释干净。上来！那大蛇垂头，便见那群黑点仿佛受到了什么命令，成群结队的聚在了那大蛇的身体表面，形成了一面甲状物，与其体色相融。石鱼啊，准备好接受我给你的惊喜了吗？呵呵呵，那大蛇仰起头，丧心病狂的大笑几声，便如同离弦之箭一般冲出了洞穴。怎么了，石鱼？看到石鱼望着那半截蛇，身子发呆，软软伸手在他脸前晃了晃。蛇林中的眼镜王蛇并不多，我有些担心和福尔有关，此处不宜久留，我们换个地方。石鱼反手将软软打横抱起，朝着另一方向快速游走。蛇林夯大，他们留在此处的气味很快就会消散，只要不再搞出大的动静，就算福尔还在，也难找到他们。哦，软软紧紧搂住石鱼的脖子，鼻尖若有若无的被石鱼柔顺的长发扫动，弄得他痒痒的。一个男人的脖子怎么长得又白又修长的，让人看着就很想在上面留点痕迹。留啊，大胆的留，现在可只有你们两个在一起哦，宿主可以为所欲为。灵宝奸笑，哪都有你。行至一处陌生地带，石鱼探出性子，在空气中捕捉了好一会儿，才将软软重新放下。
这里距离那条河很近，我们采集完了东西就可以直接过去，而且前方还有一处断谷，谷底冷气四溢，蛇类少一些。石鱼认真的说着，冰冰凉的大手还攥着软软纤细的手腕。好呢。软软抿了抿阴唇，终于还是没忍住，一个小侧步过去，踮起脚尖在石鱼的脖子上面亲了一口，便是赶紧跑开了。石鱼愣在原地，心脏砰砰直跳，只能闭着眸子强压欲火。若不是软软还在红期，他一定会就地要了他。软软一边收集草药，一边好奇地走到了那处断崖边。只见那断崖漆黑，深不见底，还没等彻底靠近，一股带着咸腥气味的冷风便扑面而来。软软情不自禁地往后退了几步，赶紧走了。好吓人！软软，调料草我采集了这些，你看可够？石鱼抬起尾巴，将几十个兽皮袋子放到了软软跟前。嚯，石鱼你也太厉害了！一会功夫采了这么多。软软惊得张了张嘴。我急着回来找你，有一块的线，我们还是走在一起的好。石鱼抬手替软软将碎发掖到了耳后。嘻嘻，我这边也采集的差不多了，咱们可以去河边收集粘土了。软软抻了个懒腰，他这次的草药只采集了目前够用的，其他的全都收集成了草药种子和幼苗，到时候直接在灵泉空间大面积种植就好，几天就可以收获。等等软软，现在天色已经彻底黑了，我们还是先找一处地方休息，等天亮了再弄吧。第163章，好幸福。自从看到了那条眼镜王蛇，石鱼总觉得心里有些惴惴不安，而且现在软软还在红期，也不能太劳累。那好吧，反正天黑了，也不太适合在草丛里窜来窜去。软软抻了抻腰，抬手将石鱼收集的调料草尽数收进了灵泉空间。每次深入草丛的时候，软软都能想起来阿宽娘说的那个杜蛊虫，瘆人的很。我在刚才来的路上看到一个树洞，离这不远，我们过去。石鱼牵起来软软的手。软软身子一歪，很自然地靠在了石鱼身上，两人亲昵的仿佛热恋中的小情侣一般。石鱼温温一笑，乖，怜爱的摸了摸他的脑袋瓜。小猫的头总是很好撸的。来到树洞，软软从灵泉空间拿了2条生鱼出来，又取出了出发前从白毅那里要来的火种，异能化柴升起来了一堆篝火。暖暖的火光照在两人脸上，石鱼翻动着手中的鱼，软软软塌塌的躺在石鱼的蛇尾中间，哼着小曲儿。心在跳是爱情如烈火，你在笑疯狂的人是我，爱如火会温暖了心窝。有节奏的调调惹得石鱼的身子也跟着有规律的晃动起来。你发出的叫声很好听。石鱼冷不丁来了一句。噗，可嗨，这不是叫声，我在唱歌呢。软软一整个笑得人仰马翻。神这么叫声代沟太深，没办法，笑死了。灵宝震动一下。唱歌？石鱼歪了歪头。对啊，这就叫唱歌，这歌叫爱如火，特别应景，嘿嘿。软软得意地搓了搓鼻头，小手在石鱼的大尾巴上摩挲几下。石鱼转头看了看火堆，脑海中忽而想起来了以前白毅经常挂在嘴边的那个字，爱。自从白毅和软软交配过后，成天就嘟囔着他爱软软什么的，看来爱是特别喜欢的那种感觉。软软给我唱这个爱，是不是说明软软爱我就像这火焰一样热烈？好幸福！一阵头脑风暴之后，石鱼兴奋的尾巴都在抖动，回身勾起来软软的下巴尖尖，我也爱你。软软猛逼了一下无奈扶额，这蛇还真是会脑补呀。不一会儿，鱼烤好了，软软依旧瘫在石鱼身上，石鱼则是十分贴心的将鱼肉撕成小块，给软软一口一口喂着。哇塞，撒了孜然的鱼肉真是太香了。软软享受的眯着眼睛。这次他在蛇林里还发现了野生的成熟孜然和芝麻，以及辣椒香草，到时候回部落做点烧烤料，再受试也能实现烧烤自由。好吃就多吃点，你看你这么瘦，像只小猴子，不对，猴子长得那么丑，不能和你比。石鱼很快自我否定，并且顺带拉踩了一下猿猴族。猴子嗖，软软暗自汗颜，其实他原本还真跟猴子沾点关系来着。那个石鱼，你们蛇吃东西都是囫囵吞下去的吗？软软好奇地问道。可以吞，也可以正常吃，化为人形的蛇兽正常用牙嚼碎，变回原形的话，自然就是吞下去了。石鱼耐心地解释道。哦啊，吃饱喝足，软软也有些困了，我去外面换个姨妈巾，然后我们就睡觉。好。石鱼将带来的兽皮一层层在地上铺好，乖乖地盘坐在上面等软软。软软寻了一处草丛苟了进去，蹲下酣畅淋漓地解了个手，又换了一个干净的姨妈巾。临走前还是不放心，挖了个小坑，将用过的姨妈巾埋进了土里，还将气味也一并用土掩盖了一下。毕竟在这荒郊野外，血腥味和排泄物的味道会引来很多嗅觉灵敏的东西，那就麻烦了。OK， 软软跺了跺脚，扬长而去。然而暗光之下，新鲜的草叶之上却还挂着几滴嫣红的血滴。夜深了，四周静悄悄的，树洞里的人也传出了均匀的呼吸声。软软抱着石鱼的尾巴，整个人陷在石鱼的怀里，睡得没心没肺。石鱼搂着软软一动也不敢动，生怕吵醒了他，只一味安安静静地看着面前人的娇美面容。他曾不止一刻地怀疑自己是在做梦，直到现在真真切切能够感受到怀里的温度才知，以前遭受虐待的种种已经是过眼云烟了。软软，你放心，我会护好你，用心待你。石鱼将下巴贴在软软的额头上，捕捉着他额发间淡淡的香味，缓缓合上了眸子。蛇林中，一道巨大的黑影漫无目的巡游着，口中猩红的杏子在空气中疯狂嗅探，跑到哪里去了？忽而一阵淡淡的血腥味随风而来，那黑影发出一声低低狞笑，猛然朝前跃进，卵血雌性的味道。与此同时，石鱼紧贴在地上的蛇尾感受到了一阵极其细微的震动。
石鱼猛然抬起头，蛇信子快速在空气中嗅探着，随即放开软软闪到了树洞跟前，锐利的蛇眸散着警惕的光。怎么了石鱼？软软有些懵懵地揉了揉眼睛坐起来，灵敏的听力很快也察觉到了有东西正在快速靠近，便是一下清醒了。有东西在靠近。石鱼握紧了手中的骨刀。软软抬手将火堆湮灭，避免暴露，便是在手心唤出藤蔓，警惕地盯着四周。窸窸窣窣，很快树洞侧方的草丛急速抖动了几下，却忽然回归平静。石鱼没有犹豫，抬手便将骨刀甩了过去。避咔！草丛中发出一声诡异的碰撞声，骨刀被瞬间投掷了回来，紧接着窜出的就是一道巨大的影子。那黑影的嘴巴一张一合，发出阵阵恐怖的狞笑，借着惨白的月光，软软看清了，那是一条身长将近10米的巨蛇。嘶！那巨蛇吐着蛇信子，以一种不可思议的速度冲到了两人跟前，张嘴便咬。软软和石鱼反应迅速，分别向两侧躲开，那大蛇不肯罢休，抬尾就朝着石鱼抽了过去。石鱼猛然变回巨然原形，紧紧缠住了对方的蛇尾，利齿外露。福尔。第164章。软软一惊，竟然是那条杀死石鱼父母的眼镜王蛇福尔。福尔弓起身子，脖梗收缩，露出了可怖的眼睛花纹。石鱼好久不见啊，让你逃了这么久，没想到你竟然再次主动送上门来，还给我带来一只如此优质的雌性呢，你还真是我的好儿子。福尔说着，蛇眸阴恻恻地盯了软软一眼。儿子？软软懵了，福尔不是石鱼的杀亲仇人吗？怎么又会称呼石鱼儿子的？你死！石鱼暴怒，身上的鳞片瞬间炸起，尾部用力一下子将福尔扯离软软附近，张嘴就朝着福尔的7寸咬去。软软也来不及追究细节了，连忙双手触地，迅速召唤藤蔓，朝着福尔喷发而去。可福尔非但没有躲开，反而伸着头接住了软软的藤蔓，还将身子直接与石鱼紧紧相贴。就在石鱼的牙齿即将碰到福尔身上的时候，却眼尖地发现福尔7寸上的皮肤竟然在蠕动，那是一堆虫子。石鱼大惊，猛然回缩，却见那堆虫子顷刻间从福尔身上散开，分别朝着他和软软袭了过去。石鱼大幅扭动身子，松开福尔的同时，连忙脱身与福尔拉开距离，朝着软软喊道：“软软，赶紧收手！”直觉告诉他，那些虫子绝对不简单。还没等软软看清怎么回事，那群虫子竟然已经顺着藤蔓爬到了软软眼前。软软登时汗毛倒立，第一时间断开了藤蔓，紧急后退。那群虫子浑身附着黑色的甲壳，生了几十对脚，大小却只有蚂蚁那么大，仿佛披上壳的小蜈蚣，恶心至极，而且行动速度极其快，此时正在疯狂逼近软软。是杜蛊虫！宿主，是杜蛊虫啊！灵宝的界面瞬间变红震动，这是杜蛊虫！石鱼小心！软软的心脏砰砰直跳，不再顾及，抬手击地，猛然放出雷击藤，朝着前方横扫而去。强大的电流在虫群中间席卷，瞬间将大片杜蛊虫击成了炭灰。另一边的石鱼也凝聚灵力释放异能，利用水流之力将杜蛊虫狠狠冲散，随即在空气中凝结无数水针，如雨点般朝着那群杜蛊虫刺了过去。七七七！被刺中的杜蛊虫发出阵阵可怖的叫声，在地上疯狂扭曲垂死挣扎，可它们似乎并不怕水，甚至可以扑水漂浮。软软眼见自己的雷击有效，连忙转身触地，雷击藤破土而出，直插水中，成功把即将接近石鱼的大片杜蛊虫击杀。几只漏网之鱼杜蛊虫趁机绕过其他虫子，冲到了软软跟前，却似乎被什么东西屏蔽住，再不敢朝着软软前进分毫。软软飞起一脚将那几只虫子碾死，狠狠松了一口气，幸好有阿宽娘的药丸在他身上，这些杜蛊虫果然不敢对他近身。福尔的脸色阴沉下来，却忽而一笑，两颗寒气森森的毒牙露了出来。真是想不到啊，在这兽世大陆上竟还有异能雌性，而且还是拥有2种异能，可惜只是4阶敌不过我的杜蛊虫的。福尔弓起身子，全身缩成了球状，摩擦浑身鳞片的同时，喉咙中发出阵阵有规律的低吟。那群杜蛊虫猛然停在原地，继而快速调转方向，围在了福尔周围。福尔张嘴喷出一口黏腻的毒液，附着在了那群杜蛊虫身上。铿锵！金色的光芒冲天而起，将福尔整个包裹了起来。随即光芒散开，尽数笼罩住了那些杜蛊虫。杜蛊虫们转身，仿佛被打了鸡血，再次朝着软软和石鱼袭来。石鱼抬手释放水流，洪波涌起，成功拖延了那些杜蛊虫的动作，便是快速闪身到了软软身侧。软软双手合十，缓缓唤出一株粗壮的雷击藤，利用水的导电能力，成功覆盖了大面积的杜蛊虫。却见那些杜蛊虫只是稍微颤抖了一下，就恢复了正常。是金属性异能，他给所有杜蛊虫做了防御，连我的雷电也不起作用了。软软一把攥住拳头，我把那群虫子引开，你先走。石鱼操纵水流回旋，想带着杜蛊虫朝着相反方向而去，却见那杜蛊虫仿佛盯上软软了一般，不管不顾地朝着软软冲了过去。而这下有了福尔的加持，那群杜蛊虫变得有恃无恐，对于软软身上的药丸也不再忌惮，甚至有几只杜蛊虫已经爬到了软软脚上，幸好他穿了鞋子，没有被其钻空子。石鱼大惊，连忙抬手按在了软软肩膀上，一张水膜霎时将软软的周身包裹起来，顺利将那几只杜蛊虫冲了下去。一丝淡淡的血腥味飘进鼻息，直到这时软软才明白过来，是血腥味。他来姨妈了，血腥味狠狠吸引着这些嗜血的毒虫。废物，赶紧给我上！福尔身上的金光强了强，喉咙中再次发出命令般的低吟。虽然他身处5阶，但是也没有十足把握能够敌得过同为5阶的石鱼和4阶双属性异能的软软。不过有了杜蛊虫加持，
他们死定了。软软和石鱼转头对视一眼，立刻明了对方的心思，擒贼先擒王。石鱼粗壮的尾巴缠住软软，将它带离地面，让那些杜古虫够不着，继而下腹用力，双臂一挥，大面积的水流喷涌而出，将挡在福尔面前的杜古虫尽数冲击开来。利用这一间隙，两人直接闪到了福尔跟前。福尔惊了一下，根本来不及躲闪，周身的金甲一下子散了，转身想要拉开距离。石鱼反应迅速，立刻操控水针封住对方退路。软软则是释放雷击藤，紧紧缠绕在了福尔身上，强大的电流化作刀刃，狠狠割开了福尔的身子。滋啦！乌黑的血液喷涌而出，地上的杜古虫仿佛遭受了什么巨大的痛苦一般，翻倒在地，痛苦扭曲。软软蹙眉，看来这些杜古虫和这眼镜王蛇痛感相连，可这蛇是用什么办法驯服这些嗜血毒虫的？与此同时，几滴血液溅到了软软的胳膊上，一股异样的感觉随之传来。软软抬手一看，竟发现福尔那乌黑的血液中正扭曲着几只杜古虫。第165章，狗看了都摇头。石鱼瞳孔一缩，没有丝毫犹豫，果断伸手将软软胳膊上的几只杜古虫徒手抓了下去。石鱼，软软顷刻间面如土色，一把拉过石鱼的手。可等石鱼再次摊开手掌，那杜古虫却已经钻进了皮肉中间，顺着他的手臂爬了上去。几乎是在瞬间，一股钻心的疼痛传来，石鱼的灵力竟然直接溃散，连同蛇尾也失去了力气。软软身上的水遁散去，一下子跌在地上，来不及喊疼，便赶紧翻身将石鱼扶了起来。却见石鱼的尾巴痛苦扭曲着，皮肉下方不停游走着啃食皮肉的杜古虫。石鱼尝试着凝结灵力，将杜古虫逼出体外，却发现根本做不到。被蚕食血肉的剧痛让他蛇尾乱翻，沾染上了满身的泥土。即使如此，他还是用尽最后的一丝神智爬了起来，对着福尔摆出了攻击姿态，随即狠狠推了软软一把，走，快逃！此时此刻他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和福尔同归于尽，保全软软。察觉到石鱼的心思，软软反手攥住了石鱼的胳膊，不，我不走。石鱼，你坚持一下，坚持一下。软软果断凝结灵力，暂时封住了石鱼的经脉，限制杜古虫的活动，防止杜古虫对他造成致命伤害。没想到吧，石鱼，这毒虫与我血液同生，为了你的雌性，你中计了。别挣扎了，不出半日，你的身体就会被杜古虫啃成空壳。逃了这么多年，你还不是落在了我的手里？福尔丧心病狂地大笑着，身上的伤口竟然随之愈合了。他居然有如此强大的自愈能力。软软顾不那么多了，从怀中掏出药丸就要往石鱼嘴里塞。福尔舌眸一颤，见状猛然甩尾，一下子将软软手中的药丸打掉了去，想救他。妄想！巨大的冲击力将软软整个人都给掀飞了出去，手中的药丸也掉落在地，被附着金甲的杜古虫埋没在了身下。软软凌空化作灵猫形态，抵消伤害，落地的同时变回了人形，单手撑地而起。一阵剧痛从手腕传来，软软低头一看，自己的左手已经被福尔的蛇尾抽得红肿，钻心刺骨的痛。软，石鱼眼前的视线慢慢变黑，青筋暴起的手臂朝着软软的方向无力地伸了伸，整个人彻底陷入了昏迷。灵拳，软软薄唇轻启，抬手攥拳，将伤痛瞬间治愈。凌厉的目光射在了福尔脸上，福尔的神情闪过一丝诧异，这雌性竟然有不输我的治愈能力。我的治愈能力来源于和杜古虫的共生，这雌性又是怎么获得的？这条眼镜王蛇应当是利用自身的精血肉体饲养的这些杜古虫，然后通过特殊的秘法控制它们辅助自己修炼，达到了与它们共生的目的。若是想让这些杜古虫停止行动，除非杀死它，不过杜古虫死亡也会消耗它的灵力和气血。听着对方的心声，灵宝也成功解算出来了福尔控制杜古虫的原理。原来如此，软软强忍着眼泪看了石鱼一眼，封住经脉只是权宜之计，当务之急是要让石鱼尽快吃下解药。可这福尔铁了心要害死石鱼，定不会善罢甘休。灵宝，你说我能打过他吗？软软望着药丸掉落的方向，打不过。福尔可不是黑桑那种半吊子五阶，他是实打实的金属性异能五阶兽人，灵力高强，更何况还有杜古虫的加持，那也要打。软软背齿紧咬，他是软软，他从来不认命。石鱼是为了救他才变成那个样子，无论如何他不会放弃。呵呵，优质的小灵猫，你是我见过最美丽强大的雌性，正巧我也是这蛇灵中最为强大的蛇。不如你做我的伴侣，我传授你操控杜古虫之法，从今往后你我同修，称霸整个蛇灵，如何？福尔游动着身子朝着软软缓缓靠近，周围的杜古虫也随着他的动作蠕动着，那画面要多恶心有多恶心。软软的密集恐惧症差点被逼出来，却没有第一时间理会福尔，他在想办法。福尔也不急，兽世的其他雄性恐怕至死都遇不到软软这样的优质雌性，若是他能够说服他为自己的伴侣，那他的后代定然不会差，到时候眼镜王蛇家族就能够成为统领蛇灵的新领袖，前途不可限量。考虑的怎么样？若是你不答应，我现在就可以杀了他。福尔抬起尾巴，威胁似的抵在了石鱼的脖子上。软软的心砰砰狂跳着，却还是努力保持镇静。你想让我做你的伴侣，可以，但是我有一个条件。你说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福尔脸上闪过一丝兴奋，我就知道面对我这样强大的蛇类，没有雌性能够抵抗的了。这该死的石鱼拿什么跟我比？软软内心一阵恶寒，吸了吸眸子道，你将石鱼体内的杜古虫弄出来，不伤他性命，并且放他走，我就答应做你的伴侣。福尔脸色一变，
显然不是很乐意。他追杀石鱼这么多年，就是要彻底灭杀水森然族的血脉，只有这样，他们眼镜王蛇一族才能被其他蛇类认可。若是放了他，怎么？你不愿意？你刚才不是还说什么都答应我吗？软软勾着眉梢，清风拂起他一头银白色的长发，衬得他美得不像凡物。福尔看呆了一瞬，却很快清醒了过来。愿意，当然愿意，只不过你要先和我交配，否则你万一反悔了，我岂不是给自己留下隐患？软软暗暗咬紧了后槽牙，这蛇确实比他以往遇到的家伙都有脑子，实在不好忽悠。沉吟片刻，软软忽而抬头道：好，我答应你。我靠啊，宿主，你真要和他交配吗？这蛇谱性又恶心，狗看了都摇头的。灵宝第一个跳出来反对。你想什么呢？我怎么可能真和他交配？放心，山人自有妙计。第166章，晚了。甚好，来吧，我的伴侣，时间不可耽搁，我们今晚就交配。只要你老老实实的与我欢好，为我生蛋，我保证不会伤到石鱼的一块蛇鳞。福尔贪婪地吞吐着杏子，迫不及待地游走到了软软跟前，蛇尾顺势将它卷起就近，带软软进了旁边的树洞。随着福尔的放松警惕，杜古虫身上的金甲也溃散而去。原本站在药丸上方的杜古虫没了保护，被药丸刺激的连忙散开，药丸便也重新暴露在了空气中。软软不动声色地勾了勾手指，利用一小根藤蔓，神不知鬼不觉地将药丸给捡了起来。福尔敏锐的感官察觉到了一丝灵力波动，骤然转头看向石鱼的方向。软软眼疾手快，利用这一空档，一下子将药丸丢进了灵泉空间。石鱼还在地上躺着，福尔并没有发现什么不对，将软软放下之后，又把石鱼给拖了进来。我要让他看着我们交配小雌性，你一定会觉得很刺激吧？福尔的整个身子都在兴奋的颤抖，情不自禁地凑到软软跟前，伸出腥臭黏腻的杏子就朝软软的脸舔了过去。软软一个闪身躲开，胃里一阵翻江倒海，差点没忍住把他舌头给切了。福尔尖锐的舌眸竖了起来，喉咙中发出阵阵威胁式的低鸣：你竟然敢躲开，不想让他活命了是吧？随着福尔的震怒，石鱼体内的杜古虫也开始躁动起来，石鱼的脑袋震颤几下，猛然喷出一口黑血。不要！软软惊叫一声就要上前，却见福尔身形一晃，恍然变成了一人身蛇尾的中年男人，抬手狠狠捏住了软软的下颚。老实点，再不听话，我连你一起杀！福尔的半边脸被湿漉漉的黑色碎发遮住，另一只蛇瞳浑浊不堪，麦色的皮肤上面爬满了黑色的血管样纹路，可怖至极。软软攥紧了拳头，极力压制着即将喷涌而出的怒火，愣是没有反抗。成大事者必须能忍。看着面前的人儿安静下来，福尔满意的勾了勾嘴角，乖，我会好好疼爱你的。软软淡淡凝视着他，表情尽可能的透着乖顺，他现在必须让他放松警惕，才好进行下一步。福尔贪婪的目光在软软身上反复游走，软软穿的兽皮裙子十分贴身，完美的勾勒出了她那凹凸有致的完美线条，银白的肌肤在凄凄的月光映衬下看起来吹弹可破，银白色的发丝散落颈间，整个人清冷又仙气，尤其是那双我见犹怜的粉绿相间的眸子，任凭什么雄性看到都会沦陷进去。福尔再也控制不住，朝着软软步步逼近，长着黑长指甲的手探向了软软的胸前，眼神充满了渴望。软软缓缓后退着，始终和他保持着距离，欲拒还迎，口中转移着他的注意力。福尔大人，您以前没有过雌性吗？当然没有，一般的雌性可入不了我的眼，你是第二个能让我正视的雌性。福尔的舌头舔舐着嘴唇，鼻息之间已经能闻到软软身上迷人的性激素味道，那味道足以让所有雄性疯狂，这种味道甚至比石鱼的母亲还要让人难忘啊！软软紧张的呼吸有些震颤，福尔已经到了跟前，不管不顾的就要去搂抱软软，某些东西已经跃跃欲试了。软软强忍恶心，猫耳朵竖了起来，趁机抬手抵住了福尔的胸脯。等一下，福尔大人，我还没有准备好。准备什么？让我好好疼爱你。福尔的眼神已经迷离了，被欲望冲昏头脑，神志似乎都有些不清醒。你有没有听说过一句话，叫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软软眼中厉色一闪，凝结灵力的同时，手中瞬间结印，狠狠按在了福尔的胸口上。福尔浑身一震，一股强大的束缚感自胸口席卷全身。福尔大惊失色，你贱兽，你竟敢给我下踏印！福尔慌忙抬手想利用灵力抵制印记，只要在踏印缔结的瞬间用自身灵力抵制，就可以打断踏印过程。晚了！软软双手合十，无数雷击藤自福尔的胸口喷涌而出，将他裹成了粽子。刚才他按在福尔胸口那一掌，不但释放了踏印，还将一些藤蔓种子埋在了上面。雷击藤蔓展开的瞬间会爆发强大的雷电之力，就算福尔反应再快，也一时挣脱不开。软软丝毫没有放松，猛然加大了雷击藤上面的电流。滋了！福尔眼球暴突，下身蛇尾上的鳞片都被电得翘了起来，而那遮掩的半张脸也终于露了出来。只见上面赫然是一条蜈蚣似的肉色大疤，那疤痕贯穿眉眼，直达下颚，让福尔整张脸看起来狰狞至极。可恶，可恶啊！福尔被电得脸色焦黑，却仍在死命挣扎着。软软连忙回神，三步并作两步的冲到了石鱼跟前，将他扶了起来，取出解药弦，在唇间轻轻吻住石鱼，催动灵力将药送进了他口中。撕拉！与此同时，福尔已经硬生生挣脱开了雷击藤的束缚，闪身朝着软软冲了过来，甩起尾巴狠狠缠住了他的脖子，将他拖了过去。啊！软软眼前一黑，差点窒息，反手异能化刃疯狂捅刺着福尔的身体。福尔吃痛，一下子将软软甩飞了出去，下一秒也捂住了喉咙，剧烈的咳嗽着。福尔瞪大了眼睛，胸口剧烈起伏，他对软软造成的伤害已经开始反噬到他自己身上了，
这说明拓印已经缔结成功。不！福尔癫狂地捂着头嘶吼着，他算计了这么长时间，却没想到会栽在这雌性手里。哼，拓印已成，你对我造成的一切伤害都会回到你自己身上，我生你生，我死你死。软软揉了揉脖子，直起身，眼神悠悠。贱雌，我杀了你！福尔大有一种恼羞成怒的意味，抬手一挥，原本在洞外蛰伏的杜古虫再次苏醒冲了进来，朝着软软席卷而去。我看你敢！第167章，准备好死前的哀嚎。此时，兽族阿宽娘在月亮正对下盘膝而坐，郑重其事地取出了怀中的占卜兽骨，摆在地上，口中呢喃几句，手指在兽骨上方反复滑动，仿佛在绘制什么符文一般。请兽神大人赐予我指示。阿宽娘张开双臂，对着苍茫的夜空祈祷一句，随即将兽骨抓起，重新掷出。咔嗒，兽骨落下，以一种奇异的排列停顿。阿宽娘俯下身子，仔仔细细地看着每一块骨头，忽而眼球震颤。只见原本严丝合缝的兽骨之上，竟然蔓延上了一条细小的裂纹。不得了了，可不得了了！阿宽娘脸色惨白，抓起兽骨，跌跌撞撞地往白毅等人所在的山洞跑去。这边，软软还在费力抵抗杜古虫。只见软软双手合十外拉，幻化出了一条雷藤长鞭，朝着面前席卷而来的杜古虫一边抽去。呲啦啦，蜿蜒的雷电炸开，无数杜古虫化作齑粉，空气中霎时间飘起来一股子烧糊的臭味。敢对我动手，你也活不成！软软朝着福尔威胁一声，手指飞舞快速结印，指尖点地的同时，将雷击藤织成一面防盾阻挡卷土重来的杜古虫。他再赌福尔不敢对他真的下死手，毕竟有拓印桎梏，若是他真的死了，福尔也会死，应当没有兽人会不恐惧死亡。石鱼还没有醒来，他要坚持住。福尔捂住胸口，面色痛苦。随着杜古虫死亡大片，他的灵力恢复也受到了影响，不能再和这雌性耗下去。福尔忽而发出阵阵癫狂的狞笑，随即化作巨蛇，喉咙中再次发出了那低频的音波。杜古虫们受到召唤，纷纷调转方向，回到了福尔近前。下一秒，福尔张大了嘴巴，竟然将所有的杜古虫一股脑的吞进了肚子里。Sigma， 软软差点吐了。逝去的灵力瞬间恢复，福尔双手握拳，金属性异能化作甲胄，蛇尾弓起，朝着软软弹射而来。软软眸色一沉，反手召唤出大面积带着尖刺的藤蔓，左右封住福尔动作。福尔的皮肤被尖锐的藤刺刮得鲜血淋漓，可他仿佛感觉不到疼痛似的，只一门心思地撞到了软软面前的藤盾之上。砰！剧烈的撞击声响起的同时，福尔尾部顷刻间附上一层金甲。你不要以为给我用了拓印我就会怕你，我得不到的，别人也别想得到。既然你不从我，那我们就一起死。话音落下，藤盾被福尔狠狠击碎。软软是真的没有想到，这蛇竟然还是个病娇，根本不怕死。我靠！宿主赶紧撤！这蛇疯了！灵宝金的系统界面都抽了一下，可福尔根本不给软软再次释放异能的机会，甩尾就缠住了软软的脖子，将它吊在了半空中，每一寸肌肉都在施加压力，全然不管自己脖子上同样出现的紫青色勒痕。福尔早就发现石鱼身上并没有软软的伴侣印记，所以他料定石鱼肯定也是被软软下了拓印才这样舍命保护他的。既然如此，只要他杀了软软，石鱼也一定会死。如果眼镜王蛇家族不能称霸蛇灵，那就让水森然族最后的一丝血脉也给他陪葬。可软软双腿悬空无处借力，眼前黑一阵白一阵，濒死的窒息感将他层层淹没。宿主，宿主，坚持住，宿主！灵宝的呼唤声一阵盖过一阵，却又越来越远。软软能感觉到自己的生命正在流逝，双手无力地垂在身侧，眼前闪过白光，在兽世的点点滴滴如同走马灯一般在软软眼前晃过。忽而一道熟悉的身影出现在了眼前，是灵猫祭司。软软，活下去，带领灵猫族实现称霸兽世的夙愿，你不能认输。没错，他答应了灵猫祭司会带领灵猫族，他还不能死。在这一刻，软软似乎参悟了什么，胸口那团杂乱无章的雷电团终于捋顺散开，顺着他身上的经脉急速游走。福尔已经被反噬的舌头淤青，却依旧癫笑，死吧，我们一起死吧，却全然没有注意到点点白光开始在软软的指尖跃动，垂下的眼睑猛然张开，软软骤然握紧了手心中的拓印，没有防备的福尔浑身一僵，利用此间隙，软软抬手握拳凝成一枚雷爆团，朝着福尔的胸口狠狠锤击而去。哈哈！破坏力极强的雷电之力灼开皮肤，福尔惨叫一声，被击飞出了树洞，落在地上，狼狈地扭曲着蛇尾。反观他的胸口之上，赫然是被剧烈电流灼伤的大片焦糊。不可能，这不可能！福尔哆嗦着嘴唇，已经口鼻溢血。软软缓缓从树洞中走出来，银白色的发丝随着灵力外泄层层飞舞，步伐落下之处，纷纷留下一枚枚闪电符文。渗人的寒风袭来，福尔仓皇抬头，只见蛇鳞上空乌压压一片，看不见了一丝星辰。怎么可能？这不可能！你一只4阶的雌性，怎么可能将雷电属性和木系属性完全分化开来？你……福尔捂着被烧焦的胸口，浑浊的眼球因为震惊和恐惧不断震颤。他竟在一只雌性身上感受到了如此可怖的压迫感。呵，软软冷笑一声，不要用你的无知来揣度我的强大。咔嚓！随着一道闪电划破天际，仿佛撕裂了空间，雷声轰鸣，软软的周身缠绕上了一圈紫红色的电纹，美眸抬起，眼尾拉出一条蜿蜒寒光，准备好死前的哀嚎。福尔这回是真的怕了，
扭曲着蛇尾就要跑路。软软哪肯给他机会，反手换出一条雷电锁链，缠住福尔的同时将他牢牢固定在地。嗡，轰隆，福尔上空的暗夜炸起来一阵刺耳雷声，紧接着透出丝丝光亮，那光芒越来越盛，直至形成一面线条繁复的阵法样圆盘。圆盘表面附着着大量雷电符文，此时正在蓄力。软软缓缓朝着福尔抬起手臂，纤细的指尖漫不经心地向下一指，灭。第168章，你放屁！软软话音落下，雷阵汹涌苍茫，大面积的毁灭性雷电如同瀑布般倾泻而下。不要！福尔惨叫一声，在万分惊惧的眼神中被雷电彻底淹没进去。强大的破坏力让四周的树木被瞬间击成炭灰，草地大片化为焦土。当一切回归平静，福尔已经化作了一滩骨架，身上的血肉碳化掉落，只剩一颗头还是完整的。可一下子释放出如此强烈的技能，软软也算是燃尽了，身子一空，灵力彻底耗尽，再也支撑不住倒了下去。杏儿被一宽大怀抱稳稳接住，软软石宇眼含如湿，紧紧将其搂入怀中。他虽然一直在昏迷，但是神智还在，是软软不顾一切的救了他，能得此伴侣，他毕生无憾了。石宇，太好了，你醒了！软软虚弱的挤出一丝笑容来，想抬手摸摸石宇的脸，却觉得喉咙有些心甜。下一秒，一口黑血从软软的喉咙中涌了出来，紧接着是第二口、第三口。软软，你怎么了？石宇吓坏了，一把将软软打横抱起，心差点从喉咙里跳出来。好痛！软软痛苦的闭上眼睛，大汗淋漓，只觉腹中钻心的疼，仿佛有千万把尖刀剜动，只能紧紧咬着嘴唇试图缓解。可那种痛却无情的刺入神经，让他的大脑一片空白，血液上涌，身子不由自主地蜷缩成了一团。一阵沙哑可怖的声音自福尔碳化的尸体方向传来，只见福尔漆黑的舌头动了动，大片烧焦的碎屑咻咻落下，喉咙中挤出几句话来，仿佛来自地狱的低吟。你以为你赢了，下在我身上的榻翼也让我的母虫顺利寄生在你身上，你就等着被它分食血肉惨死吧。死，我也要你陪我。说完这一句，福尔的生机方才消失，脑袋一歪，彻底没了动静。石鱼尖锐的瞳孔收缩一下，宛如沉睡黑洞苏醒一般，杀意在其中翻腾不息，反手水气化刃，将福尔从上到下劈了个稀巴烂。软软的脸色苍白如纸，眼皮沉重，已经说不出话来了。软软，怎么办？我该怎么救你啊？石鱼已经在崩溃的边缘，那解药只有1颗，却被他吃了。眼下软软再次被杜古虫母虫寄生，该怎么办？我带你去找巫医，对，阿宽娘，她会有办法的。看到软软这个样子，石鱼已经完全慌了，脑中绷紧的神经随时都会断掉，将软软抱起就朝着灵猫族方向冲去。宿主，宿主要死了，要死了！灵宝同样急得不行，可软软灵力彻底耗尽，已经调动不了灵泉，再得不到救治，这次就真的栽了。不行，软软可是他好不容易培养起来的，为了自己的代表作，他拼了。灵宝将全身能量凝聚起来，直接冲破了位面限制，一枚白色的符文顺势出现在了软软的额头上。喂，蛇，你能听见我说话吗？石玉耳边忽然响起一阵奇怪的声音，紧接着一道白光猛然笼罩在了他的脸上，直接将他拉进了一个陌生空间中。四周苍白一片，仿佛水天连接之地一般混沌不堪。石玉大口喘息着，抱紧了怀中的软软，警惕的目光盯着周围，厉声道：是谁？话音刚落，一颗白色的光团便从前方挤了出来，那光团有鼻子有眼，却无手脚，看上去滑稽又怪异。石玉被这突然出现的玩意惊了一下，连忙牢牢将软软护住，手中凝结灵力，没有丝毫犹豫的就对他发起了攻击。锋利的水针迎面而来，吓得灵宝吱哇乱叫：停！别打我，别打我，我是来救宿主欧布软软的。听到这句，石鱼下意识停住动作。你是什么怪物？我凭什么信你？你才是怪物，你全家都是怪物。算了，看在你是个兽人，懒得跟你计较。别跟我废话了，现在软软很危险，必须立刻采取措施。这里的时间被我静止了，软软身上的杜古虫暂时陷入了休眠，得想办法把那玩意弄出来才行。灵宝悬浮在空中飘来飘去。你有办法救他？你是兽神吗？石鱼虽然不明白什么叫空间静止，但是软软的生命体真确实稳定了，而且在他的认知里，除了兽神也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做到了。嘿，对，我就是兽神。灵宝端起来架子，石鱼眸中灯时亮起一丝希望，连忙蜷起蛇尾跪在了地上。兽神，求求您救救我的雌性，无论让我付出什么代价都可以，要我的命也可以，只要您能救他。办法有倒是有，把他肚子刨开，把虫子抓出来。灵宝若有所思道：你放屁，肚子刨开人就死了，我看你根本不是什么兽神，敢骗我！石鱼一下子恼了，抬手画出水针就要扎灵宝。别激动，那除了这办法，你还想怎么救他？灵宝吓得赶紧往墙上缩，当然是给他找解药。先前我中了杜古虫，吃了阿宽娘的解药就好了。软软他，石鱼低头，伸手怜爱的拢了拢软软耳边的碎发，眼中的心疼溢于言表。没用的，这是杜古虫母虫，那条眼镜王蛇之所以能够控制那么多杜古虫，也是因为体内有这么一只母虫，母虫毒性极强，那解药根本杀不死的。灵宝说完自顾自地嘟囔了一句，只是我当时没发现。既然你没有办法，就趁早滚蛋，把我放出去。无论如何，我也要找到阿宽娘试试才行，我不能眼睁睁看着软软死。
石鱼强忍悲痛，重新将软软抱起就要走。你这蛇怎么脾气那么臭，比那老虎还臭？实话跟你说吧，我这确实还有一个办法，只不过就要看你愿不愿意了。灵宝漫不经心地飘到了石鱼跟前，说：无论什么办法，只要有用，我都愿意。第169章，你下手狠点行不？石鱼其实很明白，这东西绝不是兽神，但肯定也不是这兽世应有的生物，能够将它拉进一个静止时间的空间里面，还能暂时封住杜蛊虫，稳定软软的生命体征，说不定它和软软以前所处的世界有关。毕竟在软软的描述中，那是一个更加高级神奇的世界，所以他宁可听他的话一试，无论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他都不能眼睁睁看着软软死。嘿嘿，那我可说了，你不许打我，也不许骂我啊！灵宝赶紧先给石鱼打个预防针，毕竟他现在已经实体化，被攻击到程序是真的会错乱的。别废话，快说！石鱼已经有些不耐烦了。好，我说，这办法就是用你的血肉将杜蛊虫母虫引到你的身体里去。不过，就算杜蛊虫进到你体内，你也不一定会死的啊。灵宝说完，有意往后躲了躲。其实这方法完全就是要对方的命。灵宝故意说了一句他不一定会死，因为在他的认知里，没有人会蠢到真的以命换命吧。但是为了软软，为了他好不容易培养起来的代表作，一切牺牲都是值得的。可没等灵宝腹诽完，石鱼抬手抽出骨刀，一把就将手心划开，伤口外翻，血顿时涌了出来。WC， 你都不带犹豫一下的吗？灵宝震惊了，有什么可犹豫的？就算真的死了也没所谓，用我的命换我心爱的雌性，这可太值了。石鱼弯了弯唇，另一只手在兽皮衣服上蹭干净，无比怜爱地抚了抚软软的脸。灵宝在空中顿了一下，作为一个没有感情的系统，他没有办法理解一个人愿意为了另一个人牺牲自己的生命，这是为什么？灵宝不禁收了不正经的调调，郑重说道：说实话，我佩服你的勇气，既然你愿意，那就开始吧。首先，你用骨刀在软软手臂上割开一个小口子，待会儿我暂时屏蔽软软的身体机能，让母虫以为软软死了，你再以血肉相引。只不过杜蛊虫母虫的身体构造特殊，需要它完全信任你的肉体才会彻底脱离软软，所以你有一次机会可以杀死它，到时候我会指挥你。灵宝沉声说道。可石鱼不知道，灵宝有意隐瞒了一些事情，他不能说，他怕石鱼知道了会反悔。石鱼点头，轻轻捡起软软的手，犹豫再三，才用骨刀在他手臂上割了一个几不可见的小口子。不是大哥，你下手狠点行不？表皮层都没划破，虫子咋出来？灵宝无语凝噎。石鱼皱了皱眉头，这才狠下心去，却还是在下手的瞬间心疼地闭上了眼睛。骨刀挪开，流出了乌黑的毒血。灵宝上下浮动几番，周身猛然发出了一道银光，那银光聚集成束，缓缓笼罩在了软软的身上。原本还在流动的血液瞬间凝固。快，把你的伤口和软软的伤口贴到一起去！灵宝急声道。蛊虫只能通过血液流动来汲取营养，血不流了，它就会以为人死了，而去寻找下一个宿主。石鱼连忙听话照做，随着血液交融，一根黑长的血线从软软的腹部慢慢朝着手臂游走，最后到达了伤口处。结，一阵诡异的声音从两人伤口贴合之处传来，只见一黑头毒虫慢慢探出了脑袋。石鱼蛇眸一竖，另起一手凝结起来了水针。先别轻举妄动，他只出来了一个头。灵宝提醒道。果不其然，话音刚落，那虫子又钻出来了一截，而它的下半身竟然像章鱼一般生着无数触手吸附在软软的皮肉内。石鱼屏住呼吸，仿若雕像般一动不动。那母虫似乎很富有智慧，就是没有听力，几经试探才将头部伸到了石鱼的伤口上。就在接触的瞬间，那毒虫的脑壳上骤然伸出一条口气，狠狠刺入了石鱼的伤口。钻心的疼传来，石鱼愣是咬紧牙根一动没动，而那母虫也终于放下心来，慢慢松开了软软往石鱼的伤口处钻去。就在最后一条触须离开软软的瞬间，灵宝连忙大喊一声动手。石鱼反手夹住了那母虫的下半身，由于只钻进去一截脑袋，那母虫无所可依，开始剧烈挣扎。面对这个差点害死软软的恶心东西，石鱼没有丝毫犹豫，水针凝结，直接将它扎成了筛子。那蛊虫被巨大的冲击力压得四分五裂，掉在地上一动不动。石鱼不放心，对它硬生生补了一波伤害，将其捣成了渣渣，随即立马起身将软软抱了起来。软软，醒醒！石鱼搂着软软一声一声地唤着。咳！软软的喉咙传出一阵轻咳，紧闭的眸子终于睁开，眼前的视线模糊一阵，慢慢清晰，映入眼帘的是石鱼那张满是冷汗的苍白面容。石鱼，你终于醒了！我的软软！石鱼激动地将人紧紧拥入怀中，心里一直压着的石头也终于落了地。灵宝同样松了一口气，转身钻进了空间墙，周围的能量壁也随之溃散瓦解，丛林重新显现了出来。这次实体化消耗了他太多能量，恐怕他得好好恢复一阵子了。软软晃了晃脑袋，有些浑浊的脑子才清醒过来。我这是怎么了？他只记得自己的肚子特别痛，然后就失去意识了。你被杜蛊虫母虫寄生了，不过现在虫子已经杀死了，你没事了。石鱼安抚似的摸了摸软软的脑袋，眼尖的软软一下子就看到了石鱼手上的伤口。石鱼，你受伤了。便是试图凝结灵力，用灵泉给石鱼修复伤口，可丹田处一片空荡，他的灵力还未彻底恢复。小伤而已，倒是你得好好休息一阵子。走，我带你回家。石鱼散开尾巴，俯身将软软打横抱起。软软听话的搂住石鱼的脖子，忽然反应过来，不对啊，石鱼，解药只有一颗，
那我身上的杜蛊虫是怎么解的？石鱼动作一顿，一个突然出现的光球救了你。第170章屋漏偏逢连夜雨。突然出现的光球？什么鬼？灵宝，什么光球啊？刚才到底发生什么了？软软合上眸子召唤灵宝，可回应他的是一片死寂。怎么回事？灵宝怎么消失了？软软慌张起来，便是立刻将意识送入了灵泉空间。只见昔日一片光亮的空间颜色明显暗淡，灵泉虽然还在流动，里面的作物用品都还好好的，可独独不见浮在上空的那颗小光球。忽而一面光屏在软软面前展开，上面有一段文字：亲爱的宿主，由于强行实体化帮助你度过此次危机，我的能量消耗过大，需要恢复几天，灵泉空间的一切你可以照常使用，不过我这碎嘴子需要闭会嘴了。另外你要注意一下你的雄性石鱼，它会有生命危险。软软心里咯噔一声，收回意识的同时一下子从石鱼身上跳了下来，开始对着他上下其手的检查。石鱼被软软这突如其来的动作吓了一跳，满脸问号地看着软软，眼睛、耳朵、嘴巴、脖子、胸肌、腹肌、屁股、尾巴一通乱摸下来，除了石鱼手上的伤口，他啥也没发现，可也不至于一个口子就能要了5阶异能兽人的命吧？你怎么了软软？突然摸我是要？石鱼有些尴尬的扭了扭舌尾。我那个……可还没等软软解释，却只见石鱼的身子摇晃了一下，上一秒还好好立着的人下一秒一口黑血就喷了出去，眼前的人慢慢变得模糊，石鱼朝着软软伸了伸手，就那么仰面倒了下去。石鱼！软软倒吸了一口冷气，连忙冲上前去接住了如同枯枝落叶般栽倒的对方。石鱼你怎么了？醒醒啊！软软慌了神，眼泪都在眼眶里打转，却恍然发现石鱼手心的伤口已经发黑了。这没有灵宝帮忙，软软根本不知道石鱼身上发生了什么，更不敢贸然给他治疗，怎么办？就在软软无措之时，阵阵窸窸窣窣的声音从周围传来。只见原本安静的灌木树杈之上，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聚集起来了大量的毒蛇，正在朝着两人点点逼近。软软咬紧了牙根，心脏狂跳起来。毒蛇们感受到了福尔死亡，眼下石鱼昏迷不醒，他的灵力也没有恢复，这些杂碎开始蠢蠢欲动了。屋漏偏逢连夜雨，这下糟了！软软抽出古刀，美眸中杀意顿显，决定放手一搏。毒蛇们吐着信子，缩小了包围圈，随着一条毒蛇率先弓背发起攻击，其他蛇类也都涌了上来。古刀倒手，软软将即将冲上来的几条毒蛇拦腰斩断，同时跨步后退，将身后想要偷袭的草蛇尽数截杀。杏儿灵猫的反应速度比蛇快得多，一时半刻这些蛇也进不了软软的身，可任凭他再能打，这么多蛇耗也耗死他了。就在软软即将陷入绝境之时，好！震耳欲聋的狮吼声划破暗夜，一道裹挟着金光的熟悉身影从不远处狂奔而来。砰！雷森一个闪身冲到了软软面前，利爪扑地，阵阵金光拔地而起，形成了一面弧形围墙，将所有靠近的蛇类尽数震杀。紧接着铺天盖地的紫色狐火从天而降，将那些妄图逃跑的毒蛇全部焚成了齑粉。化作弧形的白翼紧随而来，而他的身后还跟着一只皮毛暗淡的老赤狐。那赤狐紧赶慢赶的过来，化作人形，扑通一声跪在了软软面前，此主，幸好赶上了，您没事真是太好了。是阿宽娘。雷森、白翼、阿宽娘，你们怎么来了？软软眼中的惊喜溢于言表。雷森连忙将软软搂在怀里，搓了搓他的后背。阿宽娘做了占卜，说你有危险，我们就赶来蛇林寻你了。白翼化作人形，从怀里掏出兽皮帕子，将软软脸上沾染的蛇血擦干净，担心死我们了，幸好你没事。软软咬住嘴唇，眼泪顺滚滚而下，俯身重新将石鱼抱了起来。我是没事，可石鱼他……雷森蹙眉，只见石鱼躺在地上一动不动，嘴唇已经发黑，眼窝凹陷，身上的鳞片也变得暗淡，整个人再也没有了往日的神采。石鱼怎么成这样了？雷森惊了一下。白翼蹲在石鱼跟前，伸手探了探石鱼的鼻息，很微弱。一旁的阿宽娘挪动膝盖靠到了石鱼旁边，抓起来石鱼受伤的那只手，仔细看了看。石鱼大人这是中毒了。中毒？可他不是对所有蛇毒完全免疫吗？怎么可能会中毒啊？白翼不解，水森然免疫一切蛇毒是天生的能力，这一点没有兽人不知道。阿宽娘顿了一下，撸起来石鱼的袖子，在他的皮肤上又细细看了看，摇头道：不是蛇毒，是杜蛊虫的毒，而且伤口发黑如此严重，应是母虫的毒素，但他身上没有寄生会出现的黑线，所以母虫只是释放了毒素，并不在石鱼大人体内。你确定吗？软软抹了一把眼泪，看向阿宽娘。很确定，此主，我对杜蛊虫很了解，所以不会看错的。阿宽娘无比笃定的点了点头。软软缓缓起身，环视了一下周围，只见不远处是福尔支离破碎的残骸，地面上还有大量杜蛊虫的尸体，而就在他脚边有一小滩湿润的泥土，上面还残留着石鱼的异能气息。软软蹲下身子，用骨刀翻了翻那堆尸土，很快从里面翻出来了小半颗虫子头，还有几根触须。对，这就是杜蛊虫的母虫。杜蛊虫的母虫头顶长着可以释放毒液的嘴巴，下身长着很多条触手，驯服母虫就可以控制其他杜蛊虫。阿宽娘的表情有些惊悚，她见识过杜蛊虫的厉害，所以对这些东西可以说是有心理阴影了。软软顿住，心中已经有了猜想，泪水在脸上蜿蜒，软软紧紧咬住下唇，不让哭声溢出，颤抖着嘴唇问阿宽娘：杜蛊虫母虫怎样才会从寄生的人身体里出来？第171章天无绝人之路。
阿宽娘下意识看了一眼雷森和白毅，缓缓开口道：“这个杜古虫母虫只要寄生，除非寄生的人死亡，否则是不会出来的。出来之后，他会寻找其他人血肉气息，然后再次寄生。”听着阿宽娘的解释，软软内心的猜想已经被证实大半。灵宝帮助他度过了此次危机，那就说明可能是用什么办法让自己的机体呈现死亡状态。而杜古虫母虫的毒素跑到了石鱼身上，再结合他手上的伤口，软软可以断定石鱼定是以自己的血肉为引，将母虫引出杀死，却意外中了母虫的毒。石鱼为了他，几次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看似最为冷淡的一个人，心中的对他爱的热忱却是一般人所不能比的。软软深吸一口气，轻轻将石鱼脸上沾染的发丝拨开，指腹划过他那苍白如纸的面颊。阿宽娘，你了解杜古虫，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解母虫的毒？有，我之前给您的药丸虽然杀不死母虫，但是可以解母虫毒的。阿宽娘连忙说道。软软眼中瞬间燃起希望，那颗解药已经被我们用完了，你还有吗？没有了，那是狐族祭司留下的唯一一颗解药，而且解母虫的毒一颗药丸肯定不够，至少要2颗的。母虫毒性很强，虽然石鱼大人是5阶兽人，但是最多也只能撑3天。阿宽娘后知后觉地摇了摇头。那你可知道如何制作这解药？雷森急道。不知道，我只认识些止血草药，对于这种高级的药丸实在是……阿宽娘面露难色。当初狐族祭司也就是随手给他的，他也没想能派上用场，更不会想到和狐族祭司学这东西的配方了。闻言，众人顿时卸下一口气来。忽而，软软的脑海中一闪而过的灵光。对了，当初灵宝解析过这解药的成分来着，真是天无绝人之路。想到这里，软软连忙将意识送进灵泉空间，开始翻箱倒柜的查找以前的解析数据，终于找到了那张配方页面。总共25味药，软软对照了一下自己的灵泉空间，除了那2味最难找到的水属性异化鸟蛋和产自极寒雪山的冰晶草，其余他都有。那可怎么办？难不成看着石鱼死吗？白蚁有些急了。别慌，我知道那药丸的配方，先带石鱼回去，我们再细说。软软将脸上的泪痕拭下。好。雷森变回兽形态，将软软和石鱼背在背上，朝着部落飞奔而去。白蚁和阿宽娘紧随其后，留下看守族群的灵楚急得不行，一直在冰湖边上转来转去，时不时的抻着脖子眺望。终于，熟悉的身影进入了视线。此主，你没事吧？没等雷森停稳，灵楚伸手就把软软接了下来。石鱼瘫软的身子被晃了一下，直接从雷森背上滑了下去。白蚁眼疾手快，赶紧将石鱼用尾巴接住。软软连忙从灵楚怀里挣脱出来，快带他进山洞。看到石鱼的瞬间，灵楚着实吃了一惊。只见昔日那清冷高贵的蛇早已失去神采，眼窝凹陷，嘴唇淤青，双眼紧闭。天，石鱼这是怎么了？中毒了，后面再给你解释，别挡路。雷森随手把愣头青似的灵楚扒拉到一边，将白蚁尾巴上的石鱼扛在肩膀上，冲进洞穴，将人放在石床上。软软取出一条兽皮被子给他盖上，随即凝结灵力，将石鱼身上的经脉再次封住，以防毒性扩散攻击脏腑。可这种方法同样维持不过3天。看着石鱼奄奄一息的样子，软软心疼的咬了咬嘴唇，却还是强迫自己冷静下来，转头道：雷森，白蚁想制作解药，有2样东西是必须的，冰晶草和水属性异化鸟蛋，所以我须得去一趟鸟族和极寒雪山。什么？雷森怔了一下，随即皱起了眉头。鸟族也便罢了，都是些没有战斗力的东西，可那极寒雪山是雪豹族的栖息地，雪豹族向来排外，对其他族兽人敌意极其大。雪豹族长是一对双胞兄弟，皆是5阶异能兽人，太危险了，你不能去。现在管不了那么多了，就算是上刀山下火海我也得去。石鱼现在命在旦夕，更何况他是为了救我才……说到这里，一股酸涩的泪涌了上来，却被软软生生压了回去。无论如何，这2个地方我去定了。不行，如果一定要去，就让我们替你去。一旁的灵楚也听了个大概，随即站了出来。那你们认识冰晶草吗？可知道它生长在哪里？软软抬眸，徐徐地叹了口气。此话一出，全场鸦雀无声。确实，除了软软，没人知道冰晶草长什么样子，没有图片，软软也没有办法准确向兽夫们表达。可总得让我们跟着你一起去保护你吧。灵楚着急道。软软可是他们的心肝宝贝，让他独自出去冒险，他肯定不肯的。我知道，所以做如下安排。灵楚，你对岩虎族周围比较熟悉，就继续留下来看护族群。雷森，你也留下。灵楚一个人在部落里我不放心。白蚁，你就跟我一起先去鸟族。时间就是生命，耽搁的越久，石鱼就越危险。马上就天亮了，我们立刻出发。软软的安排有他的充分考量。灵楚战斗力强，但是社会经验不足，脾气略显暴躁，不适合去往别族接触，守护部落最好。而雷森最为稳重，实力同样强大，族中事务说多不多说少也不少，更何况各族鱼龙混杂，有他坐镇就不会出乱子。而白蚁脑子灵光，和旁人打交道的能力是软软有时也比不上的，而且他还是火属性兽人，就算去到极寒雪山也扛得住严寒。软软自己身上有火晶在，也压根不怕冷，短时间内一切都不用过于担心。好，雷森和白蚁同时点头，他们都能 get 到软软的安排目的。反观灵楚则是一脸的不情愿，怎么总是把我留在家里啊？我也想保护此主。第172章，一头栽死算了。你乖，正因为你和雷森强大，守护部落我才安心啊。部落是我们的家，有家才有我们。软软的神色缓了缓，摸着灵楚的脑袋哄道。
听到这话，灵雏满意的动了动耳朵。对啊，部落是雌主的家，也就是我的家，所以保护部落，这里就是保护好雌主。这么一看，雌主还是相当看重我的呀，嘿嘿。软软也被这活宝逗得心情好了点。灵雏骨子里就是个还没长大的毛头小子，只要软软略施小计，就能把他哄得团团转了。软软转头坐在了石鱼旁边，纤细的指尖抚过石鱼的侧颜。等我回来，一定。昏迷中的石鱼恍然动了动尾巴，似乎在努力做着回应。软软的泪瞬间就下来了，毅然决然地转身和白毅离开部落，赶往了鸟族。无论有多困难，他都一定不会让如此爱自己的人消亡。临走之前，软软将一部分草药留给了阿宽娘和老巫医。自从阿宽娘来到部落，倒是和老巫医走得很近，两个半大不小的老兽像是彼此找到了知音，无论是收拾草药还是给部落里的兽人看病，总是同出同入的。软软还特意装了许多蔬菜水果，还有牲畜肉类，想来会派上用场的。此时鸟族月光之下，孤独伫立的斑秃大树影子拖得老长，时不时有几声鸟雏因饥饿难耐而发出的啜泣，听得人心里一揪一揪。燕坐在高处的树杈上，短发被风撩起，英俊的侧颜被光线勾勒着，看上去忧愁无比。一整天下来，他跟鸟王说了又说，吵了又吵，可就算他磨破了嘴皮子，鸟王就是不肯让步，无论如何也不同意加入灵猫族。他能为软软做的事情不多，统一大陆是软软的愿望，身为雄性理应为他完成。再说鸟族加入灵猫族百利而无一害，可他现在毕竟还不是王，只要鸟王不肯松口，他也无可奈何。燕，熟悉的呼唤声传来，燕侧头，只见鸟王收了翅膀落在了他旁边。阿父。燕低声叫了一句，依旧自顾自地看着夜空，似乎是在赌气。我知道你心里怨着阿父，可阿父也有自己的考量，那灵猫族长是你的雌性，你受制于他，肯定替他说话。鸟族数量也很庞大，我不相信一个区区的4阶猫兽可以让这么多人吃饱饭，我一个5阶异能兽都做不到，更别提他了。鸟王依旧是自己的那套，不相信理论。叶暗地里翻了个白眼，阿父，你太自以为是了，我的雌性没有控制我，我身上连他印都没有，是我心甘情愿折服于他。而且我的雌性可不是什么普通的雌性，它拥有双属性异能，是我见过最强大、最美丽的雌性，不加入灵猫族，你会后悔的。呵呵呵，疯了，你真是疯了！双属性异能，雌性，这种谎话也就能骗一骗族里那些低阶鸟类。阿父，我过了这么些年，你骗不到我的。我本来还想将王位传给你，眼下还是缓缓，得先找个巫医给你看看究竟是什么问题。我好好的孩儿，不知道怎么就被蛊惑成这样了。鸟王叹了口气，抬起翅膀抹了一把老泪。燕无语了，简直想从树上跳下去一头栽死算了。他爹宁可相信他脑子有问题，都不相信他说的话，让他亲眼去看他也不去，总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真是无解了。就在燕想着该怎么继续说服鸟王的时候，暗夜中的一团模糊黑影闯入了视线。燕直起身子，瞳孔收缩，紧紧盯着那团黑影。只见那是几只硕大的斑鬣狗。阿父，快看！燕一把扯过鸟王。鸟王回神，便见那几只斑鬣狗正抬着鼻子在空气中闻来闻去，随即朝着鸟族部落潜伏而来。是猎狗族，猎狗又来抢鸟蛋了！快，燕，快让族人起来，把鸟蛋和鸟雏都从窝里带走。鸟王大惊失色，率先朝着那几只斑鬣狗俯冲而去。好！燕连忙变作鸟形态，在整个部落横扫而过，所有族人赶快撤离。猎狗族来了！睡梦中的鸟们猛然惊醒，连忙摇醒还在酣睡的雏鸟，熟练地将它们装进兽皮袋子里，衔住飞出巢穴，盘旋在上空不敢下去。鸟王凝结出来一股飓风，一下子将妄图上前的那几只猎狗掀翻在地。意识到被发现，那群猎狗也不装了，便是纷纷扬起脖子开始嚎叫。呜！随着那诡异的叫声划破天际，原本平静的荒漠躁动起来，早已埋伏在周围的一大群猎狗蜂拥而上，直接冲进了鸟族部落。而有一些动作慢的鸟还在窝里装鸟雏、捡鸟蛋，一个也不舍得落下。反观猎狗们聚集在了树下，一只猎狗匍匐在地，另一只猎狗踩着齐背向上，如此繁复，仿佛叠罗汉一般，就那么接近了鸟巢。它们虽然不会爬树，但是有很多种方法可以够到高处的鸟巢，所以鸟兽们除了飞在高空，别无他法。燕没有犹豫，双翅一并，将风属性异能凝于周身，一头撞在了正在爬树的猎狗中间，将它们纷纷撞下树干。然而猎狗们皮糙肉厚，仿佛不知道疼一般，再次爬起。随着冲进来的猎狗越来越多，所有的树干都已经沦陷，来不及逃跑的鸟兽全被咬死，遗留下的鸟蛋则被无情夺走。而鸟族这边只有鸟王和燕可以全身而退，其他试图阻止的鸟兽稍不注意就会被猎狗张嘴咬住，拖到地上撕成碎片。整个鸟族伤亡惨重，猎狗族每过一段时间就会来鸟族抢蛋，为此鸟族迁徙过无数栖息地，可只要在绝境荒漠的范围内，还是会被对方找到。而无论他们将巢穴筑在多高的树上，都防不住这群嗜血残忍的强盗。望着满地的猎狗，鸟王震惊了，怎么会？这次怎么来了这么多猎狗？正在其疑惑之际，一声诡异的嚎叫从不远处的荒漠传来。暗光之下，一只硕大的猎狗立在沙丘上，银绿色的眸子恶狠狠地盯着鸟王这边，竟是猎狗女王。第173章改变命运。与此同时，软软和白翼已经来到了绝境荒漠，可寻了好几个鸟族的栖息地都空无一人。我真服了，这鸟族怎么满地建巢，到处搬家啊！白翼无语凝噎，这风沙吹得他眼睛都快睁不开了。软软被白翼护在尾巴中间，虽然吹不到风，但还是吃了一嘴的沙子。呸呸呸！
我以前听燕说过，猎狗族总是来袭击鸟族抢他们的蛋，所以鸟族经常搬家。说到这里，软软长长的叹了口气，心中有些不快，也不知道燕现在在鸟族做什么。说好了几天就回来，可到现在还没见到他的影子。猎狗那东西最臭了，尤其是猎狗女王，那味道能飘出去10里地。白毅还在吐槽，鼻息之间却突然钻进去了一股味道。嗅嗅嗅，什么味啊？好难闻！白毅抬脚捂着鼻子，一瞬间被臭的脸都扭曲了。软软深吸了一口气，也被随风飘来的一股骚臭味直冲天灵盖，差点吐了。妈呀，这什么味啊？白毅蹙了蹙眉，抽出一方兽皮帕子遮在了软软脸上。这气味好像是母猎狗。此话一出，软软和白毅不约而同地对视了一下。鸟族，快！这边，不可能，猎狗女王怎么会亲自来鸟族袭击？鸟王慌张的瞳孔震颤，燕的神色同样凝重下来。要知道，虽然猎狗女王只是一只没有异能的4阶雌性，但是她却有一种特殊能力，就是利用自身的性激素气味操纵以及强化所有雄性猎狗。且猎狗是完完全全的母系社会，只有猎狗女王拥有繁殖的资格，以及少量雄性猎狗拥有和猎狗女王交配的权利。奈何猎狗一胎能生3只崽，而且幼崽生长极快，几个月就能够达到亚成年，所以族群空前强大。如此一来，整个猎狗族的成员数量甚至超过了狐族。而鸟族除了会飞，对于猎狗这种顶级掠食者来说，简直没有一点杀伤力，完全是被碾压。不要，我的孩子，把我的蛋还给我！呜！一声声绝望的呼喊中，夹杂着猎狗们因成功抢到鸟蛋而不停发出的阵阵狞笑般的叫声，让人听着毛骨悚然。为了保护雏鸟和未孵化的鸟蛋，鸟兽们宁可被残忍的猎狗分尸而死，也不愿放弃。剩余的鸟兽虽然成功逃脱到了空中，但是由于长时间的饥饿营养不良，导致身体很差，很快就体力不支，有些飞不动了。看着这一幕幕，鸟王痛苦地合上眸子，完了，鸟族完了，所有幸存下来的鸟兽，跟我赶紧离开，重新寻找栖息地。阿父，还有那么多雏鸟和鸟蛋在窝里，您怎么能？眼看鸟王准备直接放弃其他人，燕急了，我能怎么办？鸟族弱小，根本不是这群猎狗的对手。即使我冲上去和他们拼命，若是我受伤或者死了，谁给剩下的鸟兽寻找食物去？不逃只能等死。鸟王忍不住怒吼一声，他知道自己是最无能的兽王，可整个鸟族除了他，再没有一个人能够撑得起族群的生计，所以为了其他能活下来的族人，他只能逃，不停地逃。看着鸟王老泪纵横的样子，燕心中涌起无限酸楚，那酸楚糅杂，终而变成怨怼。这就是你不听劝告，坚持独自带领鸟族的下场。没有保护族人的能力，就不要以王自居。燕的话仿佛一柄利刃刺进了鸟王的内心。这一瞬间，鸟王恍惚了，最爱人的临终之言再次从耳边响起：蓝图，我快不行了，日后只有你一个人看护鸟族了。你要记得，一定要保护好我们的族群和我们唯一的孩子，让他以后能成为一个强大的鸟王，与你共同带领鸟族离开这绝境之地，改变我们的命运，改变命运，改变命运。这一刻，鸟王蓝图已然动摇，他似乎也意识到自己一直以来的做法就是在将整个鸟族继续推入深渊，一味的逃避只会换来对方的变本加厉，让他们肆意妄为。望着下方得意狞笑的猎狗们，燕心中的怒火腾腾而起，随即凝结灵力，不管不顾地冲到了猎狗群上方。双翅凝结灵力，利用层层飓风狠狠朝着猎狗群袭去，将他们尽数打下树干。高处的几只猎狗没有防备，从几十米高处重重跌落，摔断脊椎，一命呜呼。你放弃他们，我不会放弃。就像当初阿姆拼死孵化我们一样。点滴热泪从燕的眼眶中滑落，随着他的羽翼震动在空中，炸开朵朵水花。水花颤动，映照出了软软纯纯可人的面容。在他的眸中，燕再次看到了那份难得的坚毅。日日夜夜的相处下来，他从软软身上学到了太多。就像他当初被狐族抓走，正是因为软软不抛弃不放弃任何一个人，才让他能够活到现在。所以即使飞蛾扑火，他也要试上一试。被自家儿子的话埋没进去，鸟王心里咯噔一声，眼中的怯懦顷刻间烟消云散，滚滚而起的是反抗的热忱。是，我们不能再逃了，我们已经逃得够多了。鸟族所有3阶4阶猛兽类鸟兽，跟我一起下去攻击，赶走侵略的恶兽，保护我们的族群。鸟王高呼一声，率先朝着下方俯冲而去。一直以来胆小的鸟兽们见此情景大受鼓舞，内心深处的勇气被一下子点燃。保护族群，冲啊冲啊！成百只鸟兽从天空倾泻而下，它们虽有的小如麻雀，却像无形的针雨，黑压压的鸟群覆盖每只猎狗的头顶，细会专攻眼耳鼻颈，猎狗们的痛叫声瞬间汇成刺耳鸣笛。高阶食肉鸟兽则将灵力凝结到了最具杀伤力的利爪和喙上，利用锋利的鸟爪勾住猎狗们的皮肉，将它们甩向高空。善于迂回的鸟兽们利用速度优势，疯狂地对其全身骚扰，让猎狗们疲于应对。原本还在嚣张的猎狗们被这突如其来的袭击弄懵了，个个被抓得遍体鳞伤，倒地哀嚎。快跑！第174章，给你脸了。欺负惯了鸟族这个软柿子，骤然遭受反击，让猎狗们根本反应不过来。原本还在树干上的猎狗再也支撑不住，纷纷倾倒下去。鸟王悬浮在高空，慢慢凝聚起来周身的灵力，周围的沙土随着其身上散发的风属性异能腾腾而起，风声呼啸，慢慢在鸟王身下形成了一巨大的龙卷。燕则挥动翅膀，用异能带起地上的碎石注入龙卷，加速其旋转。鸟兽们有所感应，
赶紧四散而开，留下猎狗们还在一脸懵逼。给我去！鸟王和燕同时发力，下一秒，巨大的龙卷风裹挟着飞沙走石，朝着猎狗群冲击而去。由于风速带动，所有石子仿佛子弹一般富有杀伤力，不费吹灰就将无数卷入其中的猎狗打穿成了筛子。猎狗们狼狈惨叫着后退，全然没有了刚才的嚣张。燕的内心雀跃，转头看向鸟王：“阿父，看到了没有？不尝试一下，你永远不知道最后的结果。用我词主的话来说，你不是菜，是怂。”鸟王虽然没明白燕说的菜和怂是啥意思，但也猜到肯定不是什么好话，便是飞过来朝着燕的脑壳就打了一下。臭小子，你是不是骂我呢？哎呦，才没有呢！燕吃痛的捂着脑袋，心里却满满的。这次他终于能够和父亲并肩作战，保护族群了。忽而一阵尖锐的女声夹着讽笑传进了两人的耳朵。呵呵，真是没想到，昔日弱的不成样子的贱鸟竟也敢反击了。燕转头，只见原本还立在沙丘上的猎狗女王缓缓踱步而来，她背部的猎毛突然抖动，背靠黎明之光，恍然化作了人形，一股浓烈的骚臭味弥漫开来。原本受伤的猎狗们疯狂嗅闻着那股味道，表情近乎痴迷，下一秒身上的伤口竟然全都愈合了。跟在他身侧的几只雄性猎狗赶紧同样化作人形，跪趴在地上，将那猎狗女王擒在背部，带着她匍匐前进。其他猎狗们则是俯首帖耳的让开一条路来。那猎狗女王身着上好的豹皮，腿骨修长，一头棕色长发，小麦色的皮肤，狭长的眼眸中不见眼白，看上去恐怖又猎奇，脖子上还挂着一串狒狒牙齿做成的项链。而最令燕震惊的是，猎狗女王脚下的那4只雄性竟然都是5阶异能兽人。这下麻烦了，马拉，你欺我族群，抢夺我鸟族鸟蛋这么久，我肯定饶不了你！鸟王愤恨地振翅怒吼。就凭你，蓝图，据我所知，你们鸟族也就只有你一只5阶异能兽人吧？你拿什么反抗本女王？马拉毫不避讳地挖苦道。而那张因为狞笑张开的口中若隐若现的是锯齿般的牙齿，仔细看去，齿缝中间还残留着许多腐肉的肉渣。燕一阵恶寒地扯了扯嘴角。你！鸟王气急，却无法反驳。对方说的是实话，若是动起来真格的，他绝不是猎狗女王那4只异能雄性的对手。而猎狗族之所以不把他们鸟族赶尽杀绝，就是为了留着他们生蛋，让他们一直能够吃到罢了。本女王听说你最近竟然频繁将鸟蛋送给猿猴族，可有此事？猎狗女王挥了挥手，几只猎狗连忙过来窝在地上充当人肉凳子。哼，那又怎么样？鸟王冷哼一声，怎么样？你真是好大的胆子！所有的鸟蛋都归我猎狗族享用，你竟然敢去讨好那群丑猴子！我看你是不想活了。马拉瞪着眼睛对鸟王龇牙咧嘴，他一直派人暗中看着鸟族，只要鸟蛋生的差不多了，他就发动一次袭击。为了保证幼年猎狗的营养和存活，肉类和鸟蛋是最好的补品，可他们打不过那些金狮，也抢不过他们的猎物，所以绝境荒漠中的鸟族就是最好欺负的免费自助。谁料他竟发现鸟族给猿猴族送鸟蛋，猎狗女王自然着急，索性亲自过来准备给鸟族一个教训。你还真是不要脸，鸟蛋是我鸟族之物，不属于任何人。燕气急，指着那猎狗女王就骂。猎狗女王正要生气，可看清了燕的面容的瞬间，火气一下子就消了，脸上转而冒出一丝淫笑来。友好俊的小雄性看不出来啊，蓝图，你们疯狂血脉竟还藏着这么一个好看的兽。闻言，燕鸡皮疙瘩掉了一地，心里突然升起一丝不好的预感。果不其然，下一秒，看在这小雄性的面子上，我就饶恕你们鸟族这一次，只要你们鸟族立刻赔偿我们猎狗族50颗鸟蛋，再将它献给我做雄性，我就……啪！没等猎狗女王说完，一根藤蔓划破空气，冲着猎狗女王的脸就抽了上去。马拉尖叫一声，脸上顿时皮开肉绽，直接毁容了。谁？是谁？马拉撕心裂肺的尖叫着发疯，可回应他的却是一面从黑暗中喷涌而来的雷电光柱。那光柱秉承雷霆之势，瞬间就到了他的面门。马拉瞪大了眼睛，下一秒被狠狠掐住脖子，直接打飞。马拉身下的几只5阶雄性也被电麻了身子，根本没有反应过来，爬起来的瞬间就被扑面而来的蓝色狐火埋没进去，大片尘土四散而起。一切都发生在须臾之间，空气安静了几秒，尘烟散去。软软身后盘旋的藤蔓紧紧勒着马拉，将他吊在半空，手中是雷电凝结的长刃。给你脸了，敢打我雄性的主意！话音落下，软软眸中戾气一闪，骤然握拳，藤蔓收紧的瞬间，雷刃中出，直接将猎狗女王狠狠刺穿。鲜血喷溅，猎狗女王惨叫一声，蹬了蹬腿，就此一命呜呼。失去了猎狗女王的加持，所有猎狗顷刻间仿佛被抽走了生命力，变得骨瘦如柴，眼窝凹陷。那4只5阶猎狗更甚，夹着烧焦的尾巴转身就跑了。不是，鸟王被震惊的一口气没上来，翅膀都忘了扇，差点从半空掉了下去。刚才发生了什么？一只雌性就这么过来，嘁里咔嚓的把一只猎狗族的女王给宰了。不是他还准备决一死战呢。燕的嘴唇颤动了一下，激动的一个飞扑冲了上去。哇哇哇！此主第175章恋爱挠傻儿子。软软手中的雷电还没来得及收，就被燕的一个熊抱给搂在了怀里。燕没有防备，头发丝都被电得竖了起来，却愣是没有撒手。他太想软软了，日日夜夜没有一刻不想他，可如今见到他了，他的雌主依旧那样又美又飒，
帮鸟族解决了大麻烦，反观自己却依旧没有什么长进。白毅姗姗而来，见到燕抱着软软眼泪，一把鼻涕一把的样子，翻了好大一个白眼，随即丝毫不留情面的将燕从软软身上扒了下来。你还有脸抱词主？你不辞而别这么些日子都没回族里，怕不是把词主和我们都给忘了吧？被白毅的话呲了一下，燕咬紧了嘴唇，低下头去。不是这样的，我……软软没有作声，他确实有些生气。燕不和他打声招呼就走，但是回头看看鸟族这惨兮兮的样子，他也知道燕情有可原，没忍心再斥责什么。好了，你没事就行。软软舒了口气，拍了拍燕的肩膀。见软软没有责怪自己，燕一下子高兴起来，眉眼弯弯的拉住软软的手。词主，你是特意来找我的吗？词主一定是太想我了，所以亲自来鸟族看我。哇，词主真的好好啊。软软还没等回答，燕已经替他找好理由，把自己说服了，俊容上红扑扑的。嘿嘿，是啊，我确实惦记你来看你。另外我还有一桩事情想拜托鸟王。软软顺着燕的话应了应，转头看向了还宕机在原地的鸟王。突然被 Q 到，鸟王浑身一震，连忙化作人形，将手背在身后，故作高声道：啊，您就是灵猫族长啊，我好几次听燕说起您，没想到今日一见，果然不凡，实在是感谢您替我们解决了猎狗族这个麻烦。此时的蓝图说不紧张是假的，他一直以为燕是脑子坏了才吹嘘自己的磁性，却没想到脑子有问题的是自己。爆哭 OS。 面对自己名义上的公公，软软其实也有些小紧张，不过表情上依旧应对自如，因为他足够强，就算对方在辈分上压自己一头，他也有和他平等谈判的资本。鸟王客气了，我帮助您是因为燕是我的雄性，这是应该的。今日过来，一个是看望燕，再一个想跟您求些东西。软软直接开门见山提出自己的目的，他现在没有太多时间和鸟王寒暄了，必须尽快拿到水属性异化鸟蛋，然后去极寒雪山。哦，您说只要我们帮上忙，一定办到。鸟王陪笑道，一只4阶雌性，拥有双属性雷电和木系异能，收服星月森林3大顶级族群，贵为异族之长，还拥有一只5阶异能狐兽为雄性，这实力简直恐怖如斯。燕能攀上他，简直下辈子不用愁了。我可得好好供着，不能得罪，以后指不定还真的能够帮衬一下鸟族呢。软软将鸟王的心声尽收眼底，眉梢不禁抬起。既然他想攀上自己这棵大树，那他就顺水推舟，给他一个机会。我需要您族中的水属性异化鸟蛋。说完，软软抬眸开始观察鸟王的表情。只见鸟王的眉头顷刻间凝成了川字，几度抿唇，看上去十分为难。白毅也察觉到了对方的神情，悠悠上前一步道：怎么了鸟王？我们可是帮您赶走了猎狗族，让你族免受灾祸，说起来可是救命之恩，您不会连这点东西都不舍得给吧？您和灵猫族长确实对我族有大恩，我族自会感激。只不过鸟王背在身后的手扭曲着，竟然张口就要异化鸟蛋。可异化鸟蛋本来就剩的不多了，还要拿去给猿猴族换食物，没有食物，族里又经历大战，那岂不是要灭族？可不能答应他。猿猴族，软软眼底漫上一层幽深，没想到鸟族和猿猴族还有纠葛。若非对方是燕的生父，面对鸟族这种战斗力低下的族群，他完全可以直接把他们打服去抢。可他总不能让燕伤心。鸟王这边还在腹诽，燕直接上前一步，可以词主，我们鸟族不只有水属性的异化鸟蛋，还有火属性、金属性都可以给你。燕，你给我闭嘴，哪有那么多？你不要在这里胡说八道。鸟王一把将自家的恋爱脑傻儿子扯过来捂嘴，他真是服了，有了媳妇忘了爹，看到自己雌性恨不得把命都送给人家，是吗？白毅眯了眯眸子，尾巴在身后略显威胁般的扫动起来。据我所知，异化鸟是鸟族的特殊鸟类，可以产下拥有元素之力的鸟蛋，鸟王这样遮遮掩掩是不想给吧？这肯定不是啊！我只是……鸟王一时语塞，鸟族就异化鸟蛋这么点好东西，要是就这么给出去了。软软暗自冷哼，说白了只是不想吃亏，幸亏他早有准备。鸟王放心，我知道异化鸟蛋对于你族的珍贵，纵使对你族有救命之恩，我也不会白拿你的。这些东西可用来交换吗？我只要一枚水属性的足矣。软软字里行间抬高了一下自己，随即从灵泉空间中取出了2整头宰好的野猪和10几袋水稻。先前他在灵泉空间种植的野水稻丰收了好几次，灵泉空间堆了几百袋，他还没来得及给他脱壳，正好鸟最喜欢吃稻穗了。天啊！看到那一堆的吃食，鸟王一口气没上来，直接一屁股坐在了地上。这么多年，他给猿猴族奉出去那么多异化鸟蛋，都换不来1整头野猪，这灵猫族长大手一挥就给凭空弄出来了，还有几10袋的草种，这都够鸟族支撑好几个月了。他真的只是一只雌性，不是兽什么？不光是鸟王，其余鸟兽看到这么多吃的，一个个眼睛瞪得溜圆，口水直流3000尺，恨不得现在就变成异化鸟疯狂下蛋。如何呢，鸟王？白毅弯腰询问。画，您等着，我马上就去给您拿啊！哈哈哈。第176章，让他们长长见识。鸟王一改刚才的算计表情，屁颠屁颠的就冲进了鸟群里。快，谁属性异化鸟呢？蛋拿来1颗。望着自家老爹那不值钱的样子，燕悠悠叹了口气，转头贴在了软软的手臂上。词主，你别跟我阿父一般见识，他是老了，脑子跟不上发展。谢谢词主救了我的族群。我这几天没回去，是因为一直在想办法劝服我阿父让鸟族加入灵猫族，给你一个惊喜，但是一直没成功。软软歪头轻轻摸了摸燕的脑袋，原来他不辞而别
是想说服鸟族加入灵猫族啊。以软软的格局，他倒是不至于真的和鸟王这种小心眼的一般见识。说到底，他也是为了他自己的族群着想。燕小声的应道。软软垂眸思索了一阵子，一个主意从心底油然而生。放心，我有办法。燕眸色一亮，反正他现在铁了心想让鸟族加入灵猫族，这是唯一能够让鸟族脱离苦海的方法。来了，这就是谁属性异化鸟蛋。鸟王一个大跨步过来，将一颗巴掌大的蓝色鸟蛋递到了软软跟前。那鸟蛋表面缭绕着一层云雾般的灵气，鸟蛋上面波光粼粼，仿佛凝冻的海岸一般，十分特别。拿在手里冰冰凉，隔着蛋壳都能感受到里面的水属性气息。有劳了。软软反手将鸟蛋装进了灵泉空间。哎，灵猫族长，你也不要怪本王小气，我族一直积弱，又生活在绝境荒漠这种食物少的地方，还时不时的有猎狗族来我族骚扰。身为一族之王，我只能用异化鸟蛋去换取食物，所以鸟王也知道软软肯定是不高兴的，哪有救了人家的命还要继续拿东西和人换酬劳的。可他也实在是没办法。鸟族的近况我也听燕说起过，大致也有了解，只不知你有没有兴趣加入我灵猫族？软软试探道。鸟王呼吸一滞，果然这雌性就是想吞并我们鸟族。这个灵猫族长，各大族群都是独立的，我族再怎么说也有100余只鸟兽，加入灵猫族实在也是不好吧。鸟王就差把拒绝写在脸上了，他还是不能苟同族群合并这种事。燕紧紧咬着牙根，幽怨地盯了自己老爹一眼，小心翼翼地观察着软软的表情，生怕软软会生气。服了，阿福他怎么就是想不通呢？软软早就料到鸟王不会同意，便是无所谓的耸了耸肩，没关系，我只是随口一问，鸟王不愿意也罢，不过燕是我的雄性，我理应宠爱他，所以这些食物就送给鸟族，从今往后燕也不必再回来了。说完，软软又从灵泉空间中取出了2头野牦牛和一堆白菜丢在地上，这通操作可以说是直接给燕下聘礼，买走了。毕竟雄性结伴侣之后就是不可以私自回归原本族群的。燕怔了一下，并没有反驳，他知道软软是在给鸟王最后一次台阶。鸟王张了张嘴，一时间不知该如何是好。说到底，他终有一天会老去死去，而他只有燕一个儿子，若是不能将王位顺利传承，鸟族的灭亡就是必然的。可灵猫族长，据我所知，燕身上还没有您的伴侣印记，所以说到底他还不是您真正的雄性，您也就没有资格干涉他是否回鸟族吧。抓住漏洞的鸟王冷下脸来，此话一出，白毅瞬间攥紧了拳头，身上的虎火腾腾而起。我看你是不想活了。鸟王见势下意识往后退了一步，怎么，你们抢夺鸟族不成就要动手吗？燕，赶紧过来，这种雌性不跟着也罢了。阿父看到自己的父亲如此迂腐是非不分，燕真是恼了。你真是老糊涂了，你可以随便打骂我，但是不尊重我的词主绝对不行。如果您执意要带鸟族过苦日子，我走。逆子！鸟王气急，一巴掌甩在了燕的脸上。燕被打了一个趔趄，耳边嗡鸣作响。我这么做是为了什么？不都是为了你吗？你阿母死得早，我一把屎一把尿的把你拉扯大，我容易吗？你现在竟然为了一只雌性不要自己的族群了，你真是疯了。打了燕，鸟王自己也心疼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转，毕竟是自己一手带大的唯一孩子，说不心疼是假的。可这些话在软软听来完全就是道德绑架，这种为你好的说辞和现代世界那些控制欲极强的中式家长有什么区别？都是阐述自己的苦难来逼迫自己的孩子妥协。可殊不知，人都是独立的个体，不能将自己的想法强加在他人身上。你就算打死我，我依旧会那么做。既然我改变不了鸟族的未来，就放弃他。毕竟是自己的生父，燕不能对他用强，那就干脆不管。眼看着自家王子和王闹到如此地步，鸟兽们全都低低的啜泣起来。其实看到软软随手就拿出这么多吃的，鸟兽们内心已经不排斥加入灵猫族了，甚至有些向往，只是鸟王还不肯松口。软软抚了一下燕红肿的侧脸，将那伤痛隐去，强压脾气道：也罢，无论是鸟族还是燕，我都不勉强，但是我看中燕，愿意为他做一些事情。据我所知，猎狗族很快就会完成女王更迭，说不定还会再来。鸟族不少兽都伤得不轻，我同意让他们去灵猫族无偿接受我族巫医的治疗，以便你们抵御下次进攻。软软把最后几个字咬得很清楚，似乎是提醒，也是威胁。毕竟下一次可没有他来帮忙，不加入兽族，那他们就自求多福吧。而且没有鸟王的首肯，就算他用强，这些鸟兽也不会心服口服，到时候只会成为祸患，还不如直接杀光。人只相信自己肉眼看到的，名为治疗实为参观，就让他们先去兽族长长见识。如果到时候还不行，他将不再留情，任何阻挡他统一大陆的绊脚石，他都将无情铲除。真的，太好了，灵猫族长好好啊！受伤的鸟兽们一下子就星星眼了。鸟王震惊了，他万万没想到自己态度这样恶劣，这灵猫族长竟然还愿意帮助他们。这样的度量，又有哪只兽可以做到？不过有一件事，我需要提醒你。软软话锋一转，第177章乖顺小狗鸟。即日起，鸟族不许再向猿猴族提供异化鸟蛋。这不是商量，是通知。软软寒眸微垂，侧颜隐在暗光里，压迫感扑面而来。闻言，鸟兽们面面相觑，纷纷慌张地攥紧了手指，小声鸣叫。不能交换食物，就是掐断了他们的命脉。那怎么能行？鸟王更是直接炸毛了。什么？不用异化鸟蛋和猿猴族交换食物？
那不是要把我们鸟族往死路上逼吗？你可以和灵猫族等价交换，但是能换多少东西，换到什么时候，就要看你们的异化鸟蛋有多少了。软软不紧不慢地补充着，异化鸟蛋是什么好东西，所有人都很清楚，绝对不能白白便宜了猿猴族。反正兽族的食物储备极其充沛，一点吃食就能跟鸟族换异化鸟蛋，稳赚不赔。鸟王收回一个炸毛，心里盘算了起来，也是，猿猴族那帮猴子又坏又贪心，每次换回来的东西都那么一点点，完全不公平，态度还很恶劣。而这灵猫族长动辄就是野牦牛和野猪的，还有这么多草种，想必族群中也有不少好东西。可本王就勉为其难答应了，不是我鸟族怕你们，是看在您试验的雌性，我们信任你。鸟王清了清嗓子，强撑着面子道。一旁的白毅不禁翻了个白眼，都不想用正眼瞧他，死装鸟。哼，我敬你几分也是因为你是燕的阿福，但如果被我发现鸟族暗中还和猿猴族有来往，那就是要和我族作对，我会亲自来踏平此处。若你不信，大可以试试本雌主是否有这样的能力。话音落下的同时，一股肃杀之气自软软周身横扫而开。如今星月森林中只剩下了猿猴族，拿下他就是迈出统一的最重要一步，他不可能放任鸟族继续用异化鸟蛋强化对方，给他未来进攻猿猴族增添麻烦。而那股纯粹恐怖的灵力波动让燕都不禁往后退了退，看向软软的目光也多了一份臣服的崇拜。燕心中明白，现在的他早就已经不是软软的对手，就算是鸟王和现在的软软动起真格的都捞不到好处。而雄性对于自己的雌性有着天生的崇敬感，更别提现在软软对燕已经完全碾压。鸟王脸色一青，不敢再多说什么。他当然知道软软完全有那个实力，一击单杀猎狗女王的雌性会是什么好惹的主。见到对方还算乖顺，软软收了气势，抬手拉过燕，我有事跟你说。燕回神，连忙贴在软软身后跟他走了，活脱脱一个乖顺小狗鸟。看着自家儿子都不替自己撑个腰，鸟王眼睛酸溜溜的，哎，而大不由爹。白眼鸟，远离人群，软软站住脚步，背对着燕低声叹了口气，对不起燕，我不是故意要对你阿父那么凶，你知道的，猿猴族对我们的族群有多大的威胁，他们一开始还觊觎过我们的族群，若是放任你阿父给他们异化鸟蛋。我知道，我不怪你雌主，我还想跟你道歉呢，我阿父说话有些难听，你不要生气，你说的一点都没有错，我阿父他年纪大了，一直以来的想法都很落后，所以才一直固执己见。燕有些急切的上前一步，拉着软软的手，撒娇似的晃了晃。此主人真好，竟然还给我道歉。站在燕的视角，自己媳妇赶来救了自己老爹和家人一命，结果老爹不领情，反而恩将仇报的对他恶语相向，但是自己媳妇不计前嫌，还为自己父亲着想，这是什么极品的好媳妇？江燕的心思了然，软软暗暗勾了勾唇。其实他也有所担心，怕燕会介意自己对鸟王不客气，毕竟鸟王是他的亲生父亲，而且没有伴侣印记，雄性的心也是有可能会变的。却没想到燕自始至终都是站在他这边的。但是此主，我有一个请求。看着软软依旧没有转过身，燕也不敢过分上前，只能试探着开口。你说。我希望你能再给我一点时间，让我说服阿父加入灵猫族。作为你的雄性，我的责任就是为你分忧，陪伴你，保护你。可我太弱，保护不了你，所以我想在其他方面帮你忙。燕小声说着，语气慢慢变得有些不自信，到最后甚至带着哭腔。软软心上一软，果断转身搂住燕的脖子吻了上去，感受着唇上传来久违的绵软，燕瞳孔震颤，直接缩了半边身子。此主主动亲我了。轻轻松开燕，软软顺势捧住了燕的两颊。燕，谢谢你对我一直以来的心意，有你们在，真是我一生莫大的幸运。有件事你不知道，石鱼为了救我中了杜蛊虫毒，现在命在旦夕，最多只能撑3天时间，想要解开他的毒，需要水属性异化鸟的蛋和极寒雪山的冰晶草。什么？燕心地善良，听到石鱼如此，一下子就急了。当初在狐族他很迷茫，正是石鱼开导他来着。我一会儿就要和白衣去极寒雪山了，现在我们的部落已经搬迁到了岩虎族的所在地，更名为兽族，从今往后没有灵猫族，没有狐族，兽族的名字将会响彻整个兽氏大陆。你愿意跟我一起吗？软软柔声道。愿意，当然愿意，我跟你们一起去极寒雪山吧。燕丁在软软那绝美的娇容上怎么也移不开眼去。不，你不耐严寒，若你真的想帮我，就看护好部落，让鸟族顺利加入兽族。软软抚了抚燕的脸蛋，凑近他的鼻尖亲吻了一下。鸟族出色的巡回能力可以帮助捕猎队更快发现锁定猎物，也将会是兽族最好的侦察兵。软软这一下子直接给燕掉的眼神都迷离了。软软，你放心，我永远会站在你身后，帮你完成你的一切所愿所求，我是你的，鸟族也是你的。燕的语气前所未有的坚定。软软早就是他的一切，守护好他是他这辈子最重要的事情。第178章未雨绸缪。谢谢你燕。软软眼底一湿，反手抱住了燕线条优美的腰。燕沉浸在软软的温柔乡中，感受着怀中人儿的芬芳。此去极寒雪山，你一定要小心，你身上的护心羽毛带着我的一丝风属性根基，能够让你免疫极寒雪山的寒风侵蚀。软软低头看了一眼自己脖子上的羽毛项链，点了点头。极寒雪山不只是冷，更是寒风扑人，能够迅速带走人的体温，若非有火精在身，软软也不敢贸然进入的。从狐族回来开始，软软一直就将羽毛戴在脖子上，所以燕其实一直都能感受到软软，即使远隔万里，他们都能感受到彼此对对方的挂念。好了，我们该走了。软软从燕怀中出来，看着天边的鱼肚白悠悠的叹了口气，
燕有些不舍地伸了伸手，表情哭唧唧，舍不得此主走。此主，白毅夺不过来，伸手拉住了软软的小手。他在远处吃鸟粮，已经吃得快酸死了。此主，极寒雪山在绝境荒漠尽头，从这里横穿过去能够缩短一半路程。我飞得快，就直接带你们到那里吧。燕变回了鸟形态。那好，软软应了一声，和白毅一道爬上了燕的鸟背。鸟王立在不远处，有些局促。鸟王，希望您可以考虑一下我之前说的话，我就不打扰了，走吧。软软留下最后一句。燕腾空而起，朝着天边翻白之处急速飞去。尘土扫过面庞，软软的目光愈发凝重。此去极寒雪山，不知是否会顺利。气兽谷深处，黑暗肮脏的峡谷洞穴中，猎狗的嚎叫声一声挨过一声，那音调悲怆，凄凄惨惨戚戚。洞穴地上是猎狗们趁乱拖回来的马拉尸体，一面容青色、皮肤细腻的女子正跪坐在尸体旁边，点点落泪，表情却愤恨的犬齿外露。阿娘，是谁对您下了这样的毒手？公主，是一只灵猫，还有一只5阶异能狐兽。那灵猫身处4阶，竟然拥有雷电和木系双属性异能，我等没有防备，女王被他偷袭而死。旁边的5阶猎狗一瘸一拐的上前，音调沧桑无力。反观原本凶神恶煞的猎狗们，此时也已经变得骨瘦如柴，仿佛下一秒就要散架了似的。雄性猎狗们的生命力全都源于马拉的信息素，由于马拉死亡，猎狗们的身体机能会快速衰退，以至于会在几天内死亡。所以猎狗女王的更新换代不会超过1天时间。灵猫4阶有异能，这怎么可能？你确定没有看错？那被称为公主的女子止住眼泪，一脸震惊地直起身子。是，绝对没有看错。而且那狐兽有些眼熟，好像是以前狐族女王成日里追杀的那个叫白翼的白狐。那灵猫生的极美，甚至超过了狐族女王。那猎狗言之凿凿道，眼神里仿佛还有些回味。狐族女王西云在整个大陆都是有名的美雌，所以很多族群的兽都认得她，比狐族女王还美的雌性，更是让人过眼不忘，真是令人惊讶。可即使如此，你们4个都是5阶异能兽，废物，竟然保护不好阿娘，要你们有什么用？哦！那女子气急，怪叫一声，吓得周围的猎狗连忙趴在了地上，谄媚的摇尾巴。其实他们不得不跑，没了猎狗女王对他们的加持，就算是5阶猎狗也会在短时间内丧失灵力异能。女王已死，唯有玛娜公主您登上王位，带领猎狗族，赐予我们再生力量，我们才能为女王报仇。一只略显老成的5阶雄性猎狗化作人形，上前振臂高呼：公主，公主，求公主赐予我们力量！猎狗们纷纷匍匐在地，虔诚恳求。玛娜眼中闪过一抹狠厉，抬手唤出锋利的爪子，就插进了马拉的胸脯，硬生生将其心脏掏了出来。那心脏接触空气的瞬间，竟然化作了一团不停凝动的血雾，仿佛有生命一般。玛娜张开嘴，将母亲心脏化作的血雾整个吞下。这一刻，她同样获得了统御猎狗族的力量，嘴角盈盈扯起一抹狰狞的笑。从今往后，本女王就是猎狗族的新任女王。为了我猎狗族的强大繁衍，你们的新任雌性就是本女王。所有5阶异能雄性，今夜就与本女王交配，重新缔结伴侣印记。随着那猎狗公主起身，其周身盘绕着阵阵血色波动，一股不可言说的信息素味道在整个洞穴中弥漫开来。所有猎狗贪婪地嗅闻着这股味道，原本干瘪的皮肉再次变得丰润起来，诡异至极。另外，先派人去一趟猿猴族，告诉巴顿，本女王也要视见他。是。与此同时，软软等人即将到达目的地，朝着远处望去，目光所及便是一座银白的雪山，仅仅是扑面而来的冷风，就比星月森林中最冷的那几天更甚。不愧是兽世最寒冷的地方。虽然软软不怕冷，可白翼还是用尾巴将软软紧紧抱在怀里。快到了，燕道。软软点了点头，握紧了拳头，却忽然想到了什么似的，抚在了燕耳边。燕，那猎狗族没了女王，短时间内应该不会再来鸟族找麻烦了吧？燕随即摇了摇头，不一定。在猎狗的族群中，猎狗女王死亡后，下一任猎狗女王会直接由其雌性幼崽继承。新任猎狗女王继位后，会收容上一任猎狗女王的雄性。女王更换的时间通常不会超过1天。软软张了张嘴，一脸震惊：妈呀，那不就是把自己妈的男人再睡一遍吗？好恶心！猎狗都长得一样，万一和自己爹……想到这里，软软一阵恶寒。白翼更是嫌弃的皱了皱鼻子：不会的，他们有方法分辨出自己的父亲，但是和自己阿娘的雄性交配却是真的。燕解释道：鸟族被猎狗族骚扰这么久，早就和对方知根知底了，如此我们也应当未雨绸缪一下。第179章，我自有办法。软软低头简单思酌了一下，抬手放在燕的头上道：燕，这样，你回去之后带着所有鸟族先去兽族待一段时间，如果鸟王不同意，你就用猎狗族吓唬他一下。啊，真的可以吗，此主？燕有些受宠若惊。再怎么说，鸟族也还没加入兽族，软软愿意让他们小助也真是莫大的恩惠了。当然可以，我总觉得猎狗族不会善罢甘休，反正鸟族迟早会加入兽族的，提前和其他兽人磨合一下也好。软软微微一笑，部落里面有林楚和雷森坐镇，就算给鸟王10个胆子，他也翻不起什么大浪来。而且在兽族这种食物资源丰富的族群待得越久，鸟兽们对于这种生活的向往就会越强烈，到时候只要稍作手段，就能够完全拿捏所有人。好，谢谢此主。随着冷风愈演愈烈，众人已经到达了极寒雪山境内。远远望去，大地一片银装素裹，
整座雪山山体巍峨耸立，宛如一条银色巨龙横卧天际，群峰连绵起伏，如巨笋拔地而起，云雾缭绕，最高处的雪山山峰若隐若现，神秘美丽却又透着危险气息。燕收起翅膀降落在地，爪子接触到寒冷雪地的一瞬，整个身子都哆嗦了一下，好冷。有火晶加持，软软倒是没有什么感觉。白蚁是火属性兽人，皮毛也很厚，自内而外天然散发热量，只是能品出一丝不同以往的凉意。燕，你快回去吧，这里太冷，你受不住。软软伸手搓了搓燕已经冻红了的脸。此主，你一定要小心，白蚁，保护好此主。雪豹族的栖息地很隐蔽，没人知道在哪里，他们行踪也不定，你们千万要注意啊。燕不放心地嘱咐着，牙齿都在咯咯发颤。有我在，你就别操心了。白蚁摆摆手，燕吸了吸红红的鼻头，变回了鸟形态，可翅膀被冻得僵硬，愣是没飞起来。软软赶紧上前搂过燕的头，与她额间相碰，将自身热量传给了燕一些。一股暖流席卷全身，燕深吸一口气，这才展翅而起。软软站在原地挥了挥手道别，燕则是恋恋不舍地回头看了软软一眼。此主，你放心吧，在你回来之前，我一定将鸟族作为礼物送给你。送走了燕，软软长舒了一口气。走吧，白蚁，我们去找冰晶草。这么大的雪山，那冰晶草也不知道在什么位置。白蚁皱了皱眉，悠悠叹了口气。石鱼那边不等人，他们这样过来实在是大海捞针。放心，我自有办法。软软一挑眉，抬手点了一下太阳穴，从灵泉空间里面取出来了一件骨头做的挖掘工具，将地面上的雪拨开，黑色的冻土便露了出来。那黑土虽然冻得邦邦硬，但是上面还有一些顽强的草根牢牢附着，似乎在这绝境中偷得了一丝喘息。极寒雪山常年是冬季，气温低下，但是也有相应的植物适应了这里的严寒，以自己的方式存活。然而只要有植被的地方，软软的植物共享能力就能派上用场。在白蚁疑惑的目光中，软软抬手凝结灵力，按在了那植被上面。阵阵淡绿色的灵光在周围震荡起来，顺着雪下空隙向前推进。软软缓缓合上眸子，内视角随着植被分布快速游走，终于一株散着银白色光芒的植株迎入了眼帘。找到了！软软抬眸，目光远远地落在了前方的雪山山脊上，离我们最近的冰晶草在那里。顺着软软指示的方向看去，白蚁张了张嘴，眼神里满是崇拜。软软，你竟然能看到那么远的地方吗？太厉害了！嘿嘿，我有我自己的方法了。木系属性异能让我可以和植物共享视角，甚至和它们对话，所以很快就能够锁定冰晶草的位置。事不宜迟，我们赶紧登山采草，石鱼撑不了多久。软软的表情恢复凝重。其实若是有灵宝在，他都可以省下用植物共享的灵力，毕竟灵宝会直接给他指明方向。好，来，你到我背上，我驮着你过去。白蚁搂着软软亲了一口他的小脸蛋。那软软翻身跳到了白蚁背上，一下子就陷到了白蚁软乎乎的毛发里面，那舒服的感觉仿佛移动的席梦思床。白蚁抬起尾巴护住软软周围，给他挡风，快速朝着雪山奔去。软软从灵泉空间取出来了一些烤肉，和白蚁一边赶路一边分着吃。一天一夜了，他们两个还没吃过东西，得补充些体力才行。白蚁毛色雪白，与周围环境完美融为一体，由于体态轻盈，也没有陷进去雪地多深，两人很快就到了雪山脚下。山体上的雪明显厚得多，白蚁的大长腿刚踏上去，一狐一猫竟然直接陷了进去。白蚁连忙变回人形站起身，利用身高优势将软软整个人扛在肩上。好家伙，这雪又软又深，吃了我一嘴，呸呸呸！可就在白蚁说话间，高处山脊上的雪随着声音咻咻咻滑落了一部分。软软跨坐在白蚁脖子上，视野前所未有的开阔，扶着白蚁的头低声道：嘘。声音小点，越往上越陡，雪也更加蓬松，容易发生雪崩的。哦，白蚁哦了哦嘴点头，扛着软软开始艰难向上跋涉，软软则在上方为他指明前进方向。可走上去不远，两人又遇到了难题。嚯，这么陡！真正站在山脊处，两人才算是傻眼了。整个山体呈现45度斜坡，表面虽然有黑色岩石裸露，可岩石上面附着的全都是锃亮的冰层，看着就滑得很。软软从白蚁身上下来，唤出猫爪，率先尝试着跳了上去。哧溜，啊哟！柔软的抓垫接触到山体的瞬间，直接打滑，软软翻了个跟斗，一下子滑了下来。幸好有白蚁在下面接了他一把。没事吧？白蚁心疼的不行，赶紧将软软头上的雪花掸干净。软软摇了摇头，皱眉道：没有攀爬工具，就算我们身手敏捷想爬上去，也太难了点。第180章雪白发面馒头。白蚁盯着面前那陡坡看了一会儿，脑中灵光一闪，我倒是有个办法可以试一下。什么？软软歪头，瞧好了，白蚁合上眸子，将周身灵力调动起来，强大的灵力波动带的他那银白色的长发上下飞舞。紧接着，白蚁抬手掌心一握，蓝色的炙热狐火腾腾而起，不由分说的朝着山体上面就摁了下去。狐火的灼热让山体上的雪花瞬间融化出一片黑土，那黑土中的水分蒸发，冒着腾腾的热气，明显变得松软了。白蚁抬脚在上面踩了一下，很轻松的就留下了一个脚印，成了。软软直接星星眼，哇塞，白蚁你也太聪明了吧！用狐火融化冻土，这样有了土的摩擦力，脚下就不会打滑了。软软真心觉得带白蚁出来办事真是省心不少。是此主教的好我先生，你变回猫形态趴在我身上就好。白蚁弯腰亲了亲软软的脸蛋，率先变回原形，虎爪上立时腾起团团狐火。反正他可是不舍得弄脏软软粉嫩嫩的爪爪，
他自己脏点就脏点吧，回部落洗香香就好。软软听话的变回小灵猫，后腿用力跳到了白衣背上，像小树懒一样紧紧抱住他脖子上的鬃毛。白衣淡紫色眸子伸了伸，眼尾带着阵阵凌厉色彩，附着火焰的足垫所到之处，血水融化。软软抬起猫爪凝结异能，在白衣脚底落下之处唤出成团的藤蔓给他助力，两人就这样配合着，很快到达了半山腰。软软随手点了一下太阳穴，将自己刚才储存在系统空间里面的路线图换了出来，仔细看了看，马上就到了白翼，再往上面爬一点。好，白翼伸出指甲，死死抠着土层，艰难地往上挪动着。两人现在在半山腰的角度已经接近了90度直角。终于，一抹淡淡的荧光从高处的一方峭壁上散发出来，就在那。软软抬抓，指着那发出光芒的地方，难掩兴奋。白翼一鼓作气爬到了那峭壁下方，软软扒着白翼身上的毛发，努力探出头，终于是看到了那冰晶草的真容。只见寒雪覆盖的山脊上孤零零地生长着一株透明植物，那便是冰晶草。冰晶草草如其名，全身乃至叶片都呈现透明冰晶状，6片叶片左右舒展，天然成趣，正随着峭壁上的微风轻轻摇晃着。太好了，石鱼有救了！软软长长的舒了一口气，唤出藤蔓缠住了那冰晶草的根茎，正要将其拔下来之时，好！一阵可怖的嚎叫声从两人的上方传来，那声音尖锐至极，震得周围的雪层都震动了一下。白翼脚下一滑，险些被那滑雪冲落下去，幸亏被软软用藤蔓缠住腰腹，方才稳住动作。两人抬头望去，只见山脊中间缓缓探出一颗毛茸茸的脑袋，那是一只极其强壮的雪豹。此时此刻正龇牙咧嘴的死盯着软软两人。你们好大的胆子，竟敢擅闯极寒雪山，偷窃我足圣草！那雪豹的嘴巴一张一合，以一种不可思议的角度匍匐在山腰上，完全不受冰雪的影响。从对方身上散发出的凌厉气息可以看出，它竟是一只5阶异能兽，而它的肚皮下方竟然还藏着一只身材略微娇小、长相秀气的雌性雪豹。那雌性雪豹被白翼瞪了一眼，登时有些畏缩的往后躲了躲。软软瞳孔一颤，5阶异能兽想必是雪豹族的族长之一，不会这么倒霉吧？想到这里，软软眼疾手快，直接将冰晶草扯了下来，藏进了灵泉空间，搂紧白翼急声道：“快跑！这雪山上面是雪豹们的主场，万一动起手来，软软和白翼2个站都站不稳，根本不占优势。”白翼没有犹豫，一个侧身转体松开峭壁，快速朝着山脚下退去。好，贼兽，把圣草还回来！莎莎，我去擒住那2只贼兽，你在这里等我。那雪豹对着肚皮下面的雌性嘱咐一声，随即一个飞扑，朝着软软两人追了上去。被唤作莎莎的雌性雪豹往前跟了几步，雪峰，你小心啊 ！Amp， 眼看着身后的雪豹追了上来，白翼稳住身形，2只前爪向前伸直，后腿弓起，借着山体上面的雪花快速下滑，蓬松的大尾巴将软软牢牢护在背上。由于下落速度太快，冷风扑面，一狐一猫绵软的耳朵都被吹得贴在了头皮上，看起来活像一大一小2只雪白发面馒头。站住！那雪豹在后方穷追不舍，天生具有优势的黑长指甲牢牢抠着山体，简直如履平地。可白翼这冲浪的下落方式明显更快，雪峰追得有些吃力，便是果断出手凝结灵力，一口水柱喷向了前方。那水柱接触冷空气的瞬间凝结成了冰锥，边缘锋利无比，正挡住了软软两人下滑的路。是谁属性异能？软软一口咬住牙根，没想到谁属性异能配合极寒雪山的寒冷气候，竟然能够达到冰属性的效果，太变态了。由于惯性，白翼根本刹不住车，5根脚趾都在劈叉用力，脚垫都快磨得冒火星子，也完全停不下来。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呼！白翼张口喷出一团蓝色火焰，将那冰锥直接融化。两人头顶擦着水滴，顺利越了过去。什么？异能白狐？雪峰傻眼了，气得吹胡子瞪眼。可恶！你们2只贼兽跑不了了！雪峰恼了，长长的尾巴绷得笔直，后腿用力跃起，竟然腾空跳了10几米远，张嘴就朝着白翼咬了过来。雪豹因为常年在雪山这种陡峭环境捕猎，使得它们的弹跳能力和攀岩能力极其强大，常人所不能比。眼看着那血盆大口近在眼前，软软变回人形，双手合十，拧起一把藤蔓锤子，抬手狠狠砸在了雪峰的脑袋上。咚！一声脆响，雪峰眼前一黑，却在失去视线之前，愣是用爪子死死勾住了白翼的尾巴毛。丝被扯到尾巴，白翼痛得抽了一口冷气，随即毫不客气的一蹬后腿。第181章，有力的后爪重重地蹬在了雪峰面门上，给他脸都踢歪了。接下来的景象就是软软趴在白翼背上，白翼身不由己地往雪山下面滑，尾巴上还挂着一只飘得像海带似的雪豹。嗷！雪峰疼得嚎叫一声，不肯罢休，竟然瞬间变回人形，抬手攥住了软软的脚踝，作势就要把他从白翼身上拉下去。啊！软软惊叫一声，一手抓着白翼脖子上的毛防止掉落，一手抄着藤蔓锤子疯狂往雪峰的脑瓜子上面锤。给我松开！松开！软软！白翼急得不行，却因为急速下落压根使不上力。雪峰和白翼一瞬间都疼得龇牙咧嘴。好啊，你这雌性还真是顽强！雪峰呵斥一声，另起一手凝结出一团水波，作势便朝着软软攻了过去。软软眼中厉色一闪，掌心一翻，利用藤蔓编成盾牌去挡。与此同时，充分利用了水的导电能力，将雷电异能凝结成团，朝着雪峰打了出去。咔嚓！紫色的电光闪过，雪峰惨叫一声，爪子脱力松开了白翼，身上的毛都炸了开来，手中的水波也打偏了出去，
正正击中山脊上裸露的一块巨石。轰隆！那巨石本就摇摇欲坠，被冲击过后，竟然直接从山顶滚落了下去。巨大的动静震得整个雪山都在震颤怒吼，雪花簌簌落下，最后演变成了大面积的雪崩。原本安静的雪花如同沉塘落石般被激活，雪浪滚滚而下，一阵盖过一阵，朝着几人俯冲而来。糟了！软软慌张起来，却见方才那巨石已经掉下山脚，将下方的冻土砸开了一道巨大的裂隙。没想到他们两个上来的地方竟然是一片隐藏的冰层空间，这雪豹真是猪！白蚁情不自禁地骂了一句。雪崩眨眼到了身后，白蚁顾不了那么多了，赶忙化作人形，首尾并用，牢牢将软软护在怀里，用后背去挡奔涌而下的后雪。反观雪峰已经被雪崩埋没进去，不见了踪影。在大自然的力量下，任何反抗的手段都显得很渺小。眼看已经躲不过去，白蚁往下面的裂隙里落。软软凑到白蚁耳边提醒一声，随即攥拳唤出藤蔓，里三层外三层的将彼此紧紧裹在一起，以求最大程度的减少伤害和冲击力。他方才就注意到被石头砸开的裂隙下面有空间可以躲避，否则被埋到雪层下面会很快就会因为缺氧而死。咚！裹住两人的藤蔓球顺利掉到了裂隙里面，稳稳停住。哗啦啦！恐怖的崩塌声在两人耳边不停冲击。软软躲在白蚁怀里，呼吸急促。别怕，我在。白蚁低声哄着软软，用下巴蹭了蹭软软的额头。不知过了多久，山崩地裂般的声音终于停下，四周静悄悄的。雪崩停了。软软小心翼翼地将身上的藤蔓解开，点点雪花落到身上，抬头一看，只见两人方才坠落的地方已经被层层白雪封住，幸而这裂隙够深，在下方形成空间，软软和白蚁才没被压进去。别看雪花很小，聚集成巢可是能够轻易压死大象的。软软的眉头拧成了一团，试探着唤出藤蔓刺入了上方的落雪中，想探探深浅。窸窸窣窣，还未彻底稳定的雪堆骤然往下滑了一截，软软赶忙将藤蔓收了起来。糟了，上面的雪很不牢靠，贸然用藤蔓试探可能会再次引起崩塌，这四面也没有路，我们该怎么上去？白蚁忧心忡忡地捏着手指。软软看了一眼灵泉空间中的冰晶草，现在东西已经到手了，眼下就是要赶紧回到部落给石鱼制作解药，可他们却再次陷入绝境，这该如何是好？就在两人一筹莫展之际，一阵痛苦的哀叫声从不远处的一小方雪堆中传了出来。疼，好疼！怎么会有女人的声音？白蚁抬手将软软护在身后，沿着声音发出的方向蹑手蹑脚地靠了过去。只见地上赫然趴着一只雪豹，那雪豹身材娇小，后腿还埋在雪堆里面，正虚弱地在地上喘息着，而它的肚子鼓胀，显然是一头怀孕的雌豹。这不是刚才那雪豹肚皮底下的那只雌性吗？软软一眼就认了出来，想来是雪崩将它从上方的山脊上面冲了下来。听到陌生声音，那雌性艰难地抬起头，在看到软软和白蚁的瞬间，吓得浑身颤抖，护着肚子，拼尽了浑身力气往后缩。你们是谁？想做什么？软软双手环胸，朝着那雌性雪豹靠近了几步。你又是谁？我。那雌性雪豹看上去十分胆小，即使有着4阶阶级，却都不敢大声说话。软软并没有给他好脸色，而是反手抽出古刀。既然他胆小，那下一下就什么都说了。果不其然，刀刃一闪，那雌性吓得一下子变回了人形，趴在了地上。不要杀我，不要杀我！我腹中的幼崽快要出生了，求求你们！那你说，你是雪豹族的什么人？叫什么名字？软软蹲下身子，将古刀随手戳在了地上。我是雪豹族长的雌性，我叫莎莎。那雌性雪豹抬起头，露出一张有些苍白的小脸来。她身上穿着厚厚的兽皮衣服，看上去似乎是用什么鹿的皮做的，肚腹鼓鼓，四肢纤细，一脸的胆小。你们雪豹族不是有2个族长吗？白蚁沉声。是，我是雪豹族大族长雪峰的雌性，雪峰刚才去追你们了，他没事吧？莎莎怯懦地咬着嘴唇，虽然害怕，但是依旧关心自己的雄性。他被雪崩埋进去了，谁知道是死是活？白蚁抱着尾巴翻了个白眼，说话毫不留情。他这漂亮的狐狸尾巴都被那只公雪豹抓掉毛了啊！呜呜，雪峰，呜呜！莎莎豆大的眼泪直接就滚了下来，哭得肩膀一抽一抽的。你先别哭，有件事，你先给我解释清楚。第182章，这个莎莎有问题。刚才那个雪峰说的圣草是什么东西？软软重新将地上的古刀拔了起来，手指翻飞，在指尖摆弄着。望向莎莎的眼神大有一种你不说实话，我就一刀扎你头上的既视感。软软恍惚间听到雪峰称冰晶草为圣草，估计冰晶草对于雪豹们有什么特殊意义或者什么作用，他得打听打听。莎莎抱着肚子怯懦地缩了缩脖子，这个怎么办？好害怕。他们打听圣草的事情了，可若是不说一只5阶异能兽人，一只4阶的异能雌性，他们肯定不会放过我和仔仔的，要不编一个谎话给他们。莎莎还在努力想主意，却不知软软已经将对方的心声尽收眼底了。还没等莎莎编出来什么，软软缓缓起身，掌心盘旋起来，团团雷电异能，居高临下的逆着莎莎。有件事我不妨告诉你，上一个对我说谎话的兽已经被砍了手脚，泡在冰湖里了，所以你最好老实一点。白蚁煞有介事的看了软软一眼，好家伙，我的软软那么善良可爱，怎么可能做那么残忍的事情？为了逼问这雪豹，也是难为此主了。没错，就是我亲手砍的。那惨叫声啧传出好远哦。白蚁更坏，团弄着指尖的狐火，有意压低了声线，顺着软软的话描述着。
最后还不忘露出犬齿，装出凶恶。软软差点没忍住笑。刺目的雷电光团和灼热的狐火对着莎莎步步紧逼，莎莎吓得都快晕过去了。我说，圣草可以解很多毒，可以和海城的鲛人换东西。海城鲛人？软软眯了眯眸子，先前灵宝给他科普过，海城市兽市的市场可以买到很多东西，也可以换取兽市的货币水晶石。换什么？白毅追问道。换吃的，极寒雪山食物太少了，只能捕到少量雪兔和雪羊，根本维持不了我们部落的生存，所以我们采集成熟的冰晶草去海城换猎物吃。但是冰晶草只有在最冷的时候才会成熟，一次也就只会成熟2-3株。你们把没成熟的那株冰晶草偷走了，所以雪峰才会追你们。莎莎的大脑已经被吓得宕机，一口气把知道的全给抖搂出去了。软软的眉头一下子皱了起来。没成熟会怎么样？不会怎么样，就是没有解毒的作用而已。莎莎瞪着纯真的大眼睛摊了摊手。软软和白毅的脑袋嗡的一声，没有解毒的作用？那他们两个通宵达旦费了这么大的劲头采集这东西，白忙活了。试一下怎么办？石鱼怎么办？软软眼前发黑，身形一晃，差点跌坐在地上。白毅一个箭步上前，赶紧扶住了软软。软软，没事吧？怎么办？这冰晶草没有效用，就算带回去也……软软慌张的眼神迷茫，双唇颤抖，仿佛遭受了巨大打击。冰晶草没有成熟，就算现在去海城寻找也根本来不及，更别提他们还被困在这裂缝谷底。莎莎的话完全就是间接性的给石鱼判了死刑。白毅同样心急如焚，却也无可奈何。难道真的要眼睁睁的看着石鱼死吗？莎莎观察着软软两人的表情，偷偷吃了吃鼻子。看来冰晶草对他们很重要，哼，让你们偷我们的冰晶草没用处，看你们怎么办。活该，幸好族里还有几株成熟的，不然我们都没有东西换吃的了。反正我不急，等到部落里的兽找到我，有你们好看的。原本还在绝望的软软听到这句，眼前一闪而过的光。他族里有成熟的。就在此时，方才还在心中嘲讽软软的莎莎突然脸色苍白，仿佛有什么预感似的，伸手在自己身下摸了一把，再次抬手，上面竟沾着鲜红的血。莎莎浑身一震，血，抱着肚子就倒在了地上，好痛！软软抬眼，只见莎莎方才跪坐着的地方，不知什么时候竟然流出了一大滩血迹。莎莎大口喘息着，可腹中传来的剧烈抽痛却让她近乎失声。看了一眼裂隙上方，软软已有猜想，莎莎的肚子很大，明显是即将临产，还经历了雪崩从那么高的地方掉了下来，估计是动了胎气快生了。软软冷眼看她，并没有什么动作。这雪豹与她没有交集，她也没有必要大发善心。在兽市最忌讳的就是圣母心。不过雪豹族的部落里有她最需要的冰晶草，这莎莎对她有所隐瞒，只有让她到了真正的绝境，才能逼得她松口。所以软软在等着雪豹求她有所求，她再施救才有可能得到对方的报答。而且软软早就觉得这莎莎有问题了。想到这里，软软故意从灵泉空间拿出了2株止血草药。白毅，我记得你哪里是不是流血了？我这里有止血草药，给你敷一敷。白毅愣了一下，很快 get 到了软软的意图，赶紧装模作样的伸出手。就这里流血了，雌主你可真厉害，咱们部落里那么多受伤的兽人，还有生崽的雌性都被你给救活了，我这点小伤对你来说还不是顺手的事，有你真好。闻言，莎莎瞪大了眼睛，她竟然认识草药，那肯定是巫医啊！我有救了！莎莎仿佛抓到了什么救命稻草一般，急切地朝着软软伸出手，痛的泪水在面上横流。救救我，救救我的孩子！软软十分傲娇地别过头去，故意不看莎莎。眼看着软软没有帮自己的意思，莎莎绝望了，一下子痒倒在了雪堆里面，咬紧了牙根抽泣。雪峰，你怎么还不来？我和仔仔快死了。事实也正如软软猜测，常年生活在雪山的雪豹怎么会害怕雪崩呢？所以莎莎一开始就在和软软他们装可怜，她害怕是真的害怕，但能够成为族长的雌性，她心里怎么可能没有算计？雪豹族有特殊的方式可以发现深埋在雪下的族人，她就是在和软软几人拖延时间，等到族人来了，既能够要回冰晶草，也能抓住他们。可偏偏这时候要生崽了。第183章，幸亏他有点良心。莎莎独自折腾了好一会儿，却还是不见幼崽出来，她快坚持不住了，便是只能朝着软软再次恳求：灵猫雌性，求求你帮帮我，这里没有别的雌性了。你们不是要冰晶草吗？我可以给你们冰晶草，只要你能帮我顺利的把幼崽生下来。管不了那么多了，再没有人帮忙，我和仔仔真的就要死了。仔仔和我可比冰晶草有价值多了。莎莎也算是豁出去了。软软就等他这句话。好啊，我可以帮你，不过你要履行承诺。目的达成，软软一挑眉。好，我一定会记得你的大安。我可是族长的雌性，只要你救了我和未来的王储，冰晶草算什么？我的雄性一定会重重的感谢你的。莎莎一手捂着肚子，拼命的笼络着软软的心。哼，等你们帮我把孩子生下来，族人也就快找到我了。到时候我就算不给你们冰晶草，你们也拿我没办法。软软的下颚紧了紧，好一个翻脸不认人的雪豹。不过到时候可由不得你。软软装作若无其事，反手从灵泉空间中取出了止血草药和接生工具，以及一张干净的兽皮。白蚁则很有分寸的背过身去回避。狐狸的直觉让他总感觉这个莎莎不是真心的，他有些担心他会对软软不利，所以还是留在原地没有走远。万一发生什么状况，他可以第一时间出手。软软将兽皮垫到了莎莎屁股底下，
又伸手摸了摸莎莎的肚子。他以前给阿华和阿香接生过，甚至牦牛他都接生过，所以也算是有了经验，便是很快发现了问题所在，胎位不正。你的孩子脑袋偏离了一点产道，现在我会帮你正一正，无论有多痛，你都不能动，听清楚了吗？软软一字一句地对着莎莎道。莎莎也被软软这十分专业的口吻唬住了，便是乖顺地点了点头，是，我不会动的。软软蹲起来身子，双手扶住莎莎的肚皮，找准位置，用力扭转起来。剧烈的疼痛让莎莎双眼暴突，指甲都抓进了血堆里面，差一点就跳了起来，却还是强忍着没有动弹。好了，我让你用力的时候，你就用力，配合好一会儿，孩子就会出来。软软拍了拍莎莎的小腿。是。莎莎吸了吸鼻子，连忙点头。1、2，用力。1、2，继续用力。白毅坐在原地，听着身后一阵盖过一阵的撕心裂肺惨叫声，不由得心惊肉跳。一想到未来软软生崽的时候也可能会这么痛苦，白毅整个人都不好了。虽然他也很想要一个自己的崽崽，可受氏雌性因为生崽出事的太多了，相比于一个没有感情的孩子，他更接受不了软软受一点伤害，所以他宁可不要孩子。不知道努力了多久，莎莎已经即将力竭，终于，哇哇哇哇，一声声奶声奶气的幼崽叫声在这狭小的空间中传开。软软将那小雪豹身上擦干净，用干爽的兽皮包了起来，依旧是一只雄性崽崽。刚出生的雪豹幼崽和他们的父母一样，浑身是白色的毛发，上面布满了均匀的黑色色块。快给我看看！莎莎艰难地抬起头，想看看自己的娃娃，可话还没说完，又是一声惨叫，痛，肚子还是好痛。软软猛了一下，连忙伸手摸了摸莎莎的肚子，却发觉里面竟然还有东西在动。在这幼崽极其稀少的兽世，她竟然怀了双胞胎！我怎么了？救救我！莎莎吓得满头的冷汗。别慌，你肚子里还有一只崽。软软起身，顺手将刚出生的小崽崽塞给了白毅，你先抱着。看着兽皮里面钻来钻去嘤嘤叫的小幼崽，白毅身子一僵，仿佛拿了一块烫手山芋，石化了一般，一动不敢动。这玩意竟然会动，还会叫！白毅语无伦次地缩着下巴，平生第一次露出了惊恐的表情。软软有些无语，不是大哥，他是活的，拜托。哦！白毅干干地咽了咽喉咙，两只胳膊像上菜似的端着那幼崽。软软没工夫吐槽他，重新俯下身子给莎莎继续接生。莎莎艰难地喘着气，试了好几次，可就是使不上力了。我不行了，我没有力气了。软软皱起眉头，坚持一下，再耽搁下去，幼崽会窒息的。听到这话，莎莎连忙咬紧了嘴唇，鼓劲似的攥起拳头，可肌肉早已罢工，变得软绵绵的，任凭她怎么努力都使不上劲。没有办法，软软只能起身给莎莎压肚子助力。我压的时候你就用力，放弃的话，你和孩子都有危险。是。看着软软满头大汗，一手血污的样子，莎莎一双眸子噙满了泪水。他竟然肯这样帮我，我还想对他做不好的事情。软软暗自翻了个白眼，幸亏他还有点良心。用力！在软软的不断努力下，可算是将第二只幼崽给推了出来。可不同于上一个孩子，这只雪豹幼崽体型很小，而且落地没有一点声音，浑身软绵绵的一动不动。软软蹙眉，赶紧将那小崽子身上包裹的胎衣给扒下来，使劲搓了搓他的身子，可那小崽子依旧伸着舌头没有呼吸。怎么没有听到崽崽哭？他怎么了？莎莎急得快哭了。他虽然不懂别的，但是幼崽生下来不哭等于没活这一点，他还是知道的。这只在你肚子里耽搁太久了，估计呛了羊水有些窒息。软软解释着，将幼崽口中的脏东西抠干净，一手抓住幼崽的脑袋脖子，一手握住他的身子，使劲朝着地上甩。他以前在电视上看过，小猫崽、小狗崽窒息都是这么抢救的。现在灵宝不在，他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什么？求求你一定要救活我的孩子！第184章，真尼玛的好用！几经努力，那幼崽口中的羊水被甩出大半，也终于是蠕动了几下。软软没有放弃，加快了抢救的动作，终于，哇哇哇！幼崽发出了一声响亮的啼哭，活了。软软累得一屁股坐在地上，胳膊都酸了。接生这活真不是一般人能干的。莎莎狠狠松了一口气，脸上满是劫后重生的喜悦。哭了，终于哭了，谢谢你灵猫雌性，谢谢你，你的恩德我都记住了。软软将那幼崽包了起来，递到了莎莎怀里，却并没有将白毅手里的那只抱过来。还有一只呢。莎莎抹了一把脸上的眼泪，小心地看向白毅。这时候的白毅端着那幼崽站起身，胳膊都麻了，但是没有得到软软的示意，愣是没有将孩子给莎莎的意思。那只幼崽情况也没有稳定，我需要给他再检查一下。软软眉梢一抬，理所当然地说道。虽然挟持别人的孩子是很卑鄙的行径，可为了食鱼，软软只能这么做。他不敢赌莎莎会不会真的记得他的好，履行承诺将冰晶草给他。所以在他拿到东西之前，另一只更加健康的幼崽必须攥在他自己手里。莎莎正在原地，似乎也明白了什么，只能搂着怀里较小的这只幼崽低声呜咽。就在这时，一阵奇怪的叫声从裂隙上方传来，紧接着就是一阵阵挖掘的动静。嗷呜嗷呜嗷呜！听到那叫声，莎莎一下子来了劲，赶紧抻着脖子努力回应着那熟悉的呼唤。上方挖掘的动静明显快了许多，整个裂隙中间此起彼伏的是吵人的雪豹叫声。看来雪豹们找到莎莎了。软软缓步后退到了白毅身侧，
伸手用藤蔓将白毅手中的那只小雪豹裹住，抱在了怀里。咔嚓，咚！随着最后一层雪块掉落，一只雪豹从上方跳了进来，紧接着是第二只、第三只，带头的正是雪峰。软软眯了眯眸子，果然雪峰没事。他就说雪崩怎么会奈何得了作为雪山霸主的雪豹呢？在看到莎莎的瞬间，雪峰面色一喜，赶紧冲了过去。莎莎，你没事吧？你怎么流了这么多血？是这两只贼兽对吧？是他们伤害了你。雪峰看到软软的瞬间直接炸毛，不分青红皂白的就要动手，跟着他一同过来的几只雪豹也都摆出了攻击的姿态。白毅上前一步将软软护在身后，身上腾腾而起的是炙热的狐火，双方剑拔弩张。等一下，雪峰，不是这样的，我们的崽出生了，我差点就死了，是那灵猫雌性救了我和孩子的命。莎莎赶紧扯住要动粗的雪峰解释，现在还有一个孩子在对方手里，他可不能让雪峰冲动。什么？雪峰惊了一下，这才注意到莎莎怀中的小幼崽，这是我的孩儿，哈哈，我有孩儿了，雪豹族有王储了。周围的雪豹闻此喜讯，也都雀跃的在原地欢呼。只是这崽怎么这么小啊？而且看上去没什么活力。雪峰一眼就发现了问题所在，我生了2只幼崽，这只就是小一些，而且在肚子里久了，差一点就死了，幸好有那灵猫雌性帮忙。莎莎悠悠叹了口气，2只，天啊，莎莎，你太厉害了，你辛苦了。那另一只幼崽呢？快让我看看。初为人父的雪峰迫不及待的伸手，另一只在。莎莎抬头怯懦地看向了对面的软软。雪峰顺着莎莎的目光看去，只见一只明显强壮许多的小幼崽正趴在软软怀里，周身还盘绕着一层层藤蔓，那藤蔓看似保护，实则充满了威胁色彩。雪峰的气焰一下子就消了，他再傻也明白，孩子落进了对方手里，就算他们偷了圣草，他也只能以礼相待。多谢你救了我的雌性和幼崽，先前你们偷了我族的圣草，我才对你们追杀，可圣草对我族至关重要，关乎我族生计。可如果你们真的需要，我们可以好好商量，但是幼崽是无辜的，你们能不能？雪峰的话略带讨好，完全没有了刚才的气势。幼崽有多珍贵自不必多说，那是什么也比不了的。软软垂下眸子，他也没想到自己有一天会用这种手段达到目的，但是说实话，这种手段真尼玛的好用。雪豹族长误会了，我不会把你们的幼崽怎么样，只是幼崽刚刚出生，生命体征还不是太稳定，我再帮他检查。软软微微一笑，那纯模样让人怎么也和自联系不到一起去。哦，这样，那他有啥问题不？雪峰愣愣的点头，当了爹智商完全退化，对软软的话深信不疑。这我得好好检查了才知道。在这冰洞里面又冷又小的，软软大有意味的一挑眉。啊，对，来人，先出去。雪峰招呼一声，张嘴吐出一层水浪，借助冷空气将打出的雪洞冻结时防止坍塌。其余雪豹们则对着雪洞上方嚎叫了一声，上面立刻送下来了几根草绳。雪峰也不含糊，率先把软软和白毅送了上去。莎莎搂着雪峰的脖子，被他抱在怀里，小声说道：雪峰，那灵猫雌性救了我，我答应给他一株成熟冰晶草，现在孩子在他手里，你可不能得罪他了。放心吧，莎莎，不就是一株冰晶草，他就算要我的命我也给他，我不会让我们的孩子有事的。雪峰贴了贴莎莎的额头。众人来到地面，软软环顾四周，不由得吃了一惊。只见皑皑的雪沫堆积在周围，凝固着崩塌时的凌乱线条，几株冷杉在雪缝里挤出，枝干裹满冰壳，如同从雪毯下挣扎出的骸骨。那个灵猫雌性，白狐，这里这么冷，不如你们跟我们一道去雪豹族坐坐，我好给你们拿冰晶草感谢你们。雪豹族长挤眉弄眼的试探道。不必了，这里也宽敞，我给你们的幼崽好好检查，至于冰晶草，你们拿了送过来就是。第185章，风都是甜的。软软可不傻，跟着回他们雪豹族跟羊入虎口有什么区别？他们族里可是还有一只5阶异能雪豹，弄不好还被他们围攻威胁。而且极寒雪山这地方，软软本来就没打算收拢，如此苦寒实在是没有征服的必要。而且他此行的目的就是为了给石宇找冰晶草解毒，和他们有过多的纠缠，耽误时间。眼下只剩下1天时间，他得尽量在太阳落山之前赶回部落。白毅始终护在软软身侧，凌厉的目光紧紧盯着雪峰，只要他有一点风吹草动，他就立刻灭了他。这雪豹族长眼看骗不到软软，有些着急的抓耳挠腮。怎么办？看来只有给他们冰晶草，他们才肯将我儿还回来。一株冰晶草换一个幼崽。见到雪峰还在犹豫，莎莎已经急得不行了，伸手就在雪峰腰上拧了一把，小声斥道：你还在等什么？孩儿的性命还不如一株冰晶草吗？谁生的谁最疼，那可是他拼尽千辛万苦才生下来的娃娃，还是最健壮的那个，莎莎肯定更加在乎。雪峰被莎莎拧得龇牙咧嘴，做了一会心理建设，还是妥协了。那好吧，我先回去给你们取冰晶草，至于我的孩儿，你放心，我给他做个检查，你们一会就可以带回去了。软软蹲下身子，解开抱着雪豹崽子的兽皮，装模作样的检查。令人惊奇的是，在如此寒冷的环境之下，那幼崽不但没有瑟瑟发抖，反而闲情逸致地伸着小舌头抻懒腰，哆嗦都没哆嗦一下。软软啧舌，看来这就是血脉带来的独到之处。雪峰和莎莎恋恋不舍地看了那小崽子一眼，只得先行离开。你们留下来陪着他们，本族长去就来。是。雪峰变作原形，将莎莎和另一只幼崽驮在背上，往部落狂奔。莎莎，你确定给了他们冰晶草，
他们就真的会将我们的幼崽还回来吗？他的担心一直都在，毕竟对方实力不弱，一直未曾对他们动粗，估计也只是为了达到获取冰晶草木的而已。莎莎顿了顿摇头，我当然不确定他们是从别的族群来的，而且实力都很强，但是他们好像确实真的需要冰晶草。当时他们得知偷窃的冰晶草是未成熟的时候，那雌性遭受了好大的打击呢。这样我还是不放心。雪峰加快了脚下的动作，没事，你一会儿回部落叫上雪兰。莎莎拍了拍雪峰的脑袋。雪兰和雪峰一母同胞，实力相差无几，是受氏少有的两只雄性同时掌管族群。雪豹族如此贫瘠，也正是拥有2位族长带领才绵延至今。好，若是他们两个拿了冰晶草，敢不交出幼崽，我和雪兰不会放过他们两个的。雪峰咬住犬齿，向前飞奔的身影很快消失在了茫茫白雪中。此时，鸟族，阿父，我们这次去兽族是带着族人去看病的，不是出游的。你带这么多东西干什么？燕看着自己老爹指挥鸟兽们装东西，一脸无语。鸟兽们身上装着大包小包，什么兽皮、被子兽皮衣服，甚至鸟窝都一并打包带走了。你知道个什么？万一他们看病跟我们要东西，我们怎么办？总不至于空手拿不出来吧？再说了，草药有多珍贵，你不知道啊？你那雌性怎么可能那么好？鸟王言之凿凿道。从燕嘴里听到软软同意他们去兽族暂避猎狗族的时候，鸟王就一脸不可置信，因为在他的认知中，没有族群会这么慷慨地接受非族群之人。可他同时也十分敬佩软软，一只雌性有这样的容人之量，还不和他先前的冒犯计较，简直胜过太多雌性族长了。他可是记得那狐族女王就是睚眦必报的那一个。燕气得翻了个白眼，不是，拿这么多破烂谁能要啊？行了行了，赶紧走吧，再不走猎狗族重新杀回来我们就完了。燕友一提起猎狗族，给鸟王打了一剂强心针。鸟王的脸色登时难看起来。好了好了，带多了也飞不动，所有鸟兽赶紧出发。整个鸟族倾巢而出，黑压压的一片将整个荒漠上空覆盖了去。受伤的鸟兽和幼崽们由健康的鸟兽背负奔袭，这么多年了，他们还是第一次离开绝境荒漠去往别的地方。燕在前方带路，内心的雀跃压制不住。回家的路上风都是甜的。软软望着日上三竿的太阳，内心的煎熬无法言说。已经到中午了，雪峰怎么还没带着冰晶草过来？留下来看着他们的雪豹将软软两人团团围在中间，看似故作轻松地窝在地上假寐，实则一直在盯着他们的动向。察觉到了软软的焦虑，白毅搂过软软的肩膀搓了搓，别担心，再等等，如果他们再不来。白毅的话还没说完，目光一直放在远处的软软，一下子直起腰来，来了。顺着软软的目光看去，两只雪豹一前一后的正朝着这边狂奔而来。白毅眯了眯眸子，虎尾在身后慢慢扫动，是2只5阶雪豹。雪峰将另一只族长也叫过来了。软软面色一沉，无妨，就算是他们想做什么，我只要拿到东西也可以全身而退。他一直隐忍对方，无非是想拿到冰晶草。如果雪峰敢对他做什么，他一定会让他后悔的。雪峰携着另一只雪豹很快到了近前，周围的几只雪豹连忙起身，对着到来的雪峰两人匍匐参拜，拜见雪峰族长，拜见雪兰族长。软软抱着幼崽站在原地，凌厉的目光放在了那新来的雪豹族长身上，原来这只叫雪兰。雪峰和雪兰同时变做了人形，不同于雪峰的过于成熟长相，雪兰的形象更加年轻，半裸露的上半身是若隐若现的胸腹肌，一头白色短发，面容英气。灵猫雌性，白狐，这就是你们要的冰晶草，东西给你们，你们可以把我孩儿还回来了吧？雪峰迫不及待地从怀里掏出冰晶草，顺带着用胳膊拐了一下雪兰，可换来的却是雪兰的一声感叹：哇塞！第186章他人。只见雪兰直勾勾地盯着软软，整个身子都在往前倾，那瞳仁颤动，都快喷小星星了。在极寒雪山这么多年，他还从未见过像软软这样精致美丽的雌性。此时此刻，在雪兰眼中已经自动为软软加了一层滤镜。软软倩丽的身影隐薄雾中，银白色长发如瀑布般垂落腰间，几缕碎发随微风轻拂过瓷白的脸颊，在睫毛头下的阴影里漾开细碎的光。头顶一对柔软的猫耳，耳间泛着淡淡的粉，时而警觉地转动，时而慵懒地耷拉着，灵动又不失可爱。好美！盯着软软，雪兰口水都快流出来了。软软被雪兰的眼神看得鸡皮疙瘩掉了一地，下意识往后退了退。白毅的脸色更是阴沉的可怕，冷眼睨着痴汉一般的雪兰，狭长的狐眸中含着伏冰，周身已经漫上了一层浓浓杀气，差点没控制住上去掀了对方的天灵盖。眼看着自家弟弟眼珠子都快贴到软软身上了，雪峰无语至极，便是抬手在雪兰的脑壳上面敲了一拳。蠢兽，瞧瞧你那副吃样子，你忘了我们是来干嘛的了吗？他这弟弟光棍了几十年，一直都没找雌性结伴侣，雪峰还以为是他生来不喜欢雌性，没想到搁着等着他呢。本来拉他过来是为了撑场子，结果自己栽进去了。啊哟！雪兰被打得痛叫一声，捂着脑袋抗议：我知道啊，但是大哥你看那雌性好漂亮的，一看就不是坏的，你那么紧张干啥？倒是那只白狐看着确实挺碍眼的。雪兰有些委屈的憋着嘴，和雪峰两个人简直就是极致反差。你说什么？白毅抬手唤出狐火，做事就要招呼在雪兰脸上。他跟着软软这么久，还是第一次被别的雄性当面挑衅，这谁忍得了？眼看着白毅要失控，软软赶紧扯住他的衣袖，别冲动，白毅小心有诈，先拿到冰晶草再说。闻言，白毅这才堪堪作罢。正事要紧，他人。软软的目光始终盯在雪峰手中的冰晶草上，简直望眼欲穿。
不同于他和白毅采摘的，雪峰手中的冰晶草明显枝叶更加粗壮，而且即使离开了土壤，依旧散发着耀眼的银色光辉。软软抬了抬鼻子，甚至能够闻到其散发出的浓烈药香味。瞧你那没出息的样子，以后怎么带领雪豹族？本来就是嘛，我就是觉得她好美啊。眼看着两只雪豹还在争执不休，软软耐心耗尽，够了，一手浇草一手浇仔，我没有耐心陪你们在这耗。听到软软的声音，雪兰抬手就把雪峰手里的冰晶草给夺了过去。好嘞，我给你，我这就给你拿过来。啊！雪峰呆若木鸡，下一秒气得差点吐血。我 紧号，骂的能多脏有多脏。可雪兰不管不顾，迈着殷勤的步子已经到了软软跟前，视线却被白毅堵得严严实实。白毅伸手从软软怀里将那小崽子抓过来，塞进雪兰怀里，反手就将冰晶草夺了过去，整个动作一气呵成，同时厉声道：“赶紧给我滚！”软软顺势将冰晶草收进灵泉空间，顺手取出了一些止血草药扔给雪兰：“这些止血草药送给你们，我们走。东西拿到就走，免得夜长梦多。”雪兰还没反应过来，雪峰就一个箭步冲上前，赶紧将那小崽子抱在了怀里检查，看到自家孩儿没事，才狠狠松了一口气。呼，还顺手将止血草药夺了过来，一瞬间高兴的不行，这可是草药啊，无价之宝的草药啊，拿到海城得能换多少吃食啊！雪兰还不死心，脚步迫切的跟在了软软身后。美丽的灵猫雌性，我还有话跟你说。我，雪兰还没我出来，白毅就再也忍不了了，回头给他脸上炸了一团糊火，随即驮起来，软软快速消失在了雪豹们的视线里。可雪兰的头发都被白毅的虎火烧焦了，脸上也被烤得黢黑，狼狈的在风雪中独自飘零。这时候应该响起一个 BGM，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雪峰翻了个大大的白眼，一脚踢在了雪兰屁股上，赶紧回部落，还在这里傻站着干什么？人家有雄性，根本没看上你。雪峰的话无疑给了雪兰当头一棒，雪兰一屁股坐在了地上，开始撒泼。我不管，我就是喜欢他，我要去找他当他的雄性。我连他的名字还没问呢，该死的狐狸！你雪兰，你疯了你！来人，把二组长给我拖回部落！雪峰气得胡子乱飞，几只雪豹上前，七手八脚的将情场失意的雪兰给拖走了。雪兰抱头痛哭，心里却还是不甘心。美丽的雌性，你等着我，我一定会来找你的。白毅一路上跑得飞快，都快出残影了，他得快点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太可怕了，连极寒雪山上都有恶兽跟他抢雌主。软软趴在白毅背上，被吹得五官乱飞，心里的大石头也终于是落了落。眼下解药需要的东西都收集好了，时雨有救了。软软和白毅选择了来时的路线，冲进了荒漠地段，还没跑进去多远，便见到了前来接应的燕。雌主，燕一个俯冲落地，顺势蹲下身子，将两人接到了背上。燕，你怎么来了？鸟族都安顿好了吗？时雨现在情况怎么样？软软伏在燕背上，一口气问道。鸟族已经都到了兽族了。时雨我去看了一眼，雷森和灵楚守着他呢，情况还算稳定。我通过护心羽毛感知到你们进了荒漠地界，就赶紧过来接你们了。燕鼓动翅膀，划过上空，朝着星月森林方向飞去。燕的飞行速度可比他们两个四条腿跑得快多了。三人顺利赶在太阳落山之前到达了兽族。刚一落地，兽族的兽人们赶紧上前：“雌主您回来了，拜见雌主，都起来吧。”软软简单示意，就往石雨所在的洞穴跑。里面，雷森和灵楚都守在石床边，旁边还站着阿宽娘。见到软软回来，雷森和灵楚登时面色一喜：“软软，你回来了，这一趟还顺利吧？”“还好。”阿宽娘，石雨现在情况怎么样？第187章，没有绝对的人性可言。软软坐到石鱼身侧，伸手摸了摸石鱼苍白的脸。石鱼还在昏睡，皮肤触感冷得吓人，长长的睫毛若有若无地颤动着，好在呼吸均匀。回此主，石鱼大人情况还算稳定，毒素没有继续扩散。阿宽娘赶紧答道。软软狠狠松了一口气，他临走之前就封住了石鱼的经脉，这才阻止了毒素的蔓延。看来他回来的还算及时。软软迫不及待地从灵泉空间中取出了要用到的草药：草乌、仙鹤草、冰晶草、异化鸟蛋，东西齐了。只不过软软再次面露难色。怎么了，此主？雷森扶住软软的一侧肩膀，关切道：“我不知道解药的配比。”软软攥紧了拳头，眼中颓然可见。当初灵宝虽然解析出来了解药的所属成分，但是并没有出具详细配比。对于解毒类药剂来说，每样草药都要精确到克，否则影响解毒效果是小，万一成分不对，是可能引起严重内出血的。众人面面相觑，也都犯了难。若是软软都不知道的事情，他们就更不知道了。软软握着好不容易采集来的冰晶草，眼泪都在眼眶里打转。要是灵宝在就好了。就在所有人都一筹莫展之际，叮咚，灵泉系统已激活，系统对接成功。哇，终于恢复好了！我去宿主，你竟然采集到了冰晶草！哎，灵宝的声音响起的刹那，软软紧绷的神经猛然卸了下来，一屁股瘫坐在了石床边上。灵宝，你终于出现了！软软差点没忍住眼泪。谁懂灵宝声音响起来那一刻的救赎感？怎么了，我的宝贝宿主？你这是遇到什么难题了？灵宝柔声道：“快告诉我杜蛊虫解药的配比。石鱼中了杜蛊虫母虫的毒。”我知道。软软话还没说完，软软直接在他脑子里贴了一张解药配比出来，就好像事先准备好的一样。软软疑惑地拧了拧眉头：“你知道？你先给他配解药，我后面再给你解释。”
灵宝有些心虚的打哈哈。软软没有第一时间深究，现在最重要的是救石鱼，便是快速按照灵宝给的方子配药。兽夫们一脸懵逼，上一秒还一筹莫展的软软，怎么突然之间就好像开了窍似的？虽然想不通，但是也都着手过来帮忙了。软软一共配置了6颗药丸，按照灵宝的指示，先给石鱼服下了2颗。雷森将石鱼的脑袋抬了起来，灵楚拿着刚凉凉的热水给他顺了顺喉咙，接下来就等着解药发挥作用了。不出意外，他明天就能醒过来了。灵宝松了一口气似的道。白毅伸手给软软擦了擦头上的冷汗，软软的面上久违的露出了笑容。还好，一切都还来得及。是啊，幸好赶上了，差点就被绊住脚了，也是石鱼命大。白毅挥动着虎尾，仿若轻松似的靠在石壁上。绊住脚？你们在极寒雪山遇到什么事情了吗？灵楚坐在软软旁边好奇问道。当时软软目不转睛的看着石鱼，口中不紧不慢的将在极寒雪山发生的事情娓娓道来，不过特意省略了雪兰那一块。说起来，这冰晶草还是雪豹族的圣物，我当时急着给石鱼救命，而且并不知道这东西对雪豹族那么重要，后来知道了也没办法，用了些不入流的手段才弄到手的。软软无奈的耸了耸肩膀，没办法，在兽世这种波诡云谲的地方，不能太有素质，你越守底线，生存起来就越困难，在强者的眼中，欺负你就是欺负你，又怎么样？词主你别这么说，那你还不是救了那个叫莎莎的，也用了好些珍贵草药不是，算是扯平了，要是没有你，他死定了好吧？而且你走之前还给了那些雪豹好些止血草药，他们要冰晶草不也是为了换吃的，赚大了都。白毅安慰似的摸了摸软软的脑袋，那倒也是，单算我给莎莎用的草药，要是拿去海城售卖，都不知道能换多少水晶石和东西呢。软软撅了撅嘴，草药在兽世可是无价之宝，一株冰晶草就换莎莎母子3条命，是个人都能算明白吧？只是作为现代人，他的思想或多或少还被现代的道德底线约束着，这是在兽世没有绝对的人性可言。灵宝提醒道，所以你也算计了石鱼，对不对？软软话锋一转，语气平静无波，却带着10分的怨气。灵宝被惊的系统界面都抖了一下。软软早就猜到，要是没有灵宝的指挥，石鱼不可能知道该怎么解毒蛊虫母虫的毒。对不起宿主，可你当时要死了，你可是我的代表作，我实在也是没办法才坑了你的蛇夫。我让他用自己的血肉将毒蛊虫引出来，没想到他真的一点没带犹豫的就做了。灵宝现在回想起来，对石鱼还有点佩服。软软咬住嘴唇，低下头轻轻贴石鱼冰凉的额头。石鱼对他多次不顾性命，可他从不言说，那种爱意真的丝丝入心，让他怎能不动容？而且我为了指挥他救你强行实体化，差点就把能量耗尽了，你就原谅我吧。灵宝小声嘟囔着。软软暗暗一笑，谁说我怪你了？多谢你灵宝，要是没有你，我可能真就记了。不过你还会实体化？石鱼看见你是什么表情？是不是跟见了鬼一样？噗，真可惜你没看到他当时有多呆。我说我是兽神，他都跪下来求我呢，结果他心眼子太多，被他发现我是假扮的，差点被他用水针扎成河豚了。呜呜，灵宝贱兮兮的哭诉着。听到石鱼对灵宝下跪，软软心头登时一酸，你个坏东西，就知道你没那么老实。嘻嘻，好在结果是好的了，我就知道他不会那么容易死的，毕竟是男主之一嘛。软软堪堪回头，在洞穴里面环视了一圈，雷森、灵楚、白毅都在，唯独不见燕的踪影。哎，燕呢？第188章，吃过糖的孩子。哦，他去外面看着他那个极品老爹去了。灵楚面露嫌弃的呲了呲牙。极品老爹？软软嘴角一抽，没想到鸟王刚来第一天就被灵楚贴上标签了。搬过来一堆破烂不说，还在兽族里面耀武扬威的，差点就被兽族其他兽人给揍了。老巫医那么好脾气的，都开口骂人了。灵楚说的有鼻子有眼的。软软一愣一愣，发生什么了？是这样，洞内灵楚在还在跟软软一件一件吐槽，而外面的老巫医已经快疯了。喂，你这巫医到底行不行啊？这草药确定是这么弄的吗？你是巫医吗？怎么感觉不靠谱啊？我跟你说，我们可不是白让你看病的，我们带了东西的，你可不能害我们鸟族啊！鸟王一直围在老巫医旁边，喋喋不休各种质疑。老巫医一手攥着草药，一手攥拳，真恨不得直接给他来一电炮。真是钱难挣，屎难吃。要不是他在兽族养的油光水滑，还收获了阿宽娘这个老伴，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他死也不接鸟族这个火。被这个鸟王烦都烦死了，厌气的吹胡子瞪眼，伸手就把鸟王扯到了一边。阿父，你没事吧？你巫医在给族人诊治，你在这里捣什么乱呢你？我这不是怕他给族人们乱看吗？你看那巫医红光满面的样子，哪有巫医那种感觉啊？而且巫医竟然能留在一个族群里面，这说出去谁信啊？鸟王一脸认真的吐槽。你咽气急，差点一口气没上来。这巫医算什么？他的词主可比这巫医还神呢。反正我是觉得这兽族太可怕了，好的有点过分了，感觉不像真的。他们不会是要把我们骗过来？然后鸟王还在揣测着，他过惯了苦日子，刚来兽族的时候，差点以为自己非睡着了在做梦。满地的猪牛羊，各种吃食，新鲜的蔬菜瓜果，见都没见过的锅碗瓢盆。蓝图一直以为没有族群比猿猴族更富硕了，却没想到和兽族比起来，那猿猴族简直和要饭的没什么区别，而鸟族呢，连要饭的都不如。这一切都让他自卑到了极致，更是不相信兽族会接纳弱小又贫瘠的他们，所以一直在强撑着面子刷存在感，
更是说什么都不带鸟兽们进部落歇脚，而是全都停在兽族对面的林子里面，和兽族保持一定距离。燕合上眸子，已经彻底失去了耐心。骗你？你有什么可骗的？破烂的鸟窝！哎，阿父，我最后跟你说一遍，如果你再不安分，你就自己回绝境荒漠去。族人们需要治疗，需要更好的生活。鸟王怔了一下，眼神中瞬间露出些许委屈。燕，阿父老了，我老了也要接受新事物。现在你亲眼看到了，兽族要胜过兽氏的所有族群，也是鸟族最好的归宿。燕耐下性子继续劝说道。旁边被老巫医包扎好了的鸟兽也都鼓起勇气凑上前来。鸟王大人，我的翅膀已经不疼了，巫医的草药真的很有用的。是啊，鸟王大人，兽族的人还给了我们好多熟肉吃，特别香，比骨头好吃多了。一只瘦瘦小小的鸟兽捧着香喷喷的烤肉，一脸幸福。因为没有吃的，他们只能吞吃意外死亡的兽留下的骨头，那味道又噎又硬。鸟王大人，我们真的不能留在兽族吗？他们对我们都很友善。是啊是啊，软软的目的十分轻易的就达成了。从看到兽族的第一眼，到吃到第一口烤肉，再到被包扎好伤痛，所有鸟兽的心已经完完全全倾向了兽族。吃过糖的孩子才知道糖到底有多甜。鸟王背在身后的手紧紧攥着，心头的那一点点倔强层层瓦解，终于还是松了口。罢了，我是老了，很多事情没有你看得明白。走吧，我跟你去见兽族祠主，商量一下族群合并的事情。他只是不愿意接受，不甘心自己努力了大半生，没有给鸟族带来一天好日子，到头来还是要靠别人。可不接受也只能接受了。燕登时咧嘴一笑，谢谢你阿父。闻言，鸟兽们面露喜色，一个个都兴奋张开翅膀上下飞舞。山洞里面，灵楚嘴唇都说干了才吐槽完。白毅听得烦躁，两只耳朵都扣在脑袋顶上。雷森则是一脸无奈，所以这个鸟王脑子就是有问题，实在不行就把鸟族当平了算了。灵楚愤愤攥拳，别冲动灵楚，再怎么说鸟王也是燕的父亲。雷森拍了拍灵楚的肩膀，灵楚才不管那么多，那就让燕揍服他老爹。好了好了，再给燕一点时间，我相信他能说服鸟王的。软软摆了摆手，毕竟鸟族的制空权对未来对抗猿猴族有大作用。几人这番话被刚进洞穴的燕和鸟王听了个正着。燕脑子一震，真让儿子打老子，他实在是做不出来啊。鸟王后背汗毛倒立，妈耶！幸好我求和的早，再过一会儿那暴脾气岩虎不得直接冲出来把他撕了。嗨嗨，鸟王有意无意的咳嗽了一声。众人转头便见燕和鸟王直勾勾的站在洞门口。燕、鸟王，你们这是？软软起身，有些尴尬的扯了扯兽皮衣服，背后说人坏话被抓包，肿么破？燕暗暗推了鸟王一把，示意他赶紧说话。鸟王有些紧张的咽了咽口水，努力组织语言。我兽族祠主，我想让鸟族加入兽族，请您同意。此话一出，洞内安静了几秒，所有人都没有料到般愣在了原地。不是这么突然吗？灵宝晶眼看软软没啥反应，鸟王更慌了。难道我同意晚了，兽氏祠主不愿意了？不行，豁出去了。鸟王郑重上前一步，扑通一声跪在了软软面前，求兽族祠主同意鸟族加入。您提出什么要求，我都答应。第189章最幸福的时刻。旁边的燕见此情景，也紧接着跪了下去，求祠主同意。软软回神，连忙将鸟王和燕扶了起来。你们不必如此，我只是觉得有些突然，没反应过来而已。快起来吧。鸟王下意识看了燕一眼，起身的同时向软软作揖。兽族祠主，本王，哦不，我之前是因为没有想通，所以对您的邀请一直没有正视。来了兽族后，我族鸟兽得到了巫医的治疗，还终于吃饱了饭，我真的十分感谢您。说起来，我真的有愧，带领了鸟族几十年，却让他们不如在兽族一天过得好。所以，我希望您能够同意鸟族加入兽族，让我们为兽族的发展做出贡献。我鸟族愿意付出所有，静听祠主调遣。说到这里，鸟王狠狠抹了一把苦涩的老泪，作势又要往下跪。哎，我答应就是，您不必多礼了。软软眼疾手快，赶紧扶住蓝图。蓝图的年纪算起来都能当他爷爷，被跪了是真的会折寿啊。一旁的兽夫们静静地看着蓝图。雷森不动声色地靠在石壁上，其实他对于鸟族加入并没有什么感觉，主要还是因为鸟族在他眼里太弱了。不过软软说过，鸟族日后有大作用，他也就没有什么意见了。白衣漫不经心地晃动着虎尾，好看的眸子时刻捕捉着鸟王的动作。灵楚吃了吃鼻子，鸟族这种白给他都会觉得浪费粮食，而且这个鸟王是这么多，日后肯定很难相处。你有如此诚意，我怎会不答应？先前我去往鸟族，也是看到鸟族近况，才有让你们加入的想法。这主要也是因为燕，我和燕是一家人，自然也想和你们成为一家人。软软温温一笑，那模样莞尔可人。听到软软想把他们当一家人，鸟王感动的跟什么一样，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兽族祠主，是我之前心眼太小了，没想到您这么善良。为了表达我族的诚意，我将我珍藏多年的兽王内丹送给您。软软嘴角一抽，怪不得燕是个小哭包，原来是遗传了鸟王这说哭就哭的基因。鸟王大手一挥，从兽皮衣服里面掏出来了团破布，里3层外3层的扒，终于扒出来一颗蓝光闪闪的内丹，塞到了软软手里。兽夫们这下来了精神，一个箭步上前来看。只见那内丹周身闪烁着冰蓝色的荧光，有鸽子蛋那么大，上面附着了一层流沙般的灵力波动，神秘又美丽。时隔这么久，除了黑桑那颗半成品内丹，软软还是第一次见到如此成色的。虽然5阶异能兽人死后都会产出内丹，但是内丹的大小
种类和质量却大同小异，完全取决于兽人生前的修炼程度。嚯，这可是真正的兽王内丹啊！这么大一颗，比那条黑脊蛇的肾虚丹不知道强了多少倍呢！而且至少出自5阶巅峰兽人，极致冰属性增益那可是无法言说的。这颗内丹是我的老友前任雪豹族长雪圣临死前送给我的，拥有极致的冰属性。我珍藏了10几年了，只是冰属性内丹性质特殊，我和燕都吸收不了，所以才留到现在的。鸟王微微叹了口气，否则就如此高质的内丹，燕只要吸收了，轻而易举就能冲破到5阶。白毅眉头一抬，这鸟王和前任雪豹族长竟然认识，能将如此宝贵的内丹送给他，而不留给那雪豹2兄弟，想必都是过命的交情了。特殊？软软歪了歪头，没错，冰属性的内丹和很多元素都不兼容，比如火属性和土属性。宿主你本来是可以吸收它的，只不过你体内已经融合了火晶，从根本来说也拥有火属性，所以同样无法吸收此内丹。灵宝解释道，真是可惜，这样的成色我吸收了，说不定可以突破到5阶呢。软软微微叹了口气，宿主你想多了，突破到5阶哪有那么容易的。灵宝毫不客气地给软软泼了一盆凉水。好吧，那这内丹还有什么属性的兽人适用啊？软软不死心地问道。东西都已经送到他跟前来了，既然他自己无福消受，造福一下其他兽夫也是好的。金属性、水属性都可以的，最好还是水属性。软软脑中恍然灵光一闪，目光便落在了石鱼身上。5个兽夫当中，也就只有石鱼是水属性了。鸟王真是客气了，既然您那么有诚意，我就收下了。现在部落还在建设中，稍后我会在部落里面建造适宜鸟族居住的幻巢。软软回神，收起内丹的同时客套了一下。看到软软将东西收下，鸟王这才松了一口气。幸好这兽族雌主没嫌弃，反正这内丹我们也用不上，送给他讨好一下，希望也能给燕讨到一份欢心吧。毕竟放眼望去，除了那条躺尸的蛇，也只有我家燕没有伴侣印记了。哎，燕在一旁笑得灿烂。他其实并不在乎第几个和软软交配，只要能够一直留在软软身边，他就很满足了。他曾不止一次幻想过鸟族可以脱离绝境荒漠，过上好日子。现如今，自己最亲的人和最爱的人齐聚一堂，真是他这辈子最幸福的时刻了。外面天色不早了，燕，你先带鸟王寻个洞穴歇息吧。明天我们再着重商议一下筹建新部落的事宜。软软松了一口气，只是此去蛇林，他还没有来得及采集粘土。好在那条最具危险性的眼镜王蛇已经祭了，就算他再去蛇林，也不会有什么阻碍了。好，此主你也累了好几天了，也要早点休息哦。燕上前贴了贴软软的脸蛋，拉着自己老爹兴冲冲的跑了。软软，你去休息吧，石鱼这边我看着就行。雷森抬手拉住软软，吻了吻他的手背。没关系，石鱼还没醒过来，我也睡不踏实，陪陪他也好。对了，这兽王内丹，软软将那内丹重新拿了出来。虽然石鱼和这内丹最为匹配，但是雷森同样可以吸收，他不能不问一下雷森的意见。第190章，将他们赶尽杀绝。雷森的心思最为细腻，他一下子就猜到了软软的顾虑，便是率先开口道：这兽王内丹只能被金属性和水属性的兽人吸收，我现在灵力稳定，又处于5阶巅峰，就算用了也没什么明显增益。石鱼现在灵力空荡比较虚弱，而且又和这内丹最为相配，给他用最好了。软软反手握住雷森，心里暖暖的，谢谢你雷森，我还想问问你的意见呢，没想到你主动让出来了。这种属性的内丹，任何兽看了都会眼红。虽然对于已经是5阶巅峰异能兽人的雷森来说，这内丹已经发挥不了什么太大作用，可有总比没有好。我在你身上得到的已经够多，不会和其他人争一时之缺。况且石鱼救了你的命，他和我一样有资格守在你身边。雷森将软软拥入怀中，宠溺地揉了揉他的肩膀。忽而话锋一转，低声道：只要你过几日好好宠幸我一番，我就满足了。软软的脸蛋刷一下就红了。啧，这就是爹系受夫的觉悟吗？哦，我也悟了。去，别破坏气氛。软软吃了吃鼻子，可嘴上虽然吐槽，几天没和灵宝斗嘴，他也真是不习惯。在这陌生的世界里，有这么个贱兮兮的系统陪在身边，何尝不是一种救赎呢？好了，这几天你们也劳累了，特别是白夜，跟我跑了好几天，你们都快去休息吧，我在这里陪一会儿石鱼。软软挨个亲了亲兽夫们，将他们送出了洞穴。那好吧，你也别太劳累了。白毅搓了一把软软绵绵的猫耳朵，俯身勾起软软的下巴，在他唇边撕磨了一会儿。我知道你现在没心思欢好，等石鱼好了，我来你洞里。被白毅长长的银发拂过面颊，软软再次被对方的盛世美颜吊成了翘嘴。白毅是真的好看啊，可还没等他欣赏够，就被一旁的灵楚给搂了过去。此主，你都好多天没搂我睡觉了，我想你吗？灵楚不死心的在软软怀里拱着撒娇。他早就想和软软交配了，奈何一直没有机会。乖，眼下是忙，过几天我一定好好宠爱你。软软凑到灵楚耳边轻声哄道。嘻嘻，好。灵楚脸上红彤彤的，心满意足的回自己洞里了。哦哟，宿主你这生活排得可真满啊。灵宝打趣道。嘻嘻，没办法，花花世界迷人眼，放过任何一个我都不舍得。软软耸肩，看来老公多也是一种烦恼啊。再次回到洞里，软软将兽王内丹盛在了手心，注入灵力激活的同时，将石鱼笼罩在了灵光之下。速，内丹上淡蓝色的光线仿佛有生命一般扭曲着，在石鱼身上找准位置尽数投入。石鱼的面庞被照得发亮，睫毛也不自主地颤动着。
由于解药发挥作用，再加上有内丹的疗愈，石鱼的脸色已经有了润色，嘴唇也恢复了粉嫩。软软松了口气，将内丹悬于石鱼胸口，继续供他吸收，便也累得坚持不住，伏在石鱼的手臂上睡了过去。安静的洞穴内，只余阵阵淡蓝色的光辉还在经久不息。没有人注意到，石鱼的蛇尾已变得若隐若现。此时，绝境荒漠深处，猎狗的嚎叫声一阵盖过一阵，大量的尘土在绝境荒漠上飞扬。仔细望去，竟然是数以百计的猎狗群正在奔袭。玛娜被雄性猎狗们簇拥着，眼神中满是狠厉。女王，鸟族的鸟兽们都不见了！一只猎狗急匆匆地过来，匍匐在了玛娜脚下。不必慌张，定是迁徙到其他位置去了。这是那胆小的鸟王惯有的动作。玛娜不屑地吃了吃鼻子，举手投足间尽显高傲。每次遭受猎狗族进攻，鸟族都会换一个栖息地。不过这次，就算他们跑到天涯海角，他都要将他们赶尽杀绝。不是的，女王，我们找遍了绝境荒漠的各个角落，一只鸟兽都没有看到。那猎狗急忙解释。玛娜瞳孔一缩，什么？除了绝境荒漠，他们还能去哪里？不清楚，不过我们发现了一些鸟族粪便，方向是往星月森林去了。那猎狗抬了抬鼻子，小心翼翼地观察着玛娜的表情。女王大人，鸟族定是怕我们报复，跑到星月森林暂避了。不过星月森林盘踞着各大族群，过不了多久就会将他们驱逐出来的。一只5阶猎狗低声道。玛娜缓缓握紧了拳头。好啊，竟敢进入星月森林！传令下去，到猿猴族。是。惨白的月光下，燕和鸟王还没有睡，并排坐在枝头谈心。燕，你得加把劲，好好对你雌主才行。你看那金狮和白狐都和你雌主交配了，连那个1根筋的岩虎都成功了，你怎么也不着急？鸟王推搡了燕一下。要知道，得不到雌性的宠爱，灵力低下是小，在族人眼中地位也一定会不如别人。我知道阿父。燕搓了搓手指，他也想，只是一直没有找到机会。我说你有时候就得主动一点，雌性嘛，经不住是好的。鸟王挤眉弄眼的传授经验。哎呀，阿父你乱说什么呢？雌主和别人不一样，而且我尊重雌主，在雌主愿意主动接受我之前，我肯定不会冒犯他的。燕凛然道。他知道软软是其他世界的，那个世界讲究你情我愿，所以他再怎么也不会放肆。哎，我这不是着急吗？而且也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才能突破5阶，我好把鸟族交给你。鸟王惆怅的低下头。雄性不到达5阶是没有资格成为兽王的。燕暗暗握紧了拳头。我会好好努力的，阿父。你这不是努力就能成，还得需要一个契机。等吧，你老父还能坚持住，只是不知道有生之年能不能看到你的孩儿。鸟王叹了叹，眼神里都是希冀。枫叶，我们的孩儿很好，你放心吧。清晨的阳光洒落洞内，软软悠悠转醒，却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天呐！第191章，一会儿让你好好看。只见原本好好躺在石床上的石鱼，不知道什么时候竟然被一团羊膜般的蓝色东西包裹住了。软软惊得一咕噜的爬起身，下意识伸手触碰那层薄膜，指尖传来的却是奇异冰凉的触感。那薄膜十分模糊，看不清里面是个什么情况。薄膜表面附着着一层流沙般的荧光，似呼吸一般上下浮动。软软竖起来耳朵靠近，还能够清楚地听到石鱼均匀的呼吸声。灵宝，这什么情况啊？软软懵了。丝这东西的材质构成好像是灵气，里面的生命气息很浓厚，说明石鱼还好端端的。只不过它怎么会爆发出这么浓烈的灵气啊？就算吸收了那颗兽王内丹，也不至于能把它整个人都给包起来吧？灵宝也有些蒙圈。石鱼，软软轻声唤道。可尾音还没落下，那薄膜猛然鼓动起来，仿佛要被撕裂。下一秒，嗡！一道青蓝色的光柱冲天而起，巨大的灵力威能竟然将整个洞穴上方喷出一个大窟窿，大地震颤，洞穴内部碎石飞落，尘烟四起。软软下意识抬手截起来藤蔓去挡，却被一双大手搂住后腰，直接扯离了山洞。是雷森。雷森一手护住软软，另其一手凝结金盾，抵挡冲击而来的灵力威压。被那波动撞击到的一瞬，雷森手臂发麻，不由得吃了一惊。好强的威能，竟然完全不输于他。而原本还在旁边洞穴里面张嘴嘴巴睡觉的灵楚，吃了一嘴的灰，捂着脑袋狼狈地跑了出来。啥玩意啊，这么大动静！刚带捕猎队回来的燕和白翼远远地看到了冲天而起的光柱，对视一眼后急速往回赶。只见那冲天的青蓝色光柱持续了足足3分钟，随着一道白光炸开，一条似龙非龙、似蛇非蛇的庞然大物攀天而起，对着九霄发出一声嘶吼。操！宿主，你家大蛇石鱼竟然成功化蛟了！灵宝亚麻呆住了，甚至爆了国粹。我勒个去！软软更是傻眼了。化为蛟龙的石鱼盘旋在半空中，青蓝色的鳞片如融化的钴矿，在灼灼阳光下依旧泛出金属的冷光。身躯蜿蜒如一道凝固的浪，每一片鳞甲边缘都镀着银辉，仿佛将整片夜空碾碎后嵌进了肌里。爪尖凝结的冰晶折射出星芒，脊背起伏时鳞片簌簌摩擦，发出海潮拍打礁岩般的细响。周围的空气则随着石鱼的动作瞬间降到了冰点。上一秒还艳阳高照的空中竟然开始散落雪花，在场的兽人们全都不由得打了一个哆嗦，立刻抱团取暖。怎么突然这么冷啊？极致的冰属性异能，他的异能竟然随着进化转换了。雷森瞳孔微颤，口中不可思议的呢喃：太牛 X 了！没想到杜古虫母虫的毒意外淬炼了石鱼的经脉，让他的血脉之力提前觉醒，加之吸收了与他相辅相成的冰属性兽王内丹，让石鱼恢复阶级灵力的同时，还突破血脉禁制，成功化蛟。灵宝及时补充解释：
不过变个身，动静也整得忒大了，差点把自己老婆给炸飞了。仇人！灵宝没忍住吐槽。软软倒是还算镇定，内心都是雀跃欣慰。遭此劫难，石鱼还真是因祸得福了。恢复神智的石鱼在上空游动了一下身子，似乎还不太适应自己的新变化。可在看到软软的一瞬，却迫不及待地从空中俯冲了下来，变回人形的同时，一把抱住了软软。软软！雷森怀里一空，软软双腿旋起，被对方抱着，狠狠转了几个圈。软软这时才惊异地发现，石鱼的外貌仿佛有所变化。他原本青绿色的长发更加富有光泽，发梢自下而上附上了一层水蓝色，整体发色成了青蓝渐变，面容轮廓更加精致，线条流畅，眉眼之间更是多了几分深邃，瞳孔不再是那样冷酷可怖的蛇眸，而是变成了冰蓝色的瞳仁，单纯微泯，诱人至极。最令人惊讶的是，石鱼的下身竟然退化出了人腿，彻底人形化的石鱼身高接近2米，上下比例极佳，腿型匀称，肤色白得发光，上面似有似无的还有一些青蓝色的鳞片痕迹，简直撩爆了。腰间那块遮羞的兽皮明显有些捉襟见肘，软软抻着脖子努力看去，还是若隐若现的看到了自己想看的东西，就一个字：嚯！注意到软软那色眯眯的目光，石鱼眼底漫上一层釉色，伸手捏住软软的下巴一抬，让其与自己对视。急什么？一会儿让你好好看。软软浑身一僵，只觉得一股热气直冲头顶，脸红成了猴屁股。完了，清纯小白花人设崩塌了！呜呜呜！清纯小白花，宿主，你别侮辱真人设行吗？灵宝依旧犯贱。软软没有理会灵宝的嘲讽，疑惑的咬起来嘴唇。石鱼，你的蛇尾不是交配后才能退化吗？怎么现在就……那是作为森然的我，现在我成功化交，将不受此限制。不过你若是喜欢，我还是可以变的。石鱼扣住了软软的纤腰，痴迷的眼神对他紧紧跟随。终于有充分的能力保护他，也能和他全身上下的肌肤相贴了。哎呀，行了，石鱼你还要抱着此主多久啊？弄得这么大动静，把洞穴都炸了那么大个洞，你咋不上天呢你？灵楚吐了吐嘴里的残留的沙子，一脸幽怨。变得这么帅，一定准备好要勾引此主了。讨厌！石鱼睨了灵楚一眼，我现在就是能上天。我灵楚一时语塞，白毅在一旁耸了耸肩，阴阳怪气，又能上天你了不起哦，实际内心酸的不行。可恶，样貌竟然和我有一拼了，而且出场这么高调，此主都不看我了。呜呜呜！一旁的燕表情落寞了一下。石鱼也恢复了实力，还化了娇，人人都比我强，都能保护此主，究竟什么时候我才能像他们一样骄傲地站在此主面前，告诉他我可以保护他呢？第192章，动辄一击毙命。哎呀，真是不错啊！恭喜石鱼大人进阶化交，您可是我见过的第一个成功觉醒血脉的5阶异能兽人啊！鸟王也过来凑热闹，一通彩虹屁吹得震天响。旁边的兽人们也很是高兴，赶紧对着石鱼作揖恭贺：恭喜石鱼大人，恭喜石鱼大人！虽然很多5阶异能兽人都有机会觉醒血脉之力进化形态，可真正能够达成的却少之又少。石鱼这一蜕变，无疑是成为了兽族最顶尖的战力，为今后兽族的强大奠定了基础。也多谢鸟王的冰属性内丹相助。石鱼点头致礼：哈，小事，这是应该的啦。到底也比不过此主救您性命。鸟王大手一挥，心底实则沾沾自喜。这下石鱼欠了他人情，以后他们鸟族有什么怠慢的地方，软软也能看在这件事上包容一下了。闻言，石鱼抚了抚软软的小脸，环着软软的手臂又紧了紧，眼中的情愫无可言说。此主，谢谢你，虽然我在昏迷，但是依旧听得见。你为我做的一切我都知道，从今往后，你尽管向前走，我会永远守护在你身后。你我之间不要说谢，你对我的好，是我谢也谢不完的。软软搂过石鱼的脖子，与他额头相贴。石鱼对他的不顾一切，更是他一生都偿还不尽的，唯有此生好好待他，才堪匹配。欢心过后，好了，石鱼，你先别黏着软软了，正好你醒了，我看你恢复的也相当不错。我们今日要修缮部落，你干的好事跑不了的。雷森上前一步，搂过软软的同时，指着坍塌的洞穴挑了挑眉。雷森心里也十分清楚，现在的石鱼综合实力恐怕已经比他还要强了。如此，攻下猿猴族已经是手到擒来，只等兽族彻底安定下来，就可以筹备软软的宏图霸业。石鱼回头看了一眼那残垣断壁，将叹气。刚醒就让我干活，你们还有没有心？噗哈哈哈！你活该，让你装！林楚站在原地摇头晃脑的挑衅。石鱼翻了他一个白眼，重新将软软搂了过来。我已经完全好了，线下要做什么你尽管说。他只听软软的。现在兽族已经没有什么大顾虑了，我们目前要着重发展部落，这几天就囤积粮食，建造城墙和住所。大家住着这露天族群已经太久了，我们先建房屋，洞穴也就用不上了。软软抻了抻腰，心里细细盘算起来。虽然现在星月森林表面上只有猿猴族一个威胁，但是猿猴族数量很多，与现在的兽族旗鼓相当，体型上与现代猿人相似，手脚灵活，还占据着爬树优势，智慧也相比于其他族群更高。灵猫族一口气灭掉狐族、狼族2大族群，动静太大，早已被对方注意到。软软期间派了很多兽人秘密监视猿猴族，发现他们和森林中其他小型族群，如云豹族、猞猁族，还有森林恶族都有来往，而且也在到处寻找灵猫族踪迹。如若他们联合起来，也是不小的危险。而兽族的兽人除了灵猫，普遍不是很擅长爬树，岩虎族爬树技能也不差，但是毕竟数量太少，无法形成压制。不过现如今有了鸟族加入，掌握了制空权，软软想着把他们加以武装，就可以发挥大作用。
这也是软软迫切想让鸟族加入的真正原因。好在现在猿猴族还没有发现兽族搬迁的地点，如此软软有充分的准备时间。他已经想好，要么就蛰伏不动，动则一击毙命，绝不给对方喘息的机会。房屋？那是啥？林楚歪了歪头，旁边的兽人们也是听得云里雾里。这样吧，所有兽王跟我进洞里商议，然后再逐层带人行动。软软招了招手，另寻了一处山洞，率先走了过去。鸟王在原地踌躇了一下，要不要去？鸟王，你也一起来啊？软软回头，再怎么说，鸟王现在依旧是鸟族的兽王，理应叫上他的。好，来嘞！洞内，兽夫们挨着软软在长桌子前坐下，熊傲天和鸟王则十分守规矩的坐在软软对面。软软整理了一下思绪，开口道：现在兽族有灵猫族、狐族、熊族、岩虎族和鸟族，除了鸟族是新加入的，其他族群兽人已经基本磨合。首先，我们要建造聚集性房屋。岩虎族地盘够大，房屋就以分布错落建设。我将岩虎族分成4大部分，5大族群的住所聚集地，以及集体厨房、食物牲畜储备地点，还有农田。众人点头，等着软软继续解释。软软掏出了一根木炭充当画笔，将桌面当作岩虎族地盘开始规划。第一，这一大圈地盘将来用作建造各大族群的住所，成圆圈式，中间就是10几个厨房，还有桌子，供应部落里面的人进食。当然，这种集体进食不是每天，大部分时候兽人们领到分配的猎物后，可以自己回家按照喜好烹饪，偶尔的集体吃饭是为了增进族人感情。明白。第二，在整个部落前方，也就是湖水方向，为日后开垦的农田，这个等到天气彻底回温，我会着重去讲。第三，整个部落的正后方，靠近山体一侧，用来挖掘储备粮食的地窖，建造饲养牲畜的畜牧圈。第五，在整个部落的前方，最后建造城墙，城墙两边和弧形山体衔接，将整个部落保护在里面。我会教大家制作各种防御武器，如此，就算像猿猴族这样擅长攀爬的兽人来攻，我们也能轻松应对。语毕，软软已经在桌子上画好了草图，大家可明白了我的大概意思？明白。众人点头。兽人们虽然生活原始，但是和软软长久接触下来，很多东西也都能够理解个大概了。好，接下来就说到房屋。软软力在人前高谈阔论，神态自若，轻松把控全场。整个谈话持续到了深夜。大体就是这样，大家理解了吗？第193章，我等你好久了。理解了。众人互相对视点头。软软将所有想法细节都和盘托出，兽王们在长知识的同时也不禁震撼。他们的词主如此富有智慧，简直如同神明引路。送走了熊傲天和鸟王，软软略显疲惫地揉了揉太阳穴。他算是体会到那些古代帝王上朝时候的冰山一角了。熬人是熬人，有成就感也是真的有成就感。路漫漫其修远兮呀，宿主加油熬。那必然。软软歇了一口气，转头对着兽夫们道：你们也都辛苦了，赶紧回去休息吧。可话音落下，众兽夫没有一个动弹的，全都在直勾勾地盯着软软。软软被那几双眼睛看得有些发怔。怎么了？司主，你不是说过几天要？直性子的林楚率先开口了，他想和软软交配了，想得不得了。过几天怎么？白毅一手撑着下巴，勾着眼尾，略带挑衅地看着林楚。他倒要看看林楚这家伙会不会直接说出来这么羞人的事情。司主，我都好几天没有见到你了，今晚就让我陪你睡吧，好不好？燕一个箭步过来，贴到了软软手臂上，使劲蹭着，活脱脱一只小鸟狗。司主在外奔波了好几天，我都没有好好陪陪宿主，所以今晚雷森也沉不住气开口了。距离上次他们两个交配已经过去好久了，他实在想软软想的不行。浓烈的雄性荷尔蒙味道在整个洞穴里面盘绕，且愈来愈盛。兽夫们的眼神看向软软，无不带着层层情愫欲火。软软嘴角抽搐，真心发问：自己有5个老公，然后都发情了怎么办？凉拌，黄瓜炒鸡蛋，干，够了。平日里你们缠着软软最多，今晚我留下，你们只许一点给我出去。一直沉默的石鱼豁然起身，他2次碰上软软的红漆已经够倒霉了，这次好不容易大难不死还化了形态，再不能和软软好好亲近，他真快疯了。众人被石鱼突如其来的动作唬了一下。林楚不服开口：你凶什么凶啊？此主又不是你一个人的。就是，燕附和。石鱼，你中毒刚减，也不必这么急吧。白毅漫不经心的开口。一时之间，兽夫们的眼神剑拔弩张，谁都不让着谁。深陷修罗场的软软无奈扶额：好了，都别争了，今晚我也累了，谁都不宠幸，出去。兽夫们一下子哑火了，个个委屈的不行，一手扒拉一手的出了洞穴。啧，看来艳福太深也是一种烦恼啊。灵宝感叹：我不喜欢他们为了交配这种争来争去，那当子是顺其自然就好。软软瘫倒在石床上，闭目假寐。他软软不是任何人的所有物，至于宠不宠幸，就是凭他的心情，气氛到了一切都好说。一夜无事，软软天蒙蒙亮就起床了，他准备洗个澡。岩虎族的后山上也有一处温泉，面积比灵猫族大了很多，同样也是从星月森林北方的一处连绵火山山脉流下来的。那片火山山脉横插在绝境荒漠和星月森林中间，森林一面是死火山，荒漠一面炙热难耐，顺理成章的造就了2个完全不同的境地。绝境荒漠不只有鸟族那样的风沙环境，更多的是炎热的旱雨季交叠的荒漠大草原，那里就是金狮们的盘踞地，也是雷森的家乡。软软下意识望了望雷森所在的洞穴，这么久过去，其他兽夫们的身世一类他已经完全了解，只有雷森
它的来历至今是个谜。呼，软软回神，拿了几根皂角和干净的兽皮浴巾到了温泉，在萦绕的雾气中开始宽衣解带。随着那白皙的身子引入水汽中间，软软抬脚踏入泉水，慢慢坐了下去，享受着久违的惬意。哗啦，一阵细微的水声从前方传来，软软的猫耳敏锐地竖了起来，发现声音传来的方向是泉水正中的巨石。那巨石表面十分光滑平整，天然程序仿若温床，衬得周围的水汽像床幔一般。谁在那里？软软出声道。他来的时候，族里的兽人都还在睡着，应当不会有人才对。可还没等软软反应，水下恍然泛起来一阵波纹，紧接着软软腰上一紧，便被一条粗壮的青蓝色蛇状尾巴缠住，从水中拖了起来。啊！软软下意识叫了一声，却并没有反抗，因为他认得那尾巴。嘘！还没等软软出声，便被石鱼从身后紧紧抱住，一根修长的手指顺势抵在了他唇边。两人身前身后紧紧相贴，稳稳落在了那块巨石上面。软软的后腰被抵住，一瞬间羞得面红耳赤。经过温泉水的日夜烘托，整块巨石泛着恰到好处的温度，那舒适的感觉催生的人心里愈发难耐。石鱼好看的手扶住软软的肩膀，顺着他的手臂下滑，指尖还有意无意的摩挲着，那动作缓慢而轻柔，却挠得软软心间微颤。直至握住软软的手腕，石鱼将头枕在了软软的肩上，唤了一声软软。软软应了一声，被石鱼触碰过的肌肤不受控制的灼热起来。我等你好久了，石鱼低吟着，捡起软软的手吻过他的手背，顺势含住他的指尖轻咬。他夜里燥热难耐，根本睡不着，脑海中只要一闪过软软的面庞，就控制不住身子，所以来到温泉冷静，却不曾想兜兜转转，还是让他拥他入怀。酥麻的感觉从指尖传来，软软咬住嘴唇，浑身一紧，石鱼整个身子都晃动了一下，没有犹豫，石鱼反手捏住软软的下颚，与他侧颜相吻，那吻灼热剧烈，引得周围水汽全部向四周炸开，水流顺着巨石上的坡度落入清泉，化作乳白的泼墨四散而溢。天已大亮，软软的小脸泛着桃红，已经累得昏睡过去。石鱼将人打横抱起回了山洞，拉过一张被子替软软盖好，吻过他的额角，方才离开。软软惺忪转醒，刚想起身，却被腰上传来的酸痛击了一下。我去，第194章，是时候了。软软倒吸一口冷气，咬紧牙关，赶紧用灵泉疗养了一下。他知道蛇很猛，但是不知道会这么猛，简直差点给他弄散架了。好家伙，竟然需要灵泉疗愈，咱就是说，你这蛇夫真的牛 X 灵宝精。这次我不反驳你，我真的服了。软软瘫软了一下身子，揉着小腹，眼神空洞。噗哈哈哈哈！你别光顾着笑，灵宝，咱就是说，你是不是很久都没有给我报装备了？上2次我和灵主还有白衣交配的时候都在装死，这次就软软饶有意味的搓了搓指头。哎呦，你这个没良心的宿主，你忘了，本灵宝上次可是用了我的所有积分给你升级了灵泉的群体治愈能力，积分都清空了，哪里还有给你兑换奖励的了？灵宝愤愤的在灵泉空间里面上蹿下跳。嘻嘻，但是都过去这么久了，你不是说积分来源于宿主成就吗？肯定也攒了不少了吧？软软眉眼弯弯，贱兮兮的戳了戳太阳穴。这嘿嘿，猴精的小软软，那好吧，我今天就给你报个实物奖励，移动空间储存戒指，拥有者将灵力注入后，可以往里面储存活物以外的所有东西，内设空间200平方米。另外，再把你的灵泉空间种植面积升级到1500平方米吧。灵宝大手一挥，一枚精致的银白色戒指便出现在了软软的中指上，同时灵泉空间的种植面积猛然放大，远远望去无边无垠。软软翻来覆去的打量着那戒指，只见那戒指的材质触感冰凉，似银一般的颜色却比银要通透，灵力注入的时候会有荧光泛滥，里面的空间布局倒是和灵泉空间同出一辙。有了它，就可以让其他人代替他去收集东西了，省得他每次还得亲自往出跑。哦，灵宝，你简直就是我的偶像啊！这依旧言出法随的帅气简直令我着迷。Stop， 别拍马屁，反正你是我板上钉钉的代表作，富养一下也是应该的。不过下次可要万分小心，别像在蛇林那次似的，差点把小命丢了。灵宝不放心的嘱咐着。软软努了努嘴，知道了，上次确实是没有料到那个福尔那么阴，以后我会注意的。知道就好。灵宝的声音喃喃的，软软竟然听出了一丝宠溺。灵宝，总之真的谢谢你。软软垂在床边的腿荡了荡，咦，你好肉麻啊！嘻嘻嘻。缓了好一会，软软慢悠悠走出了洞穴，外面兽人们都在各自忙碌。见到软软，刚带人侍弄好厨房的白毅迎了上来。司主，你起来了？呢，怎么不见其他人？软软懒懒的打了个哈欠。灵楚和熊傲天带着熊族和炎虎族赶着轮子车去收集石块了。雷森正在带人挖掘地窖。燕和鸟王带着一部分兽人收集建造用的木材去了。今天轮到石鱼带领捕猎队捕猎，他一早就带人出去了。而我留下来陪你白毅说完，顺势拉起来软软的手贴在唇边亲了亲。软软反手摸了摸白毅完美的侧颜，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从极寒雪山刚回来那天就带捕猎队出去过了，那畜牧圈里面的麋鹿就是你逮的。他的这几个兽夫都勤快的跟什么一样，纵使白毅是只最聪明的狐狸，也从未推诿过责任，努力付出。哼！面对软软的夸奖，白毅反而吃了一声鼻子，双手环胸假装生气，那股子傲娇劲又上来了。怎么了，白毅？软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就算我再能干，
你昨晚还不是宠幸了石鱼？你是不是觉得他比我好看了？白毅说到这句，眉目微红的朝着软软贴近了些。软软被那盛世美颜眯的一愣，随即把头摇成了拨浪鼓，抬手惩罚似的戳了戳对方的鼻尖。胡说什么呢？我家白毅的颜值没人能比，这还差不多。白毅满意的晃动了一下毛茸茸的狐狸尾巴，伸手搂过软软的腰，伴随着一声轻笑，软软唇上传来一阵温热触感，带着白毅身上独有的清香。兽族的兽人们看到这一幕，赶紧转头背身回避，白毅则是旁若无人的啄吻了软软好一会儿。软软脸色通红，手心攥住衣角，却被白毅拉过十指相扣。晚上我来你洞里。软软一惊，不，后天吧。他被石鱼折腾的还没缓过来呢。为何？白毅眼神中闪过一丝落寞，但很快被乖顺代替。好吧，软软说什么时候就什么时候。乖软软宠腻腻的揉了揉白毅的耳朵。此主，我们回来了。外出收集建造材料的林楚和燕同时走进了部落。只见几十个大轮子车里装满了大大小小的石块和砍伐好的树木竹子。嚯，收集了这么多！软软从白毅怀里出来，不禁对着林楚和燕竖起来大拇指。嘻嘻，还有好多没运回来呢。白毅，你这家伙又藏在这里缠着此主。林楚上前戳了戳白毅的脑壳，白毅则是不屑的给了他一尾巴，关你屁事。好了，现在我教大家建造房屋，过来认真听。软软提高了音调，兽族的兽人们赶紧围上前听讲，生怕错过一个字。建造房屋并不难，首先在软软的指点下，兽人们上道很快，在短时间内就挖好了各自的地基坑。可就在往上面加盖的时候，软软一拍大腿，哎呀，粘土不够了。罢了，燕，你陪我去蛇林采集一些吧。我去吧。石鱼的声音从众人身后传来。看到石鱼的一瞬间，软软条件反射似的夹了一下腿。你去？我带着牦牛拉着轮子车去吧。正好，蛇林还有一些事我要去处理一下，部落里现在正在建设，离不开你指导的。石鱼说着，上前捏了捏软软的脸蛋。福尔死了，蛇林再次陷入无主，他的实力已经恢复，也是时候重新将蛇林收复麾下了。软软垂眸思索了一下，将手上的移动储存戒指摘下来戴在了石鱼手上。你拿着这个去收集粘土，注入一点灵力就能使用。这个是第195章，造一个大的。石鱼根骨分明的手指捏着空间戒指细细看了看，湖蓝色的眸中尽是疑惑。给我瞅瞅。林楚伸手将空间戒指倒了过去，好奇的瞅啊瞅。这是移动空间戒指，可以用来储存东西，和我的空间异能类似，是我用异能做出来的。软软一通胡编乱造。好家伙，宿主你是张口就来啊！灵宝佩服。那咋了？出门在外，身份能力都是自己给的，反正我和他们仔细说，他们也未必能明白。软软摊了摊手。哦，这么神奇。林楚叹了一声。一旁的白毅捏着下巴思索，在受试这么多年，他只知道元素异能，所谓的空间异能也只在软软口中得知过。想必这种异能是软软从他那个叫做现代世界的地方带过来的吧。听到白毅的心声，软软不禁微叹，不愧是狐狸，一猜一个准，什么都瞒不住他。啧，估计是心眼子上面长了个狐狸。拿来吧你。石鱼劈手将戒指夺了回来，顺势戴在手上，便见那戒指周身凝动一下，竟然改变了尺寸，十分贴合石鱼的手围。移动空间戒指可以检测不同持有者的手指粗细，自行调整，咋样？智能吧？灵宝语气大有一种等夸意味。智能，太能了。软软配合的竖起大拇指。小气的臭蛇，哼！此主你还有没有戒指啊？好好看我也想要。林楚拉着软软的手，撒娇似的晃了晃。此主亲手给的，我也好想要啊！这只有一个。软软满脸无奈的捏了捏林楚的脸蛋，顺势戳灵宝。灵宝，还有不？再抱几个出来。你把我当日本人整，抱不出来一点，都快被你榨干了。灵宝气鼓鼓。嘻嘻，好吧。石鱼上前一步，拉过软软，在他额头落下一吻。那我先去了，很快就回来。好，你要注意安全。软软扯着石鱼的手指捏了捏，神色藏不住的担忧。每次兽夫们要单独出门，软软都会记挂，和他们经历的越多，感情也就越深厚。无论是哪一只兽夫，现在都是他心中不可或缺的爱人和家人。放心吧，福尔那东西已经死了，蛇灵再没有什么能够威胁到我的。石鱼抚了抚软软的小脸，语气前所未有的温和。早去早回。软软点头，软糯糯的猫耳摇晃着。石鱼深深看了软软一眼，弓步化作三足蛟龙，顶身而上，身躯穿透层云破空而去。阳光之下，那鳞片夜夜生辉，霸气侧漏。好帅啊！软软忍不住叹了一声。哼，心机蛇就知道在此主面前装。此主，你等着，等我觉醒了血脉之后，肯定比石鱼帅多了。林楚挡住软软的视线，试图占据他的全部目光。软软回神，在林楚脑袋上揉了揉。那我到时候可要好好看他了。林楚使劲点头，可同时也有些落寞。按理来说，他应当早就可以觉醒血脉，在他强制催化血脉到达5阶的时候就有觉醒痕迹，却不知为何一直没有成功。等去问问阿姐就知道了。送走了石鱼，软软开始着守教兽族的族人们打炕。以前兽人们睡的都是石头床，虽然铺了兽皮也不算硬，但是冬天冷得能死人。而炕这东西，夏天铺上竹席子可以用来纳凉，冬季可以铺上厚厚的兽皮烧柴火，怕冷的雌性和幼崽将不会再畏惧寒冬，简直就是必备神器。而打炕软软选择用黄泥和麦秸混合，
黄泥耐烧，而且粘性大，在岩虎族附近就能采集到很多，麦秸可以防止炕裂开。而房子的门窗软准备用竹子编织，再加木板加固，这样一来，房子硬件也就基本齐活了。阿月阿化现在最擅长竹子编织，现在已经成了兽族手工带头人，软稍微指点他们便已得要领，很快就带着雌性们投手制作了。此主，我带人去挖黄泥，那麦秸，灵楚挠头。麦秸我有，你只管挖黄泥就是。软拍了拍灵楚的后背，他在灵泉空间里面种的最多的就是小麦。好嘞，灵楚一身蛮劲，带着一队岩虎拉着轮子车就走了，连牦牛都没用上。啧，好家伙，老虎拉车还真是有点屈才了。灵宝啧舌，经过软的细致教学，兽族的兽人们成功掌握了打抗的精髓。灵楚一车一车的往回运送黄泥，兽人们则卖力击剑，没有一个人偷懒。而鸟族比较特殊，不习惯住在地上，软便命人移在了大树在鸟族的区块，让他们在树枝上挖洞搭窝。看着一个个打好的土炕，阿月歪了歪头，走到了软旁边。此主，我们的房子是确定好了，那您和兽夫大人们呢？住哪里？软愣了一下。是啊，他光忙活着其他人的事情，差点忘了他和自己兽夫们的住所了。我有一个想法。旁边的白翼悠悠开口，走到软身后，扶住了他的肩膀。你说说看。软顺势靠在白翼的胸脯上。部落侧后方还有一大块空地没用上，我想给你造一个大房子，高高的那种。白翼伸手比划着。高房子，城堡，好几个房间好几层的那种。软眼前一亮。对啊，在兽市所有建筑材料都不花钱，他为什么不给自己建个别墅城堡住着呢？大概就是你说的那个意思吧。白翼点头。住他是一定要和软住在一起的，所以房子必须盖得大一点。那好，我这就去绘制设计图。软难掩兴奋，拿出木炭笔就跑进了洞穴。灵宝，给我规划一张城堡的占地面积图和基本设计。软随便找了一块干净木板当纸。好嘞。软在洞穴里奋笔疾书。灵楚那边的黄泥基本收集够了，雷森也带人挖好了地窖，盖好了畜牧圈，白翼则充当监工，看兽人们打抗编门窗。可在兽族的一片祥和之外，却有着其他势力还在暗潮汹涌。第196章，他可下不去嘴。此时的石鱼已经即将到达蛇灵。化蛟能够凌空飞行后，石鱼的速度已经快过了雁，原本要一整日的路程，最多几个时辰也就到了。他现在心里反复划过的都是那日软中毒，出现在他面前那个会说话的白色光球，那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不是兽神，却能够使用一些不可思议的能力，还知道解读蛊虫母虫的办法，而且看上去他和软好像很熟悉。石鱼心里琢磨着，可就在路过猿猴族的瞬间，眼尖的看到了一群蹦来跳去的黑点，目测却并不像猿猴，那是……石鱼放低了飞行高度，那黑点聚集成群，慢慢清晰。他看清了，那是一大群斑鬣狗。那群斑鬣狗旁若无人的在猿猴族中肆意打盹抢食，仿佛在自己领地一般。石鱼收紧爪子，猎狗不应在绝境荒漠的弃兽谷吗？怎么会出现在猿猴族？难不成……意识到事情不简单，石鱼在猿猴族附近寻了一处安全地点，就是降落，化作一条小青蛇，悄无声息地潜到了灌木中间观察。只见那群雄性斑鬣狗们正在争夺一只被啃得只剩骨架的野鹿，全然不顾身上沾染的血水泥土，腥臭味冲天。一旁的猿猴根本插不上前，略微靠近就会被猎狗凶恶龇牙。石鱼甩了甩尾巴，猎狗是永远吃不饱的，只要有食物，它们就会拼命地往肚子里塞。而且除了猎狗女王，它们不会认任何生物，能力之内皆是屠杀。几只被挤到一边的猿猴满脸怨怼，实在没忍住，开始吐槽：这群恶心的猎狗，我们好不容易抓到的野鹿都被他们给吃了，太过分了！一只猿猴愤愤开口：就是，长得那么恶心，还那么能吃，族长就应该把他们赶出去。另一只猿猴在旁附和：嘘，你们可别乱说，那猎狗女王还在呢，族长可是相当看重她，不想活了你们。一只略显苍老的猿猴赶紧捂住那两只年轻猿猴的黑嘴唇子：切，那又怎么了？还不是仗着他有4肢5阶的异能雄性吗？石鱼眸色凝动了一下，原本的猎狗女王已经被软击杀了，那么在此处的应该是猎狗族的新女王，她来猿猴族做什么？不行，得去看看才是。打定主意，石鱼隐匿起来气息，趁乱悄无声息地潜入了猿猴族内，利用灵敏的性子捕捉着空气中的信息，很快就找到了猿猴族长的洞穴。石鱼四下张望，确定没有人发现，便钻进了洞穴旁边的石缝中间窥探。只见一年轻貌美丽女兽懒洋洋地切在巴顿的石床上，巴顿则是一脸谄媚地立在石床边，另有4只猎狗窝在那女兽脚下面色警惕。石鱼一眼看出，那4只雄性猎狗都在5阶，身上的异能气息也相当浓厚，想来那便是猎狗族的新女王。玛纳女王，你也知道，我猿猴族是整个星月森林里面最强大的族群，成为本族长的雌性，你肯定不会吃亏的。巴顿色眯眯地看着玛纳那春光乍现的胸前，口水都快流出来了。身为猎狗族最尊贵的雌性，玛纳的外形可以说是无可挑剔，虽然没有狐族女王吸云皮囊那么美丽，但是身材可是相当哇塞的，巴顿都快馋死了。几只雄性猎狗恶狠狠地看着巴顿，口中的利齿若隐若现，却强忍着没有发作。玛纳漫不经心地扫了巴顿一眼，目光掠过他那大黑嘴唇子的时候，明显被恶心了一下。按理来说，阶级越高的兽人生的越是好看，可猿猴族的兽人却是个奇葩的例外，
譬如强大如巴顿这样的5阶巅峰异能兽人，依旧是标配的大黑嘴唇、紫皱巴脸，小眼珠子朝天的他鼻子，皮肤更是黑得像炭。除了猿猴族的雌性，换了其他任何族的雌性都看不上他们。可猿猴们生性好色，所以就放肆抢掠其他族群的雌性强上，在整个兽世大陆的名声那都是臭名昭著。他可下不去嘴。呵呵，最强？你把岩虎族放在何处？马纳毫不客气地堵了巴顿一句。岩虎族是单独作战最强，可他们只有10几只而已，怎么能和我猿猴族相比？而且你来不也是有求于本族长吗？不如你说说你想做什么？若是本族长帮你达成，你就从了本族长，怎么样？巴顿搓了搓粗糙的手掌，朝着马纳靠近了些。听到巴顿这么说，猎狗女王不动声色地勾了勾唇。好啊，鸟族得罪了我猎狗族，现在逃到了星月森林，你们帮我找到他们，杀光。本女王就考虑一下，让你做我的第5只雄性。马纳缓缓起身，婀娜的腰肢勾得巴顿眼睛都快瞪出来了。这有什么难的？我猿猴族擅长爬树，杀鸟族这种弱等族群容易得很。你就放心吧。巴顿咧嘴，别急，我还没说完呢。有一只4阶的异能雌性灵猫，带着他的5阶异能雄性白狐，杀了我猎狗族的上一任女王，也就是我的亲生母亲。本女王定要她用血来偿还，将她食肉饮血。灵猫族就在星月森林外围，可我找遍外围，却并没有发现灵猫族踪迹。你同样帮本女王找到她，本女王要亲手将她撕碎。马纳厄狠狠地咬住犬齿，指尖的黑长指甲不受控制地露了出来。石鱼浑身一紧，他说的不就是软软和白翼吗？你说什么？4阶的异能雌性灵猫？巴顿一下子收了刚才的吃相，认真起来。没错，那灵猫雌性是指从未出现过的异能雌性。若你能把它抓过来服侍你的话，马纳歪了歪嘴，表情大有意味。巴顿黑枣似的眼珠子转了转，贪婪地舔舐了一下嘴唇。怪不得那只白虎本族长见过，曾经西云到处找他，他还来我猿猴族做过乱。没想到他竟然是那灵猫族长的雄性。呵呵，灵猫族长？马纳眉头一紧。没错，你不来星月森林，不知道那灵猫族长杀了狼王，灭了狼族，又弄死了西云，收服了狐族。这怎么可能？第197章，差得远了。马纳立刻否定，米拉那女人不过是个普通4阶而已，怎么可能杀了狼王他们，还杀我猎狗族女王？在马纳的印象里，灵猫族长还是米拉。当然不是米拉，他算个屁，是灵猫族的新任族长。米拉早就被弄死了，只是我一直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巴顿一屁股坐在了石床边上。米拉死了？也对，4阶的异能雌性怎会屈居米拉之下？马纳恍然。起初我听说狼族狐族的事情时也觉得不可能，狼族凶残，而且狼王怎么说也是5阶异能兽人，却不声不响的就死了。后来本族长派人打探才知道，灵猫族暴乱，米拉已经被杀，另一只4阶雌性继位。结果当时狐族来骚扰我族，导致我一直没功夫继续监视灵猫族，对后面发生的事情全然不知。巴顿皱了皱脸皮，灰溜溜的眼珠子里流出一丝不甘。听到这里，石鱼眯了眯眸子，幸亏当初软软派白翼去缴获猿猴族起了效果，要不然凭借巴顿安插在灵猫族附近的眼线，恐怕灵猫族搬迁到岩虎族的事情很快就会被这群家伙探知到。呵，你堂堂猿猴族还怕狐族？不是最强吗？本女王看是最强吧？马纳毫不留情地挖苦道。你知道个什么？西云的狐族与我猿猴族是宿敌，族群数量不少，且有护族法镇在，所以我一直忌惮，没有直接进攻他们。早年我可是抢了他们族群不少漂亮雌性回来，连西云都被我，嘿嘿，只可惜他被他们那个狐族祭司救走，又跑了。我前段时间还抓到了岩虎族的公主回来，结果遇到岩虎族那个新虎王攻袭，西云那个蠢雌也派人来袭击，害得猿猴族死了不少族人。当时我就恍惚间看到了一只9尾白狐，还以为是西云的雄性来着，原来是那灵猫族长的。结果再去狐族附近探查，就发现西云被那灵猫族长杀了，狐族还被灵猫族给收了。今天听你这么一说，本族长倒是明白了，4阶的异能雌性可比西云稀有多了，兽氏只此一只。他定是我的。巴顿猛一握拳，阵阵灵力波动在整个洞穴荡动，震得灰尘碎石簌簌而下。他现在已经觉得马纳不香了，得到那只4阶异能雌性，他未来的后代定会强大无比，到时候整个兽氏大陆都会是他猿猴族的囊中之物。石鱼眼底泛上一层肃杀冷气，这恶心的猴子竟敢打软软的主意。巴顿和马纳不约而同地打了个寒战。我怎么觉得这洞里突然这么冷啊？石床下的4只5阶猎狗站了起来，抬起来警惕的鼻子四处嗅闻着。石鱼瞬间收了外泄的灵气，避免被对方察觉。现在对方有5只异能雄性在场，他独自一人深陷猿猴族内部，就算能够全身而退也会负伤。现在的兽族还在发展中，他不能冲动，要保存力量。大惊小怪，这里是猿猴族内部，外面是我猿猴族的族人日夜把守，就算是一只虫子也飞不进来。巴顿一脸自信。马纳朝着巴顿不屑地翻了个白眼，抬脚点了点那4只猎狗的脑袋。猎狗们也没有发现什么，便重新窝了回去。那还等什么？你还不趁早找到那灵猫族长，收服他？我们猎狗族定会全力帮你。马纳语气中略显急切。按照巴顿所说，灵猫族一个小小弱等族群能够连灭星月森林2大族群，定然有什么不为人知的手段，所以单凭猎狗族恐怕要吃亏。马纳一定得拉上巴顿才行。巴顿斜了马纳眼，你急什么？不瞒你说，本族长一直在派人寻找灵猫族，
可到现在都还没有发现他们的踪迹。而且如此优质的雌性，怎么可能只有那白狐一只5阶雄性？就你这种都有4只，更别提他了。据我所知，他还有一只5阶金狮雄性，狼王好像就是被他杀的。金狮可比狐狸要强悍多了，我们要好好筹划才行。你，马娜面对巴顿的便脸气的不行。这丑猴子刚才还对他献殷勤，现如今一听到那灵猫族长是异能雌性态度，就180度大转弯了。死猴子，那又如何？不过是2只异能雄性，本女王可有4只，再加上你，还敌不过一个小小灵猫族。马娜根本没把灵猫族放在眼里，毕竟猫这种东西，猎狗一口一个。蠢雌，别忘了狐族也在他们族群里，而且本族长总觉得炎虎族和灵猫族之间也有什么猫腻，这个灵猫族不能小看。巴顿捏着下巴面带思索，石鱼的小尾巴扫动着，也不得不承认，猿猴族的智慧确实是其他族群无法相比的，只不过和他的雌主比起来，差得远了。哼，那你就慢慢想去吧。本女王饿了，你们去给本女王弄些吃食来。马娜吩咐一声，石床下的猎狗得到命令，一窝蜂地冲出了洞穴。石鱼连忙将身子塞进石缝中间，等那几只5阶猎狗跑远方才钻了出来，神不知鬼不觉的又从猿猴族后方摸了出去，跟在了那几头5阶猎狗后方。几只猎狗在林子里疯跑了好一会儿，却因为不熟悉地形，什么也没发现。阿图尔，这星月森林乱七八糟的，根本找不到吃的。一只5阶猎狗垂头丧气的看向狗群中那只明显老成的猎狗。别废话，找不到吃食，让女王等久了，你就等死吧。我们分开找。阿图尔没好气的斥了一声，率先循着一个方向跑去。被喷了的猎狗龇了龇牙，神气什么？不就是仗着女王最宠爱你？哼！猎狗们四散而去，全然没有人注意到一直潜伏在树干上的石鱼。猎狗女王最宠爱的雄性吗？哼！石鱼冷哼一声，循着阿图尔跑走的方向追了过去。咻咻咻！阿图尔抬着鼻子在空气中努力捕捉着猎物气味，还时不时的习惯性抬起后腿撒尿，标记路线。呼！第198章，杀你的人！一阵风声恍然从阿图尔头上掠过，阿图尔一惊，连忙抬头，上空蔚蓝，连个人影都没有。吓我一跳，想必是鸟。咻！砰！还没等阿图尔自顾自的呢喃完，眼前瞬间变黑，脖子便被一只手掌狠狠掐住，一股冰寒之气扑面而来，阿图尔整个人都飞了出去，重重砸在了树上。啊！阿图尔翻了个身，从地上狼狈爬起，一口血喷了出去，慌张抬头，却见自己正前方的层层密林中间隐匿着一道修长身影。什么人？竟敢袭击我？你可知道我是谁？阿图尔扶着树干起身，指着那身影怒斥一声。石鱼略微抬眼，冰蓝色的眸子在暗中亮起，压迫感直逼阿图尔面门。杀你的人！随着石鱼的话音荡开，整片树林的温度骤降，原本蔚蓝的天空不知何时被一片灰蒙蒙的乌云笼罩，衬得整个林子暗色席卷，可怖至极。阿图尔心脏一紧，意识到了危险。对方虽然有一脸收气息，但从其身上倾泻而出的异能波动，阿图尔已经断定自己不是对手，必须找到其他人帮自己才行。想到这里，阿图尔没有犹豫，一个闪身朝着后方遁逃而去。石鱼不屑的一弯唇，反手划出一道弧形冰刃，冰刃闪着幽蓝灵光，斩断阻挡的层层枝蔓，呼啸着劈向阿图尔的后颈。阿图尔瞳孔骤然一缩，腿下一弯，赶紧躲开。咔嚓，呲啦啦，冰刃划过他的头顶，削断了他的一撮狗毛，速度不减，沿着前方的参天巨树攀援而过，木质断裂的声音令人牙酸。呼哧呼哧，阿图尔剧烈的喘息着，他的反应再慢1秒，必定身首分离。放过我，我们没有仇怨，你为什么要杀我？你想要什么，我都给你。阿图尔慌了，赶紧求饶。废话，死！石鱼没工夫听他聒噪，脚下拧起灵力，朝着对方暴冲而去。能杀掉一个，未来兽族就会少一个危险。眼看对方根本不听，一心只想要自己的命，阿图尔也不装了，豁然起身的同时，猛然朝着上空嚎叫一声，嗷！他在发位置信号。石鱼闪身上前，抬手冻结对方的嘴巴，顺势用膝盖顶向阿图尔的腹部。阿图尔的叫声被打断，仰面跌进了灌木丛。可还没等阿图尔再度起身，数十枚冰锥从树冠垂直灌下，在暗光下折射出森冷的十字星芒。阿图尔一瞬间面如土色，连忙凝动灵力换出一面土盾去挡。咔嚓，冰锥尽数刺穿土盾，只差毫厘就会将它砸成筛子。阿图尔的叫声虽然被打断传不到猿猴族，但是同样在林子里的其他5阶猎狗肯定能听见，一会等他们赶过来，他就不怕了。石鱼当然也知道这一点，他单独跟踪他们就是为了能够尽可能解决一只，怎么可能给阿图尔活命的机会？石鱼没有停顿，身影掠过灌木的同时，抬腿一脚踏在了那土盾上面。突如其来的力量让阿图尔根本招架不住，身子硬生生被半截冰锥刺入。啊！阿图尔惨叫一声，另起一手狠狠拍向地面，无数土块裂地而起，朝着石鱼攻了过去。趁此间隙，硬生生将身上的冰锥拔了起来，嫣红的血流了一地。可恶！若是女王在的话就好了。石鱼修长的手指划过空气，举手之间凝出一弯寒冰长刃，钻刃同时向前俯冲，所到之处土块尽破，眨眼就再度逼到了阿图尔身前。可恶啊！我跟你拼了！阿图尔催化异能，在身前拧起一团带刺土锤，拼尽全力朝着石鱼抡了过去。石鱼不退反进，指尖用力自冰刃上附着一层蓝光，片刻间将整个土锤整齐切断，手中的冰刃也随之碎裂。
呵呵。阿图尔眼看震碎了对方的兵刃，不由得意地笑了。可下一秒，他的笑容就僵在了脸上。石鱼破土之际，攥死一拳，狠狠砸向其胸口，冰晶爆开。阿图尔的耳边炸起一阵内部脏器冻结的闷响，双眼一突，整个后背穿出一层冰刃，鲜血霎时间铺满树干。石鱼顺势在他心脏处补上一根冰锥，确认阿图尔死的不能再死，便去挖他的内丹，却发现阿图尔的丹田处空空如也，甚至连内丹合成的痕迹的都没有。石鱼愣了一下，当初软软他们杀死狼王还有西云的雄性时，之所以没有得到内丹，是因为他们为了自己的内丹不落入他人之手，就都将内丹给爆破了。可阿图尔显然没有那么做，怎么会没有内丹呢？就在石鱼疑惑之际，阿图尔，哦！其他5阶猎狗过来了，石鱼只好作罢，快速离开，不跟他们纠缠。软软说过要见好就收，他得去蛇林了。等到猎狗们找到阿图尔，却只发现了僵硬的尸体。阿图尔，阿图尔，是谁？是谁？哦！与此同时，软软已经绘制好了城堡图纸，呼完成了。不错不错，一共3层高，1层是餐厅和娱乐区域，2层就是卧室，一共6个房间，你和兽夫们1人1间，3层留给未来的孩子，最上面弄个露台作为观景台。灵宝满意的哼哼。不过词主，你为啥不多盖几层啊？灵宝不解，太费劲了，而且兽室没有钢筋水泥，太高了不够坚固，最主要的是我不想爬楼梯。软软捧着木板不住点头，而且我孕都没怀上呢，你连婴儿房都给我设计出来了，嘻嘻，迟早会有的啦，未雨绸缪这叫。现在就等着石鱼带粘土回来，部落就可以施工了。不过蛇灵储备的粘土也只够建造城墙，到时候还是得去绝境荒漠一趟。软软舒了口气，你家大狮子不说跟你一起去吗？你现在灵泉空间有1500平，肯定够你装了。灵宝提醒道。话音刚落，词主我可以进来吗？第199章，我可以陪你。一阵清脆女声从洞穴门口传来，进来吧。软软应了一声，却见林英探头从外面走了进来。林英姐姐。软软连忙起身。林英是灵储的亲阿姐，所以软软也就顺理成章的称她为姐姐了。啊，不，词主，您叫我林英就行了。林英赶紧摆手，脸上满是恭敬。虽然她名义上是软软的姐姐，可从来都对软软恭恭敬敬的。一只雌性能够带领一个弱小族群收服这么多强大族群，成为一代词主，她哪里敢称得起她的一声姐姐啊？没事的，你是灵储的姐姐，我理应这样称呼你。再说这样叫也亲近些，你也别叫我词主了，听个乖乖的，就叫我软软就好。软软放下手里的木板，微微一笑。兽氏对于阶级地位看得很重，也不怪林英拘谨了。谢谢词主。哦对了，白衣大人去捕猎了，他让我来告诉您一声，雌性们把窗户都做好了，等您过去瞧瞧。林英受宠若惊的点了点头。这么快？好，我这就去。软软点头，顺手拿上木板，跟着林英去了外面。正巧遇到了忙活一天的雷森。只见雷森一身的泥污，额间大汗淋漓，一看就是出了大力。软软连忙抽出一条兽皮帕子，上前将他脸上的脏东西擦了擦。辛苦你了，雷森。地窖和畜牧圈都弄好了吗？都好了，我粗略统计了一下牲畜数量，现在野牦牛有700多头，野羊有400多只，野鹿200多头，野鸡野兔太多了，实在数不过来，用了10几个畜牧圈才装下。只有野猪现在比较少，只有100多头。地窖里面现在放了大量的麦穗，还有白菜、水稻一类。雷森有条不紊道。软软点头。野猪少是因为部落里面最近吃的最多的就是猪肉，如此还得去抓一些回来，毕竟现在兽族嘴多，囤的牲畜越多越假。好在现在已经春天了，万物复苏，牲畜们有了充足的食物，多宝一家也算是开福老玩家，每天都带着负责喂养牲畜的兽人们去林子里割草喂养牲畜。小小的竹鼠却在整个兽族中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至于小麦、水稻一类，都是软软用来当做未来垦荒的种子才储存到地窖里面的，他一直忙着，也没时间加工小麦和水稻。听雷森这么一提起来，他倒是有些怀念里面的味道了。我已经通知下去捕猎队，让他们最近着重捕捉野猪了。我身上有些脏，先去洗个澡。你这是要？雷森下意识伸手想抱软软，却第一时间忍住了。他看到软软就想轻轻抱抱举高高他，但是他现在身上不干净，怕弄脏了他那香香软软的小猫。部落里的窗子做好了，我去看看。你快去洗澡吧，一会儿到我这来。软软抬手摸了摸雷森还算干净的侧脸。雷森总是把什么事情都想得特别周到，根本不用软软操心。两人充满情愫的目光撞在一起，一时间那温存美好羡煞旁人。林英站在后面，眼里是抑制不住的羡慕。只可惜他唯一的雄性赤河已经死了，他再也没有人可以亲近陪伴。收了悲伤思绪，林英和软软来到了部落前方。只见空地上整齐划一的摆满了编织好的竹窗子，原本需要好几天才能弄好的东西，一个下午就完成了。兽族这办事效率真诠释了什么叫人多力量大。司主，您看我们做的窗子还好吗？阿化笑盈盈的上前。好着呢，这样先把窗子收起来，等领主他们回来，我就教大家用黄泥搭建房子框架。软软对着雌性们一一点头道。好，那司主，我和阿香先去做吃食了。阿月和阿香拜过软软，便一头扎进了厨房忙活。林英也不闲着，赶紧上手去搬东西，接手的刹那却被一双强壮的手臂闯进视线。林英公主，我来吧，您歇着就好。严峰很是自觉地接过林英手中的竹窗子，露齿一笑，那笑容有些憨憨的，但是纯正无比。林英有些意外地愣了一下，严峰，你怎么没跟领主去挖黄土？岩虎族人本就不多，严峰又是领主打小的玩伴，是林英打小看着长大的，
林英对他的印象也蛮深刻，四阶雄性，每次作战都很勇敢，是个憨憨的傻大个，兽性很踏实。哦，王让我留下来看看部落里有没有什么其他需要帮忙的。严峰老老实实的答道。这样啊，谢谢。林英点头，随口谢过之后，表情依旧恹恹的。严峰抿了抿唇，看着林英的样子，心头一揪一揪。林英这一辈子很不容易，为了炎虎族，他奔波了半生，以至于只缔结了一位伴侣。只可惜他唯一的伴侣连幼崽都没有留下，就被害死，他也险些落难。犹豫再三，严峰还是没忍住开口：“林英公主，您好像不开心。”林英的指腹落在竹窗子上，语气微颤：“没什么，只是看到此主和雷森大人那样恩爱，想起了赤河罢了。若是赤河还在，肯定能和我一起在兽族过好日子了吧？可惜我可能注定孤独后半生了。”严峰瞳孔一震，听到林英如此怀念赤河，心中忽而有些发紧，下意识开口道：“我可以陪你。”此话一出，林英眼底闪过一丝惊讶，略显怪异的目光看向了严峰。严峰似乎也意识到有些口无遮拦了，赶紧低下头去。林英顿了顿，试探着开口：“那个严峰，你年纪还小，还是……不，林英公主，我的意思是，您是炎虎族的公主，我作为您的臣民，理应陪伴您，请您不要难过了。”严峰慌忙改口找不，因为他难过，他心里也好难过。林英对他的照顾一直都像大姐姐一样，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林英那张温柔的面庞已经深深刻在了严峰心里。可他知道，他不配，他只是一只四阶的普通炎虎，而林英是尊贵的炎虎族公主，又怎么会是他能够高攀得起的呢？听到严峰的解释，林英恍惚间垂了垂眸子，原来他是这个意思，我还以为他对我……第200章，你激动什么？那我们去此主处学学盖房子吧。林英匆匆留下一句，朝前走去。严峰住在原地，久久不能回神，嘴唇咬得发白。他对林英确有心意，可看林英刚才的意思，是并不希望自己对他有额外的情感吗？这边软软已经开始教学了，只见他一手铲着黄土，一手用藤蔓缠着巨石，随便走到了一处房根下。大家看好了，所谓垒墙，就像这样，一层黄泥一层石头，按照这种高度和角度去加盖，尽量保持平整。熊傲天看得十分认真，也开始学着软软的样子上手。在一开始打地基的时候，熊族就展现出了超脱庞族的基建天赋。熊傲天看上去傻不愣登，但是盖起来房子真是一点都不含糊，没一会儿就学着软软的样子垒起来了一层高墙。软软对此大为满意，熊傲天也顺理成章地接手了软软的3层别墅建造。您就放心吧，此主，我一定给您办得妥妥的。熊傲天一拍胸脯，立刻招呼身强力壮的熊兽们干活。一层黄泥一层石块，兽人们再度忙碌了起来。此主，忙完鸟族建设的雁从上空收翅落下，一个飞扑就抱住了软软，使劲用头蹭它亲昵。哈哈，好痒啊！软软被雁蹭得咯咯直笑，赶紧扶住雁的脸。鸟族都安置好了。那鸟族都在树上搭窝，挖树洞也不费劲，我让阿福盯着，就过来帮忙了。现在要做啥？雁抻着脖子看向还在劳碌的兽人们。这边有熊傲天了，你跟我去部落前面看看农田位置吧。现在可以垦荒了，我想做些农具垦荒。软软抬手捏了捏雁的脸蛋，冻土已经彻底融化，再过几天就可以正式种植农作物。软软从灵泉空间用灵泉催化出来的种子，在兽食环境下种植，还能减少1/2的收获时间。这样一来，原本10天才能发芽的作物，2天就能发芽，收获时间也会相应减少。他已经迫不及待的想看粮食满仓了。郝燕侧头蹭了蹭软软的手心，太好了，其他人都不在，我终于可以一个人占有此主了。软软捕捉到他的小心思，便顺势挽住了他的胳膊。燕这几天面色红润了许多，皮囊也不再像以前那样瘦弱干瘪，看起来可爱的吃紧。虽然和软软相处了这么久了，可面对软软的亲密，燕每次都会脸红到小鹿乱撞。此主，你给我讲讲那个农田要怎么种东西啊？有什么注意的？燕握着软软的小手问。种植农田需要种子，我已经在地窖里面囤好了。种植的时候，此时猿猴族怎么会这样？阿图尔，是谁对你下了这样的毒手？玛娜一头扑在阿图尔身上，嚎啕大哭。母亲遗留下来的雄性中间，阿图尔最为老成，也最会讨玛娜欢心，而且那方面是其他5阶猎狗比不了的。所以玛娜继位新女王以来，最为宠爱阿图尔，甚至允许他与自己共享食物。这种待遇可是旁的猎狗求都求不来的。可玛娜刚刚决定想给阿图尔生下后代，阿图尔就这么死了。女王大人，其他3只5阶兽人看玛娜这么伤心，也是心如刀绞，赶紧跪倒在其旁边试图安慰，但同时心中也在雀跃。阿图尔死了，女王的心思终于可以放在他们身上了。到底怎么回事？阿图尔是被谁杀的？这星月森林中间有谁能够不声不响的杀死一只5阶异能兽人？玛娜狠狠抹了一把眼泪。阿图尔虽然不是他4只5阶雄性里面最强的，却也是拥有土系异能傍身的。女王，我们实在是不知道，因为对星月森林不了解，所以当时阿图尔提议让我们分开寻找猎物。可就在我们分头行动没多久，就听到了阿图尔的求救嚎叫，但是嚎叫只持续了一瞬间，我们没有及时辨别到发出的具体位置，所以耽搁了一会。可找到阿图尔的时候，他自己被杀了。一只猎狗阐述着，继而装模作样的抹了抹眼泪。阿图尔，我的阿图尔，巴顿，你倒是说句话啊！星月森林里除了你，有谁有这种能耐，能够直接击杀我的阿图尔？玛娜豁然起身，扯住了巴顿的兽皮衣服。你激动什么？巴顿抬手将玛娜扒拉到一边，
蹲下身子细细看了看阿图尔的伤口，死好一个极致的冰属性异能，竟然有如此纯度。巴顿捏起来一块碎冰，却发现在自己的体温之下，那碎冰愣是没有一点融化的痕迹。冰属性，我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玛纳皱眉，你听说过就怪了。整个兽市也就只有雪豹族的前任族长雪圣觉醒了冰属性异能。巴顿翻了翻黑斗士的眼珠子，是他杀了阿图尔，本女王要去杀了他。玛纳已经被仇恨冲昏了头脑，一整个不清醒了。蠢雌，你想找他报仇也只能死了再说了，因为他是我亲手重创的，只不过被他跑了，也不知道死在了哪里。巴顿冷哼一声，当初他闲来无事也去过雪豹族抢夺雌性，没想到抢的是雪圣的亲生女儿，雪圣便带着雪豹族进攻了猿猴族。只可惜雪圣不敌巴顿，女儿也在争斗中被误伤杀死，他自己也遭受了致命伤败退。那会是谁？玛纳急了，你问我怎么知道？总之，极致冰属性是很难对付的，而且这回拥有冰属性的兽民显实力更强。来人，通知所有猿猴在林中注意，一旦发现可疑兽，立刻来告诉本族长。另外，继续派人探查灵猫族的行踪。巴顿一声令下。是，族长大人。玛纳强忍悲苦，抬手抚过阿图尔僵硬的面颊。你等着阿图尔，本女王会帮你报仇，无论是谁，我定然将他撕碎。蛇灵，不要不要，救命啊！第201章，还有谁不服？石鱼顺利绕过猿猴族，到达了蛇灵。没等靠近蛇灵深处，便察觉整个蛇灵已经不复往日的宁静。不要不要，救命！一条小青蛇没了命的在林子中奔逃，而他的身后紧紧跟着2条成年赤练蛇。小东西，哪里跑？赶紧给我老老实实的献出灵气，助我修炼！那赤练蛇甩着猩红杏子，一双尖锐蛇眸贪婪无比。没有强大蛇类的桎梏，所有蛇兽毫无顾忌的倾巢而出，在蛇林中间自由穿梭抢掠打斗，整个蛇林陷入一片混乱。就在那赤练蛇即将咬住那小青蛇的刹那，咻！一根寒气森森的冰针穿透层层密林，斜风而下，将那赤练蛇狠狠钉在了地上。而冰针落的散发的余威震的那小青蛇直接飞了出去，在地上狠狠翻了几个跟斗才停下来。小青蛇浑浑噩噩的抬头，看到了他这辈子见过的最不可思议的一幕。蛇林上空炸开一道青蓝色灵光，灵光之中蜿蜒着一条巨大蛇形生物。那生物周身泛着浓烈的灵力波动，青色龙鳞泛着青铜器侵蚀千年的锈色，又如冰层下暗涌的活水，亿万片鳞甲同时震颤，将阳光搅碎成青绿色的光线。头生尖角，三足傍身，血口微张，尖齿之间散着乳白色雾气。几条同样隐匿在林子中的蛇兽也看呆了。龙，这不是龙，是蛟，是由水森然一族进化而来。蛇族竟还有可以化蛟的森然，太震惊了！石鱼攥紧利爪，俯冲而下，带起的罡风将阻挡的树木尽数折断，倾倒的树木在蛇林正中心叠起，仿佛天然的王者之位一般，稳稳落下。石鱼仰天长啸，极具压迫感的音波迫使所有作乱的蛇兽立时安静了下来。蛇兽们仿佛得到了什么召唤，纷纷离开盘踞之地，从四面八方朝着石鱼所在的位置聚拢而来。竟然真的是蛟！天呐！由于血脉的天然压制，蛇兽们在看到石鱼的刹那无不匍匐臣服，震惊之色难以掩饰。石鱼一一扫过在场的蛇类，漫不经心地抖动着尾巴。嗡！可怖的灵力威压迫进整个林子，所有蛇兽的心脏仿佛同时被一双巨手死死捏住。石鱼威严的声音无比清晰地从每条蛇兽耳边响起：从即日起，蛇灵有无统治，有不服者或蓄意作乱者，吾将赐他灭亡。是，拜见蛇皇，拜见蛇皇。我等为蛇皇大人命令从事。蛇兽们胆寒无比，连忙盘着尾巴趴在地上以表臣服。原本森然一族能够统治蛇灵是靠着强大的毒免能力，可现如今石鱼进化成为蛟龙，实力早已盖过从前。所有蛇类的血脉在上古均源自于龙族，所以谁的血脉更接近龙族，谁就对其他蛇类更有血脉压制。可就在所有蛇兽争先恐后的表示臣服的时候，一阵格格不入的冷笑声从蛇群中传了出来。呵呵，什么蛟龙，怎能和我眼镜王蛇一族相比？不要以为换身皮囊就能够冒充蛟龙。一条硕大的眼睛王蛇不顾死活地立起来了身子，叫嚣着对石鱼摆出了攻击姿态。扶风，你不要命了？那可是蛇皇大人，你们区区眼镜王蛇怎能和蛟龙族相比？旁边的一条蛇兽低声呵斥。哼，谁知道他是不是真的蛟龙？森然一族早就被我父亲福尔杀光了，你们这群蠢蛇竟然还相信他！我告诉你们，我们眼镜王蛇才是蛇中王者，你们不臣服我们眼镜王蛇族，反而相信这个突然出现的家伙，真是疯了。扶风继续大言不惭道。听到这里，蛇兽们全都被这家伙蠢到了，便是纷纷远离了他旁边。蛟龙形态哪里是可以假冒的出来的？而且如此强烈的血脉共振，这家伙都感受不到吗？蛇们直言没救了。石鱼侧目，原来是福尔那东西的后代，和他父亲一样的劣根，他正愁有气没地方撒呢。原本还藏在蛇群中的眼睛王蛇见状，纷纷游走出来，站在了扶风身旁。扶风更是一下子挺直腰板，什么狗屁蛇皇，我要挑战你，等我打趴下你，整个蛇灵就是我们眼睛。咔嚓！扶风后半句话还没说出来，一条冰刃横空而出，呈雷霆之势袭向了扶风面门，直接将他的头颅斩下，连带着那些站在他旁边的眼镜王蛇也被尽数拦腰切断，
鲜血喷溅，吓得旁边看热闹的蛇兽们扭成了一团。蛇兽们摇了摇头，作死。石鱼收了目光，冷声道：“还有谁不服？”蛇兽们赶紧低头垂尾，大气都不敢喘。他们这位蛇皇完全属于是人狠话不多的，谁敢不服啊？视线再次扫过蛇群，见所有眼镜王蛇已经被清理干净。石鱼再度开口：“蛇族的栖息地仍在蛇林，蛇林四角由族中4阶蛇兽轮流看守，不许放任何族群的兽人进来。有事本皇会亲自过来，你们只要照常生活。”蛇类擅长用毒，且习性怪异，很多兽人唯恐避之不及。为了减少意外发生，考虑到蛇族的特殊性，石鱼并没有打算把他们带回兽族。蛇林中有丰富的植被草药，会引来大量吃草兽类冒险进入，所以并不缺食物，且受海风影响，气候一年四季都是湿润温暖的，是最适合蛇类生存之地，故而不需要石鱼多操心。是，你们的身上均有本皇留下的统治印记，所以你们的一举一动，本皇都知道。若是被吾发现，谁敢吃里扒外背叛蛇族，或者残杀有志同类，吾必亲至，令其死无葬身之地。话音落下，一股冰寒之气自石鱼周身炸开。天生惧怕寒冷的蛇兽们吓得浑身僵直，拼命点头：“是是是。”另外，本皇的雌性乃是兽族雌主，所以蛇族同样隶属于兽族统治。日后若有兽族人到此，你们都不得为难。石鱼着重强调，蛇族狠辣排外是所有兽人都知道的事情，为了避免兽族人被误伤，他得说明白才行。蛇兽们面面相觑，继而点头：“是。”兽族？那是什么族群？他们还从未听说过。第202章，你放弃吧。可是蛇皇大人，兽族的兽长什么样？一条老蛇斗胆问道。灵猫、狐兽、熊兽、岩虎、鸟兽终能化作人形的，均属于兽族。日后有机会，本皇会带你们去亲眼看看。石鱼简单解释道。是。好了，都散了吧。石鱼收了架势，顺势变回人形。那修长俊朗的身姿引得无数雌性蛇兽心生神往。天哪，蛇皇大人好好看。是啊，只可惜蛇皇大人已经有雌性了。石鱼懒得理会那些梦女蛇，闪身便去了河边收集粘土，将灵力注入移动空间戒指。石鱼抬手在河岸的粘土上划过，大量粘土便尽数被戒指吸了进去。石鱼眸色一沉，好神奇！200多平的空间被石鱼塞得满满的。巡视了一遍蛇族之后，再次交代了一些要事，没再耽搁，石鱼便往兽族赶去。此时，兽族兽人们学会了黄泥搭建，便都在勤勤恳恳地搭建自己的房子。雄性们负责干体力活，雌性们则在旁边给自家雄性加油擦汗，带着幼崽玩耍，那景象其乐融融，洋溢着幸福气息。林英丽在地基中间面带惆怅，没有雄性也没有幼崽的她，只能等林楚带着族人回来帮忙。可她向来是个独立的雌性，虽然心里不是滋味，但也不想靠别人，便主动抱起来了一块大石头，准备自己动手。哎呦呦，我滴个乖乖，林英你赶紧放下我来，我来！一直在暗中观察林英的熊傲天一个箭步冲了过来，伸手就把林英怀里的石块给接了过去。熊傲天，你干嘛？林英煞有介事的看着熊傲天。我来帮你啊，这种粗使的活儿哪里是你们雌性应该干的，交给我吧。来人啊，过来帮林英公主盖房子。熊傲天大手一挥，叫来了几只雄兽，表情万分殷勤。林英抿了抿唇，摇头：“不用麻烦你了，熊族长，一会儿林楚回来了，自然会帮我。你去忙你的吧。”没事啊，林楚大人肯定有其他更重要的事情。我们熊族的房子都盖完了，反正闲着也是闲着。熊傲天咧嘴一笑。其实从他见到林英的第一眼起，他就被这只气质高贵的岩虎雌性给迷住了。虽然软软更好，可他明白自己高攀不上软软，所以对软软更多的是崇敬。但林英不一样，这样漂亮高贵的单身4阶雌性已经不多见了，他必须好好把握住机会。面对熊傲天的热心肠，林英勉强挤出了一丝微笑。那多谢你了，熊族长。谢啥？林英公主，您想不想再接纳雄性啊？我那个熊傲天也是个直肠子，心里藏不住事，有话就说。听到熊傲天这试探的话语，林英一下子冷下脸，不想。虽然熊傲天乃是5阶异能雄性，实力强大，又是一族之长，可他的父亲毕竟是死于熊族人之手，他是断然不可能和熊傲天有什么瓜葛的。若不是他们同在兽族，现在岩虎族和熊族应当还在针锋相对吧？为什么？我是真心的。你没有雄性也没崽子，自己一个人多不容易啊！我这么大块头，肯定能保护好你的。熊傲天有些急切地上前一步，他还没等真正表达心意，就被对方这么无情拒绝了。什么原因我不便多说，你来帮我的忙，我很感谢。但是你要是因为想做我的雄性做这些，那我还是自己来吧。林英的声音没有一丝温度，转身就想去干活，却被熊傲天一把抓住了手腕。别走，林英公主，你听我说，我是……放开林英公主！一声厉喝从不远处传来，只见严峰一把丢了手里刚烤好的烤羊腿，冲上前来，劈手就将两人分开，挡在了林英面前，指着熊傲天的鼻子大声呵斥：“熊傲天，你想对我们林英公主做什么？大白天的竟然敢动手动脚的，不想活了你！”严峰气急，似乎完全忘了自己本不是熊傲天的对手，可他看到有别的雄性直接触碰林英，根本忍不住心中的怒火。哎呦喂，你算个什么东西，在这里跟我大呼小叫的！我和林英公主有话说，你知趣一点，赶紧滚开！熊傲天双手叉腰，根本没把严峰放在眼里。严虎王大人有吩咐，让我保护好林英公主，该滚的人是你！严峰毫不怯场，愣是挡在林英面前，没有退后一步。林英愣愣地看着严峰，这种被保护的感觉，除了斥喝，严峰还是第二个。
你反了你了，这么嚣张，看来不教训你一下，你是不服了。熊傲天反手换出一层硬土包住了手掌，做事就要动手。来啊！你以为我怕你？严峰攥起来拳头，眼看气氛剑拔弩张，林英瞳孔一颤，赶紧将严峰拉到身侧，让两人分开距离。熊族长，你最好不要冲动，此主说过，兽族不可以私斗。兽族成立之初，软软就明确过，兽族有什么不可解决的矛盾可以上报，绝不可以同族相残。若是真看着严峰和熊傲天打起来，恐怕他自己也脱不了干系的。听到对方搬出来了软软，情绪上头的熊傲天手上一能，一下子便收了去。哼，臭小子，本族长不打你，我要追求你们林荫公主，别来坏我好事，赶紧让开。闻言，严峰的脑袋嗡鸣了一声，气势顿时萎了。追求林荫？是啊，公主这样美丽又优质，怎么会没有受喜欢？况且熊傲天是5阶异能兽人，算起来他才有资格配得上林荫公主吧。察觉到严峰破碎的表情，林荫叹了口气，熊傲天，我再说一遍，我们两个不可能。熊族害死了我的亲生父亲，我们虽然同处兽族可以和平相处，其他炎虎也可以自由和熊族结伴侣，但是我作为前任炎虎王的亲生女儿，不能原谅熊族，所以你放弃吧。熊傲天怔了一下，随即苦下脸来，可是林荫那是上一辈的事情啊，住在新月森林里，族群们之间肯定会有摩擦，这是不能避免的。第203章，令人安心的话语。软软带着燕已经规划好了土地分布，并且带人用篱笆将即将开垦的土地给围了起来，这样更加有序也美观。走吧，我们去看看大家把房子建得怎么样了。软软很自然地拉起来燕的手，燕难掩心中雀跃，俯身在软软脸蛋上蜻蜓点水一吻。好呢。可两人刚走到建筑地，便撞见了熊傲天和林荫几人立在那里，明眼人都能看出气氛好像有些不对劲。软软和燕对视了一眼，没有靠近，而是远远观察。林荫被熊傲天的话说的一愣，沉默了良久。其实他知道熊傲天的话有道理，上一辈的恩怨不应该带到下一辈人的身上，可死的是他的亲生父亲，他怎么可能会释怀呢？对不起，我接受不了。我承认你说的话有道理，但是熊族杀死我阿父是事实，我没有权利，也没有那样的心胸去原谅你们，让我当做什么也没发生接受。你作为我的雄性，我做不到。林荫依旧摇头，一旁的严峰心里压着的石头终于半落了地。林荫公主没有答应他，真好。可我也不想这样啊，我们现在都是兽族的，生活在一起，就真的不能放下个人恩怨？熊傲天依旧不死心，他是真的很喜欢林荫，错过了林荫，他真的很难再找到令他心动的雌性了。林荫没有回答，而是直接背过身去。熊傲天仿佛被泼了一盆冷水，死死咬住了犬齿，却还是倔强的想上前拉一下林荫，再挽留一下。严峰没有退缩，再次挡在了林荫身前。公主说了，不接受你。臭小子，我真是忍你很久了。熊傲天一把拎起来严峰的衣领子就要动粗，面对远强于自己的熊傲天，严峰丝毫没有退缩，更像是下定了什么决心一般，与对方四目相对。我知道我打不过你，但是我会拼尽一切保护我喜欢的雌性。林荫浑身一震，略带惊讶地看向了严峰。他刚才说什么？喜欢的雌性？啥？你个臭小子也喜欢林荫？你配吗你？熊傲天不屑道。我不配，但是我要说，林荫公主，我一直喜欢您，从小到大都是您保护我，可从今往后，我想保护您，我一定会努力修炼，有谁敢伤害你，就让他们先踏过我的尸体。严峰一口气说完，仿佛用了这辈子所有的勇气。他知道，不说林荫永远不会知道，喜欢就要说出口，哪怕被林荫拒绝，他也不后悔，起码他迈出了这一步。林荫怔住了，这样的话，赤河也跟他说过，所以纵使赤河也是4阶雄性，他也心甘情愿只收他一个人。可赤河的话应验，为他而死，让他久久不能释怀。现如今，严峰也说出了这样的话语，那样熟悉的、令人安心的话语。哎呦喂，你真是够可以的，一只4阶的毛头小子敢跟本族长抢雌性，本族长今天就替你老爹好好教教你，让你知道什么叫不自量力。熊傲天抡起拳头，做事就要打人。住手！在远处默默观察的软软呵斥一声，见到软软的瞬间，熊傲天赶紧松开严峰，此主。林荫连忙跪下身去，旁边的严峰也跟着跪了下去，拜见此主。起来吧。软软抬手，目光放在了一旁缩起来的熊傲天脸上。熊傲天，谁给你的胆子敢在部落里面动手？本此主说过，兽族不可相残。熊傲天浑身一哆嗦，赶紧匍匐在地上，对不起此主，我是一时冲动，我错了。鉴于你没有真的动手，就罚你替部落站岗3天，兽王犯错，与底层兽人同罪。软软背手而立，身躯虽小，可散发出的气势却足以震慑所有人。这是他多次死里逃生，统帅部族锤炼出来的。是。熊傲天瘪了瘪嘴，继而抬起头来，此主，正好您来了，我想让您评评理。你说。软软刚才听了个大概，但是也猜到了，应当是熊傲天和严峰在争林荫。林荫也是不容易，死了丈夫，还差点被8顿玷污，吃尽了苦头。我喜欢林荫公主，想和林荫公主说说话，可这严虎他一直拦着我坏我的好事。熊傲天愤愤不平道：不是这样的，此主，林荫公主已经拒绝熊傲天了，是他死皮赖脸，非要往上贴。严峰瞪了熊傲天一眼，软软蹙眉，这事是你的私事，我不会多言。不过既然林荫已经拒绝了你，你就别在这往上贴了吧。清官难断家务事，软软只想维持部落稳定，对这种情感纠纷他也实在没法管。我不是往上贴，我是觉得我可以感动林荫的，就是这个臭小子，
老是阻止我追求幸福，太烦人了。熊傲天给了严峰一记眼刀。这个，林一，这事你还是自己定夺，无论你们怎么闹，只一条，不许私自动手扰乱族群。软软沉声。是，对不起司主，麻烦您了。林音低垂下眉眼。软软也没再多话，拉着燕去忙别的了。燕往后偷偷瞄了一眼，贴在软软耳边挤挤鼻子道：司主，我怎么觉得他们肯定会出点啥乱子？没办法，情感纠纷最难搞了，找人盯着吧先。软软无奈摊手。好。等到软软两人走远，严峰调转方向，朝着林音跪下：林音公主，请你给我一次机会，我想成为你的雄性，保护你。林音第一时间没有回答，陷入了深深的纠结。且不说严峰是他从小看着长大，他的年龄太小了些，和林楚差不多，怎么看都是弟弟，突然成为他的雄性也太奇怪了点。噗嗤，你一只4阶雄性根本保护不了林音，和我没法比，还是趁早放弃吧。一旁的熊傲天双手叉腰，压根看不起严峰。林音公主，请您给我一个机会，我和这头狗熊公平竞争。公平竞争？哈哈。第204章，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听到那4个字，熊傲天仿佛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就凭你一只4阶的雄性，想和我公平竞争？做梦吧你！熊傲天仰天大笑，那笑声刺耳的扎进严峰的心底，穿透了他的自尊。一旁的林音轻轻叹了口气，其实，林音公主。眼见林音要开口，严峰急忙打断他。虽然他已经做好了会被林音拒绝的准备，但是真正面对他还是不甘心，起码让他做最后一次挣扎。林音公主，我会向你证明，我不比这头狗熊差，我这就去找此主，我要和熊傲天来一场堂堂正正的对决，让您知道，即使是4阶雄性，依旧可以保护好您。严峰留下话，化作虎形泰风一般的跑向了软软的洞穴。林音住在原地，久久不能回神。严峰的性子和林楚很像，一旦认定的事情就会拼尽全力去做，而且绝不回头。可这也恰恰说明他们都不够成熟。但就是这份不成熟，却让他恍惚间感觉到了一股炙热。熊傲天呆立了一下，继而毫不顾忌地笑弯了腰：林音啊，你看这严虎就是年轻气盛，明知道根本不可能战胜我，还非要去尝试，太不成熟了，不如我。林音没有搭话，犹豫了一下，也朝着软软的洞穴走去。望着林音的背影，熊傲天猛一握拳：林音，你定是我的！便跟了上去。洞内，软软咬着嘴唇，还在规划部落建设，手在木板表面写写画画。此主你不要忙了，休息一会，亲近我好不好呀？燕贴到软软的脸蛋上撒娇。自从当了这兽族雌主，软软空闲下来的时间就少了。虽然兽夫们都知道有多大能力就有多大责任，但是一样心疼自己最爱的雌性，所以尽可能的替他分担。护城墙的设计图我也画好了，这样一来，兽族将坚不可摧。软软徐徐抻了个懒腰，趁燕不注意，快速在他脸蛋上亲了一口。燕一愣，随即高兴的脸颊微红，顺势抱住软软的腰，将头埋在软软胸前蹭了蹭。此主你好香呀。香吗？软软压低了声音，勾起眼尾的同时捏住了燕的下巴，顺势一抬。燕眼窝粉红，模样有些羞涩，但又不失可爱。兽夫当中只有燕还没有和自己交配过，软软一直知道燕对自己的心意，所以也盘算着什么时候彻底接受燕。宿主你是一个都不放过啊。灵宝打趣道。那当然，再不宠阿燕这个小哭包，她真的会哭给我看吧。软软弯了弯唇。燕，你明晚留在我洞里陪我怎么样？软软试探着开口。燕瞳孔一颤，明显愣住了，以至于呼吸都停滞了一瞬。当反应过来软软是什么意思的时候，面上的欣喜顷刻间埋没了不可思议。真的吗？真的可以吗？燕一把抓住软软的小手，贴在唇边亲吻，仿佛听到了她这辈子最想听到的话。当然。软软另起一手宠溺似的扯了扯燕的脸蛋。燕虽然是5个兽夫中实力最弱的，但是一直在有好好爱她，拼尽全力帮她，永远抱有一颗赤诚的心。都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更何况是燕这种一直默默付出，从未索取过回报的，足以打动她。燕的眼睛又红了，忍了又忍，却还是没阻止的了，眼泪落下。此主，听到你这么说，我好高兴，真的好高兴。乖，别哭。软软轻轻将她眼角的泪拭去。虽然燕哭起来真的我见犹怜的，可是此主，燕咬紧了嘴唇，似乎是下定了什么决心一般，重新抬头。我不想就这么容易的和您交配。软软滞了一下。啊，雷森能和你交配，是因为和你一起经历生死，救了你的命。林楚能和你交配，是献出了自己最珍贵的东西，用一片赤诚的心，还将自己的族群送给了你。石玉能够和你交配，是他好几次不顾及自己的生死，为此主你奉献了一切。可我呢？我什么也没做。说到这里，燕的一双拳头攥得很紧，似乎带着对自己的深深怨怼。每每想起其他人为软软做出的付出，燕都羞愧难当。因为实力不足，他甚至还被别人抓去当人质，拖了整个族群的后腿。那件事一直都是他的耻辱，是他的心结。燕，你怎么能这么说呢？你不也说服了鸟王让鸟族加入？而且部落里的琐碎事情都是你去处理的井井有条。你的付出是我看在眼里的，只是没有其他人那样惊天动地而已。软软摸着燕的头安慰道。在软软出去冒险的时候，燕总是操持着整个部落的衣食住行，就好比那个一直在家庭中默默做家务付出的人，不容易被人看到，实则无私奉献。不，此主，我还不配。你对我的宠爱我心里很清楚，我很爱你，所以更不愿意什么都不做就得到和此主交配的机会，这对其他人也不公平。
等我证明了我能够保护好你，才有资格和你交配，这也是我对自己的要求，请此主成全我。燕关顺的将脸贴在软软的掌心，湿润的泪花在两人肌肤间轻轻摩擦。软软心头一软，微微叹了口气，燕，我只希望你不要让自己的心理承担太多，有时候也不用那么要强的。还有，白送上门的机会，你这鸟人老公都不珍惜，真是的，吃软饭不好瞒。灵宝理解不了，你别看燕平时像个小奶狗，她的内心实则坚毅的不像话。软软释然般的将燕搂进怀里，她尊重受夫们的一切决定，也给他们充分的机会。彼时，雷森洗了澡刚回来，抬眼就见一道红影窜进了软软的洞穴。什么人？雷森一个闪身冲了进去，伸手就擒住了那人的脖子，将他按在了石壁上。砰！尘土飞扬，缓缓露出的是严峰那张被掐得窒息扭曲的虎脸。嗨，第205章准了。严峰的舌头都被雷森掐成了猪肝色，掉在嘴外面。雷森身上瞬间散发的极致压迫感，让他完全没有反抗的余地。软软和燕还抱在一起，一脸懵逼。可看清洞口的景象时，连忙分开起身。雷森，快放开他！这是严峰，林楚的好兄弟。听到软软提醒，雷森这才收了气势，松手。兽族兽人夯杂多样，雷森也记不太清，他还以为是什么坏东西想对软软不利呢。可嗨！严峰滑落在地上，捂着脖子，差点把肺咳出来，窒息的感觉才好不容易消散。你没事吧，严峰？软软蹙眉，没事，是我太唐突，让雷森大人误会了。严峰摇了摇头，化作人形站起身。紧跟而来的林英一眼就看到了严峰难看的脸色，对着软软行礼过后，赶紧扯了一下严峰的衣角。你怎么了，严峰？面对林英关切的样子，严峰赶紧挤出一个笑容来。我没事，林英公主。林英公主关心我，她紧张我，她心里一定是有我的。想到这里，严峰一个转身，扑通一声跪在了软软面前。此主，这一声此主嗓门特别大，差点给软软送走了。软软被他这突如其来的调调吓得猫耳乱飞，下意识抓紧了雷森和燕的胳膊。雷森和燕赶紧搓了搓软软的肩膀安抚。你要干嘛？一惊一乍的，燕不满道，吓到他的词主了。这老虎怎么和林楚一样是个大嗓门？严峰有些尴尬，赶紧压低了声音，对不起词主，惊到您了。我想挑战熊傲天，和他公平竞争林英公主的雄性。此话一出，众人皆愣住了。挑战熊傲天？他们没听错吧？虽然严峰是出自最强兽种炎虎族，可毕竟也只是4阶，熊傲天乃是5阶异能兽人，脑子瓦特了才会越阶挑战吧。熊傲天姗姗来迟，却也将严峰的话尽数听了去，惊动的同时连忙拱了拱手，拜见词主。词主，我可没强迫这小子，是他不服，非要和我比试的。软软缓了缓出声道，严峰，我说过，求伴侣是你们的私事，没必要摆在明面上来闹腾的。他实在不明白，谈恋爱这种事不就是你情我愿的，非要打个你死我活的干嘛？哎呀，宿主你懂啥？这是兽人最原始的求偶方式啊，强者往往会得到雌性的青睐，这是兽性。灵宝在一旁提醒道。好吧。软软扶额。严峰使劲咬了咬唇，声音低沉了下来，因为我知道林英公主觉得我年纪小，不想接纳我，而且我只是一只4阶的普通雄性，远远比不上熊族长的天赋。说到这里，严峰万分不甘地闭了闭眼，他其实什么都知道，但是就是咽不下那口气。即使林英明确拒绝了熊傲天，却也没有答应他，以后的日子还长，林英难保不会在熊傲天的频繁示好下松口，所以严峰同样也不会放弃，并且要让熊傲天正视自己。知道就好。熊傲天双手环胸，不屑地扫了严峰一眼。正因为我知道，所以我一定要挑战你。严峰愤愤的目光看向熊傲天，那眼底腾腾而起的执着让熊傲天不由得惊了一下。好小子，真是够头铁的。那林英，你的意思是？软软无奈，抬眸看向林英。林英捏着指尖，半天没有吭声，终而抬头看向严峰。严峰，你和林楚一样，我一直把你当亲弟弟看待，从来没有想过你会喜欢上我。听到这几句，严峰的心都凉了半截，可依旧充满希冀地看着林英，那目光真诚又迫切，让人不忍直视。但是我不想辜负你的一番心意，作为我炎虎族的兽，就是要有这样不服输的精神。可光有精神还不够，我也想看看你到底配不配成为我的雄性。所以此主请求您给严峰一个表现的机会。林英郑重其事道。没有了赤合之后，林英还是第一次在另一只兽身上感受到那股朝气蓬勃的生命力。但是成为我林英的雄性可没有那么简单。听到林英这么说，软软也不好不给面子，挑眉点头，准了。多谢此主，多谢林英公主给我机会。严峰一瞬间信心满满，心脏激动的砰砰直跳。太好了，公主居然愿意给我机会。反观旁边的熊傲天依旧是一脸不屑。切，挑战我？臭小子，你就等着在整个部落面前颜面尽失吧。很快，炎虎族严峰要挑战熊族族长的消息传遍了整个兽族。兽人们有的端着饭碗一边吃一边看热闹，有的抱着幼崽长见识，里3层外3层的兽人将熊傲天和严峰围在了擂台中间。兽族虽然不允许私斗，但是总有说话解决不了的事情，所以软软在族群后方专门建了一座擂台，双方实在不服也说教不了的都是可以上擂台的，点到为止，不伤性命即可。只要有一方认输，就可以分出胜负。却没想到擂台建成没几天就派上用场了。严峰和熊傲天在擂台两侧双双站定，冲突一触即发。就在此时，带人挖完黄泥的林楚慢悠悠地走进了部落，
却见整个部落空无一人，唯有后方热热闹闹，赶紧凑了上去。咋了？发生啥事了？林楚探头探脑的挤进了人群中间。哎，林楚大人，您不知道啊，您族里的严峰要挑战熊族族长熊傲天呢。一只兽人有鼻子有眼的说道。啊，严峰，他挑战熊傲天干嘛？林楚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还不是为了争夺您族里灵音公主的伴侣位置，瞅瞅就快打起来了。我阿姐。闻言，林楚的脑袋轰隆一声，不是，他就出了趟门，自己兄弟就看上他姐了。林楚可不管那么多，一个飞扑跳上了擂台，横在了严峰和熊傲天中间，随即指着严峰就喷。严峰，你个混蛋，我把你当兄弟，你竟然想当我姐夫！